市场被虚拟现实网游取代，但是虚拟现实网游的虚拟度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神乎其技，碰到3D 眩晕的人，甚至还会因为游戏而产生极度不适的感觉。慢慢的，虚拟现实网游也渐渐退出市场。所幸2050年，在这么多年无游戏可玩的情况下，第一款魂导式网游《神域》面世了。历时多年的宣传，终于在今日开售了。传闻能够第一个进入游戏的玩家将会获得绝大的好处，因此早早的就有成百上千的玩家争相购买首批游戏头盔。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排在队伍前面的小伙在拿到了头盔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而是原地拆卸了包装，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硕大的充电宝，迅速将头盔戴在了头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呀？好歹也拿到了第一进入奖励啊！广场上的玩家一个个捶胸顿足，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伙进入游戏。叮！恭喜玩家叶青进入游戏成功。鉴于玩家是国服第一个进入游戏的玩家，额外赠送随机技能，是否抽取？抽取。叮！恭喜玩家叶青抽取随机技能成功，得到被动技能独行者。技能介绍。叮！独行者，玩家单独游戏，非组队状态下全身属性增加 10%， 幸运值100 max。叮！恭喜玩家第一个建立角色，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人族玩家，特别奖励随机技能强化。叮！恭喜玩家叶青独行者技能强化2，当前效果全身属性加 30%， 幸运值100 max。叮！由于玩家颜值较高，系统额外赠送10点魅力值。叮！由于玩家幸运值超级高，系统随机额外赠送敏捷属性10点。听着系统提示音，叶青哈哈大笑着退出了游戏状态，在神域游戏售卖广场中央，笑着从改装的充电宝上拔下了游戏头盔，潇洒的打了个车，准备潇洒离去。叶青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我勒个去，这个人绝对的人才啊！为了抢夺第一个进入认证，竟然改装了一个充电宝，原地进入游戏。他也不怕充电宝炸了？这个人话刚说完，就听到不远处那个正准备上出租车的叶青再发出了一声卧槽，迅速丢出一个焦黑的充电宝。好气啊！他的充电宝怎么不在他进游戏的时候直接炸了？切，历来游戏就算是系统的新手特殊奖励撑死了，也就是什么多了点药水啊，多了把还不错的新手武器啊，还能直接给你把神器咋地？一个玩家也不知道是酸还是实话，说了一句就拿着头盔走了。有人这么一说，别的人一想到也没错，历来的游戏给单人的奖励不可能会破坏游戏平衡的，大家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此时的叶青已经回到了家中，真没想到第一个进入游戏的人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奖励。神域广告已经打了快2年了，终于是可以玩了，我等了这么久，总算是没有白等。神域游戏没有内测，没有不删档测试，没有公测，完全就是一个神秘的游戏，游戏方式更是史无前例的灵魂导入到游戏中进行的。叶青连接上了游戏头盔，躺到了床上，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进入了游戏，选择初始天赋。系统亮起了一排的天赋，叮！初级天赋共4项：格斗、元素、生命、野性，请玩家自行选择。叶青想了想，既然我有了独行者的技能，必然以后都是一个人单练的，法师和奶妈肯定是排除了。野性是弓箭手天赋，虽然速度快，机动性不错，但是总感觉太脆了，容易被针对，算了，还是格斗吧。叮！恭喜玩家叶青选择格斗天赋，得到初级格斗者称号。此时游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还有2分钟就可以进入游戏了。系统啊，介绍下天赋内容呗，官网都没有一点资料。叮！天赋在玩家初级状态可以选择一个，在达到10级状态可以选择第2个天赋，20级状态选择第3个天赋，一经选择终生无法更改。天赋技能有宝箱、怪物掉落、任务奖励获得。叶青挠了挠头，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职业导师，也没有职业2转、3转啥的，所有技能都得靠爆。如果技能输爆率低下，那这个游戏强弱除了装备，技能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叮！系统优化完成，神域欢迎各位玩家进入，祝各位游戏愉快。总算是可以进入游戏了，接下来优先升级，加油在游戏前期打下基础。白光一闪，叶青进入了游戏世界。250新手村还真是吉利的数字啊！叶青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第2章倒贴上来的任务，一道道白光出现，大量的玩家开始涌入游戏中，到处和原住民谈话，找任务的找任务，直接拿了新手武器就去砍怪的砍怪。别的这么多年没有好游戏玩的大量，完全都非常快速的融入到了这个游戏中。我拥有了这么好的数据，我可不能跟着大部队去刷怪啊！看着一只鸡刚刚刷新出来就被乱刀砍死的惨象，叶青决定反其道而行，从村后面去找怪杀。虽然看地图那边都是3、4级的怪，但是自己这么高的属性，小心一点绝对是没问题的。新手村很大，
分为了4个面，新手村正面正好就是村口，也就是1级怪物地区，99%的玩家都会一窝蜂的涌向这一边，而叶青这个背面的位置，则是极少数玩家才会过来的地方。快看，那边有个原住民老头被一只哥布林踹翻了！一个玩家大喊了一声，叶青也闻讯而去。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坐在地上，一脸惨样的哀嚎着自己的宝贝戒指被偷走了。但是一个个玩家上去闻讯是否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个老头就是一直哭，丝毫没有任务发布。问的多了还是没反应，那些玩家也就懒得搭理他了。叶青走上去将老头原住民扶起，只是随口问了一声：“老人家，需要帮你把戒指抢回来吗？”老头原住民眼睛竟然噌的一亮，立马拉住叶青的手，激动地说道：“冒险者，你愿意帮我找回我的戒指吗？那可是我家老婆子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随后一个大大的黄色感叹号出现在了老头原住民的头顶。我了个擦！出任务了！边上的一众玩家仿佛天雷轰顶，刚才这么多人问都没反应，没想到现在竟然出现了。叶青刚想接任务，一个5大3粗的男子就拦住了叶青：“哥们，把这个任务卖给我们如何？”叶青看了眼这个叫做名将君子好逑的男子，男子背后跟着6个名字，前面都有名将开头的玩家，明显是一伙的。叮！神秘老者的戒指被偷走了，想要取回就必须进入新手森林，找到普通哥布林，击杀20只普通哥布林，激怒偷盗哥布林出现。接受！叶青想都没想，直接将任务接了。叶青的行为触怒了名将君子好逑：“你特么给脸不要脸！你敢出新手村，我们就弄死你！”叶青淡淡的看了眼这个聒噪的人：“我0级，新手保护还没过呢，你打得了我吗？”“哈哈，新手保护，你有本事别升级啊！有本事一直都是0级了。”名将君子好逑哈哈大笑着，甩了甩手，后面的6个人都跟着叶青，一副你到哪我们就到哪的味道。行，你们就跟着吧。那个冒险者，我看你也没有技能，这样吧，我先给你一个临时的技能，如果你帮我找回了戒指，这个技能就送给你了。神秘老头擦了擦眼泪，将一本技能书递给了叶青。叶青也不客气，直接将技能书一拍，学习了。名称：潜影技能书，等级10级，冷却时间1分钟，持续时间2秒，效果：发动技能进入潜影状态，身形若隐若现，降低怪物的仇恨值，有一定概率直接脱战。我去，潜影！这本技能书可以说是前期刺客唯一能够学习的隐身技能了，刺客必备。但是相比以前传统网游里面绝对隐身，这个技能就弱了许多，脱战的概率也不好掌控。不过前期能够得到这么一本技能书，原本叶青对后面跟着6个人还有点烦恼，现在他根本无需担心了。叶青跟着任务只是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普通哥布林，已经有一部分玩家想要越级杀怪，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杀呀！那里有一只3级的哥布林，越级杀怪有经验加成啊！零零散散的玩家各自为战，冲杀着要击杀普通哥布林，但是造成的伤害和受到的伤害完全不成正比。只不过短短几个来回，一个个玩家都哀嚎着3级怪物变态四散逃跑了，甚至有几个自信技术不错的玩家被普通哥布林送回了新手村。叶青转头看了眼跟着他的6个玩家，笑了一笑，竟然从走改成了奔跑。6个名将的玩家也急忙跟上。叶青跑着专往普通哥布林密集的地方跑，一路上引了多少哥布林自己都不知道了。哥布林都是近战攻击，只要叶青走位好，跑得快，根本就不怕哥布林打到自己。很快几十只哥布林加上6个玩家全都汇聚到了一起，紧跟着叶青在新手森林狂奔。哈哈，这个傻子，仇恨在他身上，这些哥布林就算贴着我们都不怕，他难道还想着引哥布林杀我们？兄弟们小心不要攻击哥布林，只要他停下来，我们不动手，他都会被哥布林杀掉。名将几个玩家也是老玩家，很清楚仇恨机制。不过真的如此吗？叶青转头笑着说了一句：“兄弟们，加油啊！”随后一个后跳，直接发动了潜影。叶青的身影如同烟雾一般慢慢变淡，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由于在森林中能见度本就不高，阴影之下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来了。更加重要的是仇恨，所有哥布林的仇恨瞬间全部消失。而在哥布林仇恨消失的同时，所有离哥布林最近的玩家，也就是名将的6个人就成为了首要攻击目标。不要慌，进攻！死也要换掉几只哥布林，3级哥布林杀一只都能越级，有很多经验。一个名将的玩家大声提醒道：“死亡已经是他们不可避免的了。”而叶青则是靠在一棵树后，静静地看着6个名将的人一个个变成白光，被哥布林送回新手村。叶青，我们记住你了，名将工会和你势不两立。最后一个名将的玩家被一棒子锤死，死之前还放了一句反派必说的狠话。叶青瘪了瘪嘴，太没新意了。残血！
原本叶青想要离开，但是看到在场还剩下5、6只残血正在游荡的普通哥布林，不淡定了。我要将这几只哥布林都收了。第3章，名将。叶青拿出了新手单手剑，直接冲了过去。此时没有技能，硬刚是唯一的选择。单手剑一抖，一只残血的哥布林咽喉直接被叶青的单手剑划过，叮，造成43点伤害，一个高数字伤害，直接将这只原本血量就不多的哥布林直接秒杀。我去，这么高的伤害！要知道，刚才那些名将的玩家攻击都只能造成10点左右的伤害而已。叶青想着，一只哥布林已经一棒子砸了过来，凭借极快的反应，叶青一个转身，木棒子贴着叶青的衣衫狠狠砸在了地上，扬起了一片尘土。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又是一剑，再次带走一只哥布林。叶青越战越勇，每次提前预判哥布林的木棒子攻击，提前规避，触发闪避属性，加上幸运值的高幸运，次闪避，竟然在无伤的情况下将6只哥布林尽数击杀。叮，击杀3级普通哥布林，越级杀怪增加 30% 经验。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2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哈哈，连升！看了眼自己的个人面板，玩家叶青，等级2，天赋格斗，势力光明，种族人族，生命值156，魔法值121，力量36，敏捷31，智慧18，体质18，精神18，物理防御14，魔法防御9，魅力10，幸运值100，自由属性点20，技能独行者潜影23小时21分，装备新手单手剑，新手7件套，敏捷越高，闪避的概率越高，加上幸运值的加成，或许以后站着都可以100%闪避，都有可能啊。有了独行者的加持，虽然现在一身新手装，但是属性已经超过了普通玩家许多了。普通玩家敏捷估计到2级，最多也就10几点，叶青却能达到31点，这还是自由属性点没有使用的情况下，舒服啊！叶青看着地上的几件装备，还有一本绿色的技能书，连忙捡了起来。而此时，名将的几个人竟然又跑回来了。我靠，他怎么能够爆出这么多东西？爆率不是很低吗？那只哥布林不会是小 boss 吧？一个名将公会的玩家惊讶道。名将原本6个人，现在只来了4个，另外2个觉得再找叶青麻烦太浪费时间了，还不如先去升级，就没有再跟过来。但是现在过来这4个想来被坑死就气，准备回来找回场子，而且他们还想着刚才几只哥布林残血了，说不定还能弄死2只。但是刚过来就看到叶青在捡东西的一幕，原本被杀就很气，用命换来的怪物被捡漏了，还爆出这么多东西，名将这4个人不爽到了极致，去他妈的，干他！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名称雕纹小刀，部位武器匕首，品质精良，物理攻击10，敏捷3，名称黑色皮靴，部位鞋子皮甲，品质普通，移动速度1，敏捷1，名称破布护腕，部位护腕，品质普通，移动速度1，敏捷1，名称刚劲力道，被动技能，效果增加 10% 物理攻击。看着冲过来狂龙3人，叶青将能装备的都装备上，技能书一拍，直接学会。狂龙怒吼一声，手中单手剑一甩，直接杀向叶青。叮！受到攻击，接下来1分钟反击时间，不增加仇恨值。竟敢抢我们狂龙公会的东西，找死！狂狮冷冷地说了一句，单手剑刺出，3兄弟同时对叶青发动了攻击。一边的几个旁观的路人听到了狂龙公会的名字，惊了一下。狂龙公会不是之前别的游戏里面出了名的恶公会吗？游戏里面专干抢劫、偷袭、包场、抢 BOSS 的事情，但是偏偏这个公会福利待遇很好，并且对自己公会里面的人还不错，使得拥有一批喜欢搞事情的玩家的拥护。那小子倒霉了，惹到了这么一个麻烦的公会。而此时叶青已经换上了刚刚爆出的雕纹小刀，雕纹小刀上面雕刻着一种看不懂的符号，虽然是低级武器，但是却有精美的外观，锋利的刀尖闪烁着寒光，正好拿你们试试刀。叶青一个侧闪，手中雕纹小刀上抬，角度刁钻的擦过2名名将玩家的2件伤害，硬顶着器重一人的一击伤害一匕首划拉在了另一人的喉咙处。叮！玩家名将一枝花死亡，直接秒杀。叶青一个滚翻，闪身到了名将滋滋背后，又是极快的一匕首，直接插在名将滋滋背后。叮！玩家名将滋滋死亡。
刚杀死名将滋滋，又是一个后空翻，直接将名将卡卡西一脚踩在地上，一匕首削掉了他的天灵盖。叮！玩家名将卡卡西死亡。叶青掏了掏耳朵，看着名将砍死你。你刚才说啥？要谁死来着？我没听清。1打4，竟然瞬间秒杀了3个，重点是都是一击秒杀。就算是名将砍死你，此时也是有点猛了。叶青可不会慢慢的等名将砍死你恢复过来，直接一匕首将他也送回了新手村。一旁的路人都吓到了，我的天，这什么伤害，竟然全都是秒杀，一匕首就解决了。难道那把武器是卓越级别的武器？你做梦呢？这是新手村，能出普通的都上天了，还卓越？刚才你没看到，都爆出97的伤害了，你估计零头都打不出来吧？不科学啊，才2级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别的玩家还在围观的时候，叶青已经悄然离开了。前期升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叶青可不会在这里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叶青的幸运值简直是逆天，别的杀了那么多怪爷，只不过爆了1-2个铜币，叶青是直接出装备，甚至还有技能书。刚才能够打出这么高的伤害，独行者状态下增加了攻击力，还有刚学的刚劲力道增加了攻击力，同时雕纹小刀也算是前期的小神器了。只要这些状态齐全，完全是见人就秒的状态。叶青找了一处人不多的地方，开始不停的虐杀普通哥布林。独行者状态下攻击力加成巨大，普通哥布林根本就承受不住叶青的几下攻击，就哀嚎着送出了铜币。叮！攻击普通哥布林，产生暴击，伤害翻倍。叮！攻击普通哥布林，产生暴击，伤害翻倍。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第4章偷盗哥布林。叶青的幸运值不只体现在了爆率上面，就算是伤害还是防御都起到了近乎 bug 般的效果。只要叶青打出的攻击基本都能产生暴击，而受到伤害时，只要略微躲闪都能够触发闪避属性。头顶上不停冒出的 Mace 看的叶青自己都惊呼变态。每次升级都会有自由属性点，叶青斟酌了一番，按照3粒2敏的加点设置，拥有独行者技能，力量属性必然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刺客会全部点敏捷，放弃力量，但是叶青肯定是不能走这个路线的。刷普通哥布林半天，叶青的背包都已经塞满了，初始的背包只有20个，叶青的爆率极高，爆出的装备又不能叠加，背包里面很快就都是装备了。爆了这么多装备，没有自己用的。叶青嘴上吐槽，但心里美，这交易出去都是钱啊。叮！击杀普通哥布林，当前任务完成 50%， 偷盗哥布林出现。偷盗哥布林出现，玩家请注意。叶青灌下一瓶系统送的血药，补满了自己的状态，系统锁定住了偷盗哥布林，数据马上反馈到了叶青这边。名称：偷盗哥布林，准 BOSS， 等级10级，属性：拥有非常高的敏捷，攻击较低，防御较低。技能：偷盗，有一定概率偷取目标装备。技能：物品、金钱。看到偷盗哥布林技能，叶青看了看手里的匕首，我去，这技能爽啊！要是能爆出来，以后打架的时候直接把别人武器偷了。叶青率先发起攻击，极快的窜出，一匕首扎向偷盗哥布林。神域世界没有传统网游一样的初始技能，刚开始进来的玩家就干脆一个技能都没有，狠狠的一匕首扎在偷盗哥布林身上。偷盗哥布林哼了一声，竟然说出了人话：无耻的冒险者，竟敢伤害我的族人！叮！偷盗哥布林发动技能偷盗，玩家叶青被偷走了1个银币。我总共才2个银币，你就偷走一半，给爷死！本来就穷了的叶青此时极度不爽，仗着高攻击，一匕首一匕首的对着偷盗哥布林疯狂输出。而偷盗哥布林就是不停的偷盗，每次偷盗技能冷却的时候，就会用背后的麻袋砸叶青。果然偷盗哥布林伤害极低，每次麻袋砸只能造成20-30点的伤害。叶青此时差不多有100多的血量，初级血药还有3瓶，瞬间恢复20点，持续恢复每1秒恢复2点，持续10秒。重点是叶青不停的身体挪移，就算是准 BOSS 攻击都多次触发闪避属性。原本叶青还以为自己需要喝药才能够解决这只准 BOSS， 结果原本攻击频率就不是很高的偷盗哥布林攻击竟然都被 miss 掉了。无耻的冒险者！看着自己的攻击总是无效，偷盗哥布林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叮！偷盗哥布林发动技能偷盗，玩家叶青被偷走了技能刚劲力道。我的技能！叶青攻击力一下子下降了 5%， 而偷盗哥布林反而上升了 5% 的攻击力，原本在叶青技能栏的刚劲力道技能图标也消失了。麻袋砸到的攻击一下子多了几点，这 BOSS 还能自己学了自己用，要不要这么变态？此时叶青背后不远处名将的人又重新摸了回来。哈哈，我就知道神秘的任务肯定有天大的好处。你看那只哥布林是准 BOSS， 已经没多少血了。名将砍死你，带着2个人猫在一边说道。又退出了一个，
剩下3个气不过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给虐杀了。复活之后就去新手防具店花光了身上系统送的铜币，买了一身劣质的新手防具，准备要来找回场子。叶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早就已经发现了原本也没打算隐藏身形的3人。这3人又来送死，偷到哥布林的血已经只剩30%的样子了。既然不怕死，那就送你们再回去一次。看招！金蝉脱壳。叶青竟然一个小退，直接跑向名将3人。偷到哥布林移动速度极快，紧跟其后。叶青一个滚翻，直接躲到了一个灌木丛之中，直接开启了潜影技能。失去了目标的偷到哥布林眼睛一亮，直接盯着了名将3人。特么的又来！名将砍死你！哀嚎一声，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无耻的冒险家，你们一定是同伙，我要偷光你们！叮！偷到哥布林发动技能偷到，玩家名将滋滋被偷走了劣质铁甲。叮！偷到哥布林发动技能偷到，玩家名将砍死你被偷走了一根卷轴。叮！偷到哥布林发动技能偷到，玩家名将卡卡西被偷走了2铜币。名将砍死你听到自己身上的一根卷轴被偷了，急得大喊：快快杀了 BOSS！ 特么的卷轴被偷了！这个卷轴可是名将工会好不容易弄来的。此时叶青则是缩在灌木中，看着名将3人和偷到哥布林打得火热。等待了一会，叶青冒出头：好了，差不多了，3位辛苦了，我送你们回去哈。叮！玩家名将滋滋死亡。名将砍死你，反手躲开个偷到哥布林攻击，一剑刺向叶青，我就知道你会出现，看剑！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叶青原本还想顶着伤害抢 BOSS 的结果，没想到竟然又触发了闪避属性。我靠 ！Miss！ 名将砍死你！惊叫一声，直接被叶青一匕首又送回了新手村。叮！名将卡卡西死亡。3个倒霉的家伙被再次送回新手村。叶青看向了已经只剩一丝血的偷到哥布林，该你了！一个非常潇洒的滑刀，一匕首划破偷到哥布林的喉咙，直接将这个 BOSS 送走。叮！恭喜玩家击杀精良准 BOSS 偷到哥布林，偷到哥布林10分钟内偷到的所有物品随机返还。叮！叶青得到1银币87铜币、1根卷轴、1把短剑、1只护腕、1件劣质铁甲、1本技能书。第5章，偷到技能。刚才从叶青身上偷去的，还有名将3人身上偷去的东西都还了回来。之前杀哥布林已经冲到了7级，没想到偷到哥布林竟然直接让叶青升了2级。叮！恭喜玩家叶青升级，当前等级9级，奖励20点自由属性点。叶青将偷到哥布林豹的东西都捡了起来。叮！玩家叶青得到戒指任务。叮！获得精良匕首、左手武器、精良护腿、技能书1本、特殊装备1件，1银40铜。技能书。叶青打开技能书介绍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要幸福的起飞了。名称：偷盗技能书，等级5级，冷却6秒，效果：有一定概率偷取目标装备、技能、物品、金钱，但是如果被发现会偷盗失败，随玩家与目标等级决定偷盗成功率。这只偷盗哥布林太大方了，不只归还了偷去的东西，还将自己的看家本领都爆了出来。叶青一拍技能书，直接学会了，同时将重新获得的刚劲力道重新学习，将能够穿戴的装备换上。获得的一把精良匕首装备显示是左手武器，等于说叶青同时可以装备2把匕首。神域中大部分的武器都是右手武器，刺客职业只有在学习双持武器被动技能后才能够装备2把武器，前期也只能和普通玩家一样使用1把武器。因此这把精良匕首的价值在前期绝对是非常高的，如果卖一定能够卖出一个高价。完成了任务，叶青也就不再逗留，一路小跑回到250新手村，找到了还在抹眼泪的神秘老头。神秘老头看到叶青回来，竟然流露出了一副吃惊的表情，这么快就回来了？叶青将戒指递上，老大爷，幸不辱命，戒指拿到了。神秘老头颤颤巍巍地接过戒指，欣喜不已。叮！恭喜玩家叶青完成了神秘老者的委托，经验加300，得到80铜币，技能潜影长效使用。潜影技能直接到手了。之前潜影还有个倒计时，1天时间就会消失，但是现在任务完成，潜影技能彻底成了叶青的技能了。此时背包中已经塞满了装备，叶青也不多考虑，回到了250新手村中心广场上，直接支起了一个摊位。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这可都是新鲜出炉的好东西啊！各种款式装备，劣质的、普通的、精良的都有啊。装备、BOSS 等等各种分级为劣等、普通、精良、稀有、卓越、完美、史诗、传说、远古、不朽、圣物、神赐。看着叶青摆放出了如此多的装备，附近的玩家全都聚集了过来。我的天，这么多装备，这人肯定是工作室的人，专门来出装备的。大佬，
这个普通品质的布甲鞋子卖给我吧，便宜点呀。叶青道：一口价97铜。我只有83铜。叶青豪气的大手一挥，算了，卖你了。叮，收入83铜币。那个买到布甲鞋子的玩家给了叶青一个飞吻，大佬么么哒，开心的跑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一个个玩家都疯了一样开始掏钱要买装备。我要！尼玛，这件是我的！去你的！这是我先看到的！你松手，不松手我砍死你！是兄弟就来砍我呀！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叶青没想打装备的吸引力这么足，摆出来不到3分钟，摊位面前就只剩下一把精良的双手锤了。这么好卖，早知道卖贵点了。叶青忍不住心中想到。此时一个叫赵灵山的玩家走了过来，看着双手锤，还是忍不住蹲下。兄弟，这锤子能不能便宜点？5银币太贵了。叶青打量了一眼眼前长相清秀但却有一身肌肉的赵灵山。哥们，这把锤子可是纯力量的，5银币绝对不贵。如果你真想要，我可以给你少20个铜币。叶青刚说完，一个名叫小鹌鹑的男还是女的玩家对着叶青抛了一个媚眼，吊着嗓子说道：小哥哥，这把锤子6银币卖我吧。一边说着，竟然还摸了一把叶青的手。叶青忍不住一阵胆寒，连忙抽回了手。赵灵山忍不住了，直接骂道：你个娘炮，这是我先买的。小鹌鹑也不示弱，呸，你这个肌肉沙雕有什么资本和本少爷抢？滚蛋，这是本少爷看上的锤子。嘿，还你看上的锤子，你力量够了拿得起来吗？我就说你娘炮，小心你家大鹌鹑压死你。两个玩家在叶青的摊位前开始争抢双手锤，互相明显认识，仇恨还不浅，一副要动手的样子。叶青侧过身，随便问了一个玩家问道：哥们，这两货谁呀？被问的玩家也是老网虫，回答道：你不知道吗？那个赵灵山是天下游戏里面的傲视公会长老，一个职业玩家，那个小鹌鹑也是职业玩家，不过是傲视的敌对公会花间派的长老。这么一说，叶青也就知道了，原来是2个敌对公会。嘿嘿，敌对公会就好办了。来，两位来竞拍吧，谁出的多谁带走，公平公正。叶青毫不客气地将一口价改成了竞拍模式，同时很善良地将竞拍原始价格降低到了4银币。赵灵山率先出价5银币，小鹌鹑马上跟上6银币。没多久，价格就被抬到了10银币。叶青感叹道：都是老板啊，这么快就10银币了。就在2个玩家僵持的时候，一个声音打断了争吵，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20银币，我要了。一个一头蓝发的靓丽美女直接放出了高出1倍的价格。叶青看过去都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蓝色的长发带着一股女侠的英气，光洁白皙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在场的男子又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想要将这个女子扑倒的邪念。成交！叶青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交易。叮！沈星竹申请添加好友。叶青接受了好友申请。大老板有何贵干？沈星竹私聊道：你是职业玩家还是工作室？我是散人。第6章夜晚降临。沈星竹愣了愣，原本他以为叶青如果不是工作室肯定也是职业玩家，没想到竟然就是一个普通散人。一个散人竟然能够打到这么多装备，我想我就算邀请你加入我们公会，你应该也会拒绝吧。沈星竹笑着说道：是啊，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可比在公会被束缚着强多了。叶青心中想着，开玩笑，一个月几千块钱，我游戏里面随便弄点装备卖就赚到了，我可不会去什么公会，何况我的独行者技能标志着我也只能当独行者，加入公会多麻烦。哎，我就说年薪100万应该也不是你这样的高手能委身的。沈星竹叹了口气，表示很遗憾。年薪100万？叶青一惊，我特么拒绝了年薪100万的工作。不过作为男人可不能丢了面子，既然拒绝了，怎么能够为了钱而折腰？叶青一边暗暗骂自己，一边还是装出了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样子。小鹌鹑看到沈星竹，小竹竹，没想到你也来了呀。沈星竹刚刚被拒绝，略带不爽的回了句：娘炮，好久不见啊，不准叫我娘炮。好的娘炮。赵灵山听到沈星竹说的，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好的娘炮，哈哈哈。叶青看着这些公会玩家互相调侃，火焰味十足，立马开溜。现在已经9级了，还差20%的经验，新手村里面也没有可以接的任务，叶青决定还是出去刷怪比较好。神域的任务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很多任务都需要去触发，不然根本就看不到有任务。走出村没多久，叶青就看到一只红色的犬怪身上冒着绿色的浊气，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叮！游戏时间进入夜晚时间，怪物整体属性强化10%，部分怪物产生变异。叶青抬头看了看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色，叶青紧了紧手中的匕首。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到了夜晚怪物都会增强，但是相应的会增加爆率和经验，
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此时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陆陆续续回到新手村，下线的下线，摆摊的摆摊，基本都不再出来做任务了。叶青小心地走了没几步，一声犬吠让叶青停下了脚步。月光下，一只浑身银色毛发、眼睛泛着绿光的犬怪站在一块岩石上，恶狠狠地盯着叶青。这么快就碰到变异生物了？犬怪猛然扑向叶青，丝毫没有客气，锋利的犬爪狠狠划向叶青的咽喉。叶青急忙侧身，运气极好，触发了闪避属性。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急忙查看怪物属性，名称：夜之幽犬，等级8级，物理攻击45，魔法攻击7，物理防御19，魔法防御11，技能犬啸，发出犬啸声，会召唤同伴。介绍：幽犬进入夜间增加属性，随机产生变异，变异后进化成夜之幽犬，在夜间幽犬的基础上再提升1倍的属性，天明后恢复成幽犬。看了属性，叶青舒了口气，还好还没有到太变态的地步，还能召唤同伴。先攻击一下试试看。孽畜，看刀！高幸运值一匕首，直接触发暴击。夜之幽犬受到重创，一声惨叫，竟然直接开始嚎叫起来。我擦，一匕首你就召唤小弟了？难怪说夜间的怪物不能用普通时候的方式来对待啊！刚刚一匕首就给夜之幽犬造成了1半的伤害，如果依靠走位触发闪避属性，要和这犬怪硬刚也不是不可以。面对已经慢慢吸引到仇恨聚集上来的10几只夜之幽犬，叶青舔了舔嘴唇，不退反进，直接冲向了犬群，先把那只残血的夜之幽犬给杀了，减轻点负担再说。一匕首直接在召唤的幽犬还未接近之前，将之前的那只幽犬直接秒杀。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夜间击杀变异生物的玩家，奖励特殊装备1件。什么？竟然还有特殊装备奖励？特殊装备算是神域之中不算装备的装备，也可以算道具，各种各样都有，有的没有攻击力，但是却能给玩家带来非常重要的用处。叶青也来不及查看刚刚得到的这个叫钩索的特殊装备属性，面前已经有许多的夜之幽犬虎视眈眈地盯着叶青了。叶青知道自己强悍的幸运值，加上自己技术，完全游刃有余，直接冲向了怪物群。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叮！玩家叶青触发暴击属性，对夜之幽犬造成89点伤害。叶青大呼过瘾，哈哈，爽啊！受到的攻击全都闪避，造成的伤害全都暴击。叮！玩家叶青受到伤害，损失40点血量。大呼过瘾的时候，背后一只夜之幽犬一爪子带走了叶青40点血量。靠，果然要少装逼啊！几分钟后，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升级到10级的玩家，奖励等级1级，奖励3点幸运点，奖励2点自由属性点，请玩家寻找天赋导师，开启第2天赋。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连续的系统提示音让叶青激动不已，没想到第一个升级到10级竟然也有如此丰厚的奖励，由此可见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第一都会得到特殊的奖励。现在天还没亮，回村去学天赋完全是浪费时间。叶青看了看自己属性，既然如此之强，那自然是不能浪费这个时间，争取天亮之前再升2级。叶青开始在新手树林中到处跑，1-2只怪已经满足不了他了。有了幸运值，触发闪避属性，再加上叶青等级已经超过了幽犬的等级，闪避属性更加容易触发。叶青只要操作不出问题，完全可以无伤杀怪，别的玩家到了晚上都不敢出来。但是叶青恰恰相反，晚上怪物等级高，经验多，并且还没人有抢怪，叶青都考虑以后要不就趁晚上的时间出来刷怪算了。抽空，叶青调出了游戏的排行榜，看了一眼。等级榜：1. 叶青11级， 2. 沈星竹9级， 3. 大鹌鹑9级， 4. 小鹌鹑9级， 5. 落叶归根9级。装备榜无，技能榜无，职业榜无。现在等级榜基本上已经到部分到9级了，离10级也不远了。第7章黑羽套装。叶青想了想，我得加油啊！作为一个独行侠，如果能够高高占据榜首，名气打出去了，以后雇佣我的活肯定会很多。人家一个工作室几十几百人，我一个人就能够搞定，想想都兴奋。叶青孜孜不倦的引怪杀怪，渐渐的走入到了新手森林的深处。叮！玩家受到攻击，损失120点血量。我擦，什么情况？条件反射的，叶青后退许多步，匕首架在身前，小心的四处打量着，小心的扫视着附近。
叶青的眼睛如同夜色扫描仪一般，寂静的新手森林突然窜出一道黑影，直扑叶青。找到你了！系统查看，名称：变异液压，等级11级，物理攻击27，魔法攻击40，物理防御3，魔法防御27，技能黑灵，用自身羽毛远程攻击，造成魔法伤害。一看到技能，叶青暗呼一声不好，急忙转身就要跑。叶青攻击是很高，但是魔防少得可怜，血量也低，这种魔攻的怪物简直是要命了。变异液压穷追不舍，嘎嘎嘎的刺耳叫声不停地发出，吵得人头昏脑胀。叶青左躲右闪，想要脱离变异液压的仇恨范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夜间的关系，变异液压竟然仇恨不减，一直死追。看到变异液压仇恨一直无法消除，叶青也就不再打算逃走了。原本不想惹到太麻烦的怪物，不过现在看来，这只液压是必须要解决的了。潜影，瞬间，叶青进入了潜影状态，变异液压一下子丢失了目标，潜影只有3秒，如果用来逃跑，变异液压很可能会在叶青出现后继续追击，所以刚才一直没有使用。叶青则是转身来到了变异液压背后，双匕首挥出，攻速全释放，狠狠地扎了下去。叮！玩家叶青触发暴击属性，对变异液压造成137点伤害。叮！玩家叶青触发暴击属性，对变异液压造成116点伤害。两匕首直接带走了变异液压一大半血量。果然臭乌鸦防御力很低，我2把武器都造成伤害，我看你怎么和我打。叶青嘲讽道。变异液压嘎嘎叫着翅膀一甩，2片墨黑色的羽毛如同飞剑一般射去。叮！玩家叶青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叮！玩家受到伤害，损失143点血量。叮！玩家叶青触发暴击属性，对变异液压造成137点伤害。一个技能直接打成残血，叶青急忙转身绕到一棵树背后，掏出一瓶初级顺回药剂灌了下去。背包里面只剩一瓶顺回药剂了。对了，我还有偷盗技能。偷盗！趁变异液压一个不注意，叶青手迅速伸出，迅速收回，速度极快，就算是叶青自己估计都没感觉到伸手过。叮！恭喜玩家叶青偷到一把弓弩，爽！叶青一边攻击一边偷盗，很快就把变异液压变成了尸体。叮！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又是爆了一地。叮！恭喜玩家获得行军带、无限黑灵、技能书1本、黑羽鞋、黑羽护腿、黑羽胸甲、黑羽装备。接连出现的黑羽开头的装备，让叶青很快就怀疑这是套装。名称：黑羽鞋，部位：鞋子，品质：精良重甲，等级10级，力量10，敏捷3，物理防御31，移动速度2。名称：黑羽护腿，部位：腿部，品质：精良重甲，等级10级，力量18，敏捷4，物理防御47。名称：黑羽胸甲，部位：上衣，品质：精良重甲，等级10级，力量23，敏捷5，物理防御61。装备下面还附带了一个灰色的套装效果，套装效果1 3件套，物理防御增加 5%， 套装效果2 5件套，物理防御增加 10%， 套装效果3 7件套，物理防御增加 15%。 发财了，这是套装，新手村竟然出现了套装。叶青将装备收了起来，这简直就是肉盾职业的福音。如果有一个战士穿这么一身，估计目前除了我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破他防御吧。如果能够刷出一整套卖，估计会非常值钱。叶青想着，将另外爆出的东西拿出来查看。名称：行军带，等级10级，效果：使用后永久提升玩家背包10格。正好嫌弃背包格子太少，叶青毫不客气的直接使用了。名称：无限黑灵，等级0级，效果：一种由液压羽毛组成的羽箭，每支箭强制性造成3点伤害，攻击随玩家的魔法攻击增加 3%， 羽箭会自动补充。看到随魔法攻击增加伤害，叶青就知道这玩意对自己没啥用了。名称：连斩，技能书，限定格斗，等级12级，魔法消耗12点，冷却时间10秒，效果：可随机对目标造成2至5次的连斩，触发几率随机，不可产生暴击。是技能书，叶青直接学习。虽然不能产生暴击，但是如果触发5次攻击，在叶青这样变态的攻击力之下，普通的玩家完全可以轻松秒杀，这绝对是一个强力的单体输出技能。还有一把偷来的弓弩，名称：平凡之弩，部位：武器，物理攻击5，魔法攻击
5。效果：缺少剑之中带填补。这有何卵用？还不如无限黑灵等等。无限黑灵不是正好就是剑之吗？可以用在这个弩上面啊！叶青迫不及待地装备上了平凡之弩，填补上了无限黑灵，对着边上打着盹的一只野猪射了一箭，叮！强制造成4点伤。劣等野猪已暴走。我去你大爷！迅速换上匕首，一匕首将劣等野猪送去了西天。平凡之弩直接被叶青打入冷宫。什么玩意？收拾了一番，既然变异液压会爆黑羽套装，叶青也不准备跑了。叶青要全力刷变异液压。接下来，叶青专门寻找液压击杀，直到系统发出了提示音才停下。叮！恭喜玩家叶青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4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呼，杀了这么久，终于升级了。这些变异液压飞上飞下，让没有远程攻击只能近战的叶青难受至极。所幸这些怪物设定攻击的间隙会飞低，而且黑羽套装只有变异液压才有，普通的液压根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此时叶青背包中已经拥有了4套黑羽套装，可惜背包太小，最多也就只有30个格子，4套黑羽套装已经塞满了背包。第8章夜之精灵，如果能有个几百个的背包就爽了。现在也只能看着满地的装备在地上被系统刷新了。叶青看了看自己胸前，多出了一条项链，名称夜之精灵，位置项链，说明玩家在夜晚连续5小时不休息，一直处于战斗状态的成就奖励。效果：1. 佩戴后玩家夜视能力增加。2. 佩戴后玩家夜间移动速度增加10点。3. 佩戴后玩家夜间非战斗状态下回蓝，回血速度增加 30%。技能：月光斩，蓄力零，2秒后向前方斩出一道星月般的剑气，距离10码，有一定概率斩出满月斩，伤害加倍，冷却时间10秒，依照玩家最强攻击属性更替属性，玩家最强攻击的 10% 伤害。叶青满意的看着脖子上的项链，项链并非夸张的多宝石设计，反而就好像一个简单的墨黑色宝石挂件一般，一条皮绳挂在脖子上。没想到系统竟然奖励了这么一件特殊首饰。月光斩技能攻击力不高，但是胜在时间短，还是群杀技能，简直就是宝贝啊！叮！夜已深，部分怪物开始深度变异，请玩家回归安全地带。叮！夜已深，部分怪物开始深度变异，请玩家回归安全地带。叮！夜已深，部分怪物开始深度变异，请玩家回归安全地带。连续发出的警报提示音吓了叶青一跳，本来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中，依靠月光的暗淡光芒才能看到路，再加上林间时不时发出的狼嚎、树叶沙沙声，就算是胆大的叶青也是忍不住汗毛倒竖。魂导是游戏灵魂进入游戏，果然比虚拟现实网游真实太多了。虚拟现实网游再像现实依然还是游戏，但是魂导式游戏完全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感觉。叶青刚吐槽完，一条世界喊话就唰的出现了。青梅煮酒，系统，你大爷！为什么晚上要加强怪物这么多，还让不让人玩了？好不容易到了9级，又掉下去了。系统喊话，进入游戏就可以了，喊话一次1金币，不得不感叹，有钱人是真的多啊！这样的老板基本就是进入游戏就找工作室疯狂打金。叶青看了眼排行榜，就这么一会时间，排行榜就变化了。等级榜：1. 叶青14级， 2. 沈星竹10级， 3. 花间醍醐8级， 4. 我是老司机8级， 5. 落叶归根8级。装备榜无，技能榜无，职业榜无。原本的2只鹌鹑已经调出排行榜了，替换了2个新人，估计是和人 PK 掉了等级了。倒是沈星竹这个美女，等级提升相当稳定。叶青关闭了系统界面，发现戴上了夜之精灵项链，增加了夜视能力，就算没有了月光，也能够看到不小的一块范围了。由于有了夜视能力，走了没多久，倒是让叶青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就像一个通道入口的树洞。叮！恭喜玩家进入泥沼怪领地，经验加100，声望加10，竟然还加了声望，这一个区域绝对不是普通的怪物地区。叶青小心翼翼摸索着向前探查，不多一会就看到了一片怪物集中区域，好多的怪物啊！一只只如同腐烂烂泥堆积起来的泥沼怪，正缓慢地游荡在泥沼上，眼口鼻根本分不清在哪。有的泥沼怪身上竟然还有人类或者动物的断肢残骸，在夜晚的衬托下，更是看得人心惊胆战。如果是女性玩家进入这种地方，第一件事绝对是尖叫，随后转身就跑。名称：泥沼怪，等级9-14级，物理攻击70，魔法攻击2，物理防御30，魔法防御1。技能：缠绕，近身缠绕，将敌人融入自己身体中，用大量泥浆将敌人碾压而死，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极高的物理伤害，并且可以说是触及必死的技能。这些恶心的泥沼怪的攻击都已经超过了叶青了。先引一只试试。叶青慢慢靠近一只10级的泥沼怪，刚靠近3码的距离，直接就触发了泥沼怪的仇恨。泥沼怪竟然极为迅速的一个转身，烂泥组成的手啪的抽在叶青身上。叮！玩家受到攻击，损失210点血量。叶青吓了一跳，一次攻击接近秒杀。叶青反手一个技能打过去，连斩。叮！连斩造成87点、76点、97点、56点伤害，直接触发了4连斩。不过很可惜不会暴击，只能依靠自身攻击力来造成伤害。受到攻击，泥沼怪也开始第2下攻击。叶青一个侧闪，触发闪避属性，躲过了泥沼怪的攻击，又是2次攻击，触发了2次暴击，直接将泥沼怪放倒。叶青虽然防御不高，但是攻击力极高，结果一只泥沼怪倒也很快。总的来说，泥沼怪攻击很强，攻击速度不快，防御力一般般，倒也适合叶青目前用来刷怪升级。不过这里的泥沼怪非常密集，泥沼怪之间基本都形成了仇恨链接，一只只刷肯定是不行的。但是高攻击的泥沼怪，只要2只同时攻击到叶青，叶青直接就可以结束今夜的行程了。叶青咬着手指，依靠着一棵树上思考着对策。思考中无意中看到一棵沼泽边延伸向沼泽中心的一棵大树，叶青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将背包中一直没有使用的特殊道具拿了出来。钩索，名称钩索，效果装备钩索后能够将钩索抛出，最长10码，勾住目标能够收缩长短。叶青将钩索装备上，绕开几只泥沼怪，绕到了目标大树侧边，直接一甩钩索。钩索由于系统锁定，非常准确地勾在了大树的树杈上。钩索一收，叶青顺着钩索直接爬上了树。果然，这棵树就是一个极好的刷怪位置，下面的泥沼怪近战根本就碰不到叶青，而叶青则是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一片沼泽的区域。接下来就轮到了之前的垃圾上场了。平凡之奴，叶青装备上了平凡之奴，对着几只泥沼怪就接连几剑，个位数的伤害丝毫不影响泥沼怪的仇恨转移。很快，5只泥沼怪就围在了叶青脚下，张牙舞爪地挥舞着烂泥的身躯，但是根本就够不到叶青一丝一毫。第9章，等级榜第1的叶青，奈斯果然可以，那就多引几只。叶青抬起弓弩，接连不断地吸引泥沼怪。此时无限黑灵的无限剑之能力就体现出来了，不用换剑，不占背包，不花钱，别人是点射，自己是连发。沼泽上叶青能射到的范围内，所有的泥沼怪基本都已经围聚在了叶青脚下，这都是满满的经验包啊！月光斩，最新得到的技能，第1次使用。叮！月光斩造成38点伤害。叮！月光斩造成17点伤害。大量的系统提示音就如同爆炸一般疯狂刷新提示。叶青及时关闭了系统提示，看着下方泥沼怪成片成片的伤害数值，心中暗爽，手上不停，又是一刀月光斩斩出。冷却时间10秒，蓄力0、2秒，中间9、8秒，还可以使用平凡之弩多拉点新刷新出来的泥沼怪。这个地方简直就是练级的宝地，只不过可惜了一点，死掉的泥沼怪爆出的钱币装备叶青在树上都捡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西铺满一地，到时间慢慢被系统刷新。就这么机械性的引怪刷怪，叶青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5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一声系统升级提示音惊醒了有点昏昏欲睡的叶青，这么快就升级了，太爽了！有了升级的动力，叶青更是不知疲倦地开始引怪杀怪。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6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17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直到升到17级，叶青终于是扛不住了，不行了，熬不住了，上线到现在谁也没喝过，饭也没吃过，再玩下去要猝死了。接连几个小时，游戏中都已经天亮了，叶青没有再继续引怪，而是将脚下的怪物全数击杀后，直接原地下线了。叮！玩家退出游戏。一退出游戏，叶青狂灌了一大瓶矿泉水，直接倒在床上，阵阵困意袭来，很快就进入了深度睡眠。而就在叶青退出游戏后，游戏中已经有人发现了排行榜上等级高高挂在17级的叶青了。我的个老天爷啊！我才6级，竟然已经有人17级了，开玩笑呢吧？这个人不会是开挂的吧？一个叫小青团的玩家惊讶地看着排行榜说道。边上一个叫一朵小雏菊的玩家鄙视地看了他一眼，你去开个挂试试，这个游戏不可能有挂的，这个叫叶青的就是一个大神啊！不远处叫有只猫的玩家忍不住高喊道，大神，大神求带啊！我就想知道你晚上是怎么出去刷怪的，我本来都8级了，就是晚上想刷怪出去了2次，现在掉到6级了，我太惨了。小青团听到了，走过来拍了拍有只猫，
少年，好气魄，竟然敢晚上出去！有只猫听了就不服气了，那叶青大神肯定也是晚上出去升级的吗？他咋没事？嗨嗨，兄弟，前提人家是大神啊，你是菜鸟。边上一个叫你看我多帅啊的玩家哈哈大笑着说道。你说啥？你说我是菜鸟？我王者可是星耀，我是老司机，你信不信我砍死你啊？有只猫恶狠狠地说道。切，你先把你手里的新手剑换掉了再说吧。新手村中许多人都看到排行榜第一的叶青一枝独秀的挂在最上面，等级还是高高的17级，而排在第二的沈星竹才10级，1和2之间整整相差了7级。神域世界升级经验极多，升级极为困难，1级可能就要许多的时间了。沈星竹也收到了消息，看了眼排行榜，愣在那边无语的说道：这个小子这么强，这也强的太离谱了吧。我们一个工作室晚上出来刷怪，经验的80%都是我在吃，我也才10级，他不是说他是散人吗？难道是找了一整个团队再带他一个？唯爱大山峰听了沈星竹说的，忍不住问道：老大，你认识这个叶青？见过一次而已。你手里的双手锤就是他那里买的，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很强，所以我开了高价想邀请他，结果被他拒绝了。如此看来，他的确是有背景或者财力很强的人啊。边上一个长相粗犷的玩家凑了过来：老大，要不要我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个叶青？沈星竹摇了摇头：不用，这样的人不可为敌，我会去接触他，就算不能拉进咱们公会，也要打好关系，至少能够便宜点，从他那里买点装备什么的也好啊。嘻嘻，被星竹姐姐盯上了，这个小子有福气啊。听着这边如此热闹，一个长相非常可爱的女玩家小狐狸喵喵也凑了过来，调笑着说道：喵喵，你再乱说我就扣你奖金。嗨嗨，老大威武，老大万事千秋。老大我错了。团队语音中，刚才还在广场的有只猫听到小狐狸喵喵说话，马上冒泡：嘿嘿，喵喵啊，怎么能这么怂呢？真不行，我养你啊。同一时间，另一个队伍，名将砍死你，啪的一拳打在树上。妈的，这家伙竟然升级这么快，怎么可能？我们这里都是名将的2线队伍人员，经验、技术、装备都是最好的，就这样在夜晚刷怪还要小心翼翼的，一个晚上才升了1级，这个叶青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名将滋滋也是好奇的说道。名将卡卡西，大哥要不我们在现实中？名将卡卡西话还没说完，名将砍死你就一个暴力打在他头上。你不想活了？你还以为是以前？现在整个地球都被天眼覆盖，谁敢动手？你想死别带上我们。名将卡卡西打了个寒战：大哥，我错了，我错了。第10章柳如霜。看到小弟认错，名将砍死你摇了摇头：算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找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刷怪，到时候我们吃经验就行了。你们去搜索下那小子在哪升级，能够捣乱就捣乱，别让他那么安稳，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升级。我们名将公会在各大网游中存活了这么久，谁不是见到我们绕道走的？只有我们欺负人，哪有人欺负我们？这口气一定要找回来。大哥威武，早晚弄死这小子。此时现实世界，叶青昏睡了几个小时，才迷迷糊糊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好饿啊！谁啊？这个点来敲门。叶青打开了房门，一个美艳的长发美女穿了一身清凉的居家服，站在他的房门口，直勾勾地看着他。嗨嗨，刘姐姐，你咋来了？小叶啊，你房租已经拖欠了3个月了。叶青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姐，最晚明天傍晚5000信用点，我微信发你。哟，这次这么爽快，咋的？找到工作了？还是中彩票了？你不会被富婆养了吧？柳如霜笑着说道。刘姐姐，我这样的哪个富婆看得上啊？我是玩神域赚了点钱，就是还没兑换出来，等会我上游戏兑换出来就打给你。一听叶青也在玩神域，柳如霜就来兴趣了。你也在玩啊？我也已经进入游戏了。你在哪个新手村？250。啥？250号新手村？哈哈，你这个新手村编号太符合气质了吧？柳如霜笑得花枝乱颤，绝美的身材在叶青眼前一览无遗。嗨嗨，姐，我准备弄点吃的上游戏了。叶青赶紧转过眼神，下了逐客令。嘿，这可是我的房子，你竟然逐客我！不过算了，我也要上游戏去奋斗了。柳如霜摆了摆手，叶青刚才的眼神他可是看在眼中的。难道我的魅力减弱了？这小子竟然如此淡定。柳如霜气鼓鼓地离开了。叶青关上门，喝了口水。刘姐姐长得是真漂亮，竟然还单身，而且30到的岁数竟然有这么多套房了，厉害是真的厉害啊！叶青一边想着，一边泡了个面，快速解决温饱问题，直接进入了游戏。叮，欢迎进入神域。叶青一进入游戏，身体一倾斜，差点就从树上掉到沼泽中，所幸叶青反应极快，
一把抱住树干。我擦，差点忘了，我还在树上。看了眼排行榜，叶青睡了5个多小时，沈星竹已经升到12级了，等级榜上第5的玩家也已经到10级了。看起来玩命升级的玩家还是挺多的嘛。看了眼地面已经刷新的干干净净的沼泽，叹了口气，可惜了那么多的掉落啊。看了眼背包，现在背包中差不多有2个金币的样子，背包中还有黑羽套装，一套卖2个金币的话，总共也能有个10金币样子。现在兑换比例差不多1比300，换掉个10金也有3000信用点了，加上卡里还有点，支付房租是足够了。由于现在是白天，泥沼怪都已经恢复到了7到9级的正常怪物样子了。叶青原本想要离去回新手村补给一下了，但是刚刚想要跳下大树，眼睛余光即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泥沼怪，金黄色的泥沼怪。这里的泥沼怪基本都是灰黄的烂泥颜色，这么一只冒着金光的金色泥沼怪出现，叶青就知道必然是出现了变异怪或者小 boss 了。可惜距离太远，还看不清属性。叶青爬下树，贴着丛林绕开了一只泥沼怪，终于是接近了金黄色的泥沼怪，看到了属性。名称：黄金泥沼王，小，品质：精良，等级12级，物理攻击90，魔法攻击0，物理防御50，魔法防御0。技能1，致死缠绕，近身缠绕，将敌人融入到身体中，用大量泥浆将敌人碾压致死，造成自身20倍物理伤害。技能2，变大，瞬间变大，翻倍增加自身物理攻击、物理防御，效果持续20秒。看到这只小 boss， 叶青哈哈大笑，简直是天助我也。这只是小 boss， 但是偏偏这只小 boss 和别的泥沼怪一样，没有远程攻击能力，就算再高的攻击也没用。叶青直接对着黄金泥沼王射了一箭，随后加速狂奔向大树，沿途触发了几只泥沼怪，也直接无视。到树下，如法炮制，钩索一拉，直接上树。现在钩索叶青是用的极为熟练了。黄金泥沼王加上7只泥沼怪围在了叶青的脚下，继续来吧。叶青一道月光斩斩出，黄金泥沼王受到的伤害的确低了一些，但是基本和普通的泥沼怪差不多。这只黄金泥沼王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叶青没有再引更多的怪，因为这一次他要捡装备，怪太多来不及杀，如果 BOSS 掉了好东西捡不到就尴尬了。丝毫没有波澜，就和之前升级一样，悲惨的黄金泥沼王只能在下面拼命地挥动金色的泥沼，但是依然够不到叶青。20多分钟后，叮！恭喜玩家叶青击杀精良级 BOSS 黄金泥沼王，小。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8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就在叶青刚刚跳下树捡东西的时候，系统竟然再次发来了提示音。叮！由于玩家叶青击杀了精良级 BOSS 黄金泥沼王，小，成功激怒稀有级 BOSS 黄金泥沼王，大。原本已经化作一滩金色烂泥的黄金泥沼王，小，竟然吸收着刚才死去的几只泥沼怪，地上的黄金泥沼渐渐的开始隆起，明显会出现一只巨兽。我擦，打了小的来大的，先把装备捡了。叮！玩家叶青得到一把双手剑、一把匕首、2件铠甲、1个金币。叮！玩家叶青受到稀有级 BOSS 黄金泥沼王大的仇视，全身属性下降 20%， 竟然还会降低玩家属性。叶青急忙一个钩索，重新爬回树上，查看其已经站起身的黄金泥沼王数据。第11章，黄金泥沼王，名称：黄金泥沼王，大，品质：稀有，等级18，物理攻击200，魔法攻击79，物理防御177，魔法防御70。技能1，致死缠绕，近身缠绕，将敌人融入自己身体中，用大量泥浆将敌人碾压致死，造成自身30倍物理伤害。技能2，泥沼投射，黄金泥沼王将拥有远程攻击能力，攻击为魔法伤害，攻击冷却1分钟。技能3，重生，黄金泥沼王拥有被动重生技能，只要有大量泥沼就可以重新复活，但是每次复活都会降低自身属性，复活次数上限3次。叶青看着黄金泥沼王的属性，感叹果然稀有级别的 BOSS 就是和普通怪物或者小 BOSS 不一样。如果没猜错，这一只应该是新手村第1只出现的稀有 BOSS。叶青还在想，黄金泥沼王竟然非常不讲武德，直接动手，抬手就是一块腐烂发臭的烂泥，啪的砸在叶青身上。叮！玩家受到攻击，损失288点血量，好痛。叶青为了追求完美的游戏体验，游戏内的痛感是调到100%的，只不过是最弱的魔法攻击，一下就将叶青80%的血给消减了。叶青现在的血量也就300出头一点，这还是他等级远远高于其他玩家的情况下，同时还拥有了好几件精良装备，身上还有30多瓶刷怪爆出来的瞬回药剂，加上自身缓慢回血效果，1分多钟的攻击频率应该是可以的。
果然，黄金泥沼王释放完一次泥沼投射，就只能干看着嚎叫了。月光斩，叮！月光斩造成29点伤害，叮！月光斩造成27点伤害，伤害有点低，不过至少还是有机会的，能够破防就可以了。叶青攻击一结束，马上开始疯狂灌血药。1分钟后，黄金泥沼王再次捏起一块金黄色的泥沼，狠狠砸向叶青。但是这一次叶青精神集中，虽然坐在树枝上，但是身体依然以极快速度向左一闪，黄金泥沼贴着叶青的侧脸飞过。叮！玩家触发闪避属性，成功免疫伤害。奈斯，有了一次闪避成功，就代表着黄金泥沼王的攻击时可以闪避的。闪避属性真的是上天赐予一个玩家最好的属性。此时叶青非常感谢闪避属性，黄金泥沼王的多次攻击都被叶青闪避，大大减少了叶青死亡的危险程度。叶青越是攻击，躲避越是熟练，到最后只要黄金泥沼王一抬手，叶青就能预判泥沼投射的飞行方向，提前闪避。很快，黄金泥沼王的血量就被消耗一空。但是黄金泥沼王刚刚变成一滩金黄色泥沼，金光一闪，再次闪亮登场。相对的，则是黄金泥沼王体型变小了一点，并且整体属性下降了 15% 左右。属性下降，防御下降，叶青攻击的更是欢快。月光斩间隙还换上平凡之弩补点伤害。野外刷怪刷 BOSS 必须在确保不会死亡的情况下最快击杀 BOSS， 不然很可能会有别的玩家来抢夺 BOSS。在网游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叮！触发圆月斩，造成87点伤害。在 BOSS 重生次数用尽之后，最后一下攻击直接触发了圆月斩。黄金泥沼王一声哀嚎，直接爆出一地的东西。大爆！叮！恭喜玩家叶青击杀稀有级黄金泥沼王。大！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叶青看了眼经验条，还剩 18% 就能够到达20级了。只要到了20级，学习了第3个天赋，就能彻底开启职业了。叮！玩家背包已满。刚要捡东西，系统提示音发出，才让叶青如梦初醒，自己的背包早就已经满满当当了。反正要回去了，先把药都丢了吧。刷怪爆出的药刚才是宝贝，现在倒是也成了累赘。等等，这2个是行军袋。叶青看到地上的2个袋子一样的东西，立马将药剂丢了，空出了一个格子，先把一个袋子捡了起来。叮！获得行军袋2，果然是，立马将行军袋使用，背包空间直接多了20格。还有一个袋子捡起。叮！获得行军包，名称行军包，等级18，效果永久增加玩家背包30格。这真是瞌睡了，枕头从天降啊！叶青开心的将行军包直接使用，看着原本满满当当的背包一下子多出了50格的空间，心中的舒畅油然而生。叮！玩家得到一把匕首、一双皮靴、一条布裤、一根卷轴、一本技能书、金币2枚、一件特殊道具。一看到技能书，叶青眼睛就一亮，又有技能书了。技能对于刺客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优秀的刺客就算没有装备，也可以使用技能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查看大黄金泥沼王之前，叶青先查看起小黄金泥沼王豹的装备，刚才太急都没来得及查看。名称黑夜匕首，部位武器，品质稀有，等级10，力量15，敏捷30，移动速度2，附加破甲，被动随机破防敌人 10% 防御力。另一件装备是一把双手剑，名称泥潭之剑，部位武器，品质稀有，等级15，力量35，体质5，名称泥潭胸甲2，部位上衣，品质精良，等级15，力量28，物理防御70，附加充血，被动当生命值降低至 10% 时，有一定概率恢复 10% 的血量。小的黄金泥沼王爆出了2件稀有装备，而且还是武器，其中一把正好是匕首，叶青可以自己用。至于2件胸甲，虽然是精良的，但是属性相当不错，还有被动的附加效果，可以说是目前来说的极品装备了。随后就是大黄金泥沼王爆出的装备了，又是一把匕首，名称死亡匕首，部位武器，品质卓越，等级20，力量40，敏捷50，移动速度3，技能狂化，使用技能进入狂化状态，10秒内增加 100% 攻击速度，双防降低至0，冷却时间1小时。竟然出了一把20级的卓越匕首。这个狂化技能虽然降低防御力，但是打爆发的时候绝对是一个极好的技能。叶青非常满意这把匕首，还有没多少经验就可以带上了。第12章，压力大的沈星竹，名称
白银皮靴、皮甲。部位：脚部。品质：卓越。等级：15。敏捷：40。体质5。移动速度10。已经可以使用的装备了，卓越的装备叶青可不会放过，直接换到了自己脚上。名称：灵光护腿布甲。部位：下装。品质：稀有。等级15。智慧50。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30。附加：回复被动，战斗中回蓝效果增加 5%。又是一件法师极品。最后还有一根卷轴，一本技能书，这2件特殊的东西，叶青可是抱了极大的期待。名称：卷轴泥沼投射，一次性。品质：稀有。等级15。效果：黄金泥沼王唯一的远程技能，投出一块泥沼，造成大量魔法伤害。叶青看到卷轴，一脸无语，这卷轴还不如来个致死缠绕来的实在能。难道战斗的时候丢出一块泥沼，把敌人砸死？聊胜于无的卷轴。名称：技能书寒冰剑。限定：元素。消耗30魔法值。冷却时间10秒。施法时间1秒。效果：释放一道寒冰之剑，对敌人造成 20% 的魔法伤害，有一定概率减速敌人2秒，有一定概率冻结敌人1秒。看到技能书不是自己的叶青一阵失落，不过所幸这本技能书在目前绝对是能卖出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名称：特殊道具营帐。效果：玩家下线在野外有一定概率会被野怪或者玩家击杀，拥有该道具可进入无敌状态下线，上线后拥有10秒无敌时间。看到这个特殊道具，叶青甚是欢喜，刚才技能书不是自己的烦恼一下子一扫而空。神域世界中的东西千奇百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叶青越是深入玩这个游戏，越是对这个游戏陷入一种着迷的状态。或许游戏就是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乐趣，才能够这么经久不衰，让所有的游戏爱好者不离不弃的热爱吧。叶青将能够装备的都装备上，别的都收了起来。我现在的属性真的是自己看了都舒服啊。玩家：叶青。等级19。天赋：格斗。势力：光明。种族：人族。生命值350。魔法值187。力量186。敏捷179。智慧95。体质100。精神95。物理防御88。魔法防御39。魅力10。幸运值100。技能：独行者、潜影、刚劲力道、连斩、偷盗、月光斩、项链。装备：黑夜匕首，稀有。白银皮靴，卓越。精良短笔，左手武器。精良护腿，精良皮甲，精良劣等皮护肩，劣等破布护腕，普通夜之精灵项链。目前叶青还差2颗戒指、2个耳环、1个护腕，还有1个头盔、1个腰带就全齐了。可惜黑羽装备是重甲，叶青要玩刺客，必然是不能穿累赘的重甲的。等职业一确定，重甲也穿不了，不然有了黑羽装备，倒是也可以在新手村横着走了。收拾了一番，叶青也终于是结束了升级之旅，动身回新手村摆摊卖东西了。答应了刘姐姐的钱还是得尽快凑到啊，可惜现在还不能开启主城，没有拍卖行，只能依靠摆摊了。叶青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等级榜。叶青高高的19级，稳居第一，第二依然是沈星竹，不过才12级。而大鹌鹑已经重新冲了回来，也到了12级。有只猫11级第4，名将砍死你竟然已经到了第5位10级了。等级榜的竞争异常激烈，分分钟就会更换榜上玩家。不过除了叶青这个稳稳的第1位，第2位的沈星竹作为一个女玩家，倒是也厉害，稳定升级，没有一丝被超越的痕迹。叶青这边在想着沈星竹的厉害，沈星竹这边恰好也在讨论叶青。有只猫刚刚还对自己上了排行榜表示欣喜，但是看到叶青高高在第一的19级，就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菜鸡。不科学啊，叶青吃激素的吧，竟然19级了，开玩笑呢吧。沈星竹手上双手剑不停，怪物接二连三的在众人攻击下倒下，却想着说道，这个人不可小觑，如果他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必然是一个大团队，但是偏偏玩了这么多年，网游从来没听人说起过，如果真的和他说的一样，他就是一个散人，那么他的实力真的太强了。小狐狸喵喵接过话问道，老大，要不你去和他谈谈？如果他是散人，这样的人拉到我们家族必然是我们一大强力战力，以后建立工会也需要这样的招牌啊。沈星竹虽然也很想，但还是摇了摇头，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叶青必然是有想法之人，家族对于他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束缚，他选择的是格斗天赋，如果没猜错，应该会选择剑士或者刺客一类的职业，这都是独行侠的职业。有只猫拍了拍小狐狸喵喵，好了，喵喵快点升级吧，
叶青都快去主城了，你10级都还没到呢，你来当奶妈试试？毫无攻击力，我能咋办？沈家第一打手悠悠地凑过去，非常豪迈地说道：没事，我带你飞。你个8级的别说话。小狐狸喵喵非常鄙夷地看了眼沈家第一打手。有只猫好奇地问道：打手，你什么情况？你怎么才8级？昨天碰到了小鹌鹑，野外干了一架，他背后捅刀子，叫了名将的人过来，我被杀掉了2级。沈新竹无奈地叹了口气，沈家第一打手是他家里的保镖，玩游戏就喜欢打架，说了几次都不听，前期别打架，先升级，现在升级才是重点，能够先进入主城，能够获得任务，能够建立极大的优势，对于未来建立工会还是资本进入都是非常重要的。沈新竹摇了摇手指，继续说道：等到了20级，进入主城就要想办法打工会令，目前可以知道的有鹌鹑家、名将、花间一壶酒，还有独霸天下几个工会，他们都已经入驻了。花间一壶酒还有名将都已经在暗中招人了，这几个老牌工会必然会继续在神域中争权夺势，我们想要有一席之地，必然要早早建立优势啊。老大，你压力好大啊。有只猫气愤地说道：都是那个姓刘的搞的，不然有经济支持哪需要现在这么玩命。第13章，竟然有山贼。沈新竹摆了摆手，别说了，加油刷怪吧，小猫，你的装备要更新了，你根本踢不出怪。不说还好，一说有只猫就更无语了，这坑爹的爆率，我们刷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才出了4件装备，就1件是普通的，别的都是劣等的，我都要吐了。此时的叶青已经晃晃悠悠到了新手村外面了，想着快点回新手村将装备卖了好换钱交房租，叶青一路风驰电掣，但是却被一个原住民拦住了去路。带，此树有我栽，此山有我开。叶青无语了，竟然在游戏里面遇到了山贼，我靠，这游戏还能这么玩的吗？山贼拿着一把大刀，一身电视剧里山贼经典的半身裸露装扮，恶狠狠地说道：愚蠢的冒险家，交出你的钱财，我放你进村，不然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刀下亡魂。名称：山贼，等级20，说明新手村外猖狂的随机原住民有一定概率碰上，对玩家进行打劫，可攻击。这种概率都能让我碰到，我这个幸运值还真幸运啊。山贼可没有耐心，带，自言自语说什么呢？交出钱财，本大爷饶你一。人呢？山贼突然发现眼前的叶青竟然突然间变透明消失了。钱赢，既然可以攻击，叶青可不会傻乎乎的交钱，何况现在还缺钱，正好现在等级还差一点才到20级，叶青正愁没地方搞经验呢。叮，攻击产生暴击，造成180点伤害。叶青的攻击让山贼彻底愤怒了，愚蠢的冒险家竟然敢攻击我，打的就是你。山贼估计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时间竟然有玩家攻击这么高，并且还这么不要命，不对，应该说是这么嚣张和强大。叶青极高的攻速、移动速度还有攻击力，让只差了1级的山贼毫无还手之力。山贼砍出的攻击次次闪避，而叶青的攻击次次暴击。只不过短短2分钟，山贼的血量已经快要见底了。我以为多牛逼呢，搞了半天就是个送经验的。叶青不屑地说道。叮，山贼受到大量攻击，进入恐惧状态。叮，山贼发动技能呼朋唤友，召集附近的山贼群起攻击敌人。叶青一看山贼竟然还召集别的山贼，立马加快了攻击速度。娘的还会召唤，我也没见他拿出个什么手机打电话啊。远远的就已经有几十道身影出现，向着叶青的方向狂奔过来了。看到自己的兄弟来了，山贼再次嚣张地说道：愚蠢的冒险家，我兄弟来了，你放过我，我可以考虑留你全尸。二傻子，一个连斩直接将山贼最后一点血量送走。叮，击杀山贼，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恭喜玩家成为第一个等级20的玩家，声望1000点。叮，玩家达到20级，请前往天赋管理者确认第3天赋，达成职业产生。就在叶青还没因为到达20级并且拿到了第一个20级奖励开心的时候，一条系统公告直接打断了叶青的思绪。叮，由于玩家击杀山贼原住民，激怒了新手村外山贼头领250号新手村所有玩家在击杀山贼头领之前无法开启主城传送阵。这条公告只要是250新手村的玩家都能看到。叶青拍了拍心脏，幸好没有报我的名字，不然新手村玩家不得弄死我啊。叮，玩家因击杀山贼原住民激怒山贼头领，成功进入山贼团体的黑名单，山贼团将对250号新手村进行屠杀行动。250号新手村玩家请自行进行阻击，如果村内原住民被击杀，所有250号新手村玩家将全体永久降低属性 50%。 叮，玩家因击杀山贼原住民激怒山贼头领，成功进入山贼团体的黑名单，
山贼团将对250号新手村进行屠杀行动，250号新手村玩家请自行进行阻击。如果村内原住民被击杀，所有250号新手村玩家将全体永久降低属性 50%。叮！玩家因击杀山贼原住民，激怒山贼头领，成功进入山贼团体的黑名单。山贼团将对250号新手村进行屠杀行动，250号新手村玩家请自行进行阻击。如果村内原住民被击杀，所有250号新手村玩家将全体永久降低属性 50%。接连3遍的系统提示表示，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个时候，叶青的私聊信息有消息跳动，是沈星竹发来的消息。叶青，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搞的？我想来想去，这些山贼能够击杀的，估计也就你了。叶青倒也干脆，尴尬的咳嗽了一声，嗨嗨，不小心的，我被抢劫了不得反抗吗？你那叫反抗吗？我感觉你是单方面的搞事情，现在咋办？要不要帮忙？如果要我帮忙，嘿嘿，下次装备打个折呀。沈星竹笑着说道。叶青沉吟了一番，突然笑起来，哈哈，你这说的，你不帮忙也不行啊，这可是250新手村荣辱兴亡的时候，我不叫你帮忙你也得拼命啊。你说的还真的令我无法反驳呀。沈星竹本来还的确想说帮叶青忙，获得叶青的人情，结果没想到叶青竟然如此干脆。好了，我先去打探一下山贼的情况，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肯定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要解决这场危机啊。挂了语音，沈星竹想到叶青说的，微微一笑，这家伙还是挺有担当的嘛。叶青移动速度快，他要先去附近跑动一番，看看山贼的情况，不过首先还是需要去做一下补给。刚才这个山贼就报了一个面经，别的啥也没报，不过经验倒是非常丰富。名称：山贼面经，效果：隐藏玩家名字、面容。又是一件特殊装备，叶青直接装备上，头上的名字就这么被遮挡了。此时新手村中，原本被玩家围得水泄不通的村长原住民，此时挤出人群高喊着：乡亲们，山贼就要大肆进攻我们村子了，大家拿起武器，一起捍卫我们的家园。250号新手村的所有原住民都非常人性化的开始找各种可以用的武器组织起来，准备反抗。一个个玩家看到这些原住民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可都急了眼了。第14章卖装备。大爷啊，你们就别装逼了，你们死了我们就都完了。你拿着你的拖鞋想要臭死山贼吗？村长原住民完全无视玩家说话，自顾自大喊着：乡亲们冲啊！随后拿着手上的拖鞋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臭你大爷，山贼还没出现呢，这些原住民没办法控制啊，咋办啊？一个个玩家急得焦头烂额。此时玩家公告竟然有人开始说话了。赵灵山，所有250号新手村玩家全部村口集合，直接组建团队，大家一起在原住民之前击杀所有山贼，顶住原住民不让他们出去，保护他们不死。叶青此时已经回到了村内，看着玩家公告，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开始组织，当起指挥员了。有了指挥，一个个玩家都开始自觉的在村口聚集，也不知道是不是新手村的原因，山贼要进攻的只有一个正门，这倒是让玩家放心了许多，原住民冲的方向也就是正门，只要堵住正门就可以了。既然是我惹的麻烦，我自然也应该出点力，先卖装备给他们增加点实力吧。叶青转念一想，自己反正认识沈星竹、赵灵山这些工会的人，干嘛还摆摊，直接卖他们不就好了。想着叶青就私聊了沈星竹。叶青，想要找我帮忙了？嗨，不是啊，我没啥需要你帮的，就是问问你，装备要不要？装备啊，垃圾我可不要。叶青直接将黑羽套装的属性发了过去。沉默了一会，沈星竹率先发话：叶青，你告诉我，你背后团队到底有多大？这么一问，叶青也懵了。什么团队？这种套装一般的小怪肯定不会出的。你一个玩家怎么可能打得出这么好的套装？这不科学啊！因为我足够努力啊！你看我大半夜都在外面想办法刷怪，补贴家用啊！叶青打了一个哈哈，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回答掉了。自己满级幸运值这个事情可不能随便就让人知道了，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沈星竹彻底无语了，这叶青简直就是油盐不进。话说沈大美女，你到底要不要啊？我有4套，快点决定。叶青问道。4套？这么多？沈星竹再次震惊，这么好的装备能出1套就已经是很难了，没想到叶青竟然有4套，运气好而已。沈星竹沉吟了一番，我要2套吧，我身边正好有2个肉战士。行，那价格你出吧。你要游戏币还是信用点？叶青想了想，反正要换成钱的，还是直接要信用点吧。就信用点吧，反正游戏头盔链接个人信息有绑定银行卡。行，那就1套1万吧。1套1万？叶青吓了一跳，这么多？
你说啥？叶青急忙说道：“没有没有，1万就1万吧，看在你是美女的面子上，我吃点亏就是了。”叮，账户收到汇款2万信用点。好啦，信用点转给你了，装备你直接邮寄给我吧。你倒是也放心啊，就不怕我拿了钱不给你装备？叶青问道。沈星竹笑着回答道：“行啊，你不给呗，系统分分钟封你号。得，邮寄给你了，你查收下。邮寄每次需要支付5银币的邮寄费，好处就在于不用跑去当面交易。行了，没事的话我就帮你去擦屁股了。”沈星竹说完就要挂语音了。啥叫帮我擦屁股呀？这么难听？你等会，我这里还有些装备，你看看。叶青将自己不用的装备的属性都发给了沈星竹。你这是捅了多少 boss 的哦？看到叶青放出的装备，沈星竹都傻了。嘿嘿，生活所迫嘛。沈星竹问道：“你真的不打算加入我的工会吗？我可以让你当核心家族成员。”叶青摇了摇头，算了，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流浪，太多琐事缠身会令我非常难受的。叶青笑着拒绝了沈星竹的邀请。就这么一个晚上，叶青一个人弄到的装备，就算沈星竹一个工会都不一定能够弄到。如果叶青加入工会，那他这样的高手一定会需要抽时间来带另外的玩家。反正叶青并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好了，不多说了，我暂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想法，反正交个朋友，我有装备优先联系你就是了。沈星竹知道叶青肯定不会接受的，也就是试一试而已。好，说话算话，你这些装备我都要了，我再转你4万信用点吧。叶青说道：“给我3万信用点吧，剩下的1万给我金币吧。这么多金币，现在游戏里可没有人拿得出来啊，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凑到50金。我这里有刺客和战士的技能书，要不抵金给你。刺客技能，给我看看。名称：技能书双持，被动，效果：可双手持武器，右手是武器全属性，左手是武器的 70% 属性，武器技能、特效都可触发。”叶青看到这个技能，眼睛都直了。有了这个技能，叶青的提升就更大了。现在他的左手武器根本没办法换，就因为没有学习这个技能，只能使用右手武器，左手武器需要特定的装备才可以。怎么样？沈星竹问道。嗨嗨，成交，金币少点也没事，我吃点亏吧。叮，账户收到汇款3万信用点。叮，你有新的邮件请查收。好了，沈大小姐，收到了。叶青收到了邮件，直接将技能书学习了。好的，那就拜拜啦。狗的白。学习了双持技能之后，就算不是匕首、单手剑、单手刀，只要属性不错，叶青就都可以选择了。如此一来，选择就更多了。同一时间，250新手村外已经打了起来。一个和之前长得一模一样的山贼原住民高喊着要屠村，挥舞着大刀。这货刚才不是被我宰了吗？叶青放眼望去，所有的山贼竟然都长得一模一样，搞了半天全都是克隆的呀！玩家与山贼原住民的战斗一触即发。赵灵山作为暂时性的指挥，也是大锤一挥：“兄弟们，为了250，我们也冲啊！”我去，这些山贼最低的都是15级，这怎么打？怎么打？硬打呗！第15章，龙华。蚂蚁咬死大象，大不了死了重新冲出来，能砍一刀是一刀。一个个玩家都视死如归。沈星竹带着有只猫等人也高喊着：“大家不要躲起来，这是关系到我们新手村存亡的关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小鹌鹑畏畏缩缩地对着大鹌鹑说道：“亲爱的，我害怕。”大鹌鹑将小鹌鹑一把搂在怀里：“亲爱的，你就跟在我背后吧，我会保护你的。”两个男的表现出的样子，让在场的人差点没有出来。而此时，叶青则是蹲在一个小山坡上，看着下面的一切。看起来我得找地方单杀掉一些山贼，给他们减轻压力啊，不然估计等山贼清理掉，许多人都要掉到0级了。叮！当前山贼数量剩余34。果然，山贼并不是无限刷新的。新手村嘛，总不可能给一个完不成的任务的，这也算是新手村的一个团体隐藏任务了。如果扛过去了，必然是大有好处。当然扛不过去，那就完蛋了。一只落单的山贼提着刀，正在游荡着找猎物。叶青直接蹦到了他的面前。山贼马上开始了开场白：“此树是我栽，此山是我开，要想活命，留下买路财。”山贼话还没说完，叶青直接把台词抢走，并且匕首一横，一副你不掏钱我就带走你的味道。我特，这话不是应该我的说的吗？山贼懵了。叶青则是发动了偷盗技能，偷盗，叮，偷盗成功，得到山贼内裤一条泛着阵阵恶臭的底裤就这么被叶青拽在手里。哦，我要内裤干嘛？名称：山贼内裤。效果：由于山贼 N 久没洗内裤了，已经达到了可以熏死人的地步，可当投掷武器使用，造成3秒眩晕。我去，竟然还是武器！看内裤。叶青将山贼内裤以投掷武器方式丢出，
啪的正好盖在山贼脸上。哦！山贼原住民被直接臭得跪倒在地，连连干呕，陷入了眩晕状态。好机会，连斩！我砍！叮！连斩造成79、99、87点伤害。3秒眩晕时间非常快，山贼受到了伤害，仇恨值拉满，呀呀叫着，抬着砍柴刀就要砍叶青。叶青一个侧闪，单手一掏，偷盗！叮！偷盗成功，得到山贼的砍柴刀一把。砰的一声，山贼手上的砍柴刀不见了，手臂打在了叶青的肩膀上，10几点的伤害让叶青非常自豪地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渣渣！我去，我的砍柴刀呢？山贼快要疯了，刚才是自己的内裤莫名其妙没了，结果还被丢过来，恶心到了自己。现在自己的砍柴刀竟然就这么在自己手上消失了。名称：山贼砍柴刀。效果：山贼兵器，毫无卵用，但是可以卖给原住民换点银币，价值3银币。哎呦，还能换钱，还挺值钱，不错不错。3银币前期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失去了武器的山贼非常悲惨的被叶青连削带砍，3下5除2送上了西天。当前山贼剩余数量32。播报数量才发现，叶青击杀了一只山贼，那边那么多人竟然也才杀了一只。有了对比，叶青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在了玩家太前面了。叶青计算了一下，自己可以多击杀一些山贼，但同时也留下几只山贼给新手村的玩家分享一下经验，不然都被叶青击杀了，等会与山贼头领的战斗就没那么简单了。此时赵灵山等人这边，赵灵山已经和沈星竹等等公会的老熟人都碰面了。这些山贼也太难打了吧，一个个玩家打出的都是个位数的伤害，简直就是在开玩笑。有只猫看了眼系统提示，星竹老大，你发现没，刚才同时少了2只山贼，但是我们大部队才击杀了1只而已。小狐狸喵喵马上接话，不用猜不用问，要问就肯定是叶青大神。沈星竹点了点头，的确就是那家伙，刚刚我就和他联系了，你们脱战一下，我把装备分给你们。装备？沈家第一打手听了眼睛都亮了，死了几次他身上的新手装都快爆完了。是叶青卖的吗？是的，沈星竹答道。有只猫立刻凑上去，老大，有我用的吗？正好，我高价买了2套，你和打手1人1套。再说叶青这边搞定了一只山贼，直接就打开了好友栏，搜索了赵灵山的 ID。滴滴滴，兄弟，有空不？叶青？赵灵山没想到等级榜第1的叶青会主动联系他。这个叶青赵灵山早就想联系了，但是奈何叶青的好友申请一直都是关闭的。看你指挥挺顺溜，我想着你应该是大公会的吧，要不要买点装备？我这里有2套不错的装备。叶青也不多说，干脆将黑羽套装的属性发了过去。没想到赵灵山竟然犹豫了。叶青好奇地问道：咋了？不会看不上吧？不是，是我没钱。赵灵山尴尬地挠了挠头。啊？我们公会的财政大权在我大哥手里，我就是指挥而已。这样吧，我让我大哥加你，你这装备我看了都快流口水了。赵灵山随后有说了一句：兄弟，下次有好东西提前说一下，可以的话私下让我先买呗，当然太贵的还是找我大哥吧。哈哈，可以。叶青觉得赵灵山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就目前来说还是可以信的。叶青按照赵灵山发来的 ID 加了他大哥的好友。丁，龙华已成为你的好友。你好啊，叶青兄弟，久仰大名啊。龙华非常客套地说道。对于客套的叶青也没啥太大感觉，赵灵山应该把装备信息都发你了吧，看看如何？叶青兄弟果然快人快语，如此我也不客套了，兄弟，你这一套黑羽套装我买了。叶青摇了摇头，不是1套，是还剩2套，2套都需要吗？还剩2套，你卖掉过了？叶青点了点头，是的。不会卖给了那2只鹌鹑吧？我朋友买的，我个人不喜欢娘炮。叶青一想到小鹌鹑那个样子就一阵胆寒。哈哈，我也不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兄弟，剩下2套我都要了，你开个价吧。龙华也是爽快人，何况他也知道叶青不是等闲之辈，交际好了一定有好处的。第16章，山贼头领登场。这样吧，我也不坑你，之前2套卖给沈星竹，那里15000信用点1套，你一样的价格吧。叶青脸不红，气不喘。15000一套啊，有点贵，不过前期有这2套装备打下的优势基础，的确也是不可估量的。行，我买了。丁，账户收到3万信用点。没想到龙华也这么干脆，直接就打了钱。靠谱，装备邮寄给你了。叶青将装备直接邮寄给了龙华。兄弟，以后有好的装备还有技能书，记得联系我哦。叶青表示下次一定，随后就结束了与龙华的对话。而此时山贼已经削减到28只了。叶青打开了等级榜：1. 叶青20级，2. 沈星竹14级，
3. 大鹌鹑12级。4. 火车侠11级。5. 有只猫10级。看起来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掉级了，不过相对的也有像沈星竹这样的玩家，就算这种情况下都能够不死，并且还吃到经验。叶青开始寻找落单的山贼，山贼不报好东西，但是经验非常丰厚。叮，击杀山贼！叮，击杀山贼！叶青的效率非常快，碰到的山贼基本上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接杀掉，并且高幸运值带来的高闪避完全可以让叶青丝血不掉。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2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没想到还没有出新手村，叶青已经超过了20级了。不过没有全服公告，就应该证明还没有别的玩家能够离开新手村进入主城。叶青其实多少还是有点急的，这个游戏所有的第一次都能够得到非常丰厚的奖励，叶青自然是不想错过这个争先的机会的。叮，当前山贼数量3，只剩3只山贼了，只要解决了最后的山贼头领，就能够离开新手村了。叮，山贼已全部清除，请所有250新手村玩家注意，暴怒的山贼头领即将现身，如击杀山贼头领，所有战斗人员等级提升1级，同时最终1级玩家将获得特殊奖励。250号新手村公告连续发送了3次，证明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此时沈星竹这边已经将买来的装备都分发给了自己队伍中的人。猫猫，打手这2套黑羽装备1人1套，等会这个 BOSS 我们必须拿下。还有喵喵，这个奶杖是你的，这把双手长剑我用了，还有3件布甲，山峰你拿着。看到沈星竹递过来的装备，众人都吓到了。这个叶青到底是什么能耐啊？精良装备还是套装，还有稀有装备，我的个天啊！有只猫已经彻底被叶青折服了，这个叶青神秘就算了，不止升级快，打到的装备还都件件是极品。尼玛，我要去抱他大腿！沈星竹直接踹了有只猫一脚，少废话，快点换装备 ，BOSS 来了！新手村外尘土飞扬，一只足足有7米高的怪物拿着一把大刀，踏着大步向着250新手村走过来，每一次落脚都能感受到地面剧烈的颤抖。半身长的大刀划在地面上，竟然冒出滋滋的火花，好大啊！山贼头领凶狠的面容让在场的玩家都为之胆寒。这么一只怪物该如何打啊？真的打得过吗？就在玩家犹犹豫豫之际，新手村的原住民可坐不住了。新手村村长一挥手里的拖鞋，乡亲们，山贼头领来了！大家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冲啊！冲你妹啊！10几个玩家蜂拥而上，一把将这些脑抽风的原住民给按住。玩家死了大不了复活，大不了掉1级还能回复，这些原住民要是挂了，玩家输了掉的属性可是实打实伴随终身的。而且这个神域世界只有1个账号，根本就无法创建第2个账号，更不要说出现买卖账号这种事情了。赵灵山作为暂时性的指挥，立马指挥等级低的玩家或者生活玩家将这些碍事的原住民都顶回去，至于别的玩家则都需要准备战斗。这场战斗不是个人荣辱，事关所有250号新手村玩家的未来。叶青在远处淡淡的看着，赵灵山的确是一个指挥的人才，不过如果有挑事的出现呢？果然此时的小鹌鹑依偎在大鹌鹑怀中，亲爱的，我们怎么办？这一次赵灵山先抢占了指挥的位置，蛊惑了不少人心啊。大鹌鹑捏了捏小鹌鹑的脸，亲爱的，你就别担心了，那只 BOSS 看着都很强，哪有那么好击杀啊？先让他们去当炮灰，咱们的人划划水，等到最后留着技能收割。呀，亲爱的，还是你最聪明。叶青看着2只鹌鹑旁若无人的样子，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有人跟随，还能创建工会，为了钱真的是玩命啊！沈星竹这边已经在开始作战安排了，打手和有只猫2个肉盾战士轮换着去顶 BOSS 抢仇恨，而山峰则是法师。叶青之前将寒冰剑一起卖给了沈星竹，山峰已经学会了，沈星竹交代山峰计算好寒冰剑的技能冷却时间，预防2只鹌鹑等阴险的工会偷 BOSS。叶青则是非常悠闲地跳到了新手村边上的一棵大树上，接下来就等待他们先削减山贼头领的血量再说。那些恶势力工会肯定会暗中搞事情的，太早上说不定还会被他们暗算。山贼头领已经走到了新手村之前，长刀一抬一放，轰的一声卷起大片尘土。愚蠢的冒险者，竟然敢侵犯我们山寨，杀害我的手下，我要你们都死！赵灵山看到山贼头领已经准备要攻击了，大声喊道：兄弟们上，放技能！一声令下，早已蓄势待发的玩家们如同脱缰的野马近战玩家疯了一般冲向山贼头领，刀、枪、剑、锤子、斧头，各种兵器乒乒乓乓的往山贼头领招呼。而远程玩家将自己能够使用的技能都毫无保留的狂丢，一个个普通玩家都兴奋至极。玩游戏不就是需要这样的激情？100人团战，万人团战，这才是激情。第17章，
群战山贼头领，名称山贼头领，品质准卓越，等级22，物理攻击368，魔法攻击14，物理防御121，魔法防御78。技能1，开山，用长刀向前劈砍，造成劈山裂地之力，造成200%物理伤害。技能2，咆哮，发动剧烈的咆哮声，瞬间震晕附近20码内所有的生物。技能3，狂暴，当血量低于10%时，进入狂暴状态，无视所有防御进行攻击，并且攻击速度提升100%。远远的叶青看到这个 BOSS 的属性，也是倒吸一口冷气。这个级别的 BOSS 对上现在的新手村玩家，估计这一次要死很多人。就如同叶青预计的一样，山贼头领长刀每一刀都能带走一个玩家的性命。山贼头领的攻击频率也极快，普通攻击基本不到2秒的时间间隔。不过幸好，可能是系统怕难度太大，玩家没办法玩，将 BOSS 的每一次普通攻击设定为单体攻击，因此没有出现一刀下去全体秒杀的局面。这个 BOSS 的血量也太多了，大部分玩家也就只能造成个位数伤害，还有许多玩家干脆直接造成1点的强制伤害啊！赵灵山一边走位躲避 BOSS 攻击，一边喊道。龙华砍出一剑，急速后退着说道：“可是要出村，只能击杀这只 BOSS， 这个 BOSS 必须要拿下，就算是每个人都掉到0级，也要依靠1点1点的强制攻击磨死他。好了，兄弟们不多说了，加油攻击！天刀，天刀，你们隐藏一点，小心防备鹌鹑和名将那些人。”小鹌鹑问大鹌鹑道：“亲爱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上了？”“不，再等等，等到5%的时候再全力攻击，现在咱们就在附近装样子攻击就可以了。”虽然大量的玩家死亡，但是 BOSS 血量非常稳定的在下降，这功劳还是归功于组织有序的几个团队玩家进退攻击，将死亡降到最低，并且装备优良，攻击高。有只猫此时已经快要吐血了，他作为肉盾战士顶着 BOSS 在玩命输出，后面竟然还有奶妈不奶他，拼了命的拿个奶杖在那边敲 BOSS， 每次造成1点1点的强制伤害。我靠，奶妈奶人啊！敲敲敲，敲你妹啊！小狐狸喵喵则是尽职尽责的给有只猫疯狂奶血，但是就算换上了叶青打到的精良奶杖，依然是奶量极低。沈星竹、山峰还有他们团队中的另外2个输出都在疯狂输出，而反观名将这边，10几个名将玩家名字开头都有名将2个字，倒是也很好发现，他们每次都攻击一下 BOSS 然后就撤离，攻击一下就撤离，与2只鹌鹑的团队差不多的想法，一直在划水。叶青还看到名将的有几个玩家竟然还非常恶心的将死掉的玩家掉落的装备捡到了自己背包中。看起来250新手村里面也就是名将团队、鹌鹑团队、沈星竹团队还有龙华的团队了，这几个应该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团队，至于另外的那些团队基本都是2线或者3线团队罢了。叶青早已经离开大树，带着山贼面筋混在人群中了，时不时给 BOSS 来上2刀，爆出几10点接近100点的攻击。所幸人多，伤害数值多，叶青的高数值也被覆盖了，无人发现。BOSS 要狂暴了，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所有人的目光都从 BOSS 腿部不约而同的抬起，看向了他的脸。冒险者，你们惹怒我了！山贼头领长刀直接抬起，向着前方一个横扫，瞬间几10名玩家全部给拦腰斩断，惨叫声中几10道白光飘飞，一刀秒杀，还是群攻。原来 BOSS 开启了狂暴，他的普通攻击会直接变成群攻，所有人注意闪避， BOSS 发动了攻击会有1到2秒的间隔时间的，趁这个机会调整站位，提高生存能力。赵灵山指挥道。但是有玩家好奇地问道：“有1秒间隔码，不是呼的一下就是1刀，死一片然后又呼的1刀吗？”赵灵山听到这样的问题，彻底无语了。专业的玩家和普通的低级玩家的区别的确非常大， BOSS 的攻击间隙在专业的玩家严重就变得尤为重要，而在普通玩家的眼中 ，BOSS 根本就没攻击间隙，一直在疯狂挥舞长刀。沈星竹给沈家第一打手发了个私信：“打手，你回复的如何了？已经满状态了。很好，那2只鹌鹑还有名将工会已经要忍不住动手了，等会他们一冲过来，直接用撞击技能撞晕小鹌鹑，然后全力攻击大鹌鹑，我会让山峰全力攻击名将的人。”龙华此时也正在暗中布局，天刀准备好，名将的人一靠过来，不要客气，直接动手。知道了，老大。BOSS 血量越来越少，在场的各个团队的人都开始了小心思，暗流涌动。当 BOSS 的血量急速下降到5%的时候，大鹌鹑首先按耐不住大声喊道：“兄弟们，杀！全力攻击，想要染指 BOSS 的人全部击杀，拿下这只 BOSS， 一人1万。”鹌鹑的手下大喊，这大哥威武，全都疯了一样，开始对着 BOSS 疯狂攻击，有普通玩家残血也会被他们一并击杀。当 BOSS 血量只剩2%的时候，不止团队，还有许多原本在观望的散人全都一拥而上，都想捡到便宜。杀呀！抢 BOSS 了！冲啊！哈哈！赵灵山气不打一处来，
妈的，这些人刚才全都在划水 ，BOSS 快死了，都想着来捡便宜了。这个时候 ，BOSS 脚下的玩家简直比刚刚开始的时候人还多，就算是0级的玩家都在玩命的攻击 BOSS， 就期盼着运气好，能够依靠那一点强制攻击得到 BOSS 击杀奖励。叶青此时绕到了 BOSS 的脚后跟，以一个极度刁钻的角度，也在全力输出 BOSS， 并且脑海中疯狂计算着 BOSS 的血量。就是现在，连斩，叮！恭喜击杀山贼头领，叮！声望加2000，叮！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2级，叮！恭喜玩家击杀山贼头领，得到新手村所有村民的好感度500。一个个玩家都在互相询问，到底是谁杀的 BOSS？ 妈的大爆啊！一个玩家看着地上满满的一大片掉落，大喊了一声，喊完他就后悔了。叮！得到一把匕首，一把单手刀，一件皮甲上衣，一颗戒指，一根卷轴，4个金币。第18章最终赢家。叶青在最后的瞬间计算好了 BOSS 血量，一个连斩高额攻击直接将 BOSS 带走，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捞起了许多东西，就直接开启前营跑路了。我靠，这件布甲是劣等的。赵灵山无语的捡起一件布甲，吐血道。运气最好的玩家估计也就是捡到了一件精良级别的裤子。有只猫无奈的看着沈星竹，但是却发现沈星竹竟然在笑。老大，难道 BOSS 你杀的？我倒是想，可惜没这个命啊。好了，回去该准备钱了。沈星竹看了眼等级榜说道。啊？为啥要准备钱？有只猫还没反应过来。小狐狸喵喵说道。你傻呀，看看等级榜。有只猫打开了等级榜。我靠，22级，叶青 BOSS 是他杀的，这简直是万军之中取敌将之首级，而且还无人知晓啊。山峰感叹道。叶青这个时候并没有离开，反而盯上了大鹌鹑手里面的单手武器。原本叶青是想走的，结果眼睛余光看到了大鹌鹑手里面拿的武器，就悄悄贴了过去。偷盗，叮！偷盗成功，获得一把单手剑，一根卷轴，5个金币。大鹌鹑正在因为没抢到 BOSS 还没抢到装备而气恼，突然发现手一空，抬手的时候手里面的单手剑已经不见了。我靠，我的单手剑呢？大鹌鹑的手下连忙回答道。老大，你刚不是拿着的吗？这一问更是激怒了大鹌鹑，啪的一巴掌抽在手下的脸上。我特么不知道自己拿着，我知道剑怎么不见的，我还问个屁？那可是精良的单手剑啊。叶青看了眼背包中的单手剑，非常不屑地说了句，切，穷鬼，我还以为是稀有的呢，搞了半天卓越德，算了，等会卖给沈星竹他们吧。叶青一个人淡然地回到了新手村中，刚一进村子，村里面的原住民就围了上来。村长拉着叶青的手，那叫一个激动啊，颤颤巍巍地说道，感谢你啊，勇士，你救了我们，你将永远是250新手村的朋友。叮！玩家叶青得到了250新手村的欢迎，在新手村中所有的消费只需要支付 50%， 同时有一定概率获得村民赠送的礼物。勇士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可一定要收下。叮！玩家叶青获得村长的心意。叮！获得一根卷轴，这是我应该做的，村长大人。村长送了叶青礼物，叶青自然也是礼貌有加，一副改乖乖少年郎的样子。要是村长知道这场灾难就是眼前这货招来的，估计又要脱下鞋子大战 BOSS 了。勇士，我看你已经到了可以通过传送阵的境界了，不知勇士是不是需要进入主城了？终于到了这个时候了。是的，村长，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入主城，开启新的冒险了。村长撸了撸胡子，笑着说道，原本传送阵封闭期还未到来，但是勇士，我可以提前将你传送过去，也算是老朽的一点谢意。说完，村长就带着叶青在一路玩家羡慕的目光中来到了广场正中央。原来那个人就是叶青啊！叶青就在不久前已经将山贼面巾摘下了，能够传送走，现在只有他，还戴着面巾，反而会让人知道他有遮挡面子的道具。大神，带我一起走吧。叶青大神，我要给你生猴子。一个个玩家终于是见到叶青这个等级榜的大神了，说不羡慕肯定是假的，但是可不是所有的玩家都喜欢叶青。大鹌鹑跳出来大声呵斥道，姓叶的，交出 BOSS 装备。小鹌鹑也附和道，是啊， BOSS 大家一起打的，凭什么好处都你拿了？一个个鹌鹑的手下还有名将的人也都各种附和着，要求叶青将装备拿出来，而且还要道歉。有人挑事，必然就会有普通的玩家被煽动。是啊，我可是死了5次啊，亏死了，就算最后补偿了1级，依然亏到爆炸啊。叶青，你应该补偿我们。是啊，是啊，叶青你拿了那么多的好处，你至少也要补偿我们金币吧。很快，新手村的中的许多玩家都围了上来，都声称要叶青补偿，甚至有很多生活玩家没有参加战斗的玩家都在高喊着要补偿。沈星竹给叶青发了个私信，叶青需要帮忙不？我靠，
你突然私聊说话，吓了我一跳。没事，这种小事我自己能解决。高兴的话，帮我让你们家族的人附和着说几句就行，等会送你几件装备。叶青并没有因为这些势利的玩家而生气。挂掉了私聊，叶青清了清嗓子：2只鹌鹑，还有名将的，你们要将良心啊！我只不过运气好出了暴击，捡到了 BOSS 的最后击杀而已。当时在 BOSS 周围可全都是你们的人，你们就是冲着 BOSS 装备去的，我抢得过你们这么多人。我当时就勉勉强强捡到了一把精良的单手剑。叶青将大鹌鹑手里偷来的单手剑属性放了出来发。那个掉了5级的兄弟，我就捡到这么一个装备，我反正要当刺客的也没用，我送你了。叶青非常豪爽地将手中的单手剑直接丢给了刚才说掉了5级的玩家。啊，送我？谢谢叶青大神。叶青突然这么一下子，这个玩家都傻了。原本也就是喊喊的，没想到叶青真的将自己捡到的装备送他了，一下子叶青大神的形象在他心里扎下了深根。这才是大神啊！叶青继续说道：我这个人非常诚实，我得到了 BOSS 经验，我占了便宜。为了报答大家，我刚才和村长商量，让250新手村的玩家都能够享受 20% 的优惠政策。真的吗？ 20% 啊，那买要修装备能省很多钱啊！我的剑！大鹌鹑看到叶青发出来剑的属性，立马就知道这是自己的那一把单手剑，没想到剑竟然是被叶青偷走的。叶青听到大鹌鹑条件反射喊出的话，心中暗想，这个蠢货果然会这么喊一声，随后大声指着大鹌鹑说道：你要不要脸？这把剑我可是 BOSS 脚下捡的，我就捡了这么一把送给这个兄弟了，你也要抢？你怎么不说新手村都是你的？而且当时在 BOSS 脚下就是你们这批人，我看你们捡了很多装备还有金币，你捡了就捡了这里一把精良单手剑，你都还想抢走，你要不要脸？第19章虐杀火车侠。叶青说的义愤填膺，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集体都看向了大鹌鹑。什么叫我捡走的？大鹌鹑也不傻，他猜到了叶青这是要祸水东西，不是吗？你当时是离 BOSS 最近的，你们团队还杀了很多残血的人，就是为了抢装备。你的人还偷偷捡了死掉的玩家的几件装备，别以为我没看到。要不是我运气好， BOSS 的经验都被你们抢去了。叶青继续指着大鹌鹑说道。大鹌鹑脸都气红了，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叶青看差不多了，直接3指朝天：我叶青发誓，我叶青如果拿了装备，这个传送阵就无法打开，我们250新手村所有玩家都无法进入主城。叶青心想，反正村长能打开传送阵，怕毛？在场的玩家可是震惊了，这毒誓真狠，我们还不得不信。叶青这么一说，在场的玩家一个个都开始指责鹌鹑团队的了，特别是那几个被鹌鹑团队杀掉的玩家，更是喊得大声，要不是这里是安全区，估计他们都要动手了。有只猫也跳出来，对啊，刚才 BOSS 我辛辛苦苦顶着，我都没喊，你们还故意来找叶青麻烦，不就是看人家叶青要第一个进入主城，你们酸了吗？小狐狸喵喵也接话道，人家叶青作为我们村第一个进入主城的，可是给我们村增加名气，你们竟然还阻拦，你们是何居心？把你们捡的装备都吐出来。叶青看着众人一阵感动，哎呀，都是好人啊，这么帮助我。滴滴滴，沈星竹发来了私信，怎么样？我的弟兄可是帮助你了，有好的装备记得卖我哦，记得打折哦。说完就挂了。叶青刚才的感动一扫而空，合着就是为了我的装备啊，果然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被群起而攻之的鹌鹑团队一个个都脸色涨红。小鹌鹑直接挤开众人，指着叶青大喊道：叶青，是男人就决斗。叶青看了眼小鹌鹑，你一个娘炮也算是男的，你这样子你爹妈不害怕？叶青，你敢欺负我家亲爱的，你找死！大鹌鹑看到小鹌鹑背对，一脸的哭兮兮样子，里面站到前面怒视叶青。叶青，久仰大名，早就想和你一战了。一个年轻的玩家走了上来，头上顶着火车侠的名字，等级榜第4的火车侠。叶青，可敢一战？火车侠笑着问道。哦，我不敢。那就……什么？你不敢？你作为等级榜第1的玩家，竟然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火车侠差点没被自己口水噎死，没想到叶青竟然这么不按套路出牌。叶青无奈地耸了耸肩，没办法，主要浪费时间啊。虽然秒你不需要几秒，但我依然觉得浪费时间。而且你作为等级榜上的玩家，眼光不咋地，竟然赶着这2只鹌鹑，我只能送你3个字。什么字？666！叶青疯狂侮辱。火车侠原本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也早已荡然无存，当的一声，一面赤红色的旗帜插在了地面上。废话不多说，叶青，是男人就和我单挑。火车侠估计真的被逼急了，竟然开启了掉级擂台，输的一方会和野外一样，直接掉落1级。哎，真麻烦。叶青最怕麻烦的事情，但是麻烦的事情总是会自己找上来。一边的玩家们都聊了起来，等级榜的高手啊，可以学习学习技术了。你能学到个屁，高手过招也就看个热闹。
有只猫在团队频道问道：“老大，叶青能搞定这个火车侠吗？”这个火车侠以前也算是职业选手，后来性格太过急躁，被战队提出来了，变成了职业游戏散人，战斗经验很丰富。沈星竹说道：“那叶青不是很危险？”小狐狸喵喵说道：“看叶青的样子，估计火车侠是完蛋了。不过老大，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这些消息？叶青的消息你知道啥吗？”沈星竹摇了摇头：“等级榜的玩家信息我都派人去查过，至于叶青，我没查。”为啥？沈星竹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没有再接话，而是专心看向了擂台。叶青与火车侠已经相对站着，火车侠也是学的格斗天赋。哼，等级榜第一又如何？没有战斗经验，一样都是垃圾，看我虐杀你！火车侠信心十足，单手剑一抖，突刺，格斗天赋中的一个突进技能。叶青看着剑刺来，非常轻松的一个滑步，向后微微一退，右腿一个轻微弹跳，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月光斩，匕首一甩，一道光斩覆盖了原本就比较小的擂台范围，叮，月光斩造成83点伤害，高额的伤害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别的玩家现在估计最多也就打出20多点的伤害，叶青随便一个技能竟然都是80多点的。火车侠避无可避，硬接了月光斩，再次发动突刺技能。叶青依然是以极度微小的幅度走位，触发了闪避属性，一点伤害都没有吃到。反而是火车侠因为突刺技能接近了叶青，被叶青反手攻击，两匕首插在脊椎上，惨叫痛呼：“不可能！突刺技能是锁定技能，你怎么可能闪避？”火车侠只剩一点点血条了，跳开叶青的攻击范围，一脸的不可置信。叶青也没想攻击他，很是无奈的摆了摆手：“你的攻击漏洞这么多，我能闪避不是很正常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突刺！火车侠不信邪，整个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对着叶青突刺而来。叶青嘴角微微挂起一丝笑意，同样的技能前面都能躲过，第3次难道就不行了？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牛逼啊！这一次全部的玩家都看在眼里了，叶青真的是通过微小的身体扭动，让火车侠的武器贴着身体打空的，这一丝一毫的计算都必须精确无比。好了，不浪费时间了，少年，好走，阿门！叮！触发暴击，造成167点伤害，叮！火车侠死亡，叮！玩家叶青获胜，火车侠等级降低1级，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一个调级擂台胜者，奖励10点智慧。第20章进入主城。优吼这个第一次也有奖励，虽然是智慧属性，但是也不错。叶青心里想到，简直就是虐杀，只不过刚开始叫嚣着的人反而成了被虐杀的对象。最后叶青的167点暴击更是让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叶青的攻击高出普通玩家太多了，普普通通的一下攻击抵得过别的玩家使用技能攻击了。龙华看着叶青的战斗，拍了拍赵灵山小山：“这次你做得好，能够认识这么一个高水准的玩家，的确是立了一大功。鹌鹑和名将很明显和叶青敌对，如此我们也正好顺水推舟，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一下叶青，这个叶青必然会给我们相应的好处的。”赵灵山点了点头。外行看热闹，别的玩家也只不过看到叶青高额的攻击，装备碾压而已。但是赵灵山等人看到的则是叶青神乎其技的操作。要知道，在游戏中分为锁定技能和非锁定技能，一般的锁定技能除非是直接免疫，否则依靠闪避这种身法免疫伤害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叶青能够通过细微动作来进行闪避，这就等于说通过个人技术实现了突破系统限定的规则，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练就的能力啊。当然赵灵山等人并不知道叶青100%的幸运值加成更是将闪避属性提升到了极致。没有管别人的诧异，叶青见此事就这么解决了，也是一心想要快点进入主城，先获得第一进入的奖励再说。要是被别的新手村玩家夺去了，那他可真的要吐血了。村长大人，能否开启传送阵了？村长一挥手里的拐杖，乐意效劳。叶青站在传送阵之中，对着250新手村的众人一抱拳：“兄弟们，我先走一步，主城等你们。”一副将军即将奔赴战场的既视感。还真别说，在场许多玩家也为之动容，同样抱拳，对着叶青说道：“兄弟，走好！”光芒一闪，叶青消失在250新手村。走之前竟然还玩一波深情，这家伙真的是人才。沈星竹笑着说道。而叶青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地方映入了他的眼帘。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进入主城，开启深红区第一个主城清风城。深红区所有玩家等级提升1级。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进入主城，开启深红区第一个主城清风城。深红区所有玩家等级提升1级。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进入主城，开启深红区第一个主城清风城。
深红区所有玩家等级提升1级。3遍全服公告让整个深红区玩家沸腾了，升1级的奖励简直是天大的奖励，特别是有一些玩家正在生死边缘，正好升级，满血满蓝，简直不要太爽。叶青看了眼天空，该轮到我个人奖励了吧？叮！恭喜成为第一个进入主城的玩家，奖励20点自由属性点，声望加10000。叮！由于是第一个进入主城的玩家，主城一切消费9折。叮！由于250号新手村村长推荐，玩家叶青在主城的所有消费7折，同时清风城所有原住民友好度加100。叶青哈哈大笑，果然这个游戏所有的第一位都会得到或大或小的好处。叶青打开了系统排行榜，到了主城就可以看到整个深红区的排行了。等级榜：1. 叶青22级， 2. 龙之59级， 3. 青梅竹99级， 4. 名将李白18级， 5. 龙文18级， 6. 解救是霸气17级， 7. 天线宝宝17级， 8. 雪媚娘15级， 9. 沈星竹15级， 10. 名将砍死你15级。装备榜：1. 夜宵匕首卓越， 2. 贪食之戒。果然深红区卧虎藏龙，到了主城一看新手村的排名也就只能是末尾了。已经到了主城，叶青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找天赋管理者，既然知道所有的第一都必然有丰厚的奖励，叶青可不会浪费。刚才所有玩家都有等级奖励，叶青才发现自己没有，这可变相的给等级第2的玩家增加了一个追赶自己的机会。叶青找到了天赋管理者，老先生，我要来确定我的天赋。天赋管理者能够帮你开启天赋，但是并不会给你技能，这个神域世界的所有技能都不会直接能够学习到，途径只有技能书、特殊任务或者特殊原住民赠送等等方式。孩子，你已经觉醒了1个天赋，现在还可以觉醒2个天赋，请自行选择。天赋管理者是一个头发胡子花白的老者原住民，看起来倒是一脸的慈祥。剩下的天赋是生命、野性、元素、暗杀、咏唱、死亡、幻术、铁壁、意志9个天赋，叶青需要选择其中2个。叶青早已打算好了自己要走刺客路线，因此直接选择了暗杀。至于第3个天赋，生命和咏唱是奶妈用的比较多，咏唱是音乐类的技能，属于辅助叶青要玩刺客，不可能还弹琴唱歌发出声音暴露自己，因此肯定无视。生命虽然是奶妈更好，但是能够用来治疗自身，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天赋。野性是弓箭天赋，元素是法师天赋，死亡幻术都算是法师天赋。叶青带了匕首基本用处不大，至于铁臂是带盾的肉战士天赋也没用。意志虽然增加了一点机动性，但是叶青还是有点割舍不掉生命天赋。孩子，你选定了吗？3大天赋一旦确定就无法更改。叶青犹豫再三，我选定了，第3天赋给我生命。叮！恭喜玩家叶青选择第3天赋生命。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选定职业玩家。叮！由于是第一个选定职业玩家，特奖励选定天赋中随机技能书1本。叮！恭喜玩家叶青天赋选定职业为命运盗贼。职业榜也在叶青完成职业选择后更新了，第1位就是叶青的命运盗贼高高挂起。打开了赠送的技能书。叮！恭喜获得生命技能书生机，名称生机，消耗4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30秒，效果给为自身或者队友加注一道持续性的恢复状态，10秒内回复80点血量。没想到是一个奶妈技能，如此以后打怪就能省血药了，不过相对的蓝量消耗就会增加了，以后装备选择中就要多选择增加治愈力的装备了。第21章叶青入狱。个人属性中并没有表现物理攻击、魔法攻击以及奶妈的治愈力等等数值，玩家基本都是在战斗中估算出来的数值，这也造成了高端玩家和低端玩家的差距。高端玩家能够快速精确的对自身数值计算，而低端玩家则是玩命就行了。既然选定了职业，叶青就要继续去升级了。现在主城中还没有玩家进入，一个个原住民脑袋上都顶着金色感叹号，明显是有任务可以接的。大量的任务都只不过是普通的重复任务而已，谁都可以接任务完成。叶青需要的就是寻找那些隐藏的任务，只不过隐藏任务可不是那么好找的。转悠了许久，全都是普通的重复任务。叶青考虑是不是还是接受了普通任务，先去升级再说。没想到许久没有反应的魅力值竟然又产生了效果。一个全身罩在斗篷之中的原住民走到了叶青跟前，斗篷非常厚实，叶青根本看不清斗篷中人的相貌，就连头顶显示的名称都只是显示了神秘人3个字。难道是特殊任务？果然叶青还没发问，这个神秘人就先开口说话了：冒险者，不知你是否愿意帮助我做一件小小的事情？随后又说道：如果完成了，这个宝物就是你的了。
任务还没发布，竟然先给出了报酬。名称：偷盗单，效果：服用后提升偷盗 50%， 偷盗成功率。看到偷盗单，叶青就决定这个任务无论如何必须接受。叮！神秘人发布任务，神秘任务是否接受？接受。叶青想都没想，直接接受。叮！接受神秘人的神秘任务，任务一经接受强制绑定，不得放弃。叶青转头想要询问神秘人任务内容的时候，神秘人竟然就这么消失了。什么情况？没有任务流程？我怎么做？不过至少偷盗单到手了。叶青直接服用了偷盗单，偷盗技能后面多了一个 50% 的小字样。刚刚吞服丹药，一队卫兵就出现在了叶青身边。就是他，带走。难道是任务开始走流程了？随后叶青就被直接带到了城主府的地下监狱。叶青锒铛入狱，没有一点点防备。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入狱者，获得称号入狱先锋。名称：称号入狱先锋。效果：佩戴后在野外击杀玩家，降低罪恶值获取。叶青彻底无语了，这个任务就是让他来坐牢。叮！神秘任务完成。这尼玛坑爹啊！咦，这么久了，竟然有人来陪我了。监狱角落发出了一声嘲讽声，让叶青吓了一跳。我靠，吓死我了！这里竟然还有原住民。叶青凑近一看，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被几条锁链束缚着，靠在墙角。小家伙，你犯了啥事？原住民竟然好奇地问起了叶青。叶青索性坐了下来。有个人给了我一个任务，我就被抓进来了。看到是原住民，叶青也就没多想就说了。难道是他？算了，少年没事，关个24小时就出去了。原住民手里竟然还有个葫芦，喝了一口，也不知道是酒还是水，还咂吧了几下嘴巴。一听要24小时，叶青就不淡定了。24小时，排行榜那些人不都得进主城了？那他还有啥优势啊？年轻人，不要这么浮躁，要淡定。你看我都被关了20多年了，不也很淡定吗？原住民笑着说道。20多年，敢问老前辈犯了啥事？你没啥，就是把城主府的城主剑偷去卖了，换了点酒喝。城主剑？哦，就是历代城主的佩剑，反正好像代表了城主的权利啥的吧，反正我看挺值钱的样子。原住民非常无所谓的说道。你这被关20年的确是轻的，没被宰了，你也是运气好。叶青忍不住感叹道。老前辈，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出去吗？叶青虽然知道不太可能，但是还是问了句。要出去嘛，也不是不可能，正好你是冒险者，我发布个任务，你接受下吧。原住民说完，头顶上竟然冒出一个金色感叹号。我靠，唯一任务，原来后续任务在他身上啊。这样，你等会装死，我让卫兵过来。然后说到一半，原住民不说话了。算了，一会你就知道了。任务完成了，我送你本技能书。技能书？来，让我先看看，垃圾我可不要。叶青眼冒星光。名称：技能书隐身。消耗10魔法值。效果：进入隐身状态，移动速度保持不变，受到攻击或发动攻击现形，现形后冷却50秒。竟然是高级的隐身技能。叶青知道，就算还不错的隐身技能都会降低移动速度，刺客本就移动速度很快，如果隐身还移动速度快，就太变态了，所以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个技能竟然移动速度不变。叮！盗贼阿诺斯发布唯一任务，任务信息未知，任务第一步配合盗贼阿诺斯装死，奖励高级暗杀技能书隐身，是否接受？接受啊，肯定接受，不接受才真的脑子有泡了。一接受完任务，叶青就直接原地躺下，等待卫兵来的时候直接屏住呼吸。幸好这是游戏中，能够开启游泳模式，能够憋气差不多10分钟的样子。盗贼阿诺斯看到叶青如此敬业，马上大声呼喊：来人啊，救命啊！这个冒险者猝死了。卫兵听到了声音，立马赶了过来。什么情况？晕倒了？刚才带进来不是还生龙活虎的吗？卫兵看到叶青脸色煞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立马开了牢门进来查看。没呼吸了。我靠，出事了！快去叫队长。几个卫兵将牢门一关，离开去叫卫兵队长了。好了，起来吧。叮！配合盗贼阿诺斯任务完成。叮！获得高级暗杀技能书隐身。这么简单就获得一本高级技能书？叶青都还没反应过来，不过既然已经到手了，立马一拍技能书，直接学习了。走吧，准备跑路了。跑路？咋出去？叶青问道。看，盗贼阿诺斯竟然掏出一串钥匙。我靠，搞了半天你就是让他们过来，然后偷钥匙？不对啊，这个是牢门钥匙，你这些锁链咋办？叶青看了看锁住阿诺斯4肢的锁链。哦，这些啊，我早就解掉了，无聊的时候又自己改良了一下套上来的。这样子就解掉了。盗贼阿诺斯3下5除2，就好像变魔术一样，
竟然在叶青还没看清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四肢解放，站在叶青面前了。这尼玛也可以！快点走吧，再不走他们回来了。叮！盗贼阿诺斯任务更新，与盗贼阿诺斯一同越狱，奖励3点敏捷属性点。没想到任务里面竟然还有直接奖励属性点的，由此可见，这个唯一任务还是比较高级的。第22章，盗贼阿诺斯。盗贼阿诺斯打开了牢房门，带着叶青一起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小子，开启隐身，前面有守卫在，你隐身等级低，容易被发现，你紧跟我。盗贼阿诺斯说道。哦，两个人一同进入了隐身状态。盗贼阿诺斯刚要走，叶青就轻声说道：“等等，老贼，你隐身我看不到你，我怎么跟啊？我靠，你轻点说话，你拉着我衣服跟着我走。”哦，叶青非常乖巧地拉着阿诺斯的衣服，紧贴着墙壁走。附近的卫兵一个个严肃地站立着。突然，其中一个卫兵朝着叶青这边看了一眼。为什么总感觉那边有人？察觉有问题的卫兵说了一句。边上的一个卫兵拍了拍他：“兄弟，是不是太累了？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城主府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有人进来？”那个卫兵挠了挠头，也对，这里防守严密，怎么可能有人进得来？叮！配合盗贼阿诺斯越狱完成。叮！任务完成，获得3点敏捷属性点。叶青与盗贼阿诺斯此时已经到了城主府的后院，这边倒没有了什么卫兵，两人放松了下来。老贼，接下来怎么走？走？那边笔直翻过墙就出去了。不过我还不打算走，我准备去转转。什么？你还不走？叶青诧异了，也看不到阿诺斯的样子。叶青也不知道阿诺斯现在啥表情，就听到阿诺斯说：“关了我20多年，不顺点东西可不是我的性格。”666，告辞，再见。来不及挥手，叶青转身就要走，阿诺斯一把将叶青衣服拉住：“你这就走了？城主府可都是好东西啊！”叶青成吉思汗：“大哥，我才20多级，城主170级啊！他特么弹我一下，我就直接嗝屁了。”阿诺斯哈哈笑了笑：“别担心啊，你不是刺客吗？作为刺客，难道不知道一击即中，远遁千里这个道理？何解？城主府这里我很熟悉，我能带你绕开所有的卫兵，然后直接去顺几件宝贝。到时候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回来抓我。至于你这个小小的冒险者，他们也不会多关心的。何况本来你就是被抓来冲业绩的。”叶青想了想，城主府啊，170多级 BOSS 的老巢啊，这得有多少好东西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行，我跟你混。叮！接受盗贼阿诺斯的偷盗任务，偷盗城主府城主宝库中的3件物品，奖励3件物品中盗贼阿诺斯随机赠送。这么大个城主府才偷3件，不多搞点？你小子比我还贪心，差不多了，偷太多了。这个小气的城主一定派重兵来击杀我们的。阿诺斯好像非常了解这里的城主。行，你说了算。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虎口拔牙，而且拔的还是大门牙。叶青想想都兴奋。叮！恭喜玩家龙之舞成为第2个进入主城的玩家。我擦，这么快！叶青急忙推了推已经进入隐身状态的阿诺斯老贼，动作快点，我还急着出去升级呢。等会外面的任务都被龙之舞接了，我就要吐血了。接任务？升级？啊，就是提升境界了，提升实力。哦，原来你嫌弃你自己实力太低，想要快速提升啊？送你颗丹药，名称晋级丹，说明药王制作的失败作品，药王表示垃圾。效果服用后直接提升1级。叶青眼睛都快瞪出来了，直接提升1级还是失败品？那成功的是啥样的？叶青直接抢过晋级丹，收到了背包中。嘿嘿，老贼啊，这玩意还有不？以前挺多，不过后来在牢房里没啥事做，就当糖豆吃完了。这一颗还是我准备留作纪念的。叶青心中1万只草泥马飞驰而过。好了，卫兵走了，你隐身，跟紧我。阿诺斯直接脱离隐身，伸手在脸上一抹，易容术。阿诺斯就这么在叶青眼前瞬间变成了卫兵队长的样子。我去，还有这一手！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就不能偷了，等会就看你了，能不能偷成功就靠你的偷盗技术了。阿诺斯看似自言自语，实则讲给叶青听。你咋知道我有偷盗技能？废话，偷盗技能我发明的。叶青翻了个白眼，搞了半天这个阿诺斯是小偷鼻祖。到了，我过去和他扯皮，你偷他。好的。阿诺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拍了拍正靠在墙上昏昏欲睡的卫兵。大白天的就打瞌睡了？卫兵一惊，看到竟然是队长，立马惊醒，站得笔挺。队长，对不起，算了，累了就换班去休息。我们这个职位一定要恪尽职守，为了城主府的安危，为了家国的和谐，必须要认真对待。
阿诺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是，队长，我知道错了，我一定认真对待。叶青此时已经发动了技能，偷盗。叮！对方等级过高，偷盗失败。没想到竟然会失败。原本叶青以为自己幸运值100%，而且还增加了50%的偷窃率，会一次成功的。再来。叮！技能偷盗发动。叮！对方等级过高，偷盗失败。叮！技能偷盗发动。叮！对方等级过高，偷盗失败。连续被偷，卫兵身体扭动了一番。队长，我总感觉有人在摸我，你有感觉到有人吗？难道有贼？难道暴露了？叶青想着。你觉得你强还是我强？阿诺斯倒是很淡定，看着卫兵问道。卫兵立马站直身体，那必然是队长更加强大。那不就得了？我都感觉不到有人，你能感觉到？你应该是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吧？有可能。行了，坐下吧，有我在，休息会吧。这碗酒喝了，释放一下身体活力，好好工作。说着，阿诺斯就掏出一碗酒递给了卫兵。卫兵看着队长竟然这么关心下属，还一阵感动，端起碗就直接干了。而此时，叶青也终于听到了那一声让人心旷神怡的系统提示音。叮！偷盗成功。叮！得到城主宝库钥匙一把，卫兵钉字底裤一件。叶青看着背包中又出现了一件内裤，叶青强忍住恶心，拉了拉阿诺斯的衣角，表示已经成功。第23章，偷盗城主府。阿诺斯拍了拍卫兵肩膀，小伙子，好好干，我去别的地方转转。是，队长走好。卫兵立马站起身，对着阿诺斯行了个礼。叶青依然保持着隐身状态，跟着阿诺斯一路向前，由于变成了卫兵队长的样子，倒是一路畅通无阻。阿诺斯一脸的严肃，一路向前，一个个卫兵见到了都站直了腰杆，一副要好好表现的样子。终于走了许久，走到了一处富丽堂皇的大殿之前。咦，队长，你怎么来了？大殿门口一个卫兵看到了阿诺斯问道。阿诺斯不急不缓地说道：哦，城主大人让我来查看一下宝库的情况。队长，你有城主给的令牌吗？没有令牌，就算是你也不行。阿诺斯拿出刚刚从叶青那边拿来的钥匙，晃了晃。城主说是秘密任务，不能按照之前的方式来，所以直接给了我入库的钥匙。有钥匙啊？那队长你进去吧。卫兵丝毫不考虑钥匙很可能是偷来的，就直接放行了。叶青一阵无语，果然这些小兵的智商都不高。叶青和阿诺斯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城主宝库。一进入宝库，叶青眼睛都快被闪瞎了，堆积成山的金币，各种各样的武器、卷轴、技能书，还有许许多多字画啊、古董啊，反正一看就都很值钱的样子。别乱动，这里全是机关，一个不小心你就一辈子出不去了。别以为你是冒险者能复活就可以，这里的机关能够让你一直被关在里面，就算是你们的下线也无法使用。阿诺斯的话让叶青一惊，惊的不是什么机关这么强，而是阿诺斯竟然知道下线。你怎么知道我们能够下线？叶青问道。这不是你们冒险者自己常常说的吗？阿诺斯明显并不想过多的纠结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就回答了一句。好了，别浪费时间，按照之前说的，只拿3件东西。你去拿，将最里面第2扇门的暗格里面的一颗丹药拿出来，然后是第5扇门书架后面最顶层的一本神丹诀，第3件宝物我自己去拿就行了。阿诺斯说完就自顾自离开，去拿第3件宝物了。叶青嘀咕了一声，这老贼竟然把这里摸得这么清楚，不会是故意被抓的吧？别嘀咕了，快点，拿完了还得跑路呢。叶青依照阿诺斯的指示，一路深入，将2件阿诺斯要求的东西都拿到了手。只是2件东西都看不到属性，明显是任务物品，所以无奈只能先收到背包。至于别的东西，叶青是真的看得心痒难耐，真想动手拿几件。就不说别的了，叶青竟然看到了一本刺客的高级技能书，那家伙，叶青恨不得把眼珠子都抠出来贴上去。但是胆子大如阿诺斯也只敢拿3件东西，而且2件都是小东西。叶青左思右想，还是忍住了。东西拿到了吧，走吧。阿诺斯依然保持卫兵队长的样子，带着叶青安然离开。2个人在没人的地方一路狂奔，有人就慢慢晃悠，装出一副视察的样子。老贼，差不多了不？叶青看已经出了城主府，赶忙问道。等等，这里还有卫兵，跟着我到那边右转有个小院道里面再解除隐身。阿诺斯淡淡的说了句。叮！恭喜完成偷盗城主府任务，等级提升。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刚刚走到小院，叶青就收到了系统提示。我去，这就升级了？没想到任务奖励竟然是直接升1级。一进小院，阿诺斯就恢复了自己的样子。此时叶青才正式打量盗贼阿诺斯，样子差不多是一个中年大叔的样子，身材在黑袍下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叶青感觉得到，阿诺斯身手不凡，必然也是精干身材。好了，
小子，咱们就此别过。说完，阿诺斯就要走。叶青一惊，尼玛，你这就走了？我的东西呢？说好的任务奖励是偷到的3件东西中的一样，叶青可不傻，怎么可能就放阿诺斯离开？这3个东西啊，反正你也用不到，要不就算了吧。阿诺斯还没说完，就看到叶青转身向门口走去。喂，你干嘛去？我特么去举报你！我刚才已经把你样子拍下来了，还有偷盗过程，全都拍了。叶青一副大不了同归于尽的样子。阿诺斯无语地拍了一下额头，何必啊？快，回来，都是自己人，可以谈的吗？阿诺斯虽然不怕城主府，但是城主府目前来说还不清楚阿诺斯的样子。阿诺斯一直都是隐藏面容的，现在被叶青这么拍下来了，那不是完蛋了吗？虽然会易容术，但是这玩意只能持续一会，不能永久啊！坑爹啊！这小子这么阴险。叶青看阿诺斯妥协了，立马换了一张笑脸，是吧？我就说咱们自己人对吧？你怎么会骗我呢？来，刚才偷的不多，拿的3件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阿诺斯无奈地拿出了刚才的3件东西。名称：长生丹，等级200，效果：增加200年寿命，保持服用丹药时的容貌与身体状况，同时增加身体各项强度，百毒不侵，百病不袭。我去，好东西啊！注一点口水。名称：辅助技能书神丹诀，等级130，效果：比炼药术、炼金术更加高级的炼丹术，学习后能够直接学会所有的已知丹药学习方式，并且能够炼制神丹。而神丹诀虽然看着是能够玩家使用的东西，但是叶青现在才20多级，等到130级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拿了其实也用处不大，这2件物品也就只能给阿诺斯而已。叶青严重怀疑阿诺斯就是故意拿这些等级高的东西的，这样一来叶青就拿不到任何的东西了。叶青越看阿诺斯越是觉得这家伙简直就是把卑鄙2个字写在脸上了。这把剑给我看看，我感觉这把剑才是你的目标吧。叶青看阿诺斯拿着第3件宝物不肯拿出来的样子，就知道第3件才是最关键的东西。第24章幽影之魂，名称：往生帝王剑，部位：武器，品质：不朽，等级190，物理攻击20万，魔法攻击10万，力量8万，敏捷7万，体质8万。技能1：惊雷，消耗8000点魔法值，沟通天地，召唤天雷，在指定位置连续劈落3道天雷，造成魔法攻击的200%伤害，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技能2：帝王之怒，消耗自身1半的血量和魔法值，瞬间进入帝王暴走状态，全身属性翻倍20倍，同时拥有帝王气势，所有靠近30码范围内的敌人削减10%的全部属性，冷却时间3个自然日，持续10分钟。技能3：帝王闪，使用2000点魔法值，瞬间闪现100码范围，对所有路径上的敌人造成400%物理伤害，同时拥有绝杀效果，有一定概率将敌人直接秒杀，无视任何防御，冷却时间1周。老贼，把这把往生帝王剑给我吧。叶青直接抱住阿诺斯的大腿。盗贼阿诺斯一脸嫌弃的想要把腿从叶青的怀中抽出来，190级的武器给了你也没用啊，你又不能用，而且你是刺客，你要双手剑有啥用？大不了找剑士技能不就好了？为了这把剑，刺客不当都行啊。这么一把武器放在仓库看看也好啊。叶青忍不住感叹道：瞧瞧你这点出息，一把小破剑就这个样子了，要是来把神刺武器，你还不得开心到翻白眼死过去？阿诺斯翻了个白眼。叶青听到神刺装备，想到之前官方好像发出的消息中，最高级别的就是神刺装备，但是没有说明神刺装备的获取方式。难道神刺装备是神明的武器？叶青默默地问了一句。原本嬉笑的阿诺斯也深沉了下来，沉吟了良久，才悠悠地说道：当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跟随我的师傅去拜见刺客神。神？真的有神？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但是我们原住民一直都相信，所有的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神灵，但是这些神灵到底在哪？到底谁强谁弱，无从得知。当年我跟我师傅就是想去拜见刺客的神灵，但是在上刺神山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不知道为什么，凭空出现了一道裂开天空的裂缝，裂缝中出现了许多骑着又像蝙蝠又像龙的凶兽，一出现就想将我和我师傅给吞噬。阿诺斯回忆道：当时我师傅已经是190多级的超级盗贼了，可以说在当时已经难逢敌手，但是就那么一个照面，我师傅就被对方绞杀，并且被残忍分食了，而我当时已经吓傻了。然后呢？然后那个人不知道他是不是人，总之他出手了。他是突然出现的，毫无声息，毫无空间波动，就好像他就不存在一般，无声无息，出现在那些裂缝中出来的怪物身后，一匕首一个，直接将这些怪物给绞杀成了虚无。我还清楚记得他那冰冷的眼神，仿佛世间一切都和他毫无关系一般。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再次消失了，
但是我能肯定，他手里的匕首一定不是凡品，甚至可能就是神赐装备。虽然阿诺斯是原住民，但是叶青越是和阿诺斯接触，越是觉得这家伙根本就是一个活人。这个神域世界的真实性完全已经超过了游戏的感觉。至少这个阿诺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数据代码了。或许他就是次神吧。叶青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是玩家，就算那是次神也和他无关，就算有关系也必然是后期的事情了。叶青甩了甩头，这种事还是不考虑比较好，现在先考虑眼前的问题。别打岔，你东西都带走了，我怎么办？叶青问道。真不行，你那个晋级丹给我个180颗也行啊。我不贪心。阿诺斯哈哈大笑着，你想多了，晋级丹只有药王古有，你想要去还早得很呢，你现在得实力出去主城都费劲。我靠，我陪你出生入死帮你搞了宝贝，你就这么抛弃我了？一点好处都没。那算了，我还是去举报你吧，说不定还能赚个佣金。说完，叶青又要向外走。哎呀，行了行了，我送你点东西，再走总行了吧？叶青唰的一声飞到了阿诺斯身边。嘿嘿，送我啥呀？诺。叮，得到盗贼阿诺斯的馈赠。叮，获得幽影之魂。名称：幽影之魂。部位：武器。品质：远古。等级：70。物理攻击3500，力量1400，敏捷2100。技能1：闪影，消耗200点魔法值，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去攻击敌人，短时间攻击10次，每次造成100%的物理攻击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2：掠影，消耗100点魔法值，提升自己的移动速度，奔跑时背后产生虚影迷惑敌人，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3：刚影，被动技能，持有幽影之魂后，隐身状态下每1秒提升1%物理伤害，最高叠加50层。叶青看到这把匕首简直爱不释手，整把匕首通体黝黑，毫无光泽，但是却锋利无比，上面篆刻的浮雕一般的符文不止让匕首挥舞时能够免疫风带来的顿挫感，更加还有血槽放血的功效。好是好，可是70级啊，能看不能用啊？叶青无奈道。阿诺斯笑了笑，我既然送你了，会不给你考虑到这个问题吗？之间，阿诺斯念了一段叶青反正是听不懂的口诀，然后对着幽影之魂一抹。叮，幽影之魂收到盗贼阿诺斯的封印，会依据主人等级调整各类属性效果。名称：幽影之魂。部位：武器。品质：远古。等级23。物理攻击1150，力量460，敏捷690。技能1：闪影，消耗20点魔法值，将自己的影子投出去攻击敌人，短时间攻击3次，每次造成100%的物理攻击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2：掠影，消耗10点魔法值，提升自己的移动速度，奔跑时背后产生虚影迷惑敌人，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3：刚影，被动技能，持有幽影之魂后，隐身状态下每1秒提升1%的物理伤害，最高叠加10层。第25章往生之环。怎么样？这把武器可是我曾经执行任务最好最强的武器。叶青嘿嘿一笑，那啥，老贼，你帮我把这把武器和我绑定了吧，我怕它掉了。绑定？我可没有这个服务，一个刺客连自己的武器都管不住，你还是死了算了。阿诺斯说道。叶青嘀咕了一句，就是怕死了才会掉吗？叮，得到盗贼阿诺斯的馈赠。叮，获得往生之环。名称：特殊道具往生之环。效果：使用后每次升级能依照上一级的等级增加力量、敏捷、智慧、精神、体质这5维属性。老贼，这是啥意思啊？没看懂。这都看不懂？这可是我的宝贝啊！简单来说，就是你1级的时候升到了2级，你的5项属性各增加一点。才一点啊？才？你要是100级升到101级的时候呢？直接5维各增加100点了。叶青一听一想，每次升级都能加，这不是越来越强了吗？卧槽，牛逼啊！不过话说，这玩意怎么用？挂身上？叶青问道。吃了吧？啊？这个往生之环就是融入到身体里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吃了。可是你不是带在身上的吗？叶青问道。我得到的时候就已经很强了，所以不吃也能获取属性加持。现在嘛，境界很难提升了，就送你了。阿诺斯回答道。既然不是阿诺斯吐出来的，叶青也就释怀了，直接一口吞下了。往生之环虽说是环，但是却只有半个硬币的大小，倒也还能吞下。叮，玩家叶青与往生之环融合。叮，往生之环成长为23级。咂巴了一下嘴巴，叶青发现自己属性并没有增加。
怎么没反应？当然是什么时候提升境界，什么时候有反应。好了，小子，东西都送你了，我也该走了，后会有期。说完，阿诺斯就这么瞬间消失了，来无影去无踪，果然是大师级别的高手啊！叶青感叹道。不过越是接触，叶青越是觉得这个世界的所有原住民就好像是真的人类一样，比如新手村的村长，还有那些村民，虽然很多的都是按照系统的设定来行事，但是更多的叶青感觉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维。叶青打开了个人面板，查看一下自己当前的属性。玩家叶青，等级23，天赋格斗，势力光明，种族人族，生命值500，魔法值220，力量600，敏捷700，智慧115，体质115，精神115，物理防御90，魔法防御52，魅力10，幸运值100，技能独行者、潜影、刚劲力道、连斩、偷盗、月光斩、项链、隐身、闪影、武器、刚影、武器、掠影、武器。装备幽影之魂、远古、黑夜匕首，稀有白银皮靴、卓越、精良护腿、精良、精良皮甲、精良、劣等皮护肩、劣等、破布护腕、普通、夜之精灵、项链。特殊效果往生之环附加5为属性0点。当换上了幽影之魂，叶青的整体战斗力呈几何倍数增加。接下来叶青要快点去升级了，从别的新手村过来的那个叫龙之舞的，升级这么快，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叶青打开了职业排行榜，果然看到职业排行榜上此时已经多了一个职业梦魇骑士。这是哪3个天赋组成的职业？叶青好奇地想到。不过细细一想也和自己关系不大，现在优先目标就是保持各项得第一，这样才能不停地拉大优势。打开了地图，最近的一个可刷怪地点就是在东城门的万灵森林。按照官网的介绍，第一个副本也就在这个万灵森林中。但是神域这个游戏的副本和以前的网游不同，想要找到副本入口就需要有人找到，然后开启过才会有地图显示，之后所有玩家都可以去了。叶青赶紧回了主城接任务。叮，李大婶的任务：击杀50只万灵森林中的野狼，并收集狼皮交给李大婶。叮，杂货商人的任务：最近杂货商人的货物在运输途中被万灵森林中的野猴子给抢走了，请前往万灵森林击杀50只野猴子，帮助杂货商人找回丢失的货物。叮，皮革商人的任务：皮革商人紧缺大量狼皮，请击杀150只野狼，并搜集大量狼皮交给皮革商人。叶青算了下，差不多同时接了有20多个任务，东部这一片的任务基本都已经全接了。这20多个任务基本上要在万灵森林中待差不多1-2天。叶青出发之前去食物商人处花了80银币买了一大包的面包，在药水商人处买了许多初级的回蓝回血药剂。任务中有6个任务都是和万灵森林中的野狼有关的，因此第一个目标肯定就是野狼。叶青一路向东，过了东门，毫无阻碍的到了万灵森林外围。现在主城空无一人，一路上除了偶然碰到的原住民，基本上看不到人。万灵森林的确是一片非常广阔的树林，林中的树木已经高达几十米高，就算是普通的高楼大厦都已经无法匹敌了。万灵森林中一片寂静，由于树木太高，遮挡了阳光，整个森林看起来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叶青进入万灵森林，足足走了10几分钟，竟然一只野怪都没看到，别说野狼了，就是连一只鸟都没看到。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偌大的一个万灵森林连一只野怪都没有啊？叶青渐渐察觉肯定是哪里有问题。叮，玩家收到幻术干扰。突然一声系统提示音惊到了叶青。幻术。叮，玩家叶青受到121点魔法伤害。第26章万灵野狼。是谁？一只长相丑陋的哥布林从灌木中走了出来，右手还捏着一根木棍做成的法杖，滋滋叫着指向了叶青。随后一团紫色光从法杖中闪出，射向叶青。叶青急忙一个躲闪。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没想到竟然是一只法师类的哥布林，看名称是叫幻术哥布林。叶青从已进入万灵森林就中了幻术，一直在原地踏步。叶青一道月光斩甩出。叮，月光斩触发圆月斩效果，造成400点伤害。叮，哥布林幻兽死亡，一个技能直接秒杀。叶青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现在竟然这么强大。叮，获得1银币30铜币。一只小怪掉落银币，叶青点了点头，果然幸运值增加的爆率高过别的玩家太多了。有了一次经验，叶青也有了一定的提防。神域中的怪物体系和以前的传统网游有点不太一样，有的怪物会主动攻击玩家，就算在仇恨范围之外也可能会主动来攻击，甚至有的怪物根本就没有仇恨一说，
见到人就会攻击，让人防不胜防。就比如刚才的幻术哥布林就是。重点是，一只小怪的幻术竟然就如此逼真，让叶青都无法发现，就这么傻乎乎的原地踏步了10几秒。但是在叶青的感觉中，他已经走了10几分钟了。有了经验，叶青一路上尤为小心，碰到的落单野怪基本都被叶青一刀秒杀。叶青现在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普通小怪都是秒杀，但是让叶青郁闷的就是杀了这么多的野怪，就是没见到过一只野狼。这个游戏为了完全的真实性，基本没有什么任务指引，需要玩家自己去寻找，只有特定的任务才会有指引。四处走走停停，看看地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叶青在地图的开发地区看到了狼这个字，就在他现在位置的右上角山谷中。走了10几分钟，终于是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叮，进入野狼部落，探险值加100，名称万灵野狼，等级20至25，物理攻击200，魔法攻击10，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50，技能利爪、挥击双爪，瞬间造成130%的物理伤害，并且有一定概率造成流血伤害。说明万灵野狼成群结队出没，拥有高等级的仇恨共享。看了野狼的属性，叶青皱了皱眉，这些野狼的伤害挺高，不过各项属性来说还是可以打的，但是高仇恨共享也就是代表打了一只很可能同时来4、5只。叶青现在虽然攻击很高，但是血量和防御相对较弱，所以群杀肯定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这个山谷中也并没有什么可以爬上去卡怪的树木树杈，之前杀泥沼怪那样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何况狼好像一般都会爬树。叶青站在野狼部落外围，看着里面一只只走动的野狼，脑海中不停地运算着使用哪种方式最为有效。这个办法先试试。叶青计算好距离，一步步靠近野狼。当最近的一只野狼抬头的瞬间，叶青急速后退。一只野狼的仇恨差不多会触发附近3只野狼的仇恨，然后4只野狼会同时开始追击目标。叶青一边后退一边计算位置，当最前面的野狼脱离了野狼群的位置的时候，叶青动手了。闪影，幽影之魂的技能第一次发动，一道与叶青一般身高的黑色影子从叶青身前唰的一声飞出，对着最前面的野狼连续造成了3次伤害，毫无还手余地，第一只野狼直接秒杀。很好，攻击足够高，完全可以秒杀，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叶青大开大合，一道月光斩甩出，直接将后面的3只野狼全部击成残血，随后跳过去，随便几下就将3只野狼全部送走。虽然受到了一次攻击，但是被闪避属性闪避了。叶青决定要再奔放一点，如果一直都这么引3、4只的刷太慢了。几分钟后，山谷中的野狼嚎叫声开始此起彼伏响起，慢慢的开始响彻山谷。哈哈哈，太爽了！叶青一路狂奔，后面是整整20多只野狼在疯狂追赶他。月光斩，奔跑中途，叶青一个转身，匕首一甩，一道月牙剑气挥出，大量伤害在狼群中不停冒出。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闪避属性原本作为玩家的一个辅助属性，大部分玩家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属性，就算有高手玩家技术纯熟，通过走位等等方式来触发闪避属性，最多也只能做到几十次攻击里面能有1、2次闪避而已。但是叶青因为满级的幸运值加持，闪避属性反而变得更加简单触发，而叶青就仿佛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一般，能够提前预判怪物的攻击方向、攻击频率，他都能够快速计算，提前做出规避动作，这也造就了叶青基本处于100%闪避的情况发生。这样一来，基本就可以群杀了嘛。只不过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下，人的精神很快就会疲劳，不过能够快速升级，这点疲劳还是可以接受的。又要升级了，叮！恭喜升级，当前等级24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23点。哈哈哈，太爽了！果然往生之环直接增加了5维属性。叶青将引到的最后一只野狼击杀，开始满地搜罗掉落物。如果让别的玩家看到，一定会眼睛都瞪出来。要知道，现在可是满地都是掉落物，装备、钱币铺满了一地。叮！获得合计3枚金币，一个行军袋，劣等装备23件，普通装备6件，精良装备3件，卷轴1根。虽然掉落挺多，不过野狼都是普通野怪，真想掉落什么高品质装备也是不用想的，能够掉出3件精良装备已经是幸运至极了。不过没想到竟然掉了一个行军袋，对于叶青来说，背包空间肯定是越多越好。还出了一根卷轴，名称召唤卷轴野狼，效果召唤3只野狼协同作战，野狼等级随玩家提升，最高40级。卷轴这东西对于玩家来说可以算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卷轴包含了各种各样神奇的功能，并且这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使用一次就没了，
但是偏偏有时候可以产生质的变化，所以一般卷轴价格都普遍比较高。但是玩家背包有限，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带一大堆卷轴用，所以一般有钱一点的玩家都会带上那么一两个还不错的保命或者爆发卷轴，以备不时之需。第27章，万灵野狼王。所以卷轴价格基本就是普通卷轴贵，但是没人买，好的卷轴更贵，一大堆土豪抢着要。说到卷轴，叶青看了看背包，之前离开新手村，村长还送了叶青一根卷轴，叶青因为一来主城就被收监了，一直没查看。名称：村长的召唤卷轴，效果：使用后直接传送到村长身边，无视任何状态。一张可以保命的卷轴，叶青将卷轴重新收进了背包。叶青有一点收集癖，对于卷轴特别喜欢，因此之前收集到的许多卷轴都被叶青安放在了仓库，自己背包里面放了几根应急用的卷轴。整理了一番，叶青继续开始刷野狼的任务，用这个最快最狠的方式刷怪，效率极高，但是要求的走位意识很强，必须全身心注意。就算是叶青这么长时间战斗，也是累得够呛。不过几个小时后，叶青也总是算是将野狼这边的任务全部都搞定了。接下来就是需要进入到野狼部落深处去寻找野狼王了。叮！猎人克拉克的请求。猎人克拉克的兄弟在多年前上山打猎，被野狼王杀死，因此猎人克拉克希望冒险者能够击杀野狼王，并带回野狼王的头颅。叶青直接开启了隐身，绕开游荡的野狼，向着野狼部落深处前进。一只只被击杀的野狼此时都在慢慢刷新出来。叶青想着，如果都不会刷新就好了，如果等会野狼王会什么召唤技能，呼朋唤友的叶青就麻烦了。按道理野狼都有最高级的仇恨共享，那么作为 BOSS 的野狼王肯定也会。野狼王就在野狼部落最深处，找到是非常好找。叶青有了隐身技能，完全可以轻松绕开野狼找到野狼王。如果没有隐身技能，这个任务就需要至少一个小队伍才能够做，当然没有一个队伍也不可能有人会来做这个任务。找到了，名称：万灵野狼王，品质：稀有，等级25，物理攻击200，魔法攻击400，物理防御130，魔法防御140。技能1，狼的迷惑，使用魔法使敌人进入迷惑状态，不受控制的走向狼王，持续3秒。技能2，狼啸波，笔直向前打出一道魔法波，造成200%的魔法伤害，无差别攻击。技能3，濒死呼喊，狼王血量低于10%会发出狼嚎，将整个野狼部落的野狼召唤到身边，对敌人发起攻击。叶青看到野狼王技能，倒吸一口冷气，竟然是魔法攻击的 BOSS， 头疼啊！而且最后这个技能召唤全部的野狼，我靠，这个就过分了啊！叶青隐身在灌木之中，开始研究附近的地形，头脑风暴有什么能够击败野狼王的办法。野狼王的主要攻击就是第2个技能，笔直一条线，不知道有没有躲过的可能。魔法防御叶青是最薄弱的，野狼王这么高的魔法攻击，估计狼啸波只要擦到一点，叶青就直接被秒杀了。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到有什么能够有效轻松击杀野狼王的办法，看起来只能硬刚了。叶青隐身着，慢慢贴近野狼王。就在还有10码范围的时候，野狼王竟然突然说话了：“那边的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到你吗？”什么？竟然还会说人话？野狼王可不会解释自己会说话这件事，站起身，怒声说道：“一个冒险者竟然敢到我的领地来，找死！”既然已经暴露，也没什么好谈的。叶青大喝一声，冲向了野狼王。月光斩、闪影2个技能先后甩出，直击野狼王，而叶青则是快速绕后。作为刺客，可不会傻乎乎的正面和敌人对打。叮！月光斩造成127点伤害。叮！月光斩造成135点伤害。叮！闪影造成360点伤害。叮！闪影造成340点伤害。叮！闪影造成400点伤害。我靠，伤害这么高！之前的野狼基本的多是被叶青秒杀，或者随便一刀就补掉的，叶青根本就没有直观的看到自己的伤害过。现在一下子爆出这么高的伤害，叶青自己都吓到了。小子，你惹怒我了！野狼王受到了重创痛的嗷嗷叫，竟然直接发动了技能。野狼王嘴巴一张，一团团元素光芒汇聚，延迟了差不多1秒的样子，直接向着叶青的方向喷射而出一团五彩光波。此时也不是顾及形象的时候了，叶青一个滚翻，不管身上沾了多少泥土，死命要躲开狼啸波。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果然这种强力技能都会有一点延迟时间，叶青只要在野狼王嘴巴张开的瞬间就开始闪避，就能够躲开这个指向性技能，这都需要计算非常的准确。如此，叶青与野狼王陷入了一场消耗战之中，叶青根本就不敢靠近野狼王，野狼王动作极为灵敏，只要叶青一靠近就有抓、撞各种攻击，而保持一定距离，他只能等待狼啸波技能攻击，
虽然一直在追叶青，但是叶青移动速度也极快到是和野狼王不分秋色。野狼王的血量一直在持续下降，而叶青每次都能够依靠灵活的身法和闪避属性，显而又显地躲开野狼王的攻击。狡猾的人类，我的小崽子们，一同击杀这个狡猾的冒险者吧！叶青只顾躲避技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把野狼王的血量压到 10% 了。野狼王也终于是发动了最后的这个技能。叮！受到狼的迷惑技能，身体不受控制3秒。不好！叶青一个走神，竟然直接被野狼王的第一个技能打到了。这个技能野狼王一直没有使用，没想到竟然在叶青走神的瞬间就瞬发了。叶青不自觉地慢慢走向野狼王，而一只只野狼都在后方狂奔而来，粗略估计不下100只。野狼群嚎叫着向着叶青冲来。不过所幸叶青与野狼王刚好有一定的距离，就算是3秒的行走，也没有让野狼王能够攻击到叶青。妈的，拼了！狼的迷惑技能一结束，叶青与野狼王已经快要接触到了。叶青不退反进，直接开启了掠影技能，冲向了野狼王。你要干什么？野狼王原本以为叶青会害怕，没想到叶青竟然一脸恶狠狠地反冲向自己。我要干嘛？我要你死！叶青双匕首一抬。第28章击杀万灵野狼王。乱斩！叮！乱斩造成600、720、543点伤害。技能还没放完，叶青身体极度刁钻的一个回旋，整个人就差一点快要躺倒地上了。右手一撑身体，左手匕首反握，一匕首狠狠插在野狼王的腹部。叮！触发暴击，造成1024点伤害。后面一只只野狼即将逼近，叶青这边抽出匕首，双手交叉向前一划，直接割断野狼王的咽喉。哦！临死野狼王还一口咬在叶青的手臂上。叮！受到310点伤害。生机！叮！生命值每秒回复30点。给我爆！叶青右手狠狠一扯，野狼王的头颅原本就已经被匕首割了下来，直接被叶青从野狼王的身上扯了下来，瞬间收进背包。叮！恭喜击杀万灵野狼王！叮！恭喜玩家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5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24点。一升级，满血满蓝，状态回复满。叶青将 BOSS 掉落物去一捞，一个滚翻进入了灌木丛中，直接开启了隐身技能。这个时候叶青就不得不感谢阿诺斯了，没有这个隐身技能，叶青估计进入这里都困难，更别说现在在这么多高级仇恨的野狼包围下逃脱。叮！获得一把单手刀，一把双手斧，一个护肩，一个护腿，一根卷轴，80硬币。叶青没有直接跑路，而是直接找了个灌木丛，盘腿坐下，急不可耐地开始查看起 BOSS 的掉落。一个稀有 BOSS 的掉落物，谁能不期待呢？名称：魔法之刃。部位：武器，单手刀。品质：稀有。等级：15。物理攻击0，魔法攻击120，智慧20，暴击率10%。技能：狼啸波，施法时间2秒，消耗30点魔法值，向前方笔直释放一道能量波，造成魔法伤害的60%，冷却时间3分钟。这把武器有点尴尬，哪个法师会拿刀啊？看起来这把武器应该只有特定职业才会用，卖不出什么高价了。名称：荔枝战斧。部位：武器，双手斧。品质：卓越。等级25。物理攻击，自身攻击的10%。力量，自身力量的10%。体质，自身体质的10%。技能：1，力大无穷，释放全身魔法值，10秒内增加自身力量的200%。技能：2，暴击100%，被动，力大无穷状态下，所有产生的攻击100%。暴击！看到这把武器，叶青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这个装备绝对是狂战士一类职业的神器，中代拟世家的属性竟然是百分比增加，也就是说，拥有这把武器，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不需要更换武器了。这把武器，叶青喜滋滋地收了起来。他打算等到了大部分玩家都进入主城的时候，直接挂拍卖进行拍卖，他要卖个高价。名称：狼王护腿。部位：下装皮甲。品质：稀有。等级25。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200，血量100，移动速度4%。名称：狼王护肩。部位：护肩皮甲。品质：稀有。等级20。物理防御50，魔法防御150，力量20。技能：反魔，被动，受到魔法攻击的时候有一定概率返还100%的伤害，不过自身依然会受到伤害。总算是出了2件自己可以使用的装备了，而且这2件装备都增加了魔法防御，简直就是天降甘霖。
叶青喜滋滋的将2件装备全都换上，魔法防御噌的就上去了。野狼王抱的还有一根卷轴，名称卷轴狼的迷惑，效果使用后锁定一个目标，让目标失去控制，不由自主的朝施法者走2秒，受到攻击接触控制。一张单体控制卷轴，时间只有2秒。不过叶青眼睛滴溜一转，马上就想到了这根卷轴的妙用。嘻嘻，先收藏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在附近摘取制作药水的红叶片，看这个任务的架势应该能够触发一个生活技能，叶青也是满怀期待。玩了许多年游戏，就算这个神域有多么的神奇与众不同，但是任务中的一些奖励，叶青也大致能够猜出个1、2。解决了最麻烦的野狼王任务，叶青开始到处清理已经接受的任务，没有任何的打扰，就这么一个人痛快杀戮于森林中。叶青感受到了刺客这个职业前所未有的快感，移动速度快，奔跑起来有的野怪也望尘莫及。同时叶青现在攻击极高，见到同等级野怪基本都是1到2刀直接秒杀，丝毫不拖泥带水。就在叶青还沉浸在做任务杀怪的爽快感时，沈星竹竟然发来了私信。叶青反手将一只蜘蛛刺杀，钩索一拉，直接跳到了一棵树枝上。沈星竹，你这么快就20级了？叶青好奇地问道。沈星竹笑了笑，我们工作室所有人一起击杀一只 BOSS， 然后经验都是给我吃的，最后一击也是我来的，所以就连生被送上来了。叶青忍不住感叹道，有钱人就是好啊。话说你在干嘛呢？来了主城，有没有需要提前去做的任务或者事情？沈星竹想着叶青提早到了，应该能有一点情报吧。没有，我一直在做任务杀怪。你在杀怪啊？要不要考虑带带我？我一直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升级的？算了吧，我习惯单干，我是刺客来无影去无踪，你也跟不上。叶青果断拒绝。沈星竹扶了扶额头，早就猜到你要这么说了。话说有没有打到什么我可以用的装备？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来，新鲜出炉来看看。叶青将打到的装备属性都发给了沈星竹。可以啊，你这打宝水准，估计一般的几十人的工作室都比不过你。对于叶青层出不穷的装备，沈星竹倒是也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了。怎么样，是不是都不错？要不一次性全收了，我给你打个折。叶青问道。你真当我那么有钱啊？我零花钱基本快用完了，不能再买那么多了。原来你也会财政紧缺啊。叶青挠了挠头说道。沈星竹翻了个白眼，我也很穷的好不好？好了，我也不打扰你了，拿把稀有双手剑还有几件重甲给我发过来吧，给你1万信用点。第29章宝箱与龙之舞。才1万啊，不错了，你这几件属性都是参差不齐的，要不是我拿来过渡，我才不要呢。沈星竹说道。行吧，我发给你了。好的，钱转给你了，我去做任务了哈。私聊挂掉，沈星竹就哈哈笑了起来。这家伙果然不知道装备的市场价格，我就说嘛，哪有人花时间刷怪升级做任务，还有时间去研究市场装备价格？看起来之前黑羽套装我价格喊得太高了，这里面的几件装备绝对是现阶段的极品，他竟然卖给我了。沈星竹这边开心的觉得终于占了叶青的便宜，叶青这边则是狡黠的一笑，这妹子估计以为自己捡到大便宜了，嘿嘿，我会吃亏。现在让你赚点小利益，以后不只要长久做生意，让你养成了我这边消费的习惯，以后我找你帮忙，你会不帮？叶青跳下大树，看了眼满满当当的背包，补给品基本都用完了，这里的任务基本都已经完成了，也可以回去交任务了。几天前买了游戏头盔，身上家当都用完了，还要为了吃饭发愁，结果几天时间在游戏中就赚了这么多钱。果然啊，以前的事情是不能做了，还是脚踏实地最安心啊。叶青做任务的时间，已经有许多拼命的玩家都开始进入主城，一个个都目足了劲冲级。就在叶青要离开的时候，眼睛余光竟然瞟到边上灌木中有光一闪，那是什么？叶青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卧槽，白银宝箱！神域世界中，在全世界的地图都会随机刷新宝箱，宝箱中的物品是纯随机的，宝箱等级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钻石5个级别，宝箱的刷新点不会有任何的固定点，完全随机，随意要碰到宝箱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运气好到爆炸。叶青走到宝箱边上，看了看周围没有危险，就开始解锁宝箱。叮，通用技能解锁开启。叮，由于玩家叶青是人族，种族天赋触发，减少 10% 开箱时间。人族拥有开宝箱、种地、建房子，还有各种副业，时间减少 10% 的天赋。叮，当前开启 1%。叮，当前开启 2%。叮，当前开始 3%。叶青看着进度条慢慢前进。第一次开宝箱会很慢，等到以后开的宝箱多了，还有任务获取的探险值高了，就会越来越快。叶青专心开宝箱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叶青，一个顶着龙之舞3个字的玩家竟然从不远处走了过来。龙之舞，尼玛，这个时候来人！叶青忍不住心中暗道一声晦气。宝箱可是好东西，玩家见到了必然会争夺。果然，龙之舞说话了，看起来你运气不错呀，竟然是白银宝箱，打个商量，宝箱让给我如何？叶青看了眼龙之舞，怎么看上这个宝箱了？不止宝箱，还有你。龙之舞说道。果然来者不善，我可不搞玻璃。哼，嘴真臭，看见。龙之舞竟然直接单手剑一抖，刺向叶青。叮！恭喜解锁完成，探险值加500。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打开白银宝箱的玩家，获得随机装备1件。叶青肩膀下沉，右脚一蹬，整个人贴着宝箱滑到了宝箱另一边，左手伸到宝箱中一捞，将宝箱中的2件东西看都没看，直接收进了背包。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东西交出来吧，饶你一死。龙之舞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叶青原本还在想，深红区能有个龙之舞这样快速升级的也不错，深红区强大了也是好事情，没想到这个龙之舞人品有问题，那对于深红区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算了，杀掉你吧。叶青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哈哈，杀掉我！龙之舞狂笑。叶青是刺客，他知道，所以他选择的是带铁臂的骑士职业，可攻可守，专克刺客。叶青一言不发，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看到叶青身影消失，龙之舞怒吼一声：小辈，只会隐藏黑暗中见不得光的东西，看我把你吼出来！龙之舞朝天一吼，一股能量波直接以龙之舞为中心，向着周围一圈圈扩散，刹那间飞沙走石，地面上的植物都被这道能量波给掀翻起来。这招技能绝对是专克刺客隐身的绝技。不过叶青岂是那么浮躁的人？刚才一隐身，叶青不进反退，直接退出10几码开外，静静地看着龙之舞。鼠辈竟然跑了！龙之舞一个战吼，竟然没有将叶青吼出来。叶青一进入隐身，就算是保守，肯定也会在2秒的样子发动攻击。10码的范围，想要攻击龙之舞，作为刺客怎么都会在这个范围内徘徊。结果竟然没有任何人。龙之舞等待了几10秒，依然没有人出现。真的跑了？又是等待了一会，依然没有见到叶青出现。倒是龙之舞一人傻傻的就这么站在那边一动不动，生怕自己一动，叶青就发现破绽攻击自己。而附近的灌木丛龙之舞眼睛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现在的隐身肯定有时间限制，不可能隐身这么长的时间。足足等待了3分多钟，依然是没有找到叶青。龙之舞自言自语说道：难道那个叶青真的是个胆小鬼？不过一个刺客见到了板甲骑士，的确是没有胜算。龙之舞四下张望了一下，并且用兵器在附近的灌木中捅了几下，依然不见叶青的影子。没想到等级榜第1的人竟然如此胆小，本来还以为能够好好玩玩呢。龙之舞一边自言自语说着，一边准备离开。而叶青也不急，就这么隐身着，差不多保持和龙之舞13码的范围外跟着。龙之舞怎么都没想到叶青竟然已经有了高级的隐身技能，可惜被他拿走了一个白银宝箱。龙之舞一边说着一边走着。突然，战吼！龙之舞一声怒吼，轰的一声，又是尘土翻飞，依然没有叶青的踪影，看起来是真的逃了。龙之舞吐了口唾沫，表示对叶青的鄙视。果然是个小心的人。叶青远远地看着。对了，刚才宝箱里面的东西还没看。叶青一边跟着龙之舞，一边打开了背包，将2件物品取了出来。第30章一击必杀。名称：技能书切割。限定：暗杀。效果：用双持武器交叉攻击敌人，造成80%物理伤害，可暴击，造成伤害后敌人强制出血，每秒造成10%物理攻击的额外持续伤害，持续10秒。高级技能。叶青怎么都没想到，竟然又得到了一本高级的技能，百分比少血，而且还有持续性掉血，简直就是一个输出神技。叶青直接一拍技能书，完成学习。名称：贪食勋章。品质：未知。效果：佩戴后能够在每次击杀生物时吸收敌方单位 0.01% 的血量。技能：1. 血池。日常击杀生物吸收的血量会储存在血池之中，在佩戴者血量低于 10% 时，自动按照血池比例释放血量，持续性恢复玩家血量至 50%。技能： 2. 血爆。瞬间将血池中所有的血量清空，爆发出 500% 的物理伤害，伤害范围随血池中血量储存量决定，最多50码范围。我上辈子估计拯救了世界吧。叶青忍不住感叹道。对了，还奖励了随机的装备1件，没想到开宝箱也能有第1次奖励。叮！获得普通装备1件。我去，垃圾！叶青无语的将开出的普通装备直接丢了。随机的东西开出垃圾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叶青紧紧跟着龙之舞，
看着龙之武打怪，暗暗分析着龙之武。龙之武应该是幻术、格斗和铁臂的天赋组合，不过看他现在只使用单手剑的情况，应该是还没有弄到盾牌，因此铁臂的一些技能估计还不用使用。当然，估计他连铁臂的技能都还没弄到。不过那个战吼技能倒是非常克制隐身、克制刺客，的确是肉盾职业非常好用的仇恨吸引技能。叶青已经跟着龙之武足足跟了半个小时了。龙之武砍翻一只野猪，自言自语道：“都半个多小时了，叶青这个胆小鬼估计已经跑远了。算了，还是先安心升级吧。”然而，叶青一声冷笑突然发出：“呵呵，你想多了。”切割，叮，切割造成670点伤害，叮，触发流血，每秒掉落69点血量，持续10秒。叶青，你竟然偷袭！叮，玩家龙之武死亡。叶青现在的伤害的确是太高了，就算是一个板甲战士都是瞬秒。龙之武死亡，但是白色的灵魂竟然没有离开尸体，而是漂浮着。怎么不回去复活？叶青看着龙之武尸体问道。叶青，你个卑鄙小人，竟然偷袭！龙之武怎么都没想到，叶青竟然如此好的耐性，就这么整整跟了他半个多小时，更加因为叶青这隐忍的性格而害怕。自己刚才可是将叶青的祖宗18代各种难听的话都骂遍了，他竟然都能无动于衷。叶青仿佛在看一个弱智一般说道：“我是刺客，我不偷袭，我还和你板甲职业硬刚，你智商呢？”你竟然还被叶青反嘲讽，龙之武气炸了。咋的？要不要等你跑尸过来再死一次？叶青问道。到了主城可就和新手村不同了，跑尸复活也就是灵魂从复活点跑过来只需要掉1级，但是如果连带着尸体一起回到复活点，那可就要掉2级了。叶青，你放过我，我不和你计较。龙之武莫名自信，自己选呗，我不急，要么掉2级，要么看看运气跑尸过来我会不会放过你。叶青将手中匕首上下翻飞，舞出了一片刀花。姓叶的，你不要太过分！龙之武怒吼道。叶青非常淡定，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欺负人，你说对了。不知道你调回19级会不会重新给丢回新手村呢？我还是挺好奇的。妈的，你狠！我记住了。龙之武直接放弃了跑尸，尸体消失，选择掉2级，复活点复活。叶青将龙之武掉落的东西都捡了起来。叮，得到1件板甲头盔，1件板甲护腿，1颗耳环，银币30枚，收获还不错，不枉等待了半个小时。滴滴滴，叶青，你看到了吗？等级榜第2的龙之武掉了2级。沈星竹倒是非常关注等级榜，一看到龙之武掉下来了，就给叶青发来了消息。他总觉得这件事又是叶青干的。我干的。叶青非常干脆地承认了。沈星竹问道：“怎么回事？”叶青笑着说道：“觉得这家伙不靠谱，就把他干掉了，顺便拉你一把，让你继续待在等级榜第2。好了，不聊了，我去忙了。”叶青丝毫没有因为沈星竹是个美女而多和她聊一会，他现在就想去把任务交了，早点升级。叮，精良板甲头盔，精良的装备属性都不看了，直接丢在背包。叮，稀有板甲护腿，稀有装备倒是不错。名称：黄土护腿，部位：下装板甲，品质：稀有，等级18，限定：铁臂，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20，力量20，血量100。中规中矩的装备，属性各方面都还行，属于稀有装备中的中低档货色。名称：吸血耳环，部位：耳环，等级20，效果：饰品商人奖励的耳环，5维属性增加10点。技能：极血，被动，物理攻击时吸收受到攻击单位损失血量的1%，恢复自身血量。吸血的属性，前期装备中都属于不错的极品，可以节省很多的血药，更是在刷怪的时候增加1点生存空间。叶青直接将耳环戴上，加上生命的天赋，叶青现在刷怪可以做到持续性的续航刷怪了。每次升级，往生之环都提升5维属性，体质的提升会增加叶青总的血量，还有战斗外、战斗内的血量缓慢恢复能力。每次的自由点叶青都2点力量、3点敏捷的直接点上。有了往生之环，每次升级的5点倒是变得可有可无了。叶青一路小跑，跑到了碰到龙之武之前就打算过来的红树林。有一个采集红树叶的任务，叶青要完成了之后再回去。红树林中隐藏着一些红树蛇，之前叶青经过的时候偶然间看到，这一次特意过来，叶青才好好查看红树蛇的属性。名称：红树蛇，等级23至26，物理攻击107，魔法攻击270，物理防御170，魔法防御167。技能1，伪装，隐藏在红树林中，伪装成红树枝干，极难被肉眼发现。
技能2毒牙，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将毒牙扎入敌人体内，释放毒素，造成100点物理攻击，同时造成每秒30点的魔法伤害，持续10秒。第31章采集红树叶。会伪装那就很难主动出击，只能被动硬吃伤害，伤害属于魔法和物理平衡的伤害。持续掉血也就是300点伤害，再加上100点物理攻击，去掉叶青自身物防、魔防，基本一次攻击可以让叶青损失300多点血量。叶青现在的升级技能可以每秒恢复30点血量，10秒可以正好抵消毒素。略微计算了一番，叶青直接进入了红树林。这个任务主要为了采集红树叶，并不是为了刷怪，因此可以避着一点红树蛇采集为主。不过叶青不想杀怪，怪可不会放过叶青。刚进红树林，爬上一棵树，叮，受到红树蛇攻击，血量减少120点，还是一条等级比较高的红树蛇，多造成了些伤害。闪影，叮，闪影造成437点伤害，叮，红树蛇死亡。高额的攻击对于这些普通的怪物都是绝对致命的。嘶嘶嘶，一声声蛇吐信子的声音出现。就这么一会，叶青竟然已经被10几条红树蛇包围了。行，那就升级，做任务2不误。叶青匕首一抬，给自己放了一道生机，开始在林间跳动，击杀起红树蛇。几分钟后，这一小块的红树蛇都被叶青击杀了个干净。叶青直接爬上树，开始采集。叮，采集开始。叮，采集获得红树叶23%。叮，采集熟练度加30。采集到的东西后面都会有一个百分比，就是采集到的东西的成色，成色对于制作还是卖的价格都有直接的关系。叶青现在采集等级还很低，因此采集到的成色会差一点。叶青开始大肆采集红树叶。10几分钟后，叮，采集熟练度升级，当前等级1级，最高10级。叮，采集得到红树叶20%， 180。叮，采集得到红树叶30%， 89。叮，采集得到红树叶40%， 34。叮，采集得到红树叶60%， 2。高成色的红树叶基本都没有，叶青这么高的幸运值竟然也只有这么一点成色，别的玩家更加不堪。叮，采集得到清香叶片2。叮，采集熟练度加200。就在叶青准备离开的时候，最后采集了一片红树叶，竟然摘取到了特殊叶片。一般在做基础生活技能，比如采集、挖矿、伐木等等，都会有一定概率获得特殊的材料，而这个特殊材料则都会有特殊的效果。不如这个清香叶片在炼药和烹饪中使用，可以得到属性更加完善的药剂或者食物，但是这种特殊材料出现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叶青收拾了一番，直接找了个安全的位置，开启了回城技能。到了主城，每个玩家就能自动获得一个回城的被动技能，1个小时可以使用一次，人族差不多50分钟可以使用一次。读条结束，叶青回到了清风城的城市中央广场。此时来来往往已经有玩家在走动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有玩家开始进入主城了。叶青打开了等级榜，等级榜：1叶青25级，2沈星竹21级，3花间一壶酒20级，4龙之舞20级，5光能勇士20级，6冰天雪地20级，7龙纹20级，8请叫我小可爱20级，9名将砍死你20级，10名将峰哥20级。职业榜：1龙刃武者，2幽影剑士，3黑暗法师，4魔剑士，5生命武者。龙刃武者看起来是肉盾职业，剑士、法师、奶妈都已经上榜了，职业榜上刺客基本没有。职业榜就是看哪个职业的转职人数最多，看起来刺客果然是不受欢迎的职业。下副本还是团战，刺客相对的还是有点弱势，单体攻击也就在 PK 的时候有很强的优势，另外时候因为太过脆皮，也就只能充当一个探路的功效。引怪、弓箭手相对刺客更加安全并且高效，攻击肯定是法师和剑士一类的高攻击更强，而肉战士则是一个团队的核心，普通的刺客肯定是非常难生存的。叶青一边想着，一边开始交任务。几分钟后，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6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25点。再如此增加下去，叶青估计自己的智慧、精神属性都快超过同等级别的法师和奶妈了。叶青走到了药水商人身边，冒险家，你采集到了我需要的红树叶了吗？药水商人问道。是的，这是你需要的200片红树叶。叶青将200片20%成色的红树叶递了上去。不错呀，能有20%的成色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的采集技能已经到了3级了吗？药水商人问道。并没有，我采集才刚刚1级。什么？药水商人原本机械性的问答，竟然一下子变得和阿诺斯一样，仿佛脱离了游戏控制一般。就算是我当年1级采集的时候，也只不过采集到8%的而已。这么低？那你还需要成色更高的红树叶吗？叶青问道。因为一进游戏都在野外战斗，叶青接触的玩家并不是很多，和生活玩家接触的就更少了，因此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因为幸运值加成采集到的红树叶成色高的有多离谱。你还有更高成色的红树叶吗？药水商人问道。是的，不过你要不要先把我的任务奖励给我？叶青发现自己交了任务，竟然迟迟没有收到奖励。药水商人摆了摆手，不急不急，如果你有成色更高的红树叶，我可以收购，到时候给你综合奖励。竟然还能够更改任务奖励。叶青越来越发现这个游戏的原住民好像智商越来越高了。叶青取出了一部分30%和40%的红树叶。你真的是1级采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药水商人说道。药水商人笑了笑，冒险者，这一批红树叶你送我，我送你一个神秘奖励如何？送你？这可是几百片成色很高的红树叶，我至少也能卖个几斤吧？你说让我送你？你可以选择领取200片红树叶的任务奖励，也可以选择赠送红树叶加上200片红树叶任务，我一起给你一个神秘奖励。药水商人说道。这些原住民太过职能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叶青暗想，反正自己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去采集的，不然也要花时间去卖这些红树叶，干脆还是赌一把。第32章特殊炼药术。幸好没把所有的红树叶都拿出来。叶青想着，就将拿出来的这些红树叶都交给了药水商人。叮！药水商人好感度加50。叮！完成药水商人的特殊要求为1。叮！奖励1本生活技能书，2张药剂配方，1颗药丸。名称：生活技能书特殊炼药术。效果：学习后得到炼药资格。由于是特殊炼药术，早年间药水商人偶然得到，不需要和普通炼药术一般租用丹炉炼药，可以直接随身制药。名称：配方终极瞬间回血药剂。名称：配方终极瞬间回蓝药剂。名称：炼药术速效经验丸1000。效果：服用后直接获得1000点炼药术经验。没想到竟然获得了特殊的炼药术，而且还能够随身开启，这简直就是惊喜。叶青将炼药术速效经验丸吞下。叮！特殊炼药术提升，当前等级1级，最高10级。将另外2张配方都直接学习后，叶青就告别的药水商人，继续去交任务，将所有的任务一缴，再次升级了。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7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26点。虽然升级了，但是叶青无奈的发现，交了这么多的任务，竟然一件装备奖励都没有。不过所幸金币加起来有6枚。想到金币，叶青一拍脑袋，我去，忙忘了，说好要换钱出去给刘姐姐转账的。叶青直接原地下线，现在账户中已经有了几万的信用点。叶青直接转账了1万信用点给了柳如霜，然后喝了口水，撒了泡尿，重新上线。上线之前给柳如霜发了一条短信：刘姐姐，这1万就是房租了，之前欠的补上，然后你再给我续6个月的，另外多出的1000就算孝敬姐姐的了。重新回到游戏，叶青到广场中央找了一个空地，摆上了摊，将一些装备挂了一口架，自主交易，然后就打开了特殊炼药术的页面。叶青要试试这个炼药术的效果。叶青拿出了一批30%的红树叶，还有一些从药水商人那边买来的瓶瓶罐罐，以及那些沿途采摘的药材。幸好我有良好的习惯，雁过拔毛，寸草不生。习惯收集的叶青学习了采集后，在刷怪中途看到有什么奇特的药材，就会花几秒钟采集一下，久而久之就存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药材。名称：终极瞬间回血药剂。限定：炼药术1级。冷却时间10秒。效果：瞬间恢复300点血量。名称：终极瞬间回魔药剂。限定：炼药术1级。冷却时间10秒。效果：瞬间恢复300点魔法值。叶青现在的血量差不多600多，普通玩家20多级最多也才400左右的样子。如此一来，这么一瓶终极瞬间回血药剂可以说就是一条命了。说到血量，叶青就又想到阿诺斯了，也要不是他送的往生之环，去哪搞到这么多的5维属性啊？叶青装备再好，也不会超过别的玩家那么多的。好了，开始做药试试。神域做药的方式和传统网游不同，以前的网游只要把材料放到系统的炉子里面点击就行了，但是神域中完全和现实中的一样，需要自己全程动手。而叶青的特殊炼药术的区别就是炼丹炉直接自带，不需要去租借系统的炼药房，一个炼药房基本上1个金币1小时。
叶青取出西兰花3朵，一点点敲碎，然后慢慢捣出汁备用，然后将幽兰草碾成粉末，然后光是材料叶青就准备了足足5分钟。叶青按照系统中药方的步骤，一步步开始着手炼制。叮！恭喜炼制成功！终极瞬间回血药剂3，角色经验加100，炼药术熟练度加100。做生活职业也会有一定的经验加成，只不过这个经验非常少。第一次就成功，更是增加了叶青的信心。叶青开始专心致志地练起了药剂。摊位上的装备都是不错的装备，一个个路过的玩家都驻足查看，装备一件件被买走。当装备卖光了，叶青迅速再换上一批。同时，因为叶青在大庭广众之下炼药，许多玩家也好奇地看叶青的炼药操作。不过他们没有炼药术，根本就看不懂叶青在干嘛，只能看得出他在炼药，并且手法非常厉害。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个炼药师。是啊，这个游戏怪物报的还有原住民买的全都是低级的瞬间回复药剂，原本以为来了主城就会有高级一点的药剂，结果发现依然只有低级的。是啊，看起来要买更好的药剂就是需要找炼药师炼制。哎，你是不知道，除了采集、挖矿这种基础的谁都可以学习，别的炼药师、烹饪师、炼金师什么的全都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获得生活技能书才可以学习，不然根本就没办法。那这个炼药师不是超级牛？等等，这个人是叶青。卧槽！叶青的名字显示位置正好和摊位的名字有一点重合，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愣是没有发现。大神啊！没想到他还有时间炼制药剂，我还以为他等级这么高一直都在不停的刷怪呢。一个个玩家都在谈论着，慢慢的叶青的摊位竟然被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叶青已经沉浸在了炼药的感觉之中。原来所谓的药材成色其实就是决定了药剂一次性做出的量，成色越好，一炉出的药剂更多，花同样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收益。叮！恭喜产生炼药暴击，产出终极瞬间回血药剂20，角色经验加400，炼药熟练度加600。叮！恭喜玩家炼药术升级，当前炼药术2级。叮！恭喜产生药剂变异，产出终极瞬间回血药剂，持续3，角色经验加800，炼药熟练度加300。接连的系统提示音让叶青机械的炼药停住了动作。什么？暴击？还有变异？名称：终极瞬间回血药剂，持续。限定：炼药术1级。冷却时间10秒。效果：瞬间恢复300点血量，同时额外10秒内每秒恢复10点血量，足足多了100点血量。做出的药剂，叶青并不清楚价格，但是他感觉这些药剂的价格可能会有点高。算了，问问沈星竹吧。叶青想了想，给沈星竹发去了私聊。第33章，拍卖行。怎么了？我在刷怪呢。沈星竹那边好像很忙的样子。叶青不好意思地说道：“打扰了呀，就是做了2个药，不知道价格，想问问你。”问我？不怕我喊价格低？沈星竹问道。有空帮我看看呗。是啥？叶青将终极瞬间回血药剂和回魔药剂的属性都发给了沈星竹。这样你做的？对啊。不可能，这才开服多久？就我知道，炼药术技能书本就产出少，许多专职炼药的才刚刚没多久达到1级炼药师，你哪有时间去炼药啊？沈星竹激动地说道。随后又接道：“叶青，打个商量，这是哪个原住民的任务吗？是不是唯一？还是说你认识已经到1级的药剂师？”叶青被一连串的问题问懵了。不是，到底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呀？这就是我炼制的，你到底知不知道价格？不知道我去找别人问了。嗨嗨，不好意思，激动了。你是不知道炼药师到底有多少，我们公会物色了很久，也才找到了一个还差1半经验才到1级的炼药师。你这个回血的药剂差不多80银一瓶，这个回魔的差不多70银，不过之后价格肯定会掉下去的，玩家平均等级越高越便宜。沈星竹说道。叶青点了点头，这个自然叶青是知道的，平均等级越高，血量越高，自然的这个需要的恢复量就不够了，自然就便宜了。但是现在来说，这个药剂可是保命符。不过这东西这么便宜的吗？我还以为至少也要1金币1瓶啥的。便宜？大哥，现在我敢肯定，90%的玩家可能兜里抽干了，凑不到30银币的好吗？爆率这么低吗？叶青想了想，自己刷怪的时候，怪物掉落好像都是必然会掉东西，玩了钱币也都是几银掉的。到了主城，叶青干脆都没咋见到过铜币，爆率肯定低啊，而且是低到令人发指。新手村就你离开之后，还有许多的玩家穿的还是新手装。沈星竹身上的装备基本都快把他最近的零花钱用干了。问到了价格，叶青就打算开始去卖自己的药剂了。谢了，知道价格我就可以摆摊卖药了。主城不是可以挂拍卖吗？虽然收10%手续费，但是节省时间啊。
你升级那么快，时间反而很多。沈星竹是越来越看不懂叶青这个人了，他死活玩命刷怪做任务升级，但是叶青却好像很闲的样子，却偏偏等级飞速增长。也对，算了，去挂拍卖了。叶青挂断语音，直接说了句：“我邮寄了药剂给你，作为感谢哈，我先挂了哦。”咦，这么小气的家伙，竟然主动送我东西了。沈星竹打开了邮件，叮，获得叶青赠送的初级回血药剂2瓶。噗，沈星竹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原住民商店打怪掉落的初级回血药剂，沈星竹背包里现在还有40多瓶呢。叶青刚刚挂断语音，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许许多多的玩家围住了，而自己的摊位已经销售一空。什么情况？由于炼药太多入迷，叶青根本就没发现已经有这么多人了。叶青大神，你刚才是在炼药吗？你是怎么办到不去炼药房就可以炼药的？叶青大神，你缺对象吗？你看我行吗？叶青大神，带我升级吧！一个个玩家如同10万个为什么加丝毫不要脸结合体一般，各种问题、求带等等轰炸一般对着叶青袭来。等等，求豆麻袋，你们都不用升级了吗？围着我干啥？叶青从人堆里关了摊位，站起来说道：“我们想让你带升级吗？”自力更生。叶青冷冷地回答了一句，直接硬生生挤过玩家，往前小跑了几步，开启了隐身。哇塞，隐身啊！叶青大神竟然已经会这么高级的隐身了，神出鬼没的，好帅啊！一个女性玩家泛着花痴看着叶青消失的位置说道。边上一个男性玩家看到女性玩家如此喜欢叶青，忍不住道：“切，装逼，明明那么高等级了，也不知道照顾新人，带新人升级。”他的话让边上的几个玩家发出了鄙夷的眼神。叶青大神凭啥带你？凭你长得丑？键盘侠。叶青一路隐身来到了拍卖行。清风城的拍卖行此时还鲜有人迹，大部分刚来主城的玩家都还在做任务升级，也没东西来卖或者有钱来买。接待的原住民将叶青接待到了控制面板前。贵客，请自行设定竞拍价和一口价。竞拍价就是一个最低价，然后玩家可以自主竞拍，最高不超过一口价。到了24小时，竞拍价的最终竞价者就会得到这件物品，而一口价则是可以直接花钱按照拍卖者设定的最高价格买走，当场买当场拿走。叶青想了想，将血药和魔药全都按照1金币的价格挂了上去，管他什么市场价，现在叶青的药剂是唯一的，自然不能太便宜。然后叶青将一口价直接设定在了2金币，总共做了4组血药3组蓝药，一组是100瓶，叶青自己各留了一组，然后剩下的全都挂到了拍卖行。既然来了，叶青将背包中的装备全都一件件挂上了拍卖行。几分钟后，叶青拍了拍手，完事收工。正当叶青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叶青，柳姐姐。没想到叶青竟然碰到了柳如霜，看着柳如霜的名字冰天雪地，这不是现在等级榜上的人吗？还真的是你啊！我本来想着应该没人会把自己现实名字用来当游戏名字吧，还在想榜一不可能是你，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柳如霜说道。叶青哈哈大笑，懒得取名了，反正谁知道是我真名呢？柳姐姐，你升级也很快吗？那肯定啊，我可也是一个职业游戏选手，只不过很可惜，因为特殊原因放弃了。柳如霜眼神暗淡了下来，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不说这些了，你有没有时间？要不带我升级？我其实挺忙的。叮，冰天雪地发来了组队申请。真是的，叶青吐槽了一句。不过想到当年自己最落魄的时候，还是柳如霜给了自己一个栖身之所，并且这几年叶青时不时拖欠房租，其实柳如霜一直都只是象征性的提一句，没有真正的催着要钱或者把叶青踢出去。叶青还是挺感谢柳如霜的。第34章，恶心的花花蝴蝶。算了，接受吧。叶青点击了接受。叮，结束组队，独行者技能解除，属性下降 30%， 幸运值降低100点。果然，组队了，独行者技能就会解除，不过取消了组队状态，独行者技能又会恢复正常。算了，带刘姐姐升级也行，这多年的照顾，带她升级也没啥。叶青看着柳如霜开心的样子，不由得笑了笑。不过说真的，独行者技能暂时解除的属性下降就算了，我依然还是强力的，但是这个满级幸运值没有了，就难受了。姐，咱们去哪链接？叶青问道。去接我2个朋友，我们发现了副本入口，准备去试试。副本？锋刃废矿副本吗？叶青怎么都没想到，柳如霜他们竟然发现了副本入口。叶青心脏一颤，这可是第1通关副本的好机会啊！如果通关了，这属于全服公告，肯定有大奖励。果然做好人是有好报的。这个副本好像要5个人才能进吧？副本都有限制，需要到达进入人数才可以，所以叶青一直都没打探过副本。每个副本第1个通关的人，叶青都想放弃了，
他一个独行侠要找人打本，其实蛮麻烦的。这么一说，叶青倒是占了柳如霜的光。放心，我已经组到人了，我是法师，一个奶妈，还有一个肉盾，一个剑士。不错，挺中规中矩的一个开荒队伍。叶青说道。柳如霜揉了揉叶青的脑袋，那必须的，我可是很专业的。别揉我脑袋，不知道男的脑袋不能揉吗？叶青一直很无奈，柳如霜总是把他当弟弟看，总揉他脑袋。哈哈，小弟弟还害羞啊？跟着柳如霜打打闹闹，终于是到了集中的地方，已经有3个玩家在等着了。光能勇士，请叫我小可爱，2个都是排行榜上的人啊，可以啊，刘姐姐。叶青惊喜地发现，嘿嘿，不错吧？光能勇士是我大学同学，以前一起参加过职业游戏选手的培训，请叫我小可爱是我的小师妹，至于花花蝴蝶，算是我朋友吧。柳如霜提到花花蝴蝶就有点情绪不同。我是12的未婚夫。花花蝴蝶看到叶青和柳如霜一起过来，本来就有点不悦，直接跳出来说道。叶青愣了愣，虽然和柳如霜不是生活在一起，但是自己这个房东姐姐，叶青也还是接触挺多的，没听她说起过有未婚夫啊，一直都是单身的样子。小子，你就是叶青？看着也不是很大嘛，小孩子一个，你升级这么快，不会是卡了什么 bug 吧？花花蝴蝶一脸嚣张的样子，让叶青皱起了眉头。多少钱开个价？花花蝴蝶突然说道。开什么价？花花蝴蝶一脸傲气地说，将你刷等级的 bug 卖给我，我出钱买。叶青直接无视花花蝴蝶，看了眼柳如霜，姐，这个人真是你未婚夫？不是。柳如霜立马否决道。就在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边上的光能勇士看不下去了，立马非常自来熟的拉了把叶青。叶青大神，久仰大名啊，来来来，哥请你喝一杯。说完就开始从背包中掏出酒水饮料，这些酒水饮料是没有任何功效的，但是游戏中会有，纯粹用来解馋的。光能勇士拉着叶青到一边轻声说道，双双跟我说过你也是自己人，就不瞒着了，这个花花蝴蝶是富二代，看上了双双，然后双双家之前做生意出了事情，所以你懂得，家族联姻，被迫订婚。光能勇士点了点头，所以这件事少提吧，你姐已经够烦了。OK。 叶青本也不是多事之人，人家的家事也管不到。柳如霜拍了拍手，好了，兄弟们准备下本了，开荒可要做好调级的准备啊。叶青看着边上的奶妈，请叫我小可爱问道，小可爱，你的治愈力是多少？200多点。叶青略微计算了一下，我的治愈力都快100多了，不过这话肯定是不能说的。叶青，你面包有吗？没有，我这里还有多的。柳如霜问道。不用，我一般懒得等。面包这些烹饪食品是脱离战斗之后慢慢恢复血量和蓝量的，价格很便宜，恢复的也多，但是很慢，还不能战斗中使用。叶青会治疗技能，又是急性子，面包啥的他懒得带。叶青和柳如霜发起了交易，放了几瓶终极瞬间回血和回蓝药剂。你这是哪来的？柳如霜看到这些药剂，立马以为是叶青拍卖行买的。我自己做的，留着备用吧，等会肯定会用到。叶青说道。柳如霜接受了交易，这玩意简直就是在喝钱啊，太贵了。叶青点了点头，贵是贵，但是开荒能不死还是别死。谢了，我就不和你客气了。5个人一路进入到了万灵森林，没想到叶青刚离开万灵森林没多久，竟然又回来了。话说你们怎么找到副本入口的？我在这里待了很久都没碰到。光能勇士立马说道，哈哈，这就要感谢小可爱了。不准说啊，请叫我小可爱，立马捂住了光能勇士的嘴。小可爱，跟我们刷怪的时候被一只蜘蛛怪吓得逃了很久，结果不小心掉到了副本的隐藏洞穴中，就这么发现了。柳如霜也笑着说道，啊，双双姐说好的不能说的，丢人死了。叶青笑着说道，这游戏太逼真的，蜘蛛怪物很大，的确很吓人，这也正常。听到叶青替自己打圆场，请叫我小可爱也是接话道，是吧，我就说嘛，那个蜘蛛那么大，我被吓到也很正常嘛。到了副本入口，原本一直在柳如霜身边献殷勤找话的花花蝴蝶对着叶青说道，小子，你应该感谢我们，要不是我们你可没有来这里得到手通的机会。叶青斜眼看了眼这个花花蝴蝶，这个男人长得就是一副猪哥样子，肥头大耳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来的底气，一直对人。光能勇士拉了拉叶青，算了算了，习惯就好了，这家伙只要和双双亲近的男的都会如此，我要不是当着他面和双双结拜，估计我也一样。我去，你还和刘姐姐结拜？第35章进入锋刃矿脉。是的啊，不然这个队伍估计就得少个肉盾了。哎，这个花花蝴蝶烦是真的烦，但是偏偏双双家欠他们家的没办法。叶青忍不住摇了摇头，也是难为了刘姐姐了。叮，发现锋刃矿脉副本。叮，锋刃矿脉副本20级可进，团队队长请选择副本难度。冰天雪地，也就是柳如霜问道，选什么难度？
初级、中级、高级、深渊。大家还没说话，花花蝴蝶就忍不住说道：“直接深渊吧，选个毛！”众人翻了个白眼。所谓的开荒，就是副本中的所有怪物属性、BOSS 特性、技能，还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和 bug 等等都不知道，很可能就是以死亡为代价。因此，开荒不可能选择最高难度的。先初级的吧，一天可以进去3次，稳妥点先初级，抢了手通再说。叶青很清楚手通的好处，因此还是选择了稳妥的方式，调级也不是自己想要的。花花蝴蝶对于叶青的选择嗤之以鼻，还等级榜第1，胆子竟然这么小，笑死人了。姐，进去吧。叶青直接选择无视这个沙比。叮！进入锋刃矿脉初级副本，团队成员5人。副本里面一片幽暗，这里曾经是一个矿脉，如今矿脉中已经破败不堪，到处飞舞着灰蒙蒙的灵魂，灵魂还时不时发出呜呜的哀嚎。整个矿脉中到处散落着废弃的矿石，还有各种坏掉的轨道车，整个场景让人忍不住胆寒。怎么又是这么恐怖的场景？请叫我小可爱所在。柳如霜身边说道，听声音都能听出有颤抖的感觉。柳如霜虽然胆子大一点，但说到底还是女孩子，脸色也有点发白。不自觉的柳如霜靠向了叶青的方向，这让花花蝴蝶看见更加的不爽。光能勇士抬起盾牌，我来开道吧，小心点。柳如霜提醒道。花花蝴蝶看柳如霜的样子，直接长剑一抬，小心个屁，只不过一个初级副本，慢悠悠的浪费时间，我来开路。花花蝴蝶变现的一副要当指挥的样子，一马当先冲向副本内。刚跑出不到几步，地面开始隆起一个个鼓包，只不过2秒不到，一大堆的怪物就如雨后春笋一般从地里钻了出来。矿脉盗贼、矿脉治疗者、矿脉法师、矿脉战士，一大堆如同骷髅一般的怪物拿着各种武器站起了身。花花蝴蝶贸然的举动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至少超过10个怪物从地下一钻出就开始反动攻击。小心！完蛋了！隐身！叮！花花蝴蝶死亡，减少经验 20%。叮！光能勇士死亡，减少经验 20%。叮！冰天雪地死亡，减少经验 20%。一下子队伍中的3个玩家就死亡了，直接灵魂从副本门口跑尸过来，损失了 20% 的经验。副本中如果是跑尸复活，只会损失 20% 的经验。叶青拍了拍心脏，幸好我反应快，直接隐身了。请叫我小可爱，也心有余悸的说道，幸好我走得慢，在最后面回到了副本门口的安全区。光能勇士看到自己损失的 20% 经验，心疼无比。花花蝴蝶，你干嘛？哪有你这么打副本的？神域升级的困难程度和暴率一样，难得很。光能勇士能够升级上来，完全是自己没日没夜玩命刷怪才换来的。这 20% 的经验，他要刷多久怪啊？花花蝴蝶非常无所谓的说道，我有不知道，你们也不说，怪我呀。随后还吼了一句，不就是一点经验吗？大不了老子补偿你，你装神妖逼啊，竟敢来质问我。花花蝴蝶升级基本都是靠花钱找人带的，所以他都没怎么动手砍过怪，经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喝水差不多。我装逼？光能勇士都快炸了。哎，算了算了，别吵了，重新来过吧。冰天雪地无奈的过来打圆场，但是从眼神里面也看得出，他也极度厌恶花花蝴蝶。叶青无奈，一个队伍里面有一只搅屎棍真的是烦恼，这也是叶青一直喜欢单干的原因。算了，我来开路吧。叶青说道，本来就应该是刺客干的事情。花花蝴蝶嘴巴依然不停，叶青直接选择无视，聋子不听狗叫。叶青拿出了平凡之弩，从侧边绕过去，慢慢计算好攻击距离，对着矿脉治疗者射了一箭，箭支发射的瞬间开始慢慢后退，正好卡住了仇恨值，只触发到了一只矿脉治疗者的仇恨。请叫我小可爱眼睛一亮，距离把控完美，副本的怪物仇恨都是连锁的，竟然能够通过技术只单拉出一只，这技术高超啊！叶青后退，光能去顶一下。好，盾击！光能勇士冲上去，对着矿脉治疗者就是一个盾击，盾牌结结实实的撞在矿脉治疗者身上，叮，造成32点伤害。伤害这么低？叶青忍不住说道。光能勇士回过头，这不是挺高的了吗？我是肉盾，力量不佳的，这点已经算很高了。火球术，冰天雪地，一个魔法技能丢出，叮，造成73点伤害。这只怪魔法防御挺高的，一般的怪我差不多可以造成100点不到的伤害。叶青无语了，难道自己超过别的玩家这么多了？叶青走上去，默默地平砍了一匕首，叮，造成344点伤害。众人全部惊到了，我靠！光能，你干嘛呢？仇恨到我身上了！叶青惊呼着喊道。光能勇士连忙放技能拉仇恨，结果发现怪物的仇恨竟然非常稳定的在叶青身上。我没有引仇恨的技能，你伤害太高了，我替不住啊。算了，你换个双手武器，全力攻击吧，
我来拉仇恨吧。叶青无奈只能全力攻击，同时开始游走躲避怪物的攻击。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叮，受到矿脉治疗者攻击，受到65点伤害。果然没了幸运值，就算是叶青的技术闪避属性也很难触发了。微光治疗。叮，受到治疗，恢复65点血量。叶青点了点头，小可爱治疗还是不错的。那必须的，我这个奶杖可是一个 BOSS 掉落的精良装备呢。看起来你们这个组合还不错，还能够搞定 BOSS 啊。第36章高输出叶青。光能接话道：是啊，主要冰天雪地的智慧高，我们找魔防低的小 BOSS 打还是问题不大的。小怪挂了，副本的小怪血量就是厚，经验比外面的怪物更高一点，爆了差不多80个铜币。众人看到有80个铜币，里面兴奋起来。果然副本爆率高啊，竟然有80个铜币。是啊，平均下来也有16枚铜币一个人了，系统直接自动就分好了。叶青无奈的想，果然没了独行者技能，爆率就低了许多呀，铜币都出来了，太心酸了。花花蝴蝶则是一脸嘲讽的说道：一个个穷鬼，几个铜币就这么兴奋了。叶青抱着手臂，一脸笑意的说道：咱们和有钱人的确是比不过啊，不过战斗的时候，有钱人也就只能躲在一边666，可悲啊。光能勇士哈哈大笑着说道：刚才好像就碰到了这么一幕。受到了叶青的冷嘲热讽，花花蝴蝶对着叶青吼道：姓叶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不才，在下算你大爷，来乖孙子，叫大爷。叶青不喜欢吵架，不过只要吵起来，绝对是对天对地对到你怀疑人生。花花蝴蝶一个富二代，何时受到这种侮辱，立马拔剑想要砍叶青。妈的，我杀了你！冰天雪地无奈的说道：好了，别吵了，快点攻略副本吧，再慢点，别人说不定很快就要发现副本了。既然冰天雪地这么说了，叶青自然也不多说什么了。只不过花花蝴蝶恶狠狠地瞪了叶青一眼。好了，现在战斗过了，大致也清楚了。光能现在没有仇恨技能，我输出太高了，仇恨很容易抢走，所以光能干脆就换上双手剑输出吧，随时切换从旁辅助。冰天雪地的战斗力不错，魔法伤害高，小可爱的奶量也不弱，打本肯定是没问题了，我们直接推进吧。冰天雪地说道：叶青，你来指挥吧，我们听你指挥。叶青点了点头，嘿嘿，姐姐的房租到时候给我打个折哈。去你的，你现在还差那点钱。嘿嘿，勤俭持家吗？花花蝴蝶看着叶青和柳如霜说话，就气不打一处来，心中暗骂狗男女。我直接去拉怪了，小可爱奶好我。没问题。叶青弩箭卡好位置，对着2只怪物射出2箭，然后后退，时间仇恨卡得完美无缺。2只怪物，一只远程，一只近战，对着叶青就是2个技能攻击。叶青一个滚翻，直接闪避完成，匕首一抬，技能释放。叮，月光斩造成374点伤害。叮，月光斩造成433点伤害。叮，闪影造成687点伤害。光能勇士无语的表示，自己完全可以打酱油啊，每次攻击也就造成了差不多30多点的伤害，仿佛在开玩笑。看到光能勇士消极怠攻，叶青喊道：光能别划水，加速输出，多一点是一点，我快饿死了，搞定了我就要去吃饭了。哦，好的。叮，受到矿脉盗贼攻击，受到79点伤害。叮，受到矿脉法师攻击，受到137点伤害。果然叶青魔抗相对较低。微光治疗，请叫我小可爱技能释放。叮，回复120点血量。有了奶妈后面回复，叶青倒是也不用考虑什么闪避属性触发不出来的问题了，只要玩命输出就够了。叶青现在的血量和防御也完全可以比得过普通的肉盾玩家了。高额的输出下，2只怪物很快就躺到了地上，变成了尸体。有个大佬在就是舒服啊。光能勇士说道：我防御低，攻击虽然高，但是关键时候还是需要你来顶，看看运气能不能出个战吼或者怒吼。怒吼、战吼这些仇恨技能输难啊，技能输爆率比装备还低。光能勇士无奈的说道。越是跟普通玩家接触，叶青越是觉得自己的独行者技能的变态。叶青看了眼前方，思考再三，还会说道：我去跑一圈，把前面的怪全都触发出来再说。叶青直接跑动起来，一路向前，没有丝毫停歇，然后跑到前方洞口位置，再次快速折返。地面上一个个鼓包隆起，大量的骷髅、腐尸都从地下爬了起来。竟然有这么多怪！光能勇士倒吸一口凉气，如果刚才真的听了花花蝴蝶的，估计死多少次都不知道。叶青回到队伍中，直接开启了潜影技能，将仇恨全部清除。原本追着叶青的几只怪物也恢复到了傻愣愣站着的状态。好了，一批一批杀过去吧，第一个 BOSS 应该就在门后面。之后几人开始快速清理怪物，在叶青的高输出下，只不过10几分钟时间，这些怪物全都被清理干净了。因为叶青一次性将怪物都引了出来，节省了许多的时间。
怪物爆出了一种叫副本碎片的东西，但是却没有任何属性。先留着吧，到最后随机 roll 吧。叶青说道。冰天雪地摇了摇头，这东西给你吧，主要输出就在你，我们是占了你的光，不然我们连这一批怪物都杀不掉。叶青含蓄的挠了挠头，嘿嘿，主要小可爱奶量也足，不然我也顶不住这么多怪。几个人将掉落都收拾了一番，叶青发现竟然只掉了7枚银币的样子，装备更是只有区区的3件。叶青都已经不忍直视了，太惨了，普通玩家的生活简直是太惨了。倒是光能勇士几人激动不已，在外面刷怪几百只或许都不会出1件装备，可是副本里面竟然几十只怪就出了3件装备，还有2件是精良的。进入到了洞穴之中，就是一个破败不堪，仿佛随时就会坍塌的矿洞。只不过这个矿洞异常大，就好像是一个大殿一般。我仿佛嗅到了活人的气息，一声如同被卡住脖梗发出的低沉声音发出，让2个女生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竟然直接触发 BOSS 了。光能勇士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一只小怪，一般不都是先有小怪清理的吗？神域和普通网游不一样，不要用以前的那种模式来想这个游戏的了，准备战斗。冰天雪地说道。仇恨既然已经触发了，直接上吧。叶青说道。BOSS 已经慢慢出现了身形，整个 BOSS 脸上烂肉挂着，样子甚是吓人。第37章副本套装，名称矿工头目，品质稀有，等级25，物理攻击300，魔法攻击17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200，技能矿产敲击，造成100%物理伤害，有一定概率眩晕3秒，冷却时间30秒。介绍：曾经的矿脉头目，由于矿脉被邪恶力量腐蚀，矿工头目心中的邪恶被释放，彻底沦为黑暗的奴隶。虽然就一个技能，但是攻击很高，如果被打斗一铲子也是残了，还眩晕3秒，基本被技能打到就完蛋了。叶青说着，但是已经发动了攻击。这只 BOSS 没什么技巧，多好技能，硬刚切割，技能放出，造成了大量伤害， BOSS 仇恨立马就稳稳地控在叶青身上。我个劳碌命啊！叶青感叹了一句，在 BOSS 周围上蹿下跳，绕着 BOSS 转圈圈，而别的人全都全力输出，根本就不用考虑仇恨混乱的问题。小蚂蚁们，接我一铲！叶青大喊一声，撤！众人反应极快，迅速躲闪，但是花花蝴蝶反应慢半拍，直接被一铲子拍在脑门上。叮！花花蝴蝶受到攻击，受到298点伤害。我去，这么脆！小可爱，快点奶我啊！花花蝴蝶竟然直接一路小跑，跑到了奶妈身边。叶青异常无语，幸好 BOSS 的仇恨非常稳定的在叶青身上，不然花花蝴蝶这样受到 BOSS 攻击，很可能已经有了 BOSS 仇恨，就这么跑到奶妈身边，就是在害奶妈。光能勇士无奈的耸了耸肩，表示这没有办法，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叶青攻击高， BOSS 的血量很快就被消减的所剩无几了。光能，你的盾用的技术相当不错呀，6次技能，你竟然可以格挡掉3次，格挡每次可以抵消1半的伤害，而且还免疫一切控制。叶青说道。光能勇士躲开 BOSS 的一下攻击，回答道：你更强啊，我是肉盾，只要盾牌算好时间顶就行了。你竟然可以触发闪避属性，要知道我玩这游戏这几天一次闪避都没触发过。行了，2位大神，别商业互吹了， BOSS 要挂了。BOSS 的血量很快就见了底，没想到 BOSS 死亡前竟然哀嚎了一声啊，我死不瞑目啊，然后就挂了。没想到越是等级高 BOSS 怪物都越来越拟人化。请叫我小可爱，看着自己的经验惊喜的说道，竟然直接涨了40%的经验。光能勇士看了眼自己经验条，我也是爷，这里经验真丰厚啊，我只有20%。叶青无奈的表示道。叶青等级已经很高了，所以得到的经验自然也少了许多。但是叶青的话在花花蝴蝶看来就是为了装逼，切，就知道装逼。叶青斜了眼花花蝴蝶，有的人名字骚气，嘴巴也在不停的喷粪，兄弟啊，你真的是可以啊？请叫我小可爱问道。他可以什么？叶青接话道，一个人把骚、贱、臭、丑全部结合了，你说可不可以？冰天雪地都被叶青的话逗到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得不说，叶青说的非常准确，这些特性的确是花花蝴蝶这个人有的，只不过之前众人都不会直接说出来而已。花花蝴蝶受到了侮辱，整个人都处于暴怒的边缘，伸手指着叶青，大声吼道：叶青，别他妈以为你游戏玩的不错就可以装逼，我他妈现实中要弄死你分分钟，就算死游戏里我要弄你也有的是办法，你最好给我小心点。花花蝴蝶一副要动手的样子，冰天雪地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拦在叶青身前，姓刘的，你差不多得了，叶青是我弟，我请他来帮我们下本，你从开头就一直对他冷嘲热讽，你还想如何？想要动手，你敢动一下试试？光能勇士看要吵起来了，立马劝架，
算了算了，别吵了，分装备了，这里好多东西呢，别吵喽。花花蝴蝶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了。对于冰天雪地，花花蝴蝶还是不想闹僵，这个女人可是他看上的。名称：矿脉之华，部位：上衣，品质：精良不假，等级20，限定：元素，物理防御110，魔法防御200，智慧50，精神40。3件套装效果：智慧加100。5件套装效果：释放速度正10%。7件套装效果：当受到伤害时，有一定概率触发连续的落泪，给攻击者造成100%的魔法伤害。我的法师套！冰天雪地激动地说道。叶青拍了拍冰天雪地，姐，别激动，这只不过是副本套而已，不过第一个 BOSS 就能出也不错了。嘿嘿，我手气还不错吧？光能勇士立马邀功，羡慕啊！请叫我小可爱说道。叶青想，如果自己一个人，估计这个 BOSS 死了直接就是大爆了，这才出了这么点装备，和平时完全没办法比对啊。不过看冰天雪地他们这么开心，由此可见，的确是很难得出这么些装备了。还有装备呢，名称：矿脉之光，部位：护腿，品质：精良板甲，等级20，限定：铁壁，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180，体质80。3件套装效果：体质加100。5件套装效果：仇恨值加100。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时有一定概率嘲讽敌人，使其无条件攻击自己。你大爷的，苍天啊！我的装备！光能勇士刚还劝冰天雪地别激动，这回就差没直接抢装备了。叶青无奈地摇了摇头，光能啊，控制下你的口水，太没见过世面了。得，又疯了一个，走吧，没装备了，继续前进吧。花花蝴蝶在背后嘟囔了一句，竟然没有我的装备。得到了装备，几人更加卖力，一路上披荆斩棘，碰到的小怪都在叶青的高攻击下快速清理。原本应该非常困难的副本，因为强力的叶青反而变得轻松无比。很快，众人就走到了路途的尽头，一处断崖。谁能想到在矿洞中竟然会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断崖？断崖正中间连接着一段矿车轨道，看着的确是能够走过去的，但是下面深不见底的断崖明显也不是吃素的。小心点吧，这个铁轨不知道能不能承受我们走过去。叶青提醒道。光能勇士道，那个轨道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还是小心点吧。叶青刚说完，花花蝴蝶非常不屑地说道，能有个屁的事情。叶青忍无可忍，直接骂道，闭嘴，你个傻逼。第38章坑货。姓叶的，你他妈敢骂我！叶青真的有点忍不住了，要不是因为看在冰天雪地的面子上，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早就一刀把这个蠢货给砍了。叶青可不是什么善茬，要知道曾经他惹出的麻烦。叶青，我们小心点吧，慢慢通过，别的地方也没看到有路。请叫我小可爱说道。5个人小心翼翼地走上了铁轨，踩在铁轨上倒是感觉到这个铁轨也还算牢固，但是叶青小心的性格还是提醒众人注意点，至少不要不小心掉下去了。磨磨唧唧，这个铁轨这么牢固，还这么小心干什么？花花蝴蝶用力跺了跺脚，表示这个铁轨不会很牢固吗？然后话音刚落，铁轨竟然剧烈颤动起来。不好，快跑！叶青大喊一声，想要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铁轨连1秒钟的时间都没坚持到，直接轰然爆炸，5个人硬生生摔落，狠狠砸在断崖底部地面，所有人的血量直接削减了大半。我的老腰啊，疼死我了！叶青的痛感是开满的，这一下真的是疼痛不已。5个人刚站起身，在这个小坑内竟然开始刷怪了，一只只怪从地面隆起爬出。这个地下位置是一个圆形的场所，就好像一个斗兽的牢笼差不多。刷怪了，快吃血药回血。名称：泥潭小怪，品质：普通，等级10至18，物理防御30，魔法防御40，物理攻击200，魔法攻击200。叶青一看，这些怪物攻击虽然很高，但是竟然防御和血量极低。你们都别动！叶青说了一声，就开始绕着洞穴快速跑动，吸引已经爬起来的怪物仇恨。很快，10几只怪物的仇恨都在叶青身上了。叶青走位跑动，将这些怪物都聚到了一起。月光斩，叮！触发圆月斩，一片伤害数字闪过，所有的泥潭小怪直接被秒杀。光能勇士感叹：幸好我们这里有一个能够骗杀的大神啊！冰天雪地瞪了光能勇士一眼，哼，我不会 AOE 技能，还真是对不起了呀。光能勇士才反应过来，一般的 AOE 范围攻击都是法师的专长，但是冰天雪地还没有范围攻击。嗨嗨，大姐，我错了。大姐，不对，萧姐姐，
叶青忍不住感叹道：“你的求生欲极强啊！哎，不强都不行啊！我们工作室里面基本都是女生，我一个男的，求生欲不强早就完蛋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工作室？你们不是临时组合的吗？叶青突然问道。之前冰天雪地说了，他们是临时组合的。光能勇士立马将叶青拉到一边：“嘘，别让那个沙比听见。刘姐姐是要组建工作室，赚取资金，然后脱离家族的安排，解决家族里面的资金问题。”你猜到了？光能勇士没想到叶青这都能猜到。叶青说道：“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面标准的剧情套路吗？好像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剧情来源于生活嘛。”冰天雪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想想看怎么上去吧。这附近一点能够借力往上爬的都没有。叶青刚才在引怪的时候就已经在注意周围了。你们看，这些周围都有积水，并且还有水在往上一点点冒，所以我们可以用挖矿技能将附近的这些石头挖开，应该会有水出来。”花花蝴蝶一脸鄙夷地说道：“挖水干嘛？你要喝？”叶青翻了个白眼：“请叫我小可爱。”立马明白了叶青的意思，这里是副本，应该本就是这么设计的。这个水出来了，能够把我们都拖起来。冰天雪地说道：“可是我不会游泳啊。”光能勇士表示：“我也不会。你们不知道游戏里面3分钟内都有闭气条吗？往上游就行了，这是在游戏，又不是在现实中。”随后5个人开始到处找能够挖掘的出水位置，很快水就从各个挖掘开的洞口向上喷涌。几分钟后，水已经淹没了这个深坑，将叶青等人慢慢往上拖了。叶青踩着水说道：“好了，可以上去了。”一回头，救命啊！冰天雪地在水里大声喊道。光能勇士已经咕噜咕噜吐出泡泡，一副要昏过去的样子了。而花花蝴蝶干脆已经沉到水底了。请叫我小可爱，踩着水浮在叶青身边。咱们一个人一个捞人吧。坑爹啊！叶青和请叫我小可爱2个人将3个祖宗都背上了岸。原本叶青考虑把花花蝴蝶淹死在下面算了，后来一想，这尼玛是游戏淹死了就复活点重新复活了，还得等他跑尸复活，简直是浪费时间。无奈还是把这家伙拉了上来，只不过不是背上来的，而是抠着他的鼻孔一路游上来的。各位，加快一点速度吧，再不快点，我真要饿死在床上了。叶青怎么都没想到跟着这个队伍刷本竟然如此慢，他想着下次还是外面安安稳稳刷怪吧，不要跟普通玩家下本了，至少也要找个战斗力异常强横的队伍才行。冰天雪地也是非常不好意思的说道：“那啥，咱们加快速度吧。”一路上爬出来的怪物都被叶青用最快的速度给击杀，很快就来到了一扇栅栏前。栅栏上的铁锁已经彻底风化碎裂了，散落在地上。叶青推开铁栅栏，看到前面是一个通道，通道里面布满了怪物。叶青大致数了下，可见的怪物差不多20只左右，但是里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小怪，名称：矿脉疯狂者，品质：精良，等级25，物理攻击300，魔法攻击70，技能：疯狂。矿脉疯狂者嘶吼一声，附近所有的怪物都进入疯狂状态，所有属性提升50%。应该都懂的吧？叶青说道。除了花花蝴蝶，别的3人都点了点头。什么懂不懂的，直接杀不就行了？花花蝴蝶说道。叶青无奈地摇了摇头。光能勇士解释道：“必须先集火秒杀掉那只矿脉疯狂者，不然全部属性暴增50%，就算叶青再能够打得过，也会很麻烦，非常浪费时间。”叶青说道：“光能这次靠你去替了，你先把别的怪引开绕圈。”光能勇士想了想说道：“不行，我的移动速度太慢了，肯定会被追上。”第39章女飞贼。几个人看了眼花花蝴蝶，这里就他是剑士，皮甲职业，也属于移动速度比较快的职业。嘿嘿，这个时候需要我了。叶青，你求我呀！叶青翻了个白眼，这种人刚才他还抱有那么一微丝的希望。啊呸！光能，你来了阿怪，小可爱，你就盯着光能加血就行了，我自己吃药。哼，我看你们怎么死！花花蝴蝶直接抱着剑走到了一边，直接坐下，开始吃只能解决口腹之欲的食物。叶青皱着眉看着冰天雪地，姐，这样的垃圾你竟然也能忍，能不能踢了？冰天雪地叹了口气，看着冰天雪地无奈的表情，叶青摇了摇头，算了，准备动手吧。姐，你和我一起集火矿脉疯狂者。3、2、1，动手！4人同时出手，光能技术非常不错，几个非常准确的卡位跑动，直接将怪物的仇恨全部拉走。月光斩、闪影、切割、寒冰剑、火球术。叶青和冰天雪地2个人所有能够攻击的技能瞬间宣泄在矿脉疯狂者身上。矿脉疯狂者只不过是一只小怪，技能麻烦而已，哪里经得住如此摧残，瞬间就被秒杀了。搞定，幸好只不过是一只小怪。叶青说道。不对，那边还有一只。
冰天雪地指着怪物堆的角落里面，赫然还有一只矿脉疯狂者。更加惨的是，这只矿脉疯狂者因为光能路过，已经被触发仇恨了。不好，他放技能了！冰天雪地大喊一声，只见矿脉疯狂者一声嘶吼，边缘经过的那几只矿脉怪物全都跟着一起嘶吼了一声，然后速度飙升。光能勇士原本的速度还能够勉强少受到点伤害，结果后面的几只怪物全都属性暴增，反而超过了前面的几只怪物，很快就追上了光能勇士。光能，快跑过来！叶青喊道。但是光能勇士的血量已经快要见底了，请叫我小可爱，也焦急地说道，我奶不过来了。叶青迅速丢给了光能勇士2瓶终极瞬间回血药剂。生机，叮！光能勇士回复血量60点，叮！光能勇士回复血量60点，叮！光能勇士回复血量60点。幸好叶青有往生之环，升级的时候精神属性也在增加，造成了治愈力也增加了，治疗量相当不错。光能勇士也反应很快，接到终极瞬间回血药剂，马上喝下，也不管贵不贵，先把自己的血量拉起来再说。快攻击治疗者，然后再攻击法师、盗贼和战士，是物理的，光能的防御顶得住。叶青喊道，随后自己狂奔而出，杀向角落里的矿脉疯狂者，一套技能出了一个暴击，将矿脉疯狂者杀掉，转身又追向光能勇士的方向。光能勇士喊道，叶青，那几只提升属性的攻击太高了，太痛了。来了，掠影！叶青发动了幽影之魂的另外一个技能，速度飙升，迅速来到光能勇士身边，连斩！叮！连斩3次，造成1053点伤害，秒杀了一只矿脉法师。请叫我小可爱，看着叶青的伤害，不由自主地说道，人家法师打出的伤害也才几十点，不过叶青一个技能都已经上千了，正常。叶青可是大神，普通人可比不过。光能勇士一边逃跑，一边还不忘夸叶青一句。而此时的花花蝴蝶坐在一边，看着叶青手里的匕首，眼睛里闪过一丝寒光。10几分钟后，叶青带走了最后一只怪物，光能勇士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天啊，累死了！我跑路一个马拉松。请叫我小可爱，看着他说道，你累啥呀？这是在游戏里，怎么能不累？这是精神上的累啊。叶青悠悠地说了一句，我更累。要知道，叶青又要攻击，又要躲避技能，又要跟着光能勇士一路跑。光能勇士立马拍了拍身边的空地，来，大爷过来，我给你揉揉肩。看了眼地上这么多小怪，装备啥的都没有，就出了点副本碎片，都给了叶青。至于几个银币，直接系统平分了。总的算下来，叶青亏了2瓶终极瞬间回血药剂，不过这点叶青倒也无所谓，换点经验还是很值得。终极瞬间回血药剂虽然卖得贵，但是叶青自己能炼制，也不用在意。好了，接下来就是第2个 BOSS 了，都打起精神。叶青说道。冰天雪地看了眼叶青，要不这样吧，大家先下线吃点东西，身体也需要注意得。光能勇士挠了挠头，我是吃了饭来的呀。请叫我小可爱，拉了一把光能勇士。你是吃饭了？叶青还饿着呢。花花蝴蝶看冰天雪地这么关心叶青，暗戳戳的说了句，下线吃饭难道还要我们等？浪费时间。冰天雪地瞪了花花蝴蝶一眼，但是还是忍住没有发作。叶青摆了摆手，算了，先刷吧，刷完再吃。其实叶青已经不太想要跟这个团队刷了，应该说有这个花花蝴蝶在他不想，光能勇士和请叫我小可爱技术啥的都还是不错的。既然叶青也说了下线吃饭了，众人也就继续了。进入了下一个矿洞，看到的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声清冷的女声突然发出了声音，来者何人？竟然是一个穿着非常像忍者的女飞贼，竟然是个妹子，腿挺长，不过是个飞机场。光能勇士点评道，叶青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喂，我们女孩子也在呢，请叫我小可爱说道。没想到女飞贼竟然也说话了，黄口小儿竟然口出秽语，找死！女飞贼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消失。叮！光能勇士格挡成功，受到200点伤害。我去，格挡成功了，竟然还受到200点伤害。光能勇士吓了一跳，如果没有格挡到，直接就是400点血啊！小可爱，快奶他！光能，你多攻击一会，稳定仇恨。叶青说道。叶青和冰天雪地往后退了一点，准备等到光能勇士仇恨稳定了再上。名称：女飞贼，品质：稀有，等级：25级，物理攻击500，魔法攻击0，物理防御207，魔法防御132。技能1：影步，瞬间消失在原地，出现在指定的敌人背后，发动攻击。技能2：踏空，丢出烟雾弹，踏空隐藏。技能3：踏空爆，在踏空状态下丢出大量炸药，造成100%物理伤害，同时产生击倒效果。
技能4，偷窃之手，有一定概率从目标身上偷取一件物品并使用，此技能只会在血量低于 5% 使用。竟然足足又4个技能。第40章，一个金币弹死你。这也是现在为止叶青第一个碰到得有4个技能的 BOSS。这种高敏捷能力强的 BOSS 没有特定的办法，只能使用传统的 BOSS 打法，就看光能勇士能不能顶住了。都是刺客，这个 BOSS 和叶青的攻击方式差不多，但是 BOSS 更为强大，不停的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光能勇士背后。幸好光能勇士经验十足，只要 BOSS 一消失，马上转身盾牌格挡，加上叶青和请叫我小可爱2个人乃亮足。虽然女飞贼的确强力，次次都让光能勇士在死亡边缘徘徊，但是幸好刺客类型职业就算是 BOSS 一样都是脆皮。叶青的高输出让 BOSS 的血量飞速下降，而光能勇士的仇恨因为叶青的计算，前期单独打了 BOSS 许久，因此非常稳定。一路上叶青一直都在研究，一个肉盾战士在没有仇恨技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稳定控制仇恨。结果叶青发现，只要每次肉盾战士先攻击怪物一会，将怪物的血量压下 2% 左右，仇恨就会变得非常稳，就算是叶青的高输出，也短时间内无法夺取仇恨。当然，叶青每次攻击的间隙都需要停顿一会。很快 BOSS 的血量就被削减到了 40% 的样子了。小小之辈，尝尝我炸弹的威力。女飞贼发动了踏空技能，唰的就跳到空中，然后隐身在了一片烟雾之中。随后漫天的炸药纷纷掉落。叶青大喊：快跑！光能勇士原本就是仇恨中心，已经来不及了，而另外的小可爱和冰天雪地本就在外围，叶青提前预判一个滚翻就离开了范围。范围内只剩下了花花蝴蝶和光能勇士。小可爱全力奶光能生机，光能喝药。叶青和请叫我小可爱拼了命的给光能勇士回血，光能勇士也毫不客气的拿出血药就喝。满天的炸弹落到地面，发出了剧烈的连锁爆炸，刹那间就把花花蝴蝶和光能勇士笼罩其中。爆炸的烟尘让2个玩家都消失在了叶青等人的视线。所幸这是游戏中，不然这种强烈的爆炸，这个矿洞100%会崩塌，全体被活埋。太惨了，叶青感叹道。幸好你们的治疗给力啊！光能勇士从烟雾中冒出头，此时他的血量已经只剩最后一丝了。生机，微光治疗，2个治疗技能丢出，慢慢将光能勇士的血量抬了起来。而花花蝴蝶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妈的，你们竟然都不给我治疗，害我掉经验！花花蝴蝶怒道，他觉得这都是叶青故意的。你自己反应慢怪谁？肯定优先奶肉盾啊，奶你有毛用？叶青说道。小可爱也点了点头。可是花花蝴蝶可不管，妈的叶青，我特么记住你了，跑尸吧二傻子！副本的复活点就在进本的地方，灵魂跑图可以直接沿着路途一路跑过来，就算是在水上也可以一路跑，但是需要从头跑过来。4个人继续攻击 BOSS， 有了之前的经验，众人打得更加快速。很快女飞贼的血量被压到了 5%。 叶青提醒道，我先撤退下，我东西太多了，被偷去了就麻烦了，你们先攻击，我从旁辅助。叶青脱离近战攻击，开始用月光斩和闪影远程攻击。果然到了 5% 的时候，女飞贼使用技能了，偷窃之手。叮！冰天雪地被偷窃了一个金币。没想到女飞贼的偷窃之手竟然还可以远程，离得老远的冰天雪地竟然被偷了。叮！女飞贼对光能勇士使用1个金币。原本以为偷去1个金币最多也就损失了1个金币，没有后续攻击了，结果女飞贼竟然将偷去的金币对着光能勇士的脑门就这么一弹。叮！光能勇士受到金币伤害，已死亡。我勒个去！快点全力攻击！可怜的光能勇士的哀嚎声已经遍布了队伍的聊天语音。光能，别嚎了，快点过来吧！叶青说着，一匕首将 BOSS 放倒。叮！恭喜击杀女飞贼！ BOSS 死亡的瞬间，刷刷2道光芒，冰天雪地和请叫我小可爱双双升级。叶青发出了羡慕的声音。冰天雪地笑着说道，你羡慕啥？你都27级了，我们才刚刚21级。叶青傲娇地说道，那也羡慕。光能勇士一边跑尸一边哀嚎着说，你们考虑下我的感受啊，我没吃到经验还掉了 20%。 叶青哈哈笑着开始摸装备了。叮！获得2件布甲，1件皮甲，1件板甲，1枚金币，20块副本碎片。叶青无奈地说了句，东西还挺多，心里想着，坑爹啊，一个 BOSS 才出了这么点玩意。名称：矿脉之华，部位：护腿，品质：精良布甲，等级20，限定元素，物理防御90，魔法防御150，智慧40，精神30。3件套装效果，智慧加100。5件套装效果，释放速度正 10%。7件套装效果，
当受到伤害时，有一定概率触发连续的落泪，给攻击者造成100%的魔法伤害。名称：矿脉之华。部位：护肩。品质：精良不假。等级：20。限定：元素。物理防御70，魔法防御120，智慧40，精神10。3件套装效果：智慧加100。5件套装效果：释放速度正10%。7件套装效果：当受到伤害时，有一定概率触发连续的落泪，给攻击者造成100%的魔法伤害。姐，你的3件套效果出来了。叶青将2件布甲给了冰天雪地，多亏你啊，多谢了。冰天雪地接过装备，直接更换上了新的装备。名称：矿脉之光。部位：袖套。品质：精良板甲。等级20。限定：铁壁。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60，体质30。3件套装效果：体质加100。5件套装效果：仇恨值加100。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时有一定概率嘲讽敌人，使其无条件攻击自己。光能，你快点出你的袖套了，副本装备绑定的不能捡，等你来捡，快点，等会刷新掉了。叶青说道。光能勇士气喘吁吁的说道：我吃奶的劲都用上了，等我呀，我的袖套，还有件皮甲，嘿嘿，我看看。副本的防具叶青兴趣不大，不过暂时性的也可以使用下。名称：矿脉之影。部位：护手。品质：精良皮甲。等级20。限定：格斗。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80，力量50，敏捷30。3件套装效果：力量加100。5件套装效果：暴击伤害加0%，5%。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有一定概率增加10%物理穿透。第41章，矿脉石巨人。属性中规中矩，护手暂时还是没，正好可以用。叶青刚想拿，就听到花花蝴蝶喊了一声：这是我的。花花蝴蝶正好跑尸复活了，请叫我小可爱就忍不住了。你全程打酱油，都是叶青在玩命，你还有脸要装备？花花蝴蝶瞪了小可爱一眼，谁说我打酱油的？我打酱油我会死，你怎么能这样？叶青直接说道：那来 roll 点吧。叮，叶青87点，花花蝴蝶88点。roll 点一完成，装备就直接自动到了花花蝴蝶身上。运气差了点，就等光能过来捡了东西继续吧。哈哈，叶青没拿到装备是不是很不爽啊？哈哈，花花蝴蝶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叶青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倒是请叫我小可爱看到花花蝴蝶的样子，气得要死。冰天雪地无奈地对叶青说了句：叶青别生气。叶青摇了摇头，这不一件副本装而已，没事。等待了光能勇士复活，捡了装备，众人准备继续前进，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竟然没有出口。光能勇士摸索了半天，没看到出口，也没看到什么暗门，找了许久，的确是没有找到什么出口。倒是小可爱在边上找到了一大筐的炸药，这些炸药和矿石堆在一起，没认真找环真不容易发现。叶青眼睛滴溜一转，都去敲敲墙壁，看看有没有空的，用炸药把那里炸了。花花蝴蝶立马说道：你疯了，如果这里塌了怎么办？叶青无语的看了眼这个沙比，哥们，这是游戏，刚才女飞贼丢炸弹，你看这里塌了吗？游戏怎么了？这么逼真的游戏，说不定设定的和现实一样呢。刚才女飞贼那是技能，你们这是要真炸。花花蝴蝶说道。叶青直接无视掉了花花蝴蝶，开始和众人一起摸索着敲墙壁了，顺便留了一句：沙比，找个桌子躲一下吧，我怕石头砸到你，石头太可怜了。很快就发现叶青的办法果然行得通，光能勇士真的敲到了一块听声音里面是空的墙壁。光能勇士背着一筐炸药，直接到那个墙壁的位置点燃了炸药。快躲起来！光能勇士怪叫一声，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轰！一声巨响，剧烈的爆炸将整块石壁都炸了个粉碎。果然在石壁后面是一条完整的路，穿过石壁，一只正闭着眼半蹲着的石巨人慢慢抖动身体，明显因为爆炸让他快要苏醒了。好大的石巨人啊！请叫我小可爱感叹道。这个矿洞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这个石巨人竟然和这个矿洞差不多大，一个拳头都比刚才破坏的洞口大。名称：矿脉巨人。品质：稀有。等级27。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50，物理攻击300，魔法攻击0。技能1：暴怒，血量达到50%触发，降低20%防御，增加10%攻击。技能2：投石，摘取身上的石块，减少1%的血量，
投射敌人，造成200%的物理伤害。技能3自爆，血量达到5%，有极低概率发生自爆，和敌人同归于尽，造成500%物理伤害。说明由大量废矿组合而成的石巨人，力量巨大，但是智商不高，比较单纯。这个 BOSS 怎么打呀？感觉好强啊！冰天雪地问道。我们3个物理攻击职业，估计这个 BOSS 的防御只有我能破，他们2个基本不用想了，强制攻击一点。叶青说道。光能勇士点了点头，是啊，主要输出只能靠法师了。请教我小可爱问道，我们可不可以把 BOSS 卡到那个石壁位置，我们在石壁后面打，他体型那么大过不来的。可以是可以，不过就看有没有脱离仇恨机制，有的 BOSS 会为了防止这些 bug 设置了脱离仇恨机制，卡的时间长了会自己跑回去原来的地方，然后重新刷新。而且这个 BOSS 的投石技能仇恨在冰天雪地身上，如果刘姐姐走位错误就直接秒杀了。叶青说着，冰天雪地打断了他的话，试试吧，也没别的办法，走位，你提前提醒我，我应该是可以的。叶青点了点头，之前的战斗中看得出冰天雪地的技术相当不错，应该是可以的。那你们退回去，我来拉 BOSS 过来。等待4人退回到石壁外，叶青发动了掠影技能，然后一个闪影直接攻击了 BOSS， 触发了 BOSS 仇恨。石巨人一声咔咔的矿石组合声音，就这么站了起来，简直就是顶天立地，一拳重重的砸向叶青。叶青一个滚翻，向着石壁的方向狂奔，正好卡住。可以，全力攻击吧。叶青跑到石壁外，冰天雪地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技能，寒冰剑。叮！石巨人受到寒冰剑攻击，受到479点伤害。果然，石巨人完全没有魔抗，法师的攻击得到最大化的提升。火球术。叮！石巨人受到火球术攻击，受到388点伤害。我也来试试。光能勇士不甘寂寞，冲过去就是一剑。叮！石巨人受到1点强制伤害。我还是死了算了。光能勇士深受打击。闪影。叮！石巨人受到198点伤害。光能勇士更加受到打击。少废话，计算是强制1点输出也是好的，能打1点是1点。叶青说道。5个人开始疯狂攻击被卡着的石巨人。石巨人巨大的身体被石壁洞口卡得死死的，就算石巨人不停地在行走，依然无法穿过比他身体小了许多的石壁。原本在后面等待治疗的请叫我小可爱干脆也放弃了治疗，直接跑过来用奶杖开始敲打 BOSS。你怎么也过来攻击了？光能勇士问道。反正你们也不掉血，我也来贡献1点输出。光能勇士看着请叫我小可爱每次敲打都能造成5到10点的伤害，就无语了。我靠，凭啥我攻击都是1点，你一个奶妈都能敲出5点伤害？我内牛满面啊！叶青解释道，奶妈的普通攻击都附带了光属性的魔法，加成的比你高很正常。原来如此，叶青如此解释，光能勇士心里还好受点。叶青时刻关注着 BOSS 的手部动作，当 BOSS 手中多了一块矿石的时候，叶青立马提醒道，刘姐姐小心 BOSS 要丢石头了。第42章，自己干掉了自己。收到。BOSS 从身上扣下的一块矿石就有半个人那么大，对着冰天雪地就狠狠砸来，不知道算不算 bug， 反正这块矿石倒是直接无视了石壁，穿墙而过，扑向冰天雪地。早有防备的冰天雪地一个侧滚翻，堪堪躲过矿石的攻击。叮！冰天雪地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完美。叶青说道， BOSS 血量低于 50% 了，防御力下降了，快点攻击。看着叶青看到光能勇士的站位因为攻击越来越靠前，立马提醒道，光能别太上前了，靠近石壁范围会被拍死的。光能听了立马放弃攻击，连连后退，反正他那1点的强制伤害简直丢人。花花蝴蝶也只有1点强制伤害，早就缩在一边干看了。几个人不停的输出，降低了防御的矿脉石巨人血量掉落的比之前还快，刷刷刷的就掉到了 3% 的血量。当血量来到 3% 的时候，石巨人的矿石颜色竟然开始慢慢加深，逐渐变成红色的状态。石巨人不会要自爆吧？光能勇士喊道，低概率事件都能让我们碰到。叶青焦急的喊道，别废话，快点攻击，1点强制也快攻击。花花蝴蝶在一边问道，他都要自爆了，让他自爆不就好了，还打什么？叶青白了他一眼，这个游戏设定 BOSS 自爆经验掉落什么都没有的，快点过来攻击。所有人全力输出。叶青已经冲到了 BOSS 的脚下，技能平砍只要能够用的都往石巨人身上招呼，但是石巨人已经越来越红了，眼看就要爆炸了，不过他的血量也已经快要见底了。完了，来不及了。叶青看到 BOSS 已经长到极限的身体，知道这一次不死都不行了。这么倒霉，这都能碰到 BOSS 自爆？请叫我小可爱说道。我的经验啊，又要掉经验了。光能勇士哀嚎道。
就在众人都闭眼等死的时候，单纯又善良的石巨人默默地从身上摘下了一块矿石，想要砸死冰天雪地。但是当矿石摘下的瞬间，叮！恭喜击杀矿脉巨人！刷刷刷3道光，叶青、花花蝴蝶、光能勇士全都升级了。什么情况？我眼睛都闭上了。光能勇士一脸诧异地问道。好像 BOSS 自己把自己给秒了。就这么一刹那，叶青都在想自己要是死了掉了经验，得花多久补回来。副本里面死亡不会掉装备啥的，倒不用考虑担心东西掉落。冰天雪地拍着自己，吓死我了，我以为真的要挂了。请叫我小可爱，哈哈大笑着。我去摸装备，经验保住了，还得到了一大堆经验。这个矿脉巨人咋这么棒呢？名称：矿脉之光，部位：头盔，品质：精良板甲，等级20，限定：铁壁，物理防御140，魔法防御90，体质50。3件套装效果：体质加100。5件套装效果：仇恨值加100。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时有一定概率嘲讽敌人，使其无条件攻击自己。名称：矿脉之光，部位：护肩，品质：精良板甲，等级20，限定：铁壁，物理防御120，魔法防御80，体质48。3件套装效果：体质加100。5件套装效果：仇恨值加100。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时有一定概率嘲讽敌人，使其无条件攻击自己。名称：矿脉之光，部位：鞋子，品质：精良板甲，等级20，限定：铁壁，物理防御120，魔法防御80，体质48。3件套装效果：体质加100。5件套装效果：仇恨值加100。7件套装效果：攻击敌人时有一定概率嘲讽敌人，使其无条件攻击自己。叶青都忍不住吐槽道：搞了半天我们就是为光能打工啊。光能勇士有一种中了彩票的豪气，哈哈大笑着获得了装备，直接换上了。有了5件副本装，光能勇士副本套也就差最后2件了，只要再出最后2件，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肉盾职业了。太感谢了，叶青，真的谢谢你啊。光能勇士很明白，如果没有叶青，这个本就算是初级，他们都不可能打得过的。客气。叶青摆了摆手，光能勇士这个人还是挺靠谱的，这个朋友认识也不错。除了3件装备，剩下的也就是些副本碎片都给了叶青。等等，还有一个羊皮纸，请叫我小可爱。从 BOSS 身体下面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破烂羊皮纸，名称：神秘羊皮纸，状态：封印，能看出有啥用吗？光能勇士问道。叶青摇了摇头，封印的，什么都看不到。那就你拿着吧。冰天雪地说道。叶青点了点头，将羊皮纸收了起来。如果这个羊皮纸有什么效果，我会跟你们说。花花蝴蝶忍不住说了句：你会说才怪呢。冰天雪地厌恶地看了眼花花蝴蝶，自从家里面和这个刘家扯上了关系，柳如霜就极度厌烦这个花花蝴蝶，但是很这家伙无论是现实还是游戏都和寄生虫一般，怎么都赶不走。这也是为什么柳如霜现实中脱离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出来创业，并且还做包租婆的原因。我先去探路。叶青开启了隐身技能，先行去探路。副本中基本都是刺客干这样的活。2分钟之后，叶青回到了队伍中。前面总共有2个房间，第一个房间只有一只小怪，但是怪物名字叫矿脉召唤者，而第2个房间是锁着的，应该是打掉第1个房间，然后得到钥匙才能够进入。叶青将自己探查到的小心共享。光能勇士听到就一只小怪，立马说道：才一只啊，就算能召唤也没事，干掉他。咱们有叶青肯定能秒。5个人气势汹汹的来到了那个有召唤者的房间。直接集火秒吗？请叫我小可爱问道。等会，我先看看属性。名称：矿脉召唤者，品质：普通，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150，攻击力无。技能：召唤，随机召唤一只矿脉怪物，30%的概率召唤2只，20%的概率召唤3只，10%的概率召唤4只，1%的概率召唤一只死亡的 BOSS。我去，还能召唤 BOSS？ 要是召唤一只 BOSS 过来，估计能把我们直接秒了吧。叶青说道。应该没那么倒霉吧。请叫我小可爱补刀道。刚才我们就差点被炸死了。叶青表示不说话了。第43章，矿脉之主塞恩斯。算了，想也没用，直接上吧，试试秒掉他。实在不行，如果召唤小怪，光能你辛苦点把小怪引走。叶青说道。4个输出，一进房间直接对着还在迷茫徘徊的矿脉召唤者攻击，所有的技能瞬间宣泄而去。只不过一轮攻击，矿脉召唤者的血量就只剩1半了。
但是矿脉召唤者已经摇晃着手里面的法杖，空间中裂开了一道黑色的裂缝，从中走出了2只矿脉盗贼。运气还行，2只矿脉盗贼我能带得动。光能直接将2只矿脉盗贼仇恨拉走，拉着他们绕圈跑。原本以为召唤结束了，就到了技能真空期了，没想到矿脉召唤者竟然在刚刚召唤2只怪物的情况下，再一次挥动起了法杖。我靠，没有技能冷却时间的，叶青都惊到了，这可是碰到的第一次啊！快输出！冰天雪地焦急地喊道，手里面法杖不停挥舞，火球一个接一个的砸向矿脉召唤者。3个输出玩命输出，请叫我小可爱已经专门盯着光能勇士了。此时光能勇士背后已经追了至少有8只矿脉怪物了，盗贼、法师都有。快点，我要顶不住了！8只怪物还有法师，我的血小可爱奶不过来了。光能勇士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一路狂奔，他都怀疑他进这个本纯粹是为了来跑马拉松的。而这边叶青已经对矿脉召唤者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最后一刀，闪影，连斩，去死吧！叮！矿脉召唤者死亡，召唤物消失，背后的8只怪物砰的一声全部消失。光能勇士一屁股坐在地上，血量已经只剩最后一点点了。叶青再慢2秒击杀，估计光能勇士又要跑失了。小怪竟然爆装备了！叶青摸了一下，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摸到了装备。叶青想，难道我的隐藏幸运值也比较高？名称：光辉戒指，等级20，限定生命，效果治疗量增加 10%， 一颗生命天赋的戒指，叶青和小可爱都可以用。叶青看了眼已经垂涎欲滴的小可爱，叹了口气，拿去吧。请叫我小可爱，虽然很想要，但是还是没有接。你也可以用的，你贡献最大，还是给你吧。叶青笑了笑，这个小可爱倒是人不错，明明这么喜欢这颗戒指，竟然还推让给叶青。而且这颗戒指的外形绝对是女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外形。我是主战斗的，生命只是辅助，还是你更有用，拿着吧。说着，叶青不由分说的直接给请叫我小可爱戴上了戒指。看着叶青给自己戴戒指的样子，请叫我小可爱脸都红了。谢谢。叶青摆了摆手，客气啥？光能勇士说道。话说打到现在，出力最多就是叶青，结果就叶青啥也没拿到。花花蝴蝶又出来冒泡了，哪些深渊碎片不都给了叶青了吗？说的好像真的什么都没拿一样。请叫我小可爱对着花花蝴蝶道，那把深渊碎片给你，你把你的皮甲脱下来还给叶青。绑定了。请叫我小可爱气鼓鼓的，不想再和这个花花蝴蝶说话了。叶青拍了拍请叫我小可爱，没事，走吧。要是拿到了最后一个 BOSS 了。打开了最后一道门，小心翼翼的打开门，竟然发现房间中和外面的矿脉截然不同。这个房间竟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书房，里面的陈设虽然都已经非常陈旧了，但是看得出这里面原来的主人和之前的外面的矿脉怪物完全不同。房间虽然像是书房，但是周边依然都是矿洞的墙壁，整个房间非常大。着眼看去，房间的最深处坐着一个半倚着椅子的怪物，怪物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头部是像人类的头部，但是偏偏是有点深蓝色。名称：矿脉之主塞恩斯，品质卓越，等级28，物理攻击600，魔法攻击30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200。技能1，一拳造成200%的物理伤害。技能2，一脚造成300%的魔法伤害。技能3，乱舞，不分敌我，朝着四面八方疯狂攻击，期间免疫所有控制。技能4，塞恩斯之怒，血量低于30%触发，全身力量灌注到物理攻击中，失去所有防御，失去所有魔法攻击，失去所有技能，物理攻击增强500%。终于是见到了最终的 BOSS， 就算是叶青都不得不感叹这个 BOSS 强的离谱，就算是普通攻击绝对都是秒人的存在，更别说是他的那些攻击加成非常高的技能了。怎么打？请叫我小可爱看着叶青问道。越是相处，他越是觉得叶青厉害，信赖感越是强。叶青开启了隐身，你们等一下，我先去看看地形。叶青小心翼翼地贴着墙壁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不行，没有卡点，没有办法卡怪，只能硬刚了。你不是很厉害吗？这个时候怂了。花花蝴蝶不放过任何一点嘲讽叶青的机会。叶青没有搭理花花蝴蝶，而是说了句：姐，把队长给我。冰天雪地没有犹豫，直接把队长给了叶青。叶青从背包中拿出了10瓶终极瞬间回血药剂，给了光能勇士。光能，你先上吧，这些药拿着，关键时候喝。好，那我上了。光能勇士拿起盾牌，直接冲了过去，狠狠撞在打盹的塞恩斯身上。卑微的蝼蚁，竟敢打扰矿脉之主的沉睡，找死！塞恩斯一醒过来，直接就给了光能勇士一巴掌。叮！
光能勇士受到矿脉之主塞恩斯攻击，受到460点伤害。好疼啊！普通攻击都有这么高的攻击。微光治疗，生机，叮！光能勇士受到治疗，回复298点血量。叮！光能勇士受到治疗，回复80点血量，持续10秒。请叫我小可爱诧异的看着叶青，叶青，你治疗这么高，10秒总共能恢复800点血量啊！叶青挠了挠头，运气好，这个技能比较强。叶青心里想着，我治疗量啥时候这么高了？往生之环给我的属性加成简直是爆炸呀！有2个强力奶，光能勇士更加肆无忌惮，玩命攻击塞恩斯。塞恩斯被一个小蝼蚁如此攻击，早已怒不可遏，小蝼蚁竟敢如此，去死吧！第44章，开启单挑模式。叮！矿脉之主塞恩斯发动技能一拳。叮！光能勇士格挡成功，伤害减半，受到500点伤害。幸好光能勇士作为专业的玩家，反应极快，就在 BOSS 说话的瞬间，光能勇士已经抬盾直接格挡。当塞恩斯的血量被光能勇士磨掉了3%的时候，叶青等人开始加入战斗。请叫我小可爱，就是不停的刷光能勇士的血量。连斩、火球术、劈砍，3个输出疯狂的对着 BOSS 挥舞着技能。叶青看到冰天雪地就2个攻击技能，说道：“这种时候要是法师能够多点技能就好了。”冰天雪地也是无奈，我倒是也想要啊，这个游戏的爆率简直变态，技能到现在为止就没看到过，就这个寒冰剑还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寒冰剑啊，我好像之前爆出来过，卖了。有法师技能，你竟然不留给我？冰天雪地故意说道。叶青哈哈笑着说道：“这不是之前不知道你是哪个 ID 吗？谁知道你是法师啊？而且我卖技能书的钱都已经在你兜里了，说的好像我是周扒皮一样。那不是，我经历过的房东，你算是最好的了。”叶青说道。经历过的？对啊，算上你也有8个了吧？怎么会这么多？你爸妈呢？我出来读书，然后毕业了打工赚钱嘛，爸妈当然在老家喽。叶青说道。哦，那还好。冰天雪地尴尬的说道。叶青笑着说道：“你以为和小说里面的套路一样，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福利院长大？嘿嘿，条件反射。那还真不是，我家条件还可以，普通人家，我只不过毕业了外面工作罢了。工作？你不是玩游戏而已吗？”叶青尴尬的笑了笑，这不是一样能赚钱吗？2位大哥大姐，能不能别聊了，仇恨要乱了。光能勇士实在忍不住了，打断2人对话。叶青和冰天雪地聊天的时候，2个人的技能就没间断过，疯狂的输出让 BOSS 的仇恨快要转移了。光能勇士玩命输出都快拉不回仇恨了。OK， 你们打，我去睡会。叶青说道。大哥，别啊，别开玩笑了。叶青要是走了，基本团灭也不远了。不过光能勇士也知道叶青在开玩笑。我控制点输出，平砍一会，控制点仇恨。叶青说道。花花蝴蝶喊道：“还控制个屁，快点输出啊 ！BOSS 就是33%的血量了。”突然 BOSS 说话了：“蝼蚁们去死吧！乱舞 ！”BOSS 发动第3个技能了。矿脉之主塞恩斯直接挥舞双拳，开始疯狂旋转起来。小可爱，刘姐姐快撤！叶青喊了句，自己也发动了掠影，急速后退。我咋办？光能勇士喊道：“往后撤退一点，和小可爱保持治疗位置，别仇恨带到小可爱那边了。”花花蝴蝶这次学聪明了 ，BOSS 一说话已经在逃命了。蝼蚁们，你们以为跑远了就可以了？塞恩斯狡黠的一笑。塞恩斯之怒，不好，仇恨消失了。光能勇士大叫一声：“不好！”小可爱，刘姐姐快跑！叮！你的队友冰天雪地死亡。没想到塞恩斯发动了塞恩斯之怒，竟然直接清空了仇恨值，变成了跳跃攻击。妈的，叶青，你不是很吊吗？想办法呀！花花蝴蝶喊道。你特么闭嘴！我把他拉回去。光能勇士冲过去就想拉回仇恨。不要！叶青想要喊回光能勇士，已经来不及了。塞恩斯随便一拳打在光能勇士身上。叮！光能勇士死亡。现在德塞恩斯防御力全无，但是攻击增强了500%，可以说就算光能勇士格挡成功了，依然会被秒。叮！请叫我小可爱死亡。叮！花花蝴蝶死亡。复活点。冰天雪地聊天界面说：“算了，打不过，副本重置了，就打前面的几个 BOSS 吧。”光能勇士也感叹道：“太强了，不行，我一定要干掉他。”叶青冲向 BOSS， 一个侧闪，显而又显得躲开了 BOSS 的攻击。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成功。自从进了副本，叶青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个闪避提示音了。我就不信我会打不过一个初级副本的 BOSS。叶青性格执拗起来，谁都拦不住。算了吧，叶青，不至于浪费经验，
隐身脱战吧。冰天雪地还在劝叶青，他把叶青叫来，叶青辛苦半天，装备也没有，还掉经验，他实在也不好意思。我先退队伍，我要专注。叶青没有回答冰天雪地，而是直接退出了队伍。只要副本里面还有一个人存在，就不算是失败，依然能够继续打的。叮！叶青脱离队伍。叮！独行者技能开启，全身属性增加 30%， 幸运值增加100点。无敌的我又回来了！叶青高喊一声。闪影！叮！闪影发动，造成2406点伤害。塞恩斯发动了塞恩斯之怒，防御力已经降低到了极点。叶青的伤害此时已经达到了爆炸的地步，这也是叶青会留下来要单挑塞恩斯的原因。这么一只 BOSS 的经验，还有满幸运值的掉落，还有第一通关的奖励，这可都是不能放弃的东西。竟敢攻击我！蝼蚁去死吧！塞恩斯受到了重击，更是愤怒，巨大的拳头狠狠砸向叶青，速度极快。但是叶青也不是吃素的，看着 BOSS 的拳头袭来，不退反进，在头部和拳头擦碰的瞬间，右脚发力向左横移。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叶青密切关注 BOSS 的所有动作，精神力高度集中，单挑之中刺客为王。叶青100%的幸运值加成，加上能够提前预判的能力，以及极为快速和灵活的身形，让叶青完全处于100%闪避状态。就算是 BOSS 500%的攻击力，打不到叶青也是于事无补。而反观叶青这边，任何的技能攻击都能100%打到 BOSS， 甚至还能打到弱点部位，产生暴击加弱点攻击的高爆发伤害。塞恩斯的血量如同堤坝炸裂般泉水喷涌，叶青越打越顺手，整个人如同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将 BOSS 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境界。10几分钟时间 ，BOSS 只剩下最后一丝的血量了。叶青冷笑一声：“死吧！”第45章，第一通关。仿佛知道了自己即将死亡，塞恩斯一声哀嚎：“不，我是矿脉之主，你们答应我的，让我永垂不朽，永生不灭，为何不来救我？”塞恩斯仿佛在跟谁求救，但是根本无人理会。去死吧！连斩，触发4连斩，血条瞬间清空。塞恩斯巨大的身形轰然倒地。叮！恭喜击杀矿脉之主塞恩斯。叮！恭喜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28点。叶青拍了拍手，搞定。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通关锋刃矿脉副本。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通关锋刃矿脉副本。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通关锋刃矿脉副本。连续3声系统全服公告，令所有人都炸了。什么？叶青一个人通关了副本？要知道，神域的官方内容爆料，神域中的副本不止需要玩家自行寻找，更是难度极高，就算是20级的初级副本，30级的一个团队的玩家都不一定打得过。叶青竟然一个人搞定了！叶青，你竟然真的一个人单挑把 BOSS 杀了！冰天雪地震惊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副本中的 BOSS 是有多变态。叶青竟然真的搞定了！大佬，叶青你是真大佬啊！光能勇士膜拜道，请叫我小可爱，也是一脸崇拜这样的男人才叫真男人，太强大了。同一时间，另外的玩家龙之武一脸的不可置信，他怎么都不相信，不可能，叶青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打过副本啊！不可能，这样下去，我和他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妈的！世界频道一个个玩家都在讨论叶青通关副本这件事情，这尼玛一个人通关，太强了吧！不可能，肯定是一个团队，在最后的时候团队解散，他一个人收了尾。就算是一个人收尾，也是掉炸天啊！人家都通关副本了，我们才刚刚进入主城，主城外面的一只小怪我都打不过，由此可见副本难度有多高啊！外面讨论的激烈，叶青这边看着 BOSS 爆了满地的掉落，不行，爆的东西太多了，我得收起来一点，不然被别人知道我的爆率就尴尬了。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通关锋刃矿脉副本，随机奖励卷轴1张。才1张卷轴，这么抠？叶青还以为第一个通关副本的能有技能书啥的。名称：卷轴毁天灭地，等级30，效果：撕裂卷轴，发动范围100码的超级魔法毁天灭地，范围内所有敌方受到固定的10万点伤害。叶青倒吸一口冷气，打脸来得如此之快，这一张卷轴简直就是一张一次性的神器，一个普通技能的价值根本无法跟这张卷轴比。好家伙，第一的奖励真的是牛逼啊！叶青小心翼翼地将这张卷轴放到了包裹最下方。叮！获得了一本技能书，一件皮胸甲，一条皮护腿，一条皮腰带，一双皮靴子。叶青将这些东西都收入了背包，在地上留下了4件装备，还有一本技能书和一根卷轴。
叶青发去了组队信息：刘姐姐，你们进队伍进来拿装备，直接组队可以直接飞到我的坐标的。叮，玩家叶青邀请冰天雪地进入副本。叮，玩家叶青邀请叫我小可爱进入副本。叮，玩家叶青邀请光能勇士进入副本。花花蝴蝶不组了？光能勇士问了声。叶青笑了笑，组他干嘛？光能勇士非常理解的猥琐一笑，一副我懂得样子。冰天雪地两人就当不知道。而此时，花花蝴蝶在副本门口惊讶地看着光能勇士三人刷刷刷的消失进入副本，唯独留自己一人在外面。花花蝴蝶也不是傻子，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我操你妈！叶青你不组我！妈的狗东西，我记住你了。花花蝴蝶灰溜溜地离开了，至于他要干什么，也就他自己知道了。而副本中，光能勇士哈哈大笑着看着自己7件套的副本装，表示自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男人了。请叫我小可爱也得到了2件奶妈套装的部件。柳如霜看了眼叶青，叶青不让花花蝴蝶进来会不会不太好？叶青知道柳如霜考虑的事情太多，很可能会问，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之前和我要队长，就是打算在最后的瞬间把他踢出去的吧？叶青点了点头，本来我是准备 BOSS 死亡的瞬间给他踹出去的。看着柳如霜担忧的样子，叶青问道，刘姐姐，既然你是因为家里原因和他家联姻，那不是很简单？你有钱了不就行了？可是，叶青问道，你家现在危机解除了没？解除了，那不就得了？商场如战场，危机都解除了，干什么还要听从他们的？你们钱也还了，又不欠他们，对吧？叶青看了眼柳如霜，何必为了这种小事情搭进去自己的一生？花花蝴蝶这种东西，还是人道毁灭比较好。何况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暗中发展，不是吗？叶青看了眼光能勇士两人说道。柳如霜仿佛被叶青劝动了，你说的都是简单的话，但的确也是这么个道理。我原本想着做生意诚信为本，但是和刘家这样的人也用不着讲诚信。我也被压迫的受不了了，那家伙3天2头缠着我，所以我偷偷跑出来当包租婆，现在也被他发现了，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柳如霜恶狠狠地说道。光能勇士打岔道，那啥，双双，其实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之前你招收的那几个男的工作室成员都是被他弄掉的。那你怎么不和我说？本来也想说的，这不是你自己说关于他的事情不要跟你说吗？光能勇士尴尬地说道。叶青无语地说，你也是个人才，这种事情怎么都得说啊？嗨嗨，打工的不容易啊，你懂得。好了，东西拿了，咱们出去吧。冰天雪地说道。这么大一本技能书你们不要了？装备我们都拿了，这本技能书当然就是你的了。冰天雪地说道。这么客气，先看看属性，是我用的我拿。第46章短暂复生。名称：技能书短暂复生。等级25。限定：生命。消耗100魔法值。效果：强制将任何单位复活5秒，期间可对其进行操控。这个不是复活技能吧？请叫我小可爱问道。叶青摇了摇头，与其说是复活技能，不如说是一个5秒的控制技能。请叫我小可爱将技能书递给叶青。这本技能书是你的，我是走纯奶路线，对我没用。叶青知道请叫我小可爱其实还是想要的，只不过他想把技能书让给叶青而已。叶青说道，这本技能书可是比较高级的技能书，如果打 BOSS 我死了，你把我短暂复活5秒时间，我能爆发输出，打掉 BOSS 一大堆血都可能哦，你真不要？哎呀，好了，不要缠我了啦，这是你应该拿的，我们拿了装备都很不好意思了，何况你一个独行侠，我也没什么机会复活你，你也死不了，复活另外的人也没什么卵用。说着，请叫我小可爱看了眼光能勇士。我靠，你看我干嘛？我是 T 啊，没输出很正常啊。光能勇士就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激动，说到好像你踢的柱怪一样，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好了，叶青，就凭你的脑子，这本技能书估计发挥的效果更大，快学了吧。冰天雪地说道。叶青挠了挠头，也不再客气，直接将技能书一拍学习了。这话听着也不像是夸我呀。接下来你们准备干嘛？叶青问道。我们太弱了，还是得升级，然后赚点钱。我准备慢慢招点人，工作室需要早点成立起来，以后我应该会组建工会。想通了事情，柳如霜整个人又恢复了女强人的气势。叶青点了点头，那行，有啥事提前私聊我啊。叶青大神不跟我们一起升级啊？光能勇士知道叶青会离开，但是还是有点不舍得。我独行惯了，升级方式也不适用你们身上，有事联系吧。好，叶青拜拜了。请叫我小可爱说道。我走了。叮，叶青退出队伍。叶青直接开启了回城技能，回到了清风城。一回到清风城，叶青就被热闹的主城给吓到了，竟然这么多人了。
现在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离开了新手村，进入了主城，整个清风城已经人声鼎沸，人满为患了，和之前空旷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玩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初级强效治疗药水，要的 M。各位大爷快来玩！呸！各位大爷美女快来看呀！新鲜出炉的果味面包，奶妈球组队，软萌可爱一推倒，一个个玩家都在喊话或者接任务、做任务，整个游戏的人口基数非常大，热闹非凡。叶青想到自己还挂着一些装备药水在卖，就直奔拍卖行看看卖了多少东西。没想到拍卖行的原住民竟然还认识叶青呀！贵客你来了，你竟然还认识我？拍卖行的原住民哈哈笑了声，那肯定啊，贵客你可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大客户啊，而且就算是现在也没几个人能够和你媲美。大客户？你们拍卖行生意这么差吗？卖了点药就是大客户了呀？叶青问道。叮！由于玩家叶青是第一个使用拍卖行的玩家，并且还是第一个大单客户，得到拍卖行钻石特权，拍卖手续费只收取 1%， 同时1周有一次免费置顶拍卖物的权限。没想到系统突然给了叶青一个惊喜，没想到拍卖行的第一奖励是延后发放的，这也太爽了吧！1%简直就是白送啊！叶青问拍卖行原住民道：“我的东西卖了多少钱？”拍卖行原住民拉过一个数据单 3D 显示给叶青看，共计卖出1327枚金币。由于您是贵客，扣除 1% 的手续费，4舍5入一下，您可以收到1314枚金币。1314，哈哈，挺吉利啊！1000多金币，我这是发财了呀！叶青激动地说道。不过转念一想，金币贬值太快了，玩家涌入那么多，金币产出会越来越快，以后肯定会大量贬值，还是早点换成信用点比较靠谱。叮！是否开启转换银行？好像是叶青的思维唤醒了系统，系统直接发出了提示。转换银行是啥？这个叶青还真不知道。叮！转换银行可以将游戏币上架，按照最近的比例兑换现金，由系统直接操作，系统收取 5% 的手续费。这个方便啊，那就转换1000金吧，留下500金样子备用。游戏中还是需要用到金币的，全都兑换出去也不行。叮！当前兑换比例1:17，叶青一惊，1:17，之前不是还很高吗？叮！按照系统计算，目前比例是最高的，再有24小时左右，可能就达到1:1的比例了。可怕，给我兑换吧。叮！兑换成功。叮！信用点收入16150。叶青点了点头，好了，信用点够我用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就可以好好玩游戏了。叶青刚离开拍卖行，就听到大街上几个玩家焦急地喊着：“快来！有人完成了主城地皮购买任务了，可以买主城地皮了。”难怪我就说主城那么多地都是空的，原来地皮还可以出售贩卖啊！这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啊！突然的骚动让叶青也来了兴趣。要知道，主城的地皮绝对是和现实世界房地产一样赚钱的玩意。跟着大量玩家一起来到了熟悉的城主府门口，叶青还是有点担心的，怕那些卫兵认出他，把他又抓进去。但是门口告示只看到盗贼阿诺斯的通缉令，没有他的。想来也是，他只不过一个抓了充数的小小冒险者而已。城主府的卫兵队长，也就是之前阿诺斯模仿的那个卫兵队长，此时站在城主府门口大声说道：“城主发话了，由于财政紧缺，需要资金购买军备物资，因此清风城部分地皮开始售卖，请问如何才能购买？”一个玩家挤到前面问道。很明显，他已经准备好了钱，准备购买了。声望达到2000，可进入交易大厅。卫兵队长说了一句就走了，留下几个卫兵挡住了去路。第47章，游戏内的拆迁。我靠，2000声望？开玩笑吧，我跟着一个团队死了7、8次，杀了一只 BOSS 才得到了20点声望，这2000点得存到猴年马月呀！我才0，都不知道去哪能弄到声望。如此一看，大部分玩家都失望的离开了，这个售卖地皮的活动也就是一个噱头而已。整个游戏估计一个凑够2000声望的玩家都没有。叶青看了眼自己的声望，已经有2400了。好家伙，这个第一又是我得了。你好，我来购买地皮。叶青走到了卫兵面前说道。卧槽，竟然有人来买地皮了，估计也是个有钱没声望的。一个个玩家看着叶青，但是此时叶青已经戴上了山贼面巾，所以没人看得到他的 ID。叶青主要为了遮挡脸，以防卫兵认识他，这一个个卫兵长得一模一样，鬼知道哪个就是之前抓他的那个卫兵。你的声望够了，进去吧。卫兵让开了道路，在众多玩家的注视下，叶青淡定地走入城主府。我靠，进去了！2000声望竟然真的有人获得了，那个人肯定是叶青。人群中已经有人猜到了叶青的身份，2000声望哪有那么容易获得呀？估计也就叶青这样的大神才能获得，
这是大部分玩家猜想的。叶青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许多玩家心目中的超级大神了。进入了交易大厅，叶青四下观望，看到交易大厅的正中心是一个巨大的沙盘。城主府叶青来过，但是这个交易大厅因为在正前门，当时叶青第一次进来，直接就被抓到了狱中，再出来都是在城主府内院。这个外院的交易大厅倒还真是第一次来。叶青看着交易大厅陈设时，一个原住民就走了过来，很明显是服务这场交易的原住民。冒险者叶青，你好。接待员走过来，非常热情的打招呼。果然面巾对原住民没啥用，叶青摘下了面巾。女性的原住民接待员微笑着看着叶青，很高兴为您服务。叶青指了指沙盘，这玩意不太看得懂，然后地皮如何购买也不清楚，讲解下吧。沙盘叶青没看到过，一下子的确也是看不懂。您可以这么看，这里是城主府，在清风城的最内部，清风城背靠山脉，因此只有3个门，分别是我们现在的北门，左边是东门，右边是西门。叶青点了点头。接待员接着说，由于您是第一个来购买地皮的冒险者，因此我会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昂贵地皮的位置供你参考。接待员说道，首先是北门，这里是清风城的正门，按理来说是人流最多的，但是我不建议购买。此话何解？虽然说清风城是一个主城，但是如果有攻城战，北门将是首当其冲的地方，这里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叶青自然是知道，这个游戏发展下去一定会有攻城战、区域战、种族战等等大型团战的。那难道是东门？这里有万灵森林，锋刃矿脉也在那边，还没有原住民商店。叶青分析道，的确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哦，看起来你觉得这里也就一般，最好的位置就是西门。接待员的话让叶青愣了愣，这个点叶青不是没想过，但是西门这边地理位置一般，设置一般，原住民商店也有，完全就是一个低价区域，相比起北门和东门，这里简直就是没人要的位置。你不会是想让我接盘吧？叶青皱眉问道。哈哈，您说笑了，这里的地皮和我一点关系都没，都是清风城的。那这里优势在哪？叶青问道。接待员神秘一笑，因为西门这里要拆迁。啊？拆迁？我靠，游戏里也有拆迁？是的，西门这里的设施陈旧，已经到了不得不翻新的地步了。城主府这几天已经对西门位置进行重新规划设计了，预计没多久就要开始洽谈拆迁补偿事宜了。接待员说道。真的假的？你不会坑我吧？叶青说，真的也有点说不好，这玩意和现实中买房子一样，根本不知道未来，但是花出去的这个可是大价钱，不是随便几块钱亏了也就亏了。当然不可能欺骗您，您拥有特权，只有您会得到这个消息。那我现在能买几块地？您现在的声望总共可以购买2块地皮。那一块地皮多少钱？叶青问道。1000金。叶青翻了个白眼，我靠，早知道刚才钱不换出去了。打开转换银行，给我用信用点兑换2000金币。叮，转换完成，获得2000金币。叮，银行账户支出34400信用点。怎么扣了这么多？叮，当前金币兑换比例1比16，扣除5%手续费。叶青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一来一去竟然亏了这么多金币。无奈的叶青问接待员道，钱有了，接下来如何？接待员礼貌的说道，您只要过去喝茶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您确定购买西门的1、2号地皮吗？确定。请稍等。说完，接待员就拿了叶青的2000金离开了。叶青则是坐到了休息室，此时休息室中已经有一杯茶放着了。叶青入座，端起茶浅酌了一口，入口清香，回味甘甜。叶青眼睛一亮，好茶呀！叮，食用红血茶，生命值永久增加30点。那你喝茶也能加属性，还是永久属性？叶青赶忙又喝了一口。叮，使用红血茶第2次，生命值永久增加15点，剩余服用属性增加次数1次。叶青略微一失望，原来是有次数限制的，而且第2次就减少了一半。不过转念一想，这生命值完全就是白赚的，有总比没有好。如此一想，叶青也是心情愉悦，继续喝了口茶，拿起一个水果啃了一口。叮，食用叶果，敏捷永久增加5点。这水果都有加属性，城主府果然是宝库啊！叶青看着果盘中各种各样的水果，立马开启了饿死鬼投胎模式。每一个第一次食用的水果，竟然都能或多或少的增加1点基础属性，加生命值、魔法值、敏捷、力量等等。叶青也不管是什么味道，风卷残云一般胡吃海塞。第48章叶红，等会离开了这里，去哪找这种免费白送的属性点啊？10几分钟之后，接待员一脸笑意的推门进来，看着一屋子的狼藉，愣愣的说道：这里是被打劫了吗？
角落矿里的那些水果都被叶青找出来吃了个精光，所幸是在游戏中，不然叶青估计早就撑死了。哥，刚刚有几个卫兵冲进来，就把这些吃的都抢了吃了，我拦不住。叶青胡诌了一句。接待员看着叶青鼓鼓的肚子，无奈地说了句：“或许是饿了吧。”很快就跳过了这个话题。这是您的地契，请收好。叶青接过地契，立马收到了系统提示。叮，获得清风城西门1、2号地契。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拥有地皮的玩家，奖励随机商业原住民抽奖1次。果然第一次好处是不会迟到的。接待员递上一张一次性传送卷轴，说道：“这是定向传送卷轴，只要使用就能直接传送到您选定的地皮所在位置，请收好。”叶青点了点头，服务周到，的确没有浪费钱。接待员见叶青要离开，凑近对叶青说道：“私人提示，拆迁时间大概在3日后，3日内最好能够建造起最基本的建筑物，不然只是征收地皮，补偿非常少。”叶青点了点头，递给了接待员一小袋金币，大约10枚的样子。多谢了。接过了金币袋，接待员更是笑容灿烂。祝您发财致富。叶青打开了卷轴，直接出现在了购买的地皮位置。西门这边都是等级比较高的怪物点，因此现在还没有玩家过来，相比另外2个门，这边可以说是人迹罕至。叶青面前是一整排的空地，这些空地都是玩家可以购买的，只不过目前也就叶青能够购买罢了。系统，我要建造建筑物，该怎么操作？叶青问道。叮，建造建筑物，请到艺术家店铺购买建筑图纸，然后学习图纸直接建造即可。不用自己收集材料啥的吗？叶青问道。叮，不需要，主城售卖的地皮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会有主城提供，玩家只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即可。听了系统说的，叶青问道：“你的意思是，主城以外的地方也可以建造建筑物？”叮，达到40级，可以选择一个非怪区建造自己的家园，但是无保护状态，会被敌人攻击、拆除，需要自己做好防护。如此解释，叶青也就明白了，不由得感叹：神域世界的神奇。越是深入接触游戏，叶青也是发现这个游戏带来的精彩与惊喜，令人忍不住沉迷其中。叶青很快就找到了艺术家店铺。艺术家店铺出售的东西基本都是什么乐理知识啊、乐器乐谱啊，还有绘画工具等等，基本就是无人问津的店铺。叶青进了店铺，也没管热情的店员，直接选了2张最便宜的图纸，以5金币的价格买了下来。2张垃圾建筑图都要5金，果然够黑。叶青吐槽道。回到空地前，叶青直接选择使用建筑图纸。叮，请缴纳100金币建筑费用。100金？这么贵？这就是一间茅草屋，一间小木屋，你要我100金？叶青感觉自己被敲诈了，但是又不得不选择同意。这或许就是垄断吧。叮，1号地皮建筑物完成，茅草屋完成建设。叮，2号地皮建筑物完成，小木屋完成建设。2间小房子就这么凭空拔地而起，只不过短短的几秒钟，原本空旷的空地上就出现了2座破败不堪的建筑。叶青叉着腰看着眼前的2个丑不拉几的房子，哥也是有房子的人了。对了，还送了一个抽奖，抽奖什么的最喜欢了。叶青点开了系统赠送的原住民抽奖。叮，打开奖励商业原住民抽奖。几秒钟后，叮，恭喜玩家叶青抽取商业原住民成功，抽取原住民品级8级，好像最高是10级，8级也还算高了。系统，品级有什么区别？叮，商业原住民等级越高，商业头脑越好，能够帮助玩家理财打理资产，但是相应的玩家需要支付的工资也更高。原来如此。叮，抽取到的商业原住民为女性，请命名。取名什么的好麻烦啊，算了，就叫叶红吧。叮，商业原住民8级，命名成功，取名叶红。叮，商业原住民叶红8级，商业天赋9，理财天赋8，讨价还价天赋8，智慧极高，拥有完善的商业思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叶青没想到系统竟然给出了这么高的评价，看起来叶青抽到的这个原住民真的非常厉害。主人你好。一声清脆犹如黄鹂一般的声音淡然出现，叶青转身，一个较小可爱的女孩子就这么微笑着看着叶青。这么漂亮，叶青都忍不住夸赞道。眼前的原住民完全和外面那些长相普通的原住民不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还是眼睛中泛着的光芒，叶青都怀疑这是一个玩家而不是原住民。谢谢主人夸奖。叶红眨巴着眼睛，看起来他也非常满意自己的这个新主人。你说说看，这2块地皮你有什么看法？叶青问道。叶红看了眼2块地皮，随后说道，还有2日14小时，西部地区就会有大改造，到时候这2块地皮就会拆迁。你竟然知道？叶青以为叶红不可能会知道的。
叶红非常骄傲地说道：“这是我的本领，主人，这2日我们应该利用起来，让冒险家以1铜币的价格来参观这个第一冒险者地皮，先打响名气。1铜币。”叶红的想法，叶青倒是来了兴趣。是的，1个铜币参观，必然会有90%的冒险者愿意来满足一下好奇心的。叶红说道：“可是我这2个破房子，有什么能够吸引他们的？”那你？叶青没想到叶红竟然会指了指自己。叶青打量了叶红的样子，肤白貌美，大长腿，一头淡黄色的秀发，的确是一个100%吸引男性玩家的外貌。但是叶青可不想自己的人如此方式来招揽客人赚钱。就算叶红只是一个游戏的原住民，对于叶青来说，他也是自己的人，那自己自然也需要保护他。第49章，单刷副本。感受到叶青的眼光，聪明如叶红自然也知道叶青的担忧。主人放心吧，我是发布任务，主人帮忙散播一下消息就可以了。主人到时候只要说这里面有原住民可以发布小任务，完成了之后就能够获得 VIP 会员卡就可以了。叶红说道。会员卡？叶红点了点头，是的，会员卡。只要有了会员卡，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拉住顾客的胃口，等到拆迁完成了，真的店铺开启，有会员卡的顾客100%会到店铺来购买，到时候就算有别的冒险者店铺开放，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叶青没想到这个游戏的原住民竟然如此聪明，忍不住夸赞道：“可以呀，叶红，你真聪明。”嘻嘻，主人，那你赐予我一点启动资金吧，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处理。叶青非常潇洒地将背包中的300金币直接给了叶红，自己留了一点备用资金。谢谢主人信任，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真的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朋友也不错呀。叶青单身好多年了，看到这么可爱的妹子，多少也会有点期待自己谈恋爱。主人说笑了呢，叶红就是主人的呀。嗨嗨，好了，辛苦你了，我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好的，主人慢走哦。叶青刚离开没多久，就听到了一条全服的系统公告：叶红，清风城第1块玩家地皮已经产生，将出现原住民发布任务，完成任务的冒险者将得到店铺赠送的 VIP 会员卡1张，先到先得。叶青没想到叶红竟然还可以发布世界公告，自己真的是捡到一个大宝贝了。对于叶红，叶青已经放了100颗星，接下来叶青就要开始自己的升级大计了。神域中副本1天可以进入3次，已经用掉了1次，还有2次，叶青准备自己单刷试试。就在第1次刷副本的时候，叶青就在暗暗计算自己能不能单刷副本。进副本之前，叶青开始了准备工作。首先，叶青将自己左手拿着的幽影之魂更换到了右手。之前为了低调，叶青的幽影之魂一直都拿在左手，并且关掉了双持被动，完全是依靠右手匕首在战斗，只是使用了幽影之魂的技能效果。而且之前副本中自己的独行者技能一直是关闭状态，的确是弱了许多。现在全盛状态下的叶青将再次进入副本挑战。叮，是否进入锋刃矿脉初级副本？是。叶青想着还是打初级，先安稳将装备更换一下，顺便刷点经验提升一下，打初级最为稳妥。如果换了中级或者高级，叶青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安全的情况下搞定，到时候再掉经验就得不偿失了。稳中求进才是刺客的生存之道，没有100%的把握，刺客就要潜伏，静静的等待，等待目标松懈的瞬间一击毙命，然后远遁千里，这就是刺客的精髓。叶青一进入副本，直接触发最前面的2只小怪。月光斩，叮！月光斩造成1366点伤害，叮！月光斩造成1861点伤害。2只小怪刚刚出现就受到了重创，怪叫着想要攻击叶青，但是叶青的速度更快，飞速扑过去，双匕首一边一只，直插头颅。2个暴击伤害，2只怪物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倒下，变成了一地的钱币。果然还是一个人舒服，叶青忍不住感叹道。只不过2只小怪就爆出了30枚银币，之前组队状态只不过出了几个铜币，那么多人一分基本等于没有。开启发财致富，努力奔小康的道路。叶青匕首一转，舞出一个漂亮的刀花，一路狂奔，一路秒杀，所有的小怪连叶青的衣角都摸不到，就被叶青直接秒杀。法师怪明明是锁定的技能，也都被叶青用极度刁钻的走位直接闪避掉。一路冲到第1个 BOSS 面前，叶青除了消耗了魔法值，血量一滴未少。之前走了半个多钟头的路，现在叶青只不过用了短短10几分钟而已。愚蠢的冒险者竟敢侵犯我的领地！矿脉头目出现了，叶青看着矿脉头目腐烂的样子，一点不怕，反而大声喊道：“装备，我来了！”叶青率先发动了攻击，连斩，叮！连斩造成5次攻击，攻击6876点伤害，爽翻天！之前在副本中的憋屈，仿佛现在都被叶青发泄了出来一般。叶青技能不断，
攻击不断，疯狂的轰击在矿工头目身上。好痛啊！冒险者接我一铲！矿工头目估计第一次被一个冒险者如此嚣张的暴打，他也愤怒了，抡起铁铲就要敲打叶青。叶青一个侧滚翻，直接躲开了矿工头目全力的一铲子。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切割！叮！切割产生暴击，造成2800点伤害，每秒掉落180点血量，持续10秒。月光斩！叮！触发圆月斩！叮！触发暴击，造成3700点伤害。叶青围绕着矿工头目不停地进行输出，各种技能冷却一结束就放，技能冷却阶段就2把匕首极快的攻击刺、砍、捅在 BOSS 身上。矿工头目悲惨的只能被动挨打，他对叶青的攻击全都被叶青闪避了。唯一一次造成伤害，叶青也在战斗中时不时放个升级技能，重新满血复活。最后一击了，矿工头目的血量已经见底。闪影！叮！闪影造成5380点伤害。我不甘心啊！矿工头目哀嚎一声，碎成了一地尸骸。叮！矿工头目死亡。叶青计算了一下时间，解决矿工头目只用了区8分钟。不错，掉落的确是提升了，皮甲、板甲、布甲什么都有。叶青看着撒了一地的装备，直接全部都捡了起来，自己能用的就换上，不能用的就放在背包，准备出去副本找铁匠给分解了。副本装备不能交易，就让叶青有点烦恼。不过所幸经验还是非常丰厚的。叶青从 BOSS 一根肋骨下面竟然还翻出了一根卷轴，名称：卷轴矿工头目的注释。效果：使用后让敌方目标陷入狂暴状态，敌人攻击力翻倍，防御力归0。原本看到敌人攻击力翻倍，叶青就想把卷轴丢了，但是看到后面的防御力归0，转念一想，如果用得好，这个卷轴也是一个神器啊。第50章超快速刷本。叶青现在身上的装备加上之前爆出来的，已经拥有了5件副本套装了，还差一个头盔和一个护肩就一整套了。之前的装备虽然都不错，但是为了套装属性，也只能先搁置在背包了。轻松搞定了一只 BOSS， 叶青更加信心大增。属性全开的他打这个初级的副本简直太轻松了。继续，叶青一路横扫，所有的怪物都在他手里坚持不到几下攻击，无论是 BOSS 还是精英怪还是普通怪，都无法阻挡叶青势如破竹的攻击。只不过在石巨人这边，叶青依然是使用了卡 bug 的办法，石巨人的伤害的确是太高了，叶青一个不小心翻车也有可能。既然有轻松的办法，没有必要去玩命秀技术，副本里也就自己一个人，没有必要去装逼。不过就算有人在，叶青依然会选择最稳妥的办法。不过叶青用了一个小技巧，在那条爆炸的轨道上节省了大量时间。叶青用掠影给自己加速，然后狂奔在轨道上，在轨道爆炸的瞬间直接跳到对面，节省了掉落下去后杀小怪，然后挖矿游泳上来的时间。最终叶青站在了最后的 BOSS 矿脉之主塞恩斯的门前。有了之前的经验，叶青也总结出来，塞恩斯最主要麻烦的技能就是乱舞，必须要及时躲开，不然后果就是被他拳打脚踢到死。卑微的蝼蚁，成为我的泉下亡魂吧。果然 BOSS 的话都是一样的，进来几次都一样。叶青也不给 BOSS 多废话的机会，直接发动了攻击。闪影！叮！闪影造成8798点伤害。闪影现在是叶青伤害最高的一个技能了，用起来也是顺手的不行，可惜冷却长了点。接我一拳！受到了重伤，塞恩斯直接发动了技能一拳。叶青反应极快，但是塞恩斯的技能就是自己的拳头，所以速度更快，闪避来不及了。叶青将手里的匕首交叉叠加在身前。叮！招架成功，受到935点伤害。神域中依靠自身技术躲开攻击是闪避触发，只要触发就直接免疫伤害。依靠盾牌抵挡伤害是格挡，减少1半的伤害。另外一个就是依靠武器来招架伤害，减少40%的伤害，这也是所有职业都能够使用的防御方式。但是相比起格挡，招架更加难触发。格挡只需要盾牌撑起就能够办到，但是招架则需要在受到攻击的瞬间，用手里的武器卸掉受到的冲击力。当然，闪避是这3个防御动作里面最难的。叶青现在的血量刚刚达到1000多的样子，这也得多亏盗贼阿诺斯送他的往生之环。往生之环每次升级附加的体质属性，让叶青的血量已经快到达到同级别肉盾战士的血量了。幽影之魂也因为叶青的升级成长到29级了，伤害提升了，不过技能还是一样，并未变化。冒险者，你竟敢在战斗中还无视我，自言自语想别的事情，竟然侮辱我！你惹怒我了！叶青心不在焉的战斗让塞恩斯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竟然开始疯狂旋转起来，乱舞。叶青立马回过神，开启了掠影，用极快的速度疯狂的在这个房间内狂奔绕圈，一道道残影迷惑着塞恩斯。塞恩斯的乱舞每次跳跃攻击都狠狠地落在叶青的残影之上，
而叶青则是用走位和计算，准确地躲过塞恩斯的跳跃攻击。叶青嘴里一直在默默数着塞恩斯乱舞的结束时间。OK， 结束。乱舞的旋转一结束，叶青立马转身，月光斩，切割，连斩，大量伤害从塞恩斯身上爆出。塞恩斯痛苦惨叫。我以矿脉之主的名义召唤我的仆从。原本以为就会这么非常有节奏的解决塞恩斯的时候，塞恩斯竟然发动了召唤技能。我靠，系统显示没有召唤技能啊，这还能中途加技能？叶青傻眼了。一个瘦弱的怪物从地下爬了出来。矿脉疯狂者，不好 ，BOSS 想要加属性。叶青立马冲过去，直接无视 BOSS 轰来的攻击。他要在矿脉疯狂者还没有使用技能之前秒掉他。闪影，冷却时间刚刚结束，最强攻击技能甩出，叶青也随着闪影的残影一同出现在矿脉疯狂者的身边。可怜的矿脉疯狂者，整个身体还没完全爬出地面，血量已经只剩一小半了。叶青一个切割，加上匕首乱砍，直接将这个小可怜再次送回地面。看着地上的尸骸，叶青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技能没用过，短暂复生。叶青一个滚翻躲过塞恩斯的一击，对着尸骸释放了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用过的技能。一束翠绿的光芒闪耀在矿脉疯狂者的尸骸上，原本已经死透的矿脉疯狂者竟然就这么站了起来。矿脉疯狂者，对我释放嘶吼技能。矿脉疯狂者非常听话的对着叶青哀嚎了一声，然后给塞恩斯了一巴掌。还没等塞恩斯反应过来，就散落成了一地粉末。5秒复生时间到了。叮！受到矿脉疯狂者嘶吼技能加持，全身属性增加 50%， 持续3分钟。爽！属性暴增，叶青立马玩命开始攻击塞恩斯。切割！叮！切割触发暴击，造成4200点伤害，每秒掉落218点血量，持续10秒。月光斩！叮！月光斩触发暴击，造成3754点伤害。月光斩触发暴击都可以比得上圆月斩的伤害了。叶青发动了掠影，围着塞恩斯就是玩命输出。塞恩斯虽然速度也挺快，但是庞大的身躯让他转身极为不畅。叶青每次都能非常准确的卡点攻击在他的背后，而塞恩斯则是根本无法反击，这让叶青越打越顺手。我不甘心啊！最终塞恩斯一声悲叹倒在了地上。叮！击杀矿脉之主塞恩斯。叮！恭喜通关锋刃矿脉初级。叶青将掉落捡起，竟然直接就是皮甲全套，然后还有一个耳环。出手势了。名称：特殊装备转换耳环。次数2。效果：可以转换最高的5维属性成为另一项属性，持续10分钟。看到是特殊装备，还有使用次数，叶青略微失望。不过这件特殊装备倒是一个不错的装备。打个比方，叶青现在最强的就是敏捷属性，如果将敏捷属性全都更换成了精神属性，那么一个治疗技能说不定就直接能把自己加满血了。如果使用的好，这个装备也会出现奇效。第51章沈星竹被围。好东西，收藏了。叶青背包虽然扩大了许多，但是特殊装备还有卷轴的收藏癖让叶青的背包总是不够用。叶青打定了主意之后，自己想办法要去找行军包什么的可以扩充背包的玩意。看了眼经验还剩下 30% 就可以升级到30级了。叶青离开了副本，打开了等级榜。1. 叶青29级。2. 龙之舞24级。3. 花间一壶酒24级。4. 大鹌鹑23级。5. 冰天雪地23级。6. 光能勇士23级。7. 龙纹23级。8. 名将砍死你23级。9. 名将暗影23级。10. 名将天涯23级。职业榜： 1. 龙刃武者。 2. 黑魔法师。 3. 丛林猎手。 4. 魔剑士。 5. 生命舞者。装备榜： 1. 幽影之魂远古。 2. 血腥剑完美。 3. 梦幻舞步完美。大部分玩家进入主城之后，各种排行榜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不过让叶青没想到的是，龙之舞竟然掉了级，还能这么快的重新追上来，死死的咬在第2位。不对，沈星竹呢？叶青刚才就感觉排行榜上好像少了谁，这才想起来原本第2的不是沈星竹吗？为什么他竟然连等级榜上都不在了？滴滴滴，沈星竹在吗？叶青发去了私信问道。沈星竹直截了当的说道：看到我调出等级榜了。是啊，是名将的人。名将？和你也有仇？叶青问道。沈星竹摇了摇头，不是和我有仇，名将这个工会本身就是到处找麻烦、挑事情、做恶心事情的。我查到他们名将是接了干扰我升级的任务，所以派了人不停的来骚扰我练级，中间还偷袭了我2次，一次被我杀了，一次我被围攻死了。
叶青想了想说道：“按照你的技术和人脉，不可能会搞不定啊。”沈星竹无奈地说道：“这些名将的人就和疯狗一样，只要他们看上的目标，他们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来找你麻烦。而且他们人实在太多了，现在没有工会，就光团队他们就差不多几百人了，还有那些技术很好的玩家也加入了他们，只不过干这种事一般的高手都不消罢了。我只要残血，就肯定有名将的人开红来杀我，我都快变惊弓之鸟了。”沈星竹无奈道：“你现在多少级了？”叶青问道。“卡在20级了，我们堵在清风城北门郊外的复活点了，再挂一次估计就要回新手村了。等等，有只猫他们呢？你们队伍的人呢？”叶青问道。沈星竹叹了口气，除了喵喵，因为我让他处理点事情没出成还没事，别的全都被杀到19级，回到新手村了。我靠，名将的做的这么彻底，你们到底多大仇啊？没什么仇，他们也是拿了钱办事而已，只不过名将这个仇我是记下了。叶青想了想说：“要不他过来吧。”沈星竹立马拒绝：“算了，你别过来，他们人太多，你死一次估计就会被他们大做文章，到时候他们名将的名气就更大了。”虽然沈星竹不让叶青来，但是叶青还是打算出手。话说这次不是龙之舞就是鹌鹑找的麻烦吧？鹌鹑公会和你有仇，龙之舞看你一直等级榜第2，找你麻烦也有可能。一想到龙之舞那个小人的样子，叶青越来越觉得就是这家伙。沈星竹摇了摇头：“不一定，这一次神域和以往的游戏不同，决定了很多大财团的未来发展，因此这一次入驻的老牌公会非常多，只不过大部分公会都换了名字，都在憋着一股劲冲击25级，到了25级就可以去打25级以上的 BOSS 报佣兵令了。”佣兵令，这还是叶青第一次听到的道具名字。干啥用的？公会令是50级以上 BOSS 才会出的，在此之前要组成团体只能使用佣兵令创建佣兵团队，佣兵1到10级对应了10个到100个人的团队人数。叶青打断了沈星竹的解释：“算了，我也是孤家寡人，这种设定就别跟我说了，你准备下，我快到了。”“什么？不是不让你来了吗？你不用来救我。”对于叶青来救自己，沈星竹其实也是非常意外，之前他发出的求救基本都没了回应，名将现在就和疯狗一样，基本没有工会或者小团队原因招惹他们。“我就是来杀名将的人玩的。”叶青非常干脆地说道。沈星竹瘪了瘪嘴：“直男！好了，不说了，我好想看到名将的人了。”叶青挂断了语音。叶青老远就看到了已经被爆的只剩下一件铠甲的沈星竹，就这么坐在复活点的安全保护区域内，而保护圈外面则是几个名将的玩家正在对沈星竹疯狂的嘲讽。叶青忍不住想到，幸好这是在游戏，有基础衣服保护，不然一个女孩子被曝光了装备这样简直就是侮辱。不过就算如此，沈星竹现在的形象也是极度狼狈。名将一达看着沈星竹一脸的猪哥样，没想到这美女身材这么好，可惜最后这件铠甲没给她爆掉，这身材就算是有系统的基础衣服也是有非常养眼啊。名将西瓜点头道：“要不是现在有了天网，现实中用以前的手段把这个小妞弄来，真的可以给兄弟们解馋了。”沈星竹被这些人说的脸色铁青，这些人就是社会的渣子，现在现实中有了天网，他们害怕了，就来游戏中口嗨女孩子。名将卡卡西一拍名将西瓜的脑袋：“少废话，一个个精虫上脑的玩意，给我认真守，目标就是把他杀回新手村，他不死你们谁都别想拿到钱。”“是，队长，我们知道了，兄弟们都在外围待着呢，谁都不可能来救得了他。”名将卡卡西看着沈星竹：“美女，你看兄弟们都不容易，要不你就别反抗了，出来让我们杀了完成任务，你也好回到新手村重新升级，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呸，你想得到没？我反正不急，我就待这里，看你们谁忍得住。”沈星竹可不会惯着这些垃圾。“嘿嘿，行，小美女，你就待着吧，我看你等不等得起。”突然，一道系统提示音让名将卡卡西一惊：“叮，你的队友名将绿茶死亡。”“怎么回事？”名将卡卡西问道。他以为是名将绿茶碰到了什么怪物被杀了。“队长，不好了，是第52章打劫名将。”“叮，你的队友名将星空死亡。”“叮，你的队友名将沈慈死亡。”“叮，你的队友名将我要胖死死亡。”“叮，你的队友名将夜半星空死亡。”接二连三的队友死亡消息让名将卡卡西以及别的几个名将玩家全都懵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来告诉你啊！”叶青如同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名将卡卡西背后。“连斩！”“叮，名将卡卡西死亡。”“叮，杀戮点加20。”叶青顶着血红色的名字出现在了复活点外，外围树林中的10几个名将玩家都被叶青一刀一个全部击杀，而现在卡卡西也死了，剩下的名将西瓜、名将猕猴桃、名将一达都在瞬间就被叶青秒杀。名将猕猴桃看着血红名字的叶青，这是什么伤害？
就算是盾战士，竟然都被秒杀。还是名将卡卡西反应最快，红明啊，叶青啊，杀了他，他掉3级，全身装备都会爆出来。名将卡卡西的一句话，就好像点醒了在复活点中的名将众人。杀了他，一起上！10几个名将玩家一同从复活点中冲出，杀向叶青。叶青微微一笑，一个后翻，直接开启了隐身技能。小心，叶青隐身了！名将卡卡西说道。是啊，隐身了，不过我又出来了哦。叶青清冷的声音出现在了名将卡卡西的右侧耳朵。叮！名将卡卡西死亡，又是秒杀。名将卡卡西又掉了1级，重生在了复活点。快杀掉他！名将卡卡西和疯了一样大喊着，让10几个名将玩家去杀叶青。但是叶青一个刺客被这么多玩家围着，竟然一点没有胆怯的样子，反而一脸的兴奋。行走于刀剑之上，这也是一个刺客最刺激的时候。没有等名将的人动手，叶青已经冲了出去。掠影，速度提升到了极致。月光斩，一刀斩出，3个玩家直接被秒杀。闪影，再次秒杀一个。叶青的速度、攻击力令名将的玩家全都震惊。这是玩家？这简直就是高等级的原住民啊！开玩笑吧？这怎么打？只不过短短1分钟，复活点又躺着10几个名将的玩家，而叶青则是非常淡定的将他们掉落的装备堆积到一起，当着这些玩家的面挑挑拣拣。这件才劣质，我去，这都穿得上？丢了。精良的，属性好垃圾啊，丢了。叶青的行为简直就是对名将的这些人的侮辱。叶青，你到底要如何？名将卡卡西快疯了，对着叶青大声吼道。要知道他运气差到了极点，被杀了2次，身上的装备竟然差不多都被爆出去了。而且他原本就22级，现在已经到20级了，再死一次他就只能回到新手村了。叶青将一些垃圾装备直接踢到一边。你说我要干嘛？叶青微笑着看着他。你是要救沈星竹？只要你放了我们，我让你带走他。名将卡卡西焦急地说道。但是看到叶青的表情，他又愣住了。叶青戏谑地看着他。救他？我没打算救他，我纯粹就是来抢劫的。叶青匕首一横，不想回新手村的，把你们身上的钱全都给我交出来，否则全都死回新手村去。没想到天道好轮回，刚才还一脸嚣张的收尸沈星竹，现在一个个名将玩家竟然被叶青收尸了。名将卡卡西看着叶青说道。叶青，你想清楚，你是要和我们名将为敌？叶青反问了他一句。我和你们没仇？搞笑，我本来就和你们有仇，我还怕和你们是敌人？由于你废话太多了，涨价了，所有人身上钱都交出来，然后脱1件装备给我。叶青直接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了一杯茶，小口喝起来，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名将卡卡西看着叶青的样子，不知道该如何才好了。名将绿茶轻声对名将卡卡西说道。队长，咱们和工会里面说吧，让他们来支援，我们现在都是20级了，已经有2个兄弟回新手村了。不行，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第一执行任务，如果求援，以后我们这些人永远都只是10几线的小队伍了。我好不容易和名将砍死你那要来的守尸任务。名将卡卡西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还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叶青，我们给钱，你放过我们，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叶青看了眼名将卡卡西，不错，是个人才，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就是他们队长。这样吧，你收集他们的钱，我直接和你交易，拿到钱你们就可以走了。名将卡卡西点了点头，随后和复活点的兄弟们一个个交易，拿走了所有的钱，当然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的。叶青随手丢掉茶杯，站起身，行了，都出来吧，钱交易了就可以走了。名将卡卡西和叶青发起了交易，10几个人竟然才凑出了10金多一点，哎，一堆穷鬼。名将卡卡西皱着眉头，10个金币还穷，大部分玩家身上玩命也就存了不到50银币而已。叶青摆了摆手，走吧走吧。得到了叶青的许可，名将的人都离开了复活点，想要离开。叶青就这么站着，名将卡卡西背对着叶青，对着名将的几个玩家偷偷打了一个手势。这几个玩家慢慢的想要绕到叶青背后，但是叶青往侧边走了几步，就是卡着视野，让这些玩家没有办法到他背后。看到如此，名将卡卡西也只能作罢，要杀叶青想都不用想了，能够离开也算是运气不错了。然而叶青会让他们离开。月光斩，叮，触发圆月斩。计算好了位置，月光斩直接将10几个玩家全部囊括其中，正好还触发了圆月斩。一个技能，10几个名将玩家全部死亡，一击秒杀。这一次名将卡卡西说话都来不及，直接跟着一种手下全都回到了新手村。他们已经掉到19级了。滴滴滴，有只猫在吗？我是叶青。
叶青，你怎么给我发信息了？去新手村复活点看看，给你送了礼物来。叶青说了句就挂断了语音。有只猫带着队伍中的几个人正好在练级，听到了叶青说的，立马就赶了过去，正好看到名将的人全都复活点里面刚刚出来。第53章群战名将。我操！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你们特么也死过来了！兄弟们，弄死他们！有只猫带着兄弟们直接冲过去，就和名将卡卡西等人扭打在一起。而复活点这边还剩下3个名将的玩家，这个人肯定是开挂的，举报他。对啊，马的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伤害？开玩笑一样的。剩下的这几个名将的玩家立马点开系统举报界面，叮，接受举报，举报对象叶青，举报原因使用第三方非法软件。几秒后，叮，经检测，玩家叶青正常游戏，并未使用第三方非法软件。不可能，继续举报。接连许多次的举报都是收到了一样的提示，不可能。叮，检测到玩家多次恶意举报，警告，警告。叮，检测到恶意举报行为，进行处罚，全身属性下降 50%， 持续24小时。唰的一下子，几个玩家的血量蓝量一下子减少了一大截。3个玩家在复活点哀嚎不已，叶青看得一脸懵逼，什么情况？他们估计是举报你被系统处罚了。沈星竹离开了复活点，走到叶青身边说道，这些装备先穿上，你先走吧，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叶青将背包里面一些精良装备给了沈星竹，说道，什么？名将的人要来了？这些名将的人虽然都是名将卡卡西的人，但可不都是一心安安稳稳跟着名将卡卡西混的。无论是任何地方都会有明争暗斗，就算是名将工会内部也一样。所以刚才虽然名将卡卡西说了不让他们对工会内汇报，但是必然还是会有人偷偷联系。游戏内的私聊反正也没人知道，只有本人才知道。算算时间，差不多名将的人应该已经都过来了。这件事怪我，你已经被卷进来了，用不着搭上自己，一起撤回城内吧。沈星竹说道。叶青微微一笑，你回城吧，我来会会他们。名将的人总得有人给他们教训才可以。当然如果你没事做，可以留在复活点等会录个像。我虽然不是很想出名，但是如果是针对名将这样的工会，我倒是丝毫不介意出名。叶青看着远处林间的飞鸟，就知道名将的来了。另一边城内也有许多的名将玩家向着这边气势汹汹的集结。叶青更换上了唯一的称号入狱先锋。虽然现在叶青已经红名了，但是罪恶值能降一点是一点。入狱先锋能够降低罪恶值，自己之后刷怪升级的时候可以减少点时间。名将砍死你带着一众名将的玩家，差不多有30多个人风风火火的冲了过来。叶青顶着一个大大的红名就这么站着，也不逃，而是淡定的看着名将砍死你。哟，又是你，好久不见啊。叶青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之前的敌人。名将砍死你之前，新手村就在叶青手里死了2次，这个仇怨早就结下了。沈星竹已经被叶青推到复活点了，看到叶青已经被这么多玩家围住，沈星竹怎么都想不通叶青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喜欢我？给我报仇？沈星竹想来想去，也就这个原因最靠谱。然而叶青此时想着，名将的势力越来越大，早晚找我麻烦，还是早点给他们来点打压，到时候相对会收敛一段时间。名将砍死你一收到小弟的消息，知道叶青已经红名，并且还非常嚣张的等在这里，立马就带了人过来。他知道自己带几个人肯定是搞不定叶青的，因此把在线有空的兄弟都叫了过来。现在是冲击的最关键时候，能够脱开身过来30多个人已经很困难了。叶青看着乌压压的一片玩家，无奈的摇了摇头。叶青，你摇头什么意思？名将砍死你看着叶青问道。哎，我还以为会来个100来个人，让我练练技术，结果才这么点人。靠，这比这么嚣张。几个名将的玩家被叶青如此说，立马就要动手。附近也已经驻足了许多路过的玩家。等级榜第1的叶青敌对目前最强的名将工会，这绝对是论坛的大料啊。说啥呢？来呗。叶青非常嚣张地对着名将工会的玩家勾了勾手。名将砍死你眼睛一眯，就算你再强，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还能够翻天？兄弟们上！战士顶前，法师弓箭手远程输出，奶妈叠加在法师和弓箭手里面，刺客后排游一走。没想到这种时候，名将砍死你都没有乱了阵脚，完全按照打 BOSS 的方针来针对叶青。叶青没有多说话，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杀怪名将的玩家。叶青直接向后撤退，转身就跑。原本复活点就在北门的万灵森林边缘，这附近灌木原本就比较多。叶青直接一头扎进灌木丛中，没想到叶青还没开打就逃跑，名将的战士立马就追了上去，一个个都非常干脆的跟进了丛林之中。名将砍死你，想要阻止都来不及。叮！名将逆天死亡。
叮！名将茶杯死亡。一声声死亡提示音让名将砍死你在团队频道大喊着，让那些进入丛林的战士都快点退出来。开玩笑，跟着刺客进丛林追杀，这不是找死吗？弓箭手有鹰眼的开鹰眼，防止叶青隐身。两个弓箭手眼睛一亮，开启了鹰眼技能。鹰眼技能能够防止刺客隐身偷袭，可以提升破影的距离。而叶青这边早已失去了踪迹，死掉的几个战士玩家甚至连叶青的影子都没见到就死了。名将的玩家发现了叶青的恐怖，都退回到了空地上，小心谨慎地提防着。嗖的一声，一支弩箭飞出，准确无误地扎在名将砍死你的额头正中心。叮！受到4点强制伤害，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妈的！攻击攻击！刺客全部进灌木，把叶青逼出来。叮！名将绿光死亡。突然一声系统提示，让名将砍死你一惊。什么情况？怎么后面死人了？死掉的是一个弓箭手。明明刚才叶青是一箭从正面射过来的，怎么可能动作会这妖快？从名将过来到现在的时间，只有刚开始看到过叶青，剩下的时间之间死人就干脆没见到过叶青的人影。第54章叶青手尸。弓箭手，叶青人呢？鹰眼看不到。老大，看不到啊，我们一直在顶着附近，根本没有人。绿光你怎么死的？不知道啊，我就这么站着，突然就死了，好像是一道残影突然出现，然后我就死了。妈的，什么鬼？名将砍死你，原本信心十足，现在已经被叶青彻底扰乱了心神。指挥的人心神紊乱，那么这个团队离团灭也不远了。叶青此时早已经在开启了掠影的时候开启了隐身，在隐身状态下快速移动到了名将这些队伍的后面。一个闪影将最后排的绿光秒杀后，叶青直接贴近一个灌木丛，开启了前引。因为绿光的死亡，后排的名将玩家都慢慢聚到了一起，互相抱团以防叶青偷袭。然而他们的行为本就是叶青计算好的。月光斩，叮！触发暴击，叮！触发圆月斩，叮！名将光华死亡，叮！名将逆天死亡。一个技能瞬间死了10几个名将的玩家，而叶青终于是显出了身形。快锁定法师弓箭手攻击。原本后排的弓箭手和法师此时也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到底是工会玩家，素质相对更好，立马反应过来，开始对叶青释放技能和攻击。叶青一路狂奔，不再隐藏身形，竟然顶着攻击冲向最近的几个法师和奶妈。叮！受到火球术攻击，损失24点生命值。叮！受到弓箭攻击，损失19点生命值。全部都是低额的攻击。叶青一挥手，一个升级技能，损失的血量刷刷刷的开始重新补充回来。叶青的速度极快，一切发生在瞬间。技能刚刚打到，叶青还没来得及发动第2个技能，叶青已经出现在了几个法师面前。一匕首一个直接带走，踩在一个法师身上，一个后空翻，匕首一闪，边上一个还在发懵的奶妈也被一并带走。战士战士！几个法师大喊着向着战士的位置撤退。前排的肉盾战士还有剑士才姗姗来迟，将这些法师弓箭手脆皮后护在盾牌后面。然而叶青再次消失在了他们面前。靠！又隐身！弓箭手鹰眼，名将砍死你！喊道。叶青特意留着名将砍死你，就是想让他乱方寸，不给他们沉重打击可没效果。砍哥，有鹰眼的2个人都才20级，已经被他杀了，都回新手村了。废物！名将砍死你！怒骂一声。现在他们只能抱团以防叶青攻击，但是麻烦的是叶青还有群攻技能，抱团在一起简直就是找死。所有人2-2组合，背靠背分散，不要聚在一起，慢慢找叶青。在外圈看着战斗的路人玩家都看得津津有味。30多个名将玩家完全可以平推一个野外 BOSS 了，没想到竟然被叶青一个人就这戏耍着。叶青大神果然是大神，刺客玩得6道飞起。对啊，名将平时作威作福的确是该教训了。叶青不愧是等级榜常年第1的大神，太无敌了。你看到没？他只要出手就必定死人，还都是一击秒杀的。几个玩家都互相讨论这，并且都将这些战斗场景都录了下来，准备之后发到网上去。沈星竹坐在复活点中，近距离看了叶青的战斗，也是忍不住感叹道：这样的刺客如果能够加入他的工会，那他简直做梦都要笑出来了。之前还怀疑叶青不止一个人是有团队的，现在他信了。叶青根本不需要团队，一个刺客玩到他这样来，无影去无踪，并且每一步都精确计算，这技术还要啥团队？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叶青这边的战斗也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应该说是一边倒的虐杀。就算按照名将砍死你的意思，2-2背靠背，但是叶青的攻击太高了，只要他出现，一匕首一个击杀名将的玩家简直就和割韭菜一般轻松。在场的名将玩家越来越少，
复活点中一个个名将玩家前仆后继的冲出去，但是最后都重新复活在了复活点。现在平均等级都在23级左右，几个性子急的都已经死了超过2次，调回新手村了。还有几个冷静一点的，到了20级就已经不出复活点了。热血是一回事，调回到新手村重新来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叶青，有本事单挑，别藏头藏脑的，老子看不起你！名将砍死你！大声喊道。然而换来的又是一个名将玩家死亡的系统提示音。知道为什么我不要针对你们吗？叶青清冷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名将砍死你背后，他的幽影之魂的刀刃已经落在名将砍死你的脖子上了，只要轻轻一划拉，名将砍死你就得出现在复活点了。名将砍死你从来没有离死亡这么近过，忍不住问道：为什么？因为我小心眼。叮！名将砍死你死亡，新手村你们就跟着我想找我麻烦，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就是死。叶青一个转身，闪避掉了几个名将玩家的攻击，一个月光斩带走3个，掠影发动，速度暴增，直接将还在复活点外的几个玩家全部击杀。就这么又回到了开头的样子，叶青站在复活点外，剩下的20多个名将玩家无奈地锁在复活点中。又到了快乐的选择时候了。叶青微笑着看着复活点中的名将众人，要么死回复活点，要么交出身上所有的钱。不要相信他，刚才他也这么说的，转身就把卡卡西他们的人都杀了。刚开始名将卡卡西队伍中的3个玩家还缩在复活点，在复活点中不能使用回城技能，他们原本是想等叶青被杀之后跟着队伍耀武扬威，结果没想到叶青反而把名将的30多个人全杀了。怎么办？坎哥，这样子我们在总部那边真的丢人到极致了。名将砍死你的心腹轻声在名将砍死你身边问道。要不大哥用那个吧，边上一个小弟提醒道。这太浪费了吧。另一个小弟说道。不浪费，这个叶青这个样子，如果不能杀掉他，我们的颜面扫地，传出去基本也没人会找我们花钱办事了，这一来一去更亏。这边窃窃私语，叶青这边竟然收到了系统提示音。第55章地狱古灵。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罪恶值达到1000的玩家，获得特殊道具后悔药。后悔药名称：后悔药，次数一次性，效果：当罪恶值达到1000时可使用，直接清除所有的罪恶值。说明：千金难买的宝物药剂，这或许将是你唯一一次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赎罪。好东西啊哈，这真是瞌睡来了，枕头从天降啊！不过可惜是一次性的，不然就真爽翻天了。叶青将后悔药收入背包。名将这边，名将砍死你已经走出了复活点。怎么想通了？要交钱了？只是走出来一个名将砍死你，叶青以为他们真的妥协了。然而，叶青，这是你逼我们的。名将砍死你突然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张卷轴，直接使用。当卷轴使用的瞬间，一道惊雷劈下，一道深不见底的黑色裂缝就出现在了空中。叮！玩家名将砍死你，召唤地狱古灵。一只眼睛冒着深蓝色火焰，手上拿着一把同样燃烧着深蓝色火焰，双手巨斧的骷髅怪从裂缝中慢慢出现。当头部出现的时候，裂缝直接收缩消失了，而地狱古灵轰然下落，地面爆出大量烟尘。名称：地狱古灵，精英，品质完美，等级45，物理防御490，魔法防御670，物理攻击800，魔法攻击0。技能1：地狱之火。地狱古灵所有的攻击都附带地狱之火的效果，只要受到伤害就会持续性的产生损伤，每秒扣除总血量的1%，持续5秒。技能2：地狱斩。地狱古灵甩出极快的一刀，产生破甲效果，造成200%的物理伤害。技能3：地狱诅咒。地狱古灵血量低于2%的时候，有一定概率召唤地狱骷髅啃食受到诅咒的玩家，持续12小时，每颗骷髅强制性造成1点伤害。这是 BOSS？ 不对，这是一只精英怪。原本以为是 BOSS， 结果仔细一看，是一只高等级高品质的精英怪。就算是精英怪，这个等级和品质绝对也比得过30级的卓越 BOSS 了。沈星竹对着叶青说道：叶青，快跑！你在那里兴奋个什么劲啊？叶青激动地说道：45级的完美精英怪啊！哈哈，这都是装备啊！沈星竹，名将众人，这尼玛看到高等级怪物不怕反而兴奋，想要爆装备，这是常人思维。哼，叶青你还嘴硬，45级的完美精英怪，你还不死？去吧！地狱古灵。地狱古灵收了指示，抬着双手斧子就是狠狠的一斧劈下。叶青急忙一个滚翻，闪避掉了地狱古灵的攻击。攻击速度不是很快，斧子太大了，地狱古灵的后摇太大，可以打。
只不过一个照面，叶青就分析出了地狱古灵的缺陷。可惜了，刚才没有对名将砍死你用偷的，说不定能把这个卷轴偷过来。亏了。叶青脑子想着，但是手上已经开始和地狱古灵战斗到了一起。地狱古灵天物理防御，但是叶青攻击力足够高，轻松破防，并且每次攻击造成的都是几百的伤害。地狱古灵虽然极力反击，但是却收效甚微。叶青如同一只灵活的猿猴一般，就绕在地狱古灵周围，每次都用刁钻的位置攻击，等到古灵转身过来，又卡位到另一边。哦！地狱古灵仿佛被叶青羞辱激起了怒气，竟然在没有发动技能的情况下，开始加快了攻击频率。什么？还能够主动加快速度？叮！招架成功，受到735点伤害。叮！受到地狱之火灼烧，每秒掉落124点血量，持续5秒。叶青招架住了一次强力攻击，但是也受到了地狱之火的灼烧，血量急速下降。快！叶青要死了，全部冲出去攻击他！名将砍死你看到立马喊道，召集还剩下的这些20级的名将玩家一起冲出复活点。靠，这些名将的人真恶心，趁人之危。边上一个玩家说道。叶青都已经血红的名字了，要是将他杀了还不得大爆。叶青这么高的攻击，装备肯定好到极致，随便一剑估计都发财了，还要什么脸面？边上一个玩家说道。其实就算是他都想要动手去杀叶青了。叶青你可不能死啊，你可是我的偶像啊。另一个玩家祈祷道。生机！叮！每秒恢复128点血量，持续10秒。叶青一个滚翻，躲开了几个名将玩家的技能攻击，一瓶终极瞬间血量恢复药剂直接灌下，血量刷的恢复了一大截。真以为我把你们都忘了？叶青冷笑一声。月光斩！叮！触发暴击，伤害翻倍。叮！触发圆月斩！叮！名将砍死你死亡！叮！名将掉炸天死亡！叮！名将绿茶死亡！接连不断的死亡消息提示，由于都是复活点冲出来的，名将众人都紧紧的靠在一起。叶青也运气极好，直接触发了更加范围大的圆月斩，一个技能全部秒杀。复活点中再次出现的只剩下4个20级的名将玩家，别的名将的人全都已经掉到了19级，回到了新手村。这4个玩家可再也不敢出复活点了。叶青一个侧闪躲过了地狱古灵的一下攻击，接下来就是你了。闪影！叮！闪影造成2308点伤害。叶青技术也太好了，竟然能够一直触发闪避属性。边上的玩家都惊讶叶青能够不停的闪避，但是沈星竹这边则是看到了叶青完美的预判和走位。这技术叶青到底是如何训练出来的？怎么可能次次都能准确计算？这预判基本就没有错误发生。闪影！月光斩！切割！连斩！一个个技能接连不断的砸向地狱古灵，地狱古灵的血量飞速减少。到底这个地狱古灵还是精英怪，并没有非常厚的血量。叶青的攻击造成的大量伤害，让地狱古灵的血量即将见底，快要干掉了。全身心在战斗的叶青正要进行最后的收尾，不知道一个45级的完美精英怪通过叶青满级的幸运值能够爆出什么好东西。这也是叶青第一个碰到的完美级别的怪物。突然，骑士冲撞！从边上一个灌木中，一个人影竟然突然出现，横向瞬间移动了差不多10码的范围，狠狠撞击在地狱古灵身上。第56章短暂复生的妙用，龙之舞。哈哈，叶青，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这只怪是我的。盾斩！原本地狱古灵的血量就已经被叶青削减到了最后一丝，龙之舞的伤害也不低，一个肉战士竟然能够破防地狱古灵，2个技能直接将地狱古灵杀了。叮！龙之舞击杀地狱古灵，等级提升，一束光芒，龙之舞升级了，将地上的掉落捡了起来。龙之舞一脸嘲讽地看着叶青。叶青，没想到吧？被抢了怪，感觉如何？叶青丝毫没有被抢怪的气恼，反而一脸笑意，鼓起了掌。有意思，有意思。没想到我一个刺客竟然会被一个骑士抢怪，好像是有点丢脸了。叶青没有生气到，是让龙之舞略微有点失望。不过龙之舞看到叶青的表情，心里总有一种不安。哎，有时候吧，财运来了，真的是自己都控制不了。叶青笑着说了一句。什么意思？闪影！叶青直接发动了攻击，闪影瞬间释放，同时进入了隐身状态。龙之舞被攻击，却也没有躲避，而是就这么站着。叶青，你是红名，我是绿名，我就算死了，最多掉了1级，报一点钱币，那又如何？龙之舞知道自己不是叶青的对手，但是有系统的红绿名保护，他丝毫不慌，大不了刚刚升的1级掉了。红名击杀绿名玩家，绿名玩家会得到保护，降低身上物品掉落概率，基本上都是掉点钱币就完事了，爆装备的情况很少出现。是吗？既然等死，
那我也不客气了。切哥，哈哈，叶青，你说等会我爆出一个铜币，你会不会气死？叶青，你记住了，我就算打不过你，但是恶心你还是能办到的。龙之武不停地嘲讽，血量狂掉。是吗？叶青微微一笑，匕首一划，龙之武脖子鲜血狂飙，直接倒地。叮！龙之武死亡。龙之武死亡就掉出了几枚银币。边上的旁观玩家都叹息道：叶青这次是真的亏大了，亏了一只高等级高品质精英怪的经验，还有装备，只不过换了几个银币。没想到第一的大神也有失利的时候啊！然而，短暂复生，一道绿色光芒一闪，原本死亡的龙之武还想跑尸复活，结果尸体竟然就这么直接站了起来。妈的，怎么回事？龙之武的灵魂竟然无法进入尸体。更加可怕的是，龙之武，把你全身的装备、背包里的东西全都丢出来！我操！叶青，你失心疯吧？我怎么可能？不，我的装备！龙之武看到自己的身体竟然完全不受控制，开始脱装备、丢背包里面的卷轴装备等等东西。哈哈，东西还挺多。叶青哈哈大笑着，将龙之武丢出来的东西全都一股脑收进背包，丢一件收一件，一个铜板都没留。不，叶青，你不能这样！龙之武真的慌了。高手身上不说穿的都是好装备，背包中肯定也都会带上各种比如应急的卷轴、特殊的道具等等东西，这都是千金难求的宝贝。此时只要不是绑定的东西都被龙之武自己丢了出来，叶青捡得爽，龙之武已心如死灰。5秒时间一到，龙之武再次倒地死亡。这一次龙之武直接选择掉级，直接复活。在野外怪物区域，死亡跑尸复活掉1级，但是直接传送回复活点掉2级。而在非保护区和非战斗区域，也就是主城附近还未进入到战斗区域的这个中间缓冲区，也是玩家称为的决斗区，这里跑尸复活是掉 50% 的经验，而复活点复活则是直接1级。我操，这个技能太变态了吧！哈哈，龙之武估计要疯掉了。你看他只剩下打底保护衣了。叶青大神，这个什么技能啊？一个玩家大声问道。但是叶青可没有暴露自己技能的习惯，微微一笑，拍了拍衣服，和沈星竹打了声招呼，就直接隐身走了。这家伙还真的是来赚钱的啊，赚了钱就跑。沈星竹无语的吐槽叶青这个直男，难道自己魅力降低的这么迅速，叶青都不想留下来多和他聊会天？叶青这边直接喝了后悔药，清除了所有的红名，跑回城，来到了仓库。幸好有了后悔药，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刷怪清红名了。龙之武东西是真的多啊，不过可惜他身上的几件装备估计是绑定的，没有爆出来，看来是任务送的装备。叶青打开了仓库，准备升级一下仓库。仓库第一次升级10格需要5个金币，第二次10格需要10金币，第三次就要20金币，以此类推。不过现在叶青可不会心疼钱这个东西。哈哈，刚刚那个逗逼竟然送了我200多金，正好可以用来升级仓库。叶青一想到龙之武就想笑，估计龙之武现在光着膀子在那里痛苦哀嚎吧。叶青将背包中的龙之武的东西都打开，开始查看。叮！获得装备时，卷轴3，特殊任务卷轴1，特殊装备1，金币204枚，银币78枚，铜币86枚。装备基本都是精良的，有2件稀有的装备，看起来是刚刚外面刷怪回来，装备还没处理。龙之武应该是属于做任务型的玩家，所以装备很多都是任务送的，绑定的好装备并没有爆出来。不过有一件装备倒是让叶青眼睛一亮，名称古灵之火，品质稀有，部位手镯，等级25，限定女性，智慧40，精神30，特效1，火焰系技能增加 10% 的伤害，特效2，释放火焰系技能时附带持续灼伤的古灵之火效果，每秒造成2点强制伤害。这件装备绝对是一件不错的法师装备，别看每秒2点的强制伤害很少，但是这伤害足够压住 BOSS 的血量恢复了。法师的许多火焰技能本就有持续灼烧效果，等于说可以长时间触发这个古灵之火效果。这件装备卖了还是送给柳姐姐呢？叶青认识的比较熟悉的法师也就柳如霜了。叶青想了想，反正也不差这么点钱。滴滴滴，姐在不？叶青发去了私聊。在，这么说，柳如霜很快就回了消息。我这里有一件装备适合你，你要不要？第57章，强悍的个人属性。叶青还没将装备发出来，柳如霜就先说道：不会是龙之武身上的装备吧？你咋知道？现在论坛上可都是你的视频。等级榜第1大神叶青显出真身，等级榜第1大神虐杀名将百人团，单杀完美级超级 BOSS， 还有神秘大神叶青能够操控尸体，难道是山西赶尸人传人？一大堆文章视频写的都是你。柳如霜笑着说道：我去，哪有那么夸张，
名将加起来也才30-40个人而已，好吧？叶青都无语了，这一个个标题党真的是醉了。话说你用的那个技能是短暂复生吧？叶青点了点头，这个技能估计目前也就柳如霜他们几个人知道。哈哈，我真服了你了，果然小可爱说的，这个技能给你是最好的，你竟然还能想到这么用，没钱了用这个技能去抢劫，简直是神技能啊！叶青瘪了瘪嘴，怎么都想着要抢劫啊？哪有那么简单？如果人家选择直接复活点复活，就没办法了。而且这个技能也会概率失败的，虽然技能没写，但是我失败过一次，那也很强啊。这个技能没想到被你真的玩出了花。话说，我来问你要不要装备的。叶青立刻打断了这个话题，发出了古灵之火的属性。柳如霜看到了，立马大叫着：“我要！我要！”嗨嗨，你这叫的我有点……你别开车呀，小屁还想啥呢？快点报价吧！柳如霜脸一红，放低了声音：“我们准备要去打一只小 boss 了，正好快点卖给我了，等会打起来更轻松。”我们？那只肥猪也去吗？叶青问道。没有，自从副本出来他就不见了，也不来缠我了，我也乐得清闲，终于清静了。柳如霜说道。叶青皱了皱眉头，事有蹊跷必有因，小心点防备吧，这东西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柳如霜看着叶青的样子，嘻嘻笑着说道：“咋地，关心本小姐了？咋地，要不要考虑来个姐弟恋？可嗨嗨，你装备还要不要？”叶青立马岔开话题：“要啊，多少钱？100信用点吧。”嘿嘿，我就知道你看上本小姐了。柳如霜继续调戏叶青：“我靠，你不要就1000信用点，别，100就100，下次房租里面直接给你去掉了哈。”叶青直接邮寄给了柳如霜，本来就打算送给柳如霜的，只是没想到竟然还被柳如霜调戏了。嘿嘿，小叶青，下次有好东西记得找姐姐哦。怎么都这么说，哪来那么多好东西啊？话说白送东西，我还自己亏邮寄费，太惨了。叶青虽然这么说，还是一脸笑意。好了，接下来看看还有啥好东西。名称：卷轴召唤地狱古灵，等级20，效果：召唤地狱古灵，召唤出来的地狱古灵等级20至40级之间随机，品质精良，卓越随机，协助作战10分钟。这个估计是地狱古灵爆出来的，有2张，等级和品质都比名将砍死你的低。不过召唤卷轴叶青最喜欢收集了，收藏了。名称：卷轴魔力庇护，效果：使用卷轴在周身形成一个魔力护盾，3秒内抵挡30%的魔法伤害。一个小护盾卷轴，叶青喜滋滋地收进了背包。背包的角落已经被一大堆的卷轴占满了，仓库里面也存了许多的卷轴。叶青看着自己的收藏品，非常的满意。名称：特殊装备水珠，效果：将水珠含在嘴中，能够增加水下呼吸调时间3分钟。原本叶青想将这个特殊装备丢仓库，但是转念一想，特殊装备一般都在特定时候有特殊效果，还是带在背包比较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名称：任务卷轴地狱的灰姑娘，效果：打开卷轴，开启特殊任务，团队卷轴可同时进入5人，最低进入等级30级。这个卷轴对我就不太友好了，还必须同时进入5人。不过团队任务肯定能有非常好的东西，等到了30级的时候，组几个队友去看看吧。叶青想了想，沈星竹的小团队和冰天雪地的小团队都可以考虑考虑。叶青甩了甩脑袋，想来想去，怎么总是想到女人？这样不行，自己应该努力变强。现在应该先努力赚钱，让自己变得绝对强大。到那个时候，自己去保护自己的人才是真的。叶青收拾了自己的仓库和背包，将不需要的装备都丢到了拍卖行出售。每次叶青来拍卖行都能够收入一大笔钱。现在的现实中，银行账户差不多有6万多信用点，而游戏中的金币也已经有差不多1200金的样子了。进游戏短短没几天，叶青已经拥有了非常不错的收入了。这也是神域这个游戏的魅力，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并且各种财团都准备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才是真正资本博弈的时候。叶青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现在的叶青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玩家：叶青，等级29，职业：命运盗贼，势力：光明，种族：人族，生命值1300，魔法值600，力量759，敏捷839，智慧324，体质320，精神299，物理防御370，魔法防御270，魅力10，幸运值100，声望2400。被动技能：独行者、刚劲力道、刚引、武器；暗杀天赋技能：潜影、偷盗、隐身；格斗天赋技能：连斩；生命天赋技能：生机、短暂复生；装备主动技能：月光斩、项链、闪影、武器、掠影、
武器、防具装备、矿脉之影套装、精良、头盔、上衣、护肩、护腿、腰带、护手、袖套、鞋子。武器装备：幽影之魂、远古、黑夜匕首，稀有。首饰装备：夜之精灵，稀有。吸血耳环、破布护腕，普通。特殊佩戴：贪食勋章，未知，当前血池 24%。特殊装备：转换耳环、山贼面巾、钩锁、水珠。特殊效果：往生之环附加5维属性153点。叶青现在的个人面板早已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首饰的爆率就算是叶青都碰到很少，首饰还差一个耳环、2个戒指，还有一个护腕才能满。而这个破布护腕新手村就带上了，基本上也是一个垃圾装备了。叶青下了线，给自己泡了一碗泡面。话说，我有钱了，为啥还得吃泡面？叶青对自己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第58章，前往废弃古城。对，没错，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得加个蛋，然后加火腿肠，双份的。其实叶青之前自己在外面生活，早就过惯了苦日子，现在就算有点钱了，他也没有想要大手大脚花钱，与其浪费，不如多存点钱，到时候买辆车，到时候回家带上小妹出去溜达溜达。叶青有个妹妹，还在读高中，叶青准备多存点钱，以后自己这个妹妹的嫁妆自己出，减轻父母点压力。叶青一边吃着面，一边打开了论坛。虽然神域中官网的内容非常少，但是架不住玩家数量庞大，自建论坛，所有玩家碰到的问题、任务、装备等等都可以在论坛中发现。惊！一怒为红颜。等级榜第一神秘高手叶青，为了解救美女沈星竹，暴怒击杀名将百人团，血洗名将总部，斩杀名将峰哥。叶青在副本中不得不说的秘密，揭秘叶青通关锋刃矿脉始末。龙之舞与叶青的恩怨纠葛，到底是人性的堕落，还是道德的沦丧？我靠，这都什么玩意？叶青无语了，这一个个标题党，这是要搞事情啊！不过这些文章的点击量还出奇的高，叶青都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拥有了顶流的魅力。随便翻看了几十条论坛文章和视频，基本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废弃古城中浴血奋战的战士，一个文章标题吸引了叶青。记者前方发来的报道，在清风城的北部废墟之中，有一个废弃的城市，这个城市已经破败不堪，怪物横行，夜间阴风阵阵，早已是亡魂的乐园。玩家一曲东风，孤身一人穿过重重险阻，到达了城市边缘。城市之中是漫山遍野的骷髅军团，原本以为只是寻常的高等级刷怪点，但是没想到一曲东风竟然听到了城市中微弱的呼救声。一曲东风拼了命地向着呼救声的方向狂奔，终于最后发现了怪物堆中浴血奋战的战士，一人一剑，就这么战斗在群尸之中。他身受重伤，却从未放弃。可是无论他斩杀多少的怪物，怪物都会络绎不绝地刷新出现，他被彻底围困在其中。原本想要试试营救这个受困战士的一曲东风，连一只小怪都没打死，就被秒杀回到了清风城。叶青看到这里也没有再继续看下去，反而是看起了评论。评论中有人说，这个或许是一个营救任务，能够救出原住民战士，或许能得到今天奖励。也有人说，这里的怪物都是高等级的，没有一个大团队出动，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有人在质疑，一曲东风一个24级的玩家，为何要掉2级也要去这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宝贝？或者这本就是一曲东风编造的谎言？叶青关闭了论坛，调出官网，查阅了一下北部废墟的相关资讯，但是整个官网除了说这个城市叫遗忘之城，怪物差不多30级以上这些资料以外，竟然什么都没有。如果是战士，应该有很高的概率会出格斗类的技能或者装备，目前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看看，一边升级一边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也不一定呢。做好了打算，叶青拿出健身器材，锻炼了半个多小时后，再次躺到了床上，进入了游戏。话说多存点钱，弄个游戏舱就更好了。戴头盔躺在床上时间久了，身体都僵了。游戏头盔是平民游戏装置，还有更贵的游戏舱，游戏舱自带按摩装置，并且还有营养液以及各种辅助装备，游戏时候还能够照顾到现实中的身体。进入游戏，清风城已经人满为患了。游戏开服1个多礼拜，无论男女老少，基本都知道这个游戏。许多的人都在闲暇之余进入游戏世界征战。叶青现在等级29级，第二的已经更换了一个叫血腥玛丽的人，已经是26级了。叶青这一段时间有点浪费了时间，没有抓紧时间升级，慢慢的有要被赶超的趋势。赶到了拍卖行，搜索了一下行军包和行军袋，果然拍卖行这2样能够增加空间的东西没货。这2个东西估计打到的玩家都会自己直接使用了吧，卖的话估计太少了。叶青失望的想要关闭拍卖行，突然一件物品吸引了叶青，卷轴空间。名称：特殊道具卷轴空间，等级20，效果：可以把所有卷轴放入卷轴空间内，卷轴空间使用后直接绑定，占用背包1格格子，需要提取卷轴打开背包，再打开卷轴空间即可。
我操，好东西！一看价格，这个卷轴空间竟然需要500金币。不过相比起背包空间，500金币啥都不是。叶青一咬牙，直接将这个卷轴空间一口价买了。卷轴空间差不多可以放置80张卷轴的样子。叶青将背包里面的卷轴全都放进了卷轴空间，一下子多出了10几个背包空间，太舒服了。作为整理控加上收藏癖的叶青来说，背包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然后还有地方可以存放收藏的卷轴，简直不要太爽。整顿了一番，叶青出发去遗忘之城了。叶青刚出城门，就收到了沈星竹的私聊：叶青，你在干嘛呢？准备去打怪，要不带上我？啊？你说啥？信号不好。啪！叶青直接挂了语音。我靠，你竟敢挂我语音！沈星竹怒吼着给叶青再次发来了私聊。叶青一脸无辜的说道：都说了信号不好吗？话说有只猫他们练级练上来吗？叶青打岔道：他们把名将的人堵在新手村堵了一天，刚刚才回到主城在练级。沈星竹说道：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升级？叶青问道。沈星竹叹了口气，没办法，现实中还有工作要做，我也才刚刚上线，这不是想找你这个大佬带一下吗？啪！语音再次挂断。开玩笑，带你升级，我不是浪费时间吗？我是独行者，想让我掉属性，别想了。叶青一路狂奔，碰到怪物全都无视，足足跑了半个多小时，中途有掠影就开掠影，才终于到达了一片被雾气笼罩的区域。这里是高等级的怪物区域，目前还没有玩家过来，弥漫的大雾能见度不到5码，叶青只能放慢速度慢慢前进。叶青走着走着，竟然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堆怪物包围了。第59章迷雾。这一片迷雾中竟然遍布了怪物，但是进入迷雾之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因此大部分的人进入迷雾必定是死出去的。名称：亡灵士兵，品质：普通，等级26至30，物理防御490，魔法防御280，物理攻击500，技能：劈砍，用长刀劈砍前方敌人，增加70%物理伤害。名称：亡灵骷髅兵，品质：普通，等级25至30，物理防御230，魔法防御670，魔法攻击370，技能：风刃，凝聚风之魔力，释放风刃，额外造成80%伤害。这里这些怪物相比起之前的那些怪物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只是普通怪，攻击都快赶上精英怪，甚至一些小 boss 了。不过这些怪物血量就是普通怪的血量，这倒是让叶青放心了很多。粗略估计，叶青周边差不多有20多只怪。叶青已经触发了仇恨，一道风刃飞来，叶青一个侧闪，触发了闪避。掠影，开启技能，进入杀戮模式。叶青开始快速对已经触发了仇恨的怪物攻击，技能平砍接连不断。这些脆弱的亡灵怪物在叶青的高攻击下，不到几秒就散落成一地碎骨。看了眼经验，作为普通怪，这些怪物的经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丰厚了。叶青一边引怪一边向前，既然这边迷雾笼罩，什么都看不到，叶青干脆就朝前走就是了。一路杀，一路走，叶青许久未动的经验条也在缓缓前进。没有想到29级升30级的经验竟然这么多，28升级到29，如果只是1的话，29升级到30级就是10，这中间差的是整整10倍的差距。看起来30级是一个分水岭啊。叶青捡起一只亡灵怪爆出的钱币，吐槽了一句：这里的怪竟然只爆钱币，到现在为止一件装备都没看到。叶青想了想，还是放弃击杀这里的怪物，而是直接改换一路狂奔，先找到城池再说。刺客的单体伤害很高，不过群体技能实在是太少了。叶青越是刷怪，越是觉得刺客的弊端出现了，就是没有群攻。虽然叶青有月光斩，但是月光斩的局限性太大，真的使用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好用。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弄到个 AOE 技能。叶青一边想着，一边深入，渐渐发现迷雾的能见度越来越低了。好浓的雾啊！叶青小心戒备起来。浓郁的雾气让叶青已经完全看不清附近的情况了。叶青干脆就闭上了眼睛，慢慢一步步往前走，只靠声音听了。叮！恭喜玩家进入遗忘之地，声望加100。一声系统提示吓了叶青一跳，没想到走着走着进入一个新的地界了。看起来方向是对了。突然，一声吼叫出现。叮！受到攻击，损失539点血量。什么东西？一只长得无比骇人的无头怪物就这么徘徊在叶青背后，看到叶青要转身，又是一爪狠狠抓来。招架！叮！招架成功，受到300点伤害。升级！叮！每秒恢复147点血量，持续10秒。以防万一，叶青还同时灌下了一瓶终极瞬间回血药剂。名称：亡灵无头兵，
品质精良，等级32，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380，物理攻击700，魔法攻击400。技能自愈被动，每秒恢复自身损失血量的 2%。好高的攻击，难怪这么痛。叶青匕首一甩，直接发动攻击，连斩！叮！连斩触发4连斩，造成2700点伤害。一个技能才去掉了这个怪物1/3的血量。相对小怪来说，这只怪属于皮厚的肉盾型怪物了。叶青的攻击，普通小怪基本都是2下就死。叮！亡灵无头兵恢复54点血量。叮！亡灵无头兵恢复52点血量。果然，亡灵无头兵在少血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恢复血量了。这样的怪物，如果是一般的团队碰到，攻击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么一只小怪不亚于一只小 boss。不过很可惜，现在碰到的是叶青。闪影、月光斩，叶青一连串的技能加上了一个平砍，直接将亡灵无头兵送走。叶青皱着眉看着周围的雾气，现在雾气已经完全将叶青包裹了。经过刚才的战斗，叶青都分不清自己是往哪个方向走了。等等，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短暂复生，叶青直接复活了亡灵无头兵。带我去遗忘之城。亡灵无头兵竟然真的转动了一个方向，开始向着一个方向小跑起来。果然这个办法可行。哈，这个技能真的是一个宝贝技能啊！幸好小可爱当时让给我了。这么说起来，倒是欠了小可爱一个小人情。叶青跟着亡灵无头兵小跑了5秒钟时间，亡灵无头兵啪的一下就散落成了一地碎骨，然后消失了。可惜只能带路5秒钟。叶青四处晃了一下，再次触发了一只亡灵无头兵的仇恨。嘿嘿，带路的又有了。虽然麻烦，但目前来说这也是最有效的探路方式了。话说之前那个弓箭手是怎么进来的？难道弓箭手有什么特殊技能？叶青好奇地想到。叶青一只只的击杀亡灵无头兵，然后用短暂复生技能让亡灵无头兵带路，正好差不多击杀的时间和短暂复生时间差不多，倒是也无缝衔接。不过这个方法实在是慢，而且这片雾气区域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叶青看了眼时间，自己已经在这片雾气中足足走了3个小时了。长时间一个人高度精神集中，并且还没人说话，还看不到任何的事物，这种孤独感让叶青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我特么都快升级了，还没到。就在叶青考虑要不要先把营帐拿出来休息一下的时候，雾气竟然渐渐变淡了。变淡了，是不是快要出去了？看到了希望，叶青收回了营帐，开始加快速度前进。越走雾气越淡，叶青已经隐隐看到一个城池的轮廓了。如此也就不需要再复生怪物了。叶青开启掠影，速度飙升，一路绕过沿途的怪物，直奔城池。这就是遗忘之城。叶青眼前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城市，整座城市的城墙已经倒塌的大半。不过虽然城市破败，但是依然给叶青一种雄伟的感觉。相比起城市，叶青就显得非常渺小了。第60章，孤独的将军。叶青放眼望去，遗忘之城外围的外围竟然有成百上千的怪物在游荡。我的运气真好，如果刚才是向着另一边跑的，出去就触发了几百只怪物的仇恨了。叶青庆幸自己选择了现在的方向。亡灵无头怪、亡灵骷髅兵、亡灵士兵，还有亡灵战马、亡灵狼，这里很明显曾经是一个战场。叶青不由得兴奋起来，这里完全就是一块还未开发的宝地，无论是升级还是机遇，绝对超过外界太多了。而且就凭那一片雾气，就阻挡了 99% 的玩家脚步了。叶青兴奋起来了，挑战未知，这种事情想想都刺激。叶青附近四处走动了一番，查探了一下地形。想要进入城池最近的位置就是一个破裂的城墙洞口，但是那里差不多有40多只怪物在游荡，想要进入城池就必须要解决掉这40多只怪物。麻烦的是这些怪物都靠得近很，如果没猜错都有仇恨连接，触发一只至少激活20多只，一个不好全部40只怪都触发了也有可能。一筹莫展之际，叶青突然想到自己好像有一个装备一直没用过。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试试掠影。叶青开启加速，笔直冲向40多只怪物的中心。贪食勋章，血爆！轰的一声巨响，以叶青为圆心，直径30码的范围，一团深红色的血浆骤然爆发，深红色的血浆炸裂成血雾，瞬间席卷了范围内所有的怪物，成片成片的伤海飘出。叮！亡灵骷髅兵死亡！叮！亡灵士兵死亡！叮！亡灵无头兵死亡！叮！亡灵战马死亡！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爆炸般的在叶青耳边响起。哈哈，太爽了！满地的钱币，叶青随手捞了几把，一个闪身就进入了遗忘之城的城墙洞口。不趁机快进去，很快就有怪物又聚集过来。叮！
发现遗忘之城，声望加500。叶青已进入城内，竟然发现城内的怪物比城外的还多，立马开启了隐身，紧紧贴着城墙墙壁一动不动。竟然有这么多怪物！这个城市到底经历了什么？名称：亡灵奴隶，品质：普通，等级25级，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170，物理攻击300，魔法攻击0。名称：亡灵农民，品质：普通，等级27，物理防御196，魔法防御170，物理攻击180，魔法攻击0。名称：亡灵孩童，品质：普通，等级18级，物理防御38，魔法防御28，物理攻击61，魔法攻击10。满大街游荡着的怪物，有的衣衫褴褛，但是看着像是普通的农夫，有的还都是小孩子，只不过现在都是一副骷髅烂肉模样。这些好像都是原住民变的，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叶青此时没想到这里只是游戏，而是把自己都带入到了这个游戏中。突然远处发生了一阵爆炸声音，叶青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怪物遮挡了视线，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难道刚才的爆炸声就是那个神秘战士发出的？叶青想了想，得要想个办法过去。仔细观察着这些怪物和附近的地形，这些怪物不会技能，也就是都是近战。对了，那里可以。目光所居是一处比较高的房屋，叶青一路狂奔，不管引到多少怪物全都无视，直接冲到房屋之下，装备上了特殊装备。钩索，钩索一收，叶青被唰的一声拉上了房屋顶。果然附近的怪物根本就爬不上来。又是一处绝佳的卡怪地点，月光斩。卡怪地点可不多，叶青怎么能够放弃这么好一个升级的地方？技能展出，大量伤害爆出，叶青开始收割起一只只怪物的生命。怪物的仇恨连锁，叶青造成的动静让一只只怪物络绎不绝地紧随其后，这也让叶青能够不停地攻击，丝毫不用停歇。月光斩一到时间就使用。1个小时后，叮！恭喜升级，当前等级3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29点。终于冲破了29级的界限，达到了30级了。每次升级往生之环附带的5维属性，都能让叶青整体感受到增强。好了，也差不多了。怪物虽然多，但是经验并不多，还是任务重要。虽然说那个战士应该是一个任务，不会死亡，但是说不定上次有人过来已经被触发了任务，战士会被杀掉呢，也不是不可能。叶青发动掠影，直接冲入怪物群，左躲右闪，向着爆炸的方向冲锋。如果碰到有平坦的防区，则用钩索爬上房顶，在房顶奔跑。轰！又是一声爆炸，叶青更加放心了，这个战士肯定还活着。接近爆炸点，只见一个全身伤痕，地上流满了鲜血的战士拿着长剑，不停地攻击。前仆后继的怪物则是扑向战士，丝毫不怕死亡，想要将战士撕成碎片，吞噬他的血肉。整个场景就好像末日的丧尸大爆发一般。王八蛋墨家竟然为了一己私欲，让遗忘之城生灵涂炭！战士一声怒吼，周身爆发出一团金黄色的斗气，将靠近的几只怪物全部弹飞。但是他也力竭长剑一柱，跪倒在地。我命休矣！唉，别怕，兄弟，我来助你。叶青生平对于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最为佩服，看到这个已经伤痕累累还在坚持战斗的战士，生出了悠然的敬佩之情，立马匕首一抬冲了过去。月光斩、闪影、连斩，一个个技能甩出，叶青笔直向着战士冲去，沿途的怪物都被叶青秒杀。你是何人？看到有人竟然冲过来，战士警惕地问道。我是路过的冒险者。叶青砍翻2只怪物说道。冒险者？那你肯定不是墨家之人。别管墨不墨家了，先脱困再说吧。看着越来越多围上来的怪物，叶青深感压力山大，他都是单体攻击，就靠一个月光斩根本抵挡不住。原本我只想做困兽之斗，最终总归会战死在这里，没想到竟然有冒险者来救我，给了我希望。我靠，别感慨了，我血药很贵啊。怪物越来越多，叶青也开始受伤，血量开始疯狂下降，叶青只能依靠升级技能和血药保持自己不死。但是怪物越来越多，叶青也坚持不了多久了。第61章，将军青年。东南方向200码方向有一处魔法阵保护的官邸，那里可以暂时躲避。战士立马说道，同时也站了起来，奋力砍杀怪物。短暂复生，一只亡灵士兵被叶青召唤了起来。亡灵士兵，给我将前面的怪物全都撞开。一只只亡灵怪物死掉后被叶青召唤起来，然后成了开路机器。虽然只有短短的5秒时间，但是却能够减轻叶青和战士的大量压力。没想到冒险者竟然能够拥有如此技能，
能够短时间操控亡灵行动。战士惊叹道。叶青转身说道：“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快点冲出去才是正经的。勇士，我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你能够帮助我脱困吗？”叮！将军轻言发出请求，希望能够脱离围困。这个时候竟然来了任务，这个青年将军竟然还没了战斗力，坑爹啊！说归说，任务还是要接的。短暂复生，亡灵驴，给我冲！一只亡灵怪物，不管是什么，只要能够召唤，短暂复生冷却一道，叶青就用。叮！受到179点伤害。叮！受到175点伤害。叮！受到230点伤害。为了不让青岩将军死亡，叶青不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伤害，需要一瓶接一瓶的灌。生机技能冷却一结束就用，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瞬间回魔药剂，叶青都已经开始喝起来了。苍天保佑，我选了生命天赋啊！这坑爹的任务，估计来一个团都搞不定啊！这200码的距离，此时就如同在天际一般遥远。勇士加油啊！加毛线！关键时候你就没有战斗力，这么久不都扛下来了？这种关键时候你就没用了。叶青现在浑身疼痛，要知道他的游戏疼痛感可是100%打开的。这个就要从周一开始说起了。战士竟然准备开始说故事，求豆麻袋，到了再说。叶青没想到这个战士竟然是个话痨，求豆麻袋什么意思？不懂就问，就是好宝宝。叶青无奈解释道，就是快到了。勇士竟然还懂得特殊语言，惊叹啊！嗨嗨，看的比较多，学习的。叶青说道，一边扯淡一边冲锋，总算是冲到了青岩将军所说的宅邸外了。快到了！叶青眼睛一亮，终于是看到希望了。然而还没等他们冲进去，轰的一声，宅邸竟然直接倒塌了。沃特法克，这就是你说的魔法阵保护？叶青已经想要转身给青岩将军来一刀了。勇士别慌，魔法阵保护的是后院，继续前进就行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反正说了要帮你，肯定不能让你挂了。叶青说着，继续带着青岩将军冲锋。青岩将军听了叶青说的一阵感动，在下何德何能，让勇士如此拼命相救啊？叶青翻了个白眼，我主要还是想升级做任务啊，哪里知道这个任务这么难。不过说起来，对于这个遗忘之城，叶青好奇心非常重，他的确也很想知道到底后续是如何。一路狂奔，终于叶青看到了一个发着光亮的凉亭。发光的凉亭肯定就是魔法阵了。那个发光的凉亭就是魔法阵了吧？叶青询问道。非也非也，那个凉亭是我闲暇之余让人涂抹了荧光粉取悦我妻子用的。叶青感觉自己一口郁结的老血已经到了喉咙了。那个和阵法一样排列的假山呢？是不是魔法阵？非也非也，那是因为家中夫人喜欢园艺，因此按照她的想法排列的。噗！叶青吐出一口老血。勇士，你怎么了？看到叶青吐血，青岩将军立马关心地问道。叶青怒吼道：“你快点说魔法阵在哪呀？”哦，就在那边那个竹屋，那个竹屋范围就是魔法阵。我靠，不早说，跑过了。叶青又带着青岩将军重新往回杀，一路冲杀，血药狂喝。终于，叶青带着青岩将军冲到了竹屋之内。一进入竹屋，国安怪物都驻足在外，没有跟着冲进来。叶青一屁股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累死我了。青岩将军则是在窗边看着外面张牙舞爪的怪物，哎，都是可怜人。叶青喝了口茶，缓了缓，这些都是遗忘之城原本的原住民吧？勇士如何得知？猜的。青岩将军说道，他们的确是遗忘之城的居民，只可惜成了墨家野心的牺牲品。墨家？从刚开始，叶青就一直听青岩将军在说墨家。墨家就是遗忘之城的城主一族，遗忘之城城主叫墨无言，他有3个儿子。那你是？我是遗忘之城第一将军青岩。那你不是应该跟着墨家混的吗？叶青说道。不，我是遗忘之城的将军，不是墨家的走狗。青岩将军激动地说道。看着门外的怪物，叶青不由得叹了口气，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青岩将军回忆道：1周前，我刚刚训练完新兵，去城主府汇报，经过城主3儿子房间的时候，正好听到了他喝醉后和一个女侍从炫耀他即将的到绝强的力量。绝强的力量？是的，那个绝强的力量其实就是修炼魔功，然后吸收整个城市的人的灵魂和血肉，来迅速提升自身力量。叶青一惊，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怪物都失去了灵魂和血肉，变成了骷髅样子。是的，原本我以为莫无言不知道，就直接找他汇报了，结果发现他才是主谋，他那3个儿子只不过是跟着他尝甜头的罢了。然后呢？莫无言没有打算杀掉你？叶青问道。没有，莫无言直接和我说了一切，并且给我1天时间考虑要不要加入他。莫无言这么信任你，因为
我从来不骗人。你老婆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叶青突然问道。紫色。勇士，请不要问这种让我困扰的问题。叶青尴尬地笑了笑，抱歉，我就是一时兴起试一下。一想到妻子，青年将军的眼神暗淡了下来。那天我回到家，我的爱人、随从、我的部下们全都已经被莫无言抓走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第62章始末。唉，祸不及家人，这个莫无言真不是个东西。叶青感叹道。他是个恶魔，这个城市中的居民都是他的子民，原本都非常信赖他，结果……你是因为在这个保护阵之中，所以免疫了伤害是吗？叶青问道。是的，这个阵法是曾经一个游历的大师布置的，没想到真的救了我一命。我原本想要冲出魔法阵去城主府解救我家人。不对啊，你是第一将军，战斗力明显很高，你怎么可能会被这些变成怪物的居民拦住？叶青看了看青年将军，青年将军按道理至少也有差不多60级的样子，叶青只不过30级都能够在怪物堆中冲杀了。青年将军满眼恨意，我被莫无言2儿子偷袭，受了重伤，当时实力只剩下了2成。莫无言3个儿子也很强，以前他们都是纨绔子弟而已，根本没有修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和曾经不一样了，就算是我都能够被他们重伤了。青年说道。叶青想着，这个任务果然非常困难。说到任务，刚才接了任务竟然还没有提示完成。青年，我任务完成了，你是不是先给我任务结算下？叶青摊了摊手说道。好的，勇士。叮，完成青年将军的救援任务。等了一会，除了一点经验，竟然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收到，这就完事了。东西呢？叶青问道。青年将军非常尴尬地说道，对不起，我现在身无分文。我靠，这也可以？叶青无语了，第一次碰到做任务啥都没有的。要知道叶青刚才喝的药加起来差不多能有几百斤了。勇士，你能够帮助我进入城主府，击败莫无言，解救我的家人吗？叮，青年将军发出任务，进入城主府，击杀莫无言和他的3个儿子，救出青年将军家人。好家伙，刚刚任务倒贴一大堆药，还差点死了，现在任务又来了。不过既然都到了这里了，也不可能不接受了。叶青接受了任务。勇士，我感谢你，感谢你全家，感谢你8辈祖宗。青年将军非常真诚地说道。我觉得你还是别说话了，不然我怕我忍不住打道回府。叶青感觉胸中一口老血又有喷吐而出的感觉。勇士，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青年焦急地说道。你现在有战斗力，你就要出发？过去送人头？叶青急忙拦住青年。可是我就妻心切啊。生机。叮，青年将军受到治疗144点，持续10秒。勇士，你竟然还有治疗能力！青年惊喜道。叶青都快哭了，好家伙，一个技能下去，血条动都不动一下。来，这个血药你喝下去试试。青年将军接过药水，直接一口干了。叮，青年将军恢复300点血量。行吧，我也豁出去了，这些药你全拿去，给我喝。叶青一股脑将背包中的2组终极瞬间回血药剂，还有1组终极瞬间回魔药剂都给了青年将军。这怎么好意思啊？咕咚咕咚，随随便便就喝。咕咚咕咚的药剂呢？咕咚，我看你一点也不客气啊。叶青不停地用生机技能给青年将军回血，而青年将军则是不停地喝血药。双管齐下，总算是看到青年将军的血量开始恢复了。许久之后，看着青年将军灌下最后一瓶血药，叶青终于是停止了释放技能。要是这个任务最后就给点经验，啥也不给，我就真的亏死了。这些血药蓝药都是钱啊。叶青忍不住想到。恩人，我好了。青年将军甩了甩手臂，看血条的确是已经满值了。喝了我那么多药，你还不好，我都要心疼死了。叶青感慨道。但是看青年将军嘴部还有点发白，叶青问道，你战斗力全部恢复了吗？没有。沃特法克还没有。不是满血了吗？青年将军无奈地表示自己受到了莫月，也就是莫无言2儿子偷袭，身体中了毒素，现在战斗力只不过是全盛时期的70%而已。叶青问道，你全盛时期和莫无言比谁强？我强一点。叶青舒了一口气，那还好，应该差不多。但是青年将军摇了摇头，差很多。现在的莫无言修炼了魔功，吸收了整个遗忘之城居民的灵魂和血肉，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估计也会被他玩虐。叶青翻了个白眼，那还玩毛？我去清风城求援吧。青年将军立马阻止，不可不可，清风城城主历来出了名的自私，先不要说他考不考虑出兵这个问题，就算他出兵，到时候遗忘之城肯定重新回到战火之中。大哥，这里都成了亡灵聚集地了，居民都死光了，都已成骷髅丧尸了，城都已经破破烂烂了，你还管他战不战火干嘛？叶青感觉自己都要抓狂了。这些居民
只要灵魂还没有被吞噬，只要打败莫无言，还是机会恢复的。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叶青说道，担心恩人会有顾忌。青岩将军看着叶青说道。叶青一愣，再回想起来，青岩将军好像一直在战斗，但是每次都没有下死手，只是让那些骷髅失去战斗能力或者被轰飞，但是真的取性命的好像少之又少。所以其实他就算自己身处险境，也不愿意伤害这些已经失去灵魂的居民，还想着他们能够复活。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这些怪物等级这么低，但是青岩却身处险境的原因吧。叶青叹了口气，唉，最受不了这种忠肝义胆之心了，我真是怕了你了。你说吧，该如何给你解毒？青岩将军想了想，在我的宅邸书房中有一颗解毒丹，是曾经一位炼丹大师赠予我保命用的，或许有用。叮！青岩将军发布任务，进入将军宅邸书房，找到解毒丹，帮助青岩将军解毒。叶青接受了任务。书房在哪？解毒丹在哪？这个将军府邸明显还挺大的，叶青估计出门就搞不清方向了。青岩将军说道，你笔直穿过凉亭，进入后院，左转10步，右转4步，向前走15步，正对门的就是书房。第63章危险之地。叶青还没说话，青岩将军继续说道，进了书房，你在进门第3个书架的第4层，推动第134本书，就会出现一个暗格，暗格中是一组密码锁，密码是1314520，打开后会飞出一把弩箭，弩箭有剧毒，你小心点，然后里面就有解毒丹了。我靠，一颗丹药你藏得这么好干什么？随身携带不香吗？叶青吐槽了一句就冲出了大门，幸好系统有聊天记录功能，不然这么绕能找到才有鬼了。叶青盯着众多怪物的攻击，疯狂喝药，硬生生冲出了住屋。幸好这次出发之前，叶青抽时间炼制了一批血药，以防万一。果然这些药带对了，没有这些药，只靠自己技能恢复，估计叶青死了多少次都不知道了。按照青岩描述的走法，叶青倒是很快找到了的书房，但是书房可没有保护阵。叶青一进书房，立马关上了门，一个个怪物都在疯狂挠门，要冲进书房。一进入书房，一个亡灵书童嚎叫着杀向叶青，叶青反手就是一匕首，直接将亡灵书童击杀，随后短暂复生，把他复活，让他顶着大门，自己则是立马开始去翻箱倒柜找解毒丹。多，一支弩箭擦着叶青的头皮飞过，终于解毒丹找到了。有任务指示找东西是挺快的。名称：解毒丹，品质：史诗，等级50，效果：瞬间解除所有中毒状态。这颗解毒丹绝对是好东西，不过很可惜需要给青岩用了，不然这个任务后续基本上也不用想了。叶青从书房的窗户翻出，一路掠影开启，左躲右闪，总算是安然地回到了有魔法阵包围的竹屋内。恩人当真是强悍无比，我当年在你这个境界还未有如此骁勇。别拍马屁了，快点吃，快恢复。叶青将解毒丹丢给了青岩将军这个话痨，自己也盘腿坐下，开始慢慢恢复魔法值和血量。但凡是任何一个玩家都没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叶青严重怀疑，现在遗忘之城这个任务根本就是40级或者50级才可能触发的任务，到时候因为叶青等级太低，不给奖励就尴尬了。叶青无奈地想到了这么一个坑爹的结果。不过既然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完成了再说吧。叮！完成为青岩将军解毒，获得经验奖励，获得技能突击。技能惊喜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名称：突击，限定：格斗，消耗30魔法值，效果：对一个10码内的目标发起突进攻击，用武器造成额外的70%伤害。终于有一个突进的技能了，这技能是任务完成直接学习了。话说你不是说你没东西送吗？叶青问道。青岩将军还在盘腿恢复，随口说了句，这种低级技能我可以直接传授的。低级技能？好了，我已经恢复了，恩人，我们直接出发吧。过了差不多10分钟的样子，终于青岩将军起身了。外面这么多的怪物，又得冲出去了。不用。青岩将军将叶青一提，直接破窗而出，单脚一踏，竟然猛地跳到了10米的高空。随后叶青就感觉在坐过山车一般，被青岩提着踏瓦跃行，风驰电掣。我去，你恢复了实力，这妖牛。嘿嘿，服用了解毒丹，好像境界又有了提升，可能这就是破尔后力吧。之前如果有这个实力，估计我早就冲到城主府去了，不过很可能我也已经死在那里了。青岩将军说道。如此能够规避这些居民也是好事。叶青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怪物说道。青岩哈哈大笑，恩人也是温柔之人啊。哈哈，你何尝不是呢？虽然青岩是个话痨，总是气得叶青吐血，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原住民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凭他那种古代将军为人为民的行为，叶青都对青岩有极大的好感。虽然是原住民，
但是的确也有血有肉的好男儿。很快，有了青岩将军的速度，叶青和青岩将军两人就到了城主府门前。城主府到底现在是 BOSS 老巢，附近的怪物没有一只敢靠近的。想来也是，原本普通的老百姓本就忌惮城主府，平时也不敢靠近，就算变成了怪物，本能的恐惧还是存在的。何况这里面的莫无言就是控制他们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低等的怪物来打扰自己？走吧，叶青说道。青岩将军拉了把叶青，进入城主府千万要小心，这里现在和龙潭虎穴也差不了多少。叶青点了点头。叮！遗忘之城城主府开启。叮！警告！警告！该地危险程度过高，建议玩家提升实力后进入。系统连续发出红色的警告声提醒，并且还发出了蜂鸣声。看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存在。叶青说道。青岩将军停下了脚步。其实，恩人，你用不着进来的，这是我这个遗忘之城将军该干的事情，你不应该涉险。哈哈，我们冒险者会无限复活，你不知道吗？没事的，这一遭我答应你了，肯定就陪你走。叶青哈哈笑着拍了拍青岩的肩膀说道。可是，就算能够复活，你们冒险者每次死亡都会掉落境界。无碍。看到叶青的表情，青岩也是微微一笑。既然如此，我也不客套了，我必用生命护你周全。叶青点了点头。我也必然会帮你救出家人。叶青和青岩两人对视一笑，拳头对拳头一碰，一起进入了城主府。一进入城主府，叶青就感觉到阴风阵阵，整个城主府竟然不见天日，唯一的光亮则是墙壁上的暗淡烛火。差距啊！清风城的城主府豪华又阳光，这里怎么这么像鬼屋？叶青吐槽道。青岩将军回答道：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话音刚落，一个邪魅的声音突然出现。哈哈，青岩好久不见啊！邪魅的身影从一处阴暗处走了出来，叶青定睛看去，一个半张脸腐烂，另外半张脸却很精致的男子走了出来，看身形大小，好像才刚刚20岁的样子。莫星。第64章莫星。青岩将军明显认识这个人，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这个人是？他是莫无言的三儿子。叶青无语的说道。你刚才说老二是莫月，老大不会是末日吧？对啊，你怎么知道的？日啊，好名字，有个性，还有志气。叶青笑着说道。此时青岩将军已经和莫星剑拔弩张，目目对视了。名称莫星，品质卓越，等级35，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800，物理防御742，魔法防御683。技能1，精神冲击，依靠自身强悍的精神力对敌人造成额外100%的魔法伤害，一定概率使敌人眩晕1秒。技能2，魔闪，依靠魔攻对敌人发起闪烁攻击，随机出现在敌人背后，造成额外100%的物理伤害。技能3，劈砍，用冰刃劈砍敌人，造成额外90%物理伤害。叶青皱着眉头看着莫星的属性，不对啊，这些技能看着华丽，但是伤害不像是 BOSS 的伤害啊。青岩将军嗤之以鼻地说道。莫家三个小子从小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从未习武，现在就算是被魔功改造，又能有多强？特别是这个小儿子。听到青岩将军将自己如此贬低，莫星冷哼一声，哼，青岩将军真当自己是天下无敌了？话音刚落，莫星就抬起大刀，一刀劈向青岩。劈砍！当的一声，青岩将军直接用手中的长剑招架，看起来青岩将军对莫星的确是碾压式的力量。生机！叶青丢出了一个治疗技能给了青岩将军，虽然对于青岩将军的血量来说的确没啥用，但是聊胜于无。看着青岩和莫星的战斗，叶青很快就估算出莫星的确是一个刚刚开始修炼的人，战斗节奏异常混乱，并且攻击速度也不是很快。叶青匕首一甩，直接发起了攻击。突击！叶青也加入了战局。哼，蝼蚁一般的冒险者竟然也敢对本公子动手！莫星冷笑一声，这个冒险者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切，黄公子，我看你是公动吧。切割！蝼蚁！魔闪！莫星发动了技能，瞬间消失，然后刹那间就出现在了叶青背后。我操，好快！叶青来不及闪躲，急忙匕首后仰。叮！招架成功，受到伤害减半，受到898点伤害。没想到招架成功了，竟然还损失这么多的血量。叶青急忙后退，暂时性撤出战斗，给自己释放了一个生机技能，然后喝了一瓶血药。徘徊在战斗范围边缘，叶青静下心，开始慢慢找莫星的破绽。刺客正面攻击的确不行，太容易吸引仇恨了。青岩将军的力量极强，压着莫星打，每一次正面冲撞，莫星都有一种站立不稳的趋势。当青岩将军一个冲撞，猛然撞到莫星的瞬间，好机会！叶青立马反动了攻击，掠影！
闪影，切割，突击，偷盗，叮，偷盗失败。没想到许久没用的偷盗技能燃直接失败了。愚蠢的盗贼，竟然还敢偷盗我！莫星怪叫一声，竟然又转身想要攻击叶青。青岩将军见了，立马长剑高举：“小子，别太狂了，你的对手是我！”重斩！青岩将军手中长剑竟然出现了一道巨剑虚影，一剑斩下，莫星当头中剑直接被压到了地上，喷出一大黑血。叮！莫星受到重斩伤害，受到23689点伤害。我操，竟然有2万多的伤害！叶青趁机直接隐身脱战，退出战场，隐藏在了一边。1、2、3、4、5，莫星和青岩将军打得火热，叶青隐身着缩在一边，静静地数着数字。有影之魂有一个被动技能，叶青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过。此时叶青第一次开始静静等待使用。刚影，50秒时间提升 50% 的物理伤害。叶青计算着莫星的移动位置，等到已经提升到了 50% 后，找准了机会，切割，叮，切割造成暴击，叮，莫星受到3500点伤害，每秒损失350点血量，持续10秒。果然，切割的百分比伤害攻击能够最大化，并且还能够触发暴击。竟然被一个低等级冒险者伤到了，莫星大怒，蝼蚁般的冒险者竟敢伤我，尝尝我的精神攻击！叶青早就知道这个莫星的仇恨混乱，自己一攻击就会吸引到仇恨，切割完的瞬间就往回跑，躲到了一根柱子后面，直接开启了前引。哈哈，恩人干得好！莫星去死吧！战士怒吼，莫星一下子失去了叶青的仇恨，攻击也是扑了个空，随后又被青岩将军的战士怒吼直接带走了仇恨。青岩将军好歹也是60级的原住民，还是常常战斗的战斗职业，伤害极高，35级的莫星叶青打起来可能有点吃力，但是青岩将军搞定完全没问题。很快，莫星的血量只剩下最后的一点血条了。叶青计算着，差不多最后就要自己来收割了，如果是原住民杀的，那可就太浪费了。叶青又一次计算刚引的时间，然后开启隐身，贴着墙壁慢慢靠近。莫星的智商还挺高，知道还有个冒险者，每次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会用普通攻击瓶扫一下周围，让叶青不敢靠近。不过很可惜，叶青会远程攻击技能。莫星的血量刷刷的下降，叶青刚引早已叠满了50层，但是叶青依然小心谨慎的没有攻击。5%、4%、3%、2%，就是现在！闪影，叮！闪影触发10次攻击，叮！莫星受到13000点伤害，叮！莫星死亡，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0点，舒服啊！接连的系统提示音让叶青忍不住大呼舒爽。巨量的经验让叶青直接升了1级，并且还多出了 80% 的经验，这经验就已经是不虚此行了。恩人，你变得更强了。青岩将军走了过来说道，他此时的血量也已经只剩下 40% 了。叶青哈哈笑着说道，还是将军厉害，不说了，先给你治疗吧。叶青一边给青岩将军治疗，让青岩将军喝药，一边自己开始收拾战利品。叮！获得一把双手剑，一件布甲护腿，一把单手杖，一颗戒指，一根卷轴，一块令牌碎片，金币10枚。第65章末月，总体收获可以说相当不错。叶青兴奋地开始查看这个卓越 BOSS 会爆出些什么好东西。名称：一把好剑，品质：劣等，等级35，物理攻击0，魔法攻击300，技能：颜值即是正义，佩戴刺剑能够提升30魅力值。我去，什么玩意？纯粹就是外观好看的装饰武器。名称：莫星护腿，品质：卓越，等级30，物理防御0，魔法防御500，智慧280，战斗回蓝15。特殊效果，战斗中技能命中敌人，有一定概率增加 10% 的智慧。一件法师的好装备，战斗中能够回蓝，这件装备的价值肯定还是比较高的。名称：星闪法杖，品质：卓越，等级35，魔法攻击634，智慧200，技能：星闪，消耗100点魔法值，随机闪烁到10码范围内的一个点，冷却时间3分钟。这个单手法杖整体属性不错，技能完全看运气，运气好闪现逃命，运气不好直接一个闪现到了敌人堆里或者 BOSS 大招里面就凉凉了。名称：星光之剑，品质：卓越，等级30，精神200。特殊效果，使用治疗技能时有 1% 的概率产生治疗暴击。
纯治疗戒指还有附带特殊的效果，正好叶青还没有戒指，直接戴上了。叶青戴上戒指，随手给青年将军丢了一个生机，还真的正好就产生了一个治疗暴击，在原本的治疗基础上又加了50%的治疗量。咦，恩人，你的治疗量怎么变大了？青年发现叶青治疗的变化，问道。哈，这就是我们冒险者的能力，所以之后如果墨家人的最后一击一定要交给我哦。叶青说道。好的。名称：卷轴偷偷看，等级30，效果：使用后可查看选定目标的天赋、装备属性以及背包中的物品内容。又是一张特殊卷轴，叶青喜滋滋的将卷轴收入卷轴空间。名称：城主令1/5，效果：未知。又是未知的东西，叶青直接丢进了背包。看到叶青手里的东西都收进去了，而自己的血量也差不多快满了，青言说道：恩人，我们出发吧，我很担心我的妻子。叶青点了点头，两人并肩同行。叶青不停地给青年回血，争取在见到下一个 BOSS 之前给他血回满。话说，你们冒险者能够通过战斗和击杀生物变强，真的太厉害了。叶青问道。那你们呢？怎么变强的？我们啊，修炼，只有修炼一途。叶青想着，主要还是看系统的设定吧，他们原住民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程序而已吧。不过越来越觉得他们就和真的人一样，特别是等级越高的原住民好像越像人。会不会在现实世界的我们也是某个世界的游戏呢？二人一边聊着，一边已经进入了城主府的2层。上到2层，原本叶青以为依然是和莫星一样，就直接是一只 BOSS， 结果没想到到了2楼，还没推开门，就从窗边看到慢慢的一个房间的亡灵怪。我滴个乖乖，这里面是开派对吗？叶青查看了一眼，这里面的小怪全都是亡灵女侍从，普通怪，但是数量很多。女侍从，这个墨月是不是很喜欢美女？叶青转头问青言道。青言将军点了点头，是的，墨月喜好美色，是出了名的色胚，城中的烟柳场所基本和他自己家差不多。这才像标准纨绔子弟的配置吗？叶青不由得感慨道。穿过一众小怪，房间中坐在床榻上，身边还躺着几个亡灵女侍从的男子，应该就是墨月了。此时他正在小气。恩人，你小心点，墨月是用毒高手，我之前就是被他暗中下毒在偷袭的。青言说完，竟然直接一脚踹开大门，冲了进去。墨月纳命来，我靠，大哥你别冲动啊，好歹商量下策略啊。叶青刚想说自己作为刺客才是应该用毒的人吧，回过头青言就已经冲了进去。一个个亡灵女侍从原本都各种姿势在房间里面安安稳稳待着，青言将军一下子冲进去，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所有的亡灵女士从仇恨都触发了，嚎叫着杀向青言将军和叶青。坑爹啊！叶青哀嚎一声，不得不迎战了。月光斩，叮！亡灵女侍从死亡。没想到叶青一个技能丢过去，竟然直接秒杀了一大片的亡灵女侍从，基本可以说是触及即死。我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叶青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多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叮！青言将军释放战士鼓舞，增加自身与队友50%整体伤害，持续30分钟。这个技能可以啊，你咋不早点放？叶青增加了攻击力，整个人战斗力飙升，开始疯狂冲杀在亡灵女侍从之中，一个个亡灵女侍从如同割麦子一般被收割。不过很可惜，这些亡灵女侍从经验少得可怜，对于叶青现在的经验条连塞牙缝都不够。不过所幸高爆率，每个亡灵女侍从都会掉点银币，这一点倒是让叶青非常欣慰。如此大的动静，墨月自然不可能还睡着。当青言冲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就这么搂着2个亡灵女侍从，静静地看着叶青和青言将房间内的亡灵女侍从全部击杀。随后拍着手说道：青言将军，没想到你还活着，看起来是这个冒险者救了你啊，这着实让我惊叹啊。青言将军长剑一指：墨月，曾几何时我还是你的导师，从小教你基础武技，你竟然连我都能够下得去手，你真的是疯了！哈哈哈哈！驰骋战场的青言将军竟然说出如此懦弱的话，先不说我愿不愿意练武，就凭你一个下属也配当我的老师？哈哈哈哈！你只不过是我们城主府的一条狗罢了。墨月哈哈大笑着从膝榻后抽出一把长剑，看起来这个墨月是一个剑士。恩人，小心点，墨月算是3兄弟真正有战斗力的存在。青言将军轻声说道。哦，名称：墨月，品质：准完美，等级：40，物理攻击2000，魔法攻击30，物理防御700，魔法防御700。技能：1. 突击，瞬间突进20码范围内的一个敌人，造成额外80%的物理伤害。技能：2. 连斩，连续斩出5次斩击，每次造成额外60%物理伤害，第5下增加50%的暴击几率。技能：3.
剑之意境，释放自身对剑道的领悟，进入剑之意境，20秒内提升自身攻击速度、暴击率。技能4：魔攻侵蚀，墨月得到魔攻加持，提升 50% 整体物理攻击。技能5：施毒术，墨月精通毒术，会在兵器上施加毒物，增加一定的中毒概率，中毒者每秒扣除释放者自身魔法值的 10% 血量。技能6：懦弱，墨月本性懦弱，血量降低至 10% 时，有一定概率会跪地求饶，全身属性下降 100%。第66章懦弱，整整6个技能。不过第6个技能可以无视，这个技能应该是反过来帮敌人的技能。突击和连斩叶青也有，但是和 BOSS 的技能一比，叶青的技能简直就和开玩笑一样。叶青内牛满面。叶青这边查看金恩的时候，青岩将军已经和墨月打了起来。我还是先安稳点，把这边上几只亡灵女侍从清理掉吧。说起来，亡灵女侍从也和外面的骷髅基本都差不多，虽然还保有皮肉，但是血液已经被抽干了，一个个都和木乃伊一般。墨月竟然还下得去手，真乃人中豪杰。墨月斜眼看了眼叶青，青岩将军，看来你也已经废了，竟然带一个蝼蚁一般的冒险者过来。蝼蚁？哈哈，你的三弟可就是我的恩人杀的，他的强大你理解不了。青岩将军实诚地说道。叶青听得冷汗直冒，不带这么坑人的，哪有这么给我吸引仇恨的？果然，青岩将军一说完，墨月直接长剑一抖，转了方向杀向叶青。三弟就是个废物，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以防万一，还是先把弱的解决掉。我靠，我闪！墨月袭来，叶青急忙闪避。不过墨月是剑士，普通剑士的速度也就比刺客慢了一点，可奈何墨月是 BOSS 啊！叮，闪避失败，受到1258点伤害。隐身，一个普通攻击，差点就把叶青直接秒杀了。幸好他用的是普通攻击，不然直接就被秒杀了。叶青的隐身技能非常高深，就算是墨月这样的 BOSS 也无法发现。竟然有如此高深的隐身技巧，看起来这个冒险者却如你所说一般有点能力。墨月说道。青岩将军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怒吼一声：墨月找死！长剑一甩，力量爆发，发动突击，瞬间近身墨月，在突击的一剑即将刺中墨月的刹那，迅速变化技能连斩。墨月也反应极快，一样使用了技能反击连斩。青岩将军的攻击让墨月无暇顾及叶青，让叶青能够躲到一边，开始自己治疗喝药。太危险了，这个墨月和墨星完全不在一个境界，反应攻击都在墨星之上太多了。叶青不停地给自己补血，看到青岩将军血量开始慢慢减少，自己喝了一瓶血药，直接慢慢靠前，给青岩将军开始加血了。叶青跑动起来，不加入战局，而是在外圈游走，生机冷却时间一结束，就给青岩一个治疗。我怎么突然变奶妈了？叶青无语地想到。墨月看到叶青不敢加入战斗，而是在给青岩施加完全看不到效果的治疗术，哈哈大笑起来。青岩，你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了，这点治疗对你有什么用？青岩将军冷哼了一声，哼，有没有用，我自己知道。墨月虽然这么说，但是依然多次想要攻击叶青。然而有了第一次教训，青岩非常小心，只要墨月一有攻击叶青的趋势，他就立马救援，将墨月中途拦下。如此一来，青岩和墨月的血量都在飞速下降。闪影，叶青虽然不加入战斗，但是每次月光斩和闪影冷却结束，就会远程甩一个技能过去。神域中的怪物死亡是判定原住民击杀还是玩家击杀，都会有相应的数值计算。特别是做任务的时候，原本剧情是原住民杀了怪物，结果你输出高杀了怪物，很可能会改变任务剧情走向。因为为了得到奖励，叶青需要时不时对墨月造成伤害，如此才能够拿到经验和出现掉落。多次被青岩拦截，而如同蝼蚁一般的冒险者竟然敢多次偷袭自己，墨月是真的恼火了。竟然敢如此对待我，我要你死！剑之意境，施毒术，魔攻侵蚀。同一时间，墨月竟然开启了3种状态，气势飙升，身边竟然环绕了3种不同状态的气旋，看起来气势完全和之前不同了。叶青焦急地提醒道：青岩，小心！青岩却冷哼一声，只不过是我的教的东西罢了，我还会怕你？剑之意境，战魂意境，风之意境。我了个乖乖，青岩将军竟然也能够同时开那么多状态，而且好像更强啊！叮！青岩将军当前状态间隙攻击增加 100%， 物理攻击增加 100%， 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增加 100%。叶青看到青岩将军的属性，开始垂涎起了他的这3个技能。要不要之后试试看偷他？转念一想，自己要是被发现了，那多尴尬！打断自己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叶青继续关注青岩和墨月的战斗，时不时给青岩将军释放治疗技能。青岩将军和墨月2个人，你刺我一剑，你砍我一剑的互相攻击，丝毫没有躲避和闪避，完全就是一副以命搏命的打法。
原住民之间的战斗从来都是不顾生死的，只要战斗就是一方倒下为止，和玩家与怪物或者原住民的战斗完全不同。叮，墨月血量低于 10%， 当前血量 4%。叮，墨月对于死亡产生了恐惧，触发技能懦弱，全身属性下降 100%， 失去战斗力。原本血量亦仅低于 10%， 叶青以为墨月非常有骨气的不会触发懦弱技能了，没想到竟然在 4% 的时候触发了。青岩将军，师傅，求你放过我！墨月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青岩将军也停下了攻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曾经的你虽然不是练武的天才，但是也算是天赋异禀。哎，师傅，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放过我吧。墨月跪倒在地，对着青岩将军磕着头，丝毫没有了之前盛气凌人的模样。青岩大叔，接下来交给我吧。叶青走上前说道。青岩将军点了点头，墨月如此，他的确也下不去手了。但是墨月的所作所为必须要对遗忘之城的居民做出交代，错了就是错了。你和你父亲残害百姓的时候，可曾想到他们被抽离灵魂、吸干血肉的痛苦？叶青怒吼一声，开始对失去战斗力的墨月开始疯狂攻击。无论是因为杀了 BOSS 能够升级爆装备，还是因为墨月墨家人的所作所为，叶青都要杀死墨月。他的求饶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丝毫不需要怜悯。切割，叮！切割触发暴击，造成32464点伤害，10秒内每秒扣除3251点血量。第67章，末日。超高的伤害，就算是叶青都吓到了。没想到失去了防御力的墨月，简直就和一颗小白菜一样，一刀下去毫无阻碍。几下攻击后，墨月倒在了地上。叮！墨月死亡。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2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1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2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4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3点。爽翻天啊！直接升了3级。叶青怎么都没想到墨月给的经验竟然如此丰厚。不过青岩将军看着墨月的尸体，落寞地说道：“希望下辈子你不再是这样的孩子了。”叶青拍了拍青岩将军：“青岩，不用介怀，有些人做错了事情也不会知道自己错了，道歉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而已。人既已死就别想了，徒增自己烦恼。”青岩将军收起长剑回答道：“我只不过缅怀过去的他而已。看起来这个墨月在以前是跟你走得最近的。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以前墨家3个儿子，只有墨月愿意跟着我学习武技，可惜后来渐渐沉迷女色，也就迷失了自我了。”叶青给青岩不停地释放治疗技能，缅怀了过去，还得往前看的。叶青，你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冒险者。青岩突然说了一句：“哈哈，你怎么开始叫我名字了？不叫恩人了？”青岩将军哈哈一笑，就是觉得叫名字也不错。好了，这些要你拿着先回复，我去看看。墨月这边的掉落物还没看，叶青可不能放过。叮！获得2件护腿，1件护肩，1颗戒指，1个手镯，1本技能书。这次就出了这么点东西，不过能够有首饰和技能书也算不错了。叶青说道。如果是别的玩家听到了叶青说了，估计要集体自杀了。开玩笑，别的玩家一个团队玩了命的击杀一只 BOSS， 估计能够调出2件防具，都要拜天拜地，感谢天界众神保佑了。名称：救援护肩，品质：卓越，部位：护肩，不假，等级3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600，精神170。特殊效果：治疗时有一定概率产生治疗暴击。奶妈的神装，一想到奶妈，叶青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请叫我小可爱的笑脸。回去了送给他吧。自己的使用的短暂复生技能帮助了自己太多了，虽然是自己报的，但是小可爱不抢还让给叶青，叶青这个人情还是要还的。而且小可爱的确和名字一样，人挺可爱的，可爱的人应该不会没人喜欢吧。叶青这么想着，将救援护肩收到了背包。名称：救护护腿，品质：卓越，部位：护腿，不假，等级30，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680，精神180。特殊效果：治疗时有 10% 的概率给队友增加 2% 的全属性增加效果，持续1分钟。好家伙，又是一个奶妈装备。名称：赤红护腿，品质：卓越，部位：护腿，板甲，等级30，物理防御700，魔法防御300，体质300。可以说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板甲装备，也没有技能和特殊效果，
但是属性上面还是比较强力的，应该是可以卖个好价钱。接下来才是重要的东西了，手势。在神域中，手势非常难出，有时候出的还是特殊手势，甚至可能有时间限制或者使用次数限制，因此一般手势装备卖得非常贵。名称：极速之戒，部位：戒指，等级35，攻击速度 10%， 移动速度 10%， 技能冷却减少 1%， 释放速度减少 1%。叶青眼睛一亮，好装备！这个戒指竟然百分比增加了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对自己这个刺客绝对是极品的属性，并且还减少技能冷却时间。释放速度的话，对叶青影响一般，但是不一定之后会出现需要释放的技能，也有可能。不过需要35级才能使用。叶青收起了戒指。名称：极速手镯，等级35，移动速度10，攻击速度30，直接增加基础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的手镯，配合上极速之戒，凭空多出了1小节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两件首饰搭配使用，绝对对叶青是一个极大的提升。首饰类的装备一般都不会出现品质区分，只会依靠技能或者特殊效果或者属性加成来区分强弱好坏。不过官网上为数不多的信息来看，后期部分特殊强力首饰可能会出现品质划分。现在手上只有一本技能书了，装备会掉落会更换，但是技能书就不同了，学习了技能那就是自己的。刺客需要大量的技能堆积才能够变得强力，因此叶青对于技能书也是非常看重，只不过现在拍卖行什么的基本是见不到技能书卖的。名称：技能书淬毒，限定暗杀，等级35，消耗30魔法值，效果：萃取毒液涂抹于武器，武器攻击时有 70% 的概率使敌人中毒。特殊效果：中毒的敌人会随机出现眩晕、百分比扣血、麻痹、沉默、禁锢、致盲、全身属性降低等等效果，效果强度随技能等级提升，随敌人等级降低。竟然是附带特殊效果的高级技能书，神技！一个软控的技能终于是出现了。70%的触发，对于叶青来说，基本上就是100%触发。出现的状态虽然是随机的，但是任何状态都是对叶青是正面的效果，在战斗中是绝对有用的帮助。青岩将军已经回复了血量，看着叶青一脸兴奋的样子问道：“你怎么这么兴奋？”哈哈，我实力变强了，能不兴奋吗？可是我看你刚才境界是提升了，但是现在没有丝毫变化。不急不急，等级未到罢了，之后境界一到，直接就能巨大提升。青岩说道：“继续吧，我们快点去击杀末日，他的死亡会带给我巨大的提升。”叶青兴奋地说道。叶青刚想踏步进入阶梯，但是却被青岩将军拦下了。末日和墨月或者墨星不一样，他是老大，也最得莫无言欢心。按照墨月之前说的，他应该是3个儿子里面吸收最多的，也是攻击最强大的，你可能一沾就死，这一次我一个人去吧。青岩将军说道。第68章卡时间。之前你不是说墨月最强吗？那是以前，现在不同。真的那么强大？你不是很危险？我去说不定还能造成点伤害，还能给你回血，多少有点帮助。叶青说道。青岩将军继续阻止道：“修行不易，就算你能够无限复活，但是你依然会掉落境界的，白白送死何必呢？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大不了从头存再来。相比起你们原住民，我们冒险者至少还能够重新来过。与其让你拼命，还不如我去拼命来的划算。”叶青看着青岩真诚地说道。和青岩接触下来，叶青真的把这个青岩当朋友一般对待，他可不希望看到青岩死去，而且说不定能够卡 bug 也说不定呢。叶青说了一句 bug 是何物？自己百度去。叶青说完，直接开启了隐身状态，慢慢上楼去勘察。青岩将军看着叶青说道：“虽然不怕死，但是依然小心谨慎，的确是当盗贼的料啊。”叶青吐槽了一句：“我这叫安全第一。”叶青小心翼翼地上楼，进入通道出口，老远就看到了正在擦拭自己斧头的末日。名称：末日，品质准完美，等级45，物理攻击3700，魔法攻击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0。技能1，劈砍，末日用自己的战斧劈砍前方1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200%的物理伤害。技能2，血腥杀戮，末日拥有魔攻的第2层，能将自己狂化成一个杀戮狂魔，攻击力翻倍，防御力降低至0点。技能3，不死不休，末日精神已经被魔攻侵蚀，不将敌人杀死就不罢手，攻击力会在血量低于 10% 时每分钟增加 5%。超高的攻击力，技能也都是增加攻击力的。叶青眼中怀疑，就算是青岩大叔正面刚也打不过这个末日。不行，不能用之前的打法，之前的打法青岩将军必死。叶青返回通道下楼，
正好碰到了正要上楼的青年将军。你上来干嘛？我应该能够战胜他，你还是在楼下等我吧。本来这也就是我们遗忘之城的事情。青年将军说道。叶青将青年将军一路推下楼梯。你少废话，就在这里等着，能不死就不死，何必去找死呢？我去查看地形，等我回来。叶青刚走一步就转身说道，不想害死我就待在这里，等我消息。说完再次开启了隐身上楼。叶青上楼开始围着3楼的宅邸绕圈，希望可以找出一个可以卡位的位置。按照这个 boss 的强度，如果找不到这么一个位置，那就真的不用打了。绕了半天，叶青无语地发现，尼玛，这个宅邸这么干净，一点能够卡位的地方都没有。叶青专心寻找卡点，却忘了自己的隐身冷却时间已经到了。时间一到，还没来得及开启隐身，身形就出现在了末日面前。末日瞬间被吸引，何方鼠辈，竟敢擅闯我的领域！叮！末日使用劈砍。叮！受到6900点伤害。叮！你已死亡。叮！等级掉落至33级。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回收5为属性33点。叮！随机掉落27金币吸血耳环。叶青复活在了城主府最底层。我靠，幸好这里和副本差不多，就是会掉等级，不然我还得跑尸，那才是真的找死啊！这是进游戏第一次死亡，叶青就掉了吸血耳环。哀嚎一声，叶青一路向上跑。不过这次死亡也值了，死亡的瞬间，叶青余光看到了末日背后的一个位置，一个可以卡位的位置。叶青一路小跑，跑到了2楼。青年将军看到叶青，一惊：你境界跌落了，你死了一次了。叶青反而哈哈大笑着说道：哈，青年你等着，我已经想出了弄死末日的办法了。真的？叶青点了点头，我可不会骗人。叶青迫不及待地跑上了3楼。隐身。叶青小心翼翼地贴着墙壁，猫着腰，慢慢向着末日背后移动。好了，就是这里了。钩索。叶青一甩钩索，钩索直接飞速向上，啪的一声勾在了高处的一节废墟上。然而一使用钩索，叶青就显形了，竟然又有蝼蚁侵扰我的领域。蝼蚁，竟然是你！末日惊讶地发现，出现的蝼蚁竟然又是刚才已经死掉的小子。原来是冒险者啊！哈，可以无限复活的冒险者，我早就想尝尝你们冒险者的脑子到底是什么味道了。尝你爹的脑子去！叶青大骂一声，钩索飞速收缩，现在只希望在快速升高到指定高度之前，末日不会攻击。但是，哈哈呀，愚蠢的冒险者，死吧！末日还是发动了攻击。叮！你已死亡。叮！等级掉落至32级。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回收5为属性32点。叮！随机掉落28金币。叶青再次复活爬起来。你大爷的，我就不信了！叶青一路狂奔，再次上楼。到达2楼的时候，青岩看到叶青又跑了上来。你又死了！叶青非常暴躁地吼了一句：别废话，等着！连续死了2次还掉了金币，叶青已经很不爽了。再次进入了第3层。叶青这一次没有开启隐身，而是直接贴着墙壁快速向前。刚才他就差不多计算了末日的仇恨距离，当快要靠近末日仇恨范围的时候，潜影，这一次必须成功。潜影状态下，叶青慢慢靠近了那一个卡点位置。万灵野狼卷轴，之前刷万灵野狼的时候爆出来的几张召唤万灵野狼的卷轴，叶青直接使用，在远处召唤了3只万灵野狼。万灵野狼一出现，就一声嚎叫，扑向末日。末日大怒，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蝼蚁来打扰自己休息，这已经彻底让他暴怒了。3只野狼直接被末日一斧头秒杀了。不过有这2秒的时间也足够了。钩索，叶青一下子显出了身形。末日立马发现了他。蝼蚁，看来你是没有长记性啊！末日冲了过来就要攻击。钩索收缩，隐身。叶青收缩钩索的瞬间，直接开启了一身，竟然还真的隐身成功了。消失了。隐身的瞬间，仇恨丢失，末日失去了叶青的视野。但是钩索再收缩，隐身也只不过持续了不到2秒就失去效果了。第69章，卡位成功。叶青身形暴露了出来，末日再次发现要发动攻击，一切都在分毫之间。轰！一声巨响，末日的斧子砍在了墙壁上。叶青正好收缩到了高出的废墟平台之上。终于是上来了，这1分1秒都不能差啊！太惊险了！叶青一屁股坐在平台上，吐了口气。蝼蚁竟然爬到了上面。末日一口一个蝼蚁，叶青此时已经在废墟平台上，丝毫不惧末日的大骂道：你才是蝼蚁，你全家都是蝼蚁！叶青深吸一口气，叉开双腿，用尽全身力气，对着末日竖了一根中指。你过来啊！气煞我也！劈砍！
末日何时受过如此侮辱？本就因为魔功而变得暴躁的他更是恼怒，强力攻击对着叶青砍去。但是很可惜，叶青现在的位置已经超过了他的攻击范围，而城主府的墙壁本就是系统设定的建筑物，根本就无法破坏。至少对于原住民来说，不能超过系统设定。哈哈，果然攻击不到。末日，你的末日是真的到了。叶青开始翻找背包中的卷轴空间，名称：学习卷轴火球术，效果：使用卷轴可以无视任何天赋，学习火球术持续3个小时。可惜是火球术的，要是有个雷暴、冰雹啥的就更好了。叶青想着，直接使用了卷轴，随后又拿出了一个耳环，名称：特殊装备转换耳环，次数2，效果：可以转换最高的5维属性成为另一项属性，持续10分钟。叮，使用转换耳环剩余次数1次，敏捷属性替换成智慧属性。火球术，叮，火球术造成3700点伤害。末日没有魔抗，所以魔法伤害对他造成的全都是满额的攻击效果。末日快要疯了，大喊着：“冒险者有本事你下来！”叶青无视掉这个已经傻了的 BOSS， 而是机械性的释放着火球术。能够使用卷轴学习的火球术，只有 0.5 秒的冷却时间，基本等于可以连着使用。一个接一个的火球不停地轰击在末日身上，末日的血量以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狂掉。叮，转换耳环效果消失。叮，火球术造成670点伤害。果然没有了智慧加成，伤害就很低了。叮，使用转换耳环，物品已损坏。转换耳环最后一次效果用掉了，直接碎成了粉末。叶青继续不停地使用技能，接下来还是看看论坛啥的吧，感觉需要花一点时间。叶青想着，就先打开了排行榜。等级榜：1. 叶青32级；2. 龙之舞30级；3. 花间一壶酒29级；4. 大鹌鹑28级；5. 一曲东风28级；6. 龙华28级；7. 雄霸天下28级；8. 沈星竹28级；9. 花花蝴蝶28级；10. 行走的荷尔蒙28级。叶青掉了2级，已经和龙之舞很接近了。龙之舞这些一线队伍的玩家升级都非常快速，都有自己的升级方式。不过叶青倒是没想到，这个花花蝴蝶竟然冲到了等级榜9，看起来花了大价钱找人升级了。突然一声系统提示发出，世界喊话：龙之舞，本人龙之舞已发现一支40级 BOSS， 将带领工会成员一起击杀。如得到佣兵令，将组建第一个佣兵团，届时将吸收散人玩家加入，敬请期待。叶青瘪了瘪嘴，龙之舞有毒吧？还没打就昭告天下？等等，不对，这个龙之舞不可能这么蠢。叶青马上对沈星竹发出了私聊，在不在？沈星竹回消息倒是还挺快。刚才的公告看到了吧？你们什么打算？你猜啊？沈星竹笑着说道。各个工会之间都有内奸，所以你们早就知道消息，准备出发了是吗？这都能猜到啊？的确，第一个建立佣兵团对于以后建立工会非常重要，所以大部分的工会都会集结去。沈星竹说道。不能去？为什么？这个肯定是龙之舞的陷阱，那个40级的 BOSS 不一定能够打掉，但是如果能够把排名靠前的竞争工会人员吸引过去，然后全部击杀，你说是不是比杀掉 BOSS 来的更划算？叶青说道。沈星竹反驳道，不可能，龙之舞只不过一个普通的职业玩家，哪来那么多资金搞这种事情？而且说实话，就算是陷阱，为了佣兵令还是会有大量工会去的。叶青沉默了一番，的确，就算知道是陷阱，依然会有大量工会去拼一下。人总觉得自己可能会运气好得到这个佣兵令，也有可能。龙之舞应该是找到金主了。如果真的是一只40级的 BOSS 呢？沈星竹问道。叶青接触了墨家的3兄弟，叶青很明白，40级的 BOSS 还是世界 BOSS 不是这么好打的。要不是有青岩这个60多级的原住民将军，叶青根本就不用考虑能够打得过墨家3兄弟，估计老三墨星就够弄死叶青很多回了。世界 BOSS 可不是普通的 BOSS 一样的，在 BOSS 中都是顶尖的存在，这可不是用人数就能够堆积起来的。行吧，我知道了，我通知下去，这次的事情我们就不去掺和了。沈星竹突然说道。叶青一愣，没想到沈星竹竟然这么快就相信了叶青的观点。你先说好啊，我也就是猜的，如果真有问题，跟我没关系啊。叶青说道。沈星竹哈哈大笑，干嘛啊？你怕我敲诈你啊？叶青挠了挠头，按照你的性格，非常高的概率。挂断了语音，叶青又给冰天雪地发去了信息。叮，通话玩家不在线。不在线。叶青又给请叫我小可爱发去了信息。咦，叶青，请叫我小可爱惊喜的声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嘿嘿，小可爱，好久不见啊。其实也没几天了，
话说是有啥事吗？请叫我小可爱，笑嘻嘻的说道。其实也没啥事，就是刚才的公告你们都看到了吧？有没有什么打算？叶青问道。请叫我小可爱说道，我们没打算，双双刚刚下线去处理工作的事情了，所以群龙无首，都没想法，升级呗。那就行，那边还是不去比较好。叶青说道。请叫我小可爱问叶青道，你啥时候还和我们一起玩呀？找时间吧，我这里 boss 差不多要挂了，先不聊喽。叶青挂断了语音。第70章第一块佣兵令。说起来，冰天雪地的队伍都已经调出了排行榜，这种升级关键的时候，冰天雪地竟然不在，去现实中处理工作了，会不会是碰到什么事情了？刚才请叫我小可爱虽然一脸笑嘻嘻，但是总感觉也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叶青。叶青摇了摇头，也懒得想了。转换耳环的效果早就过了，叶青已经对着末日释放火球术释放了将近1个小时了。所幸青岩将军没有傻乎乎的跑上来，不然就功亏一篑了。末日的血量也已经见底了，没多久就要死了。叶青看着发狂挠墙的末日，感觉即将有一大堆宝物要出土了。突然3声系统提示让叶青一惊。叮！玩家龙之舞击杀世界 BOSS 无齿赤水鹅，奖励等级+1，奖励声望1000。叮！玩家龙之舞击杀世界 BOSS 无齿赤水鹅，奖励等级+1，奖励声望1000。叮！玩家龙之舞击杀世界 BOSS 无齿赤水鹅，奖励等级+1，奖励声望1000。我擦，什么情况？真的杀了一只 BOSS？ 难道我想的太多了？龙之舞纯粹就是为了炫耀。果然系统提示一结束，沈星竹就发来了消息。叶青，你的想法对了一半。什么意思啊？龙之舞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触发了原住民协助的任务。清风城竟然派了一支小军队帮助龙之舞讨伐了那只世界 BOSS， 然后龙华、鹌鹑还有差不多10几个工会想去抢夺 BOSS， 结果都被提前埋伏的龙之舞的人杀了个干净。而且重点是龙之舞真的拿到了佣兵令。龙之舞这一波可是得罪了一大堆工会啊！叶青感叹道。不过龙之舞这个人嚣张，但是个人能力的确很强，如此必然也是不惧任何工会。你的等级榜第1可没有了哦。沈星竹笑道。叶青打开了排行榜，果然才半个多小时，排行榜就发生了大变化。等级榜：1. 龙之舞33级，2. 叶青32级，3. 花花蝴蝶30级，4. 一曲东风29级，5. 沈星竹28级，6. 行走的荷尔蒙28级，7. 名将倪奏凯28级，8. 青团园子28级，9. 沈家第一打手28级，10. 名将暗杀28级。花花蝴蝶，叶青注意到花花蝴蝶的排名竟然上升到了第3。刚才那么点时间升级，唯一的办法肯定就是打 BOSS。看起来龙之舞背后的金主就是花花蝴蝶了，没想到他这么干脆，直接找了龙之舞投资。叶青说道。沈星竹好奇地问道：花花蝴蝶你认识吗？有仇吗？哼，一只家里非常有钱的肥猪而已，问题不大。可惜佣兵令被龙之舞拿到手了。沈星竹叹了口气道。叶青看了眼公告，可是还没有公告啊，龙之舞这么有耐心，不创建佣兵团。沈星竹说道，佣兵工会在清风城的西面，那里好像在拆迁，所以暂时无法申请创建，估计明天就可以了吧。一说到拆迁，叶青就想到了自己的店面，不知道叶红操作的怎么样了，自己这个甩手掌柜的确也是不靠谱啊。啊，我不甘心啊，我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么强大的力量。末日突然一声哀嚎，将叶青拉回了心神。机械性的打了1个多小时，都快忘了我还在打 BOSS 了。叶青直接对沈星竹说了句，我还在忙哈，先挂了，狗的白。啪的一声就直接挂断了语音。哼，叶青这家伙想接通就接通，想挂断就挂断，太过分了。下次他再私聊我就不理他了。沈星竹气鼓鼓的想。叶青这边已经正在接受系统提示的轰炸。叮！击杀末日。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2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4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3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5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4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6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5点。叮！恭喜玩家升级，当前等级37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6点。哈哈，太爽了！
连升5级！接连的升级不止叶青兴奋，外面注意到等级榜的玩家也都吓到了。世界喊话：叶青牛逼啊！分分钟啪啪打龙之舞的脸。世界喊话：我操，叶青你也太牛了吧！连升5级！跪求告知升级方式。现在玩家都进了主城，怪物掉落钱币也多一点，加上可以兑换比例上升，许多玩家也兑换了金币，金币价值降低，喊话用的1金币就不算啥了。嘻嘻，捡装备捡装备。叶青用钩索滑落到地面，如果这个高度跳下来，叶青估计又得复活一次了。末日睁着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死状凄惨。叶青看了眼，直接让系统将他尸体刷新了，只留下了一地的掉落。神域中有一点好处，死掉的怪物尸体可以让系统提前刷新掉，不然估计一大堆女孩子是绝对打死都不愿意去捡装备的。叮！获得1双护手、1双护腕、1把战斧、1件胸甲、2个行军包、3根卷轴、2本技能书，金币140枚。看到2本技能书还有2根卷轴，叶青就激动了。好东西，留到最后看。名称：极蟹护腕，部位：护腕、皮甲，品质：卓越，等级4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300，力量120。特殊效果：物理攻击造成的伤害汲取 6%， 恢复自身血量。名称：力王护手，部位：护手、皮甲，品质：完美，等级40，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400，力量300。特殊效果：战斗中有 30% 的概率攻击力翻倍，有 20% 的概率攻击力3倍，有 10% 的概率攻击力4倍，持续10秒。看到力王护手，叶青差点没跳起来。完美的护手，力量加成超多，并且特殊效果简直就是爆炸一般的效果。名称：大力战斧，部位：武器，单手，品质：完美，等级40，物理攻击700，力量400，敏捷100。技能1：力量爆发，消耗300点魔法值，将自身力量全部爆发，翻倍物理攻击，所有防御降低到0，持续10秒。技能2：力量萃取，被动，每次击杀怪物都会给自身叠加物理攻击的 0.1%， 无叠加上限，每次叠加时间不得低于3秒。第71章莫无言。完美的单手斧，叶青也可以使用，虽然斧子攻击速度不高，但是这伤害和技能完全足够弥补那一点攻击速度。力王护手触发4倍状态，再加上力量爆发，加上钢影，加上切割，再加上触发暴击和弱点攻击，我靠，这简直就是无敌爆炸的伤害啊！还有这个力量萃取技能，可以说就是刷怪神技，只要怪物密集，越打越强，到最后可以说就是一刀一个怪了。就凭这几件装备，叶青就不虚此行。名称：末日胸甲，部位：上衣、板甲，品质：卓越，等级40，物理防御1000，魔法防御200，体质100。特殊效果：装备后所有的魔抗属性会依照比例变更为物理防御，魔抗降低至0。一件只追求物理防御的装备，这件装备看着好像很废，但是如果一个肉盾战士带在身上碰到了物理攻击的 BOSS， 直接更换上这件装备，绝对可以产生奇效。2个行军包看都不看，叶青直接使用了。背包空间肯定是多多益善。名称：卷轴战争狂化，等级40。效果：使用卷轴以使用者为中心，100码范围内所有的友方玩家进入狂化状态，防御归0，所有攻击造成双倍伤害，1%的概率造成3倍伤害。2张卷轴都一样，可以说又是非常极致的卷轴，使用效果可以说忽略不计。这样的丢弃防御的卷轴在实际的战争中可没用，如果一个工会的玩家使用了这个卷轴，敌方工会一个弓箭手的抛射估计就直接团灭了。叶青将2张卷轴收进了自己的收藏库，反正收藏了再说。名称：卷轴跌落，效果：使用卷轴可以降低一件装备或者技能书5级的使用限制，降低5级使用限制。我靠！叶青直接拿出淬毒技能书，直接将原本40级才可以学习的淬毒技能书降低到了35级。还有什么是比多一个技能来的更重要的？最后2个技能，对于叶青来说这才是重点。名称：技能书不死不休，被动，限定生命。效果：当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有 0.5% 的概率原地残血复活，有 0.2% 的概率原地半血复活，有 0.1% 的概率原地满血复活。一个看运气保命的神技，不过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不过这种被动技能能够触发，就是运气好到爆炸，日常就当没有这个技能就行了。直接学习了技能，继续看下一个技能。名称：技能书致命打击，限定格斗，消耗50魔法值，
效果将自身的力量完美释放，用武器对敌人发起凶猛的一击，造成额外160%的物理伤害。背后攻击时增加70%的暴击率，在敌人血量低于10%的状态下，有0.01%的概率一击秒杀敌人。绝杀技能竟然出了一本高级技能书，而且还带有绝杀属性。虽然概率极低，但是也至少是一个希望。而且这个技能只要运用得当，伤害本身就高的令人发指。一次性得到2本技能书，还都是自己可以使用的，叶青兴奋无比，收获满满啊！该去找青岩将军了，这家伙估计都快急死了。叶青走下2楼，准备找青岩将军。刚走到2楼转角口，就看到青岩将军一脸焦急，站在楼道口不停地向上张望，已经走上来了8档的台阶了。恩人，你下来了，太好了，你没事。青岩将军竟然一把抱住叶青，哈哈大笑起来。叶青一愣，青岩将军这个奖金40岁的老大叔竟然这么激动，拍了拍青岩将军，放心，末日已经被我干掉了，我是冒险者，又不会死。青岩将军松开叶青，看了眼叶青，你的境界提升了，我感觉你变强了很多，你竟然真的一个人搞定了末日，哈哈，运气比较好。叶青大概的阐述了一下如何杀掉末日的过程，不过一些原住民听不懂的仇恨值啊什么的就没有说。话回正题，叶青一脸严肃地对青岩将军说道，青岩将军，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只要解决了莫无言，不只能够救出你的家人，还能够解救遗忘之城。青岩将军点了点头，比不过莫无言现在到达了何种境界我也不清楚，魔宫不知道会将他的实力提升到何种程度，或许我们2个人都会死吧。哦，你不会死，但是可能会掉落很多境界。不过能在死之前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冒险者，真的是我青岩的幸运。说着，青岩将军竟然对着叶青鞠了一躬，叶青，恩人，谢谢你，我替遗忘之城的居民，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我自己谢谢你。叶青拉起青岩将军，当我是朋友就别客气了，既然答应你的我就会全力帮助你。其实莫无言的战斗主要还是依靠你，我也帮不上多大忙。好了，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吧。叶青走在前面，一点点摸索着上楼，以防有什么陷阱。先一步达到了城主府的顶层，隐身。叶青谨慎地开启了隐身技能，一路上来灯火通明，和之前下面的幽暗完全不在一个世界，并且越过3楼一路向上，装饰富丽堂皇，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受到黑暗侵蚀的地方。所有的灯光原本是暗淡的，但是当叶青和青岩慢慢向上的时候，灯光竟然一盏盏照亮道路，就好像根本就是有人控制着欢迎叶青他们到来一样。突然一声中年男子的声音从一处门内传出，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欢迎光临毕府。莫无言。最后一扇门自动打开，中年男子一身黑袍，就这么安然坐在一处非常豪华的座椅之上，淡然地看着叶青。冒险者，你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我的眼中，你也不用隐藏身形了。莫无言直勾勾地看着隐身的叶青，果然能够看出叶青的位置。叶青直接解除了隐身，显出了身形。青岩将军，你也上来吧，咱们也有一段时间不见了。莫无言笑着说道，表现得温文尔雅，丝毫没有叶青想象中的疯狂和嚣张。青岩走上台阶，看到莫无言，质问道，莫无言，你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竟然还能有如此平淡的口气。第72章激战莫无言。莫无言从座椅上站起身，双手负在身后，伤天害理，我只不过让我的子民贡献出了自己的灵魂和血肉罢了，我保护他们那么久，难道收点利息不行吗？而且他们只不过贡献了小小的一点力量，却能够成就我的无上力量，难道这不是他们的荣幸吗？莫无言突然哈哈狂笑起来。青岩将军冷声道，莫无言，你疯了，魔宫已经彻底让你迷失自我了。莫无言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听了青岩将军的话，笑得更加大声，哈哈哈，迷失？迷失又如何？青岩，你没有感受过修炼魔宫的快感。我们遗忘之城只不过是3级城市，和清风城这样的主城完全不同。同样是城主，清风城城主可以获得大量修炼资源，他修炼到140多级的时候，我才40级，这就是命。但是我不认命，凭什么我和他一同修炼，他能够成为主城城主，享受大量资源，而我只能在这个小城，还要替他清风城镇守一边？我莫无言不服，这个世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是王道。莫无言身上黑袍咧咧，竟然有丝丝黑色的魔气从他身上冒出。原来如此，叶青心中想着，难怪同样是城主，清风城的城主150级，这个莫无言才这么点等级。名称莫无言，品质史诗，完美，卓越，等级50、60，物理攻击700至4370，魔法攻击698至3984，物理防御570至1000，魔法防御400至800。技能1，沉默之语，莫无言对敌人发动晋升手势，
受到攻击的目标1分钟内无法发动任何技能。技能2：魔化暴走。莫无言的魔功已经达到了第3层，释放魔功能够拥有魔化效果，彻底失去理智，全属性暴增。技能3：寒冰剑法。莫无言曾经是顶尖的剑士，拥有独创的寒冰剑法，拥有强力的冰冻效果，多次被剑法攻击到会进入短暂冰冻状态。技能4：魔气爆体。莫无言血量低于 10%， 魔气会开始扰乱他的身体，有一定概率出现自爆，无差别秒杀所有范围内的所有生物。说明莫无言本是遗忘之城城主，是有名的剑客，但是沉迷力量让他最终受到蛊惑学习魔功。魔功本为黑暗功法，光明区域生物修炼极为不稳定，加上莫无言太过贪婪，急于求成，现在魔功与本体功法产生冲突，战斗力忽高忽低，不受控制。看到说明，叶青才明白，原来是因为2种功法起了冲突，造成了莫无言显示出来的数据是混乱的，一会高一会低，不停的跳动，就连他的品质都是在不停的上下跳动的。青岩，你作为我曾经最得力的战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真的不打算跟着我？你家人可都在我的手里。莫无言对青岩将军说道。听到家人，青岩将军眼中一阵挣扎，但是只不过刹那，他就毅然的说道：头可断血可留，我的意志绝对不会变。如果我的家人有什么3长2短，我会替他们报仇，之后自杀追随他们而去。想让我背叛遗忘之城，背叛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不可能。说得好。叶青忍不住接了一句。哼，果然是一个不成器的废物。莫无言不再劝阻，骂了一句道。这一骂叶青就不肯了。你才是废物，你全家都是废物，你3个废物儿子全都死了，现在轮到你这个废物爹跟着去了。你要不要叫你的废物最终也一起跑出来，一起下去地狱打麻将？我不介意送你们一程。气煞我也！冒险者，去死吧！论骂人，叶青一般不发功，一发功肯定是骂到爽。莫无言这么一个原住民，何时听到过这样的话，直接气炸。沉默之余，叶青早就看到莫无言眼睛已经发红，明显是要攻击了。当他手抬起来的瞬间，就已经一个前引发动，后退了几步。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叶青知道自己可不是莫无言的对手，所以直接使用闪影和月光斩远程攻击，根本就不靠近，利用自己的移动速度快速奔跑。青岩将军也是长剑一抬，冲了上去。莫无言必须死，不然根本就不了那么多的百姓。烈炎斩，寒冰剑法。2个高等级的原住民长剑相对，各自拿出拿手绝技，你来我往，疯狂攻击。原本还算整洁的房间，被各种碎冰、碎石、飞沙走石给破坏的满目疮痍。叶青则时不时丢出治疗技能给青岩将军回血。叶青游离在战场外给青岩治疗，一边观察战斗的局势。莫无言的寒冰剑法属性上克制了青岩将军，青岩将军是土属性的攻击，但是莫无言是冰属性的属性上产生的克制，让本就实力相对较弱的青岩将军更加被动。突然，莫无言一脸邪笑，以一个极度刁钻的角度发动了寒冰剑法杀向叶青，而青岩将军反应也极快，迅速回防想要解救叶青，但是叶青看莫无言的技能角度和速度分明是佯攻。不好，青岩别过来！可是为时已晚。叮！青岩将军受到莫无言寒冰剑法攻击，进入冰冻状态2秒。哈哈哈，青岩受死吧！莫无言根本就看不上叶青这个弱小的冒险者，原本的目标就是青岩。青岩此时在冰块中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虽然只有2秒，但是完全够莫无言爆发攻击多次了。然而叶青怎么可能会让莫无言去攻击青岩，立马发动了所有的攻击，对着莫无言轰击而去，想要将仇恨夺过来。淬毒、突击、连斩、切割、致命打击。一瞬间，叶青将自己所有的强力技能都丢了出去，大量的伤害从莫无言身上冒出。承受了重击的莫无言，果然仇恨立马转移。蝼蚁，你竟然敢伤我！莫无言怒吼一声，转身就杀向叶青。我靠！跑路！掠影！寒冰剑法 ！BOSS 的速度的确是快，叶青发动了掠影，竟然依然被攻击到了。叮！受到寒冰剑法攻击，受到1381点伤害，移动速度降低。我靠！触发了低的伤害，还差点把我秒了！完蛋了，减速了！去死吧！莫无言已经跟了上来。关键时候，青岩将军破冰而出，大喊一声：“烈炎斩！”青岩将军迅速拦在莫无言跟前。叶青趁这个机会，立马拉扯出一张卷轴。第73章沉默之语。叮！随机瞬移卷轴使用。叮！位置转移，攻击闪避成功。卷轴拿出使用一气呵成，莫无言的攻击落了个空。叶青立马开始喝药放生机技能回血，差一点就死了。叶青后怕的说了句。叶青整理卷轴的习惯真的是救了他一命。卷轴空间里面的卷轴使用的效果，叶青基本都知道，并且知道放的格子位置，
在需要使用的情况下，叶青能够立马使用。看到叶青瞬移到了远处，莫无言冷笑着说道：“果然冒险者的花样层出不穷。”闪影受到了攻击不反击，可不是叶青的性格。叮，触发淬毒效果，莫无言眩晕1秒。青岩快攻击！玩命攻击！叶青大声喊道：“好嘞！”青岩将军趁着莫无言眩晕的这1秒钟连续攻击，倒是也消减了莫无言一点血量。但是相比起莫无言庞大的血量基础来说，这完全不算什么。眩晕结束，莫无言和青岩将军继续大战在一起，叶青则是充当辅助，在一旁治疗一级偷袭。但是时间一久，叶青就看出青岩将军已经渐渐力竭了。青岩将军和莫无言等级虽然差不多，但是莫无言攻击力极度不稳定，时不时爆发的高伤害让青岩将军痛苦不堪。幸好青岩将军是属于肉战士，不然早就被莫无言给杀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大战了这么久，莫无言的血量还有 30%， 但是青岩将军的血量只剩下 10% 了。不行，再这样下去青岩就要死了。原住民死了，可就是真的死了。青岩将军，你让开，让我来！叶青大喊一声，准备加入战斗。就算自己掉级，也不能让青岩将军死了。但是青岩将军被莫无言一脚踹飞，倒在地上还在喊着：“战死才是我作为战士的殊荣，逃避是我所不耻的，我还能战斗，这榆木脑袋啊！”叶青大喊道：“谁让你逃了？你帮我压阵！”“不行，你打不过他。”“少废话，滚蛋！”“我来！”叶青直接发动掠影，杀向莫无言。切割！莫无言看到冒险者竟然如此嚣张，哈哈大笑着说道：“冒险者，你以为就凭你能够有资格和我战斗？有没有资格，我说了算。”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得技能沉默之语3次。我去，偷盗技能了。名称：技能沉默之语。次数3次。效果：对敌人做出禁语手势，敌人陷入沉默状态，无法使用任何技能，持续3秒。有3次的使用次数，看起来对于 BOSS 的技能有可能只能偷取一定使用次数，不能真的偷过来啊。不过就算有3次也不错。沉默之语。叮！莫无言受到沉默之语，3秒内所有技能无法使用。青岩将军，一起攻击！他不能放技能了。叶青招呼道，手上技能翻飞，瞬间将能够释放的攻击技能都倾泻而出。3秒的时间，莫无言只能使用普通攻击。叶青的闪避躲避 BOSS 技能有点困难，但是躲避 BOSS 的普通攻击还是游刃有余的。倒是莫无言血量飞速下降，很快就掉到了 20% 的血量。沉默之语，再次使用技能。刚刚可以释放技能的莫无言再次陷入了沉默状态。莫无言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自己的技能克制。叶青和青岩将军完美配合，两个人不停地变换走位，让莫无言根本不知道该攻击谁。莫无言的血量飞速下降，很快就只剩下了 12%。气煞我也！魔化暴走。第二次沉默的时间刚结束，叶青一个技能刚放出，身体还没来得及收回动作，使用沉默之语，莫无言已经先一步发动了技能。啊！莫无言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城主府，痛苦地哀嚎着，抱着自的脑袋，双眼已经从黑色迅速退化成灰白色，再由灰白色变成黑红色。莫无言整个人都被一团深黑色的魔气缠绕，魔气如同活物一般，竟然发出了一种令人恐惧的笑声。随后，一部分黑色的魔气开始从莫无言的眼口鼻七窍开始涌入他的身体。越是如此，莫无言越是痛苦，就算是叶青看的都皱起了眉头。叮！莫无言开启魔化暴走状态，全身属性暴增，非玩家当前状态可抵挡，请迅速撤离。接连的深红色系统提示音发出3声警报声。突然，青岩将军冲向了痛苦哀嚎的莫无言。青岩，你干嘛啊？青岩的动作明显是想要和莫无言同归于尽的架势。叶青，多谢你能够帮我找我的家人，还帮助我帮助遗忘之城。青岩，你别做傻事，我们能够杀死莫无言的。叶青焦急地喊道。青岩却好像没有听到一般，他不希望叶青为了他在死亡。作为战士，他要为了自己守护的城市而死，要阻止莫无言这个疯狂的人。其实我真的很爱我的老婆，可惜见不到她了。青岩将军一把抱住莫无言，闭上了眼睛。生命献祭！青岩将军全身疯狂燃烧，冲天的青色火焰将青岩将军和莫无言都包裹其中。疯狂的莫无言用手肘一下一下重重地轰击在青岩将军的背上，他身上灼黑的魔气都在被青色的火焰腐蚀燃烧。不要啊，青岩！叶青想要阻止，但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阻止。莫无言，遗忘之城既然是曾经我们一起守护的，那么现在就让我陪你一起死吧！青岩大喊一声，全身发力，将莫无言撞得连连后退。两个人重重地撞到了墙壁之上，砰的一声，尘土飞扬。随后在烟尘之中，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掀起了一片热浪，
整个城主府剧烈一颤，遗忘之城范围内所有的亡灵生物都停下了脚步，望向城主府方向。叶青爆炸的瞬间就被热浪掀翻，倒飞而出，血量急速下降，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生机！急忙给自己回血喝药。叶青就这么呆呆地望着爆炸的深坑。青岩大叔！叶青喊了一声，但是没有回应。不过烟尘之中，一个人影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向着叶青走了。第74章击杀莫无言。青岩大叔，哈哈，青岩死了，谁还能和我抗衡？冒险者，你这个蝼蚁也去陪青岩这个废物吧。没想到莫无言竟然还没死，拖着重伤的身体走出了烟尘，他眼睛中的赤红色已经消失，看起已经是恢复了神智了。没想到青岩这个废物竟然最后还帮我控制了魔气，让我加强了实力，却不会迷失自我。哈哈哈！莫无言狂笑起来，我去你大爷！就特么还剩1%的血量，还来装逼！叶青猛然想到，之前自己和青岩将军说过，希望最后一击是他来击杀，这样子叶青能够获得实力的提升。再看到莫无言血量只剩一丝血皮，控制的极为到位。青岩大叔，你这是给我留下的最后的礼物吗？叶青眼神一凛，沉默之余，月光斩、闪影、掠影、突击、连斩、切割。叶青如同疯了一般冲向了莫无言，不躲不闪，正面对着莫无言疯狂输出。莫无言只剩那么一点血量，还放不出技能，怎么可能还能存活？被叶青一刀划破喉咙，跪倒在地。叮！莫无言死亡。叮！由于大量伤害非玩家造成，经验减半。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8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7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8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4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39点。就算是经验减半，叶青依然连升3级，但是叶青却没有了以往升级的兴奋，反而眼角泛出了泪花。从来没想到一个游戏的原住民的死竟然让叶青这么难受，真不知道是哪个游戏设计员设计的剧情，真的是日了狗了。叶青骂了一句，一脚将莫无言的尸体踢开，将地上的掉落都捡了起来。叮！获得1件护甲、1把匕首、1双靴子、1根卷轴、2块令牌碎片、1把牢房钥匙、1张召唤卡、1件特殊装置、金币400枚。这是什么？召唤卡！第一次出现这种道具。名称：召唤卡青岩将军。效果：召唤卡可以召唤一个固定的原住民出现，召唤的原住民有自己原本设定的意志和记忆，有概率会反噬召唤者，直接夺舍召唤者。青岩将军的召唤卡，那是不是就是说青岩将军能够复活了？叶青惊喜地说道，想都没想直接使用了。召唤！叶青手中的卡片悬浮在空中，不停地翻转，光芒闪耀下，出现了一个青年男子，半蹲着出现，随后站起了身。怎么是一个青年？不是青岩大叔？叶青，我不是死了吗？召唤出来的青年看到叶青，竟然比叶青更诧异。你真的是青岩大叔？你怎么变年轻了？叶青问道。青岩将军摸了摸自己的脸，对啊，我怎么变年轻了？青岩将军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面镜子，照了一下，竟然变成我年轻时候的样子了。叶青，你又救了我。叶青挠了挠头，某种角度来说，的确是我救了你。召唤卡召唤的嘛，也算是叶青就得了。如果没有爆出青岩将军的召唤卡，那青岩将军就真的死了。幸好幸运值高啊，谁都不想死，青岩将军也一样，能够活过来，简直不要太开心。两个人互相吹了一通彩虹屁。话说，青岩，咱们既然已经搞定了莫无言，该去找你家人，还有解救遗忘之城的居民了吧？叶青说道。青岩点了点头，如果没猜错，我家人应该就关在城主府的3楼密室监牢。我虽然知道大概位置，但是没有钥匙啊。那边的监牢是莫无言关押重要人员用的，门都是特制的，只有用钥匙才能打开。叶青掏出莫无言身上摸到的钥匙，应该是这个吧？青岩将军立马接过，是的，叶青你真的神了。叶青又将特殊装置拿了出来，这是魔宫回转机，你也拿到了？青岩诧异道。这东西青岩只不过听莫无言提起过，也没见到过。名称：特殊装置魔宫回转机，限制：一次性，效果：使用后使遗忘之城的一部分居民恢复到曾经的状态。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叶青一愣，青岩将军叹了口气，没办法的，已经过去太久了，许多的居民灵魂和血肉已经彻底被吸收了，根本无法恢复了。叶青点了点头，直接使用了魔宫回转机。
魔宫回转机类似于一个八音盒，里面的机芯发动后就旋转了几圈，然后一大堆淡金色的小光团从魔宫回转机中发散出去。从窗边，叶青就看到外面的居民一大部分都被金色光团碰撞到，然后全部晕倒在地，慢慢的开始有血肉从身上长出来。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怪物被金色光团碰撞到之后，直接变成了粉末，风一吹彻底消失了。而那个金色光团则是在找附近的一个怪物身体碰撞过去。这样就行了吗？叶青问道。青岩将军回答道，应该是可以了，失去灵魂太久了，他们的身体需要重新凝聚血肉，还要融合灵魂，需要一点时间的。走吧，青岩，咱们去救你家人吧。叶青，谢谢你。青岩将军真诚地说道。哈哈哈，客气什么？很快，青岩将军熟门熟路地将莫无言的房间后面的密道打开，然后带着叶青一路向前，打开了一道石门，就看到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牢笼，牢笼中赫然坐着几个男男女女，里面的确是青岩将军的家人。当青岩将军将家人放出来之后，叶青也吸收了完成任务的提示。叮！恭喜玩家叶青完成青岩将军的委托任务，经验增加，得到遗忘之城全体居民满值好感度。等等，怎么只有经验？我没奖励。叶青愣住了，这个任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隐藏任务，竟然就给了点经验。青岩将军非常尴尬的咳嗽了一声，嗨嗨，你也知道，遗忘之城经历这么一劫，百废待兴。叶青差点没一拳打过去，我靠，我的药剂很贵的好不好？你好歹传授我一个技能什么的也好啊。第75章，叶青城主。然而，青岩将军已经无视掉了叶青。哦，亲爱的，你瘦了。青岩将军的夫人从牢笼中出来，也是拉着青岩将军的手说道：“哦，亲爱的，你辛苦了，我在牢笼中无时不刻都在想你。”哦，肉丝。哦，杰克。青岩将军和夫人无视众人，互诉相思之情。叶青一拍额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家伙，早知道不把他召唤出来了。叶青说归说，但是依然是很开心的。这件事情至少是圆满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叶青的专属快乐时间了。看装备，这次报的东西不多，希望能够有精品。原本以为莫无言会来个超级大爆，结果除去任务的东西就报了这么点东西，叶青还是有点失望的，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这几件东西品质不错。名称：魔化皮甲，部位：上衣、皮甲，品质：完美，等级40，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600，力量100，敏捷200。技能：魔铠，一天可用一次，消耗当前生命的30%血量，召唤一个可以免疫90%伤害的魔化铠甲，持续10秒。保命神技，这个魔铠绝对是一个保命的神技，别看需要消耗生命值，但是它消耗的是当前血量的30%，如果要死了，这30%有和没有区别也不大，但是免伤90%可就不是1点2点的重要了。不过现在叶青是一身的矿脉之影的套装，如果拆散了，套装效果就没有了。叶青准备先看看剩下的装备，再做决定。名称：踏空行靴，部位：鞋子，品质：完美，等级40，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300，敏捷100，移动速度30。技能：踏空，可以短时间踏步空中，离地最高5码，踏空自行走，移动速度增加30%。一个增加移动还有短时间飞行能力的技能装备。看起来身上的装备不拆散都不行了。叶青笑着说了一句，将矿脉之影的装备更换了下来，换上了魔化皮甲和踏空行靴，还有之前报的极血护腕和力王护手。如此一来，矿脉之影只剩下了套装衣的下过了，加了100点力量，另外的套装效果就失去了。不过转念一想，矿脉之影只不过是精良的副本装备而已，就是过渡用的，如何能够和完美装备比？名称：蓝海匕首，部位：武器，匕首，品质：史诗，等级45，物理攻600，力量100，敏捷400。特殊效果：每攻击第4下100%暴击。技能：蓝海的咒怨，可以释放出一道灵魂体，协助释放者攻击，灵魂体免疫一切伤害，持续攻击30秒，造成的伤害是使用者的20%的魔法伤害。竟然出了一把史诗武器，不过很可惜，需要到45级才可以使用。而且这把武器技能造成的伤害是看使用者魔法伤害的，这就非常难受了。不过这把武器整体来说相当不错。说到武器，叶青已经到了40级，幽影之魂也已经升级到了40级。名称：幽影之魂，部位：武器，品质：远古，等级40，物理攻击1500，力量500，敏捷750。技能：1闪影，消耗40点魔法值，将自己的影子投射溢出去攻击敌人，
短时间攻击6次，每次造成100%的物理攻击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2：掠影，消耗30点魔法值，提升自己的移动速度，奔跑时背后产生虚影迷惑敌人，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2分钟。技能3：刚影，被动技能，持有幽影之魂后，隐身状态下每1秒提升2%的物理伤害，最高叠加10层。幽影之魂随着叶青变强而变强，技能冷却时间越来越短，让叶青的攻击大大增加，并且非常高的基础伤害，也让叶青整体的攻击力高出别的玩家太多了。名称：卷轴魔神虚影，品质：史诗，等级70，效果：使用卷轴召唤150级魔神虚影，存在5秒，虚影会无差别打击范围内千码范围的所有敌人。史诗级别的卷轴可以说非常稀有，一般的卷轴是不会有品质的，能够产生品质，证明这个卷轴和一般的卷轴就不一样。这个魔神虚影卷轴攻击范围千码，可以说敌人根本就不可能逃离，并且不说别的，就这个150级就已经很唬人了。叶青小心地将卷轴收入了卷轴空间，变成了一个收藏品。青岩将军拉着夫人走了过来，叶青，咱们出去吧。叶青笑着说道，怎么，亲热完了？青岩将军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叶青跟着青岩将军一起下楼，走出了城主府。刚走到城主府门口，成百上千的遗忘之城居民就整齐地跪在了地上，对着叶青齐声道，感谢叶青大人，青岩将军解救我们，这也太壮观了吧。叶青忍不住感慨道。青岩将军则是非常淡定地清了清嗓子说道，各位，你们该感谢的不包括我，我也和你们一样收到了叶城主的帮助，感谢叶城主对我们遗忘之城的帮助。青岩和他夫人也一起对着叶青半跪下来。什么？叶城主？青岩什么情况？叶青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遗忘之城百废待兴，需要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城主来带领大家共同建设家园。你已经获得了城主令牌，等于得到了遗忘之城的控制权和认可，你还是解决我们的英雄，整个遗忘之城的居民都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城主。青岩将军说道。一说到令牌，叶青倒是想到了自己的确是在墨家人身上爆出了令牌碎片。叮，城主令牌碎片已自动合成，名称：城主令，限定：遗忘之城城主。技能1：回城令，可以使用城主令将自己召唤回遗忘之城，技能释放时间2秒，释放期间不可有任何动作，否则会打断传送。技能2：绝对权威，拥有城主令你将拥有遗忘之城任何原住民的生杀大权，一念之间夺其性命。说明拥有城主令就代表拥有成为遗忘之城城主的资格，只要成为城主就可以使用该令牌，对城内各个位置的建筑进行修缮，同时拥有遗忘之城所有的操控权。看着城主令，叶青沉默了，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奖励竟然这么大。叶城主，青岩将军看到叶青在发愣，拉了拉他的衣角。啊！叶青回过神，我当真的可以吗？第76章修复遗忘之城。叶青刚说完，青岩将军还没说话，成百上千的遗忘之城原住民竟然齐声喊道，我等愿意追随叶城主，与遗忘之城生死与共。响亮的声音响彻天空。叶青深吸一口气，好，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矫情了，我愿意担任这个遗忘之城城主之位。叶青一挥手，接受了城主之位。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遗忘之城城主，鉴于100%的玩家未达到城主系统开启级别，奖励暂时停滞，系统公告暂时停滞。叶青想了想，系统没有公告也是好事，现在遗忘之城完全就是一片废墟，如果让玩家知道有这么一个玩家可以当城主的城市，他们一定会蜂拥而至，到时候遗忘之城再想好好建设，想都不要想了。不过既然奖励也滞后了，这个就让叶青非常难受了。叮！恭喜玩家叶青绑定遗忘之城城主令，城主令转换为绑定状态，不可掉落，不可损坏，不可偷取。叮！遗忘之城损坏严重，请城主叶青及时修复。青岩将军对叶青拱了拱手，城主，接下来遗忘之城的众人就需要你来安排了。叶青看了眼下面还跪着的居民，抬了抬手，都先起来吧。话音刚落，所有的居民非常听话的齐刷刷的站了起来。叶青说道，接下来所有的居民都先回家，该整理的整理，有生活技能的居民到青岩将军府邸报到。叶青说完，则是拉着青岩重新进入了城主府。青岩将军，城主府的主控制中心在哪？还有城主宝库在哪？叶青问道。青岩将军回答道，城主，你有了城主令就可以直接查看了。城主令？叶青拿出了城主令，城主令一拿出来就发出一道红光，瞬间就在叶青跟前出现了一座模拟的遗忘之城。没想到竟然还有3D 全息投影。随后红光制造的遗忘之城中射溢出一道白光，白光毫无阻碍的直接进入了叶青脑海。叮！
当前遗忘之城修复 12%， 遗忘之城防御力1级，遗忘之城攻击力0，遗忘之城生产力2级，遗忘之城繁荣度0。这等同于0啊！遗忘之城损伤太严重了。叶青说道。系统，我该如何修复遗忘之城？叮！遗忘之城会随即派发任务给玩家，玩家需要完成任务，按照相应任务难度可帮助遗忘之城进行修复，获取物资。系统给出了答复。叶青无语地发现自己这个城主根本就是一个苦力嘛。青岩将军看叶青皱起了眉，凑过来问道：城主，我能不能将一些将士编排，同时征集一些士兵？遗忘之城已经没有防御能力了，我可以训练一些兵将出来。你还能训练士兵？青岩将军点了点头。是的。叮！青岩将军申请获得一部分兵权，对城内士兵进行训练，同时扩充遗忘之城士兵数量。叶青自然是同意申请。得到了新的工作，青岩将军告别叶青，着手去征兵和训练新兵了。城主府此时无人，叶青干脆也就盘腿坐到了地上，他要认真研究研究这个遗忘之城。叶青想着，既然自己是独行者，不方便加入工会，也不方便加入佣兵团，如此等于自己一直都是孤家寡人。现在玩这个游戏还问题不大，叶青强过大多数的玩家，但是以后开启了各种团战，难道叶青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玩家站在一边观战，无法加入进去？想到这里，叶青看向眼前悬浮着的红色遗忘之城模型。叶青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城市，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了，他是这个城市的城主，他拥有兵权，他可以训练原住民士兵，可以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超级军队。就算他不加入任何势力又如何？谁敢和一个原住民城市敌对？哪个工会敢？想到这里，叶青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建设好遗忘之城的决心。遗忘之城周边浓雾缭绕，玩家至少在50到60之前是很难过来的，能够过来的也只不过是少数运气不错的玩家。但是叶青会将城市封闭，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并且遗忘之城外围的大量亡灵怪物，叶青发现根本就没有消失，这倒是也变成了一个得天独厚的防御壁垒。首先，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修复城市，增加城市的资源获取。叮！遗忘之城发来任务，叶青作为城主可以直接远程接收到任务。叮！遗忘之城当前受损严重，城内粮食不足，需要购买一大批食物来供给城内居民食用。叮！物资需要普通面包20万份，普通饮水30万份。等等，个10、100、1000、万、10万，我靠，20万的面包，要我直接花钱买？足足2万个面包。叶青记得，普通的面包差不多1银币一个，20万个面包就是2000金币，还有普通饮水好像是50铜币一瓶，30万也就是1500斤。就这么一个任务，竟然需要叶青直接花出去3500金币。叶青发现自己头大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城市啊！不过为了未来，叶青无奈地开启了回城技能。都是我的子民啊，怎么地也得让他们吃饱。叶青想着，一阵光芒落下，直接回到了清风城。遗忘之城这一遭差不多用了3天时间，相比起遗忘之城，清风城现在可以说是人声鼎沸。叶青一出现就被几个玩家指指点点，你看那个玩家也戴着面巾，会不会就是叶青？别看了，现在模仿叶青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遮挡面容和名字的面巾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就是因为叶青的关系，价格水涨船高。这个叶青大神的确是牛啊，竟然已经40级了。这个龙之舞听说没日没夜想要赶超，又花钱又花时间，就是死活超不过。哈哈，说到这个就想笑，当时我朋友说他就在龙之舞他们的团队，龙之舞他不是杀了世界 BOSS， 然后等级提升了，超过了叶青嘛，当时他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结果不到几分钟，叶青等级连升，直接给他踹下去了，他当时气得脸都青了。哈哈，而且更惨的是，西门那边佣兵工会拆迁了，他拿到了佣兵令，根本就不能用。第77章声望特殊用法。几个玩家聊着，突然说到了叶青感兴趣的话题。话说到西门，你们去那边获得 VIP 卡了吗？ VIP 卡，那不是叶红打算弄的东西吗？叶青停下了脚步，仔细听起来。肯定会搞了呀，我的天，那个原住民妹子真的太好看了，连续3天了，只需要1个铜币就可以购买1张 VIP 卡，简直划算到不行。你们说的是啥 VIP 卡？我刚来清风城。一个玩家冒泡问道。另一个玩家解答道，在西门拆迁那里有一座茅草屋，里面有个超级好看的原住民美女，只要1个铜币就可以购买1张 VIP 卡，听说拆迁完了就会搬迁到东门的黄金地带建立一个商店，然后用 VIP 卡买东西就能打9折，如果现在充值5个金币可以打8折，充值20个金币可以打6折，听说有一个土豪充值了200金币可以打5折，不过好像5折是最低的了。我靠，还有这样的事情？不过5个金币可不是小数目啊，你们就不怕是骗子？
现在金币比例很低了，金币编制了，没你想的那么贵了。而且那个是原住民，怎么可能会骗人？有玩家去城主府问过了，的确是这么个情况，也算是证实过了。叶青不由得感叹，叶红的确是有能力，竟然真的用3天时间让大街小巷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叶青作为主人，还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的确也说不过去。于是叶青打算先去西门看看拆迁的情况。路过仓库，先把一些东西存放了一下，然后直接走去了西区。刚走到自己的茅草屋附近，叶青就看到这里有许多的玩家拥堵在一起，竟然这么热闹。原本叶青以为这里是因为都来买 VIP 卡，结果越看越不对，叶红竟然被几个玩家围在人堆里。叶红整个人都被几个玩家挤着，生气地质问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一个叫你看我多帅的猥琐玩家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丢脸，反而还一脸笑意地指着叶红说：“哈哈，这个原住民小妞竟然还会生气，生气竟然都这么好看。”另外一个叫你看我多牛的玩家小声说道：“大哥，我们这样不会被城内卫兵抓吗？”“哈哈，老牛，你就这么怂？我们又没动手，只不过围观看看，难道还不行吗？”你看我多欠，哈哈大笑着说道。他们就是专门找了这么一个漏洞，在这里故意言语，目光猥亵叶红。你看我多不要脸，也一脸贪婪地看着叶红说道：“这个妞是真的不错，可惜不能碰，我把她从茅草屋骗出来，可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啊。”边上许多男性玩家也围观着，起哄着，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叶红就只不过是一个原住民罢了，就跟一个玩具差不多。竟然敢这么欺负我的叶红！叶青想要动手，才发现这里是安全区，根本就不能战斗。这些王八蛋也是找了这么一个漏洞，故意如此。行，我去找卫兵。刚才过来正好有一队卫兵，叶青立马跑过去，追到了巡逻的卫兵。卫兵，我要举报，有人恶意调戏原住民小姑娘。巡逻的卫兵并没有马上相信叶青，而是问道：“你可有证据？证据怎么拿出来啊？他们不过去也看不到。”不过叶青早就想到了办法，我公众声望将近4000分，清风城的声望有足足的1万分。你觉得我的话不可信？由于叶青是第一个进入清风城的玩家，当时得到了1万的声望奖励，一直没机会用，现在倒是用上了。什么？竟然是高声望的冒险者？对不起，阁下，是我失礼了。您说的必然是真的，我们立马过去。感谢你为了清风城的安宁做出的贡献。巡逻卫兵一看到叶青的声望值，立马毕恭毕敬。哈哈，这个小妞竟然还会脸红，现在的原住民竟然做得如此真实，真的太棒了。一堆人还围着叶红在那边言语羞辱，来满足他们变态的欲望。叶红想要离开，但是被围着，根本走不了。卫兵来了！突然一个玩家看到巡逻的卫兵过来了，立马躲到了一边，喊了一声。许多胆小的玩家四散躲了起来，或者直接离开。但是带头的那几个，你看我家族的玩家，反而是一脸嚣张地站在那里。他们深知自己根本没有触犯任何违规的东西，并且巡逻卫兵没有证据，就算是来也不能抓他们，这也是他们有恃无恐的原因。不过很可惜，就是他们几个蓄意挑事，欺辱原住民，并且还有可能是黑暗势力派过来的奸细。叶青直接指着他们几个人说道：“竟然是黑魔法师！果然有可能是黑暗势力派过来的奸细，把他们抓起来。”巡逻卫兵的队长一看，好家伙，正好这几个玩家里面有一个专职成了黑魔法师，虽然也是魔法师，但是技能是偏向黑暗一点的。你凭什么抓我们？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没有证据？你看我多帅，慌了，被抓进监狱鬼，知道需要多久出来啊？而且监狱里面的时间下线是不算的，必须在线挂机，对于玩家来说简直令人胆寒。巡逻的卫兵看了眼叶青，冷哼了一声，哼，有这个大人在，他说的就是证据，全部带走。在众人诧异的表情下，巡逻卫兵对叶青做了个揖，然后就带着这些个无耻的玩家直接去监狱了。叶红看到了叶青，竟然小跑过来，直接扑到了叶青怀中。主人，你回来了。叶青也是一愣，感受到叶红身上淡淡的温度，叶青才反应过来，拍了拍叶红安慰道：“没事，主人回来了。”委屈你了。叶青说道。叶红摇了摇头：“不委屈，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主人。”叶青笑了笑，摸了摸叶红的头：“走吧，去喝点东西，聊聊。”叶青带着叶红来到了西门和北门交界处的一个酒馆中，叶青点了2杯果酒，和叶红坐在了酒馆角落一个安静的位置。主人，跟你汇报一下，你出去了3天，这期间我售出的 VIP 卡总共赚取了2487枚金币。这么多，不是一张才1铜币吗？我也没想到冒险者基数竟然这么大，幸好我是发布任务自动完成，如果是我着手兑换的话，估计根本忙不过来。叶红说道。第78章9楼，那拆迁事项如何了？叶红说道：“我们的2处房产已经开始拆迁了。昨天我去了城主府协商赔偿事宜，最终敲定在东门，城主府将会给我们3块地皮，同事将补偿1000金币。”叶青眼睛一亮，
这买卖太值了。可以啊，2块没用的地变成了3块黄金地段的地，还有1000金币的补偿。叶红骄傲地说道：西西，原本他们只打算把我们2块地换成东门的1块地，加上800金币的。如此对比，的确是叶红立了大功。叶青也没想到叶红竟然有这么强的能力。叶青忍不住夸赞道：我真的是捡到宝了。叶红自然知道叶青说的是自己，微微一笑：主人妙赞了。拿到新的地皮之后，你准备如何使用？叶青问道。叶红沉吟了一番：明日就能够完成交接手续了，我正想询问主人开设什么店铺。叶青想了想，3家店铺，管理人只有你1人，我肯定是没空来开店的。目前来说，3家店铺对我们来说是多余的，我想着出租1间店铺，然后另外1间用来销售装备，1间用来销售药剂，如何？主人的想法就是最普遍的想法，的确可行，但或许不是最好的。叶青看着叶红明显有想法的样子，就问道：你说吧，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有想法。我的构想是1间作为杂货铺，无论是装备还是药剂，还有卷轴各种东西，都可以在里面购买和收购。那另外1间呢？叶青问道。西西，不是另外1间，是2间。2间？你准备全部使用，不出租？叶青愣了愣，1间店铺或许就很消耗心神了，如果是3间店铺一起开，这得有多累啊？而且能够兼顾吗？我们不开店铺，我们开酒楼。酒楼？叶青发出了疑问。你应该知道，我们冒险者在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吃饭喝酒，有人吃饭喝酒纯粹也就是为了口腹之欲，没什么实际用处，更加不可能会抽出时间打尖住店的。叶红狡黠的一笑：那如果这个酒楼里面能够有任务发布，能够获取情报，能够发布佣兵组队信息呢？叶青一听就来了兴趣，说说看。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我们也需要吃饭睡觉，一样需要资源，我可以动用我的一些关系，让这个世界大量的原住民知道我们这个酒楼，然后由我们原住民加入，这里就会慢慢出现任务、情报、关系网。妙啊！说是酒楼，其实就是一个中情局，一个超级的情报系统，这如果发展起来，不止不愁钱的问题，更加会获取大量情报。叶青拍手叫绝，不由得多看了叶红几眼。被叶青看了，叶红竟然羞红了脸，故意扯开话题：主人如果可以，你就将操控权交给我吧，我来操作。可以，接下来操作都交给你了，辛苦你了。嘿嘿，主人你想当甩手掌柜也不行哦。叶红说道。啥意思啊？第一，主人要先给杂货铺和酒楼里取个名字，这个需要你来决定。第二，地皮审批下来后，需要主人在地皮上开始布置建筑物，同时杂货铺至少需要升级到3级，而酒楼需要将2块地皮连起来之后升级到4级建筑物。建筑物升级？叶青第一次听到，立马问道：地产升级需要什么？钱。叶青一拍额头：怎么哪都要钱啊？叶红看着叶青的样子，立马给叶青打了一剂强心剂：主人放心，花出去的钱我一定给主人10倍100倍的赚回来。叶青摸了摸叶红的脑袋：这点我还是相信你的，只不过最近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有点头疼罢了。叶青想到遗忘之城这个嗷嗷待哺的城市，感觉压力山大。话说地皮还有多久可以审批下来了？3个小时。这么快？行吧，你先去处理手上的事情，我也需要离开一会。叶青起身准备离去。好的，主人，3个小时后在城主府地皮接待事件。叶红告别叶青，叶青一个人走在街上，直接接通了沈新竹的私聊。滴滴，沈新竹在不？等等等等，沈新竹好像那边很忙的样子。过了差不多5分钟的样子。好了，刚刚在打 BOSS， 不好意思啊。沈新竹说道，然后突然想到，之前自己每次被突然挂私聊，自己还这么客气干啥？叶青还没说话，沈新竹就说道：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你咋知道我需要帮忙？无事不登三宝殿。叶青挠了挠头，嘿嘿，卖你点装备，要不？属性发出来，装备肯定要啊。沈新竹说道，他们队伍最近都运气极差，打了 BOSS 都不爆装备，正在为装备发愁呢。叶青将之前准备好的装备属性都发给了沈新竹。看到叶青发来的装备属性，沈新竹忍不住说道：叶青，我真的怀疑你是幸运女神生的，这些装备没有消耗个几十年的气运，应该是爆不出来的。叶青嘿嘿笑着，我就当你在夸我了。你也知道滚雪球效应吗？我装备越好，打怪越快，升级也快，自然装备出产概率也高。沈新竹才不信叶青说道，因为打怪多概率高呢，肯定有特殊原因。不过这都是叶青的秘密，沈新竹也不会问，问了叶青这个青年狐狸肯定也不会说。这些装备我要了，给你3500金如何？沈新竹知道自己价格喊的不是很高，但是他现在的确也没多少钱了。叶青想了想，行，就卖给你吧。叶青也懒得花时间去处理装备了，低价卖了也无所谓。沈新竹现在和自己可以说是朋友关系，给朋友点好处。沈新竹团队强大了，
对叶青来说也是好事。信得过你，装备已经发给你了哦。嘿嘿，这话我爱听。不过话说，你那里还有装备吗？沈星竹问道。你要那么多装备干啥？现在又不能建工会。叶青问道。沈星竹说道，我准备先把现实中联系的一些工作室成员先武装起来，到时候有了佣兵令，就可以直接建佣兵团了。佣兵令？叶青突然眼睛一亮。第79章，背后的那个男人。星竹，那个佣兵令如果我卖给你一个，你多少钱收？叶青问道。沈星竹听到叶青竟然叫他星竹，心里突然小鹿乱撞，但是依然保持冷静问道，你不会打到了佣兵令了吧？如果是第一块佣兵令的话，至少也值2万金币，我可以信用点兑换金币来交易。2万金币？叶青听了可就来劲了。现在叶青最缺的就是钱，遗忘之城建设绝对需要大量资金注入，自己后面没有金主，叶青只能靠自己。第一个佣兵令非常重要，第一个佣兵团和第一个工会道理一样，是用来打响名气最好最大的旗帜。叶青悠悠地问道，你知道龙之舞在哪吗？沈星竹有自己的人，自然知道一些最基础的情报。龙之舞最近好像都在城里，在西门那里闲逛，等着佣兵工会开门，估计怕出安全区被人伏击吧。城内安全区不能杀人，佣兵令好像还不能存仓库，也就只能带在身上，等佣兵工会开门，立马创建佣兵团了。叶青分析道，是啊，城内是免疫攻击的，要不然他早就被各大工会的精英给围杀了。行了，我先去忙了，狗的拜。叶青直接啪的一声挂断了语音。沈星竹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个超级无敌大直男。叶青这边则是摩拳擦掌。好了，开启赚钱之路。此时在西门与北门交界处的一个小酒馆内，龙之舞和花花蝴蝶以及几个小弟坐在一起喝酒吃肉，时不时发出狂笑的声音。好久没有这么潇洒了，不用刷怪坐在这里喝酒。龙之舞喝了一口酒，笑着说道。花花蝴蝶手上拿着一个熊掌，大口的啃着，一嘴的油渍，咂巴着嘴说道，有了佣兵令，很快就可以建立佣兵团了，第一个佣兵团的名气打出去，必然能够得到大量玩家的支持。龙之舞敬了花花蝴蝶一碗酒说道，花哥，主要还是靠你，没有你的投资，我们可没机会拿下那个世界 BOSS。 来，小弟敬你一碗。等级榜第2的大神都成了自己小弟，对自己毕恭毕敬，花花蝴蝶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哈哈大笑着和龙之舞碰了一下碗，大口喝起了酒。小意思，钱都是小事情，咱们要称霸神域世界，那个叶青又是我们2个人的敌人，我投资你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你这个叶青必须弄死。花花蝴蝶说道。肯定的，妈的，这个叶青必须弄死他。可惜现在有了天网，不然现实中早就想办法弄死他了。有了花哥的资源，我们必定会称霸神域。这个时候，一个玩家进入了酒馆，找到了龙之舞。进来的玩家竟然就是发现遗忘之城的那个弓箭手一曲东风。老大，安排的事情都办妥了。一曲东风对龙之舞毕恭毕敬地说道。龙之舞点了点头，很好，只要造势完成，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即将建立第一个佣兵团了。真不知道那个叶青到底是如何升级的，本来我等级榜第1，加上第一个佣兵团的荣光，绝对能够吸引一大批的高手玩家加入的，可就是死活超不过他的升级速度。龙之舞灌了一口酒，狠狠地说道，老大，那个叶青肯定是有什么快速升级的办法，不然就是肯定有什么团队在帮助他。一曲东风说道。然后话刚说完，花花蝴蝶就嗤之以鼻地回道，能有个屁的团队，他就是孤家寡人一个罢了，现实中租住在一个婊子的房子里的废物男罢了。可惜现实世界早就被天网覆盖了。天网作为全世界联合创建的安全防卫检测系统，有些时候的确是很不方便，不过咱们玩游戏，有什么事情自然是游戏解决，何必考虑现实呢？一曲东风说道。然而花花蝴蝶吐了口唾沫，解决个屁，你个小屁孩懂个鬼，叶青这种人不弄死他，难消心头之恨。正说着，叶青走进了这家酒馆，这地点还是沈星竹发给叶青的。果然叶青一进来就看到了角落里的花花蝴蝶等人。龙之舞和花花蝴蝶这只猪果然搞到了一起了。话说那个一曲东风不就是发现了遗忘之城的弓箭手吗？没想到也是他们的人，看着好像还是刚成年不久的样子啊。叶青环顾了一番，这个酒馆人还挺多，挺适合自己隐藏身份，正好可以下手。叶青从背包中掏出一个刚刚从拍卖行掏来的面具，名称血牙面具，品质卓越，等级25，功能1，佩戴后增加 10% 夜视能力，功能2，佩戴后增加 10% 隐身勘破距离，功能3，遮挡面容，姓名称号。叶青戴上面具进了酒馆。老板，来一杯麦芽酒。叶青端着麦芽酒缓步走到龙之舞他们背后的一桌，坐了下来。龙之舞和他正好是背对背的坐着。偷盗！叮！
偷盗成功，偷取金币20枚。龙之武到底是有钱啊，随便一偷就偷到了这么多的金币，一般的玩家身上撑死了偷到几个银币。说起来，偷盗这个技能，现在有一些玩家获得了，城里面直接做起了小偷。不过别人的偷盗成功率非常低，基本上几十次也才会成功一次，而且很可能会被发现，然后扭送卫兵，直接坐牢。偷盗技能只要靠近一定范围就可以了，不需要正对着特定手势。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一件装备。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一根卷轴。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98银币。接下来的时间，叶青不停地偷盗，表面上淡定地喝着茶。叶青等级高过龙之武，并且他的幸运值满级，偷盗还强化过了。整个偷盗过程，龙之武一点察觉都没有。偷盗和一般的技能不同，只有在偷盗失败的时候，被偷的人才会收到系统提示，否则根本就不会有系统提示。在主城内，不会有人攻击会偷盗技能的刺客少之又少，而且90%会偷盗的刺客等级也不高，只要一偷盗龙之武，立马就会被发现。所以龙之武喝着酒，一点不担心有任何问题，防备心全无。叮！偷盗成功，偷取佣兵另一块。一声系统提示音让叶青眼睛一亮。第80章，盯着花花蝴蝶坑。偷取成功，叶青直接就要走，既然目的达到了，自然不需要逗留，放下酒杯，起身准备离开，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意。不过叶青还没离开位子，龙之武的话让叶青又担了一下衣服，再次坐了下来。花哥，你为什么背包里面一点战斗的东西都不放？药都没有。龙之武之前带花花蝴蝶升级，竟然发现花花蝴蝶背包里面一瓶药都没有，现在在聊天就聊了起来。花花蝴蝶说道，我技术自己知道不是很好，这也是第一次玩游戏，对我来说，与其我去战斗，还不如在后面指挥，所以我背包空着挺好的，干干净净的。前2天还跟着那个婊子战斗一下，现在既然投资你了，我自然是做幕后老板，不会让自己身处险境。花哥放心，我一定好好经营。龙之武打包票道。然而花花蝴蝶竟然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私聊。滴滴滴，肥猪，肥猪，呼叫肥猪。叶青，叶青此时是打字私聊的，所以表面上花花蝴蝶根本不知道叶青就在他们背后。我操你妈！叶青，你他妈再叫我一声肥猪试试，我弄死你！花花蝴蝶每次一听到叶青2个字就控制不住的暴走。肥猪，为什么你要特意让我再叫你一遍？这爱好绝了！噗！花花蝴蝶气到吐血。好了好了，小肥猪，不和你开玩笑了，我给你发一个好东西看看。叶青将佣兵令直接贴图发给了花花蝴蝶。什么？怎么可能？你也打到了佣兵令？花花蝴蝶惊得直接叫出了声，啪的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吓了龙之武一跳。你别激动啊，这个东西吧，也不是我打到了，是我捡到的。放屁！佣兵令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越说花花蝴蝶越觉得不对。龙之武，快看背包！佣兵令！花花蝴蝶大声喊道。龙之武虽然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但还是打开了背包。当他打开背包的时候，他彻底懵了。我靠，我背包怎么空了？我的佣兵令呢？我的金币怎么只剩下30铜币了？龙之武要疯了！重点是佣兵令不见了。花花蝴蝶整张脸都黑了下来。叶青，是你偷的！花花蝴蝶咆哮道。叶青则是非常淡定且无辜的说道，都说了是捡到的，咋就不信呢？算了，多说无益，怎么样？肥猪，开个价呗。第一个佣兵团啊。叶青，你得了失心疯吧？你要把我的东西卖给我？叶青淡淡的发来私聊。你不要喽？行吧，那我打个8折卖给别的工会吧，我想他们应该会超级喜欢这个东西。龙之武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花哥，是叶青偷的。花花蝴蝶都已经快气死了，话也不说，直接把龙之武拉进了私聊中。私聊一下子变成了3个人的群聊。尼玛叶青，你要不要脸？竟然偷我东西！龙之武一进来就骂，都说了你自己掉了的，我就是顺手捡的，怪我喽。叶青接着说道，话说你们要不要？不要就算了，已经有3家工会联系我了，我准备打折出售了。妈的！花花蝴蝶快气炸了。龙之武立马劝道，花哥买吧，这个哑巴亏我们只能吃，我们已经发了1天的公告了，大街小巷都知道我们要成立佣兵团了，如果没有见礼，那……龙之武根本无法想象那种丢人的场景。你还打包票不会出事，结果一个佣兵令都看不住，你他妈也就适合万年老二。靠！花花蝴蝶直接劈头盖脸将龙之武骂了一顿。叶青你够狠，我买。哎呀，谢谢老板惠顾啊，邮寄我3万金吧。3万？我靠，你怎么不去抢？叶青非常无辜的说道，别的工会都出价到2万8了，我要你3万很贵吗？哎，行吧，
无缘啊。托，交易，那啥，先前后货。叶青说道。我怎么知道我给了你钱，你会不会反悔？花花蝴蝶厉声道。叶青无语的说道，你不会不知道神域的交易系统是由主脑直接操控的吧？你给了我钱，我不给你邮寄货物，我会受到处罚的。花花蝴蝶的确是不知道，询问了龙之舞，确定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设定的。花花蝴蝶已经气得脸都扭曲了，但是依然很无奈的用兑换系统将信用点兑换成了游戏金币。叮，您有新邮件请查收。叮，收到花花蝴蝶寄来的3万金币。叶青很干脆的将佣兵令直接发送了过去。叮，失去佣兵令，多谢老板惠顾啊。说完，叶青就挂断了语音。花花蝴蝶这边疯狂批评龙之舞，在背后的叶青则是非常悠闲的喝酒，然后整理了一下龙之舞身上偷来的东西。这一次，叶青直接从龙之舞身上弄到了4根卷轴，3件属性还不错的装备，还弄到了300金币。叶青想着，这个龙之舞简直就跟一个移动宝库一样，我的确不能打压他，得要让他发育，隔一段时间收割一下，以后有机会多给他创造点机会吧。他太弱了，搞不到好东西可不行。叶青想着，花花蝴蝶和龙之舞已经一脸黑气的从酒馆离开了。善良的叶青慢悠悠的跟了上去。花花蝴蝶一路走一路骂，骂完叶青发现没人接茬，更加生气，开始骂龙之舞。废物，还说打压叶青，结果佣兵令别人家偷了，竟然都不知道，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足足浪费我3万金币啊！花花蝴蝶怒吼道。龙之舞委屈的嘟囔了一句，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的吗？那特么还怪我？花花蝴蝶吼道。龙之舞还是选择沉默不说话了，心中暗暗记恨叶青。不过叶青什么时候从他身上偷的东西，他竟然真的一点不知道，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此时他们不知道叶青就隐身在他们附近。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金币59枚。没偷到，继续。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佣兵另一块。好了，搞定。第81章，第一佣兵团。花花蝴蝶背包没什么东西，这也是叶青想到这么一个赚双份钱的主意的关键。既然佣兵令已经到手，叶青转身就走，不做停留，弯到了一个房屋弄堂处，直接抄了近道，到了正在维护的佣兵工会门口。滴滴滴，沈星竹，又咋了？沈星竹发现叶青联系他越来越频繁了，要不要当佣兵团团长呀？叶青笑着说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打到佣兵令了？沈星竹还是有点不信，这个佣兵令太难出了，佣兵令不能给你。什么意思啊？等会吧，我会去创建佣兵团，你给我金币，我将佣兵团转让给你，我可以给你打个8折。叶青想要第一建立佣兵团的奖励，自然不可能直接将令牌卖掉，反正沈星竹他们就是要第一个佣兵工会的名头罢了。听叶青的口气，沈星竹惊讶道，你真的得到佣兵令了？废话，不然我和你说这妖多干啥？快点，佣兵团名字叫啥？叫墨竹佣兵。行，等会18000的金币邮件给我，佣兵工会还有2分钟就开门了。叶青挂断了语音。等等，8折不是16000吗？沈星竹想要说话，语音已经断了。嘿嘿，多赚2000还卖了人情，真不错。此时在沈星竹这边，有只猫等人都在一起，看到沈星竹挂断了语音，就一脸笑意的样子，连忙问道，老大，怎么了？你好像非常开心啊。唯爱大山峰笑着说道，肯定是叶青发来的语音。沈星竹说道，叶青说18000金币卖我一个佣兵团。沈星竹的话一出，众人全都收起了调侃的笑意。老大，你确定靠谱吗？18000金币也不是小钱，佣兵令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获得？龙之舞他有花花蝴蝶这个金主投资，出动了几百人，还有几十个原住民，才搞定了一只40级的世界 BOSS。叶青他是很强，但是他就一个人。小狐狸喵喵担心道。沈星竹摇了摇头，叶青这个人给你们什么感觉？有只猫立马说道，神秘，强大。唯爱大山峰说道，高智商。就目前来说，我和他接触下来，感觉他这个人可以算是一个小狐狸，老狐狸。就算了他的确是挺年轻的，他可不傻，就为了这1万多金币打破自己的名气，他以后还想不想卖东西了？而且他这个人性格真的不错，是一个值得结交的朋友。沈星竹想到叶青多次提醒自己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明明他可以置身事外的，他却来提醒，并且之前还来救自己。无论他是如何想的，这都是沈星竹信赖他的因素。无论如何，这一次我肯定是相信他的。好了，我钱也打过去了。沈星竹雷厉风行，直接将金币换好，邮寄给了叶青。叮！恭喜红色区第一个佣兵团创建成功，佣兵团名称墨竹佣兵，创建者叶青。可喜可贺！连续3声提示。我靠，真的创建了！
牛逼啊！偶像！整个游戏内都沸腾了。又是叶青，太牛了！大神啊！不对啊，不是龙之舞先拿到了佣兵令吗？哈哈哈，龙之舞又被打脸了。一时间，所有的玩家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和身边的人讨论这个神秘的叶青。而此时，在佣兵公会门口，花花蝴蝶要疯了！我特么，怎么回事？叶青还有一块佣兵令。龙之舞脑子一拍，花哥，快看看背包！花花蝴蝶打开背包，就看到里面空空荡荡，简直比他的脸还干净。佣兵令不见了！花花蝴蝶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一曲东风立马说道：“肯定又是叶青偷去的，他偷盗成功率这么高。叶青，我要杀了你！”花花蝴蝶仰天长啸。再说叶青这边，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创建佣兵团，获得奖励，佣兵团直接提升至2级，奖励一件随机装备。这一次奖励竟然直接有2个奖励，虽然第一个是直接提升佣兵团等级，算是便宜了沈星竹，但是第二个奖励倒是实打实获得了一件装备，希望是我能用的。叶青想着，打开了奖励的装备属性，名称：雾影头盔，部位：头部皮甲，品质：史诗，等级4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500，敏捷300，技能1，勘破，被动，增加6码勘破隐身的范围。技能2，清明，被动，对眩晕类技能产生 60% 免疫效果。技能3，抵挡，被动， 0.1% 的概率无视敌人的任何攻击一次。竟然是史诗装备！叶青兴奋地将雾影头盔装备上。雾影头盔附带的3个被动技能，一个比一个有用，而且头盔本身附带的属性竟然也高得出奇，一般的头盔防御力加成都非常低。获得了奖励，叶青也是欣喜不已。接下来就该履行交易了。叮！玩家叶青邀请你加入墨竹佣兵团。沈星竹收到了叶青发来的入团邀请。好了，佣兵团团长就交给你了喽。叮！沈星竹成为新的墨竹佣兵团团长。叮！玩家叶青退出墨竹佣兵团。沈星竹话还没说，叶青就非常干脆的退出了佣兵团。沈星竹无语的说道：“这家伙，我又不会吃了他，这么着急退出佣兵团干嘛？”一看佣兵团的说明，沈星竹惊讶的发现，这个佣兵团竟然是2级的佣兵团，已经可以容纳20个人的团队了。看到系统提示，有只猫激动的说：“老大，拉我们进团吧！1级佣兵团就10个人，我要当第2个进的，我可以拉20个人。”沈星竹嘻嘻笑着说道。众人愣住了，20个人？叶青转给我的直接就是2级的佣兵团，怎么可能？2级佣兵团需要做多少任务才能够达到啊？这才刚建立，怎么会就2级了？小狐狸喵喵好奇道。有只猫跳出来，我知道了，难怪叶青跟老大说他来建立佣兵团，然后转赠，原来是这样。第82章拆迁事宜。叶青肯定是获得了什么特殊道具，可以直接增加佣兵团的等级，然后他自己创建，然后将佣兵团转让给了老大。小狐狸喵喵惊讶道：“2级的佣兵团可不止18000呀，卖4万估计都可以啊。”众人的对话让沈星竹陷入了沉思，难道叶青是为了帮我吗？一想到叶青那个贱贱的笑脸，沈星竹竟然忍不住心脏扑通扑通快速跳了起来。难道他真的对我？叶青这边刚离开佣兵公会，就被花花蝴蝶一众人堵住了。叶青，你这个狗娘养的！龙之舞直接指着叶青骂道。花花蝴蝶看到叶青，恨不得冲上去咬死他，但是这里是安全区，动手也没任何用处，只能大声道：“叶青，我们绝世天下和你势不两立，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跟狗一样趴在我脚下。”叶青冷笑一声：“绝世天下？哈哈，你们佣兵团都没有建立，取个名字自我安慰？你狠，你等着，柳如霜那个贱人看上你，我一定让你们都万劫不复。”花花蝴蝶威胁道。他人呢？叶青眯起了眼睛，盯着花花蝴蝶问道。哼，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走。花花蝴蝶今天已经气到肝疼了，一甩手催着龙之舞他们就离开了。叶青看到花花蝴蝶他们离开，直接找了个游戏旅馆就下线了。下了线，叶青洗漱一番，活动了一身有点僵硬的身体，来到了附近的烧烤摊，点了一些吃的，然后灌了一罐快乐肥宅水。爽！不用为生活发愁，就是舒服啊。现在叶青的信用点足够他用一段时间了，还不用多发愁。不过叶青打算存点钱，之后买个游戏仓，碰到游戏中有紧急情况可以不下线，有营养液维持个1-2天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游戏仓还有按摩等等功能，肯定比躺在床上硬邦邦的来的舒服。不过一个游戏仓要20万信用点，叶青倒是有点不舍得。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叶青就拨打了柳如霜的电话。第一通电话没人接，叶青不放心，再打了一次，第二次倒是接通了。刘姐姐，你最近怎么了？叶青刚想问，就听到电话那头悉悉索索的，好像柳如霜在擦眼泪。刘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了？没有，没有，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柳如霜问道。没有，最近看到你一直没上线，等级一直卡在那里没动过，所以怕你出事，来问问你。叶青说道。没事，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罢了。谢谢你啊。柳如霜心情听得出来很不好，人家家里事，叶青自然也不好多问，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租客罢了，所以就说道，好吧，你有需要我能帮得上忙，就和我说吧，能帮肯定帮你。柳如霜说了声谢谢，就挂断了电话。叶青敏锐地感觉到柳如霜肯定是出了大事了，不然按照柳如霜开朗的性格，不可能如此。算了，等会回游戏，问问光能勇士他们吧。神域这个游戏已经是风靡大街小巷，叶青吃着烤串，边上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游戏。话说你们知道吗？第一个佣兵团已经出现了。第一个佣兵团，不是之前龙之舞大张旗鼓的宣传了很久吗？都知道了呀。我靠，你还没上游戏吧？第一个佣兵团是叶青创的。什么？那龙之舞不是要疯了？对啊，听说叶青的那个佣兵令就是龙之舞那搞来的，怎么来的倒是不知道了。管他呢，反正叶青牛逼就对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叶青的佣兵团创建之后马上就给了沈星竹，而且那还是一个2级佣兵团，价值不菲啊。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嘿嘿，我这里可是有一手消息。边上一个人一脸得意地说道。啥消息？透露下。几个人神秘兮兮的窃窃私语，叶青不得不竖起了耳朵。那个叶青啊，看上沈星竹了，这不是为了女神特意去弄来的任务道具，升级佣兵团然后送给女神，想要博得美人一笑吗？噗！叶青一口肥宅水直接喷了出来，引得边上几人侧目。嗨嗨，你们吃你们的，我喝茶了。叶青强忍笑意说道。这几人继续自顾自聊天，不过几人的话让叶青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沈星竹。沈星竹样貌绝对是女性中顶尖的存在，并且还有相当好的家世，身材也完美。说起来，叶青跟他比起来就是一个土鸡一个凤凰，不在一个水平线。叶青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游戏里面只不过赚了几万而已，沈星竹随便零花钱就差不多这么多了，怎么可能看得上叶青这样的普通人？不过叶青不知道，沈星竹有时候也在想着，叶青这样的神秘大神怎么可能看上自己这样普通的玩家？叶青喝了口肥宅水，与其想的这么多，还不如好好赚钱，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女朋友嘛，早晚会有的，不急在一时。做人啊，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算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到了上游戏交易地皮的时间了。叶青上超市买了点干粮，直接进入了游戏，来到了清风城的地皮交易大厅。叶红已经早早的就在门口等候了。主人，你来了。叶红很乖的跟叶青打招呼。叶青点了点头。现在处于什么步骤了？叶红说道。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地方我已经选好了。可以，你办事我放心。多谢主人信任。此时之前接待叶青的那个接待员也走了过来。冒险者大人，好久不见啊。呀，是你啊，是有几天不见了。冒险者大人，我推荐的地皮还不错吧？接待员笑着低声说道。相当不错，来来，这是给你的红包。叶青偷偷递过一个大红包。接待员嘴上说着这如何是好啊，手上倒是飞快的将钱袋收进了袖子里。这是应该的，感谢感谢。叶青非常的客气。叮！地皮接待员对您的好感度提升。冒险者大人，既然您这么客气，我自然也要礼尚往来，作为乔迁之喜，我个人赠送你一个礼物吧。叮！地皮接待员赠送您一份礼物。叶青好奇地打开了背包。第83章建设建筑。名称：图纸风雅摘星楼。等级：40。占地面积：2块主城商铺地皮。效果：1. 建造时减少建筑 10% 建筑材料。效果：2. 增加 10% 商业交流度进度。叶红，这个商业交流度进度是什么？叶青侧身问道。主人，商业交流度就是该建筑的升级条件，商业交流度越高，成本消耗越低，赚的反而越多，同时能够吸引大量原住民商人的到来，促进消费。这么好，也就是商业交流度越高，建筑物升级也快，同时赚钱越多。叶青最直观的说道。对的没错，所以啊，这张图纸绝对是千金难求，主人你赚到了。冒险者大人喜欢在下送的礼物就好。接待员笑着说道。叶青握了握接待员的手，非常喜欢，感谢。十几分钟之后，地皮接待员将一大堆的契约放到了叶青手中。冒险者大人，这些就是地契，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自行去建设自己的建筑了。叶青再次感谢道。多谢你，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有你的帮助，
帮我省了很多的时间，感谢冒险者大人的夸奖。叮，地皮接待员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叶青和叶红告别了地皮接待员，来到了一间贩卖建筑物图纸的家具商店。在叶红的超级商业天赋下，活生生将一张价值500金币的杂货铺图纸给100金拿下了。叶青不由得感叹，自己真的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能够召唤到这么一个美丽还聪明的原住民。嘿嘿，主人，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叶青笑着摸了摸叶红的头，叶红红着脸，一副娇羞的样子。不过叶青没注意到，来到了地皮前面，已经有了经验的叶青轻车熟路的将杂货铺的图纸使用，然后对着一块地皮进行了释放。叮，是否选择建设一环地皮？是。叮，请缴纳3900金建筑工本费。好贵啊！不过叶青说归说，钱还是要出的，系统也没有讨价还价一说。叮，建设开始，耗时3分钟。1号杂货铺已经开始建设，接下来就开始建设9楼了。叮，是否选择建设2号、3号地皮？是否进行合并建设？叶青都选择了是。叮，请缴纳14000金建设工本费。叶青将金币上交，心中暗想着龙之舞送的，龙之舞送的。完事这么一想，心情就好很多了。叮，建设开始，耗时5分钟。建设开始，叶青就拉着叶红边上找了一个树荫坐下来，等待房屋建设了。原本空旷的地皮上，各种建材凭空出现，然后开始自动搭建，搭建速度奇快，附近路过的玩家都忍不住驻足观看。我靠，这里的地皮竟然有人了！原来地皮建设都是这么建造的，这速度，要是现实中估计真的发财致富了。这是原住民的建筑吧？现在哪有玩家有那么多声望可以买地皮啊？你眼瞎？看看建筑上面标注的主人名字啊！我靠，叶青，叶青大神开店了，那我肯定要来光顾啊！你看那个树荫下面坐的是不是就是叶青大神？边上那个好像是之前西门发布 VIP 卡任务的原住民美女啊！叶青、叶红，对啊，我之前怎么没想到？一个个玩家见到叶青都激动的上前打招呼。你是叶青大神吗？一个玩家激动的问道。叶青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叶青没有戴面具，也没戴面巾，现在直接是露着脸的。原来叶青大神这么帅啊！叶青大神，能不能教教我们，你是怎么这么快升级成长的呀？一个玩家问出了99%的玩家想问的问题。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一众玩家差点没昏过去。你还敢再敷衍一点吗？叶青哈哈笑道，开玩笑的啦，其实我也就是运气好了点，装备前期好了，建立优势就会有滚雪球效应，然后战斗的时候专心一点，少点死亡，自然会慢慢成长。之后一个个玩家围在叶青身边各种提问，各种套近乎。叶青暂时也没事，就坐在地上跟许多玩家互相交流聊天，这让在场的许多玩家对叶青的好感暴涨。没想到等级榜第1的叶青竟然如此平易近人。之前听说那个龙之舞有人在野区碰到他去和他打招呼聊天，结果被龙之舞直接秒杀了，还踢人家尸体，这一对比天和地啊！叶青好帅，我要粉他，我也要粉。叮，1号地皮建设完成，请为建筑物命名。名字啊？叶青想了想，就叫解忧杂货铺吧。有一个知名小说就是这么一个名字，还出了电影，叶青一下子就想到了。嘿嘿，借用一下。叮，命名成功。一幢1层楼的精致店铺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在一大堆空地最前面尤为明显。叶青的几块地皮的位置在最中心最显眼的位置，可以说是绝对的黄金地带。主人，你可以先放置一些东西让冒险者购买，先刷一下商业交流度，升级2级建筑的时候可以拥有一些不错的功能。叶红说道。叶青和一众玩家打了声招呼，先进入了解忧杂货铺，将背包中早就准备好的装备一件件上架，价格比拍卖行价格稍微低了一点。再来一点药剂，还有一些低级的卷轴，叶青基本用不到，干脆也都一股脑的上架了。10几分钟后，店铺中已经被叶青摆得满满当当了。看着眼前从无到有的店铺，叶青满意的叉了个腰，点了点头。主人，记得把 VIP 卡的设定开启，进来的玩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1分钟后，叶青直接发了世界喊话。世界喊话，叶青，各位亲朋好友，大哥大姐，小朋友们，清风城东面第1块玩家地皮已经建设完毕，解忧杂货铺开业，本店出售各类装备、药剂、卷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选购， VIP 卡功能已开启。发完了公告，叶青将一些店铺的功能都放权给了叶红。叶红，接下来就辛苦你了。主人放心，保证办事妥妥的。叶红俏皮地说道。叮，恭喜2、3号地皮建设完成，请为建筑物命名。第84章召唤原住民。另一个房子也建设完成了，
叶青招呼了一声叶红，直接出了店门，到了另一边。这个房子就叫摘星楼吧。图纸上的风雅听起来跟古代清逸楼的名字一样，但是摘星楼还是挺好听的。叮，命名成功。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建立双地皮建筑，由于建筑资质较高，奖励提升，随机获得6个原住民。叶青一听到系统提示就来劲了。原本已经之前建设过茅草屋了，所以第一次建设的奖励已经没有了。但是没想到第一个建设双地皮的也有奖励。有了叶红这么一个不错的原住民帮助，叶青对于抽奖获得的原住民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要是再抽出一个叶红这样的极品原住民，那不是要起飞了。开始抽取。叮，开始抽取。叮，抽取完成。叮，获得商业原住民5级，请玩家叶青命名。又要取名啊，太麻烦了，就叫叶兰吧，反正是女性原住民。叶青随便取了一个名字，看了眼叶兰的属性。名称：叶兰。功能：商业。品级：5。商业天赋5。理财天赋5。讨价还价天赋3。说明：智慧一般，能够处理一半店铺的普通事项，算是商业原住民中中等程度的商业原住民。果然，叶红这样聪慧的原住民是少之又少的。不过叶青了解过，能够出现这样的5级原住民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要知道，新手村的村长也只不过才5级的品级样子。叮，服务原住民4级，请玩家叶青命名。又是一个女性原住民，叶青想了想，算了，叫叶成吧。叮，服务原住民4级，命名成功。名称：叶成。功能：服务。品级4。说明：拥有不错的服务态度，能够迅速地做好相关服务工作，虽然价格略贵，但是行动迅速，做事麻利，是不可多得的服务类原住民。叶青点了点头，继续抽取，干脆一次性全抽了。叮，抽取厨师原住民6级，厨师原住民4级，服务原住民4级，调酒原住民7级。一次性直接抽出了4个男性原住民。系统发来了让叶青命名的信息。既然都是男的，叶青想了想，取名其实也挺简单的嘛。这个4级的厨师就叫小4吧，6级的就叫小6吧。这个服务的换个叫法，叫二钩子吧。还有这个调酒的，等等，7级。叶青惊讶地发现，竟然刷出了一个7级的原住民，只不过比叶红低了1级。名称：未定。功能：调酒。品级7。说明：调酒天赋7，调出的酒味美醇厚，有一定概率调出暂时增加属性的酒，是不可多得的精英原住民。又出了一个高级的原住民，如此一来，摘星楼的生意看来是有保障了。调酒的这个叶青直接取名叫叶黄，感谢主人赐名。叶青拍了拍叶黄，哈哈，好好干，摘星楼就交给你们了。叶红微笑着说道：主人你放心，交给我们吧。至此，叶青的商业版图开始慢慢奠基起来了。叶青原本想没事就先撤了，耽搁了许久，遗忘之城的东西还没买回去，再不回去，要是那些居民饿死了就尴尬了。主人，你先别走，等等。叶红叫住了叶青，解忧杂货铺还有几分钟就能升级到2级，主人你升级了之后再去忙吧。2级的杂货铺会多出很多的功能，你可以用到。叶红说道。叶青看了眼时间，等几分钟就几分钟吧。现在等级榜叶青高高挂起，第2的龙之舞和他差了5级，叶青丝毫不担心。反正都要等，叶青干脆进到摘星楼，找叶黄要了一杯刚调出来的美酒。叶黄不愧是专业调酒师，手法行云流水，酒水在他手中竟然乖巧听话，在空中不停地翻飞出五彩斑斓的花样。叶青看得不由得赞叹。一杯5色鸡尾酒很快就出现在叶青面前，叶青端起，一股清香就扑鼻而来，让不太爱喝酒的叶青也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小酌一口，味甘清甜，酒水滑入喉咙，带着一丝热辣，但是却很快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压制，一冰一火的感觉，让叶青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叮，攻击速度增加 3%， 持续1分钟。喝了一口酒，竟然出现了特殊效果。叶黄，这些有效果的酒，你可以调制出来让我带了走吗？叶青问道。可以是可以，但是有效果的酒水只能存在12小时，超过了时间就只是普通的酒水饮料了，而且同一时间只能存在一种酒水效果，不能叠加。叶黄解释道。叶青点了点头，太过夸张的效果的确也不可能。说到底，神域中酒水食物等等原本就是恢复饱食度和精力，加上一点口腹之欲的，战斗效果靠的还是药剂。以后我要出去的时候就跟你这边来拿一杯酒。好的，主人随时来随时拿。叶黄说道。此时小6走了出来。主人，稍等下。厨师小6，怎么了？主人，我想跟你要一点权限。什么权限？
叶青问道。是这样的，这里没有烹饪的材料，我需要一点可以去购买材料的权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叶青一拍脑袋，把这茬忘了。这样吧，权限我放给你，然后钱你到叶红那里支取，他作为咱家的总管，你们的薪水也直接找叶红支取就可以了。有问题，叶红直接与我联系。叶青作为甩手掌柜，当然是甩得一手好权力。叶红惊讶道：“主人，你给我这么多权力，可如何是好啊？我放心你好好干，将你的商业天赋发挥出来，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找我。”叮，解忧杂货铺商业交流度满值，可升级。一声系统提示打断了叶青等人的谈话。还挺快的嘛。那肯定啊，我们杂货铺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叶红笑着说道。先升级吧。叶青走到解忧杂货铺门口，开始升级建筑。解忧杂货铺里面的玩家都被自动传送到了外面，一下子街道上就满满当当都是人了。我去，我咋出来了？这家店简直是神仙店铺啊，装备品质好好高啊，价格还比拍卖行便宜，太棒了。重点还有 VIP 打折，哈哈。不过我们为啥都出来了？第85章，柳如霜出世。许多玩家都好奇地互相询问。叶青清了清嗓子，不好意思，各位，店铺太小了，需要升级下，稍等一会。啊，叶青大神，我要合照。叮，请缴纳5000金币建筑材料费。我靠，今天一天都在花钱了。叶青吐槽了一句，不过赚了钱就得花嘛。叶青直接点击了升级。等待了几分钟，解忧杂货铺就从1层的建筑变成了2层的，外观看上去更加的高端大气了。叮，解忧杂货铺已升级完成，当前建筑等级2级，开放特殊功能。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拥有2级建筑，随机奖励100金币。这个100金币奖励让叶青嘴角抽了一下，这奖励就当吃了口小蚊子肉了。主人，走吧，咱们去2楼，我给你讲解一下新的功能。叶红带着叶青一路上楼，别的玩家也紧随其后一拥而入。2级的建筑主要有2个新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回家功能，主人每次可以消耗1个金币，直接回到建筑物内，回家和回城差不多，读条2秒会被打断。如此，叶青有了回清风城、回遗忘之城，还有回解忧杂货铺3个回家技能。第2个功能就是作为主人的叶青可以将自己的包裹直接连接杂货铺，杂货铺有一个远程摄取功能，叶青可以在非秘境位置将背包中的东西归类放置，杂货铺会直接将叶青背包中单独放置的东西摄取过来。如此一来，叶青就不用每次运装备回来了，直接可以远程传送到杂货铺，叶红等原住民会进行摆放。那我不等于拥有了一个无限大小的背包？叶青问道。叶红笑了笑，这不算是，摄取的速度并不快，而且是一件件摄取的，一次摄取就差不多需要5分钟冷却，所以主人如果获取物品速度过快，背包还是会塞满的。那摄取的东西装备、卷轴啥的都可以吗？不会把我需要的都给摄取过来吧？要是战斗时候需要药剂，正好给一下子摄取过来，叶青不得疯了呀。放心，主人这种事情不可能的，主人现在可以调节一下，需要摄取什么，不能摄取什么都可以设置。然后杂货铺里面有4种保管箱，第一种是私人保管箱，也就是主人私人的仓库，空间是50格。第2种是材料保管箱，主人可以放置药水、烹饪、酒水、卷轴等等。第3种是武器保管箱，主人可以放置武器类以及特殊装备。第4种是装备保管箱，可以放置防具、首饰一类的装备。叶红解释道，主人放置之后，除了私人保管箱，别的3个箱子里面的东西，我和以后我招聘的原住民都会拿出来摆放售卖。现在杂货铺2级了，也会开启回收功能，冒险者的装备材料都能够回收，价格我肯定会压低，到时候转手再卖出。如此一来就能实现循环，货源会源源不绝。叶青心领神会道。另外，我知道主人喜欢收集卷轴和特殊装备等等，我有收购到会给主人保留。嘿嘿，你既然知道，不错，如此一来我就等于有了一个无限包裹，还有你们专门整理，真不错。叶青感觉自己这个钱花的真的太值了。叶红对叶青讲解了一些店铺功能后，叶青就准备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店铺的事情就交给叶红打理了。不过临走之前，叶青交代叶青帮他收购一些可以炼药的材料以及炼药图纸。炼药术叶青可不能放弃，他的幸运值加成在炼药术方面也是顶尖的，何况他是独行侠，各种药剂对他来说有时候能起到关键作用。走了没多久，叶青突然想到自己好像忘了一件事情。滴滴滴，光能在不？叶青，光能勇士这次倒是很快就接了语音。最近你们怎么回事？怎么都等级卡着不动？冰天雪地，最近等级一动不动。叶青好奇地问道。光能勇士没有说话。叶青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沉默了许久，光能勇士大声喊了一声：
特么的，我是忍不住了。双双不让我们说，但是真的忍不住了。说，其实这件事情的确是他们的家事，但是现在来说，双双被抓着把柄，太难翻身了。光能勇士说道。说清楚。是这样的，双双他母亲其实早就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父亲不是娶了个小老婆吗？这个后母本来其实对双双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有了儿子之后就彻底变了。好家伙，狗血家庭伦理剧剧情啊！叶青吐槽了一句。剧情来源于生活嘛，所以别的就不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后母一心想要双双嫁到刘家去联姻，然后柳家的家产也就是他儿子一人的了。这么多年双双都不肯，就在前几天，双双的父亲身体抱恙，住进了 ICU。双双的后母忍不住了，竟然说他在家中藏了非常多的摄像头，已经将双双的各种居家照片都拍下来了。如果双双不从，不止他会弄死双双的父亲，还会把这些视频照片全都发到网上公开。花花蝴蝶和双双的后母可以说是彻底联合了，现在双双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叶青一惊，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一个女孩子讲究的就是身家清白，何况还是富家千金，如果真的被公开了，叶青很难想象柳如霜这种刚烈的性格会不会去自尽。哎，这件事太难了。双双现在成天以泪洗面，家里面的一切她都可以瞬间掌控，但是就是这个视频照片，她实在没有办法。光能勇士叹了口气，他们也帮他想了许多办法，但是根本没用。他后母将这些东西都藏得非常隐秘，电脑都是10几道密码锁锁住，根本没人能够侵入。叶青皱了皱眉头，如此发展下去，最终结果就是柳如霜不得不嫁到花花蝴蝶家，然后受尽折磨。花花蝴蝶这个人虽然喜欢柳如霜，但是必然不会真的把柳如霜当自己的女人，而是把她当做自己的一个玩物而已，早晚会玩厌了丢弃的。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发生。第86章入侵天网。叶青不是圣母，但是身边的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他可不会眼睁睁看着让他们受伤害。光能，你能不能联系刘姐姐，或者有办法弄到她后母的电脑 IP 或者手机传输点信号源？叶青知道光能勇士以及柳如霜他们以前大学学的都是相关的电脑数据类的专业，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懂得。你要这些干嘛？光能勇士问道。你别管，能不能帮我弄到？有，这些还真有。之前我们想办法的时候就试过用这些东西入侵电脑，只不过失败了。东西都发我邮箱，我下线解决下。叶青找了个角落拉出了营帐，直接原地下了线。好久没有用电脑了，也不知道技术还在不在，看看能不能再进去一次。叶青从橱柜中找出了有点落灰的笔记本电脑，自从那件事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笔记本了。叶青打开笔记本，打开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多年前他自己制作出来啊，专门用来侵入一个特定的系统。天网。是的，没错，天网。叶青就是全世界为数不错，应该说全世界唯一能够个人侵入天网系统的黑客。叶青通过自己的系统多次入侵天网，没有被发现过，但是有一次因为入侵天网，操控了几台挖掘机，远程把一个村霸家给拆了，被特殊队伍给发现了。特殊队伍对叶青发起了监视，不过所幸叶青原本也没想用天网做点什么，所以之后也就把自己研制的系统尘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特殊队伍的监视也松懈了，叶青也挺想再进入一次天网溜达一圈的。打开了系统，快速输入叶青的特定代码，一串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的代码字符快速跳动，叶青的双手极快速地敲击着键盘。很快，从叶青的笔记本中投射出一道天蓝色的光线，光线在代码敲击输入下迅速扩散，成为了一个网状球体。果然，我的入侵系统还是可以进入天网的，天网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有更改加固。叶青笑着说道，将光能勇士发来的电脑 IP 和手机传输点代码导入到天网之中，迅速搜寻，果然连接全世界的天网中，很快就搜寻到了柳如霜后妈的个人数据。叶青迅速浏览她的所有个人数据，包括隐藏文件，都一览无遗。怎么没有相关视频和图片？叶青迅速查看完所有内容，并没有发现什么和柳如霜有关的内容，倒是非常辣眼睛的看到了她后妈偷情的自拍内容。叶青迅速将这些内容保存了下来，打成了压缩包，放到了自己电脑上。搞了半天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家伙啊！想想看也对，刘姐姐这么多年，我看她基本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公寓中的，就在我楼上，每天还锻炼身体发出声音，也没几天是回自己家里面去的。叶青舒了口气，既然如此，这件事情就非常好解决了。叶青刚想要退出天网，突然一股念头迸发，如果我用天网去查找神域的主机服务器会如何？一旦有了念头，不去完成，念头会如同一个病毒一般疯狂在脑海中植入。叶青忍不住开始进入天网搜寻相关的数据。天网其实就等于一台能够查询到全世界所有数据的计算机，只要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数据就都可以被寻找到，就算是某个区域里面的内部数据也可以被找到。但是天网内部是被各个区域的顶尖计算机人才分开管理的。
自己的区域会被自己区域严密管理，任何其他区域的人要侵入进来都会被强烈反击，并且只要被发现就是违反世界公约，其他区域就会联合抵制，将这个区域直接抹杀。因此，天网出来之后，各个区域都没有想过能够通过天网盗取其他区域机密。所以，叶青知道自己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存在，任何一个区域得到了自己的系统，都能够称霸整个天网。不过，这个系统是叶青研发的，他设置了系统自毁程序，只要不是自己特定代码输入的启动，系统都会自毁，因此这个世界也就叶青能够使用。怎么会没有？不可能啊！叶青搜寻了许久，竟然没有发现神域的主机服务器，任何区域都没有身影，甚至连一点信息都没有。整个神域的主机服务器就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滴滴滴滴滴滴，侵入系统发出了警报声，提示叶青已经进入天网时间太久了。叶青立马退出天网，输入特定代码，关闭了侵入系统。难道神域主机代码根本就不在地球？叶青好奇地想到。不过这个事情就算想也是想不通的，原本神域的魂导式进入方式已经是闻所闻问了，这种技术就目前蓝星的科技根本就是办不到的。灵魂这种神秘的东西，就算是现在的科技也无法解释到底是否存在。叶青甩了甩头，喝了一瓶水，直接拨通了柳如霜的电话。想不通的事情还是不想了，过好眼前的每一天才是真的。叶青，怎么了？电话那头的柳如霜好像非常的疲劳，还在担心照片和视频的事情。叶青问道。柳如霜突然一惊，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光能那家伙，这个大嘴巴。”叶青哈哈笑了一声：“行了，刘姐姐，别担心了，我已经想办法查看过了。你的那个后妈根本就没有录到你的视频，还有照片什么的。我看到是有几个视频像是你的，其实都是后期合成的。后期合成？可是看上去和真的一样，是吧？他花了大钱找专门的人弄的，能不像吗？那些合成的视频也全都被我删了，真的拍摄录制的一个都没有，你就放心吧。”叶青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柳如霜问道。叶青沉默了一下，淡淡的说道：“我自然是有我的办法，但是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我给你看的东西，你就相信了。”叶青直接将柳如霜后妈的个人视频发给了他。柳如霜看到视频，惊叫一声：“这就是他的隐藏数据，我打包成了一个压缩文件，发给你了。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自己就能够解决了吧？”第87章，沈雷的邀请。叶青，谢谢你，你真的救了我。柳如霜感谢道，此时他的眼角又渗出了泪花。对于他来说，叶青这一次是真的救了他的命。原本他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条件，并且在成婚当晚杀了花花蝴蝶，然后自尽了，没想到一下子就这么转折了。喜极而泣就是柳如霜现在的状态。好了，我要继续去神域了，刘姐姐，早点搞定家里事情，早点上号吧，等级差人家很多喽。谢谢。挂断电话，叶青就戴上头盔，准备躺上床再次进入游戏。咚咚咚，房间门突然被敲响了。叶青皱了皱眉头，刚刚使用天网，现在就有人敲门。打开门，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一脸严肃地站在叶青门口。哎，我说沈警官，你要不要这么迅速啊？叶青叹了口气。门口的男子叫沈雷，是专门监视叶青的特殊队伍的人。一进门，直接一屁股坐在叶青床上，随手就拿了一瓶可乐喝起来。你这家伙闲不住了，又搞动作了。沈雷没好气地说道。叶青无语得看了眼沈雷，大哥，我说你无不无聊，人家天网内部都没发现，你就因为我房间放出了蓝光就跑过来了？说不定我在玩激光笔呢。哥们，我跟了你8年了，你就别和我装了。天网的开启光线我又不是第一次见到了，干嘛这次又是帮助哪个朋友了？沈雷严肃地说道。哎，你这家伙。叶青对沈雷将柳如霜的事情说了一通。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你应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进入天网的人，天天的进入天网不是好奇就是惩恶扬善，你咋不自己直接从天网里面划点钱用用？沈雷问道。叶青看了眼沈雷，大哥，你是特殊队伍的，你在诱导我犯罪？我本来进入天网就是好奇罢了，钱我自己会赚，干嘛要去弄那些不是我的？何况你天天盯着我，我去花一笔钱不是正好让你给我抓进去了吗？我又不傻。沈雷翻了个白眼，你这家伙这么多年了，我跟我儿子打交道的时间都没你多，幸好你是好人，不然我早就给你抓进去了。好了没？审讯完了，我要上游戏了。叶青准备赶沈雷离开。沈雷拉住了叶青，等等，这次来是有事找你。哎呦，你还有事找我？叶青和沈雷也算是认识很多年了，其实两个人也和朋友差不多了。就像这一次叶青进入了天网，沈雷就是过来看看，也不会和特殊队伍汇报。只要叶青不做出过分的事情，他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且叶青的狡猾他深有体会，根本抓不到叶青把柄的。是这样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
特殊队伍也进入到神域了，如果可以，希望你在游戏里面给点帮助。沈雷开门见山。叶青皱了皱眉头，你们也进入神域了？这个神域这么重要？沈雷点了点头，神域已经可以说是蓝星的第2个世界了，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区域都已经把这个当做一个重点了，别的区域已经进入游戏开始建立势力了，我们红区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而且上面非常在意神域这个魂导式进入方式，能够操控灵魂，让灵魂在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自由转换，这项技术可以说是一项神技，但是到现在为止，研究一直都无法深入，一直都无法研究透这个头盔或者说游戏舱的技术。叶青想到自己在天网中都无法找到游戏主机服务器，这个神域越发让人好奇。你们找我干嘛？叶青问道。沈雷嘿嘿笑了笑，你不是现在游戏第1的大神吗？我又最熟悉你，不找你找谁？叶青瞪了沈雷一眼，你丫的就知道肯定是你卖的我。什么叫我卖的你啊？我跟你说，我可是给你申请了好久啊。我们的队伍进去到时候会开工会，我会带队，之后我们会慢慢建立一个势力，反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够伸出援手就行了。说吧，我有啥好处？叶青直截了当问道。好处就是你不受监管了，不过你可不能用天网做出什么事情，并且红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必须要无条件帮助。切，就这条件？你继续监管好了呀，我无所谓啊。就知道你这家伙肯定要这么说，给你。沈雷丢了一个证件给叶青，别的不多说，正式邀请你加入特殊队伍如何？这个够实在了吧？另外，每个月都有工资打到你账户，你啥都不用干。如果有任何事情游戏中，我们赤红工会可以供你调遣。沈雷说道。叶青想了想，多了一个工会作为隐藏后盾也不错，现实中能够不受监管，并且还有了一个正面的身份，那就更加好了，至少父母那边自己可就不是一个不学无术只知道打游戏的小子了。行，就这样吧，游戏里面你叫啥？我等会上游戏加你。嗨嗨，我还没建号，准备叫雷哥。噗！叶青直接笑出了声，就你还自称哥，小心我游戏里打爆你的头。沈雷哈哈大笑，我比你大，你叫我一声哥很亏吗？说着直接开门走了，临走还顺走了叶青的2瓶可乐。叶青没好气地骂了一声强盗，直接戴上头盔进入了游戏。至少也算是好事，自己不用被监管了，还顺便捞了一个稳定工作的正面职位。进入游戏，光能勇士接连发来信息，问叶青咋样了。叶青给他回了个搞定。光能勇士发来的信息，我靠，大神啊，这都搞定了？你怎么搞定的？叶青随口说了句，黑进了刘姐姐的后妈电脑，看了一下，啥都没有，人家压根没有拍到，什么都是后期合成去骗刘姐姐的。光能勇士这才吁了口气。不过说起来，你竟然还有这个技术，你说实话，你是不是黑进了神域，所以这么强？黑你个大头鬼啊！神域的主机服务器在哪都不知道，去哪黑？叶青没好气地说道。嘿嘿，开玩笑嘛，主要现在许多人都把你当大神了，大家都很好奇。光能勇士说道。第88章黑暗精灵使者。行了，别吹牛逼了，刘姐姐上线了，快点跟她去练级吧，就你们还工作室？后来来的玩家都快超过你们了。好了，不说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叶青说完直接挂断了语音。老远的叶青竟然看到花花蝴蝶搂着一个美女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原住民开的旅馆内。嘿嘿，谁说主城里面就不能杀人了？叶青邪魅一笑，直接隐身跟了上去。悄悄跟上，在旅馆外，叶青直接拿出了一张卷轴，名称傀儡卷轴。效果：使用卷轴能够释放出一只无形无色的傀儡小鬼，附身在敌人身上，使用者可通过傀儡小鬼控制被附身者3秒。卷轴中飘出一只若有若无的小鬼，一下子消失在空气中。叶青能够感觉到一只小鬼已经就这么直接紧紧扒在了花花蝴蝶搂着的女的身上。叮！玩家游泳的小鱼被控制。叶青隐身在窗外，看着花花蝴蝶进了房间，慢慢靠近游泳的小鱼，然后轰一声惊天巨响，一道天雷直接从天而降，花花蝴蝶惨叫一声，直接被天雷轰成了粉末，消失在了原地。这就是女性玩家可以使用的防骚扰天雷，只要男性玩家做出不合规举动，会由系统亲自判定，然后女性玩家同意就会触发天雷，中一次天雷直接强行掉落3级，并且3天内属性下降 50%。 叶青拍了拍手，好了好了，玩过了，该好好去练级了。放松了下，心里一阵舒坦。但是花花蝴蝶这边在复活点复活，气得破口大骂，妈的臭婊子，竟然敢用天雷劈我，刚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果然女人心海底针，晦气。接下来叶青的目标就是先冲到50级，他想到佣兵令如此值钱，如果能够再打出来卖，就能解决遗忘之城经济问题了。我靠，差点忘了，面包啥的都还没买。
叶青迅速跑了几个店铺，将需要的东西直接买齐了，然后使用城主令直接回到了遗忘之城。城主啊，你总算回来了，城内食物已经彻底消耗空了，需要大量补充啊。叶青一回来就见到青年将军走了过来，焦急地说道。叶青将大量的面包和淡水都让士兵拿了下去分发，这些应该暂时是够了。叮，完成遗忘之城建设任务，获取食物和淡水，遗忘之城居民尊敬度提升至 70%， 遗忘之城修复度当前 24%。没有别的奖励，不过能够见到修复度提升，叶青已经很开心了。城主，接下来需要辛苦你多完成点遗忘之城修复任务了。原本这样的任务都是需要大量的玩家来完成的，但是现在到达遗忘之城的冒险者就叶青一个人，因此只能依靠叶青一个人来完成了。所幸叶青战斗力惊人，附近的怪物虽然等级都挺高，但是叶青依然能够轻松应付。而且遗忘之城现在大部分任务都是以采集、购买任务为主，叶青能做的就是花时间和花钱。卖佣兵令搞的钱很快也就花空了，所幸杂货铺生意非常好，开始慢慢填补叶青的金币空虚。做遗忘之城修复任务，时不时还能够获得经验，然后出去杀怪经验也还算丰厚。叶青就放弃了别的事情，专心开始做遗忘之城修复任务。经验倒是也慢慢稳步提升，遗忘之城的修复也慢慢加快。叮！遗忘之城突发状况，叶青原本在外杀怪升级，突然收到了一声系统提示音，怎么回事？立马发动了城主令，回到了城主府。一回到城主府，就看到青年将军已经在城主府等着了。出什么事情了？叶青问道。青年将军面色铁青，黑暗势力的黑暗精灵派了使者过来。黑暗精灵？叶青迷惑道。青年将军立马解释，我们是光明制度原住民，你也是光明制度的冒险者，在另一个大陆则是黑暗制度，他们和光明制度明争暗斗已经几千年了。原本黑暗制度与光明制度已经签订了和平协议，互不干涉，但是现在黑暗制度的黑暗精灵到访，看起来并不像是来做客的。原来如此，多说无益，走吧，去会会这个黑暗精灵。叶青带着青年将军等人直接前往了会客厅。一进会客厅，就看到一个黑暗精灵淡然地坐在座椅上喝着茶。黑暗精灵外形就和人类无异，但是却有墨黑色的2个尖耳朵。叶青小声地凑到青年将军耳朵边上问道，普通的精灵是不是就是尖耳朵颜色和肤色一样？青年将军点了点头，这尼玛还真好分辨。叶青吐槽了一句。看到青年将军带着一个冒险者出现，黑暗精灵非常优雅地起身，青年将军，这位是？这就是我们的叶城主。冒险者？你们遗忘之城的城主竟然是一个冒险者？黑暗精灵惊讶道。叶青微微一笑，怎么，冒险者就不能当城主了？黑暗精灵立马说道，不，叶城主你好，非常荣幸见到你。叶青并没有去握黑暗精灵的手，而是说道，阁下是何来意？请直说。黑暗精灵没想到叶青竟然如此直接，不过一联想到冒险者都是唯利是图的人，只要有好处就能够上钩，立马笑着说道，叶城主快人快语，那我也就直说了，这一次我作为特使听闻遗忘之城沦陷，因此特意过来查看，没想到遗忘之城已经通过叶城主的手恢复了往日的和平。如此，我们黑暗制度希望叶城主能够带领遗忘之城加入黑暗制度。好处呢？叶青说道。这么直接的谈判，就算是黑暗精灵也没想到。叶青微微一笑，你们连好处都不给，就想让我加入黑暗制度，而且还是带着一个城市全部一起，你怕不是石勒智吧？黑暗精灵立马想到冒险者贪婪的性格，如果叶城主能够加入黑暗制度，我们将保叶城主荣华富贵，境界攀升，并且这个城市依然是叶城主掌控，并且这本魔宫也将是叶城主的。说完，黑暗精灵递上了一本技能书，这本技能书和往常叶青看到的技能书完全不同，以往的技能书都是紫色封面，但是这本技能书竟然是纯黑色，并且还有丝丝黑气冒出的技能书。第89章噬刀石，名称黑暗葬歌，等级40，效果学习功法，直接转换成黑暗秩序玩家，整体属性增加 50%， 并且直接获取3个黑暗技能。技能1，充能魔闪，消耗300点生命值，蓄力3秒，向前爆闪，所过之地残留下魔焰，在魔焰上的生物每秒被吞噬当前生命值的 3% 生命，持续10秒。技能2，魔化，丧失理智，成为只知道杀戮的生物，所有属性增加 200%， 无差别疯狂攻击附近所有目标，持续3分钟，结束后虚弱30分钟。技能3，黑暗侵蚀，被动，意志逐渐被黑暗腐蚀，变得暴躁，嗜杀，随等级提升增加各项属性，黑暗侵蚀意志越多，各属性提升越多。这本技能书只要叶青学习，可以说实力直接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但是他也自然而然地步了莫无言的后尘。
青年将军焦急地看着叶青，对于这种诱疑惑，99%的冒险者都无法抗拒。如果叶青也接受了，那么黑暗势力必定多了一员大将，能够直接提升多倍实力的技能书啊，好像的确是挺不错的。叶青微笑着看着黑暗精灵说道。听到了叶青说的，黑暗精灵嘴角也咧了起来，看起来冒险者的确是经受不住任何的诱疑惑的。但是我不接受，你就别想了。来人，把这个黑暗精灵抓到后面刑场，给我打到半死，等我来收割。叶青一挥手，几个卫兵迅速将黑暗精灵架了起来。这个黑暗精灵是使者，属于文官，倒也没啥太强大的能力。青年将军只不过用气势就压住了他，不让他有任何攻击反抗能力。城主，我们果然没看错你。青年将军说道。叶青哈哈一笑，开玩笑，黑暗势力已经把遗忘之城弄成了这样，我还会上当？如果是在野外做任务，偶然碰到这么一个原住民送我技能书到，很容易上当。黑暗精灵在刑场大喊着不杀来使，不杀来使。但是叶青从来就不是一个遵从规矩的人，过去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匕首狠狠刺入他的身躯。给你个机会说一下黑暗制度那边的打算和计划，我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冒险者，竟然敢和黑暗制度抗衡，你怕不是疯子？黑暗精灵虽然被叶青一匕首刺得龇牙咧嘴，但是嘴巴依然是不饶人，一副傲气的样子。听说精灵都是傲气的种族，没想到真的如此，不错不错，算是见识了。叶青拍着手，一脸的笑意。黑暗精灵听到叶青说的，更是翘高了自己的头颅，知道如此还不放了我？如果你效忠黑暗制度，得到的好处绝对比光明制度来的更多。叶青笑着摇了摇头，你们真的是不会当说客啊。你说你既然是来劝说的，为何不带着金银财宝来？就这么拿了一本修炼了就会发狂的垃圾技能书，就想让我臣服？你觉得是你傻，还是你傻？叶青的话直截了当，黑暗精灵一愣。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能够加入黑暗制度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了，从小他就对黑暗制度非常向往，从而造成了他比别的黑暗精灵更加虔诚的心。这也是这个黑暗精灵作为传道士不停地潜伏出现在光明制度的原因。现在叶青的话让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怎么有人会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愿意加入黑暗制度？之前的莫无言想都没多想就接受了魔宫，直接选择了进入黑暗。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光明的走狗！黑暗神一定会击败光明神，彻底统治整个神界的。黑暗精灵因为叶青的话竟然如同疯了一般，疯狂的伸头想要撕咬叶青。叶青挥了挥手，松绑。城主，松绑了他要跑了怎么办？一个卫兵问道。叶青无所谓的说道，松绑了他不会跑，反而会想要杀了我，正好我也想宰了他练练手。原本叶青想要直接将黑暗精灵绑着杀了，但是看到黑暗精灵的属性，他就放弃了。名称：黑暗精灵卡纳，等级40，势力：黑暗制度，品质：史诗，物理攻击2400，魔法攻击190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700。技能1，魔法攻，精灵天生与自然沟通，能够运用空气中的一切元素变成不需要消耗剑士的魔法攻，造成额外20%的魔法伤害。技能2，鬼刺，精灵身形灵巧，也是天生的刺客，黑暗精灵更是如此，使用诡异的步伐向前突进，瞬间隐匿于黑暗，再次出现攻击敌人，造成额外30%物理攻击，同时背后攻击到敌人，敌人眩晕2秒，正面攻击到敌人，敌人致盲1秒，攻击到敌人脚步，敌人减速2秒。两个技能，一个魔攻，一个物攻。叶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亲手试试这个同样是刺客的黑暗精灵实力。他想知道现在的自己和同等级的原住民的差距。一般的野怪根本就是不出叶青的实力，基本都是被秒杀。像之前的莫无言这样的 BOSS 又不是叶青可以对付的。这个黑暗精灵卡纳倒是一个非常危险，但是又正好的对手。卡纳，来吧，如果你能够杀了我，我可以考虑放你走。叶青拿出匕首，甩了甩手，说道。黑暗精灵卡纳听了叶青说的，眼神一冷，一个低贱的人类竟然想要和高贵的精灵比试，哈哈哈哈！高贵，刚才你不是被我这个低贱的人类狠狠地刺了一刀吗？难道你不觉得你受到了侮辱，不准备找我报仇？叶青很清楚，越是觉得自己高贵的人，越是忍受不了比自己低等的人的侮辱。叶青的话也是字字戳中卡纳的心。既然你想死，我成全你。卡纳被松了绑，捏了捏自己被绑得有点酸胀的手腕。青岩将军小声地对叶青说道：小心，境界你们虽然一样，但是他品质很高，又是善于敏捷攻击的精灵，你优势几乎没有。叶青点了点头。两个刺客对立，叶青静静地直视着卡纳，卡纳则是慢慢左右的走动，他要找出一个关键位置，开始发起攻击。魔法弓，一团翠绿色光芒出现，一把通体碧绿的弓箭瞬间就出现在卡纳手上。卡纳对着叶青抬手就是一剑。
第90章击杀喀纳。这一支绿色的魔法剑速度极快，叶青一个侧闪，但是还是被魔法剑射到手臂，叮，受到897点伤害。现在叶青的防御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抵消了很多的伤害，不过也直接带走了叶青一半的血量。终于叶青动了，脚步徐晃，冲向喀纳。喀纳冷笑一声，和精灵比速度。喀纳又是一箭射一出，但是突然叶青瞬间加速，掠影，叮，触发闪避属性，免疫伤害。叶青如同一只猎豹，猛然扑向攻击落空的喀纳，匕首一转，倒拿匕首狠狠刺进了喀纳的胸膛。随后叶青如同一只非常灵活的猴子一般，借用喀纳肩膀吃痛抖动的力量，向前一个空跃，直接将手中锋利的有影之魂从喀纳胸膛位置，匕首在身体中直接从胸口位置一路向上到达肩膀，再一路下滑，一匕首甩出，一堆血肉一起跟着飞了出来。喀纳惨叫一声，直接滚倒在地。叶青立马冲过去，匕首翻飞，技能旷丢，喀纳的血量狂降。你竟敢如此！喀纳被叶青压在地上，身上的疼痛让他抓狂，直接抱起，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鬼刺，技能发动，喀纳竟然隐身了，整个场地中彻底没有了喀纳的身影。叶青不躲不闪，静静地站着。突然，叶青向右跨出一个小步，招架，叮，触发招架，减少40%伤害，受到398点伤害。怎么可能？鬼刺从来都没有人能够挡住的。喀纳从阴影中出现，叶青趁机给自己丢了一个生机，血量缓缓上升。雾影头盔的勘破技能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的效果，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小段距离，但是足够叶青反应过来进行闪避或者招架了。轮到我了！叶青直接发动了闪影，一道虚影从叶青身体冲出，刹那间就贴近了喀纳，并在喀纳身边匕首狂舞。喀纳吃痛，血量狂掉。一个冒险者竟然攻击如此之高，喀纳简直不敢相信。当叶青开始主导攻击节奏的时候，喀纳就知道什么叫刺客的节奏了。叶青用极快的速度冲向喀纳，在接近喀纳的瞬间，喀纳都已经做好了和叶青拼匕首的时候，叶青突然发动了潜影，身形就这么在喀纳面前一弹，虽然没有消失，但是也如同一个残影一般，让喀纳一晃神。也就是这一晃神的瞬间，淬毒，致命打击，叮，触发力王护手特效，攻击力触发3倍效果，叮，触发淬毒特效，眩晕3秒，叮，造成12984点伤害，竟然幸运的触发了3倍的攻击加成效果。切割，3秒的眩晕时间足够叶青释放一轮技能，让喀纳的血量狂掉。虽然喀纳是史诗原住民，但是他并非战斗型原住民，就算他是黑暗精灵，但是战斗经验并不足。叶青迅猛的攻击让他根本无法招架，反而是他的攻击次次别叶青闪避或者招架，叶青少掉的血很快就被升级技能迅速布满。可以说叶青在战斗中就能给自己恢复，这让喀纳更加崩溃。这是冒险者，黑暗制度里面的冒险者看到原住民都是害怕不已的，哪有眼前这个冒险者一样，看到原住民跟看到怪物一惊，竟然攻击强悍到完全无视防御，次次都是高攻击。我要死在这里了！喀纳血量掉到10%的时候，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无法移除，就如同要印证他的想法一般。叶青在闪避掉喀纳的一次鬼刺之后，一个致命打击竟然意外的触发了绝杀效果，叮，触发致命打击绝杀效果，黑暗精灵喀纳直接死亡。可怜的喀纳连一声参加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轰然倒地。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喀纳到死都没想到自己这个来使不只要被杀，还要被叶青这个原住民当作是刀石，是完了再杀。叶青直接升了1级，升到了41级，还多出了70%的经验。一个史诗原住民能爆出点啥？叶青好奇的开始摸装备，叮，获取1枚黑暗之心，1枚精灵勋章，一把弓箭，一根卷轴，一本技能书。竟然只出了1件装备，还是把弓箭，叶青无语了。不过看到了技能书，倒是让他非常欣喜。希望不是之前那本黑暗藏歌，那本黑暗技能是真的没啥用。叶青不可能使用什么让自己发疯的黑暗技能的。虽然自己是冒险者，应该能够恢复，但是这是魂岛游戏，鬼知道会不会对灵魂造成威胁。名称：魔法弓，部位：武器，品质：史诗，等级：40，物理攻击0，魔法攻击1200，敏捷300。特效：魔法弓并非传统弓箭，能够不占武器位，作为副武器同时使用，不需要弓箭，只需要消耗魔法值就可以射一出纯法术攻击的魔法剑。竟然直接将喀纳的技能爆成了一把武器，重点是还是一把特殊武器，不需要占武器位置，却能够和自己的武器同时使用的。不过叶青发现，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射箭的动作需要2只手完成，自己的匕首依然需要收起来，其实没啥区别。
但是属性却可以共存。可惜叶青是物理攻击职业，魔法加成比较少，但是如此一把弓箭也能够让叶青拥有了远程消耗的能力。可惜叶青没有野性天赋，无法使用弓箭手的技能，不然或许能够更加强力。将这把魔法弓直接装备上，叶青的背后出现了一把碧绿的荧光弓箭，至少这个外形还是非常拉风的。名称：黑暗之心，品质：远古，效果：使用后每次击杀生物，黑暗之心都会吸收死亡生物的血气，当血气达到满值，将诞生黑暗生物，该生物将伴随主人一生。我靠！宠物！叶青一惊。叶青也不清楚这个黑暗之心孵化出来的是不是宠物，但是就它的品质来说，应该不会是一个垃圾。将黑暗之心收入背包，这个黑暗之心竟然直接绑定了。也就是说，就算叶青死亡，这个黑暗之心也不会掉落。而且这个黑暗之心竟然如同扎根了一样，直接占了背包最中心的格子，格子从原本的白色变成了黑色，无论叶青如何选择，黑暗之心都无法挪动半分，也取不出来。见了鬼了！叶青的背包就直接被去掉了一个格子。第91章第4个天赋，不过影响不大，叶青也就无视掉了它，等到孵化了之后再说了。名称：精灵勋章，效果：佩戴精灵勋章后开启野性天赋。说明精灵是天生的神射手，拥有了精灵勋章就如同获得了精灵的天赋，野性天赋直接开启，并且能够学习野性天赋技能，使用野性天赋装备，一经使用直接绑定，无法掉落，可以摘除。看到这个勋章，叶青直接愣住了。什么意思啊？自己多了一个野性天赋？要知道一个玩家最多也就只有3个天赋，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再增加天赋了。现在一个勋章竟然直接给叶青增加了一个天赋，而且勋章还是绑定的，根本不用担心会掉落。等于说叶青直接拥有了4个天赋。叶青佩戴上精灵勋章，天赋中果然出现了一个野性天赋，只不过目前野性天赋中没有任何技能。但是叶青的职业在佩戴上精灵勋章的瞬间就变了。叮！职业变更，当前职业暗影游侠。太爽了！叶青怎么都没想到，黑暗制度竟然给自己送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正好弓箭手也是穿皮甲的，自己装备都不需要考虑，只要多一把弓箭，更换武器就是一个全新职业，可近可远，简直不要太爽。名称：卷轴势力背叛，效果：使用卷轴能够脱离黑暗或者光明制度，成为另一个制度成员，相关制度的个人信息都会直接变更。这张卷轴用处不大，收起来了。叶青将势力背叛直接收到了卷轴空间，自己的根基在光明制度，不可能更换到黑暗制度的。名称：技能书巡航剑，限定：野性，等级40，消耗20魔法值，冷却时间5秒。效果：射一出一直巡航剑，巡航剑会自动追踪目标，造成额外10%物理伤害。同时，巡航剑每击杀一个目标，给释放者恢复5点血量、5点魔法值，并且重置巡航剑冷却。高级野性群攻技能，叶青差点没激动的昏过去。卡纳竟然直接送了自己一个天赋，更是送给了他一个强力的野性群攻技能。叶青直接学习了巡航剑，这一次送上门的收获可以说是满满的。青岩将军走过来说道：“城主，我们杀了黑暗制度的使者，这会遭受黑暗制度的报复的吧？”叶青甩了甩手，就算不杀，我们不臣服依然会受到黑暗制度的报复，没区别的。我击杀了他，黑暗制度至少没有这么快反应过来。何况没猜错的话，他也只不过是用来试探的工具罢了，根本就不是诚心要招募我们遗忘之城的。莫无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只不过是想用遗忘之城来造成光明制度的混乱罢了。青岩将军点了点头，如果诚信招募，怎么可能在莫无言等人死亡的时候没人来帮助？而且莫无言他们明显是被骗了，魔宫提升实力根本就是不稳定的，这就造成了黑暗制度完全可以以此控制他们。好了，青岩别担心了，只不过是一个黑暗制度的小兵罢了，要找我们麻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遗忘之城会成为阻挡他们最强的堡垒，在此之前，你好好训练士兵，我要加油去修复遗忘之城了。叶青迫不及待想要去使用巡航剑看看效果，并且有了这一次黑暗制度的事情，他需要加快速度来修复遗忘之城，以防万一。将遗忘之城能够接到的所有修复任务全部接受，然后叶青直接出了遗忘之城，寻找附近亡灵怪多的区域，开始试验巡航剑。巡航剑，叶青现在没有别的弓箭，直接使用了魔法弓。魔法弓的箭矢不需要购买，别的弓箭手每次出门都需要带大量的箭矢，普通的箭矢可以在杂货店购买，50银币一捆，99支箭矢。好的箭矢就和装备一样，需要从怪物豹或者做任务产出。魔法弓的巡航剑自动变成了碧绿色的箭矢，嗖的一下从魔法弓窜出，笔直穿入一只怪物身体。叮！造成2312点伤害，伤害非常高。叶青的物理攻击加持非常的高，这也让巡航剑的伤害直接拉满。
不过这里的怪物等级都比较高，并没有被一剑秒杀。但是巡航剑穿过一只怪物，身体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如同一条非常灵活的蚯蚓一般，在怪物中来回穿插，一排排的伤害数值看得叶青直呼过瘾。直到差不多穿插了10几只怪物后，巡航剑才慢慢消失了。如此10几只怪物只不过一击就全部残血，并且仇恨吸引到了，嗷嗷叫着杀向叶青。5秒时间早就过了，叶青立马再次释放巡航剑，碧绿色的巡航剑飞出，一只只原本就残血的怪物开始被第2支巡航剑疯狂收割。叶青的血量是满值的，但是魔法值因为2支巡航剑已经少了40点，当怪物倒地的时候，就5.5点的魔法值开始恢复，瞬间就满了，并且巡航剑的冷却直接重置了。哈哈哈哈，这太爽了！叶青再次释放巡航剑，前一支巡航剑还没结束，第2支就跟上了，第2支刚放出，冷却就又好了，第3支、第4支，基本上叶青计算下来，在怪物堆中穿插的巡航剑能够同时存在5支，随后就会消失1支，替换1支。看着怪物成片成片的死亡，叶青的经验条慢慢的开始闪烁增加。叶青终于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率刷怪的技能了。接下来的日子，叶青就不停的做遗忘之城的修复任务，顺便在遗忘之城附近的亡灵怪物集中点，不停的用巡航剑刷怪升级。遗忘之城的修复任务也是越做越困难，到现在不是收集一点材料的事情，干脆让叶青直接去野外寻找 BOSS， 然后击杀 BOSS， 将 BOSS 的牙齿、血液啥的带回来。原本遗忘之城的修复任务就不是一个玩家可以单独做的，只不过叶青实在过于强大，人家一个团队的任务，他一个人就搞定了。所以遗忘之城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务就越来越困难。这些任务原本其实就是准备让一个大团队来做的。整整1周时间，叶青切断了一切练习，就一个人不停地往返野外和遗忘之城。叮！恭喜升级，当前等级45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触发往生之环效果，5维属性增加44点。第92章佣兵团战，终于是升级到了45级了。叶青替换下了大力战斧，换上了蓝海匕首。大力战斧虽然技能不错，但是攻击速度的确是太慢了。叶青原本以为自己用单手战斧也可以，真的使用了之后就难受不已。他宁可将大力战斧收在背包，随时更换使用技能，也不想再用战斧了。一个刺客攻击速度慢了，完全会打乱自己的攻击节奏。更换上蓝海匕首，叶青感觉自己现在完全就是一只小 BOSS， 一般同等级的怪物基本都是被自己秒杀，可以说触及即死。别说是普通的怪物了，就算是一般的小 BOSS 精英怪都接不住叶青的几下攻击。等级榜：1. 叶青45级， 2. 龙之舞38级， 3. 一曲东风36级， 4. 沈星竹36级， 5. 无名之辈36级， 6. 行走的荷尔蒙36级， 7. 冰天雪地36级， 8. 名将神奇36级， 9. 名将库林35级， 10. 名将暗影35级。没想到冰天雪地竟然升级这么快，竟然在低了这么多级的情况下飞速升级，冲到了等级榜第7。龙之舞升级也可以说非常快了，只不过想要超过叶青，他真的不太可能了。叶青的升级速度一度让没日没夜疯狂练级的龙之舞崩溃。妈的，这个叶青吃激素的吧？这升级速度是不是全世界的 BOSS 都已经残血了，排着队让他再收割呀？叶青继续升级杀怪，突然一道全服的系统提示让叶青停下了攻击。叮！佣兵团花间竹九对佣兵团墨竹佣兵发动佣兵团战。系统连着3声提示。我靠，墨竹被攻击了，什么情况？这个花间竹九是啥佣兵团？叶青对沈星竹发去了消息。沈星竹，怎么佣兵团战了？叶青问道。沈星竹听到叶青的声音，激动地说道：啊，正好，你来了，有空帮忙吗？佣兵团战我咋帮？在我看来，你们都是绿名的。佣兵团战是佣兵团对另一个佣兵团发起的团战，只有2个佣兵团成员才会看到对方佣兵团红名，别的玩家看到的都是绿名，无法攻击。佣兵团战就算是在城内安全区也可以战斗，可以说是不死不休那种。佣兵团战持续3个小时，谁死的最多谁就赢了，赢的佣兵团能够将输的佣兵团掉落的整体经验评分，并且能够获得败方佣兵团团队仓库1半的资金。话说这个花间竹九是啥佣兵团？叶青问道。你不知道？叶青尴尬地挠了挠头。我闭关了1个礼拜，关闭了全部的消息。沈星竹解释道，现在已经有5个佣兵团了，一个就是我们3级的墨竹佣兵，还有就是花间竹九这个2级佣兵团，团长是一曲东风，另外还有雄霸天下、黑暗纪元，我是咸鱼和名将。一曲东风，花间竹九是花花蝴蝶的佣兵团。叶青记得花花蝴蝶说过，他们公会叫雄霸天下。看起来现在的5个佣兵团有2个确定就是花花蝴蝶和龙之舞的了。
好家伙，直接就有2个佣兵团和叶青是敌对的。名将也已经把你当作头号敌人了。黑暗纪元的团长是无名之辈，我是咸鱼团长，我是咸鱼。他们工会应该是生活佣兵团，就是打金的，不参加什么战斗。也就是5个佣兵团，我敌人就有3个。黑暗纪元不认识，咸鱼你也说了生活佣兵团，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嘿嘿，要不你加入我们佣兵团？沈星竹笑着说道。叶青立马拒绝，免了，我还是喜欢独来独往。话说这次你们准备怎么打？叶青话刚说完，系统再次发来了提示。叮！佣兵团雄霸天下对佣兵团墨竹佣兵发动佣兵团战。系统连着3声提示。这，你们有的打了。叶青说道。沈星竹叹了口气，早就想到他们会一起了，只不过这一次佣兵团战主要问题还是在你。和我有啥关系？他们一直以为我和你是，反正他们都以为你才是墨竹佣兵的幕后老板。如此一说，倒还的确是叶青的关系。不过他们也真的是给我面子，发动佣兵团战好像要花很多钱啊。你觉得花花蝴蝶缺钱吗？叮！恭喜新的佣兵团双动成立。好家伙，又多了一个佣兵团。好了，不说了，要打起来了。这是第1次佣兵团战，我们可不能输。说完，沈星竹就挂了语音。叶青踌躇了一番，自己还是不能坐视不理。雄霸天下和花间煮酒是自己的大敌，根本就不可能友好相处的。如果墨竹被击败了，肯定会让花花蝴蝶他们崛起，对自己只有弊无一利。叮！佣兵团名将对叶青发动佣兵追杀令。系统又传来3声提示音。我擦，名将也来了！许多的玩家都发出了惊叹，今天真的是空前盛况啊！2个2级佣兵团对1个3级佣兵团起了佣兵团战，同时还有1个2级佣兵团对叶青发起了追杀令。这种盛况简直是少见。不过对于叶青被追杀，许多叶青的粉丝表示气愤。此时的叶青已经传送到了清风城，然后跑到了万灵森林。叶青，名将的都去万灵森林了。沈星竹竟然发来了私聊，你还有空管我？你们不是打起来了吗？叶青问道。你又没有情报系统，这不是给你点消息吗？叶青略微有点感动，这个沈星竹的确是不错呀，这种时候还想着提醒叶青。叶青问道，你们在哪里战斗？我们在遗忘平原。什么？遗忘之城就在遗忘平原。叶青现在就担心遗忘之城会被发现，现在的遗忘之城还没有修复，相当脆弱，一个佣兵团用命堆完全可以打下来。不行，我必须去遗忘平原。叶青在那，所有人一起上。20多个名将的精英玩家突然出现，叶青隐藏在灌木中竟然也被发现了。叮！佣兵追杀令，使用200金币对一个目标发动追杀，3个小时内目标的动向都会有标记。叶青看到自己头上的标记，才知道原来佣兵追杀令还有这样的功能。看到几十名玩家冲向叶青，叶青魔法弓拿出，人再多又如何？巡航剑。第93章，拖住叶青。此时的名将团长名将峰哥正在和一曲东风联系。峰哥，拖住叶青没问题吧？一曲东风问道。名将峰哥打包票道，叶青再强也就1个人，拖住他应该问题不大，既然收了你们的钱，肯定会努力办到的。很好，拖住他，等到我们这里解决了，墨竹马上就过来，3个佣兵团一起围剿叶青。OK， 钱收到了，我这边会想办法拖住叶青的。名将峰哥挂断了语音。同一时间，沈星竹的团队已经和龙之舞的雄霸天下正面对上了。兄弟们，只要解决掉3级的墨竹佣兵，我们就能够快速升级崛起了。龙之舞单手剑一指，大声喊道。而沈星竹这边也在鼓舞，我们作为清风城现在最大的佣兵团，今日是我们墨竹第1战，只许胜不许败。老大放心，我们一定拼尽全力。墨竹佣兵中的30位成员全都发出了怒吼。猫猫，你带4个法师先去那边的岩石后面等待我的指示。山峰，那你带着 T 团直接冲锋，记住先用盾牌格挡，格挡10秒后全体立即下蹲。沈星竹非常细致的将30人的任务全都分配完成，而龙之舞这边则是简单干脆明了，直接发动了全体冲锋。遗忘平原最外围，龙之舞团队和沈星竹团队冲杀到了一起。突击！龙之舞作为等级榜第2的高实力玩家，率先发起了攻击。怒吼！践踏！龙之舞连环的技能使用。唯爱大山峰带着 T 团队想要抵挡住龙之舞的攻击，但是龙之舞的技能拥有震散效果，一个强力的践踏技能竟然一个照面就让沈星竹的 T 团阵型混乱，直接溃败。沈星竹仿佛早就已经算到了一般，非常冷静。法师技能锁定龙之舞。话音刚落，一大堆火球、冰箭就抛射而出，冲向龙之舞。盾手，又是一个技能，龙之舞架起盾牌，原本单手盾竟然瞬间变成了塔盾，
并且一道蓝色的光晕挡在了龙之舞身前。一轮技能消耗竟然只不过去掉了龙之舞差不多1/5的血量而已，并且后方的牧师几个技能就将他的血量直接补满。所有人全军出击！龙之舞开了一个好头，让雄霸天下的团队士气到了一个顶峰。一个冲锋，沈星竹团队的 T 团直接团灭。哈哈，一个女人会个屁的指挥，兄弟们杀光墨竹的人！龙之舞的话如同给雄霸天下的人注入了鸡血一般，一个个嚎叫着，技能甩得更加玩命。沈星竹一声冷笑，刺客出动，猫猫攻击，弓箭手覆盖射击，埋伏在后方的刺客瞬间暴起，直接将龙之舞团队的后排法师和牧师绝杀了大半。而一个个战士或者 T 想要回防，大量的弓箭射来，他们只能原地抵挡，丝毫无法移动半分。猫猫等潜伏的法师攻击迅速补上，盾牌前方在抵挡弓箭，后方则是漏洞，大量法术丢来，战士魔抗普遍很低，一个个惨叫着被击杀。突然的战术攻击让龙之舞的人瞬间减少了一大半。中计了，原来一开始那个 T 团队就是用来牺牲的。诱敌深入，东风怎么样了？龙之舞给一曲东风发去了信息，还有20秒到达。突然花间煮酒的人出现在了沈星竹他们团队的后方。怎么回事？花间煮酒的人不是在右侧吗？怎么突然到我们背后了？沈星竹道。小狐狸喵喵看了看群信息，我们的刺客查看的时候没看仔细，被对面迷惑了。对面其实早就已经抄近路绕后了，留下的人只不过用来迷惑刺客的。哪个刺客看的？这种关键时候出纰漏，沈星竹气炸了。老大，我们被堵复活点了，出不来了。唯爱大山峰带领的那些 T 都被堵在复活点出不来。怎么会那么多人？他们还叫了普通的玩家堵在复活点，直接用身体挡住复活点，不让我们出来。无耻！沈星竹骂道。此时在万灵森林中，叶青看着面前的复活点中的几十个人，谁给你们的？用起来找我麻烦？平均才30多级就想要来追杀我？之前的教训还不够？叶青站在复活点外，复活点里面已经满满当当都是人了。名将砍死你！对着叶青说道。叶青，别嚣张，总有一天。话还没说完，叶青立马说道，总有一天砍死我。我的天，你一个28级的对我一个45级的放狠话，你的智商呢？你名将砍死你，差点没气吐血。我等级低，还不是你害的。你什么你？想要出来给我交钱。我靠，你又来，怎么每次都打劫啊？一个名将玩家忍不住喊道。上次收入太少了，这次你们又送上门，我不想打劫都不行。叶青，你别欺人太甚。名将风影怒道。此时一个名将的玩家想要从角落冲出复活点，但是叶青速度极快，掠影。叮！名将暴怒死亡。叶青，你这个魔鬼！叶青竟然慢慢的消失了在他们的面前了，怎么回事？叶青呢？快，叶青消失了，快点冲出去！几个名将玩家看到叶青消失，以为叶青被什么任务或者什么原因给传送走了，小心是叶青的陷阱，冲出去，他很可能会再次团灭我们。名将砍死你连忙说道，拉住了想要冲出去的几人。不好了，峰哥！叶青已经回到清风城了。一个在清风城的名将玩家看到了叶青，立马给名将峰哥发起信息。名将峰哥此时在万灵森林的一个暗处指挥，他倒是没有被叶青发现给击杀，但是听到叶青都回到清风城了，名将的几十个玩家还傻乎乎的蹲在复活点不敢出来，气不打一处来。砍死你！你们在干嘛？让你们拖住叶青，人呢？人？他肯定隐身在附近要袭击我们。名将砍死你一本正经的说道。名将峰哥大吼，袭击你妹啊！叶青回城了。什么？怎么可能？我没看到他用回城技能啊！名将砍死你！还是不相信？我靠，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手下？名将峰哥气炸了，不是被叶青，而是被自己的手下气得。此时叶青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解忧杂货铺中。第94章力挽狂澜。没想到这个回家的技能竟然和隐身很像，都是身形慢慢消失，掠影制造一个分身，然后我自己躲起来直接发动回家技能。名将的人都是狗皮膏药，不吓到他们就不知道撤退，甩都甩不掉，用这个办法能唬住一会是一会。叶青没有开隐身，反正自己被锁定了，就算是隐身也没用，还不如省着技能以防万一。叶青直奔西门而去。名将砍死你这边刚刚查看过叶青的位置，冷却还差1分多钟，因此他们现在也只能回清风城搜寻叶青。沈星竹这边战斗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兄弟们顶住啊！沈星竹焦急道。沈星竹这边被前后夹击，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老大，等会我们顶住，你想办法突围，你有冲击技能，应该能够冲出去。有只猫喊道。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自己跑？大不了一起死。
沈星竹怎么可能会做逃兵？有只猫劝道：“老大，你才是我们佣兵团的核心，你好不容易冲到了等级榜第3的位置，怎么能够掉级？你快点跑！”灵魂个屁！你们都调集了，我一个人跑了，我办不到，要死一起死！大不了结束了，我带你们去练级。沈星竹长剑一抖，将前面的一个残血战士砍死，大有一种木兰在世的感觉。我听了你们的对话，都有点感动了。叶青突然间冒出说了一句，吓得沈星竹和有只猫差点条件反射的朝叶青丢技能。叶青，你怎么来了？沈星竹道：“一会再说。”叶青说完，直接将自己的称号更换了。叮，更换称号。当前称号入狱先锋，名称称号入狱先锋，效果佩戴后在野外击杀玩家，降低罪恶值获取。称号一更换完成，叶青直接开启了自由战斗功能。月光斩，叮，触发圆月斩，叮，触发暴击。一个技能冲在最前面的7、8个玩家竟然直接被秒杀。临倒地之前，其中2个玩家才勉强看到叶青的样子。不好，是叶青！我操，叶青怎么来了？龙之武震惊道：“按照他们的计划，叶青此时应该在万灵森林啊。”龙之武看向一曲东风：“怎么可能？”一曲东风联系到了名将峰哥：“你们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吃的？特么叶青都到我这里来了！”名将峰哥那边明显在狂奔，呼哧呼哧的回道：“叶青刚才还在清风城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名将砍死你！打开了追踪器，果然叶青已经出现在了遗忘平原。我靠，这家伙做的火箭吧？你们特么到底啊！一曲东风话还没说完，直接就被叶青给秒杀了。叶青的到来如同在小鸡笼子里丢了一只大灰狼，一个个之前叫嚣着无敌的雄霸天下和花间煮酒的玩家，此时都变成了韭菜。复活点一出来就被叶青收割，一出来就收割，无敌是多么寂寞！叶青忍不住说道。龙之武拿着盾牌走了上来，他一直在等，叶青的技能都放了一圈了才出来。叶青，有本事单挑啊！龙之武喊道。叶青勾了勾手指，让你先攻击。然而说归说，龙之武一抬手，他身边的几个玩家竟然同时对叶青狂丢技能，龙之武也趁机冲上去要击杀叶青。叮，闪避属性触发，免疫伤害，连着3声响起。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垃圾说话不算话，不过也无所谓了。叶青掏了掏耳朵，非常嚣张地看着龙之武的攻击。突击，叮，受到196点伤害。哦吼，龙之武攻击力也挺高啊！叶青夸赞道，但是龙之武听到就仿佛是在侮辱他一般。受到了攻击，叶青怎么可能会放过龙之武？不过叶青没有直接秒杀他，而是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将2把匕首都收了起来。啪！狠狠的一巴掌直接抽在龙之武脸上，叮，造成211点伤害。所有人都忍不住捂住了脸，倒吸一口冷气。龙之武玩命攻击的一击只不过造成了不到200点伤害，但是叶青不用武器，随手一巴掌就打出了200多的伤害。我靠，是我看错了吗？叶青不用武器，一巴掌打出了200多伤害。你没看错，叶青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的牛叉玩家。叶青的到来简直让墨竹佣兵一众玩家得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天降奇兵一般。原本艰难的战斗竟然因为叶青的到来趋近于结束了。叶青这边抓着龙之武，沈星竹他们也不会闲着，立马开始组织，准备开始重新反击。只要龙之武他们的人一从复活点出来，就开始玩命攻击。没想到叶青的到来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叶青，士可杀不可辱！龙之武大吼一声，然而叶青又是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我就侮辱你了，你能咋地？差点就暴露了遗忘之城，而且还被人追杀，还害得自己不得不红名，好好升级不香吗？一定要搞事情！叶青刚才就想抽他了啊！怒吼！龙之武气炸了，大庭广众之下，他不过叶青也就算了，叶青竟然如同抓小鸡一样抓着他的衣领，当众抽他脸。然而，叮，造成312点伤害，又是狠狠的一巴掌。吼你大爷！又是一巴掌。龙之武已经被打懵了，他想破了脑袋都想不明白，叶青为什么比他强大这么多。他已经玩了命的升级，玩了命的练技术，而且还有花花蝴蝶的投资，他各方面都应该是超过叶青的，但是就是比不过叶青，凭什么？龙之武已经彻底失去斗志了，这家伙这就放弃了抵抗了。叶青看到龙之武竟然双眼无神，已经放弃抵抗了，瞬间兴趣全无。大男人的竟然也不知道反抗下。叶青直接掏出幽影之魂，一匕首将龙之武送走。叮，龙之武死亡。龙之武一死，所有的雄霸天下和花间煮酒玩家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
开始毫无章法可言，一次次想和墨竹佣兵玩命，但是墨竹佣兵次次都有组织的将他们全数击杀。有心的墨竹佣兵玩家已经嬉笑着将这一幕发到了论坛上，一时间论坛彻底炸了。就这么硬生生等到了佣兵团战时间结束。第95章，逃出升天。叮！佣兵团雄霸天下与佣兵团墨竹佣兵的佣兵团战结束，墨竹佣兵获胜。叮！佣兵团雄霸天下全体成员等级维持现状。叮！佣兵团墨竹佣兵全体成员等级恢复战前状态并增加1级，佣兵团经验加100。叮！佣兵团花间竹酒与佣兵团墨竹佣兵的佣兵团战结束，墨竹佣兵获胜。叮！佣兵团花间竹酒全体成员等级维持现状。叮！佣兵团墨竹佣兵全体成员等级恢复战前状态并增加1级，佣兵团经验加100。佣兵团战奖励这么少的吗？竟然只是加了1级，这不错了。沈星竹解释到，他们现在平均都掉了2到3级，维持现状，他们就是掉级了。至于我们，也平均到了3级左右，现在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等级都恢复了，并且还加了1级，就这么一会能够加1级，还不是天大的好处？然后还有增加佣兵团经验，平时我们做一天任务，估计也才加了20多点的经验，现在一次性加了200点，你说多不多？这一次团战，沈星竹他们有了叶青的帮助，绝对是赚翻了。和我关系也不大呀，我还红名了，感觉我有点吃亏。叶青咬着手嘟囔道。说到这里，突然沈星竹不说话了，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叶青。叶青看到近距离沈星竹的脸，心脏止不住地抽了一下。你干嘛？突然被这么一个大美女盯着，叶青不由得有点虚。谢谢你，叶青。你要感谢我呀，我还以为你要干嘛呢。如果不是你赶过来，我们必败。沈星竹说道。叶青挠了挠头，那要不你就出点钱，就当劳务费了。沈星竹差点没气到，这么煽情的时候，你竟然还想要钱？你掉钱眼子了呀？哎呀，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马孽都是放屁嘛。我现在缺钱没办法，现在的遗忘之城就是一个无底洞。说真的，叶青还真的缺钱。沈星竹无语的说道，身上钱不多了，3000金币够不？够，不嫌少，多谢老板惠顾。大庭广众之下，叶青直接和沈星竹完成了交易，获得了3000金币。龙之武等人就这么无奈的在复活点看这样叶青和沈星竹交易。暂时的龙之武是没有反抗的想法了，还是不要出去送死比较好。唯爱大山峰看着叶青收钱，好奇的问道：叶青咋还跟老大要钱啊？有只猫立马一拍他的脑袋：你傻呀，叶青这是帮咱们佣兵团啊。啥意思啊？你想啊，之前别的佣兵团包括许多玩家不都以为我们佣兵团就是叶青的吗？雄霸天下他们肯定会联合别的佣兵团继续针对我们，但是现在叶青收钱，意思就是他不是我们的人，和我们没关系，纯粹就是雇佣关系。这样一来，就算别的工会要找我们麻烦，也不一定是为了叶青来的了。这个举动至少吸引走了一大半和叶青敌对的那些人的仇恨。有只猫非常有道理的分析道。唯爱大山峰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点了点头。叶青这人真不错呀。然而沈星竹听到有只猫的话，翻了个白眼，心想：想多了，这家伙纯粹就是要钱罢了。看，叶青在那里，所有人上，杀了他！名将砍死你！带着一众名将的玩家冲了出来，没想到这么久了，他们还锲而不舍地追过来。这么锲而不舍，还追？叶青无语了。应该你的追杀令还没结束吧？叶青看了眼自己收到的标记时间，还差10几分钟，算了，我先闪了。说完，叶青就在众人面前隐身消失了。哇塞，叶青越来越有男人味了，好帅啊！小狐狸喵喵忍不住感叹道。墨竹佣兵里面的其他几个女性玩家也都是一脸花痴的点头同意。嗨嗨，一个个的还看，立马回城全体反省。沈星竹说道。你们3个，刚才竟然不听指挥乱冲，还有你，盾牌竟然才5级，大哥，你都30多级了，拿个5级盾牌准备当滑板，全部回城到拍卖行，我给你们全部更换装备。沈星竹自己也分析了，这一次战斗自己团队的装逼比龙之武团队差了许多，明明自己这边技术更好一点，但是却打不过，装备差距占了极大的一块，并且自己的刺客打探消息技术有问题，这也是这次差点失败的一个关键。老大，咱们要不去新开的那个杂货铺看看，那边好像好装备特么多。有只猫提议道。沈星竹直接拒绝，等2天吧，暂时是没钱了。刚刚他看了眼账户，竟然已经没钱了，最后的3000金币还给了叶青。过2天公司就会注资了，到时候给你们全体更换装备，今天就散了吧，各自去升级吧。一听到公司会注资，众人一片欣喜，跟着一个工会最主要就是有装备支持，许多的玩家还是非常愿意的。再说叶青这边，
叶青已经带着名将的众人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到了清风城附近。不是我说你们不累吗？就这么一直跟着我，你们杀又杀不掉我。叶青看着后面死追的名将众人道：哼，杀不掉你没事，我们只不过是拿钱办事罢了。既然拿了钱要拖住你，那我们就是要恶心你。名将砍死你说道：哎，简直是有毛病啊！龙之舞他们都战败结束了，你们还跟？叮！名将佣兵团发布的追杀令时间到，追杀失败。追杀令结束的同时，叶青竟然还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恭喜你成为第一个被追杀令追杀还未死亡玩家，奖励称号逃出升天。这都能有奖励，这还能有第一的奖励？叶青倒是真没想到。名称：称号逃出升天。效果：佩戴称号增加 10% 的移动速度，隐身效果增加 5%。竟然出了一个增加隐身效果的称号，叶青直接将称号装备上了。名将竟然送了我这么一个大礼，隐身效果增强的装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没想到竟然能够在一个称号上面获得。隐身有隐身的距离，越是贴近目标越是容易被发现，但是增加了 5% 的隐身效果，等于加强了隐身。原本10码的感知范围，叶青可以贴近到 9.5 码。别看只有那么一点点加成，但是在关键时候，就算是 0.1 的距离都可能会要命。第96章遗忘之城新的功能。叶青看了看自己已经泛红的名字，想到清风城内有卫兵巡逻，直接隐身脱离了名将等人的追击，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直接开启了城主令的回城效果。差点忘了自己红名了，刚才要是直接回了清风城，估计就被卫兵给杀了。叶青回到了遗忘之城，城内一片祥和，走在街道上，看到叶青的居民都会非常恭敬地对叶青行个礼，说一声城主好，一路走好，一路都有热情的遗忘之城居民打招呼行礼。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遗忘之城的居民更加人性化，比清风城的原住民来的智商高。叶青不由得想到。此时青岩将军走了过来：城主你回来了。现在城内情况如何？青岩将军立马汇报道：城内基本情况良好，外城墙已经全部修缮完成了，同时已经树立起了3座箭塔，不过材料还是太过紧缺了。材料没事，有需要和我说，我去想想办法。青岩将军道：城内的大批居民已经自发组织工人去采集资源了，城主可以轻松点了。之前城主将附近很多区域的怪物首领都清理了，一些区域只剩小怪了，只要有士兵保护，工人们都可以自行去采集了。那就好。现在你训练的士兵如何了？士兵我训练了300的步兵，境界都已经到了30级的样子，现在还属于新兵状态，也不错了。短时间能够拥有300的步兵，话说你好像境界提升了。叶青看到青岩将军竟然已经到了65级了，嘿嘿，主要托了城主福。青岩将军笑着说道。不久之后，遗忘之城必然会有冒险者发现，还有黑暗制度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叶青说道。哎，主要问题现在还是缺钱。青岩将军无奈道。叶青拍了拍青岩将军，没事，钱我会想办法，这里是1万金，你先拿着，修缮方面和士兵方面必须做好最好，不能有丝毫的差池。放心吧，城主，有我在，一定做好最好。不过城主，我有个建议。什么建议？叶青问道。城内的工匠大多是农民出身，修缮并不是很擅长，以后需要加固城墙必须要专业人士来，同时我能够培养步兵和骑兵，但是弓箭手法师我不会。所以呢，在清风城的北部万灵森林北面有一处隐藏的废矿，传说废矿底部有一群矮人，他们都是建造能手，只不过他们脾气暴躁，所以被曾经的人类坑骗，进入了废矿，彻底出不来了。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们出来，或许……矮人啊，的确是建造能手，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到他们了。这里是一封信，我之前就准备好了。矮人族里面有一个矮人叫雷诺，年少时我和他一起闯荡过，也算是好友了。青阳将军将一封信交给了叶青。好家伙，信都准备好了，你这是之前就打算了呀？嘿嘿，还有弓箭手和法师这方面，城主你需要去卡洛斯宫殿那里。卡洛斯宫殿？那里好像是50级才能去的地方。那里有一群精通弓箭的精灵族，是光明制度的精灵族，只不过因为容貌太过美丽，被以前的人类惦记，甚至捕捉用来享乐，因此那些精灵都躲了起来。如果能够想办法让他们加入我们，或许就能解决很多事情了。青岩将军说道。叶青一拍额头，以前的人类到底干了什么？这么2个种族都得罪了干净，现在还需要我去想办法，就怕他们憎恨人类，到时候我过去还被他们宰了。行了，我记住了，之后我专门去一趟吧。哦对了，城主，遗忘之城现在修复了一部分，有一些功能已经开启了，你应该还没抽时间去看过吧？功能？对，城主府顶层有一个功能室，那里只有城主你能够进入，以前听到莫无言提到过。行，你去忙吧，我去看看。叶青直接上了城主府顶层，果然修复过的遗忘之城，
就算是城主府都和之前大不相同，整体的感觉都变化过了。现在的城主府明亮通透，并且还有一种古朴的霸气。所有修复过的地方都已经被系统刷新过一次了。来到功能室，叶青直接进入其中。功能室并不大，最中心是一根透明悬浮的圆柱体。叮！遗忘之城新增功能：召唤之门，能源阵法，自给自足。果然多了3个功能。名称：功能召唤之门。冷却时间：1个自然周。效果：开启召唤之门，随即出现一个原住民。召唤啥原住民？我靠，这解释怎么不清不楚的？叶青无语道。名称：功能能源阵法。消耗2万金币。效果：开启遗忘之城能源护盾，抵挡巨量伤害，每次修补依照消耗的能源支付一定量的金币。好家伙，又是一个耗钱机器。之前还觉得自己听富足的叶青，现在感觉自己真的是穷困潦倒啊。不过一想到自己清风城的店铺还有遗忘之城以后的强横，也就释然了。前期穷苦一点，后期那将是质的飞跃。名称：功能自给自足，被动。说明：遗忘之城百废待兴，后方有一大片森林，将囊括进遗忘之城领地。城内居民会自发组建猎人团、采集团、挖矿团进入其中，带回大量资源。同时，遗忘之城修复达到 70%， 开启贸易团，贸易团会流通其他城的获取，产生贸易往来，增加城内税收。所有税收归城主所有。真香啊！终于是有一个可以进账的功能了。叶青一度怀疑遗忘之城就是个坑钱的玩意，现在看起来，只要发展好了，绝对是赚钱的至宝。看了眼背包，此时背包里面只剩可怜巴巴的200金币了。最近花出去的钱简直如流水，要不是花花蝴蝶他们这些好心人贡献了一笔钱，估计叶青真的要讨饭去了。哎，日子难过呀，没钱用了，有空去找找龙之舞。不过暂时，叶青看向了召唤之门。这个召唤之门的功能还没有说明清楚，叶青只能自己直接实践了，实践真理嘛。第97章，临水寒，能源阵法啥的一个也没钱。另外，现在遗忘之城没有被发现，防御能力抵挡玩家也够了。外面的迷雾还有怪物成为了天然屏障，让现在等级的玩家基本是不用考虑过来的。不过那个异曲东风知道这里的大致情况，之后或许龙之舞、花花蝴蝶他们会有行动，自己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开启召唤之门。叮！召唤之门开启，一闪黑色的大门轰然出现在房间的左上角，大门上面雕刻了一种奇怪的团。叶青上前仔细查看，这些雕刻的团上面好像是2个大军交战，正好在门框的两边，而门框的最上方好像是一个男子飞升的样子。叶青还没看仔细，黑色的大门就一阵抖动，然后大门打开，一个原住民男子就从门中走了出来。叮！恭喜获得建筑大师林水寒的效忠。名称：林水寒。称号：建筑大师。说明：林水寒拥有极高的智慧，但是毫无战斗力。介绍：林水寒拥有顶级的建造艺术天分，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将一个建筑物赋予绝对的艺术性，同时还能使建筑物拥有防御、攻击、实用性等等特殊功能。林水寒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林水寒一出现就半跪着对叶青恭敬道：城主大人。叶青将林水寒搀起。林水寒，在这里不用这种虚礼，作为建造大师，城中的建设就要交给你了。城主对于城中建设有什么想法吗？林水寒问道。叶青想了想，主要还是以提升防御力为主，美观方面是情况而定吧，最好能够部分建筑物拥有攻击能力。以后的大型战斗必然越来越多，叶青也不知道有多少战斗会波及到遗忘之城，所以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放心，城主，有我在，我必然会将遗忘之城设计的固若金汤，同时还会让遗忘之城成为东大陆最美的城市。叮！由于林水寒被授权参与遗忘之城建设，遗忘之城建材消耗增加 10%。我特！叶青惊奇道：为什么还要加钱？而且还是直接加了 10%， 难道不是应该省钱吗？系统就好像知道叶青要问一般，直接就给出了解释。叮！林水寒为高端建筑人才，一般的材料他看不上，而且建造物本体加固改建需要更多的材料。叶青转头看了眼一脸憨笑的林水寒，一拍额头，又是个吃钱的。算了，打怪赚钱去了。叶青将遗忘之城的一部分兵权交给青年将军，一部分建造权限给了林水寒，自己独自回了清风城，补给一番，准备按照青年将军指示的方向去找找看矮人。滴滴滴，叶青在不？刘姐姐。叶青没想到冰天雪地竟然发来信息了，沉默了一番，谢谢你叶青。这么客气干嘛？家里的事情搞定了？叶青问道。冰天雪地点了点头，好了，家里的事情都搞定了，家族里面那个女人一边的全都被我踢出家族了。就踢出家族啊，这倒有点心软了。叶青缓缓说道。
对于敌人，叶青从来都是弄死为止的。算了，我父亲过世了，我也不想让他最后还难过。没想到这几天时间，柳如霜的家里也算是发生了巨变。那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叶青问道。家里面的产业我基本都按照父亲的意思卖了，父亲说我是女孩子，还是不要在商场里面比较好。我开了一个小的广告公司，接点业务，基本就是甩手掌柜了。现在主要精力放到游戏中来了。冰天雪地说道。你这是要全职游戏了？神域和以往的游戏不同，这个游戏里面可以说掌握了世界的财富密码，我自然也想分一杯羹。冰天雪地好像没有了家族的束缚，一下子整个人气质都不同了。挺好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嘿嘿，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我来找你喝酒呀。感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麻烦。冰天雪地突然狡黠地问道。叶青脸一红，嗨嗨，那是我的房间，不是酒吧，房子是我的。冰天雪地笑着说道。叶青无语了。好家伙，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住着人家房子没人权啊！你是土财主，我这么可怜的孩子，你还剥削？叶青可怜巴巴道。冰天雪地哈哈大笑。好了，不逗你了。话说你要不要来我的佣兵团？双洞佣兵？你猜到了？这很难猜吗？算了，姐，我还是独来独往比较好，不喜欢约束，我不加入任何势力，不过有啥需要帮助的喊我就行了。叶青说道。嘿嘿，我也就这么一提，小可爱是每天都盼着你能跟我们一起行动，看起来他要失望了。冰天雪地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其实心里失望的人可不止小可爱一个。好啦，我去练级了，你跟小可爱说，有空我来找你们一起做任务。行，如果碰到有好的技能书还有装备记得留给我。嘿嘿，到时候东西我都放我的解忧杂货铺，你自己来买就是了。哦对了，给你一张5折的 VIP 卡，需要自己去买哦。叶青笑着将一张 VIP 卡寄给了冰天雪地。叶青作为房屋的主人，背包里面带了99张重叠的 VIP 卡，反正也就占了一个格子，可以自由调节设置 VIP 卡的打折大小。嘿嘿，5折呀，那我可以去买空你的店了。5折卡一天限购一次，而且不能超过5000金币。我去，奸商！挂断了语音，叶青已经到了解忧杂货铺的门口，看了眼解忧杂货铺现在的金币存储，竟然已经有14000多金币。叶青直接取出了9000多金币，将解忧杂货铺升级到了3级店铺，然后身上留了些金币备用。叶青踱步到了隔壁的摘星楼，此时的摘星楼来往的人并不是很多。叶红正好在摘星楼中盘算营收，叶黄则是在那边研究新的酒水。叶红，啊，主人你来了。叶红原本认真在计算，突然听到了叶青的声音，立马将账本丢到了一边，欢快地跑到叶青身边。叶青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真乖。嘿嘿，主人，叶红想你了。第98章宝箱猎人，这不是过来看你们了吗？最近辛苦了哦。嘿嘿，不辛苦，我给杂货铺招了几个伙计，现在杂货铺那边我不需要管得太多。叶青问道。那摘星楼这边呢？主人不要急，摘星楼的生意主打后期生意，前面刚开始肯定会差一点的，不过保证不会亏就行了。叶黄酒水和小六他们的烹饪都非常不错，回头客还是很多的。叶青点了点头，做生意都需要积累，除非是非常的刚需，否则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交给你我放心。叶黄，给我来3杯酒，我要带走。好嘞。叶黄迅速开始调酒，一整套的动作行云流水，叶青看了都忍不住拍案叫绝。一边和叶红闲谈，等待了几分钟，叶黄停下了手，将3杯酒水递给了叶青。主人，你的酒。叶青收了酒，在叶红依依不舍的目光下离开了。现在的清风城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万灵森林周边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鲜出炉的面包，需要的 来人组队啊，锋刃矿脉缺一个法师，一个替来的 大爷快来玩啊，我软萌可爱一推倒哦。一个个玩家组队的组队，卖货的卖货，发毒的发毒，热闹非凡。叶青随意的逛着附近的摊位，竟然发现了一个宝藏摊位。我靠，这么多的技能书！叶青惊讶的发现，这个叫宝箱猎人的玩家摊位竟然放了足足有10多本技能书。小哥，有没有看上的啊？要不来几本？宝箱猎人看到客户上门，立马热情问道。你哪来这么多的技能书啊？就算是叶青都很少能够打到这么多的技能书，别的玩家从开始玩到现在，估计能爆出1本技能书的少之又少。嘿嘿，你看我名字就知道我是专门开宝箱的吗？开宝箱？宝箱不是随机刷的吗？你怎么开的？叶青问道。我有设备，唯一任务送的。哎呀，你问这么多，你买不买啊？宝箱猎人问道。其实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不下20个人来问过了，问东问西，最后都不买。买，当然买，等等我看看。叶青开始认真的查看起这些技能书。微光治疗，这那奶妈的技能书啊，不错啊。
这本要了。全部看完，叶青无语的发现，这里10多本技能书竟然全部都是法师技能书。你这怎么都是法师的技能书啊？我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不是卖不出去吗？一个个法师前期都需要买大把的药，一个个穷的响叮当，都买不起。宝箱猎人无奈道。叶青想了想，你这些技能全部打包卖给我多少钱？什么？打包？别激动，太贵了，我不一定要。叶青看着宝箱猎人道，总共12本，5000金吧。打扰了。叶青直接站起身准备走。5000金还嫌贵啊？哎，大佬别走啊，可以商量的吗？宝箱猎人已经蹲了2天了，就卖出去唯一的一本战士技能冲锋，别的都没人要。2000金我要了。我靠，一开口就杀1半多，太狠了吧？最低4000金，1800金，3500金，不能再少了，1500金。我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杀价？太没诚意了啊！3000金一口价，最低了。OK， 成交。叶青非常干脆地发起了交易。宝箱猎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点击了交易。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宝箱猎人歪着脑袋有点懵。叮，交易完成。叶青转身走之前对宝箱猎人说道，提醒你一下，以后你可以直接去北门的解忧杂货铺，那里高价收购技能书装备，你可以去哪里直接卖，省得在这里摆摊了，浪费时间还赚不了多。哦，好的，谢谢啊。叶青说完就走了。等到叶青走了，宝箱猎人才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啊，我要5000金是我按照市场价格算好的呀，这莫名其妙3000金卖了，我靠，我亏了，我被套路了。此时的叶青已经将技能书都放入背包中，然解忧杂货店慢慢摄取过去了。哈哈，除了微光治疗，竟然还藏着一本通用技能书，名称技能书捕获，等级40，效果释放诱导光线，对等级1级的怪物使用，有 2% 的概率将其收为战宠，同一目标可使用3次，3次后目标等级提升1级。这个技能就是获取宠物的一个技能，只不过概率可以说非常低。首先1级的怪物本身就非常少，还要在3次机会内捕捉到，捕捉概率也就只有 2%， 的确是非常困难。不过能够多一个技能，总还是好的。说到宠物，叶青看了眼背包中的黑暗之心，此时的黑暗之心完成度只有 24%， 叶青杀了1个礼拜的怪物，只不过让他吸收了这么一点点。不过有了这个技能总比没有好，说不定运气好就抓到一只协助战斗也说不定呢。叶青将2本技能书直接学习了。从官方的网站看到40级地图就开始会有1级的怪物出现，这都是专门用来捕捉当战宠的，只不过这些怪物周边会有成年的正常怪物，要是用群攻不小心擦到了1级的怪物，1级的怪物会瞬间被秒。50级了就会有坐骑，和获取战宠的方式差不多，不过到时候还需要学习一个骑术技能书。叶青走了许久，已经进入到了万灵森林的深处，清风城的整个东面可以说都是万灵森林的范围。走了许久，叶青碰到的怪都只不过才40多级的样子，这么低级的怪叶青一刀就直接秒杀了，根本就没办法用来升级。叶青就想着能不能再进入深处一点。叮！恭喜玩家龙华带领团队首次通关锋刃矿脉高级。突然一条系统提示出现，叶青才想到，这个龙华不是曾经的游戏中的大公会的会长吗？还都是和自己一个新手村的，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冒泡？佣兵团现在大大小小已经有10几个了，就是没有龙华的。叶青顺手看了眼排行榜，竟然惊讶地发现，龙华、赵灵山已经窜到了等级榜的第3和第4，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沈星竹已经到了第2，而龙之舞已经掉到第10名，眼看就要掉出等级榜了。第99章隐秘之境。同一时间多出了5个佣兵团，改变世界、更改世界、创造世界、守护世界、毁灭世界。好家伙，龙华他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5个佣兵团估计都是他们的吧，牛啊。叶青感叹道，想到赵灵山这个人性格还是不错的，他们的佣兵团叶青倒也不需要多关注，没啥愁。叮！进入万灵森林隐秘之境。原本叶青还在开排行榜分析情况，结果一声系统提示音让叶青吓了一跳。隐秘之境，这是什么地方？第一次听说啊。叮！隐秘之境，任何地图都有概率出现隐秘之境，其中有可能是大量宝物的福地，也有可能是大量怪物的危险地区，等级随机，情况随机，任务随机，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进入秘境后，只有达到了一定条件或者完成一定任务才可离开。系统直接给出了叶青答案，也就是只管进不管出。叶青此时放眼望去，已经不再是万灵森林的样子了，眼前是一片小树林，但是里面的怪物密密麻麻，可以说触发一只怪物，所有的怪物仇恨必然全部联动。这片隐秘之境环境倒是格外的优美。叮！自动获取隐秘之境任务。叮！任务要求再不击杀，
损伤任何秘境生物的情况下，进入秘境最深处，得到秘境最终 BOSS 的门牙，并安全返回秘境入口。叶青差点没口吐芬芳，这么多的怪物，密密麻麻，而且还是全覆盖式的，绕都绕不过去，还要求不得击杀，不得损伤。这也就算了，你说好的不能损伤，你还让我去掰 BOSS 的门牙， BOSS 不得直接给我嚼碎了。我靠，你就想让我困死在这个秘境中呗？叮！额外提示：隐秘之境死亡掉落 10% 的经验。我靠！叶青看了眼前面密密麻麻的怪物，冷汗直冒。虽然这些怪物都只有10几级，目测等级最高的也不超过25级，但是这里面的怪物数量多啊，一只怪物造成10点伤害，也足够把叶青秒杀10几回了。纠结了一番，没有出去的地方，看起来真的只能够完成任务才行了。试试看吧。叶青开启隐身，一步步慢慢靠近怪物群，在每个怪物的间隙处慢慢前进。所幸叶青的隐身技能高级，并且还增加了隐身的效果，而且这些怪物等级比叶青低，造成了仇恨范围相对缩小，因此倒是也没发现叶青。不过怪物不是固定的，它们随时随地都会随机移动的。突然，一只原本背对着叶青的怪物猛然一个转身，正好和叶青四目对视。啊！我靠！你大爷的！短短3秒的时间，叶青就直接被一大堆怪物围起来，一顿啃咬乱抓，直接被秒杀回到了出口。叮！你已死亡，经验掉落 10%。叶青口吐芬芳，直到问候了秘境几百次之后，才继续开启隐身，再次前进。幸好秘境死亡不会掉落东西，不然叶青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死亡，叶青都要崩溃了。最长的一次也只不过前进了差不多180多米的距离。叶青再一次复活在了出口，直接盘腿坐了下来。失败了多次，他倒也放宽心了，没有任何办法，骂也骂了，找出口也找了，只能安安稳稳想办法才是真的。环顾四周，附近也就只有那些树木，好像是怪物够不着的。叶青掏出了钩索，既然地面没办法，那就从树上试试。装备钩索对着一棵树，嗖的一下子，叶青就窜上了树。果然，叶青爬到树上，下面的怪物根本就没发现，一棵棵树之间竟然因为树木浓密，枝桠之间都有了一定的连接。看起来这个办法可行啊，没猜错，这个秘境就是通过树木来到达最后的位置的。叶青轻松的接连跳了10几棵树，眼看已经遥遥的看到秘境最深处的位置了，还没等叶青兴奋，突然一只怪物从一棵树上窜了出来，直接一把抱住叶青的脑袋。卧槽！叶青吓了一跳，脚下一滑，直接摔在了怪物堆中。叮！你已死亡，经验掉落 10%。不行，我要冷静。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叶青默念心法口诀，让自己保持冷静。这一次，叶青没有急着再试验，而是开始计算刚才那些怪物的位置和之前总结的经验。前半段路程可以直接通过树木上端来前进，但是到了中间部分，树上会有怪物出现。不过怪物刚才叶青看了，等级很低，伤害很低，可以直接硬抗。不过刚才在树上看到最后的一段距离是山谷内，根本就没有树木，那就只能在地面上隐身计算好怪物的位置来走位了。叶青使用钩索重新爬上树木，依照之前的方式一路前进。到了中段的位置，叶青做好了准备，果然一只怪物从树木叶片中窜了出来，直接就抱着叶青的大腿狠狠地啃了一口。是一只类似于小猴子的怪物，只不过怪物只有连个巴掌大小。叮！受到150伤害，微光治疗。叮！恢复150点血量，只扣了150点，因此直接回满。叶青现在的治疗量已经相当高了，甚至很有可能超过了一些奶妈的治疗量了。当时选择生命真的选对了，关键时候光靠吃药真的不现实，不说价格顶不住，就要的冷却时间就要命了。叶青依照这种方式强撑着被怪物啃咬的疼痛，一路在树木上左右横跳，快速前进。治疗技能非常强悍，让叶青血量一直保持一个接近满值的水准。很快，叶青就通过树木到达了一定的距离。不行了，树上的怪物越来越多了，而且一只只伤害还提升了。刚才同时出现了6只猴怪，最高的还造成了500点的伤害，幸好叶青闪避了3只的攻击，不然估计很有可能直接被秒了。叶青决定放弃树木，跳到地面了。等待一只怪物正好转身的间隙，叶青果断跳到了地面上。这简直就是在怪物堆中玩命啊！叶青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极度冷静专注的状态，精确地计算好前后左右怪物的间距，计算好自己隐身的仇恨范围，计算好不同等级怪物大概的仇恨距离，每一步叶青都在疯狂计算，以至于叶青现在整个人都因为脑部过度使用在发热。第100章偷门牙。突然一只怪物和之前一样，突然转身，叶青急忙后退2步，一个滚翻，躲到了一片小的灌木丛中。幸好叶青隐身技能高明，怪物并没有发现，
叶青静静地等待了一会，等到那只怪物再次转身，才重新起身，慢慢前进。1个小时后，叶青终于走到了隐秘之境最深处。到了这里，怪物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有一片花海。叶青也不认识这些到底是什么花，反正使用采摘技能不能采摘就是了。花海正中央躺着一只长得非常像神奇宝贝里面的拉达一样的巨型怪物。叶青粗略估计，这只怪物至少也有将近8米长。这只应该就是目标的 BOSS 吧。怪物虽然睡着了，但是2颗门牙就这么露在外面。名称：变异啮齿兽，品质：完美，等级45。说明：变异啮齿兽有2颗完美的门牙，攻击力极高，防御力低，移动速度极快，但是由于变异变得异常嗜睡，总是在睡懒觉。这么2颗门牙就这么长在 BOSS 嘴里面，怎么拔呀？想了半天，唯一能用的办法应该就是偷盗了。叶青小心翼翼地贴近变异啮齿兽，幸好变异啮齿兽睡得相当香，愣是没有发现已经有一个人类靠近了。偷盗！叮！偷盗失败！偷盗！连着3声提示传来。每次偷盗冷却一结束，叶青立马就使用，但是被强化过还有幸运值加成的偷盗都接连失败，没有成功。我就不信了！偷盗！叮！偷取变异啮齿兽小块皮毛成功。一声系统提示让叶青一惊，原本以为成功了，结果竟然偷到了别的东西。不过如此证明偷盗的确是可以的。不过还没等叶青高兴，变异啮齿兽庞大的身躯就扭动了一番。叮！变异啮齿兽因疼痛醒来。叮！变异啮齿兽对你发动了攻击。叶青急忙闪躲，但是啮齿兽竟然速度奇快，庞大的身躯狠狠撞在叶青身上，叶青直接就被撞飞，狠狠地摔在了怪物堆中。尼玛！叮！你已死亡，经验掉落10%。叶青竟然发现自己重新复活在了入口处。我靠！掉经验就算了，为什么又让我回到了入口处啊？叶青哀嚎响彻隐秘之境，直接原地盘腿坐了10几分钟。叶青让自己的心彻底静下来。叶青越来越觉得这个隐秘之境任务如此困难，就算是他也困难到如此程度，那奖励必然是好到逆天的。虽然重新复活重新开始，但是叶青一扫之前的阴霾，这一次他要全神贯注，彻底通关这个隐秘之境。不过在此之前，叶青顺便看了眼偷到的皮毛。名称：变异啮齿兽皮毛，成色5级，效果可以通过皮甲师制作高级皮甲，是不可多得的名贵材料，也算是有一点收益了。叶青再次花了1个小时到达了变异啮齿兽身边。变异啮齿兽此时已经重新睡下了，叶青继续不停地使用偷盗。10次偷盗技能使用后，变异啮齿兽复活，叶青再次被秒。叶青再次复活在入口处。既然如此，就算是掉到0级，我也要拿命对，我一定要通关！叶青大吼一声，再次冲了出去。一次次复活，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秒，一次次偷盗。叶青的进入到隐秘之境深处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熟练，他的闪避属性触发的越来越频繁，在叶青不知不觉中，躲避怪物攻击的反应变得异常灵敏，并且原本需要1个小时，慢慢的就40分钟，然后半个小时。虽然等级一直在下降，但是叶青丝毫不急。不过此时外面的玩家可是炸了，我靠，什么情况？叶青的等级在疯狂往下掉，我的大神他怎么了？沈星竹他们和叶青关系不错的人都在给叶青发送私聊，但是收到的都是非正常地区无法沟通的提示。而龙之舞他们则是欣喜不已，都在猜测，难道叶青是之前使用了特殊办法，现在受到了惩罚？偷盗！偷盗！偷盗！叶青此时还在疯狂对变异啮齿兽发动偷盗。此时从叶青进入隐秘之境已经足足8个小时了，叶青已经掉到了35级了，足足掉了10级，已经彻底掉出排行榜了。也就是说，叶青已经足足死了将近100多次了。而叶青背包中此时已经有10几组变异啮齿兽的皮毛，还有爪子什么的东西，不过就是没有变异啮齿兽的门牙。叮！由于玩家坚韧不屈的精神，获得称号坚定意志。名称：称号坚定意志。效果：佩戴后玩家的韧性减少受到的所有暴击伤害，减少受到控制的时间，减少受到绝杀属性的概率增加1倍，所有的控制效果时间减半。系统的提示音让叶青直接无视了。此时的叶青全神贯注地对着变异啮齿兽进行这一次的第9次偷盗。叮！偷盗成功，获得变异啮齿兽门牙。成功了！叶青欣喜若狂。变异啮齿兽最里面的门牙瞬间消失，啮齿兽惨叫一声，直接醒了过来，又是一个个狠狠的冲撞，直接将叶青原地秒杀。叶青现在的等级已经扛不住变异啮齿兽的攻击了。叮！你已死亡，经验掉落10%。叶青复活的瞬间，立马就打开了背包。哈哈，变异啮齿兽的门牙！哈哈哈，
死亡不会掉落。整整8个多小时，就算是叶青都已经有点要精神崩溃了。外界已经众说纷纭，都纷纷觉得叶青要么就是被系统制裁了，要么就是碰到了极为苦难的任务，已经彻底掉落神坛了。为了这个门牙，为了离开这个隐秘之境，我已经丢了10级了。要是奖励，茶真的要疯了。叶青说道。叮，隐秘之境任务完成。一声系统提示出现，叶青直接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了隐秘之境。等到白光散去，叶青已经回到了之前进入隐秘之境的万灵森林内了。叮，恭喜玩家叶青完成隐秘之境任务。由于是第一个发现隐秘之境并且顺利完成隐秘之境任务的玩家，特发布特殊奖励。沉寂了大约半分钟，系统才发来了消息。叮，奖励玩家叶青等级恢复至进入隐秘之境状态。刷刷刷的叶青连升10级，恢复到了之前的45级状态。第101章，叶青的第5个天赋。此时龙之舞那边正在欢声笑语，庆祝叶青调出了等级榜。整个雄霸天下，还有花间煮酒，还有名将都聚在酒吧，觉得叶青这么大的一个麻烦就这么凉了。哈哈，叶青竟然自己就这么凉了。一个名将玩家哈哈大笑，另一个雄霸天下的玩家喝了口酒，太憋屈了。之前咱们3个佣兵团竟然被这么一个玩家虐爆，我好不容易泡到的妹子都因为这个事情嫌丢人跑了，特么的。龙之舞喝了口酒，花哥感觉如何？花花蝴蝶哈哈大笑道，哈哈，爽。等级榜上看不到叶青太他妈爽了。名将峰哥也是陪着笑道，自从他知道龙之舞背后的金主就是花花蝴蝶，这家伙标准纨绔子弟样子，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因此他也想要绑上这么一个大款。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心一会，一曲东风一声怪叫，我操！龙之舞笑着吼了一声，干嘛？激动啥？龙哥，快看等级榜！咋呼呼，我特么见鬼了！龙之舞刚想批评一曲东风太激动，没想到他自己看到等级榜，直接将酒杯都吓掉了。叶青，为什么叶青又回到45级了？什么？一个个玩家全都打开了等级榜，看到叶青45级高高挂在等级榜第一，全体愣在原地。龙之舞是真的忍不住了，直接发了一个世界喊话。龙之舞，叶青，你特么告诉我到底在干嘛？叶青原本刚听到自己等级提升10级的消息，立马就听到了世界喊话。龙之舞发什么神经？这么关心我干啥？不过既然龙之舞这么问了，不回答真的不太好。叶青打开了系统喊话，叶青，我就是觉得在山顶太冷，下去了一下，发现下面人太多，还是山上清静，就回来了呀。噗！龙之舞差点没吐血。此时叶青又收到了系统提示，叮，奖励玩家叶青开启新的天赋，叮，随即开启天赋意志。什么？新的天赋？一个人玩家只能有3个天赋，但是叶青不久前运气爆炸，获得了精灵勋章，可以说开启了第4个天赋。没想到这次隐秘之境竟然又开启了第5个天赋，也就是整个游戏中叶青是唯一一个开启5个天赋的玩家。叮，由于玩家叶青天赋更改，职业名称更改，当前职业生成中。叮，恭喜玩家叶青成为第一个5天赋职业命运追逐者。叮，由于玩家叶青是第一个触发5天赋职业者，特奖励随机技能书1本，名称技能书真空摄取，限定意志，等级45，冷却时间2秒，消耗40点魔法值，效果释放坚强的意志之力，将10码范围内的一个目标摄取到自己身边，如果是敌人，造成额外45%物理伤害。硬控技能，叶青第一个硬控技能出现了，叶青直接学习了技能，足足8个小时，不说第5个天赋，就光这个真空摄取技能都已经值了。叶青瞥了眼等级榜，沈星竹已经冲到了40级，和自己拉近了许多了，自己8个小时都没有升级，已经被拉近了许多了。收拾一番，叶青继续按照青岩将军的路线一路向前，按照路线就在不远处的山谷中就有矮人的踪迹了。那边是一片废弃的矿脉，一直都是寸草不生的，因此很少有人到达，再加上已经到了万灵森林的中部，一般玩家晚上都不敢出安全区，这里也就成了人迹罕至之地了。叶青一路击杀碰到的怪物，一路不停向前，现在的区域已经是50级怪物的区域了，只不过对于现在的叶青来说，普通的50级怪物基本也就是1刀秒的状态，不过精英怪还是需要依靠闪避多进行几次攻击的。到了万灵森林的中部，叶青格外的小心起来，这里的灌木丛已经遮盖到了他的腰部，随时随地就会有怪物从灌木或者树丛间窜出，对叶青发动攻击。中部开始的怪物已经有了一定的智慧，会进行主动攻击了，并不是之前那种老套路的仇恨机制了，变得更像生物。叶青想着万灵森林中部已经是这个程度了，
那么如果是牲畜，将会有多么的危险？也就叶青，如果是别的玩家单独到万灵森林的中部，估计没过多久就要回复火点去报道了。叶青小心地向前探索，突然一把短斧唰的就朝着叶青飞了过来。叶青原本就高度注意，立马反应过来，一个后退，短斧利刃擦着叶青的鼻子就飞过，夺的一声定在了一棵大树树干上。有怪物！叶青向目标看去，竟然是一个原住民。不过此时原住民的名字是红色的。矮人。矮者何人？矮人族底盘，擅入者死。丢出斧子的是一个身高大概只有1米多一点的矮人，虽然看着满脸胡渣，但是叶青感觉这个矮人岁数应该并不大。看到矮人，叶青总算是吁了一口气，能够找到矮人，证明自己遗忘之城拥有一批工匠的机会就有了。然而叶青刚想和这个叫库鲁的矮人说什么，这个矮人竟然就直接对着叶青动手了。去死吧，冒险者！矮人库鲁居然双手突然变出2把单手战斧，直接劈向叶青。有话好说，不要动手。叶青想找将矮人收入麾下，肯定不想和他打，要是把他杀了不久完蛋了。不过这个矮人库鲁完全不想听叶青说话，侵入者死吧！短斧劈砍，叶青接连躲闪，但是矮人库鲁丝毫不留手，玩了命的攻击叶青。叶青一边闪避一边解释自己过来没有恶意，但是这个矮人就仿佛听不见一般，只知道一味的攻击。这什么鬼？好，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了。叶青直接掏出了武器，矮人库鲁大喊一声，竟然跳得超过叶青身高，双斧合并，狠狠向着叶青劈来。叶青直接将匕首架起，招架，叮，招架成功，伤害减少 40%， 受到899点伤害。没想到矮人看着矮小，攻击力竟然如此高，叶青自然也不留手了，真空摄取，一道无形的意志之力直接将毫无招架的矮人吸到了叶青面前，而叶青已经早早的准备好了技能，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产生暴击效果，造成5980点伤害。第102章矮人族。矮人库鲁一声惨叫，连连后退，直接撞击在一棵树上。入侵者怎么会这么强大？库鲁惊讶道，要知道上一次他碰到的一个偶然来到这里的冒险者，他一斧头就给他送走了。叶青无语道，都说了我不是入侵者，我就是来找你们矮人有事情罢了。哼，前段时间来的人类也是这么说的，结果竟然杀了我们许多的族人。什么？有人类来过？冒险者吗？叶青一惊，难道已经有玩家找到矮人了？是黑岩城的原住民。黑岩城？那不是红色地区的另一个主城吗？红色区现在总共有3座主城，一座就是叶青来到的清风城，一座是黑岩城，还有一座叫四兽城。3座城市分别在红色区的南、北还有西3个方向，至于东面则是辽阔的海洋。黑岩城离得这么远，怎么可能会有原住民过来？叶青好奇道。矮人库鲁非常警惕，冷哼一声，哼，人类别想套我话。说完，趁叶青还没反应过来，一个滚翻到了一边，又要准备攻击。叶青立马说道，等等，我是兽人所托找你们的，真的没有恶意，我这里有密信。叶青掏出青岩给他的信说道，这是雷诺的朋友让我来找他的，你带我见了雷诺就知道了。雷诺？哈哈，你编理由也不编一个像的理由，我们族长雷诺岂是你一个冒险者想要见就能见到的？什么？族长？青岩将军没说这个事情啊，连雷诺是我们族长都不知道，你果然有问题。库鲁更加坚信叶青是坏人，如此焦灼，叶青也是无奈，脑子一转，好像以前看的小说里面的矮人族一个个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徒。叶青想了想，从背包里面拿出了一杯叶黄调的酒。哥们，要不这样，我请你喝个酒，先不打架了如何？叶青说道。矮人库鲁看到叶青拿出来的酒，眼睛都直了。果然，矮人嗜酒如命。库鲁咕噜咕噜的连着吞咽口水，强忍着不去看叶青手里的酒，奈何叶黄调制的酒实在是太香了，库鲁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这是什么酒？太香了。库鲁问道。叶青想了下，这叫阿黄酒，怎么样，很香吧？这个我能不能尝尝？库鲁实在忍不住了，问道。叶青一看这个矮人果然上钩了，立马将酒拿了回来。你想喝？你刚才还想砍了我来着。矮人库鲁尴尬的笑了笑，咱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嘛，兄弟，分点酒喝喝呗。一下子叶青竟然都变成了兄弟了，可以说为了喝酒，这个矮人分分钟折腰啊。行了，这杯酒就便宜你了，不过你要带我去见雷诺。叶青说道。你真的不是坏人吗？矮人库鲁竟然直截了当的问道。叶青微笑着问道，你看我像坏人吗？像。我靠，少废话，快带我去，不然我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酒洒了。别，我带你去就是了。矮人库鲁一听要把酒洒了，这个急的呀。叶青跟着矮人库鲁
就钻进了一个矮小的洞穴。叶青也信守承诺，把阿黄酒给了库鲁。库鲁非常小心地拿过酒，先是闻了闻，然后小口地舔了一口，随后直接囫囵吞枣一样的一口就给干了。好酒啊！我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叶青看着这个单纯的矮人，忍不住笑着说道：“好喝吧？跟着哥混，这样的酒喝到饱。”哥，叶青吐槽库鲁也太没有节操了。矮人库鲁带着叶青七歪八拐走了许久，终于是拐进了一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是你们挖的？叶青发现这个地下通道做工虽然粗糙，但是竟然非常的坚固，放在这么一个土质松软的废矿地区，简直就是神乎其技。这是我们祖先挖的，我们也只不过一代代修缮一番罢了。我的个乖乖，这些竟然都是宝石和稀有金属。叶青仔细看才发现，通道墙壁上竟然镶嵌着各种宝石，表面的涂层竟然都是稀有金属。矮人库鲁自豪地说道：“这些宝石只不过是点缀罢了，稀有金属也不过是外部涂层，里面的墙体可是经过了百道工序才一点点完成的，这里可以承受非常大的冲击。”果然矮人都是天生的工匠，连一个普通的地下通道都建造得如此完美。叶青感叹道：“那必须的，我们矮人族天生就是万能工匠，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铁锤、骨刀工艺了。”叶青跟着库鲁七歪八拐走了许久，都要晕了，忍不住问道：“话说还要走多久啊？”“快到了，就在前面。”叶青跟着矮人库鲁走到了一扇大铁门之前。矮人库鲁走上前，对着大门这里敲敲，那边拍拍，足足鼓捣了1分多钟，这一扇大铁门才缓缓打开。这扇门打开这么麻烦？对啊，打开这道门要差不多100多个步骤，错一个就打不开。这个门是超合金制作的，想要暴力破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库鲁说道：“这玩意真不错呀。”“这算啥呀？基本操作罢了。”一进入门内，叶青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小看了矮人了。一个个矮人男男女女在这个地底世界生活，各种大小的玻璃管道穿行其中，有的矮人竟然双脚下喷出火焰在空中飞行，还有的直接躺在一个躺椅中，躺椅竟然长出脚自己会行走。整个地底世界完全不像叶青之前想的那样破烂不堪，完全就是一个未来世界的感觉。这叶青看的是目瞪口呆。库鲁看到叶青的样子，自豪地说道：“嘿嘿，惊奇吧？我们矮人不只是工匠，更是发明家。不过能够发明各种道具的矮人也是少数。那你是不是发明家呢？”叶青问道。“我可没那个能力，我是一个战士。那边就是雷诺族长家了，我带你过去。”叶青的到来让许许多多的矮人都驻足观看，一个个矮人最高的也才1米的样子。库鲁算是长得高的，叶青到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巨人一般。而且叶青作为一个人类到来，让很多矮人有点胆怯，也有点仇视。要知道，不久之前就有人类过来杀过他们的族人。第103章，矮人族委托。叶青跟着库鲁在围观下来到了一处小石屋前。“你们族长就住这么一个小破屋子？哎，我们这里虽然有各种神奇的发明，但是生活条件其实很差，这个小屋其实已经算不错了。你没看到刚才路边躺了很多的族人吗？”“本来我还以为他们是在乘凉呢。”叶青说的的确是实话，他看到那么多的矮人聚在一起聊着天，躺在路边上，还以为他们是真的在聊天休息。地底世界又没有太阳，也没有风，乘什么凉啊？库鲁这么说，眼里透露出一种伤感。叶青忍不住拍了拍库鲁以作安慰。看着附近的一个个矮人的各种表情，叶青竟然忍不住的冒出一个念头：这些难道是玩家？一个个表情动作竟然完全不像是游戏中的原住民。库鲁在石屋门前大声喊道：“族长，有冒险者要见你！”“滚！”“哦。”库鲁转身对叶青说：“族长要我们滚。”库鲁转身就要拉着叶青走。“我靠，你们这是什么神仙对话？族长叫我们滚啊？怎么了？”库鲁好奇地问道。叶青无语了：“大哥，他让你滚你就滚了？我找他有事啊。”“可是族长让我们滚啊！”叶青一拍额头：“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雷诺出来！何人敢打扰我工作？”石屋大门轰的一声直接炸裂，一个年轻的矮人手拿巨大的闪着光芒的战锤走了出来，一脸的怒气。“冒险者！”雷诺一眼就看到叶青，竟敢带外人来我族地盘！库鲁，你是干什么吃的？说完，雷诺就举起战锤想要攻击叶青。有了之前和库鲁的战斗，叶青非常淡定地拿出一杯叶黄调制的酒，轻轻地放在鼻子前，深深一嗅，真香啊！雷诺的攻击刹那间就停止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叶青手上的酒。不只是雷诺，在场的所有矮人全都口水直流。酒对于矮人族的吸引力简直就是致命的。雷诺族长何必那么大脾气呢？喝杯酒如何？叶青问道。好啊。随后叶青就被雷诺族长邀请坐下，平和的开始就这个美酒的问题侃侃而谈，很快也就熟悉起来了。在雷诺喝了叶青2杯酒，称呼叶青为大兄弟的时候，叶青也顺势将青年将军的密信交给了雷诺。
雷诺一听到是青岩的信，立马就接过来查看。看了信，雷诺才彻底放下心。青岩以前年轻时候路过我们这里过，跟我有过一段一起狩猎的日子，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他的字迹我还是认识的，原来你是他的城主，不才刚刚当上城主。青岩信里面说了，希望我能够带着族人跟着你移民到遗忘之城。叶青点了点头，如果遗忘之城能够有你们矮人的帮助，必然在城市建设方面是不用担心了，因此我特意跑一趟，希望能够找到你们，和你们商谈。雷诺说道，跟着你去肯定是可以的，青岩也在，我也很多年没见他了。我们这里除了废弃的矿石以外，基本没有任何的生活资源，每次需要吃食都是让库鲁或者1-2个族人去采购或者打猎才能得以维持生计，能够跟你去遗忘之城，我们必然是非常乐意的。叶青欣喜道，那我们即可出发呀。雷诺苦笑了一下，现在有2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族人现在被黑暗势力镇压在这里，我们根本就出不去。黑暗势力？黑暗制度不是都在另外一片大陆吗？怎么会在这里镇压你们？不是黑暗制度的人，而是被黑暗制度蛊惑然后彻底堕落的傀儡罢了。但是就算如此，我们也无法抗衡。他们在哪？出了地底世界后向东走，那边有一棵巨木，墓中就是黑暗势力隐藏的位置。我们族人只要有一个族人离开太远，就会被他们发现，然后被击杀。雷诺叹气道，这么强，你们的战斗力按理来说应该也不弱呀。可是他们人数众多，并且最主要，他们拥有一种叫嗜血虫的生物，大批量出现，可以瞬间就将一个人啃食到只剩骨骸。这么恐怖，所以想要我们离开，必须先打败曾叫做养虫族的黑暗势力。叶青问道，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问题我现在倒是解决了，族人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总不能一趟趟往回跑的运送吧？你们不是原住民吗？咻的一下飞过去不就行了？雷诺尴尬道，那些是特殊任务原住民才可以有的能力，也就这么使用一次，我们都是普通的原住民，境界不到，飞都飞不起来。好吧，那怎么办？雷诺骄傲地说道，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出去的，所以我一直在打造一个秘密道具，这个道具可以将整个地底世界囊括，然后浓缩到一起，到时候只需要叶城主带我们出去就行了。这东西好啊，不愧是发明家。那就先这样，我先去解决掉这个什么养虫族，然后再来带你们走。叶青说道。雷诺想了想说道，虽然叶城主是冒险者，可以复活，但是也请小心啊。放心。嗨，叶城主你那里还有酒吗？雷诺不好意思地问道。叶青将背包中剩下的1杯酒递给了雷诺，我出来就带了3杯，这是最后1杯了，给你吧，等回到遗忘之城，我让你们都喝个爽。希望您能够带我们逃出这个牢笼。叶青的到来给了矮人族希望。叮，玩家叶青触发唯一任务。叮，自动获取任务，消灭黑暗势力养虫族，将矮人整体迁徙至遗忘之城。叮，任务完成，将获得整个矮人族效忠。任务失败，矮人族灭族，玩家等级归0。这个任务简直就是让叶青毫无退路可言，只能完成，绝对不能失败。不管是为了任务，还是为了遗忘之城的未来，叶青都必须要会一会这个什么养虫族。叶青拿到了雷诺给他的特殊传送装置，直接传送到了地面，按照雷诺给的路线，果然找到了一棵非常巨大的巨木。这棵巨木简直就是高耸入云，由于是在万灵森林中部偏后的位置，在万灵森林外围根本就看不到这里还有这么一棵直通天地的巨木。第104章嗜血虫。叶青直接开启了隐身，小心翼翼地向着巨木靠近。小心为妙，总还是需要的。叮，进入养虫族秘境。所幸进入这个秘境倒是挺简单的，只要通过一个树洞走进去就行了，也没有什么守卫什么的。不过一进入巨木，叶青就傻眼了。整个巨木的空间密密麻麻爬满飞满一种灰白色的小虫子，密密麻麻的看的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一眼，估计就昏过去了。幸好叶青提前隐身，不然一进去必然直接被秒。叶青观察了一番，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里面密密麻麻的嗜血虫，虽然等级都是20到30级的样子，但是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了，就算是强制攻击的一点伤害，也足够将叶青秒杀100回了。而且里面还有几个身形和人类体型很像的怪物，叶青看他们都拿着法杖，很明显是法术型的怪物。法术型的怪物叶青最头疼，如果是战士叶青可以卡 bug 卡位置想办法杀他们，但是法师怪就很头疼了。叶青的攻击距离还没他们远，一个不好就被远程秒杀了都有可能。要不要把冰天雪地他们叫来帮忙呢？叶青突然想到，但是随后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的遗忘之城还有矮人绝对都是需要保密的东西，另外组了对自己属性大打折扣，法师现在也没有什么强力的群攻击技能，还不如叶青自己来的效率。叶青再次隐身进入了秘境之中，先引一些嗜血虫过来试试。叶青抬起魔法弓，对着一只嗜血虫就是一剑，然而这一剑可以说完全是捅了马蜂窝了。
这些嗜血虫的仇恨竟然连锁的非常彻底，只不过攻击了一只嗜血虫，铺天盖地的嗜血虫竟然就冲了过来。既然避无可避，叶青自然迎战。月光斩，叮！触发月光斩，一个技能秒杀了一大片的嗜血虫。说到底，这些嗜血虫等级比叶青低了许多，的确也顶不住叶青的强力攻击。不行，太多了，先撤退出去。叶青且战且退，退出了巨木。没想到离开巨木，那些嗜血虫竟然没有跟出来。叶青思考一番，一拍手掌，原来如此。嗜血虫仇恨的确互相连接，但是刚才那几个养虫人根本就没有动，由此可见嗜血虫的仇恨不共享及养虫人，而养虫人没有仇恨就不会指挥嗜血虫离开巨木，嗜血虫就会乖乖待在巨木之中。如此一想，不就等于说这些嗜血虫简直就是叶青的刷经验神器吗？叶青再次进入巨木，直接使用了巡航剑。巡航剑的攻击原本就高，击杀一只嗜血虫就冷却重置。叶青的攻击速度极快，刚释放巡航剑，立马就可以再次释放。连续放了5支巡航剑，立马后撤离开巨木范围，就看到系统中的提示疯狂出现，巡航剑在巨木中乱杀。不过叶青很快考虑到一个问题，巡航剑如果不小心攻击到了养虫人就尴尬了，由此叶青将魔法弓收了起来，还是得依靠月光斩来攻击。再次进入巨木，攻击了几只嗜血虫，吸引了大量嗜血虫的仇恨。叶青直接释放了一个月光斩，然后立马后退。经验每一只嗜血虫给的都很少，但是奈何嗜血虫数量庞大，一个月光斩直接可以秒杀几十只，如果触发了月光斩，甚至可以直接秒杀上百只。叶青不停地进进出出，刷着大量嗜血虫的经验。到了叶青现在的等级提升已经很慢了，叶青刷了数量这么庞大的嗜血虫，依然没有升级到46级。不过此时叶青经验条也已经接近了46级。最后一次进入巨木，此时嗜血虫基本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围在养虫人身边的一群了。这一群看起来和养虫人仇恨是连接到一起的，只能硬刚了。叶青隐身慢慢贴近养虫人，寻找好一个可以一击秒杀所有嗜血虫的位置。这里有3只养虫人，名称养虫族门卫，品质卓越，等级40，魔法攻击1320，物理攻击0，魔法防御338，物理防御198，技能1，火球术，对目标造成额外 40% 的魔法伤害。技能2，控虫，召唤饲养的嗜血虫攻击敌人，额外增加嗜血虫 10% 的魔法伤害。果然是法师怪，看属性，对于叶青来说要解决完全轻松。他们的主要能力是控虫，但是所有的嗜血虫都被叶青用卡位置的办法给杀光了，自然这3个养虫族门卫就失去了主要的攻击手段，只不过比普通怪物品质高了一点罢了。叶青找准位置，直接使用了月光斩，一个月光斩直接将大片的嗜血虫都秒杀了，同时也激活了2个养虫族门卫的仇恨。叮！受到火球术攻击，受到860点伤害，一个火球术竟然伤害极高。叶青吃痛痛呼一声，立马给自己丢了一个升级技能，然后开始疯狂攻击。闪影、切割、致命打击，对着一只养虫族门卫疯狂攻击，技能连着使用，攻速极快的叶青在技能使用的间隙还使用普通攻击穿插着攻击养虫族门卫。叮！养虫族门卫死亡，迅速击杀了一只养虫族门卫，叶青的血量也没打的只剩下一丝。这些法师怪物的火球术竟然是完全锁定攻击的，叶青根本无法闪避，只能硬生生吃到伤害。不过叶青升级技能微光治疗还有喝药，完全顶得住一只养虫族门卫的攻击。淬毒、切割、叮！触发淬毒效果，养虫族门卫沉默2秒，运气极好，竟然触发了沉默。法师被沉默就完全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叶青一顿技能释放加上匕首连刺，直接将第2只养虫人门卫送走见了上帝。给自己丢了一个微光治疗和升级技能，叶青直接杀向第3只养虫族门卫。几分钟之后，叮！击杀养虫人门卫，养虫族第1层清理完毕，第2层大门开启。叶青这才明白，这个什么养虫族还有这个剧目根本就是一个唯一的剧情任务，这个剧目也就接受了任务的人才能看到。叶青隐身慢慢上了2楼，第2层与第1层一样，大量的嗜血虫以及3个养虫族门卫，只不过相对的嗜血虫以及养虫族门卫等级都略微提升了一点，而且这3个养虫族门卫都是战士，不再是法师了。叶青如法炮制，与之前一样，先来回击杀大量嗜血虫，随后再回来慢慢击杀养虫族门卫。第105章嗜血虫王。之后的6层竟然都是一样的怪物配置，只不过等级都一点点的在提升，嗜血虫的数量也一点点的在减少。叶青一路向上，到1层清理1层，就这么向上杀，足足杀了一整天。等级已经升到了46级，
并且很快就要到达47级了。叶青感觉自己精神力已经不够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并且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饥饿了。于是，在清理完第7层之后，叶青直接拿出了营帐下线了。一下线，叶青就感觉到饥饿感、困倦感接踵而来，强撑着煮了点吃的，囫囵吞枣一般吃完饭，立马倒在了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叶青足足昏睡了7个小时，才缓缓醒过来，晃了晃还有点晕晕的脑袋。叶青起床洗了把脸，然后开始了健身。每一次下线，叶青都会锻炼1个小时。游戏时候一直躺着一动不动，思维虽然在动，但是身体完全是僵硬的，因此需要随时活动来触发身体机能。酒饱饭足，困意全无，叶青再次进入了游戏。不过这一次，叶青更加坚定了要存钱买个游戏仓的想法。如果碰到有什么长时间的任务不方便下线，没有游戏仓，很可能身体会出现问题的。接下来就要闯入第8层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巨墓到底有几层。叶青开启了隐身，小心地摸上8层。叶青极为小心，就算前面几层都是一模一样的，叶青依然会每一次都开启隐身，小心地上楼。果然，刚一进入第8层，一阵飓风出来，叶青急忙后退。第8层没有大量的嗜血虫，取而代之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大型嗜血虫。这只大型嗜血虫就这么在第8层肆意飞舞。名称：嗜血虫王，品质完美，等级50，物理攻击1400，魔法攻击500，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600。技能1：毒牙，嗜血虫用毒牙夹击敌人，造成额外100%物理攻击，同时使敌人中毒，移动速度、攻击速度、物理防御、魔法防御全部降低。技能2：嗜血，被动，攻击敌人，使敌人受到伤害，敌人受到伤害的30%会转换成嗜血虫王的血量。这个 BOSS 的各项属性只能说一般，并不是很强，但是这个 BOSS 的2个技能可以说是非常麻烦。毒牙技能不说本身伤害，单就说减少4项属性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牛了，而且技能并没有说这个技能不能叠加，如果可以叠加，很可能到最后跑也跑不动，防御全无都有可能。然后还有嗜血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可以说相当麻烦，只要被攻击到就是 BOSS 回血，叶青掉血，因此要打这个 BOSS 必须要减少被攻击到的次数。现在也就叶青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办法，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叶青自己的意识和闪避属性了。叶青直接对嗜血虫王发动了攻击。闪影，闪影起手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大量伤害出现，嗜血虫王原本还在悠闲的飞来飞去，突然吃痛，拍打着翅膀杀向了叶青。看到嗜血虫王冲过来，叶青立马换上了魔法弓，开始跑动起来。极快的攻速让叶青的射箭速度极快，一箭接着一箭，中间还穿插了巡航箭，增加伤害。虽然嗜血虫王的移动速度也很快，但是叶青每次都能够在嗜血虫王即将攻击到的瞬间，通过滚翻、掠影等等方式躲避攻击，一时间倒是形成了一个放风筝的打法。不过嗜血虫王可不会就这么让叶青不停消耗到死。50级的 BOSS 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智慧，嗜血虫王竟然开始不按之前的飞行方向飞行，而是上下左右翻飞。叶青还没反应过来，嗜血虫王直接一个猛冲，嘴部的双钳直接夹向叶青。叶青立马收了魔法弓，不退反进，笔直冲向嗜血虫王，在接触的瞬间，一个矮身直接错位到了嗜血虫王背后。淬毒，致命打击，叮！触发淬毒效果，嗜血虫王眩晕2秒，叮！致命打击背后攻击产生暴击，造成13413点伤害。趁着2秒时间，叶青所有技能全都爆出，将嗜血虫王的血量直接削减到了10%。叶青现在的攻击力已经比同等级 BOSS 还要强力了。掏出一个血瓶，直接叼在嘴中。叶青没有马上喝，2秒时间结束。叶青刚要脱离嗜血虫王攻击范围，没想到嗜血虫王眼睛一红，速度飙升，直接一口咬住叶青。嗜血，叮！受到嗜血攻击，损失1038点血量，叮！嗜血虫王回复312点血量。幸好没有秒杀，不然叶青真的要吐了。生机，微光治疗，最里面的血瓶直接喝下。叶青掏出魔法弓，接连射了10几箭，随后开启掠影，直接扑向嗜血虫王。强大的攻击力迅速将嗜血虫王最后的10%血量狂削。最后一击，致命打击，叮！击杀嗜血虫王，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47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46点，叮！开启下一层通道。叶青一屁股坐在地上，这种高强度的战斗，每一场都能让叶青的精神力消耗一空，让他疲惫不堪。人家打一个 BOSS 都是出动一个团，最次也要一个正常的5人团队，也就叶青这个便一太会一个人单挑。将自由属性点按照3力量2敏捷直接点了，
然后将地上的掉落全都捡了起来。叮！获得一把弓箭、一把长枪、一本技能书、10枚金币。名称：毒牙弓。部位：武器，弓箭。品质：完美。等级：50。物理攻击800，敏捷300。技能：1. 精准，被动，远程攻击增加命中率，被闪避概率降低。技能：2. 抛射一击，选定一个目标，随后朝着天空射一出强力一箭，箭支撑抛物线锁定攻击敌人，造成300%物理攻击。特殊效果：毒牙，攻击时有一定概率触发中毒效果，造成麻痹、持续掉血、眩晕、迟钝等等效果，效果不可叠加，持续1秒。这把弓箭简直就是弓箭手强力武器，抛射一击完全就是一个强力攻击技能，并且弓箭手原本攻速就快，毒牙技能能够频繁触发，让被锁定的敌人持续的受到一个中毒效果。叶青实验过，自己的淬毒技能也耐够用弓箭触发，如此就等于说自己的每一箭很可能都能触发特殊效果。第106章嗜血母虫。不过有一点麻烦，魔法弓是不用箭矢的，而这把弓箭和普通的弓箭是一样的，需要购买箭矢带在身上。以前用的无限逆鳞虽然是箭矢，但是只能用在手弩上，无法用到弓箭上。叶青将毒牙弓收了起来，准备之后找找看有没有好的箭矢再做打算。如果需要和弓箭手一样需要背大量箭矢，叶青宁可就拥有魔法弓算了。不过这把弓箭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名称：毒牙枪。部位：武器，双手枪。品质：完美。等级50。物理攻击1200，力量400。技能：1. 急速，被动，每4次攻击增加1%攻击速度，最多叠加10层。技能：2. 急速，释放技能，短时间增加自身100%的攻击速度，持续5秒。特殊效果：毒牙，攻击时有一定概率触发中毒效果，造成麻痹、持续掉血、眩晕、迟钝等等效果，效果不可叠加，持续1秒。没想到竟然是非常少的双手枪，重点是最后的特殊效果竟然和毒牙弓是一样的。这把武器叶青准备放到杂货店高价卖，一定会有许多玩家过来竞拍。名称：技能书背刺。限定：暗杀。限定：匕首。等级40。冷却时间10秒，消耗40点魔法值。效果：在敌人背后用匕首发动重击，造成额外120%的物理伤害，同时眩晕敌人3秒。看到这个技能，叶青立马将技能书一拍学会。刺客的硬控技能简直就是宝贝啊！叶青等这样的技能书已经等得花儿都要谢了。不管这个任务如何，就这本技能书也足够了，值了。东西都看过了，叶青原地盘腿坐下，开始闭目养神。既然第8层是一只 BOSS， 那么第9层90%的概率也会是 BOSS。一般来说，游戏内不可能设置100层这样超级浪费时间的任务，所以叶青猜测估计到10层就差不多了。8层、9层、10层3个 BOSS 打完就任务完成了。叶青休整了一番，正准备要上9层，一条世界喊话就让他停下了脚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曲东风，你这个骗子，说什么有一个破损的城市，还说有很多怪物，还有隐藏任务，这他妈根本就是一个进不去的城市，进都进去不，外面那么多的怪物，还害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坑逼！竟然有人去遗忘之城了。叶青吁了一口气，幸好之前自己提前让青岩将军他们封闭了城市，不过这个样子总归不行，总会有脑残的团队想着要去做这个隐藏任务或者占领这个城池，还是加快速度完成任务，早点带矮人他们回去，把城市建设起来吧。原本叶青还不是特别急，想着玩家没有那么快能够穿过迷雾，现在看来是自己太过理想化了。玩家的冒险精神还有能力是无法估量的，遗忘之城绝对是叶青以后立足这个游戏世界的根本，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叶青想到这里，心中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直接开启了隐身，上到了9层。进入到了9层，这里竟然变成了一片非常广阔的草原，只不过让人害怕的是，草原上密密麻麻的堆满了虫卵，如果没猜错，这些都是嗜血虫卵。而虫卵最中央躺着一只正在酣睡的巨大嗜血虫，名称：嗜血母虫。品质：传说。等级50。物理攻击10，魔法攻击10，物理防御1700，魔法防御2200。技能1，诞生，嗜血母虫会产卵，产出的卵会随机孵化，等级随机，属性随机。技能2，保护我，嗜血母虫不会攻击，但是它会召唤自己的孩子，用生命来保护自己。技能3，反哺，被动，嗜血母虫每次生产都会降低自己血量，但是生产出来的嗜血虫能够献出自己生命来回复嗜血母虫的血量。这是叶青第一次看到传说等级的怪物，不过这只嗜血母虫就是一只血牛，没有攻击力，
本体是好打的，重点是这里面密密麻麻的嗜血虫。它的诞生技能可以说就是一个无限召唤的技能。叶青靠在9层的入口位置，心中默默计算着，诞生技能是产卵，怪物孵化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能够将卵全部打破，或许嗜血虫就不会孵化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攻击了一个卵，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卵的仇恨，造成提前孵化？叶青盘算了一下大概会出现的问题，然后决定先拿最近的2颗卵试试。突击，背刺，致命打击！被攻击的虫卵如同被放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憋了下去。不过这颗卵边上的2颗卵迅速破裂，孵化出2只嗜血虫，一只10级，一只21级。叶青直接2刀即把2只嗜血虫秒杀。如此看来，虫卵之间的确是有仇恨连接的。叶青突然想到，自己的真空摄取不就是可以把单独的一个目标拉过来的吗？真空摄取，一颗虫卵直接被意志之力一把拉到了叶青身边，随后啵的一声瘪了下去，没有触发任何一颗虫卵。叶青计算了一下最快接近嗜血母虫的距离，考虑到嗜血母虫会产卵，如果只是清理出一条路肯定是不行的，叶青必须清理掉嗜血目前前面范围的所有虫卵才可以。叶青直接用月光斩开路，快速清理虫卵，仇恨激活的嗜血虫也被叶青快速击杀。原本以为召唤出来的嗜血虫等级都很低，没想到期间竟然召唤出了几只40级的嗜血虫，幸好叶青反应快，吃药回血，不然就差点翻车了。叶青花了足足1个小时才将嗜血母虫前面的所有虫卵全部清理掉，接下来就是打嗜血母虫了。真空摄取，叶青站在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直接将嗜血母虫一把拉到自己身前。嗜血母虫原本在打盹，猛然醒来，淬毒，切割，攻击打到嗜血母虫的瞬间，嗜血母虫从尾部竟然直接排出了3颗虫卵。然而叶青早有准备，月光斩，刚刚出现的3颗虫卵直接干瘪。果然产卵后，嗜血母虫自己就会掉血，只要控制好节奏，击杀嗜血母虫也就是时间问题。所幸叶青将附近的虫卵都清理掉了，嗜血母虫根本就召唤不了嗜血虫帮忙，而且时不时他还生产几颗虫卵，让自己的血量减少。生产出来的虫卵全都悲催的被叶青直接秒杀。叶青稳扎稳打，不急功近利，就慢慢的磨着嗜血母虫的血量。突然，第107章虫巢令，叮！遗忘之城受到黑暗制度注视，即将进入怪物攻城状态。什么？叮！遗忘之城受到黑暗制度注视，即将进入怪物攻城状态，请城主叶青3日内回城主持大局。叮！自动接收遗忘之城建设任务。叮！遗忘之城守城任务，任务成功奖励3次召唤之门使用次数，赠送3倍遗忘之城建设材料。叮！遗忘之城守城任务，任务失败，抹杀全部遗忘之城居民，同时遗忘之城沦为黑暗制度城池，城主叶青失去所有技能，等级归零。我靠，又是让我玩命的任务，所有技能失去，这惩罚也太狠了吧！叶青将暴躁的情绪直接发泄到眼前的嗜血母虫身上，一个接一个的技能狠狠丢出。嗜血母虫的血量急速下降，很快就只剩 5% 了。嗜血母虫仿佛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最后的时候竟然一次性产出了13颗虫卵。叶青急忙丢出月光斩，但是角度并不好，只秒掉了8颗，还剩5颗虫卵，迅速诞生出了5只嗜血虫。叶青刚看到5只嗜血虫最高也才30级，吁了一口气。不过5只嗜血虫竟然怪叫一声，直接原地爆炸，变成了一团血雾，血雾就这么被嗜血母虫直接吸收了。是反哺技能，叶青来不及阻止，嗜血母虫的血量一下子回到了 20%。 哼，加了血又如何？只不过晚了一点点时间死罢了。叶青冷哼一声，攻击更加狂暴。叮！击杀嗜血母虫。叮！当前场景清理完毕，请进入下一层。叶青发现嗜血母虫作为一个传说级 BOSS， 竟然只爆了3件东西，一个虫卵一样的东西，一件胸甲，还有一个特殊装备，这也太抠了吧！名称：嗜血母虫的召唤，部位：上衣、板甲，品质：完美，等级50，物理防御1800，魔法防御1600，体质300，特殊效果：受到伤害有一定概率随机恢复自身血量。我靠，血牛神器啊！这件装备绝对能够媲美一般的史诗装备了。叶青都忍不住赞叹道。先不说基础属性增加的非常多，就特殊效果就能让这件装备卖出一个高价。随机恢复血量，也就是说可以恢复一点，也可以直接满血。要是皮甲就好了。不过转念一想，叶青现在已经属性这么强悍了，如果还防御力惊人，那别的玩家真的不用玩了。而且叶青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很肉了，阿诺斯送的往生之环实在太过牛逼了，
叶青的体质属性已经和同等级的血牛差不多了，体质能够直接增加血量上限，还有战斗和非战斗状态下血量的恢复，还有物理和魔法防御力都有加成。也不知道阿诺斯这家伙现在在干嘛？叶青想到，甩了甩头，有缘总会再见的，继续查看起装备。名称：嗜血虫卵，等级50，效果：1. 孵化嗜血虫卵，能够诞生1级嗜血母虫，有概率变异，可捕捉。效果：2. 使用嗜血虫卵，能够永久增加韧性、体质，增加量随机。也就是说，这个道具可以孵化出来，捕捉成宠物，也可以直接吃了增加属性，宠物属性什么的全都随机。宠物孵化出来，说不定还不能够收服，不过吃了也很可能就增加了一点体质，那就更惨了。算了，反正等级还不够，放着再说。叶青将虫卵收了起来。名称：特殊装置虫巢令，效果：可放置房屋、城市登有建筑物位置，通过光合作用诞生大量嗜血虫，嗜血虫由装置放置者直接控制。叶青看到这个装备，眼睛都瞪大了。嗜血虫军队，真是瞌睡了就来枕头。遗忘之城现在最缺的就是防守力量，有了这个装置，绝对能够帮助遗忘之城增加大量的防守力量。特殊装置叶青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都是可以自己使用的特殊装备，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物品的使用区别是天差地别。叶青通过背包将3件物品都传送了回去，胸甲直接上架，另外2件则是直接存放到了私人保管箱。叶青击杀了嗜血母虫，已经到了47级，还超过了许多经验，已经接近48级了。嗜血母虫的经验丰厚无比，要是嗜血母虫这样的 BOSS 多来几只就爽了。叶青感觉自己打得非常轻松，但是换做别的玩家根本无法秒杀这些虫卵，最后结果就是触发一个虫卵孵化了边上的几颗，然后不断仇恨连锁，最后全都死在这里面。叶青隐身上到了第10层。第10层竟然是一个房间。叶青发现巨墓的第10层竟然是一个非常装饰豪华的房间。突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冒险者，不用隐藏了，我知道你来了。见鬼！为什么所有的最上层的 BOSS 都能知道隐身的叶青的位置？叶青无语的直接解除了隐身，但是他依然没看到 BOSS 在哪。叶青四处张望，终于在一处工作台边上见到了一个原住民，一个黄色名字的原住民。绿名怪是和平怪，不会主动攻击，同时也不能攻击。平常见到的基本都是红名怪，能够主动攻击，也能够被攻击，只要仇恨触发就会进入战斗状态。而黄名怪就有点不同了，黄名怪是会变的，很可能会变成绿名成为友好目标，也很可能会变成红名直接进入战斗状态，基本如何发展都和玩家的对话还有任务需求有关。你是矮人？叶青惊讶地发现，站在工作台之前的竟然是一个和雷诺长得很像的年轻矮人，难怪刚才看不到 BOSS， 原来因为太矮被遮住了。我是雷诺的哥哥雷利。矮人也是直截了当自报家门。那不就是自己人？不对，你能够在这巨墓的最顶层，并且还有这么一个房间，你才是这些养虫族的真正控制者。冒险者果然聪明。雷利笑着说道：你是矮人，为什么要禁锢自己族人？何况矮人族长还是你的弟弟，难道是因为雷诺抢了你的族长位置，所以你要报复？叶青想到很多兄弟争夺权力的大戏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没想到雷利一声冷笑：哼，矮人族长算个屁！我矮人族世代都是光明制度的居民，为了光明而战，可是光明制度给我们什么回报？我们连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都没有。人族占领了 90% 的地域，而矮人族、精灵族、龙族、兽族、妖族都被赶到了各种边缘地带，这就是我们守护世代的光明制度。第108章激战雷利。雷利仿佛压抑了许久一般，怒吼着说道：凭什么人族那些贪婪的生物可以统治那么多的资源？凭什么我们只能给他们卖命，还要被他们压榨，甚至被他们当作玩具随意玩弄杀戮？每次大战都是我们这些被压榨的人冲在最前面。所以你加入了黑暗制度？叶青问道。没错，只有黑暗制度才能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可惜我那个傻弟弟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一心只守着已经迂腐不堪的矮人族。嘿嘿，光明制度早晚会对所有的人族以外的生物干尽杀绝的。叶青看着眼前近乎疯狂的雷利说道：所以你监禁矮人族替你工作，就是逼迫他们加入黑暗制度？那你和人族那些恶人有何区别？哦，你更可恶，你害的还是你的族人。哼，冒险者。谈话结束，你也是光明制度的人，那你就去死吧。雷利突然就要动手。等等，我请你喝酒啊。我靠，就带了3杯酒用完了。叶青想着能不能和雷诺他们一样用酒诱疑惑，没想到雷利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会和雷诺他们一样嗜酒？当我堕入黑暗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雷厉的名字一下子就变成了红名。叶青立马后退隐身。刚才谈话间，叶青就在四处观察有没有可以卡位的地方，但是这个房间就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卡的位置。名称：矮人雷厉，品质：史诗，等级50，物理攻击2000，魔法攻击1000，物理防御1100，魔法防御798。技能1：雷锤打击，被动，雷厉的武器是双手锤，攻击力极高，每次攻击都带有雷电效果，受到伤害有一定概率麻痹。技能2：黑暗侵蚀，雷厉堕入黑暗之都，得到黑暗制度的强化力量，释放技能后整体实力提升 30%， 但是效果结束后有一定的副作用。技能3：裂地锤，雷厉用力挥舞巨锤敲击眼前的敌人，造成额外 100% 的物理伤害，同时附带3码的建设效果。雷厉明显和雷诺不同，雷厉是战斗矮人，高强的属性。叶青忍不住感叹道：“这个 BOSS 不好打呀。”雷厉冷笑一声：“哼，冒险者，你以为毁了我养虫族，你还能安然离开？好好的机械师，发明家不当，去养什么虫子？真的无语。”叶青吐槽了一句。雷厉一锤直接砸来，叶青来不及躲闪，直接用双匕首招架。叮！招架成功，伤害减少 40%， 受到1124点伤害。生机，微光治疗。叶青立马后退，给自己丢了恢复技能。这伤害太高了。淬毒，切割。叶青直接反击。叮！切割造成2300点伤害，每秒掉落460点血量，持续10秒。卑微的冒险者，接受我的审判吧。雷厉舞动巨锤，狠狠地由上往下砸向叶青。裂地锤，叶青立马躲闪。叮！闪避失败，受到2341点伤害。剧烈的疼痛让叶青龇牙咧嘴，急忙一个滚翻，躲到一边灌下一瓶血药，给自己连续丢了2个治疗技能。果然一个人单挑一个史诗级的 BOSS 太困难了。蓝海的咒怨，一道灵体直接从叶青蓝海匕首冲出，挥舞着如同尖刀一样的双手，对着雷厉疯狂攻击。叶青趁机一个隐身，隐去身形，躲到了角落，开始等待时间。冒险者，你以为盗贼的那一套方式对我有用？雷厉想要击杀蓝海的咒怨，但是发现这个蓝海的咒怨竟然是免疫攻击的，只能被拖着被动防御。替换逃出升天称号。叶青的隐身效果加强，加上和雷厉距离远，就算是雷厉也真的失去了叶青的视野。叶青慢慢绕后靠近。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产生暴击，叮！力王护手触发3倍爆发，叮！雷厉受到7983点伤害，叮！触发极血护腕效果，恢复479点血量。啊！雷厉一声惨叫，明显受到了重创，一个转身就要反击。叶青早就准备，掠影发动，留下一串残影，直接逃到远处。闪影，丢出一个技能，叶青再次跑动起来。雷厉攻击强横，但是很可惜用的是双手锤，就算攻击速度挺快，但是转身的时候依然会被限制。叶青经过刚才的战斗，已经发现了雷厉的这一个弱点，所以他要运用自身灵活的身体优势，通过卡身位的方式来和雷厉对战。如此，叶青越战越强，不停地消耗着雷厉的血量。冒险者，不得不承认，你的确很强。不过堕入黑暗的我，岂是你可以理解的强大？叶青和雷厉你来我往，花了许久，终于是把他的血量削减到了 20%， 但是雷厉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黑暗侵蚀，打不过就开挂。一团黑气凭空出现，直接将雷厉笼罩其中。雷厉痛苦的在黑气中哀嚎，黑气就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要吞噬掉雷厉。这个场景怎么看都不像是释放技能强化自身的样子，更像是和恶魔签订契约，然后被恶魔吞噬血肉成为祭品的感觉。说实话，就算是叶青，此时也有点发怵了。一个活人被生生撕开血肉，被黑气笼罩的样子，属实恐怖。万恶的光明制度，我放弃自己又如何？黑暗万岁！雷厉龇牙咧嘴，暴喝一声，黑色气体瞬间进入他的体内，雷厉整个人都拔高，变成了和叶青差不多高度的男子。叮！矮人雷厉发动黑暗侵蚀，产生变异，危险度提升。请玩家注意，连续3声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竟然变成了警告的红色。我靠，竟然触发了变异。名称：变异的矮人雷厉，品质：传说，等级50，物理攻击4000，魔法攻击2000，物理防御2000，魔法防御1000。技能1：挥舞打击，雷厉挥舞手中的战锤，对四面八方进行全方位打击，每一击造成额外 70% 的伤害。技能2：血幕注视，雷厉得到黑暗力量加持，获得血幕之力，被凝视的目标整体属性下降 50%。
技能3开天裂地。雷利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他肉一体的巅峰，通过战锤发出最强的力量，能够将对方方圆20码范围内所有单位全部破坏，造成额外300%物理伤害。说明雷利已经彻底入魔，黑暗侵蚀的副作用让他彻底失去自我，变成杀戮狂魔。第109章紧急维护。这尼玛怎么打呀？叶青都懵了，变异之后属性翻倍的太强了，干脆技能都变了，还都是群攻，躲都没办法躲。啊！雷利惨叫一声，整个巨幕竟然都在颤动。不行，打不过，跑！叶青当机立断，直接转身就跑。杀杀杀！雷利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杀死眼前的敌人，也就是叶青。速度好快，跑不过呀！叶青还没跑几步，没想到雷利竟然嗖的一下就追上了自己，战锤高举，一击重锤就狠狠砸下来。叮！招架成功，伤害减少40%，受到3425点伤害。一锤子叶青直接只剩下几十点血量了，这还是招架成功的情况下。生机，微光治疗，血药灌下。叶青勉强拉回了自己的血量，转身就跑。现在的雷利可不是他可以抵挡的。杀杀杀杀！雷利现在只有这一个念头。叶青发动了掠影，一路狂奔，向着第8层逃跑。雷利则是干脆明了，用战锤将眼前一切挡路的东西全部砸碎，横冲直撞。卷轴卷轴，有什么能用的？叶青终于准备动用卷轴了，一边跑一边快速的翻找能够使用的卷轴。名称：卷轴束缚术。效果：使用后丢向敌人，将敌人围困在原地10秒。叶青直接将卷轴丢向雷利。叮！束缚术生效，变异矮人雷利束缚时间减少，束缚1秒。我靠，不是说好的10秒吗？叶青惊道。叮！雷利变异，拥有各项属性加强，包括韧性。系统还非常贴心的给出了解释。就这样，叶青一路狂奔，各种加速的卷轴都用了，一路逃到了第3层。巨幕已经被雷利破坏的千疮百孔，跑了这么远，雷利依然紧追不舍，欺人太甚啊！叶青也怒了，自己竟然被赶小鸡一样从楼上被赶到了楼下。叶青直接掏出了战争狂化卷轴，直接使用，随后将各种各样的卷轴都拿了出来，只要能够加持自身的卷轴全都使用了。既然跑不过，我和你拼了！大量珍贵的卷轴都被叶青直接使用，各种状态疯狂低价，物理攻击、力量、攻击速度、移动速度、敏捷，所有能够爆发的属性全都加持到了身上，但不是防御能力已经直接归零了。叶青不想跑了，他要玩命！淬毒、切割、掠影，雷利还剩下20%的血量，叶青要用自己纯粹的技术杀死这个变异 BOSS。滴滴滴，叶青再不，有只猫突然发来了系统语音：滚！叶青怒吼一声，吓得有只猫直接挂断了语音。我靠，吓死我了！有只猫心有余悸道。小狐狸喵喵好奇地问道：你不是去雇佣叶青吗？咋了？他吼我，吓死我了！哦，该叶青这样的高手做任务和刷怪肯定是很极端的，除了老大能联系联系，你竟然还敢联系他？唯爱大山峰哈哈大笑道：我靠，不是你们让我去找高手的吗？小狐狸喵喵翻了个白眼，也没让你去找叶青啊。叶青这边已经关闭了一切通信，凭借自己的极快的速度加上背刺等等控制技能，叶青围着雷利不停地转圈输出，挥舞打击、掠影、隐身。雷利发动范围技能，叶青提前发动掠影，狂奔到远处，擦着战锤跳到右边，直接隐身向后撤退，只剩下最后5%的血量了。叶青感觉自己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了，一点差池都不能有，只要擦到一下，叶青必死。叶青等待了几秒，冲了上去，致命打击。没想到雷利战锤来不及攻击，竟然转身一拳轰了过来。叶青结结实实吃到一拳，直接被打飞。叮！受到3218点伤害。我靠！不用武器，就拳头都差点把我秒了。一个一个滚翻里面给自己回血，所有能够发动的技能接连丢出，魔法攻击出，远程不停的射箭消耗。终于血量被压到1%了。黑暗是无敌的！雷利大吼一声，双目直接盯着叶青。血幕注视！叮！受到血幕注视，全身属性下降50%。叶青还没来得及开骂，雷利战锤高举，开天裂地，轰！叶青眼前一黑，整个人天旋地转，巨幕整个全部轰然倒塌。万灵森林中卷起了一大片的烟尘，附近的怪物都被席卷其中，吹散各处。叮！完结叶青开启世界主线任务，黑暗与光明之战，服务器进入紧急更新状态，
更新时间5个小时，请所有玩家即刻下线。接连3声提示音响起，整个游戏所有的玩家都收到了赤红色的系统提示。我擦！世界主线任务，开服这么久，第一次出现主线任务啊！我的偶像，偶像个屁！我的任务特么就最后一点时间了，等维护上来，我的任务就失败了。坑爹啊！我的 boss 啊，就差最后几下了。我的天，叶青大神到底是干了什么？世界上一个个玩家都沸腾了。沈星竹好奇道：“叶青这家伙总是这么一鸣惊人。”有只猫问道：“老大，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任务吗？”他做什么任务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有剧情吗？你说什么？沈星竹转头冷冷地盯着有只猫。我错了，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猫喵，他的钱你们分了。沈星竹恶狠狠道。有只猫立马跪下：“老大，爸爸，我错了。”哼！世界喊话的时候，叶青已经在一片黑暗中将翻着微光的 BOSS 掉落全都收进了背包。我怎么没死？随着一道炫目的光芒，叶青被踢下了线。脱下游戏头盔，叶青从床上坐了起来，甩了甩头。一直的高强度战斗让他有点头晕目眩。刚才到底怎么了？我应该是死了呀！捞装备完全是出于本能，叶青连爆了多少东西都不知道，纯粹就是凭借着本能捡的东西。第110章偶遇。能够出装备证明雷利在最后是死了，但是叶青清楚记得自己是被攻击的人，死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雷利啊！别看雷利还剩下1%的血量，那也是比玩家高出了几倍的血量啊！叶青越想越想不通，一直全身心的战斗，叶青就感觉好像熬了很久的夜一般，难受不已。但是真的睡眠其实是够了的，无奈只能起床，洗了一把冷水脸，打开窗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过了一会，舒服一点了，才抱起笔记本准备出门了。游戏维护还要等5个小时，也不急。好久没有休息了，自从游戏开服，每天都在游戏中征战，既然能够休息了，出去吃点好吃的，等会看看论坛，休息休息。正好运气不错，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江浙地区的天气就是舒服啊。叶青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哟，逼的游戏都要维护的叶青大神，这是要出门了。叶青刚开门就看到柳如霜一脸笑意的站在门口看着他。刘姐姐，你咋来了？叶青惊讶道：“这是我的房子啊。”叶青挠了挠头：“我知道啊，但是你现在不是都住在 XXX 别墅小区吗？那个是我爸的房子，我卖掉了，现在住这里了。”卖掉了？姓刘的不知道这里？那蜘蛛还在缠着你啊？没事，习惯了，反正现在不欠他们家的了，我已经解散了我们家族产业了，该卖的卖，该赚的赚，给我弟弟留了一点钱，也算给我爸最后一点安慰，剩下的我准备进入神域了。叶青没想到柳如霜竟然这么狠，直接抛弃现实产业，彻底入驻游戏产业。你这么看好神域？神域？难道你不看好？叶青笑了笑，不言而喻。刘姐姐，我饿了，准备去吃点东西。叶青说道。正好，我就是来请你吃饭的，走吧。哦吼，能蹭饭？那不错呀，走走走。柳如霜笑着摇了摇头，要是让你游戏里面的粉丝知道你这家伙这样子，估计下巴都要惊掉了。哈哈，吃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聊着，两个人就出了公寓。公寓门口，柳如霜的轿车已经在门口停着了。好车呀，走上车，让你感受一下女司机的狂野。嗨嗨，安全第一。柳如霜车技相当不错，虽然速度快，但是非常稳。叶青不由得感叹，原来柳如霜也是一个资深的老司机啊。车辆停在了一家知名的茶餐厅前，柳如霜将钥匙拿出，手机点了下位置，车辆自动去寻找车位了。现在的车辆已经实现了许多曾经没有的功能。红玫瑰情侣茶餐厅，这里有点贵啊。不贵怎么表达我的诚意？可是这里不是情侣来的地方吗？叶青尴尬道。这样不就好了？说完，柳如霜非常自然地挽住了叶青的手臂，拉着叶青就直接走进了餐厅。现在的美女都这么主动吗？叶青笑着说道。柳如霜红着脸说，只有你有这样的待遇。红玫瑰情侣餐厅是这里出了名的情侣餐厅，环境优雅又有品味，价格虽然很高，但是情调非常好，位置又不多，还安静，所以基本天天都是预订满额，没有预订根本就来不了。叶青和柳如霜一进茶餐厅，就有服务员带着两人到了预定的位置上。刚一入座，就听到边上一个熟悉的声音，也不知道叶青这家伙这次触发了什么任务，竟然整个游戏包括国外的服务器的人都被踢下游戏了。叶青一激灵，这声音，我靠，沈星竹！两个人在游戏中基本都是用自己原本面貌的，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游戏和现实样子差不多。叶青一眼就认出了沈星竹。叶青，沈星竹刚要开心的和叶青说什么，
一眼就看到刚刚松开叶青手坐在多面的柳如霜，脸色就变了变，没有多说什么。喵喵，你们不是饿了吗？去点菜吧。说完，沈星竹直接冷着脸拉着另外2个同伴去点菜了，明显他们也刚过来。咋说变脸就变脸？什么鬼？叶青摸不着头脑。祖鬼！柳如霜悠悠地说了一句。随后更加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餐厅里面的位置原本就为了交流，有些座位是拼桌的，柳如霜订的晚，没有位置了，所以就是拼桌的位置。结果沈星竹他们的桌子就是和他们拼一起的。好家伙，这要巧的吗？叶青尴尬地想到。看到沈星竹一脸冷意，嗨，好巧啊。是啊。哼。沈星竹冷哼了一声，自顾自喝着手里的果茶。叶青一脸尴尬，倒是边上的女孩子好奇地大量着叶青，你真的是叶青大哥？老大竟然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们倒还没反应过来。你是小狐狸喵喵？叶青仔细大量了一下这个女孩子，感觉和小狐狸喵喵很像。嘿嘿，还好认出来了，游戏里面基本上大部分玩家都会微调的，也就你和老大也不知道想什么，竟然不调整。喵喵边上坐的帅哥哈哈大笑着拉着叶青道，没想到看到活的叶青了，咱们竟然是同一个地方的，这缘分真的是难得啊。不过说起来，老大竟然和叶青互相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不是就是传说的默契？猫猫，你要是再废话，扣你半年的工资。沈星竹脸一红，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有只猫。叶青也不是傻子，自然猜到了沈星竹的态度原因。难道沈星竹喜欢我？叶青摸了摸自己下巴，不由得想到。嘿嘿，那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房东柳如霜，也是霜冻佣兵团的团长。叶青的话让原本在喝饮料的沈星竹猛地抬起了头。你加入霜冻了？叶青摆了摆手，没有，我是独行侠，我不加入任何组织的，当然如果哪天我无聊创一个玩倒有可能。柳如霜说道。你要是创了，那我们也没啥事了。话题被岔开了，气氛倒是也缓和了不少。有只猫立马打开了话匣子，叶青大神，咱们这么有缘，以后常走动啊。别大神大神的，话说和你们在一个城市，我也没想到。第111章冒冷汗。维爱大山峰他们呢？叶青问道。哦，他们啊，大山峰这段时间天天熬夜，昨天感冒了，再打点滴，打手出去练拳击了，所以工作室今天就我们3个人出来吃饭。有只猫解释道。有钱啊，工作室吃个工作餐，竟然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你不是也来了吗？沈星竹道。叶青耸了耸肩，示意边上的才是大款，我就是来蹭饭的。没想到墨竹佣兵的团长竟然如此美貌，你应该才20出头吧？霜冻佣兵团的团长也是美貌无比，但是应该比我大了许多吧？嘿嘿，按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姐姐吧？看你如此美貌，姐姐的确也叫不出口啊。2个佣兵团的团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悲催的叶青正好坐在他们中间。叶青感觉冷汗直冒。那啥，菜来了，先吃菜吧。正好几盘菜来了，叶青立马打岔道，想要换个一下气氛。闭嘴，闭嘴！叶青被吓了一跳，乖乖缩回了筷子。有只猫和小狐狸喵喵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喝着饮料，看着2个团长。叶青此时感觉家里的泡面其实挺香的。幸好这样的对话持续只有1会，很快2个女团长互相看了一眼，联合可以。然后2个人在叶青一脸懵逼的情况下握手达成了合作。那个，要不我还是回家吃泡面吧？叶青可怜兮兮地说道。怎么？怕我们2个佣兵团的团长请不起你一个人的饭？柳如霜笑着说道。所以我能吃饭了吗？我真的快饿死了。沈星竹也柳如霜相视一笑，都开始动起了筷子。柳如霜先给叶青夹了1筷子菜，来，叶青这个好吃多吃点。哦，谢谢。叶青说了一声，就自顾自扒饭。他是真的太饿了，长时间在游戏中都不进食，完了还高强度战斗。沈星竹也夹了1块肉放到叶青碗里，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我们第一次现实见吧？叶青忍不住说了一句。那就多吃点，别下次见到让我看到你瘦了。沈星竹恶狠狠地瞪了叶青一眼，叶青立马说道：好好好，我吃我吃。迅速扒饭，叶青恨不得整张脸都埋到饭里面。幸好在美食面前，一切不和谐都很快就消散了。有只猫和小狐狸喵喵原本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看到沈星竹和柳如霜2个团长的样子，也不好多说啥了。结束聚餐后，互相留了联系方式，都离开了茶餐厅。原本沈星竹看到柳如霜带叶青来的，想着要自己送叶青，但是突然想到自己和小狐狸喵喵他们因为离这里很近是走过来的，只能无奈的和叶青2人告别，气鼓鼓的走了。叶青抱着笔记本，一脸苦笑，这都什么情况？我原本不是应该小子一点点个咖啡，喝喝咖啡，吃点小吃，看看论坛的吗？不过叶青转头看到柳如霜，还是决定闭嘴别说话了。
叶青。啊！柳如霜突然喊了一声叶青，你喜欢那个沈星竹吗？柳如霜直接问道。叶青停下了脚步，愣了愣。啥？你喜欢那个沈星竹吗？柳如霜看着叶青又问了一遍。叶青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个应该是喜欢吧。柳如霜脸色微变，接着问道，那我呢？也喜欢啊，你们都是美女，我作为正常的男生怎么可能不喜欢？叶青一本正经道。叶青的直白让柳如霜不知道如何接茬，只能在心中想到，这家伙是故意装傻还是真傻？难道他不懂我问的喜欢是哪种喜欢？叶青坐上车对柳如霜说道，刘姐姐，我觉得你和墨竹佣兵联合是对的，在没有工会之前，一个佣兵团的人数还是太少了，如果能够有不错的盟友，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说说你的看法。目前明朗的佣兵团有龙之舞的雄霸天下，一曲东风的花间煮酒，这两个佣兵团是我的敌人，我最熟悉。还有一个名将，就是疯狗，属于中立佣兵团，谁给钱给谁办事，可以说雄霸天下会常常利用他们，所以肯定也算是龙之舞一边的。龙华他们现在创建那么多的佣兵团，肯定是要做大的，但是目前还都沉寂没有多的动作，算是中立吧。闲鱼佣兵团主要都是生活玩家，也不考虑，剩下的黑暗纪元也算是老牌工会，另外大大小小的佣兵团就不说了，未来必然是各大工会之间的互相蚕食，所以你需要提前找好盟友。沈星竹这人至少还算可以相信的，而且是女性，和你应该能够在某些想法上有差不多的想法，目前不明朗之前和他们联合是最好的。柳如霜点了点头，按照以前的老牌工会来说，还有一个毁天灭地和法师工会还没出现，但是据消息他们都已经聚集起来了，招兵买马也就这几天的事情了。叶青说道，所以光靠一个佣兵团甚至一个工会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必须要盟友。我接触过墨竹的人和沈星竹，他们管理的非常专业，性格处事方面也是可以依靠的。至于龙华他们，可以派人接触接触，我感觉龙华的野心应该不小，属于枭雄，随时会反扑，所以相处要小心。叶青，你真的打算一个人独行，不加入任何团队？柳如霜问道。历来所有的游戏，独行的玩家基本都不会有任何建树的，大部分的高手玩家多少都有一个工会，甚至一个财团来支撑背后支持的。叶青点了点头，柳如霜早就知道叶青的性子坚定，说道，那行吧，如果你想来双洞，你就直接世界喊一声，我立马就把工会会长位置给你。叶青一愣，刘姐姐，你这是干嘛？因为我相信你，工会交给你，你也肯定会把工会带领壮大到人家无法企及的地步，我可以当个副会长，当你背后的女人。叶青看着柳如霜，吞咽了一下口水，就算再傻，叶青都能知道柳如霜的暗示了。叶青虽然恋爱谈的不多，但是也不是一个啥都不懂的人，沈星竹的话叶青还有点不确定，但是柳如霜叶青真的能够感觉到那种火热的感觉。第112章中立势力。不过叶青担心柳如霜根本就是因为叶青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了他救了，所以感恩，结果把感恩的感觉理解错了，以为是对叶青动情了。算了，让柳如霜想想清楚再说吧。嘿嘿，没这个机会的，我还是做散人玩家比较好。叶青笑着说道。柳如霜原本炽热的眼神出现了一丝暗淡，但是很快就消散了。聊了一会，回到了公寓，各自回了房间。叶青一关上门，长吁一口气，灌了一大口凉水。吃个饭真可怕呀，以后还是少出门吧。不过说真的没想到和沈星竹他们这么近，就在一个城市，还碰到了，缘分这东西真的是神奇啊。叶青想到沈星竹的样子，心中竟然忍不住砰砰直跳，甩了甩头，都是有钱人家，你一个普通的人还是努力创造财富，等有钱了再考虑这个事情吧。叶青给自己了一个理由，虽然他也知道这只不过是自己想多了罢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正视自己的感情，他怕伤害也怕受到伤害。看了眼时间，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才能上游戏，睡一下吧，也该放松了，总是神经紧绷也不好。叶青想着就躺到了床上，但是翻来翻去，翻了10几分钟，叶青依然没有一点困意。尼玛，平时这个点打游戏打习惯了，精神抖擞睡不着啊，坑爹啊！叶青还是爬起来打开了笔记本，开始查看神域的论坛，习惯性的开了神域的官网，没想到一个巨大的标题就吸引了叶青。第2章开启，光与暗之战，战火重燃。没想到叶青清理掉了巨幕，解救了矮人族，竟然直接开启了第2章的内容。官网的介绍内容也更新了一大堆。曾经黑暗统治整个寂灭大陆，然而人类中觉醒了光明的女神，她是放了自己毕生的修为，创造了一扇开启生物进化的大门，让当时的人类学会了魔法，学会了战斗，学会了和自然生物契约共生。同时也有许多其他光明制度的生物获得了进化，开始衍生出大量的光明种族。大量的光明制度种族开始联合起来，一起进攻黑暗制度。有了女神的加持，黑暗制度节节败退，
最终溃散。但是黑暗制度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隐藏在光明制度的各个角落，积蓄力量，暗中积蓄近100万年。现在黑暗制度将卷土重来，重新觉醒，寂灭大陆即将重新进入战火之中。冒险者们，你们的选择将决定寂灭大陆的未来。看了介绍，叶青才恍然大悟，原来黑暗制度根本就不是在海洋之外的另一个大陆，而是隐藏在光明制度之中。难怪之前的黑暗精灵卡纳能够这么快来到遗忘之城出使，搞了半天原来根本就在这一片大陆上。叶青继续点击官网查看接下来更新的内容。神域官网中还有一节内容是更新之后会出现的新的玩法介绍。第一，更新完毕后，所有的冒险者进入游戏都将选择阵营，黑暗制度或者光明制度以及中立势力3个阵营。选择的阵营决定冒险者的前途，黑暗制度玩家将直接自动传送至黑暗制度主城，所有资源自动转移。中立势力将失去主城庇护，与双方势力原住民友好度决定原住民是否对其进行服务。对双方势力来说，中立势力是皇民。叶青想了想，中立势力可以说就是纯粹夹在黑暗制度和光明制度中间的人，可以被两边制度的人攻击，而且和原住民交流成了麻烦事情，需要刷一定的好感度。不过光明制度看到黑暗制度的原住民是直接红名的，反之也是一样。而中立看两边都是黄名，完全看自己的发展方式，攻击了就变成了红名，友好就变成了绿名，完全不定。不过就目前来看，选中立的玩家肯定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谁会愿意自己没有主城保护，完了买点东西还得去刷大半天好感度？何况随时随地会被两边制度的人突然攻击。继续往下看。第二，宠物系统更改为40级开启，任何玩家到了40级可以收服宠物协助战斗。第三，50级开放坐骑系统，任何玩家到了50级可收服坐骑，坐骑部分有战斗功能，大部分都只有赶路功能。第四，增加纯生活职业保命技能透明化，透明化半小时可使用一次，一次持续10秒，可无视所有攻击进入透明状态。同时纯生活职业一经选定，不可再转化成战斗职业，生活职业不会主动接收到怪物的仇恨。如此变更，算是生活职业迎来了春天。原本半战斗半生活的玩家一个个都哀嚎不已，不是出去采集被怪秒了，就是刚采集完回来就被玩家杀了抢了。现在生活职业可以直接变成纯粹的职业，生活职业外出完全不怕怪物攻击了，至少怪物不会主动攻击。说到这里，叶青想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炼药了，自己的库存都快不够了。翻阅了一下网站，然后在论坛再逛了一会，看了看，基本都是一些毫无营养的东西，叶青也就失去了兴趣，合上了电脑。论坛中有帖子说已经发现了第2个副本幽灵牧场，许多的团队玩家都已经蜂拥而至，想要通关这个副本，特别是那些需要名气的佣兵团，全都在想办法攻略副本，获得副本首通的系统全服公告，以此来彰显自己佣兵团的实力，获得更多高手玩家的选择。叶青想了想，自己一个人去打副本已经没多大意义了，自己也不需要什么名气，副本装备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是一个特大福音，但是对于叶青来说太弱了。叶青想着想着，竟然靠在椅子上睡着了。4个小时后，叶青猛地惊醒，一看时间，游戏已经开服了，立马起来，揉了揉脖子，洗了一把冷水脸，清醒了一番后，直接进入了游戏。一进入游戏，系统直接发来了系统提示：叮，请选择您的势力。叶青毫不犹豫道：中立势力。叮，中立势力将失去双向势力原住民的部分服务，将会变成双向势力的可攻击目标，是否选择？是。叮，势力选择完成，您已进入中立势力。叶青看到自己的个人面板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土黄色的龙形标记，这是中立势力的标记。叮，成功触发不死不休效果，原地复活，当前血量剩余 1%。第113章万物包容。叶青一惊，才发现自己的血量只有可怜的一点点。此时如果掉下一块石头，很可能将就会把叶青给砸死。生机，叶青急忙给自己释放技能。叮，魔法值不足，算了，喝药吧。叶青拿出血药给自己灌下，同时再喝了2瓶终极瞬间魔法药剂，然后给自己丢了2个治疗技能。没想到最后的瞬间是之前估计可能永远都不会触发的不死不休技能，救了自己一命。叶青不由得感叹自己的运气真的太好了。叮，击杀变异矮人雷利。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48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47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4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48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
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49点，连升3级。叶青自言自语道：“我靠，升级满血满蓝，浪费了药了。不过说真的，这么一个强的 BOSS 才让我升了3级，其中一点还是之前已经快要升级了。果然越是等级高越是升级满，估计如果是自己刷怪，1个礼拜都可能升不了1级。BOSS 的掉落都已经在叶青的背包中了，反正地面上的 BOSS 尸体已经彻底被刷新掉了，就算有没捡的东西也捡不到了。至此，这个探查巨墓、解决掉控制矮人族的黑暗制度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叶青直接往回跑。叶青可还记得怪物攻城的任务，所以时间紧迫呀，一路狂奔，很快就回到了矮人族的废矿之上。回到废矿上，叶青傻眼了，我特么，雷诺就给了我出来的传送装置，没给我回去的传送装置啊！废矿入口叶青倒是还记得，但是里面七歪八拐的，怎么可能还记得？搞得不好进去了就要深埋地底了。出来的时候着急了，忘了这一茬了。咦，叶青！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叶青抬起头，远处竟然是库鲁。库鲁，正好，快带我去地底。叶青抓到了救命稻草。嘿嘿，那啥，你那还有酒吗？库鲁问道。叶青焦急地说道：“都在雷诺那里，你去跟他拿。”库鲁瘪了瘪嘴：“那还是算了，族长比我还嗜酒，我去讨酒，不得被他宰了。”少废话了，时间紧迫，快点带我去找雷诺。你们可以搬家了。搬家？可是养虫族盯着我们啊！养虫族没了，全被我杀了。快点带我下去！边走边说。叶青拉着库鲁就往入口走。等等，叶青，你怎么变成了中立势力了？此时叶青才发现，原本是绿名的库鲁，此时竟然是黄名了。见了雷诺再说吧，现在也解释不清楚。库鲁带着叶青七歪八拐的走了许久，终于是回到了地底世界。一进地底世界，就看到许多的矮人都等待在那个铁门后面。你们这是？叶青愣了愣。我们都在等你，这个地底世界我们待够了，所以你是我们的希望。一个矮人少女看着叶青说道：“叶青，你回来了。你的境界竟然提升了这么多。”雷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看到叶青微微一愣。雷诺，幸不辱命，养虫族彻底被我消灭了，你们自由了。叶青刚说完，整个矮人族都发出了欢呼声。只有雷诺脸色微变：“我哥哥他。”叶青无奈地说道：“他死了。”雷诺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早晚的事情，这是他选择的道路，也是他的命。光明与黑暗早晚都会重新大战，与其等到你们兄弟对上，还不如借助我这个外人的手帮他解脱。”叶青说道。叶青，谢谢你，虽然某个角度来说你是杀害我哥哥的人，但是你的确是帮助他解脱了。雷诺说道。叶青笑了笑：“你不要恨我就好了。”不会的，我也真的希望我哥哥不要困在黑暗之中，现在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吧。说完，雷诺对着叶青做了一个揖：“现在开始，叶青城主，你就是我们矮人族的主人，从此刻开始，整个矮人族都要托付给主人你了。”雷诺说完，整个矮人族全都跪在了地上，对着叶青行礼：“各位都起来吧，遗忘之城是自由城市，没有那么多礼数，那么多规矩，我就是你们的城主，不是主人。我想你们会喜欢遗忘之城的。”叶青扶起雷诺道：“城主，如此这个宝物就交给你了。”雷诺将自己研制的宝物交给了叶青，名称：特殊装置，万物包容，限制3次，效果：选择一块区域，将整块区域中的所有物质全部收入其中，但是收入的生物不可反抗，如果反抗将使用失败。这个装置竟然可以直接吸收一片区域，生物都能够吸收，这东西你制作了多久？叶青问道。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制作了。叶青看了眼雷诺：“你是不是打算用这个机器带着族人逃跑？”城主英明，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想法。幸好你们没有如此做。养虫族的嗜血虫速度极快，矮人族天生速度缓慢，不出千里必然被屠杀殆尽。叶青说道。雷诺挠了挠头：“其实这我也知道，只不过还是抱有那么一丝希望罢了。”叶青拍了拍雷诺肩膀：“好了，传送出去的装置给我个，我带你们去新家。”“好的，城主。”所有的矮人再次跪下，大声感谢着叶青。叮！矮人族全族好感度满值。叮！矮人族全族转化为友好状态。叶青转动手中的传送装置，直接传送出了废矿。刚一出来，一个玩家拉拽着几十只怪的弓箭手玩家就吓了一跳。我靠，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个人？那边的兄弟快闪开！这个名叫血光冲天的弓箭手玩家，一个人拉着几十只怪，在放风筝，边退边快速点射，一箭接一箭，速度极快。哥们，你行不行啊？这么多怪！叶青说了一句，闪身到了一边草丛中。叶青没想到竟然能够看见一个独行侠，并且好像人还不错，
知道提醒叶青躲避，不会引怪击杀陌生人。第114章血光冲天。小意思，等我搞定了聊。血光冲天拉着怪物转圈放风筝，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明显比怪物速度慢了一点。但是偏偏血光冲天的走位非常刁钻，能够在每次怪物攻击到之前立马转向更换站位。人才啊，走位精准。不过还是先把我自己的事情搞定吧。叶青拿出万物包容，按在地上，按照雷诺之前说的方式操作起来。嗡！一声鸣响，差点没把叶青的耳朵震聋。万物包容猛然出现一道光圈，将大块的地面全都包围了起来，然后又刹那间收缩，重新变成了一个小球，悬浮在叶青面前。叮！万物包容收取完成，矮人族全员进入。叮！唯一任务解救矮人族，完成80%，将矮人族带到遗忘之城领地，完成后续任务。OK， 搞定。既然任务完成了，就该回家了。叶青直接掏出城主令，准备回到遗忘之城。叮！解救矮人族任务进行中，不可传送。什么？叶青立马开启了回家技能，试试能不能传送回杂货铺。叮！解救矮人族任务进行中，不可传送。果然不行。系统有什么限制，全都说出来吧。叮！解救矮人族任务进行中，不可使用任何传送方式，玩家不可死亡。死亡后，矮人族随万物包容一起彻底湮灭，玩家不可交易。湮灭？使用这个道具竟然这么狠，难怪之前将万物包容交给叶青的时候，雷诺如此严肃。原来这一个小球可以说完全掌握了整个矮人族的性命啊！放心吧，矮人族的兄弟们，我肯定给你们安然无恙送到遗忘之城。叶青对着万物包容说了一句：“哟，哥们，在做任务。”血光冲天顶着半管子血走了过来。生机！叶青丢了一个治疗给血光冲天。叮！玩家叶青对你施展了技能生机。叶青，我去！看到系统提示，血光冲天惊讶地叫出了声。没想到随便碰到的人就是等级榜第1的大神。哥们技术可以啊，一个人拉这么多怪。叶青说道。哈哈，你可是等级榜第1的人，你就别埋汰我了。不过原本以为你是刺客，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治疗。血光冲天说道。重点这个治疗量估计一般的奶妈都没有吧。哈哈，小意思啊。叶青摆了摆手。此时叶青才发现血光冲天的名字竟然是绿色的。等等，你是中立势力？咦，叶青大神你也是中立势力？血光冲天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太棒了，我就知道肯定不止我一个人选了中立势力，没想到叶青大神也是。话说你是怎么选择的中立势力？一般不太会有人选吧？叶青问道。血光冲天挠了挠头，我一般还是喜欢一个人玩，这么多年玩游戏都是独行侠，而且光明黑暗大战肯定会要加工会，单独一个玩家不好混，我干脆局选择了中立势力，而且没有人有资格指挥我，我就想快乐的游戏。血光冲天说道。叶青点了点头，不错，有个姓，我也一样。嘿嘿，正好，叶青大神，问问你啊，你成了中立势力，是如何解决修理武器等等问题的？修理武器？对啊，咱们中立势力不受光明制度原住民待见，我刚回城，他们武器都不给我修，这点我也没考虑过，我刚刚转的中立势力还没回城过呢。叶青说道。不过按理来说，有光明制度和黑暗制度的城市，总应该也有中立制度的城市吧？叶青突然想到，我的遗忘之城特么不就是中立制度吗？看了眼血光冲天，叶青还是决定暂时先隐藏遗忘之城，遗忘之城建设未完成，还不能让人知道。如果可以，等到防御稳定了之后再说吧。好了，哥们，我去做任务了，溜了。说完，叶青就要走。血光冲天立马拉住叶青，大神，加个好友先吧。叶青点了点头，行。互加好友，叶青就离开了。血光冲天看着叶青离开，自言自语道：加了大神叶青的好友，晚上给妹妹炫耀炫耀。叶青此时一路狂奔，沿途的怪物全都无视，见到怪物就开掠影，加速跑路。叶青要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遗忘之城。所幸叶青已经50级了，许多怪物的仇恨已经减弱了许多。等级和怪物等级相差的越多，怪物仇恨的距离也就越远，怪物主动攻击就会减少。叶青一边跑一边打开背包，开始查看之前雷利爆出的装备了。对于雷利这么一个强力 BOSS 爆的装备，叶青非常期待。不知道掉了多少，叶青看到背包中多出了一个护肩、一个耳环、一把双手剑，还有一本技能书。能够出耳环和技能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接触的玩家多了，叶青也知道自己的爆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名称：暗影护肩，品质完美，部位：护肩皮甲，等级50，
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300，力量290。特殊效果1，增加隐身效果 10%。特殊效果2，所有攻击附带 5% 的暗属性攻击。隐身效果增加，又是一个增加隐身效果的装备。没想到第一个看到的装备就如此深得叶青的心。名称：苍茫耳环。特殊效果1，治疗量增加 10%。特殊效果2，输出伤害增加 10%。特殊效果3，移动速度增加 10%。技能：你看不见我，释放技能让锁定的敌人瞬间失明，产生致盲效果，持续2秒。苍茫耳环增加的效果非常全面，完全是为叶青量身定制的装备，治疗、伤害、移动速度全都增加了。最后的这一个技能也可以说是一个单体控制技能，非常适合刺客使用。叶青虽然拥有了野性天赋还有生命天赋这种不适合刺客的天赋，但是本质上叶青还是希望自己往刺客方向发展，生命和野性只不过用来作为辅助罢了。至于意志天赋，可以说就是个万金油，任何职业都可以用，能够增加机动性和防御性以及各种特殊效果的技能。2件装备叶青直接装备。接下来是一把双手剑，只不过叶青疑惑，为什么雷利用的双手锤爆出来的却是双手剑？看起来神域掉落并不是完全按照怪物的特性来掉落的。第115章遇袭。名称：雷霆长剑。品质：史诗。部位：武器双手剑。等级50。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400，力量500，攻击速度20。特殊效果1，所有攻击附带 10% 雷属性额外伤害。特殊效果2，所有攻击有一定概率给敌人附加麻痹效果，持续1秒。技能：雷光闪，向前方笔直一条线，最远15码，造成 300% 魔法伤害，所有受到攻击的敌人全部进入麻痹状态10秒。看到雷霆长剑，叶青激动了，这把武器竟然附带群攻技能，并且还能够麻痹10秒。10秒什么概念？足够一个敌人死上2-3次了。这把雷霆长剑通体是碧蓝色的透明样子，剑身有丝丝紫色闪电环绕。不说别的，就光这把武器的外形就足以秒杀目前所有的武器。叶青脑海中竟然不自觉地闪过了沈星竹拿着这把雷霆长剑的绝美身姿。叶青甩了甩脑袋，想什么呢？我要卖钱的。刚才瞬间，叶青竟然有了把雷霆长剑送给沈星竹的想法。不过也可以便宜点卖给他嘛，嘿嘿。叶青喜滋滋地将雷霆长剑收到了背包中。接下来就是技能书了。名称：技能书雷霆万钧。等级50。限定元素。消耗400魔法值。持续时间20秒。效果：向前方覆盖直径30码范围释放雷霆万钧，每秒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 70% 魔法伤害。高级群攻魔法技能书。叶青第一反应就是卖给冰天雪地。神域中只要天赋固定，这个3个天赋的技能就都可以学习，没有传统网游里面一样的特定的冰法师、火法师这样的职业，而且技能也都没有熟练度，学习了就是按照自身属性的百分比来造成伤害的。叶青看了眼自己的技能栏，每个玩家虽然技能都可以按照自己3个天赋来学习，但是主动技能只能学习10个，被动技能只有20个，想要额外获得使用的技能就只能靠装备附带了。至于技能替换或者强化，那么就要寻找强化技能或者替换技能的特殊道具了。叶青一边奔跑一边整理了一番自己的背包，一路狂奔，很快就要到清风城了。要到遗忘之城，还得先到清风城才行。但是狂奔的叶青没有发现，在树林中，一个玩家看到了他。亲爱的，那个不是叶青吗？小鹌鹑等人找好再刷怪回来，准备补给一番。还真是，快点把附近的兄弟召集过来。大鹌鹑看到叶青，立马就说道。小鹌鹑不解道：亲爱的，我们要对他动手吗？前段时间名将、龙之舞他们可是吃了大亏啊。嘿嘿，那是叶青有准备，这一次可不一样。大鹌鹑已经能够想象到叶青死亡大爆的场景了。2只鹌鹑带着自己的手下直接抄近路，提前到了叶青必经之路上。所有人准备，同时释放技能。大鹌鹑说道。他的手下一个个都蓄势待发。亲爱的，准备把那个道具释放了。大鹌鹑轻声对小鹌鹑说道。小鹌鹑一愣，那个道具就这么用到叶青身上？对，叶青就是一个移动宝库，他身上装备什么的肯定是极品。而且你没发现这个家伙加入了中立势力吗？哈哈，杀他都不用红名。此时的叶青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埋伏了。我靠，这个任务竟然还有倒计时，坑爹啊！倒计时竟然这么小，鬼能看到啊！早知道刚才加快速度了，和血光冲天多说了一会话，浪费了点时间。叶青一边奔跑一边吐槽，此时他多希望能够获得一只坐骑啊！攻击！突然一声令下，大片的法术、弓箭
朝着叶青飞来。叮，受到23点伤害。叮，受到38点伤害。叮，受到19点伤害。叮，受到55点伤害。叮，受到69点伤害。叶青猝不及防之下吃了一大片伤害，血量直线下降。哈哈，叶青死定了，伤害全部吃到了。等级榜第1的大神叶青竟然被我们杀了，哈哈哈，太他妈刺激了！不知道会不会爆出什么好东西。一个个巢穴佣兵的玩家都兴奋地谈论道。烟雾慢慢消散，但是却没有看到叶青的身影。人呢？轰成渣了。大鹌鹑一看叶青的等级并没有掉，证明他没有死亡，迅速回城。此时的叶青已经出现在附近的一堆灌木之中，开启了隐身。这2只鹌鹑竟敢埋伏我，很好。叶青直接掏出了3根卷轴。地狱古灵召唤卷轴，2根地狱古灵召唤卷轴，一只38级，一只40级的卓越级古灵赫然出现在叶青身边。光是2只古灵肯定是不够的，这点料可不够。名称：卷轴召唤物增幅，效果：对当前召唤的所有召唤物使用，增加 10% 的全部属性，持续10分钟。叶青指挥2只古灵冲出灌木丛，冲着2只鹌鹑的队伍发出了随意攻击的指令。血光冲天，在吗？叶青对血光冲天发去了私聊。我在，大神咋了？血光冲天原本在刷怪，听到叶青的私聊，立马放弃打了半血的怪物，直接隐匿到了灌木丛中。现在有空的话来 XXXX 位置，这里有装备捡，捡到的装备咱们1人1半。捡装备？我在行啊，我来了。血光冲天立马向叶青标注的坐标狂奔。小心点哦，可能有活人会攻击的。叶青提醒道，他也没想到血光冲天竟然这么直爽。血光冲天无所谓道，没事，大不了宰了他们就好了。有个性，我喜欢。行，我先去做任务，善后交给你了。要不是有任务限制时间，叶青肯定亲手干掉鹌鹑一伙人。去吧，老大。血光冲天笑着叫了一声老大。叶青嘿嘿一笑，自然也知道血光冲天的意思。隐身开启，直接离开。2只强化过的古灵此时已经杀到巢穴佣兵团中了。这是什么？突然出现的古灵二话不说就开始疯狂攻击巢穴佣兵团成员。团长，是古灵，是叶青召唤的，快跑！大鹌鹑大喊一声。一堆人平均也才刚刚达到40级罢了，如何是卓越级别的古灵对手？2只古灵逮到一个玩家，就是一刀直接将他送走。妈的，这个叶青是人是鬼？一个刺客被这么多人同时攻击，竟然还没死！大鹌鹑不甘道。第116章血光冲天的投名状。大哥顶不住了！边上几个手下大声喊道。2只古灵已经杀了他们1半的队友了。替跑什么？上啊！输出后排站位输出，干什么吃的？就是2只精英怪。刚才喊得这么响，我他妈还以为是 BOSS。大鹌鹑一巴掌将一个大喊大叫的手下打得转了一圈，吼道。大鹌鹑如此一指挥，很快队伍就稳定了下来，开始有序的战斗起来。T 顶住，奶妈治疗，输出后排输出。而血光冲天此时也已经到了这里了。没想到是巢穴佣兵团啊，好像和我没啥仇啊。血光冲天数了下，此时巢穴佣兵团也就只剩下8个玩家了。算了，就当给老大的投名状了。血光冲天想着抬起了弓箭，冲击箭，咻的一声，一支箭飙射而出，直接定在一个法师脑袋上。那个法师被强大的后坐力推得撞到了边上的2个法师和一个弓箭手。疾风步，所有人注意，有功！小鹌鹑提醒道。连环箭，血光冲天开启疾风步，速度飙升，迅速转移刚才的位置，几个技能轰来全都落空。血光冲天锁定一个奶妈，右手手指快速拨动剑弦，一支箭如同一条直线一般射击在那个奶妈身上，时不时还爆出暴击伤害。只不过几秒时间，那个奶妈就躺在了地上。所有人集火古灵，刺客回来没？这里离复活点不远，刚才死掉的巢穴佣兵团的玩家都在往回跑。老大，我们来了！几个刺客喊道。全力击杀那个弓箭手！妈的，竟敢打我们巢穴佣兵团的注意！大鹌鹑怒道。此时的叶青也总算是赶到清风城了。放眼望去，整个清风城的玩家和原住民基本都是黄名，但是原住民中有一部分叶青之前做过任务的原住民是呈现绿名状态，看着全都是黄名，莫名心酸啊。叶青摸了摸鼻子，进入了清风城内。清风城是光明制度的城市，选择黑暗制度的玩家自动传送到了黑岩城。在红色区，黑岩城已经被囊括到黑暗制度中了，别的区域基本也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主城之中有1到2个在更新后都从光明制度改成了黑暗制度。叶青原本还想回到店铺看一眼，但是想到任务这个时间限制就头疼，还是加油赶路吧。一只大鹌鹑，血光冲天，
我们巢穴佣兵团和你势不两立。突然，一道世界喊话出现，随后系统公告就出现了。叮！巢穴佣兵团对血光冲天发起追杀令，连着出现3遍。血光冲天好像把他们惹毛了。叶青老大，血光冲天发来了私聊。你去的时候，他们还有很多人吗？叶青问道。他倒没想到2只强化的骨灵竟然还不能把他们团灭，看起来老牌佣兵团底蕴还是有的。血光冲天笑着说道：是啊，你这个装备可不好捡啊，不过放心，我能搞定，都被我杀光了，1背包的装备啊，不过可惜我的背包太小了。可以啊，一个人把他们全杀了。叶青惊讶血光冲天这个小子竟然这么厉害，之前都是低估了。小意思，那些公会玩家都太菜了，他们可是老牌公会，你不担心？嘿嘿，再老牌也和我没关系，不爽就干。好了，老大，我先去跟他们玩玩。OK， 我先去把任务搞定，完事了找你，给你一个好消息。叶青笑着说道。血光冲天也是哈哈一笑，老大的好消息，很是期待啊。挂断了语音，血光冲天再次隐藏到了树林中，接下来他要一个人面对一整个巢穴佣兵团的围剿了。按照他的想法，这个就是他的投名状，以及彰显自己价值的一战。叶青进入到清风城中，吸引了许多玩家的注意。我操，那个人是黄明的，竟然真的有傻缺选了中立势力，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爆了他？一个玩家跃跃欲试。边上另外一个玩家说道：中立势力在清风城和黑岩城一样都是受到保护的，爆毛啊！不过出了城的话，算了吧，先不说打不打得过，以后说不定光明黑暗大战还需要拉中立势力的帮助呢。你想多了，中立势力才多少人，能帮什么忙？站在一边喊666。那可不一定。一个玩家露出了睿智的眼神。许多玩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叶青已经离开了西门，离开了清风城。叶青直接开启了隐身。遗忘之城外依然是一片浓雾，叶青现在不能传送，只能依靠第一次用短暂复生的办法让怪物引路。每次想到这个迷雾，叶青就想不通，一曲东风这家伙到底是如何通过的？纯看运气，这也运气太好了吧？不过有了这一片迷雾，加上遗忘之城外部的亡灵怪，可以说暂时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叶青才离开迷雾。离开了迷雾，叶青面前是大片大片的亡灵大军。叶青曾经也问过青岩将军，这么多的亡灵大军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城内的可以说是莫无言他们害的，现在也都恢复成了居民，但是城外呢？青岩将军当时也说不清楚，后来考虑很有可能是黑暗制度原本是想要夺取遗忘之城的，因此提前召唤了大批的亡灵怪物驻守。而遗忘之城原本就是一个远古战场，各种战场的亡灵都在这里场面，只要被召唤就会络绎不绝的出现，就造成了现在的亡灵大军围绕遗忘之城的情况。现在叶青的等级已经可以轻松碾压这些亡灵怪物了，虽然亡灵怪物数量众多，但是叶青直接冲进去，一个血爆就炸出了一片空地。快开门！叶青大喊一声，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一个遗忘之城的卫兵在城楼上向下望，就看到大批的亡灵怪物正在迅速向着一个中心包围，而这块空地的中心位置赫然就是叶青。我靠，是叶青城主，快开城门！众卫兵立马放下城门，迎接叶青回城。几十名卫兵冲出城门，拦在叶青两边，开出一条道，将两边的亡灵怪物全部击杀，保护叶青安然进城。城主大人，城内许多居民还有正在修补城墙和劳作的工人农民都对叶青行礼道。第117章，圣物坐骑。青岩将军收到了消息，也是一路风驰电掣来到了叶青面前。嘿嘿，青岩，你的朋友我可是都带来了。说着，叶青将手中的万物包容按照之前雷诺教的办法直接打开，一道光芒之后，所有的矮人都出现在了遗忘之城内，还有大量矮人的道具物品一并出现在地上。雷诺，青岩将军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最前面还有点猛的雷诺。青岩，哈哈，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啊！叮，解救矮人族任务完成，矮人族全体效忠叶青，入住遗忘之城。叮，任务奖励获得随机抽奖1次。什么？才1次抽奖？叶青都无语了，这么难的任务竟然只有1次抽奖，这太坑了吧！所有原本黄名的矮人族当任务完成的瞬间全都变成了绿名，也算是彻底成为了中立势力了。城主，我先带他们去安顿一下。青岩将军说道。叶青点了点头，行，去吧。对了，让林水寒和雷诺他们碰个面，一起研究下建筑问题。还有2日就有大批量的怪物会来攻城，需要准备。青岩将军和所有的矮人离开后，叶青一个人回到了城主府，开始抽奖吧系统。一个巨大的转盘出现在了叶青面前，整个转盘非常大，
叶青站在转盘面前都变得矮小了，转盘上密密麻麻分隔了不知道多少条，每一条还写着非常小的字。叶青凑近仔细看了看，不朽匕首，我靠，20颗升级丹，还有复活卷轴，一件件宝贝让叶青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些东西随便一件都是市场上无价无市的东西。不过相对的，有好的东西，自然也有差的东西，什么10级的普通品质护肩啊，100级的精良靴子啊等等。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叶青直接选择了抽取。叮！抽取中，转盘开始飞速旋转，系统抽奖少之又少，叶青激动不已。快速转动，叶青闭上眼，停。叮！抽取完成。叮！获得随机坐骑蛋1枚。坐骑，激动地打开背包，名称随机坐骑蛋，品质精良神赐，效果使用坐骑蛋召唤随机坐骑，坐骑品质随机，坐骑外貌随机，坐骑属性随机，坐骑种类随机。坐骑分为陆地坐骑、水下坐骑还有飞天坐骑3种种类，这个坐骑蛋可以说完全随机，还得看运气抽。叶青现在的确挺想要一匹坐骑，到现在为止，就算是叶青都还没见到过任何一只可以捕捉的宠物或者坐骑，更别说市面上有的卖了。而且市面上能够卖的叶青也兴趣不大。说起坐骑，叶青还有一颗嗜血母虫卵还没孵化，不过嗜血母虫就是一只肉盾，实际的战斗能力基本没有，叶青要走刺客路线，带一只肉盾战士好像并不是很合适，因此那颗嗜血母虫的虫卵已经被叶青放到店铺中拍卖了。算了，直接孵化吧。叶青直接选择孵化坐骑蛋，有了坐骑，无论是赶路还是战斗都会有所帮助，大不了就是弄到一只普通点的坐骑，以后再换就是了。背包中的坐骑蛋不停地抖动，速度越来越快，蛋壳开始碎裂，然后剥落。叮！恭喜得到圣物坐骑肥肥。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拥有坐骑，奖励远古坐骑防具1套。圣物，竟然开出了圣物的坐骑，还换啥呀？再换只能换神赐坐骑了，一发入魂啊！叶青差点没兴奋地喊出来，而且这只坐骑竟然还是山海经中的神兽肥肥。叶青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关于这个肥肥的介绍，简单来说，这是一只能够为主人排忧解难、带来福泽的幸运神兽。背包面板下面也多出了一个小窝一样的图标，这就是坐骑的界面了。名称肥肥，品质圣物，等级0，适宜陆地，移动速度300%，回转速度200%，跳跃力200%，攀登能力200%，特殊效果静心，坐骑状态下所有的负面状态全部消除，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的负面效果影响。技能1，快乐的肥肥，肥肥拥有排忧解难的能力，没能够不定时给玩家增加一个随机 buff。技能2，美轮美奂，被动，肥肥是完美无瑕的生物，能够增加坐骑状态下玩家的魅力值。技能3，宝物别跑，被动，肥肥能够自动拾取附近的宝物交给主人。技能4，远古的力量，肥肥通过鸣叫使自己获得远古的力量，移动速度爆发500%，持续10秒，同时自身包括主人拥有一个绝对免疫任何伤害的护盾，持续10秒。说明肥肥是远古的神兽，拥有极致的美貌，是能够带给人快乐的神物，曾经是神女女娲的玩伴。叶青感觉自己上辈子应该是拯救了银河系，满值的幸运值简直不要太爽。叶青将肥肥召唤了出来，肥肥的样子有点像是白狐，一条洁白的长尾，身上雪白，但是周边微微泛着蓝光，雪白的皮毛上有一道如同红龙荒古的红色符号，好美啊！叶青不由自主夸赞道。肥肥走到叶青身边，伸出舌头舔了舔叶青，用头在叶青怀中不停地蹭，便现得非常信赖叶青。哈哈，太可爱了！叶青怀疑自己只要坐上这只坐骑出去，就会成为清风城最靓的仔。肥肥，我骑上来试试喽！叶青翻身就想要坐上去。叮！坐骑等级过低，无法乘坐。我去！叶青无奈之下只能摸了摸肥肥，找时间给肥肥升级下就是了。对了，刚才还送了坐骑装备，名称坐骑防具，部位头盔，品质远古，等级50，生命值100%，乘骑韧性100%，名称坐骑防具，部位安，品质远古，等级50，生命值200%，物理防御100%，物理防御100%，乘骑攻击力100%，名称坐骑防具，部位蹄，品质远古，等级50，移动速度50%，乘骑攻击速度30%，乘骑技能释放速度30%，
叶青记得马具商人那边卖的劣等马具蹄好像才增加了3%的移动速度，如此一对比，叶青感觉自己中了彩票差不多。叶青开心的不停地揉一搓着肥肥，把肥肥抱在怀中，开心的像个2000斤的胖子。第118章布置城防。玩闹了一会，将肥肥收入宠物空间中，接下来就需要布置城防了。回到城主府控制室，拉出控制面板，叶青将虫巢令设置在了城主府最上层，这样一来，遗忘之城的3面都可以及时派遣嗜血虫军团出击。遗忘之城的一面是靠在巨大的遗忘之湖之上，遗忘之湖直接连接寂灭大陆边缘的西海，因此目前根本用不着设防。东面是遗忘平原，虽然有浓雾笼罩，但是也是清风城比之过来在最快的城门，肯定是要作为第一城防的位置。然后是北门，虽然靠近西门的遗忘之湖夹角，但是比之向前的方向是黑岩城的方向，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必然要作为第2城防位置。至于南门，对着的是一片迷雾地区，目前还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是能够迷雾笼罩，必然是高等级地区，城防绝对也不能太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怪物攻城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过来。考虑再三，叶青划分了城墙周围，先让工人挖掘出一圈的护城河，将遗忘之湖的水引入进来，让遗忘之城变成一座漂浮在遗忘之湖上的小岛一般的存在。最前排放置一整排的防御工事，并且在工事后面挖上一条长长的沟渠，沟渠中使用大量尖刺。叶青绞尽脑汁，发现遗忘之城可以利用的设施实在是太少了。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城主，是青岩将军的声音。进来吧。青岩将军推开门进来说道，矮人族都已经安置完成了，现在大部分的城防建设都由矮人族去做了，遗忘之城居民都开始进行生产工作了。对啊，居民开始生产了，就有收益了。我还没查看过城内收益情况呢。来，让我看看能有多少收益。叶青现在可以说是入不敷出，资金已经有点短缺了。杂货铺虽然赚钱，但是摘星楼现在还不能赚钱，每天那么多原住民的工资还要支付，都需要花钱。叮！当前遗忘之城城内税收富余6380枚金币。可以啊，一天就能有这么多的金币收入，这倒是让叶青没想到。原本看居民一个个都这么穷，估计一天能有个400-500，估计差不多了。城主，现在所有的城内居民都去建设生产了，所以劳动力响度加大了，税收就相对增多稳定了。青岩将军解释道。叶青点了点头，非常满意。不错，这样的话，后天应该能够存够2万金币，开启能源法阵。话说城主，我过来就是想询问一下，对于怪物攻城，城主可有什么好的对策？青岩，咱们现在有多少战士？现在我们拥有200多名步兵，平均等级40级。之前不是有300步兵吗？怎么变少了？叶青皱眉道。青岩将军挠了挠鼻子，我在训练中发现，其中50人拥有魔法天赋，已经让他们单独分开训练了，还有50人暂时先让他们联系剑法。我们现在欠缺弓箭手。你还会魔法？你不是战士吗？我不会啊。那你怎么让那50个士兵训练？叶青问道。青岩将军嘿嘿一笑，这个就要指望城主你了。如果你能从清风城拐一个法师过来，或许咱们能有一个法师团。拐一个原住民，你也真想得出。不过转念一想，这或许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叶青想到自己好像还有一些好东西，或许能帮上大忙。不过可惜了，玩家只能从原住民那里学习东西，根本不能教原住民东西，不然找几个法师和弓箭手倒简单了。青岩，城内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先去处理事情。放心吧，城主，我估计等你回来，雷诺他们能给你一个大惊喜。哦，对了，雷诺说你能不能帮他们搞点酒，最好是之前喝的那种，他们嘴馋。叶青笑了笑，哈哈，记得了，给他们弄些回来。叶青直接使用回家技能传送回了解忧杂货铺。主人，你回来了。叶青每次传送回来都会见到叶红眼巴巴的站在那里等自己。叶青怀疑自己不在的日子，叶红是不是总是在这里等他，不由得有点感动，就好像将士在外，总有家中妻儿等待似的。想主人没啊？叶青摸了摸叶红的脑袋，嘻嘻，想啊，无时不刻都在想。真乖，现在店里情况怎么样了？叶青问道。生意那是相当火一爆，我另外又招了3个店员。主人，你先把店铺升级下吧，还有摘星楼也需要升级了。叶红抱着叶青手臂说道。商业交流度升级的这么快？没办法，生意火一爆啊。叮！解忧杂货铺总收入19565金，竟然有这么多，这才没多少时间吧。叶红看到叶青的表情，就感觉叶青在夸自己一般，说道，嘿嘿，主人，这可不算多，以后必然会越来越多的。我现在为了打名气，一些普通装备价格都定得很低，不赚钱的。交给你，我放心。叶青询问了叶红有没有收到刺客的技能书。技能书非常少，这么几天才收到4本技能书。这么少？叶青诧异道。叶青看了眼4本技能书，
一本是弓箭手的，2本法师的，只有1本是刺客的。弓箭手和刺客的技能书给我吧，另外2本挂去卖吧。好的，主人，那我先去忙，不打扰你了。等会咱们去摘星楼看看。行，等会我过去找你。叶红离开，叶青查看其手里的2本技能书，名称：技能书剑语，限定野性，等级50，消耗300魔法值，效果：释放技能，对前方最远30码的距离抛射覆盖10码范围的箭雨，每支箭造成60%的伤害，共抛射200支箭。竟然是高级的弓箭手群攻技能，叶青都要拍掉技能书学习了，但是转念一想，还是忍住了。弓箭书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应该不会用作主要攻击手段的。弓箭手需要携带大量箭支，自己的习惯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除非是碰到像魔法弓一样的武器，叶青才会使用，否则都不考虑使用。而且每个角色技能栏是有限制的，叶青如果学习过多这种自己不太会使用的技能，反而适得其反。第119章，嘶吼再嘶吼。血光冲天这家伙，目前来看性格、技术、人品都还不错，叶青已经打算让他入住遗忘之城了，所以这个技能或许比较适合他。叶青将剑与技能书和嗜血弓放到了一起，名称：技能书凿击，限定暗杀，消耗50魔法值，效果：用匕首对敌人发动攻击，造成额外60%物理伤害，同时眩晕敌人3秒。刺客必备控制技能，叶青直接学习。叶青将杂货铺的钱全都取出，等会升级建筑物都要花钱，他身上已经没钱了。叶青下楼直接升级解忧杂货铺，此时的解忧杂货铺已经是2级建筑物了，再升级就是3级建筑物。叮，请支付6000金币。唉，都是钱啊，支付支付。叮，解忧杂货铺升级，当前3级建筑物。接下来就是摘星楼。叮，请支付5000金币。支付完成。叮，摘星楼升级，当前为2级建筑物。主人，走吧，咱们进去摘星楼看看。叶红迫不及待地拉着叶青就要进去看。叶青和叶红一进摘星楼，叶城就迎面招呼了上来。摘星楼里面竟然已经有许多原住民，这里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一下子这么多原住民？叶青诧异地问道。嘿嘿，主要叶皇和小六的功劳。咦，主人你来了。叶皇看到叶青走进来，立马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了柜台。干得不错呀，叶青夸赞道。叶皇挠了挠头，憨憨地说道，都是叶红的生意头脑好，我们也就是做点自己能做的罢了。对了，主人要不要喝杯酒？叶青摆了摆手，叶皇，问你下，你那个酒能不能批量调制？叶皇愣了愣，如果是主人喝的那种不行，但是口味稍微差一点，我调制的批量的酒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真的啊，那可就太好了。之前是不行，但是现在摘星楼升级过，后面就多了个酒窖，可以用来批量制作美酒了。叶青点了点头，那可就太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帮我酿个几百桶先吧。噗！叶皇差点没吓到，要几百桶？叶皇再次确认道，不行吗？工作量有点大，我一个人应该是不行的，不过我最近收了3个徒弟，主人给我2天时间，到时候一起工作应该是可以搞定的。叶皇说道。叶红看到叶青不知道招收徒弟的事情，立马解释道，我们原住民是可以招收冒险者成为徒弟学习技艺的。原来是这样啊，有系统的监管，倒是也不怕这些徒弟会搞出什么事情，一般来说会这样的都是生活玩家为了赚钱罢了。我擦，叶青！突然一个玩家看到了叶青，激动地喊了一声，你认识我吗？叶青大神谁不认识啊，不过没想到这家店竟然是你开的。这个叫嘶吼再嘶吼的玩家激动地说道，大叔，你都比我大了，就不要喊我大神了。叶青尴尬道，哈哈哈哈，你这家店的烤鸭腿实在太好吃，我现在每天赚的金币基本都丢你店铺里面了。嘶吼再嘶吼，声音粗犷，但是性格爽朗。烤鸭腿，你作为老板都没吃过？我的天，你的厨子真的太屌了。叶青对叶城说道，叶城，让小六做2个烤鸭腿过来，我尝尝。过了几分钟，小六就端着2只烤鸭腿亲自出来了。一听到主人来了，小六可是使用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主人你终于是来了，我靠，好香。叶青毫无顾忌的开始啃咬起烤鸭腿，另外1只烤鸭腿直接推到了嘶吼在嘶吼面前。请你的。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只烤鸭腿怎么比平时的还香还好吃啊？2个冒险者在几个原住民的注视下，狼吞虎咽的将烤鸭腿迅速消灭。这游戏真的神了，竟然都能够拥有味觉，这感觉简直和现实世界一样。叶青感叹道，之前他并不在意吃东西这件事。哈哈，是吧？太多玩家不懂得享受啊。重点是游戏里面可以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不会真的吃，
只是感觉根本不怕长胖。叶青看了眼嘶吼在嘶吼的肚子，那你不还是有啤酒肚？嘶吼在嘶吼，哈哈大笑，拍了拍肚子，没办法，人到中年发福了吗？等等，你不是战斗职业？对，我是符咒师，算是生活职业里面的一个冷门职业。符咒师？几级的？叶青问道。5级。叶青皱眉道，不可能啊，5级？我听说目前最高的炼药师也只不过才4级。你一个符咒师本身就是冷门职业，哪来那么多材料让你冲级啊？嘶吼在嘶吼，喝了口酒说道，这个是秘密，除非你能让我跟着你混，那我就告诉你。我又不弄工会，你跟着我混什么？你确定要在这里说？嘶吼在嘶吼，看了眼周围说道，虽然摘星楼现在没有太多玩家过来，但是多少还是有几个玩家在的，人多口杂。叶青点了点头，走吧，到楼上说。摘星楼2楼目前还没有开放，叶青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叶皇立马过来倒了2杯鸡尾酒，随后几个原住民都退下了。你这游戏玩的都快成土皇帝了，嘶吼在嘶吼感叹道。这个酒真好喝。叶青也抿了一口说道，说说你的事情吧。叶青，我岁数比你大，也就不和你虚伪来虚伪去了，实话，我就是想投奔你。嘶吼在嘶吼直接说道。投奔我？我又没工会，而且我是中立势力。叶青看了眼嘶吼在嘶吼，他竟然还没有选择势力。现在我也是中立势力了。嘶吼在嘶吼竟然直截了当的选择了中立势力，叶青都愣住了。你就不怕我不同意？叶青问道。不同意，我已经加入中立势力了，我自己的选择。嘶吼在嘶吼笑着说道。看着叶青，嘶吼在嘶吼说道，至于工会，我兴趣不大，以前玩游戏我都是跟着工会混的，累死累活给他们做生活职业，到头来也就拿了一点点的补贴，还不如自己在外面赚得多。大工会根本就不会把普通玩家当回事，只不过给自己几个关键的管理人员赚取利益罢了。第120章超级生活职业。叶青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不加入工会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游戏里面我更希望能够当一个独行侠，只不过我是生活职业，独行的确是有点困难，所以我要跟着一个人，既然要跟，肯定要跟最强的。叶青尴尬道，嗨，最强不敢当啊，如果你愿意，我跟你混，我来做生活赚钱，你给我相应的保护，大家有钱一起赚。嘶吼在嘶吼说道。叶青看着嘶吼在嘶吼认真的样子，真的有点心动了。说说看你有什么条件吧。虽然说叶青喜欢独行，但是不代表自己要脱离人群，信得过的朋友还是需要的。说到条件，嘶吼在嘶吼有点扭捏的说道，嘿嘿，其实也没啥要求，就是下次来这里吃饭能不能免费，这里东西好吃，酒好喝，就是价格太贵了，我之前每天赚的也就够买个鸭腿。叶青听了哈哈大笑，哈哈，以后这里的价格还会变高的，说话不定那时候鸭腿都吃不上了。行，你的要求我答应了。叶青也是非常干脆，直接将嘶吼在嘶吼拉进摘星楼免费客户栏中，加个好友吧，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叶青和嘶吼在嘶吼加了好友，握了握手，至此叶青又多了一个生活职业玩家。你一点都不担心我把你的秘密说出去？嘶吼在嘶吼惊讶叶青和自己脸合同什么的都没签，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果然是等级榜第1的大神，果然豪爽。嘶吼在嘶吼更加确信自己没有跟错人。来吧，说说看，你的符咒师到底是如何练的？我真的很好奇。你看看这个 buff。 嘶吼在嘶吼将自己的隐藏 buff 分享了出来，名称：状态生活的本质，限定：嘶吼在嘶吼，效果：所有生活职业等级加2级，生活熟练度提升，额外增加20%，采集获得高品质物品概率增加10%，挖矿获得高品质矿石概率增加10%。我靠，所有生活职业等级加2级。叶青转念一想，不对啊，说是所有，但是其实也就一个职业等级吧，一个玩家不是只能选择一个生活职业吗？像叶青选择了炼药师，别的生活职业就算接了任务完成了，也不能学习别的生活职业了，除非直接将炼药术技能顶掉。嘿嘿，这个才是我最大的秘密。嘶吼在嘶吼将自己的勋章摘了下来，名称：生活的全部，品质：神赐，部位：勋章，唯一，限定：嘶吼在嘶吼，效果：佩戴后自动学习所有生活职业，同时减少生活职业生产失败率。技能：我是生活玩家，被动自动拒绝所有的 PK 擂台，有概率受到攻击时随机传送到一个安全的点。叶青眼睛都要瞪出来了，神赐，竟然是神赐的勋章，所幸是生活职业勋章，不然叶青都怀疑自己会动手抢了。你简直就是超级无敌生活玩家呀！叶青感叹道。话说你这些都是哪来的？做任务送的？就这些道具和 buff， 如果让任何一个工会知道，
嘶吼在嘶吼，绝对是争相竞争的抢手货。叶青看了眼嘶吼在嘶吼，他竟然放弃那么好的待遇，想着跟自己这个独狼混。不过叶青不知道，现在99%的玩家心里都觉得叶青背后绝对有一个特大的团队，不然一个玩家不可能强到这种程度。嘶吼在嘶吼，听到叶青问了，也如实回答。其实本来刚进游戏，我是想玩战斗职业的，后来玩到了15级，成了龙刃战士，结果又一次做任务碰到了一个原住民，原住民发布了唯一任务。这种模式叶青太熟悉了。嘶吼在嘶吼点了点头，对，我救了他，然后跟着他做了将近1周的任务，期间反正各种奇葩操作我也就不多说了。最后1周后，那个原住民就突然跟我说任务完成了，然后我就让我选是玩战斗职业还是生活职业。你选了生活职业，并不是嘶吼在嘶吼怂了。那个原住民说是让我选，结果我还没选就说我太磨叽，他帮我选了算了，然后我就直接变成生活职业了。原住民竟然有权利帮你选择，这种事叶青倒也第一次碰到。按理来说，系统应该是不可能允许原住民有这种逾越行为的，不过也很可能这个本来也就是隐藏任务的一环，也算是一个个小小的恶搞，也有可能。不过说真的，就算是生活职业，你也不亏啊，就这些东西100万信用点估计都值。嘶吼在嘶吼苦笑一声，别说了，你别看我现在所有的生活职业都搞，好像很厉害，但是人精力有限，而且材料什么的也不够用啊，这都需要刷熟练度的，都是需要大把花钱的玩意。我现在采矿4级，采集3级，符咒3级，加上 buff 也就是6级和2个5级，别的都还没练过，实在是穷得很。嘶吼在嘶吼发现自己刚开始选择炼制符咒本身就是错误的选择，原本以为符咒师非常稀缺，东西应该会很值钱，结果发现并不是，符咒根本没人用。第一，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符咒可以用；第二，符咒材料很贵，造成了符咒价格也挺贵，相对的价格，更多人愿意去拍卖行或者摊位掏点卷轴用用。如果嘶吼在嘶吼刚开始选择的是炼药或者炼金，估计现在条件会更好一点。叶青拍了拍嘶吼在嘶吼，放心，跟着我混，以后资源我肯定想办法供应你。有2个店铺加上未来的遗忘之城，叶青绝对有信心养得起这么一个10项全能的生活职业玩家。而且叶青可不傻，一个全能的生活职业玩家简直就是一个移动宝库，生活职业技能最高10级，如果别的玩家全到了10级，嘶吼在嘶吼可是12级，别看这2级，这中间的材料消耗、制造物品品质等等可都是天壤之别。嘶吼在嘶吼哈哈大笑着，直接叫来了叶城。来，叶城，先给我来10个烤鸭腿，然后叶黄帮我弄20杯刚刚那个果酒，总算能敞开肚子吃了。叶青冷汗直冒，好家伙，你这么不客气啊。嘶吼在嘶吼哈哈大笑着交易给了叶青30多张符咒。第121章，前往遗忘之城。名称：减速符，等级20，效果：将符咒贴在敌人身上，能够使敌人减少5%的移动速度。名称：火球符，等级30，效果：将符咒丢出，朝目标释放一个火球术，火球造成1000点伤害。名称：治疗符，等级30，效果：将符咒贴在需要治疗者身上，治疗400点生命。符咒其实和卷轴差不多，所以这也是购买的人非常少的一个原因，不过真的实际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你拿着先用，符咒做起来很麻烦，现在符咒师加上我，估计也不超过5个。叶青点了点头，这些符咒在实战中的确应该是很好用的。叶青也不客气，直接就将这些符咒收到了背包。话说你变成了中立势力之后，所有的原住民可都不会给你服务了。叶青笑着说道。嘶吼在嘶吼苦笑一下，对啊，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人选了中立势力，所有的原住民都不给他服务了，那个人好像后来就没上过线。嘶吼在嘶吼一个生活玩家，基本上只要离开了安全区就会被盯上，以前人家还需要开红，现在他变成了中立势力，估计出门就被宰了，属实悲惨。叶青摇了摇头，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顺便认识个朋友。我还没吃完呢。打包。目前来看，摘星楼和解忧杂货铺的生意都不错，叶青也不用多担忧，接下来只要专注遗忘之城的建设就行了。血光在不在？叶青给血光冲天发去私聊。啊，叶青老大，我在。血光冲天那边听起来正在狂奔，在刷怪吗？对了，老大，等我几秒。过了一会，咋了老大？过来清风城西门佣兵工会门口，我带你去中立势力聚集地。什么？老大，你找到中立势力聚集地了？好，我马上来。血光冲天立马开始回城，再不找地方修理武器，他的武器就要爆了。以防麻烦，叶青和嘶吼在嘶吼直接到佣兵工会边上一个小弄堂内隐藏了起来。2个皇民就这么站着，的确是太显眼了。2个人闲来无事聊着天。老大，听说你会偷盗？那个花花蝴蝶的佣兵令
被你偷了。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呀？哈哈，论坛是很多帖子都是这个事情，在嘲讽龙之舞他们。嘶吼在嘶吼挠了挠头，话说这个偷盗这么掉的吗？为什么好像很多盗贼都学了偷盗，但是他们模仿你去偷盗基本都是失败的？叶青心里想着，我的满值、幸运值他们可没有，但是嘴上却说偷盗技能本来就不算攻击技能，在城里是可以用的，但是也有限制，冷却什么的就不说了。偷盗前提是不能让对方发现你在偷盗，只要发现就100%失败。另外，偷盗完全就是看运气的东西，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一直偷盗，人家不会收到提示，但是如果被发现了，立马就会转变成可攻击状态，就算在城内被杀了也没办法。难怪正面攻击 BOSS 的时候刺客都不用偷盗，之前还碰到有玩家打怪的时候怪刺客不用偷盗技能，这种就是不懂技能机制，只知道无脑用技能。两个人聊着天的时间，血光冲天已经过来了。老大，我来了。作为弓箭手，血光冲天的移动速度也是特意提升过的，所以速度非常快，老远拍过来就看到了嘶吼在嘶吼和叶青两人。跟我走吧。叶青带着嘶吼在嘶吼和血光冲天两人直接出了城门。现在玩家等级渐渐搞起来了，所有已经有一部分玩家已经开始向着遗忘平原开荒了。原本空旷无人的遗忘平原，已经渐渐有玩家在刷怪做任务了。这也就证明遗忘之城被发现也不远了。老大，我们来遗忘平原干啥？血光冲天问道。你也是跟着叶青混的？嘶吼在嘶吼凑过去问道。是啊，你也是？咦，你是生活玩家？嘿嘿，对呀。那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保护你。我一般不出城。我靠，那不是很无聊吗？话说你是专攻什么的？炼药吗？我是全能的。吹牛。嘿嘿，这个你问叶青就知道了。血光冲天看向叶青，叶青点了点头。叶青点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了。我靠，大叔，你这么屌！血光冲天惊讶道。什么大叔？叫哥。我刚20岁。行吧，叫大叔吧。血光冲天和嘶吼在嘶吼两个人的性格比较直爽，一来一去倒是互相熟络了，很快就开始称兄道弟起来。不过他们还是没搞懂叶青到底要干啥。突然一只亡灵怪从一片浓雾中冲了出来，突击！叮！亡灵士兵死亡。秒杀！血光冲天自觉如果自己杀的话，至少也要打一会才能杀死这只怪物，这就强得过分了呀。嘶吼在嘶吼说道。是啊，遗忘平原许多玩家才刚刚过来开荒，一个个死的不要不要的，老大竟然一个技能就秒杀了，而且还是普通的突击技能。两个人都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同时想到果然没有跟错人啊。短暂复生。在两人诧异的眼神中，亡灵士兵又站了起来，开始带路了。之前叶青问过青岩将军这个雾的事情，这个雾的确是遗忘之城能够控制的，但是很可惜，目前遗忘之城的修复程度还不足以控制，城内目前也没有产出回城卷轴，城主令也就只能叶青一人使用，所以还是只能用这个最笨的办法才行。用这个办法走了许久，终于是看到遗忘之城的影子了。穿过这个浓雾，竟然有一个城市，这个不是遗忘之城吗？之前第一篇帖子不是一曲东风发出来的吗？他碰巧到了这里，这里有任务，当时还有很多玩家过来呢，结果根本就过不了这个迷雾。我听说有一个团队用人命堆，终于是过来了一个玩家，结果遗忘之城根本就进不去。老大，你不会是想着把这里打下来吧？我可没有战斗力啊。嘶吼在嘶吼说道。跟着走吧。在两人好奇的目光中，叶青直接冲向了城墙之下的亡灵怪物群中。第122章惊讶。血爆技能已经用完了，血池里面的血液已经不够了再使用血爆了，所以叶青只能依靠自己超高的闪避以及技术，在怪物堆中冲杀向城墙下。这太强了，这么多的怪物竟然敢直接冲进去。血光冲天看着叶青在怪物堆中，胆战心惊。要是叶青死在怪物堆中，他不是亏大了。难道老大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可以使用的中立聚集地才这么玩命的？嘶吼在嘶吼看着血光冲天说道。血光冲天陷入了沉默。要是真这样，这个恩情也太重了。开门！叶青已经冲到了城墙之下，大吼了一声。这也行？城门会开吗？血光冲天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城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随后一大片的原住民士兵冲了出来，开始大肆击杀围困上来的亡灵怪物。叶青挥了挥手，示意血光冲天和嘶吼在嘶吼快点过来。就算是见多识广的嘶吼在嘶吼也忍不住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操作？三个人一同在众多士兵的保护下进了遗忘之城，城门轰然关闭。城主大人好！叶青一进入遗忘之城，城门口附近的居民还有卫兵全都异口同声道。以前还都是遗忘之城的原本居民，现在还多了许多的矮人一起对叶青请安。突然的请安让跟着叶青的两个人吓了一跳。大
大叔，这些是原住民。废话，这么明显。可是他们朝我们跪拜喊城主啊！血光冲天感觉脑子有点短路，嘶吼在嘶吼翻了个白眼，和你有毛关系？他们跪拜的是老大叶青好吗？原住民跪拜玩家？我不是做梦吧？你打我一下试试。嘿，闪电符！血光冲天一声惨叫，一道落雷直接劈在他的头上，瞬间他就变成了一个爆炸头。不过幸好嘶吼在嘶吼和他是队友，没有伤害，只不过有痛感罢了。我靠，你不是生活职业吗？为什么能攻击我？血光冲天无语道：我是符咒师嘛，我只是实验符咒罢了，你又没受到伤害。两位感觉这里如何？叶青笑着说道。两个人原本还在打闹，听到叶青说话，立马停下激动地对叶青说道：老大，这个城市真的是你的？叶青点了点头。这些原住民也可以随意使唤？不是，这些原住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同伴，并不是奴隶。城市是我的，他们也都是我的子民，所以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而不是随意驱使他们。叶青的话让附近的一个个遗忘之城居民露出了感动的表情。叮！玩家叶青，遗忘之城城主受到遗忘之城居民的爱戴，遗忘之城居民将永不背叛，同时生产力提升 5%。叶青没想到自己随便的一句话竟然让遗忘之城的居民更加的凝聚了。行了，你们自己熟悉一下吧，在北门有矮人铁匠铺、杂货铺，那边已经有回城卷轴了，自己去买。叶青一来就问了一下卫兵，知道杂货铺已经有出售回城卷轴了，就放心了。不然每次都需要叶青花很多时间带他们两个人回来，不是麻烦死吗？对了，这里目前还没有完全建设完成，防御力不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里，如果有人闯入，直接杀掉。叶青冷冷地说道。血光冲天点了点头，嘶吼在嘶吼，反正没有战斗力，这个就和他没关系了，他只要闭上嘴，好好在这里做东西就行了，跟着一个矮人嘶吼在嘶吼，先去找可以自己做的任务了。话说，老大，我刚才收到系统提示，我当官了。刚才给你设立的权限，你现在是一个将军，这样在城内会有优惠，你做事也方便。我还收到了遗忘之城即将受到怪物攻城的防御任务，你也收得到城内的建设任务。叶青惊讶道，原本他以为就自己能够收到。血光冲天点了点头，好像收到了。那可太好了，我一个人做这些任务都快累死了，你们能帮我分担一部分就太好了。血光冲天对于做任务最喜欢了，能有任务更好。原本还以为这里是新城，可能还没有任务可以做呢。怪物攻城我会想办法的，这两个东西送你了吧，作为见面礼。叶青从背包中将嗜血弓和剑雨技能书交易给了血光冲天。我靠，这把弓箭，宝贝啊，嘿嘿，不错吧？老大，我买不起啊，我能分期不？血光冲天自己手里的弓箭只不过是一把稀有的弓箭，一下子就看到完美的弓箭，属性还是这么的强大，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奈何身上并没有多少资产，都说了见面礼，跟我混还会收你钱，这么两个是我送你的礼物，拿去吧，加油升级到50级。叶青挥了挥手，老大！血光冲天激动的差点没抱住叶青亲一口，第一次玩游戏有这么好的老大。别激动了，你才刚43级，快点升级吧。老大，现在也就你一个50级，高高挂在最上面，第二的龙之舞也才45级，而且听说他现在可是4个佣兵团一起再带他一个人，所有经验都给他一个人吃的。血光冲天说道。4个佣兵团，好家伙，龙之舞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了。不过一个垃圾如何能和叶青比？说到龙之舞，最近叶青的钱用得太快了，都有点穷了，忍不住的叶青都有点想龙之舞了。行了，自己去熟悉一下环境吧，明天就要怪物攻城了，到时候可以好好升级一番了。血光冲天开心的拿着2件宝贝，屁颠屁颠跑去做任务了。叶青看着血光冲天离开，笑了笑。虽然自己不喜欢组队，不需要工会和团队，但是如果有自己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坏事。遗忘之城也早晚要开放，提前让信得过的人过来也不错。青岩将军此时走了过来，城主，城门东面有一批野兽，可否出城击杀？城内居民的粮食最近有一点不足。粮食又不足了？派人去打吧，我去清风城一趟，再去买点面包来吧。叶青说道。青岩将军打断叶青的回城技能，不，城主，现在居民的能力，面包已经不够了，他们需要大量的肉食。第123章名将动向。等等，居民可以提升？我怎么没听说过？叶青问道。不是他们提升了，而是矮人族给所有的居民都打造了铠甲。铠甲？什么铠甲？你总不能让老弱妇孺都穿上笨重的铠甲吧？叶青问道。青岩将军摇了摇头，拿出了一条红色的铁质腰带。见鬼！青岩将军手里的腰带竟然和假面骑士里面的腰带差不多。青岩将军拉过来一个卫兵，将腰带给他，
卫兵当着叶青的面，熟练地将腰带戴到腰上，随后从腰带右侧拿出一个类似于手机的呼叫器，按下了按键，再插回腰带，瞬间红光出现，一层层铠甲覆盖到了卫兵身上。我擦，果然是假面骑士。假面骑士是啥？不过好像这个名字挺不错的，这套铠甲正好还没名字，要不就按照城主说的，就叫假面骑士吧。青岩将军说道。叶青咳嗽了一下，能不能给我也来一套？青岩将军笑着说道，那不行，城内居民穿的，您怎么能穿呢？这些假面骑士基本上明天就可以全部覆盖了，目前矮人族全都在赶工。该死的系统，竟然不给我铠甲穿！叶青吐槽了一句。话说青岩你们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怪物攻城？叶青看了看周围的卫兵和居民，并没有什么紧迫感。有城主大人在，有什么可担心的？青岩将军竟然反问道。叶青感觉压力山大，你们就这么信任我的战斗力？不是啊，城主大人现在的实力，估计我一只手就能打残你了。青岩将军实诚地说道。叶青一脸黑线，你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嘿嘿，城主你也知道我不说假话的，不过我相信城主的智慧以及冒险者无限的可能。叶青翻了个白眼，这句话就是一句心灵鸡汤罢了。不过此时说，叶青倒是也挺受用的。怪物工程方面，叶青的确有了点想法，不过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我的方法出现了纰漏，说不定就可能需要战士们去玩命了。叶青说道。城主放心，为了将军，我们誓死追随，悍不畏死。青岩将军单膝跪地，一拍胸膛宣誓道。叶青立马扶起青岩将军，别激动，用不着宣誓。和青岩将军交谈完，青岩将军离开去处理手上的事情了。叶青竟然发现自己没事情做了。城内的建设任务已经由血光冲天去做了，嘶吼在嘶吼，那边都是生活任务和做东西，叶青也帮不上忙。叶青自己的药剂之前已经抽时间做了一批了，还够用，等级也已经高高挂起，也不是特别着急。叶青坐在城主府楼顶，看着一望之城，晃着两条腿，考虑该干点啥。对了，最近有一点缺钱。哦，不对，不是有一点，是相当缺钱，得去弄点钱。叶青想了一下，直接私聊了沈星竹。滴，沈星竹在不在啊？你怎么总是在我打 BOSS 的时候找我呀？沈星竹一接通语音就没好气道。叶青尴尬道，我哪知道你在干嘛呀？要不我等会。别，我已经退战斗圈了，打回酱油。叶青一愣，你是总指挥啊，退出战圈不好吧？沈星竹说道，猫猫会指挥，我分经验就行了。说吧，找我啥事？叶青搓了搓手，嘿嘿，沈大小姐，帮个忙，查一下龙之舞的位置啊。沈星竹翻了个白眼，你是真的把我当做情报部门的了呀？叶青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好像这个建议不错。你说啥？嗨嗨，开玩笑啦，帮忙啦。等会吧。过了一会，查到了，龙之舞在和佣兵团的打副本，花花蝴蝶在清风城里面泡妞，现在估计在9楼。那没什么机会了。叶青遗憾的只能放弃原本的打算。那你帮我看看名将的人的位置吧。我就猜到你要问，他们正好的组织做什么事情，具体什么事情时间太短查不到，不过位置在 XXXXX 坐标，你去呗。沈星竹竟然非常贴心的提前给叶青查到了名将的位置，多谢了。说完，叶青就要挂私聊。沈星竹嘿嘿一笑，如果弄到好东西，记得我的功劳哦。行，有好处绝对忘不了你。叶青挂了语音，站起身，直接发动了传送，瞬间回到了清风城。名将的人竟然跑到了万灵森林最边缘的无际荒原。要知道，无际荒原的怪物可和别的位置的怪物不同，别的地方的怪物都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区域，但是无际荒原却打破了这个规矩，怪物等级参差不齐，很可能刚进无尽荒原就能碰到7、8、10级的怪物。难道他们就不怕碰到高等级的怪物团灭吗？如此危险的地方还敢深入，那么必定有什么绝大的好处。叮，受到了偷盗。叮，对方偷盗失败。我擦，小偷！叶青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偷，眼睛一闪，一个隐身的盗贼一把就被叶青抓了过来。这个盗贼身材娇小，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一个灰褐色的袍子中，根本就看不清样貌。说是玩家叶青都怀疑是不是哪个乞丐原住民。你放开我！这个冒险者对着叶青踢了一脚说道。叶青也是觉得好笑，明明你是小偷好不好？怎么反过来好像叶青先动手的一样？这么差的偷盗技术还来偷盗？叶青冷笑一声，为什么我就偷不到呢？明明叶青一偷一个准啊！这个冒险者说了这么一句。叶青一愣，这还是一个自己的粉丝？如此，叶青也就松开了手。幸好这是游戏，不然现实中自己这种行为可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叶青想了想，既然是自己粉丝，那就掩饰一下吧。你不是偷不到，你这是手法不对。偷盗第一不能被发现，第二尽量不要偷等级高的人的东西，
很容易被发现的。偷盗，叶青直接发动了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蕾丝内衣一件。叶青看了眼手里的内衣，向眼前的冒险者一看，眼前的冒险者发出一声尖叫：“我靠，你是女的？你个刘一盲，还给我！”叶青尴尬地将内衣还给了女孩，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名字叫偷天换日。第124章偷天换日。明明是你偷我东西好不好？你不能总怪我啊！叶青打岔道：“我不是没有偷成功吗？”偷天换日嘟囔了一句，将蕾丝内衣重新装备上。话说你一个小女孩怎么偷东西？虽然是游戏里面，但是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要知道叶青有偷盗技能，但是从来不会随便对玩家使用，就算缺钱，叶青都没有打过这个念头。就凭他的偷盗技能，花1天时间就能偷到很多装备和钱了，但是这是底线，他不可能会做的。当然龙之舞这样的敌人就另当别论了，敌人没有底线可言。偷天换日低下头含着泪说道：“我姐姐病了，可是家里也没钱了。我看到论坛说叶青偷了佣兵令，卖了很多钱，就想着能不能来弄点钱。”叶青看着偷天换日，感觉他不像是说谎，但是还是问道：“你既然没钱，又哪来的钱买的游戏头盔？”偷天换日揉着眼睛说道：“之前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差，姐姐和我都有进入游戏玩，但是这几天姐姐病情恶化，家里花了好多钱。一个疾病就会让一个普通人家彻底崩溃的。算了，你跟我走吧，哥哥带你去赚钱，偷玩家的钱这种事就别干了。”叶青说道。但是偷天换日却没答应。不行，姐姐说游戏里面坏人很多，我这样的小女孩一定要小心，不能跟陌生叔叔走。叔叔，你信不信我剁了你？我才25岁好吗？切，我才18，那也得叫哥哥。叶青随着给偷天换日发去了好友邀请。叮，玩家叶青请求添加你为好友。叶青，你是叶青大神？偷天换日激动地打量着叶青，他一直都很崇拜叶青，所以也是特意玩的盗贼，但是却一直都不温不火的。走吧，跟我赚钱去。叶青甩了甩手说道。去，叶青大神绝对没问题。偷天换日立马跟上。叮，偷天换日发来了组队请求。取消。叶青直接选择了拒绝。叶青哥哥，为啥不组队？偷天换日问道。我是独行侠，不组队。开玩笑，等会名将他们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要是很危险降低了属性，自己不是完蛋了？而且满值的幸运值，叶青现在可离不开了。哇塞，好酷啊！偷天换日可不知道叶青技能的事情，还以为叶青就是这么一个潇洒的个性。走吧，一会名将的那伙人都不见踪影了。叶青直接狂奔冲了出去。叶青奔跑了一会才想到自己速度这么快，偷天换日估计跟不上吧。随后就降低了速度，想等一下偷天换日，结果发现偷天换日竟然跟自己速度差不多，非常稳定的跟在自己背后。你移动速度这么快？要知道叶青可是有往生之环的，敏捷属性多少会增加1点移动速度的，而且叶青的几件装备也有增加移动速度的效果。目前的玩家里面，叶青的速度绝对是顶尖的。没想到偷天换日这个小妹妹竟然速度也这么快。我的装备全都是收集的移动速度，这么极端？对的，我的技能都是增加移动速度的。偷天换日骄傲地说道。你是啥职业？我是幽影刺客，学的是格斗、暗杀、意志，和我挺像。格斗、暗杀、意志叶青全都有，只不过还多了野性和生命罢了。那肯定啊，我就是根据你的职业选择的。偷天换日说道。你是后来才进的游戏吗？两人一边奔跑一边聊着。对的，先进游戏的是姐姐，她跟我说了很多你的事情，我觉得好玩，就也一起来玩了。难怪你等级才32级。我姐姐说我升级已经很快了，一般的玩家可没有我这个升级速度。偷天换日不服气道。叶青细细一想也对，同样的玩家估计现在最多也就刚刚到30级吧。话说你姐姐得了什么病？叶青问道。查不出，姐姐原本身体就有点不好，哪天突然就吐血了，吐了好多血，当时我都吓死了，查了很多医院，医院都说查不出是什么病，就说是非常罕见的疾病。竟然查不出什么病？叶青惊讶道。要知道现在的世界可以说是医疗技术相当先进了，一个人受了皮外伤，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够给你治疗的完好无损，竟然还不能查出一个病。医生说姐姐这个病他们还需要研究，姐姐现在也只能待在医院里面。说到这里，偷天换日抹了抹眼泪。好了，别多想了，你姐姐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没啥本事，所以想在游戏里面赚点钱给姐姐看病用，不过感觉游戏里面赚钱好难啊。叶青哈哈一笑，普通的赚钱是挺难的，不过跟着我就不一定了，虽然有一定风险。等会赚的钱我分你一份。叶青说道。谢谢叶青哥哥。偷天换日也不矫情，他的确太需要钱了。嘿嘿，不客气。
叶青心里想到，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一路跟随，叶青发现偷天换日不止速度奇快，并且走位技术相当好。一个32级的小刺客，竟然不会被40级的怪物发现。他每次都能提前隐身，和怪物拉开距离，保持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仇恨边缘范围。你这走位谁教的？叶青忍不住问道。我姐姐，很厉害吧？是很厉害，这技术一般的玩家可没有。看起来你姐姐是一个高手。那肯定的，姐姐以前可是职业战队的选手，不过后来就是身体不好才退出的。职业战队？叶青刚还想说什么，前面的名将玩家就全体停了下来。叶青立马拉着偷天换日躲了起来。叶青哥哥，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游戏里面都知道叶青和名将有仇，所以作为叶青的粉丝，偷天换日倒是对于叶青追击名将也不惊奇，只不过好奇这些名将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干嘛。还不知道，等等看。名将公会来了，差不多3个佣兵团的样子，差不多有60多号人，平均等级都在40级左右，可以说是目前名将前排的那些玩家都过来了。名将峰哥作为公会会长，这一次亲自带队站在最前面，环顾四周，附近的刺客已经将这里都查看过了，没有多余的玩家存在，纷纷对着名将峰哥打了一个手势。第125章青椒秘境。名将峰哥看到只有自己的人也就放心了，大声说道：兄弟们，这个石壁后面就是一个秘境，里面只有一只 BOSS， 但是非常强大。咱们的一个兄弟发现了之后，立马死出来通知了公会，所有人进去之后一定要注意。原来名将的发现了一个秘境。叶青一惊，他可是清楚的知道秘境的凶险，但是也知道秘境带来的好处。如果是一只 BOSS 击杀之后，必然会得到 BOSS 掉落和秘境双重奖励。名将怒风看着名将峰哥问道：大哥，这只55级的秘境 BOSS 是不是太过强大了？我们就这么点人？名将峰哥笑了笑，不用担心，这里面的 BOSS 被几百条锁链锁在一面石壁之上，这一次我们带的都是远程职业，所以完全可以耗死他。全是远程。叶青又一次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话说老大，这只 BOSS 没有远程攻击吗？有，但是只有一招，冷却时间很长，虽然是范围伤害，但是我们用命堆一定能够击杀这只 BOSS。一个个名将玩家都兴奋地想着，如果能够爆出公会令的话，真的要发财了。这次的行动没有人知道，你们都是公会精挑万选的精英，所有人嘴巴都给我严实一点，进入秘境之后先别乱跑，等待刺客探路先。是，老大。叶青怎么都没想到名将的人竟然运气这么好，能够找到一个秘境。秘境一般分为有危险和没有危险的秘境，有危险和没有危险的秘境中还区分了任务秘境、无任务秘境，像叶青之前的秘境就是有危险秘境中的任务秘境，现在这个基本也是有危险秘境中的任务秘境，只不过只要解决一只 BOSS 就行了，任务非常的直观。偷天，等会我们尾随进去，你注意和他们保持距离，玩家的破影能力比普通的怪物强很多。叶青提醒偷天换日道，既然答应了带他来，叶青就不可能说话不算话，就算是危险也一定会带他进去，还要考虑他的安全。知道了哥哥。不知不觉中，偷天换日已经习惯叫叶青哥哥了。嘿嘿，突然多了个妹妹吗？能认偶像做哥哥，我赚了呢。叶青看了眼秘境的方向，如果能够打出公会令卖了钱，应该够给你姐姐暂时性看病了吧？这么多人，就算出了公会令，我们也很难拿到手吧？事在人为嘛。走吧，他们进去了。叶青和偷天换日两人隐着身，紧紧跟在名将的3个佣兵团后面进入了秘境。叮，进入青椒秘境。青椒？难道这里面的 BOSS 是一条蛟龙？名将工作室的玩家一进入秘境都小心翼翼的集合，然后由之前来过的玩家带队一路前行。秘境都是独立的，之前这个玩家已经来过这里了，知道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怪物和危险。所有的兄弟打起精神来，穿过前面的那片河流和灌木，就到青椒面前了。那只 BOSS 只不过一只被锁住的 BOSS 罢了，所有人注意走位，远程攻击就行了，主要多注意走位，尽可能的躲避那个远程攻击。是，老大。名将峰哥接着说道，如果能够出公会，令在场所有人1人1万信用点。有了金钱的诱疑惑，在场的玩家全都激动不已。许多人玩神域，完全是看中了神域的商业价值，能够在里面赚钱，自然会有大量玩家涌入。特别是像这些名将的玩家一样，加入一个大公会就会得到大公会的庇护和资源，时不时跟着打 BOSS 还能获得一笔额外的信用点奖励，因此他们都非常死心塌地的跟着公会混。看起来名将公会的人士气满满啊。叶青不由得说道，哥哥，我们怎么办？偷天换日第一次参加这种刺激的行动，竟然没有丝毫害怕，反而是在那边兴奋不已。叶青看了偷天换日一眼，按了按他的脑袋，刺客不能激动，要冷静，隐匿自己的一切情绪和身形。偷天换日点了点头，竟然一瞬间就冷静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前方名将的人，整个人竟然让叶青都感觉到不存在一般，气息全无。好家伙，
这小妮子搞不好比我还适合当刺客啊！叶青和偷天换日等到明将的人进入深处一点位置后再行动，迅速跟上。终于是按照明将的行动方向见到了那只 BOSS。我滴个乖乖！秘境 BOSS 青蛟已经有了一条东方青龙的雏形了，但是明显小了很多，并且此时这头青蛟身上被密密麻麻的铁链穿透身体，牢牢地钉在一块刻满了让人根本看不懂的铭文石壁之上。这只青蛟好可怜啊！偷天换日忍不住说道。叶青直接开启了查看技能，名称：青蛟斯雷卡，品质：史诗，等级55，物理攻击3476，魔法攻击2980，物理防御2000，魔法防御1686。技能1：缠绕，废除，使用身躯将敌人缠绕，造成额外400%物理伤害，由于身躯被封印，无法使用。技能2：半龙，被动，青蛟已经达到了化龙的边缘，但是被封印后力量被彻底限制们，只能使用一般龙的力量。技能3：龙吼，青蛟发出龙的吼声，造成10码距离内的所有敌人惊恐致死，无视任何防御，直接秒杀。技能4：龙之逆鳞，青蛟已经有了一片龙逆鳞，使用技能会使龙之逆鳞消失，变成防御70%伤害的龙之铠甲，持续1分钟。技能5：青蛟吐息，青蛟没有化龙，因此不能使用龙息，但是天才的斯雷卡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青蛟吐息，拥有水火双重属性，造成20码直线范围内所有敌人额外150%的魔法伤害。青蛟果然是一头即将化龙的蛟龙，只不过很可惜，这么强大的一条蛟龙竟然被封印在了这么一个秘境之中。叶青很好奇，这条蛟龙到底是为什么会被封印在这里的？又是谁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将一条蛟龙活生生定在这里？哥哥，他们动手了，咱们怎么办？偷天换日打断了叶青的思绪。叶青看了眼附近，说道：咱们先去那边的山坡，隐身快要结束了，先去灌木丛中隐藏身形。此时名将众人已经开始动手了。第126章青蛟龙。名将峰哥指挥道：所有法师弓箭手准备，保持20码以上的攻击范围。法师和弓箭手的最远射程是在25码左右，当然有的技能肯定是超过这个距离的。所有的盾战士全部用盾形成一个屏障，保护在前，空出的手也别闲着，用弓弩攻击，能打一点血是一点血。弓弩是所有职业通用的装备，弓箭则是学习了野性天赋后才能使用的。既然是通用的装备，自然也逃不过垃圾的定律，90%的弓弩基本都是垃圾，唯一的用处就是用来引怪开怪罢了，指望弓弩输出，基本上练级都不用练了。不过弓弩都有无视防御的强制攻击，虽然只有1-2点，但是多少也算一弹伤害。就像叶青的平凡之弩一直都没机会用，但是叶青还是存放在背包中。一般如果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想要强制攻击耗死一个 BOSS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怪物本身回血的速度就超过了强制攻击的伤害了。但是像现在这样有许多玩家的情况下，几十个玩家同时用弓弩攻击，等于这瞬间怪物受到了几十点甚至上百点的伤害。哥哥，你说他们能轻松杀死青蛟吗？偷天换日问道。叶青沉吟了一番，笑着说道：放心，他们打不过的，这只 BOSS 一定不会就这么简单就被磨死的。想到之前那个秘境，只要是需要做任务的秘境都不可能这么轻松的，而且怪物的技能可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叶青想到了雷厉，不固定。偷天换日无法理解，他所见到的所有怪物和 BOSS 技能属性全都是固定的呀。叶青笑着直接原地坐了下来，不要着急，先看看他们的战斗就行了。叶青和偷天换日舒舒服服的直接半躺在有灌木的山坡上面，看着名将众人大战青蛟。哦，应该说目前是名将众人单方面的输出青蛟，青蛟的技能攻击根本就够不着名将众人，青蛟只能愤怒的疯狂吼叫着。哈哈，这只蠢蛟龙！一个名将的玩家大笑着说道。这只 BOSS 可以说是他们打过最轻松的一只高等级 BOSS 了，没想到这只 BOSS 打得如此轻松，本来还以为需要死去活来的呢。名将厉风对名将峰哥说道。名将峰哥耸了耸肩，兄弟们加把劲，这只 BOSS 简直就是一个箭靶子，可惜就是我们的伤害太低。一个个名将的玩家攻击到青蛟身上，基本都是刚刚达到2位数的样子，非常非常难得出现一个高暴击上到3位数。一只史诗级别的55级 BOSS 已经有很高的概率会爆出工会令了，这也是这么名将众人兴奋不已的一个原因。可惜这只 BOSS 只有55级，要是能有个70-80级，或许更爽啊，说不定100%就能爆出工会令也有可能啊。名将峰哥说道，要是70-80级，估计只能强制造成那么一点伤害了，别废话了，快点攻击，不要划水，以防生变。名将峰哥不愧是代工会的资深老玩家，行事非常小心，就如此的场合竟然还能够非常冷静的想要快点击杀 BOSS， 以防万一。首先这里是秘境，
没有路线基本上不可能有人发现。其次，无尽荒原本来就是很少玩家进入的地图，之前名将的玩家完全是接到了任务才会来的。一个个名将玩家虽然听了名将峰哥的话不敢划水，全力在攻击，但是对于名将峰哥的小心都嗤之以鼻。这种秘境怎么可能还会生变啊？在轻松的氛围中，青椒的血量迅速被削减到了 10% 左右，悲惨的青椒嘶吼声音都渐渐变弱了。名将等人已经足足打了快2个小时了，我都快睡着了。偷天换日晃了晃有点困意的小脑袋说道。叶青则是精神抖擞地盯着下面的战斗。好戏开场了，好戏！偷天换日立马也专心关注起了战斗。果然在叶青话音刚落不久，青椒更加剧烈，反而挣扎了。他背后的石壁上的符文竟然开始忽明忽暗起来了，并且更加诡异的是，青椒头顶上的犄角竟然一点点开始长长了。青椒这是要进化了，聪明！叶青他们都能看到，名将峰哥他们自然也是看到了。我操，这只青椒这是要进化？进化怕什么？最多提升了点等级，好事啊！说不定报公会令概率更高了。一个个名将玩家根本不知道怪物除了进化还有变异等等变强方式，并且可不只是等级提升这么简单。名将峰哥皱着眉头大声喊道：不好，所有人快点输出，加快速度，必须快速击杀他！名将峰哥话音结束，青椒的血量骤降到 7% 的时候，突然青椒一声龙啸，秘境天空原本万里无云，竟然在龙啸的瞬间出现了朵朵黑云，劈下一道道粗大的闪电，而闪电的目标则是青椒。轰轰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在场的所有名将玩家都停下了手。青椒仿佛在闪电中承受了绝大的痛苦，龙鸣不断。这货不会被雷劈死吧？一个名将玩家担忧道。按道理被系统设定劈死可不会掉落任何东西，那他们就亏大了。叶青在高处看着青椒被雷劈，摇了摇头。这些名将是够蠢的，要么快点击杀，要么快点分散才是正确的选择，竟然还傻乎乎的站在一起看龙渡劫。果然，就仿佛要印证叶青的话一般，一声龙啸从闪电中出现，一道火焰喷射而出，直接横扫了前面所有的名将工作室成员。一片火光冲天，名将工作室额所有玩家，包括名将峰哥，全部被秒杀了。雷光也在同一时间消失。原本还被束缚着的青椒，此时已经彻底成为了一条青龙，竟然真的渡劫成功，化龙了，太帅了！偷天换日第一次看到龙，兴奋的差点没跳起来，被叶青一把按住。名称：青椒斯雷卡，品质：传说，等级60，物理攻击4276，魔法攻击3180，物理防御2500，魔法防御2368。技能1：化龙，被动，青椒已经化龙，能够完整使用低级龙的所有力量。技能2：龙吼，龙乃兽中之首，龙吼造成以龙为中心30码范围内所有敌人吓破胆，无视任何防御，直接秒杀。技能3：龙之铠甲，龙的令牌坚一硬到令人无法攻破，不过青椒龙刚刚化龙，龙鳞覆盖不足，龙之铠甲增加 50% 防御力，无冷却。技能4：龙息，青椒龙向一个方向喷射龙息，造成 600% 魔法伤害，并且可以持续喷射，进行随意横扫，喷射持续时间10秒，不可中断。第127章，该轮到我表演了。青椒原本头上的犄角只有1寸的样子，此时已经成了如同鹿角一样的存在，身上的锁链也已经全都在他的吼声中碎裂了一地。所有人上，不要怕死，死了就复活，冲过来继续攻击。这个秘境的复活点就在 BOSS 的右侧几百米处，可以说玩家死了立马冲过来，死一次掉 10% 的经验罢了，不是掉级。所有人都别担心，全力输出，今天我们要用命堆死这只 BOSS。 名将分割大声喊着，鼓舞士气。一个个名将的玩家都疯狂地对着青椒龙发起了自杀式攻击。虽然青椒龙的血量没有因为进化而变多，但是防御力提升了，再加上龙之铠甲这个技能，名将的玩家现在都只能造成个位数的伤害了。许多玩家甚至已经出现了 miss， 根本就无法攻破青椒龙的防御，只能也换上弓弩强制造成几点伤害了。叶青和偷天换日在山坡上看着名将玩家个个悍不畏死的样子，感叹道：这场战斗他们打得太惨烈了。哥哥，我们啥时候动手？偷天换日问道。现在是 14% 的血量，让名将的人再消耗吧，我计算一下。叶青此时脑子中也在疯狂计算 BOSS 剩余血量，名将的人复活点跑过来的人数，以及跑过来的时间，还有自己的攻击大概会造成的伤害和杀死 BOSS 的时间等等。青椒龙被这一个个如同蟑螂一样源源不断的冒险者攻击，已经暴怒了，整个身体疯狂抖动，背后的石壁上面的符文忽明忽暗。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青椒龙背后的石壁竟然直接炸裂了，符文全部消失。
强烈的爆炸声让整个秘境都为之一颤。石壁的爆炸也直接带走了青蛟龙差不多1%的血量，算是完成了最后的使命。失去了符文石壁，青蛟龙彻底摆脱了束缚。一声嘹亮的龙啸声中，青蛟龙尾巴一甩，直接将石壁残骸拍向名将众人，腾空而起，飞到了空中。所有人快输出！名将峰哥喊道：“老大，我们的人基本都快掉了3级了。妈的，废什么话！就算全都掉到0级，也一定要给我拿下这只 BOSS。没有攻击力，全都给我换上弓弩，强制攻击，给我杀！”一次次的死亡已经让名将的人都要疯了。对于名将来说，这只 BOSS 太重要了。兄弟们上！一个个名将的玩家自然也是知道，全都悍不畏死，各种技能不要钱似的疯狂丢向青蛟龙。然后青蛟龙一声龙啸之后，换来的都是一片死亡的白光。就是这个时候，叶青一直都在等待斯维卡将这个龙吼技能使用掉。小妹，等会 BOSS 1%的血量的时候，你冲出来，记得要隐身。好的，该轮到我表演了。青蛟龙早就已经站在一处山坡上，不停地使用龙息攻击复活的名将玩家，而这个山坡运气极好的和叶青两人所在山坡相连。名将的兄弟，不好意思啊，这个 BOSS 我要了。叶青发动了掠影，化作一道残影，瞬间出现，一匕首扎在青蛟龙身上，被刺，叮，被刺造成青蛟龙1235点伤害，青蛟龙眩晕2秒，闪影，蓝海的咒怨，切割，月光斩，突击，致命打击，一个个技能在叶青极快的攻速下，瞬间就招呼在青蛟龙身上，一个个巨额的伤害从青蛟龙身上冒出，青蛟龙惨叫连连，2秒眩晕一过，直接一爪子狠狠地拍向叶青。魔铠，一直没有机会使用的技能，叶青第一次发动，叮，血量失去当前 30%， 免疫 90% 的伤害，叮，受到攻击损失1982点血量。我去，免疫 90%， 还损失这么多的血。叶青一惊，自己低估了这只 BOSS 的伤害了。叶青的突然出现让名将的人都吓到了，妈的，那是叶青！叶青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名将峰哥快要疯了，叶青出现，这只 BOSS 还真不好说是谁的了。快！所有人全部集火叶青，杀掉他！叮！受到攻击，损失点血量。连着3声同样的提示。叮！闪避属性触发，免疫伤害成功。密密麻麻的一点伤害，还有 miss 在叶青头上不停的跳动。我他妈，这个叶青比 BOSS 还硬！别废话，全都换成弓弩攻击。叶青给自己丢了一个升级技能，直接无视掉名将的人。10秒魔铠状态下，就算再来1000个名将的人，叶青也可以无视。青蛟龙也不傻，血量降低到 1% 的时候，竟然噌的就飞起来了。他已经有了智慧，知道现在的玩家根本就没有飞行能力。哈哈，青蛟龙飞起来了，叶青这个刺客根本攻击不到。名将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放下了心，一点点的远程攻击都重新回到青蛟龙身上。叶青冷笑一声，想多了。踏空，叮，发动踏空，得到短暂踏空能力，移动速度增加。在名将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叶青踏空而起，一步接一步极快地向着空中的青蛟龙冲去。突击，到了突击的攻击距离，叶青直接发动技能，整个人被突击技能带动，冲向了青蛟龙。死吧！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产生暴击，叮！力王护手属性发动，造成3倍力量加成，叮！致命打击触发秒杀属性，竟然触发秒杀了！小妹，接受组队！叶青大喊一声，叮！与偷天换日组队成功，叮！青蛟龙死亡。偷天换日和叶青早就已经发起了组队，主要点击确定就可以瞬间组队。叶青想着照顾这个小妹妹，把青蛟龙的经验分她一点。青蛟龙死亡的瞬间，偷天换日已经到达了名将玩家的正中心，直接使用了手里的卷轴，名称卷轴地震，效果使用卷轴以使用者为中心，30码范围内产生地震效果，造成3000点固定无差别伤害。所有的名将玩家都是复活了就跑过来的，每次复活都不是满血的，血量本来就不多，一个地震直接全部秒杀。一刹那白光连闪，名将的所有人都在诧异中回到了复活点。第128章屠龙者，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0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2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1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2点，叮！
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4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3点。70级的传说级 BOSS 就叶青和偷天换日两个人瓜分经验，就算是叶青的等级也直接连升4级。偷天换日原本32级，直接窜到了46级，整整升了14级。哈哈，哥哥，这太刺激了！我竟然一个卷轴就把名将这么多人杀了。别刺激了，快点捡了装备跑路了。叶青和偷天换日在名将公会到来之前一点不剩的将青蛟龙爆出的东西全都捡走了。可惜就是秘境之中玩家死了不会掉落，不然估计能够收获更多。叶青，我草你吗？我和你势不两立，我要杀了你！名将峰哥从复活点火急火燎赶过来，就看到青蛟龙的尸体慢慢刷新掉了，但是地面上一根毛都没有。整个秘境都是名将峰哥的怒吼声。这个傻子！叶青嘲笑了一声，带着偷天换日直接离开了秘境。叮！完成青蛟秘境任务，所有参加秘境任务的玩家等级加1，最终青蛟击杀者获得永久性状态1个。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5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4点。叮！获得永久性状态，屠龙者对所有野兽类生物增加概率产生气势压制效果。叮！说明气势压制，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气势压迫，能使低位者失去战斗力，任人宰割。没想到竟然还奖励了一个永久的特殊状态，叶青大呼爽翻了。叶青和偷天换日用钩索跳上了附近的一棵树，隐藏了起来，远远地看着青蛟秘境的出入口。就在他们隐藏身形的同一时间，名将的所有玩家也都升了1级，然后强制被踢出了秘境，而青蛟秘境就这么消失了。别看名将的玩家全都升了1级，要知道在秘境中他们平均每人都掉了3级，这一趟他们是亏大了。名将峰哥一言不发，出了秘境，走到了边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名将诺言走过去，大哥，你没事吧？名将峰哥看了他一眼，传话下去，以后见到叶青全都绕道走。什么？名将峰哥看了眼虽然颓废，但是还毅然站在自己身边的名将玩家。我们名将一向来只讲利益，任何的工会还是工作室，或者是单人玩家，我们都不怕，只要有钱就行。但是这个叶青沉吟了一番，名将峰哥继续说道：这个叶青单人的能力已经快赶上一个工会了，而且这人心思沉稳，阴谋诡计不断，隐藏在暗，我们却在明，和他敌对不是明智之选。大哥，我们不怕呀，大不了就是死，和他死磕到底。几个名将玩家怒吼道。名将峰哥摇了摇手，杀了他也没饭吃，还不如远离他，好好经营我们自己的事业。兄弟们跟着我，我自然是一定要保证你们有钱赚才可以。一个个名将的玩家听着名将峰哥的话，眼睛都红了。在不远处，叶青和偷天换日坐在树上，清楚地听到他们说的话。偷天换日说道：看起来这个名将峰哥也不是太坏嘛。叶青呵呵冷笑一声：不坏，那是你也被欺骗了。名将峰哥这招一石二鸟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这演技绝对是奥斯卡级别的。怎么说？偷天换日问道。第一，他猜到了我们可能还在附近，他故意声音说这么响，就是让我能够听到，证明他服软了，让我不要针对他们，只要我听了，他们就有了大量喘息时间。第二，他的话不说别的，就最后那一句，绝对是将他的那些手下的心瞬间收拢了。玩游戏本来就很多时候都是兄弟热血，这种话最容易蛊惑人心。他出秘境的时候眼睛就在四下查看，应该就是在看我们的踪迹。随后他说远离我，躲开我的时候，眼睛不自觉地向一边看，这是典型的撒谎的微表情。如果没猜错，他是想慢慢先发展工会，等到他们都强大的时候，或者一个特殊的机会对我沉重打击，让我万劫不复。叶青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人，人情冷暖他看到的太多了，像这样的小伎俩他可不会上当。是敌人就是敌人，叶青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伸了个懒腰，叶青搂着偷天换日直接跳下了大树。名将的人早就已经一个个传送回了清风城，咱们也回去吧。叶青说道。回清风城吗？不是，去大本营。大本营？偷天换日疑惑道。原本叶青没想带这个认识没多久的小妹妹去遗忘之城，但是转念一想，其实自己有时候也太过小心了。这个小女孩相处下来性子还是不错的，遗忘之城也早晚有一天会开放的，不在乎早一点让偷天换日知道。叶青直接从背包拿出一张遗忘之城的回城卷轴，自己则是发动了城主令，直接回到了遗忘之城。这是遗忘之城，我之前论坛上看到过这个城市，欢迎城主归来。一个个附近的居民看到叶青就行礼道。叶青说了很多次了不需要行礼，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设定还是对于叶青的尊敬，这些居民和士兵依然是见到叶青就行礼。你们去忙吧，不用管我。是，城主大人。城主，哥哥，
你是城主？叶青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血光冲天一收到叶青回来的消息就跑了过来。这个遗忘之城他可太喜欢了，任务根本就做不完，并且每次做完任务，城市建设都会加快，简直是让他有超级高的成就感。老大，你回来了，你怎么还带了个小萝莉？血光冲天一来就看到了偷天换日。第129章青椒逆鳞。这是我路上认的小妹妹，小妹，这是血光冲天，弓箭手，我的朋友。血光哥哥好。嘿嘿，哈哈，偷盗，叮，偷盗成功，偷取134枚金币。血光哥哥还挺有钱。我去，一来就偷我。小妹，别淘气。叶青摇了摇头，这个偷天换日心性的确是小孩子。嘿嘿，血光哥哥跟你开玩笑的，还你。偷天换日说道，就发起了交易。算了，就当见面礼了。血光冲天摆了摆手，取消了交易。嘶吼在嘶吼也走了过来，老大，你回来了，这一批符咒刚做的，交给你处理吧。叶青接过符咒，直接分了几张自己备用的，别的都传送到了杂货铺，让叶红他们处理卖掉。叫你们过来，等会是需要你们帮我去办点事情，明天就要怪物工程了。我去，老大，你倒还记得呀？你竟然一点都不急。矮人族虽然能够给城内防御加强，但是攻击并没有增强太多啊。青岩将军那边的训练速度也不快，士兵也不足。血光冲天一直在跟进这些事情，所以非常的清楚。不着急，我有计划，虽然有风险，但是值得一试。先不说这些了，先来看看刚刚得到的好东西吧。叶青和偷天换日将青蛟龙爆出的东西都拿了出来，项链、戒指、护腿、胸甲，还有一把短剑，收获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你们两个人去杀 BOSS。血光冲天惊讶道。偷天换日添油加醋的和血光冲天大致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血光冲天激动地说道，我去，老大，这么刺激的事情你们不带我，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的，原本我也没想到会有秘境。叶青翻了个白眼，原本自己就想去找找名将的麻烦，抢点钱的。叶青先拿起了项链，名称青蛟逆鳞，部位首饰、项链，品质传说，等级55，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400，物理攻击400，魔法攻击400。特效逆鳞之光，受到攻击时有一定概率出现青蛟逆鳞，帮助抵挡伤害，每隔2小时存储一片逆鳞，上限5片。技能青蛟冲击，玩家笼罩在青蛟虚影中向前猛然冲击，用武器突击20码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额外130%物理攻击加70%魔法攻击的伤害，同时有一定概率触发龙吼效果，使敌人恐惧。竟然是有品质的项链，而且属性的技能还有特效全都是恐怖到极致的装备。这件装备拿出去拍卖，绝对能够卖出一个逆天的价格。叶青看了眼身边的3个人，别看我是生活职业，毫无用处。嘶吼在嘶吼笑着说道，和我也没关系，我是弓箭手，这些技能适合近战。小妹，嘿嘿，哥哥你就别看我了，你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装备上吧。而且我只要移动速度的装备，这种对我没用。偷天换日说道。嘿嘿，那我就不客气了。叶青直接将青蛟逆鳞装备上了，以前的那根夜之精灵项链跟着叶青这么久了，也淘汰了。正好，夜之精灵能够增加10点移动速度，给你了吧。叶青将夜之精灵项链直接给了偷天换日，如此叶青失去了一个月光斩技能，但是换上了一个更加强力的青蛟冲击技能。月光斩的范围伤害叶青现在也能够用巡航剑来代替了，所以现在用处也不是很大了。名称青山剑，部位首饰、戒指，品质史诗，等级55，魔法攻击1000，特效魔法攻击时有一定概率会在自身周围形成一道抵挡1000点攻击的魔法护盾，魔法护盾不可叠加。法师的戒指，简单粗暴的直接加了1000点的魔法攻击力，这颗戒指也绝对是法师争抢的好装备。叶青想了想说道，这颗戒指我收了，我朋友应该很需要。哈哈，老大你就别说了，这都是你打来的，你来分配就行了，别问我们，和我们关系不大。血光冲天笑着说道。叶青看了眼众人，点了点头。偷天换日看着叶青说道，没想到哥哥对朋友都这么好，要是姐姐知道我认了叶青大神做哥哥，肯定比我还激动。叶青笑着摸了摸偷天换日的脑袋，别担心了，你姐姐肯定会没事的。等会看完装备，你跟我说一下你姐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叶青想到一个人，轻声对着偷天换日说道，随后拿起一个护腿继续看装备。名称符文错乱，部位腿部、皮甲，品质传说，等级55，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400，攻击速度额外增加20%，
特效符文错乱，攻击时有一定概率随机强化自身的一个攻击属性，增加100%。受到攻击有一定概率随机强化自身的一个防御属性，增加100%。特效符文错乱，奔跑是有概率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翻倍，也有概率出释放闪现，向前方闪现5码距离。我没看错吧？这个装备竟然是减防御的，还减少的这么多。血光冲天惊讶道。不过这个装备的特效太强了，2个特效随便一个都是顶级的特效。叶青说道。血光冲天点了点头，对，要是属性触发，简直就是一个超级 buff。老大，你攻击这么强，如果战斗中触发攻击翻倍，那不是无敌了？皮甲，我们3个都能穿哦。叶青晃了晃护腿道。我总共也就那么点防御力，装备上这个我可能就要倒贴了，算了，我不要。血光冲天虽然这么说，但其实心里还是挺想要的，这2个特效对他也非常有用。不过他自己知道这和自己没啥关系，给叶青才是最好的选择。偷天换日也一样，直接拒绝，我等级低也穿上，哥哥你先用，大不了以后退下来可以给我们用吗？嘿嘿，那我就用了，可惜我用的矿脉之影的护腿绑定的，不然给你也不错。护腿我有，我这个我就挺喜欢的。名称灵巧护腿，部位护腿皮甲，品质卓越，等级35，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120，移动速度100。特殊效果，所有加速技能增强20%。技能灵巧，发动技能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加轻盈，移动速度翻倍，持续10秒。第130章准备。这个装备不错啊，作为刺客，这一件装备就直接提升了大量的速度，让装备的刺客完全可以来去如风。嘿嘿，我可是缠着一个原住民很久才接到这个任务的。最后2件装备，希望还能出叶青能用的装备。名称龙息，部位上衣布甲，品质史诗，等级5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700，智慧400。特效法术攻击时有一定概率触发龙息效果，对敌人额外造成20%的魔法伤害。技能龙息横扫，释放技能向前方20码距离喷射强力龙息，并随由玩家操控转向，造成范围内触碰到的所有敌人受到额外120%魔法伤害。又是一件法师的强力装备，附带的特效和技能直接让装备的法师整体输出能力保障。这件装备加上之前的青山戒，肯定能卖出一个高价。不过叶青不准备卖了，冰天雪地肯定是能用到的。叶青准备差不多的价格直接卖给冰天雪地就是了。好的装备拍卖虽然能卖高价，但是如果落到敌人手里也是麻烦事情。给自己的人虽然价格低了，但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何况柳如霜对叶青的情谊，算了，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叶青美滋滋的将这件布甲收到了背包中，最后是一把短剑，我们都可以用的哦，看看属性吧。叶青说道。我就看看，这是老大的。血光冲天嘿嘿笑道。名称青椒剑，部位武器短剑，品质传说，等级60，物理攻击2000，魔法攻击500，力量700，攻击速度100。特效1，蛟龙庇护，攻击时会出现蛟龙虚影，概率帮助玩家抵挡10%的伤害。特效2，龙之血影，攻击时概率触发龙之血影，爆发50%的特殊物理伤害，该额外伤害无视目标防御。无视防御这么强，无视防御的装备可以说少之于少，现在竟然能够爆出一把额外50%防御的武器，这把武器绝对是近战职业争抢的神器。血光冲天说道。是啊，不过60级，目前没人可以带，看起来我得先存仓库了。叶青说道。偷天换日道。哥哥，你到了60级先用，然后以后淘汰了再卖就好了，估计你换装备的频率还挺快的。叶青点了点头。小妹，没有弄到工会令，装备也都是我能用的，钱这次是不多了。不过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可能能够帮到你姐的办法，稍后你把现实中的情况下和我说一下，我现实中想办法。偷天换日乖巧的点了点头，虽然和叶青才刚刚接触，但是就和叶青对偷天换日一样，2个人就好像很久前就认识一般，相处时间虽然短，但是已经互相信任了，人品在一言一行之中都能够看出来的。何况叶青本来也是偷天换日的偶像，自然也都有一点偶像滤镜。好了，兄弟们，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事情了，过来。叶青招了招手，将3人都招到了身边，将自己想到的一个办法说了一下。偷天换日早就加入光明势力了，但是叶青发布城市任务一样能够收到怪物工程任务。我的个娘嘞，老大，你这招有点损啊！血光冲天忍不住对叶青竖起一个大拇指。损啥呀？嘶吼再嘶吼都忍不住说道。你这招简直坏的不要不要的，能够保住遗忘之城最重要。随后3人都离开了遗忘之城，
去按照叶青的方式做事了。叶青则是回到城主府，将一些需要的城防方面的功能都调试了一番，然后直接打开了私聊。滴滴滴，沈星竹大美女在不？在。沈星竹接叶青的私聊是最快的，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啥。装备要不要？叶青开门见山。有剑吗？我的武器到现在都还没换过，市面上好的武器根本没得卖。正好，我有一把长剑。真的？我看看。叶青将雷霆长剑的属性发了过去。沉吟了几秒钟，叶青，这把武器我要了。我靠，你吓死我了！别突然没声音，然后就爆破一样的发出声音啊！别激动，这把武器本来我就打算卖给你的。叶青笑着说道。沈星竹缓了缓情绪，真的吗？你开价吧，1万金吧。1万？这把武器你拿出去拍卖打底2万金，说不定有人抢卖到3万都有可能啊。我知道啊，不过我就是1万金卖你啊。沈星竹突然不说话了。过了几秒钟，悠悠地说道：“你是不是对我有所企图？”叶青也来了兴致，故意说道：“对啊，我就是要你的人啊！”没想到沈星竹反应极快，直接说道：“是吗？那行，下线吧，我们马上去登记。”噗！叶青差点没吓到，小样，还敢调戏本小姐！沈星竹哈哈大笑着道。叶青尴尬地说道：“好了好了，大小姐，你厉害，不和你开玩笑了。这武器的确1万金卖你，但是不要帮我一个忙。说吧。”叶青将一小部分计划和沈星竹说了，但是隐藏了遗忘之城的内容。这么大的好处，你为什么不一个人独享？沈星竹听了叶青的计划，好奇地问道。怪物浪潮那么多，我一个人也顶不住啊。咱们红区整体等级不高，正好趁这个机会，所有人一同作战，提升一下整个红区的整体等级。按照你说的，有一批怪物浪潮会有大量经验，可是没有官方的消息，玩家也不一定会相信啊。叶青说道。这个我已经想好了，你只要帮我散布消息，让所有大公会都有意无意的知道这个事情就好了。怪物的经验收益等等，帮我夸大一点。总之搞得越乱越好。我发现你就是个搅屎棍。搅屎棍要不要捅捅你？叶青鬼使神差的说了这么一句。呸！刘一萌。沈星竹竟然直接脸红了。叶青才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小心开车了，立马咳嗽了一声。嗨嗨，总之交给你了呀。你这家伙撩了我就要跑，难怪你那个房东姐姐也对你这么上心。也，哼，不理你了。叶青还没说话，沈星竹竟然先挂断了私聊。第131章，防御炮。叮，收到沈星竹的邮件。叮，收入15000金。叮，沈星竹留言，多出的5000金，看看有啥还不错的装备，一次性寄过来吧。叶青莞尔一笑，沈星竹这家伙还不忘占个便宜，给个5000金就让我给他多几件装备，给差了不帮忙，还有话说。叶青将雷霆长剑放到了邮箱，随后将几件打下来的装备都邮寄了过去。自己需要他的帮助，自然也不能给少了利益。还有一些法师装备和技能等等，叶青直接邮寄给了柳如霜，按照市价再打了个折，写了留言一同邮寄给了柳如霜。处理完这些事情，叶青直接发动了回家技能，回到了清风城的解忧杂货铺中。主人，叶红微笑着迎接叶青。叶红，现在摘星楼已经有原住民或者一些权力的原住民资料了吗？叶青直接问道。叶红点了点头，已经有了。在清风城的城主府中，任军部少尉的一个原住民，基本天天都来我们摘星楼喝酒。他带来过很多将士谋士，能够收买或者让他帮忙吗？应该可以，他已经彻底沉迷叶皇调制的酒水了，已经到了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的程度。叶皇这给力，那就好办了。这件事需要你去和他交涉，可以的话让他发一个通告，就说在遗忘平原有一大批黑暗制度怪物正在蠢蠢欲动，准备对清风城以及周边大范围进行扫荡。作为光明制度的子民，要为光明而战。希望他能够发布通告，告知冒险者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让冒险者自由组织进行怪物阻击战。叶红点了点头，好的，主人，你稍等会，我立刻去和他交涉。叶红端了一杯叶黄新调制的美酒，走了过去。叶青在不远处看着叶红和那个少尉说了几句。那个少尉原本看到叶红端过来的美酒激动不已，但是听到叶红的话，脸色大变，索性被叶红拉住，再说了几句才脸色缓和了一点，随后冲着叶红点了点头。过了一会，一口豪饮那杯美酒后，那个少尉原住民就起身离开了。主人，搞定了，他现在就去城主府贴告示了。没想到这么好说话，难道他不怕你骗他？叶青好奇道。光明制度原住民和黑暗制度原住民基本都是不会拿自己制度的安全开玩笑的，这种事情不是确切的消息，原住民之间都不会互相说的，所以这件事只可能是真的，而且就算是假的，他也必须去提前准备，以防万一。顿了顿，叶红继续说道，何况只是发布一个通知罢了，
狙击者还是冒险者，这对于城主府来说无关痛痒。军队并没有出动，他也不算越权。不错。哦，对了，主人，你先把2个店铺升级一下吧。升级这么快？叶青惊讶道。按理来说，店铺升级的速度是相当慢的。叶红笑着说道：“没办法，这附近就我们2家店铺，目前等于是垄断的，所以主人你懂得。”嘿嘿，懂得懂得。话说现在杂货铺能够调动多少资金给我用？2万多金吧。叶青直接把2万多金取了出来，然后走到外面去升级店铺。将店铺升级完成后，叶青告别了叶红，直接用城主令回到了遗忘之城。一出现，雷诺就已经等候在城主府了。城主，你回来了，看看我们最新研制的防御炮。防御炮？炮不是攻击的吗？还能防御？叶青好奇心被勾起来了。雷诺带着叶青来到了一处空地，空地上面有5台一模一样的小炮车，还有一台缩小了10倍样子的小炮车。叶青挠了挠头，这不就是普通的炮吗？看着没什么区别啊。雷诺早就猜到叶青会如此说，所以特意为了节省，做了一个缩小的小炮车作为示范。城主你看。雷诺将那个缩小10倍的炮车拉出来，一拉引线，轰的一声，炮弹冲出炮膛。炮弹冲出炮膛，飞行了30码的距离，在空中猛然爆炸。防御炮的炮弹和普通火炮的炮弹果然不同，别的炮弹都是爆炸卷起一层火浪，但是防御炮的炮弹竟然形成了一层如同水波纹的光幕。防护罩？城主不错吧？这个有意思啊。雷诺解释道，这个防御炮炮膛中的魔法阵可以让特制的炮弹在飞出的时候瞬间印刻上防御罩魔法阵，飞到空中爆炸的时候魔法阵会直接触发，产生这个防御的效果。只不过防护罩的实际防御能力并不是非常强大，而且防御炮每次使用的间隔差不多需要30秒左右。这个防御炮能够量产吗？如果量多，错位使用这30秒也可以无视啊。防御炮的制作材料是不贵，但是这个魔法阵太难刻印了。叶青突然想到，你们矮人族不是都不会魔法吗？嘿嘿，这个就要夸一夸林水寒了。这家伙虽然不会战斗，但是竟然精通阵法，这个防御阵法就是他研究出来的。雷诺夸赞道。林水寒，他不是建筑大师吗？怎么还会阵法？雷诺解释道，用林水寒自己的话说就是，最高级的建筑物就是要在最合适的地方垒加上最合适的阵法，如此产出的建筑才是最完美的建筑，才是艺术。猝不及防啊。没想到林水寒竟然还是一个阵法大师，阵法可以说是坚守阵地，反防为攻，以多胜少最好用的技巧了。雷诺，你们上城墙把这些防御炮布置一下吧，今天辛苦点，尽量多造几门炮出来，明日怪物攻城，别的不多说，至少明日尽量降低遗忘之城受到的伤害。叶青说道。放心吧，城主，我们矮人族必定尽心尽力。叶青点了点头。哦，对了，你们的酒已经在酿造了，估计怪物攻城结束就能够喝了。哈哈，这感情好，到时候就当庆祝酒了。叶青笑着说道。你们就这么确定能够守住？要是守不住，你们的命可能都没了哦。雷诺拍了拍胸膛，有城主在，我们绝对相信必胜。叶青一愣，没想到这些原住民对他竟然如此信任。现时青年将军，再是遗忘之城居民，现在是矮人族，一个个都无条件的信任自己。第132章尴尬场景。其实说真的，叶青将矮人族带过来，却让他们有了需要经历生死的风险，其实已经有点亏欠他们了。但是矮人族依然信心满满的相信他。无论如何，明日的怪物攻城，我必须保证遗忘之城安然无恙。叶青捏着拳头，看着雷诺欢快的离开的背影，想到。叶青直接在城主府下了线。不知道怪物攻城需要多少时间，叶青必然是需要下线吃饭，准备食物，以及好好睡一觉休息一下。下线，叶青出门买了点菜，开始自己动手烧菜。一个人在外生活多年，炒个菜，做点食物已经是家常便饭。只不过叶青平时比较懒，一般都是泡面应付一下，或者外面吃点就完事了。但是今天时间比较充裕，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处理的都处理了，自然也需要好好吃点，犒劳一下自己了。自从上了神域，叶青也没好好吃过一餐饭，3菜1汤，色香味俱全。叶青刚摆上桌，准备大快朵颐，一阵敲门声就打断了他要下筷的动作。我去，谁啊？叶青起身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身紫色丝绸睡衣的女人。你是？哟，我家怎么来了一个小帅哥？门口的女子穿着睡衣，手上拿着一瓶葡萄酒，竟然在叶青开门的时候直接冲了进来。喂，你走错门了！叶青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偶像剧展开，不会这人是玩仙人跳吧？主动送上门的女人，叶青从来都是小心万分。这个紫色睡衣的女人丝毫不顾叶青的阻拦，笔直的就冲进叶青房间的厕所，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我靠，什么情况？
这个女人叶青根本就没见过，家里莫名其妙进来一个人，还是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叶青尴尬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坐下吃饭好还是不吃。就在叶青一筹莫展之际，竟然又有人敲门了。叶青打开门，就看到柳如霜穿着一身白色睡衣站在他门口。什么情况？睡衣派对？我看你游戏不在线，就下线来找你了。你怎么回事？明天有大活动知道吗？柳如霜看到叶青开门，也是大大咧咧，直接走进了房间。叶青一个头两个大，好香啊！你做菜了？柳如霜直接自己很熟练的拔了根筷子就坐下来，准备开吃了。这么多年，柳如霜中间也有几次到叶青这里蹭过饭，叶青的手艺就算是吃过山珍海味的他来说也是极度夸赞的。如果是之前，叶青还比较欢迎柳如霜来蹭饭，多个人一起吃还比较香，但是现在，果然还没等叶青说话，厕所门就开了，然后那个紫色睡衣的女人竟然如同小兔子一样，直接蹦到了叶青怀中。我说我不认识她，你信不？柳如霜刚把菜夹到嘴边，就脸色大变，筷子啪的带着菜一起拍在了桌子上。姐，这人我真不认识。他敲我门，我一开他就跑进来了，很快啊，就在你进来之前，连菜都给人烧好了，你还解释啥？柳如霜看了眼桌子上的三菜一汤，越是感觉这就是叶青为了这个女人做的。叶青无语了，这菜是我自己烧了给自己吃的呀，你平时不是吃泡面的吗？叶青直接被问住了，好像的确是这么个情况。不对啊，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这么怂啊？我靠，我就想炒个菜吃，哪来那么多事啊？叶青非常干脆的将已经迷迷糊糊睡着的紫色睡衣女人丢在床上，坐到了餐桌前。你吃不吃？不吃我自己一个人吃了。柳如霜看了眼床上的女人，再看了眼叶青气呼呼的样子，哼了一声，重新拿起筷子跟叶青抢起了菜。一时间竟然整个房间没有一点声音，门开着，女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叶青和柳如霜对面对坐着在那里抢菜吃。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吃到一半，柳如霜受不了这种气氛，最先问道：我怎么知道啊？你不是房东吗？这幢楼里面住了谁你不认识？叶青反问道。柳如霜气鼓鼓道：这一栋楼这么多住户，我哪记得住这么多人啊？我平时都是交给第三方中介监管的呀。懒死你算了，等会出门把这个女人一起带走，别放我这里，我怕明天就被带走了。叶青说道。我带去哪？我在这里待一会，等会叫醒她呗。坑爹啊，这都什么事啊？话说，你之前给我发的装备价格就不能再低点了？柳如霜问道。再低？我都给你批发价了。唉，之前不养工会不知道，现在养着一批人才知道，钱是真的不够花啊。柳如霜一脸委屈的样子说道。叶青吃了口菜，别装了，你个有钱人还来我这里克扣吗？别想啊，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不要你还我，你掉钱眼里了呀？对啊，穷啊，你养一个工会，我嗷嗷待哺的更多呢。好啦，给你开玩笑的，钱都邮寄给你了。不过说真的，明日的怪物浪潮，你知道吗？叶青点了点头。你没打算？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要是错过了，估计龙之舞能压你一头。叶青甩了甩手，就算让他压我一头，我也能秒了他。知道你厉害，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来个斩首行动？斩首行动？叶青停下了筷子，看着柳如霜好奇道。按照以往的网游游戏设定，怪物工程肯定是一波接一波，怪物数量会慢慢下降，但是等级、品质等等都会大批量提升，最后肯定有一只非常强大的 BOSS 作为压轴登场。现在各大工作室工会都已经在筹划，到了怪物浪潮的时候，派出精锐部队去击杀最终的 BOSS， 获取最大的收益。目前，雄霸天下、改变世界、巢穴、墨竹、黑暗纪元、法师工会、创世、天幕商会等等大大小小差不多几十个佣兵团都在集结，还有一大堆散人玩家自己组织的团队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原来柳如霜所说的斩首行动是这个意思。叶青看了眼柳如霜，所以你们也准备去斩首 BOSS？ 是。那你呢？什么打算？如果你去斩首 BOSS， 或许成功率更高吧。叶青摇了摇头，我不打算去。第133章，赵萌，你不打算去斩首？柳如霜惊讶道。叶青点了点头。之前他还没想到会有最终 BOSS 这个情况，但是听到柳如霜说的时候，他就决定斩首行动不掺和。与其去抢夺这只 BOSS， 不如多杀点小怪换经验来的实在。而且我没必要去得罪这么多的工会。叶青说道。叶青的话让柳如霜陷入了沉默。的确，所有人都看到了 BOSS 的巨大利益，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别的问题，比如 BOSS 强大与否， BOSS 的收益是否真的这么大等等问题。而且叶青原本的目的就不是升级，他的目的就是保护住遗忘之城，叶青怎么可能会自己以身犯险丢开遗忘之城？柳如霜沉吟了一番，抬起头，叶青多谢了，
这一次霜冻也会放弃斩首行动，多杀怪，好好发育。叶青点了点头。话说到现实，这货咋办？叶青看了眼躺在床上的紫色睡衣女子，问道。这个紫色睡衣女子看样子差不多和叶青差不多，但是却有一种魅惑的感觉，身材容貌都可以说是顶尖的。叶青咽了下口水，转头就看到柳如霜盯着自己。我就是正常吞口水，你别这么看我呀。叶青冷汗直冒，柳如霜这眼神简直就是超级小怨妇的感觉。柳如霜突然站了起来。你要干嘛？叶青吓了一跳问道。柳如霜一句话不说，直接走进了厕所，接了一杯水，走过去就泼在睡着的紫色睡衣女子脸上。冰冷的水让紫色睡衣女子一下子惊醒，直接坐了起来。看，这样最直接。叶青忍不住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这里是哪？紫色睡衣女子看起来应该是清醒一点了，揉着脑袋问道。这是我家。叶青还没说话，柳如霜就直接说道。叶青一愣，等等，这里不是我的房间吗？柳如霜白了他一眼。叶青收声不说话了。对不起，我喝醉了。紫色睡衣女子看到自己的样子，立马道歉，想要起身离开，刚下床，一个站立不稳，直接摔到了坐在边上的叶青身上。砰！女子连带着叶青直接向后倒下，叶青狠狠地被压在了地上。当着柳如霜的面，紫衣睡衣女子竟然就这么吻在了叶青嘴上。杀气！叶青感觉到了一股杀气，急忙想要将女子推开，但是手一伸，竟然直接推在了不方便的位置。好家伙，完了！紫色睡衣女子一声尖叫，直接如同小兔子一般跳了起来，双手交叉抱住了自己。叶青！柳如霜冷声道。大姐，你好歹拉我一下，你没看到我是被撞倒的吗？这种时候装不懂是最好的办法。叶青立马转移话题。冷静下来后，终于知道了这个女子是叶青一楼上的一个新的住户，不过不同的是，她的那个房间是她自己买的，根本就不是租的。你这里的房间还有直接卖的？委托挂了几个房间出售的。这个女子叫赵萌，是一个普通的白领，今天是因为她的男友跟她分手，找了个有钱的女人，所以自己在家喝得烂醉，结果穿着睡衣就出门拿快递了，后来找错了门，找到了叶青这边。解释清楚了，叶青也算是洗脱了嫌疑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回去了？需要休息，明天神域怪物浪潮我还要战斗呢。叶青看到柳如霜和赵萌在他的房间越聊越欢，聊渣男，聊八卦，到后来竟然开始聊叶青这个人，叶青实在忍不住了，直接下逐客令了。本来自己想要好好休息一下的，现在都要泡汤了。神域？你们都玩神域的吗？赵萌问道。对啊，他可是游戏里面等级榜第一的大神叶青哦。什么？你就是叶青？赵萌惊讶道。叶青看了眼柳如霜，柳如霜才反应过来自己不小心把叶青现实中就给暴露了。赵萌也立马心领神会，放心，我肯定一个人都不会说的，我刚玩游戏，今天估计能够出新手村了，大神能不能教教我呀？叶青摇了摇头，我没空，你让刘姐姐教你吧，她反正要弄工会的，带你一个应该也可以吧。叶青立马甩锅。柳如霜和赵萌离开，叶青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虽然说有这么两个大美女在自己房间，还穿的是轻薄的睡衣，但是叶青并没有觉得有多赏心悦目，不合时宜的接触实在是一种煎熬。叶青想到和赵萌的那一吻，竟然也有了一丝心情波动。该死的荷尔蒙，想屁吃啊！叶青收拾了一番，直接躺到了床上，沉沉的睡去了。这一次，叶青做了一个梦，自己竟然获得了游戏中的力量，脚踏空气，踏步天际，俯瞰世间一切，仿佛脚下世界的生物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决定生死。这是叶青第一次想在一个梦中不想醒来的感觉。不过定好的闹钟还是无情的将叶青从睡梦中拉了出来。该上线了。洗漱一番，叶青直接进入了游戏。休息充足，叶青感觉到自己的脑海此时无比的清醒。叮！怪物工程即将开始，倒计时10分钟。叶青算的时间就差不多，一上线就收到了提示。他作为遗忘之城的城主，是经受考验的人，自然是有系统提示的。滴滴滴，叶青，清风城的玩家差不多70%都已经聚集到遗忘平原了哦。冰天雪地给叶青发来了私聊。叶青点了点头，知道了。此时的遗忘平原上的雾气已经被遗忘之城控制收缩了。叶青将雾气收缩到遗忘之城外围几百米的范围，这也是遗忘平原第一次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叮！怪物工程开始。叶青收到系统提示的瞬间，从遗忘平原的中段未开发的阴影区域中冲出了大量的怪物。在叶青的计算下，大部分佣兵团果然如他所想一般，正好将大量的玩家布置在遗忘之城和阴影区域之间。所有的玩家成了遗忘之城最前沿的一条战线。所有的改变世界玩家做好防御阵型，试探性攻击。这是第一次清风城大部分玩家参加的一次大型防御战。
龙华带领着他的改变世界佣兵团及附属佣兵团最先接触到怪物浪潮。第134章怪物攻城开始。大量的怪物悍不畏死的向着遗忘之城狂奔，他们基本都没有思维，唯一的想法就是吞噬掉遗忘之城。但是玩家拦在中间，各种技能狂轰乱炸，一个个肉战士顶在最前方，用盾牌将一个个怪物狠狠顶在最前方，后方的弓箭手、法师全都技能连放，漫天的箭枝魔法让原本平静无人问津的遗忘平原一下子热闹非凡，各种爆炸轰鸣声此起彼伏。我的天，怪物攻城竟然这么可怕！血光冲天看着大量怪物涌来，忍不住说道：这才平均等级40级，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怪物攻城。嘶吼在嘶吼看了眼叶青，老大，按理来说这个等级也不会有玩家拥有城市啊。如此一想，道理也对，叶青的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玩家的平均了。要知道现在都还是只有佣兵团，虽然都叫着工会，但是其实也只不过叫叫罢了，工会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而叶青这边已经占据了一方城池，让别的玩家知道，估计又要举报叶青开挂了。不过哥哥能够搞定这个任务，本来就是哥哥自己的实力，别的玩家就算知道有遗忘之城这个任务，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得了。偷天换日说道。血光冲天点了点头，走吧，我们也去加入队伍蹭经验。我们不去后方杀 BOSS 吗？叶青摇了摇头，暂时不考虑。你看看那些佣兵团，至少有8个佣兵团的精英成员已经在聚集了，他们逆着怪物冲来的方向一路前进。我的天，他们都疯了吧？就不怕被团灭？这叫又疑惑。工会令对于这些想要最先组织工会或者想要赚大钱的佣兵团来说，绝对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并且还是不可分享的蛋糕。嘶吼在嘶吼，作为见过世面的中年人，自然很清楚一块工会令的价值，所以老大才让我们散布怪物浪潮中的 BOSS 大概率会出现工会令的消息，对吧？这个消息他们真的会信吗？不会信。叶青看着远方说道。那他们这是？对于他们来说，消息真假无所谓，只要消息出来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一个建立的工会所带来的名气是任何后面的工会所无法比拟的，第一个工会所打下的基础必然是稳定坚实的，等到财团入驻，必然第一工会是优选。血光冲天听得眼冒金星，财团入驻那不是很多钱？老大，我们要不要去？叶青摇了摇头，不要急，先跟着大部队蹭经验，我也得趁这个机会给我的肥肥生升级。叶青联系了沈星竹，让他用了一下团长的特权，将叶青散人拉进团队。至于嘶吼在嘶吼是生活职业，依靠生活技能升级的，所以只能坐在城头上看戏。叶青将肥肥召唤放在城墙上，团队模式下虽然经验很少，但是大批量的怪物死亡，获取的经验数值简直就是坐火箭一般，肥肥的等级刷刷刷的飞速增长。肥肥，好好蹭经验，我下去玩了。叶青摸了摸肥肥的脑袋，准备跳下城墙加入战斗。叶青现在已经能够意念控制雾气的范围了，他要穿过雾气，完全可以在不干扰雾气的情况下直接离开雾气的范围。偷天换日想了想自己的战斗力，还是决定坐在城墙上混经验。嘿嘿，老大，你不是想玩玩吧？你是想绕到后面去吧？血光冲天看着叶青说道。叶青邪魅一笑，青爷，我出去怪物攻城的最后方看看，遗忘之城随时注意抢防的怪物动向，如果冒险者顶不住，遗忘之城就要靠你们来防守了。城主放心，有我们在。青岩将军说道。雷诺此时也在城墙上，城主，现在防御炮已经有13门了，我们已经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了。叶青点了点头，交代了一声，如果有事让偷天换日联系自己。血光潜行学了吗？血光冲天3个天赋中有一个也是暗杀天赋，所以可以学习刺客的潜行技能。能够隐身的技能最初级的就是潜影，但是有淡淡的影子存在，之后大部分会暗示的职业都会学习潜行技能，潜行后移动速度会降低 30%， 隐身的效果比叶青的隐身效果更差一点，如果叶青的隐身仇恨范围是5码，潜影就至少是8码的范围。就这点来说，叶青是真心感谢盗贼阿诺斯。嘿嘿，已经会了，这2天蹲拍卖行和店铺蹲了好久才蹲到的。叶青和血光冲天直接跳下城墙，瞬间因为跌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2个人直接残血。叶青和血光冲天直接将准备好的药剂一口喝掉。叶青在这几天让叶红买到了一张终极强效治疗药剂的配方，花了点时间练了很多瓶药存在。终极强效治疗药剂瞬间就可以恢复差不多3000点的血量，但是缺点就是冷却时间很长，喝了1瓶要喝下1瓶就需要差不多5分钟。2人瞬间回满血量，叶青还给自己丢了一个升级技能，补上了差的那点血量。2人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想着怪物群右侧奔跑。怪物攻城的怪物完全没有逻辑，一只只怪物有普通的野兽怪物，也有人形怪，还有兽族怪物，各种千奇百怪的怪物都在蹦腾着和冒险者厮杀在一起。一个冒险者想要偷偷绕后，被一只狂奔的狮子
直接一口咬断了脖颈，而另外几个冒险者直接对着狮子就是一堆技能连射，狮子嘴角还有冒险者的血液滴落，就被冒险者的技能轰成了渣渣。老大，你慢点，我跟不上你。血光冲天说道。你先慢慢跟过来吧，我先去开路。原本叶青特意放慢了速度等一下血光冲天，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移动速度还有隐身的强悍，所以叶青干脆放开了速度先走，让血光冲天后面慢慢过来。速度全开，叶青嗖的一声直接就窜了出去。要知道这可是在隐身状态下。血光冲天无语了，这尼玛差距也太大了吧。叶青速度快，依靠走位，一只怪的仇恨也没吸引到，在怪物堆中迅速穿梭。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6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5点。第135章邪谋。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升级，叶青直呼过瘾，这么好的好事太难得了。叶青虽然进入了团队，失去了独行者技能，但是反正暂时不杀怪，没了独行者也问题不大，经验能够蹭蹭的涨就行。叶青看了眼等级榜，这一次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这一次怪物工程应该能让大部分的玩家窜到40多级，一线的队伍基本上都能够冲到50级左右。不过也幸好冒险者能够来，不然按照这个怪物工程的架势，遗忘之城有一半的概率会被夷为平地。叶青一边想着，已经跑出了很远，已经能够远远的看到怪物浪潮的尽头了。叮！恭喜发现荒芜之地。一声系统提示音，叶青的个人地图页面出现了一片新的区域。个人地图只要没有到达过，就会是一片黑蒙蒙的雾气笼罩，看不到地图的位置，但是只要到达了这个位置，就能够直接开启迷雾。那个就是召唤怪物工程的大门。叶青看到荒芜之地的一个石坡之上，竟然有一扇黑漆漆的大门，2层楼高的大门打开着，无数的怪物源源不断的从门内冲出，杀向遗忘之城。好家伙，搞了半天这是有一扇任意门啊，难怪能够突然出现这么多的怪物。说起来这才符合逻辑嘛，以前叶青看到的小说啊什么的，怪物工程完全是凭空出来的，一点都不符合逻辑。叶青转了一大圈都没看到有 BOSS 的踪影。按照一直以来玩游戏的惯性思维，所有的怪物工程的 BOSS 一般都非常庞大，什么龙啊、亚龙啊、恐龙啊、巨猿啊、变异雄狮啊等等的，但是这一次一只巨大的怪物都没有。就在叶青一筹莫展之际，佣兵团的精英们全都已经聚了过来。叶青闪身躲到了一边的峭壁之中，蹲下来注视着佣兵团的动向。另外的佣兵团兄弟要不要联合一下？龙华看到一个个有实力的佣兵团都已经深入到了后方，发出了邀请道：哟，龙家的大少爷想要联合我们一起，那收益算谁的？小鹌鹑非常直接将最大的问题给暴露了出来，一句话让所有的佣兵团都不说话了。说到底，最终的收益才是关键。黑暗纪元的团长无名之辈直接说道：我要1半的收益。所有佣兵团的团长仿佛看一个智障一半看了他一眼。龙之武最先忍不住：你他妈谁啊？我还全要呢，说话跟他妈放狗屁一样。小辈说话注意点。龙之武瞪了无名之辈一眼：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小辈，我看你是老不死吧。骂人龙之武也是一绝，要知道他可是等级榜第2的玩家，无论是技术还是脑子都是顶尖的，只不过碰到叶青就完犊子罢了。哼，小辈果然是小辈，说话这么冲。小辈的你烦不烦？有本事过来砍我啊！龙之武恶狠狠道：我是奶。无名之辈丝毫不生气，淡定的说道：哈哈，一个大男人竟然玩奶，还他妈是团长，笑死我了。佣兵团的人聊着，一声冷笑直接打破了平静。欢迎光明制度的冒险者来到我的黑暗之门。一个长得像人类的怪物在一众怪物的簇拥下从黑暗之门中走了出来。这个看着长得像人的怪物全身竟然长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类眼睛，只不过这些眼睛现在都是闭着的，密集恐惧症看到了必然是立马吓晕。鄙人邪谋，黑暗制度中一名籍籍无名之辈。邪谋非常儒雅的对着佣兵团的精英们行了一个贵族礼。哼，长得这么丑还装什么绅士？小鹌鹑看到邪谋的样子就犯恶心，忍不住说道。小鹌鹑话刚说完，邪谋眼神一冷，伸出手指一点，从他的手部的一只眼睛中竟然射溢出一道紫色的光芒，直接将小鹌鹑洞穿，射了一个透心凉。小鹌鹑就这么直接被秒杀了。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虽然小鹌鹑是弓箭手，但是作为佣兵团的主力，装备怎么都不会太差，竟然直接被秒杀了。叶青在远处都忍不住倒吸冷气，这个 BOSS 是个硬茬呀。名称：邪谋，品质：远古，等级60，物理攻击600，魔法攻击3981，物理防御2555，魔法防御2000。技能1：多目，被动，邪谋日积月累，将敌人的眼睛挖出来移植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全身都拥有眼睛，随时会从各个位置的眼睛发出魔法攻击。技能2：元素锤儿。被动，原本邪眸是一个魔法师，但是经受不住又疑惑成一轮黑暗，成为了邪眸。但是他将自己的魔法天赋与邪眸融合为一体，能够完美的使用所有的元素攻击。技能3：邪眸全开。邪眸会将自己的邪眸全部开启，将自己的魔法力量催动到极致，爆发出额外1000%的魔法伤害，30码范围内无差别攻击。说明邪眸乃是黑暗魔神手下第4大将美杜莎的得力干将，邪眸的目标就是获得和美杜莎一样的石化力量，因此拼了命的收集能够触发石化力量的眼睛。邪眸只有3个技能，其中2个还是被动技能，但是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这个邪眸强大到令人胆寒。多目技能搭配元素杵儿技能，每一个眼睛都是一个魔法技能，鬼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多少眼睛啊！邪眸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炮台，而且邪眸的第3个技能，可以说只要使用，在场的所有玩家全都可以回到复活点报道了。那啥，大鹌鹑，你家小鹌鹑被秒杀了，你不去报仇？法师公会的会长魔导师捅了捅大鹌鹑的胳膊说道：“我特么又不是傻逼，要死你去！各位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也了解了，如此，动手吧。”在场的佣兵团玩家全都愣住了，第一次碰到这么直接的 BOSS， 主动攻击的有，但是非常人性化交流准备战斗的 BOSS 还真的第一次碰到。原本儒雅的邪眸突然眼神一变，右手向前一伸，一颗比一般玩家发出大了至少1倍的火球猛然砸向龙之舞。防御壁垒，格挡。龙之舞反应极快，从邪眸抬手的瞬间就已经开启了防御技能。叮，格挡成功，伤害减半，受到2981点伤害。龙之舞一声怒吼，直接冲向了邪眸。既然已经开战，那就全力。第136章坐山喝酒。怒吼，践踏，叮，邪眸受到320点伤害。龙之舞连续2个技能直接吸引了仇恨，将邪眸的仇恨稳稳地拉到了自己身上。都别多想了，这个 BOSS 不好打，先解决了 BOSS 再说，不合作都得死在这里。龙华立马提枪加入战斗。冰霜枪刺，叮，邪眸受到498点伤害，受到冰霜效果影响，移动速度减少 2%， 持续3秒。哈哈哈，有意思！邪眸狂笑一声，右手2只眼睛同时睁开，2团冰刺直接刺向龙华。龙华立马那枪招架，叮，招架失败，叮，龙华受到冰刺攻击，受到3981点伤害，叮，龙华受到无名之辈治疗，治疗产生暴击，回复3100点血量，叮，龙华受到冰刺攻击，受到2698点伤害，2道冰刺差点就把龙华秒杀了，幸好无名之辈反应极快，一个差秒治疗加上触发了治疗暴击救了龙华一命。龙华感激的点了点头，无名之辈也是点头示意，所有人一起上，不然别说奖励，命都没了。沈星竹说道。雷霆长剑一抖加入战斗，雷光闪。沈星竹拿到叶青的雷霆长剑就连夜升级，整整用了4个佣兵团的兵力，硬生生将自己的等级冲到了50级，才拿上了雷霆长剑。一道蓝白色闪电刷的从沈星竹的长剑中窜出，笔直向前，直接将邪眸囊括其中。轰！一声惊天巨响，地面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叮！邪眸受到1679点伤害，受到雷霆效果，麻痹3秒。我靠，这把剑好帅啊！大鹌鹑忍不住惊叹道：“雷霆长剑的外形实在是太霸气了。”少废话了，快点攻击 BOSS！ 虽然沈星竹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忍不住产生了一丝波澜，一下子就想起了某个送剑的人，也不知道那家伙在干嘛。此时，沈星竹心中所想之人正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坐在一块石头上，翘着2郎腿，小口喝着叶皇酿造的酒。高端玩家和 BOSS 的战斗果然是精彩无比，比看动漫有意思啊！叶青咂巴了一下美酒，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如果让正在战斗的佣兵团精英们看到，估计他们会直接放弃 BOSS， 开始追杀叶青。简陋也不是这么简陋的，竟然如此过分。不过说起来，在场的佣兵团精英的确是战斗职业中的老手，和邪眸这么强大的 BOSS 打了这么久，竟然只不过减少了5个成员罢了。而 BOSS 这边血量被非常稳定的慢慢削减。老大，你在这里啊？要不是组织队能够看到你的位置，你隐身着我还真找不到。血光冲天，气喘吁吁的跑上山坡，看到叶青一脸悠闲的在喝酒。你怎么这么慢啊？叶青吐槽道。血光冲天翻了个白眼，老大，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隐身了竟然移动速度还这么快？而且那么多怪物，我前行过来躲来躲去，还被发现了5次，差点就死了。中间一次幸好叶青给血光冲天准备了终极强效治疗药剂，不然估计血光冲天当时就挂了。技术有点差，这些怪竟然还会被发现，下次多练练怪物堆里走位。这点叶青真没吹牛，如果换作是他，
同样适用前行，同样的仇恨范围，叶青自信自己绝对一只怪的仇恨都不会触发就能过来。原本他们走的路线就是怪物分散的边缘位置，并不是直接从怪物浪潮的正中间穿过来的，可以说怪物非常的分散。血光冲天看着下面打的激烈问道：现在是什么情况？那只叫邪眸的就是 BOSS。 叶青点了点头，对啊，你们看他们多卖力啊，我靠，他们玩命，你就这么在这里喝酒？血光冲天鼻子嗅了一下，不过这个酒好香啊，好像很好喝的样子。叶青又从背包中拿出了一杯，递给了血光冲天。叶黄星研究的果酒味道相当好，坐回呗，不用急，记得前行开起来，别被他们看到了。叶青提醒道。好嘞。血光冲天接过酒，坐到一边，和叶青一起慢慢品酒，看着下面激烈的战斗。老大，我们就这么看着？血光冲天问道。叶青点了点头，还不急，等到 BOSS 用掉大招再说。话说这只 BOSS 这么强，那个沈星竹也在啊，老大，你不准备英雄救美一下？沈星竹现在已经是神域中出了名的美女，并且大部分玩家都觉得叶青和沈星竹肯定有什么瓜葛，就算是血光冲天也如此觉得。他是剑士，我就是个刺客，我咋救？等他们全都被 BOSS 杀了，我去收割才是正解。我靠，老大，你绝对的直男癌啊，是吗？叶青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最近刚刚学习了一个技能，叶青准备等会就试试。此时相比起叶青的悠闲，下面战斗的玩家都快疯了。这尼玛是吗 BOSS 啊，这么硬，而且攻击这么高，太痛了。我是肉盾，满血被一个技能打到，如果没有奶妈插秒治疗，我都能直接被秒啊。你还知道需要奶妈？我们佣兵团的奶妈这么奶你竟然躲技能，把技能往奶妈身上引。一个个佣兵团的玩家打得已经火气漫天，原本佣兵团之间就有仇，此时更加是配合不到位。别说队员了，一个个团长此时也都快要打起来了。龙之舞，你个蠢货，格挡啊！我们奶不过来了。无名之辈技能冷却都跟不上技能消耗，蓝量刷刷的往下掉。龙之舞也是懊恼吼道：我特么被束缚着，你眼瞎啊？我拿屁眼格挡啊！奶妈快点给我解控啊！小狐狸喵喵说道：技能不用冷却的吗？我技能就没断过。靠，你们不会计算好冷却吗？计算你大爷，我们计算好，你早就死了几百遍了。别废话， BOSS 技能又要来了。战斗中一个个玩家全都脾气火一爆，高强度的战斗一个失误可能就会被 BOSS 给秒掉，所有人都集中了注意力攻击。火龙波，叮！邪眸受到1980点伤害。魔导师，你技能仇恨控制点，仇恨要乱了。怒吼！龙之舞吼了一声，用仇恨技能将原本差点就混乱的邪眸仇恨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龙之舞虽然最贱，但是玩肉战士的确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技术。讨厌的虫子，我要你们死！第137章，肥肥的怪异。邪眸血量掉到20%的瞬间，突然一声冷笑，两条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眼睛竟然一次性全部张开了。不好，快逃命！所有人都是高手，自然不是傻瓜。BOSS 这么恐怖的行为，哪还会有人傻傻的站在原地？一个个玩家四散逃离，用上了自己最快的速度，还有各种加速技能。邪眸两只手臂上的眼睛张开，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片乌黑的云朵，云朵中各种雷电、冰霜、火焰、风刃元素完全爆一乱，肆虐周围。几名法师佣兵团的法师巢穴佣兵团的高手，因为反应慢或者没有逃跑技能，直接被撕成了碎片，凄惨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死亡后回到了复活点。妈的，火龙波！魔导师恼怒，直接丢出一个技能。龙之舞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个火龙波下去，邪眸的仇恨瞬间就转移到了魔导师身上。突击！怒吼！沈家第一打手反应极快，他是副 T， 主 T 龙之舞失误或者技能来不及使用的时候，就是他来接 BOSS 仇恨。邪眸还未攻击，仇恨就被沈家第一打手直接接到了自己身上。哼，蠢货！邪眸冷笑，手指一指，一道风刃直接划向沈家第一打手。风刃无色无形，但是破风之音耳，治愈之光。无名之辈立马丢出技能，叮！沈家第一打手受到7844点伤害，一个暴击直接秒杀，叮！沈家第一打手死亡。沈家第一打手的死亡让魔导师知道了自己的过错，立马调整心态，重新加入战斗，控制好自己的输出力量。一个个精英玩家小心翼翼地围绕着 BOSS 攻击。BOSS 刚刚放过一个大招，不可能再使用了。老大 ，BOSS 大招用了，我们上吧。叶青摇了摇头，但是却没有说话。大招用了？黑暗制度的怪物会这么弱？怎么可能？叶青抽空看了眼肥肥的宠物系统栏，肥肥竟然已经和叶青的等级平齐了。宠物坐骑的升级速度果然比玩家快太多了，可惜就是太远了，没办法把肥肥召回，不然叶青真想试试看骑肥肥的感觉。
小怪都不是邪魔控制的，一只只怪物只想着攻占遗忘之城，都拼了命的往前冲，根本就无视掉和邪魔战斗在一起的一种精英冒险者们。怪物的数量实在太过庞大，就算是每个人都只能分到一点点微乎其微的经验，但是架不住数量太多了。叶青就在这里，上面都不干，经验都在飞速增长。老大，我都50级了。叶青淡淡的说道，我57了。我靠，变异态！到了50级之后，升级就越来越困难了。叶青现在等级榜依然是第一，龙之舞这个第二也才刚刚52把了。老大，我估计你睡觉睡几天不玩游戏，他们也追不上你。血光冲天说道。那可不一定，如果这只邪魔的经验被一个玩家吃了，那估计连升10级都行。叶青看着下面的战斗说道。一个人全吃了？不行吧，下面这些可没有一个是善茬啊。而且他们不是组织团队的吗？刚才为了方便，一众佣兵团都联合了团队，组成了一个大团。那如果最后一击的时候，队长直接把团队解散了呢？血光冲天皱着眉头，的确，这些佣兵团的人哪个不是自私的？本来就都有仇，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这个问题？滴滴滴，哥哥！突然偷天换日在叶青之前开设的聊天窗口呼叫叶青。怎么了？哥哥，你的坐骑出事了。叶青立马查看坐骑属性，没有啊，等级正常啊，血也是满值啊。不是，是你的坐骑竟然跳下城墙去杀怪了。啊？坐骑怎么杀怪？只有宠物才有战斗能力啊。而且叶青也没发布指令，隔着这么远，肥肥没有被召回，原本叶青就已经很好奇了。一般的宠物隔主人太远就会直接被召回到宠物空间，但是叶青已经来到了怪物浪潮的最后方，和肥肥早就超过了距离，但是肥肥却依然安然无恙地待在城墙上。什么情况？肥肥怎么杀怪的？叶青问道。不是，也不算是肥肥杀怪的，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的控制了20多只怪物，然后那些怪物帮着在杀怪，然后肥肥好像在吞噬什么东西，太高了，我也看不清。哥哥，他这么乱吃不会有事吧？叶青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算了，随他去吧，好歹是一只神兽，不可能拉肚子吧，反正不要死就行了。要知道，宠物和坐骑虽然升级挺快，但是死一次就直接掉5级，也是非常蛋疼的一个设定。前期还好，但是到了后期，升1级虽然和玩家没法比，但是也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因此掉级肯定是不行的。叶青和偷天换日聊天的时间 ，BOSS 这边也有了新的情况。老大，别聊了，龙之舞和那个大鹌鹑吵起来了。血光冲天提醒道。操！死鹌鹑，你技能别乱放啊！你他妈会不会玩？仇恨乱了！龙之舞吼道。大鹌鹑不消道。你自己垃圾控制不住仇恨怪我。龙之舞怒了。妈的，老子劳心劳力控怪，你还怪我技术不好？说的就是你，你个垃圾！操！那你他妈自己扛！龙之舞直接冲向 BOSS， 随后一个转身，幽冥转换，嗡的一声，龙之舞竟然瞬间就和大鹌鹑的位置置换了，同时变换的还有 BOSS 的仇恨。大鹌鹑怎么都没想到龙之舞竟然有这么变态的一个技能。邪眸也非常配合，大鹌鹑出现在他面前的瞬间，一只眼睛就睁开了，就和小鹌鹑一样，大鹌鹑直接被一束光线洞穿。所幸在场的奶妈都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看到大鹌鹑被置换的瞬间就开始丢治疗技能了，勉勉强强保住了大鹌鹑的一条命。龙之舞，你疯了，你这样会害死所有人的！一个玩家大声喊道。龙之舞冷笑一声，哼，他乱放技能破坏仇恨，你们就不说他？一帮傻逼，垃圾的人还敢说我垃圾？操，你们玩，老子不陪你们了！说完，龙之舞直接退出了队伍。同一时间，雄霸天下仅剩的几个玩家也一同退出了队伍，脱离了战场。但是叶青和血光冲天在高处看得很清楚，龙之舞带着他的几个人全都在附近猫了起来。这只 BOSS 已经最后的血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弃？第138章团灭。失去了龙之舞这个强力 T， 这个临时的组织彻底乱了。团队中的几个 T 根本就没有龙之舞的强度，不是伤害不够，就是技能不够，要么干脆就是防御力不够，总之根本顶不住 BOSS， 只能轮换着用仇恨技能轮着扛。这让奶妈都快疯了，一个个血量如同跳楼机一般，满血骤降，运气不好来个暴击，直接躺地上了。一个个奶妈都累得半死。尝尝我的天赋吧。邪眸血量降低到 10% 的时候，突然一声冷笑，头部的几颗眼睛全部张开了。原本是荒漠的土地上，竟然猛地长出了一大堆带着尖刺的植物，迅速地将几个躲闪不及的玩家给抓住，然后那些植物如同活物一般，将尖刺刺入玩家体内。那几个玩家痛苦地扭曲着，但是血量却诡异的一滴未少。什么情况？这可怕的场景让在场的玩家都懵了。救我！救我！好痛啊！几个玩家哀嚎住，想让别的没事的玩家救他们。玩家虽然不会真的死，但是疼痛感是真实存在的，
就算这些是精英玩家，曾几何时有过这种痛苦到极致的疼痛感出现啊！持续了10几秒后，这些植物慢慢的又收回到了地里。几个玩家全都晃晃悠悠，一言不发的站在原地。老黑，你没事吧？一个玩家走过去，想要触碰一下自己的队友，但是，噗嗤，狠狠的一剑上挑，那个想要叫醒队友的玩家的脑袋直接被一剑削飞，重重的砸在地上，脸上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不好，他们都被控制了。沈星竹反应灵敏，立马提醒道。无名之辈原本刚想要去唤醒自己的队友，一看到这个场景立马后退，一个惩戒丢在了那个被控制的队友身上，不过换来的却是一个大大的 miss。 靠，触发了这家伙防具的免疫效果了。这些被控制的玩家玩了命的攻击玩家，只不过一个照面，团队就减员了7个人。所有人集火攻击掉被控制的人，替轮换去拉住 BOSS。 沈星竹立马指挥道。沈星竹也是人狠，直接就长剑一抖，将自己佣兵团的那个被控制的玩家直接秒杀。有了沈星竹的带头，别的佣兵团成员也是立马开始反击，将被控制的玩家全数击杀，然后立马开始攻击 BOSS。 现在冒险者团队已经减员到只剩10人了，真正困难的其实就是 BOSS 最后10%以内血的时候了。老大，快看，那个黑暗之门要关上了。黑暗之门的怪物虽然还在源源不绝的出现，但是门已经慢慢开始关上了。只要黑暗之门关闭，那么这一次的怪物工程也就结束了。想来也是，怪物工程不可能是无限的，如果是无限的，玩家不得累死吗？不可能给玩家极差的游戏体验的。叶青看了眼自己的背包，整理了一番，将接下来的战斗在脑海中模拟了一遍，随后睁开眼睛继续开始喝酒。血光冲天，看到叶青竟然依然不紧张，只能无奈的继续坐下。 BOSS 都只剩这么一点血了，老大竟然还没反应。血光冲天都要疯了，这场怪物工程接近尾声了。血光，差不多了。叶青站起身说道。好嘞，早就等老大的话了。叶青从闭目养神中睁开眼。我乃黑暗的子民，如何是你们这些光明的败类能够击败的？黑暗之主将笼罩世界，届时你们都将成为尘土，都去死吧！邪眸阴冷地说道。猛然间，邪眸身上铠甲爆裂，全身的邪眸瞬间张开，整个人看起来异常的恐怖。几个女性玩家纷纷后退，就算是沈星竹也是脸色煞白。大招，快闪！龙华大喊。但是从邪眸张开眼到技能释放，竟然和之前完全不同。只不过才短短的1秒钟，各种各样的魔法从眼睛中如同喷泉一般疯狂喷涌而出。叮！龙华死亡。叮！大鹌鹑死亡。叮！有只猫死亡。一个技能全员秒杀，一地的玩家尸体。一个个精英团的冒险者全都不甘心啊， BOSS 只剩下6%的血量了。哈哈，愚蠢的冒险者选错了阵营了吧，竟然选择迂腐恶臭的光明制度，哈哈哈。邪眸哈哈大笑。黑暗之门即将关闭，他已经准备要离开了。别着急走啊，光明制度的打不过你，那我中立势力的不是也应该来掺一脚吗？叶青的声音出现。凿击。叮！邪眸受到2680点伤害，眩晕3秒。血光拖住 BOSS 3秒。好的老大，抛射一击。抛射一击，选定一个目标，随后朝着天空射一出强力一箭，箭支撑抛物线，锁定攻击敌人，造成300%物理攻击。叮！邪眸受到3980点伤害，进入中毒状态，每秒掉落300点血量，持续20秒。冲击剑。叮！邪眸受到1311点伤害。连环剑。叮！邪眸受到89、26、97、110、39。生命技能，强制复活。叶青单手一挥，在场的尸体全都已经回到了复活点复活了，但是沈星竹的尸体却还在。因为刚才叶青过来的同时给沈星竹发了私聊，让他不要复活点复活。强制复活，这可是叶青花了6000多金币从拍卖行掏来的。如果是复活技能，叶青绝对是不会买的，他一个独行者完全没用，但是加上了强制2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叶青果断高价拍下。一阵绿光闪过，沈星竹诧异地站了起来。不过此时他的血量和蓝量都只剩下5%了。生机，微光治疗，2个治疗技能直接将沈星竹的血量拉回。叶青丢了一瓶魔法药剂让沈星竹喝下。果然，你这家伙一定要等到全都死了再出现。沈星竹喝下蓝药，白了叶青一眼。嘿嘿，咱孤家寡人的，肯定只能靠捡漏吗？叶青掏出匕首一甩说道，自己恢复一下吧，恢复结束来加入战斗。另外的人呢？沈星竹看了眼地上的尸体。你觉得呢？叶青咧嘴一笑，就冲向了邪眸。沈星竹愣了愣，叶青完全可以连他也不救的，但是难道他也对我有意思吗？看着叶青潇洒战斗的身形，
沈星竹忍不住红了脸。叶青发现沈星竹竟然还在发愣，立马喊道：“别发呆了，快来战斗，不然等会他们都跑尸回来了。”第139章。瞬间，叶青的话打断了沈星竹的臆想。已经满血的沈星竹也长剑一抖，加入了战斗。隐身，叶青绕到了邪眸背后，静静等待。名称：技能刚隐，效果：持有幽隐之魂，隐身状态下，每过1秒提升 2% 的物理攻击，最高叠加50秒。淬毒，致命打击。叮！触发刚隐，增加 20% 物理伤害。叮！触发力王护手4倍力量叠加。叮！触发符文错乱，物理攻击增加 100%。叮！触发暴击，伤害翻倍。叮！邪眸受到38456点伤害，触发淬毒效果，邪眸沉默2秒。爽！一个将近4万的高额伤害，让邪眸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叶青直呼过瘾，邪眸的血条刷的就少了一点。我靠，3万多将近4万的伤害，老大，你太变异态了！血光冲天，还第一次和叶青一起战斗。沈星竹也没有见到过叶青战斗，但是对于叶青的变异态，他也早有了心理准备。少废话，快点攻击，搞不好要出工会令。叶青说道。为了钱，冲啊！冲击剑，切割，闪影，突击。叶青猛然看到地上的尸体，突然想到，对啊，我还有个技能可以用啊。叶青对着无名之辈的尸体直接用了一个短暂附身，无名之辈的尸体就这么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丢治疗，无名之辈尸体傻乎乎的丢了一个群体治疗技能，然后就又躺到了地上。由于是短暂附身复活的，不算是复活，所以也不算是死亡，因此没有多掉了东西。现在杀 BOSS 重要，叶青也没有捡地上玩家死掉出的东西，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钱币，叶青也没有多理会。老大，你这个技能简直就是鞭尸啊！叶青哈哈大笑，小意思。此时叶青脑子里想着要不要用短暂复生将这些玩家身上的东西全都让尸体丢出来，不过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太得罪人了，做人还是留一线比较好。先不说有多少收益，就光这些工会会长得罪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全都惹毛了，直接带着游戏里面成百上千的玩家把遗忘之城推了，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冒险者，我要杀死你们！邪眸的血量只剩下 2% 了。我乃黑暗的子民，如何是你们这些光明的败类能够击败的？黑暗之主将笼罩世界，届时你们都将成为尘土。邪眸再次说起之前释放大招时候的话，大招又要释放了，完了！沈星竹已经把眼睛闭上了，这个大招完全没办法逃脱，根本没办法躲。唉，真是浪费卷轴啊 ！BOSS 就差这么一点血了，竟然还放大招，叶青不得不将准备好的卷轴使用了出来。名称：卷轴绝对领域，品质：传说，效果：使用卷轴形成一个免疫一切攻击的护盾，持续3秒。叶青之前的计算，邪眸的大招整体释放时间差不多就是3秒的样子。铺天盖地的技能轰向叶青3人，但是绝对领域的护盾稳稳当当，丝毫没有破裂的样子。特娘的，这个卷轴拿出去卖，绝对是能够卖出一个超高价。不过能够杀死这只 BOSS， 绝对能够值回票价。3秒时间一过，绝对领域的护盾啪的一声直接破裂，邪眸的技能也释放结束了。老大，你这个卷轴也太保命了吧！血光冲天激动道。沈星竹也没想到叶青竟然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卷轴。然而还没等3人开心，邪眸竟然又说话了：我乃黑暗的子民，如何是你们这些光明的败类能够击败的？黑暗之主将笼罩世界，届时你们都将成为尘土。大招竟然不间断，完了！血光冲天也哀嚎了一声，沈星竹也面如死灰。叶青就算再多卷轴，不可能再拿出一张绝对领域的。叶青也没想到 BOSS 竟然能够大招连放一点冷却都不用，怎么办？邪眸狂笑着，已经睁开了全部的眼睛。拼了！叮！叶青加入队伍，一张卷轴拿出，一把撕毁。名称：卷轴毁天灭地，等级30，效果：撕一列卷轴，发动范围100码的超级魔法毁天灭地，范围内所有敌方受到固定的10万点伤害。这是第一次通关锋刃废矿副本的时候系统奖励的。叶青珍藏了许久的宝贝，现在也不得不拿出来了。轰！如同天塌了一般，一团无形的空气直接狠狠拍到地面上，以叶青为圆心，方圆100码范围内所有的怪物包括 BOSS 全部被囊括其中。100码范围内所有生物除了叶青3人全部秒杀。我特么，这是什么玩意？不远处的龙之舞正好在80码范围的位置，他们几个人都在埋伏着等待最后时刻冲上去抢夺 BOSS， 但是没想到叶青的一个卷轴将他们的范围也囊括了，直接秒杀，头都没机会露。
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7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6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8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7点。等级提升，升级，满血满蓝。叶青计算好了一切，100码范围的怪物加上 BOSS 的死亡，一定能够让叶青3人直接升级了。升级就会满血满蓝，就算 BOSS 的技能已经释放了，也能够在叶青3人血量归零之前，让他们重新恢复巅峰。原本就组着队伍，叶青没有点击确定，就想着一直保持独行者状态。如果可以，叶青是准备在击杀 BOSS 的瞬间加入队伍，这样自己可以触发满值幸运值的状态，同时也能够让沈星竹和血光冲天吃到经验。这是叶青之前偶然一次和血光冲天实验出来的。当然，幸运值这个也就叶青知道。刚刚在最关键的瞬间，叶青还是选择2个队友，让他们一起升级，扛住这个伤害。人生在世，自私的人永远得不到太好的下场，这是叶青的做人准则。是他的朋友，他一定会真心对待。叮，邪魔死亡。邪魔死亡的瞬间，所有的怪物以及那扇黑暗之门全部如同泡沫一样破碎了。叮，恭喜完成怪物攻城任务。叮，遗忘之城进阶2阶主城，修复度恢复100%。叮，遗忘之城奖励5座箭塔，城墙防御力增加1倍，能量防护罩免费开启1次。叮，城主叶青奖励等级加2。第140章守城完成。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5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8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6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59点。叶青反应迅速，直接将邪魔的掉落物全部收进了背包。血光冲天和沈星竹也反应很快，到处将能够看到闪着光的怪物掉落捡起来。血光冲天速度快，还捞了几把钱币。可惜了，组队状态不是独行者状态，掉落降低了，只不过掉了4件东西，不过看色泽应该都是好东西。不过让2个朋友分到经验也值了。这一次沈星竹连升5级，直接到了56级，而血光冲天则是升了4级，到了55级。世界喊话，龙之舞，叶青，你竟然偷偷抢夺大家辛辛苦苦击杀的 BOSS， 你还要不要脸了？一个世界喊话让整个游戏的玩家都停下了动作。怪物浪潮已经消失了，所有的玩家都已经在原地恢复了。BOSS， 难怪刚才这么多的大佣兵团精英全都往后方跑，这么多的佣兵团竟然还被叶青抢了 BOSS， 这可是丢人丢大了呀！一个个玩家都在肆意讨论这件事情。几个佣兵团的精英玩家正好也快要跑尸过来了，看到怪物浪潮消失，再听到龙之舞的话，一个个全都停下了跑尸的脚步，阴沉着脸。辛辛苦苦打了半天的 BOSS， 竟然就这么被打掉了。龙之舞的仇恨给叶青拉得满满的。叶青冷笑一声，也直接拉出聊天窗口放了1金币。世界喊话，叶青，我有这实力，如何？狗之舞你咬我！谁都没想到叶青竟然直接承认，并且如此嚣张的回怼龙之舞。世界喊话，叶青 ，BOSS 就是我拿的，谁有意见？嚣张、霸气、目空一切，这就是实力。放眼游戏之中，能够有叶青这样的实力，直接说出这种话的玩家，可以说只此一个。我靠，老大，你太霸气了！血光冲天看着叶青，觉得自己真的是跟对人了。但是沈星竹担忧道：“叶青，这样会不会太嚣张，惹麻烦？”叶青咧嘴笑了笑，没多说什么，直接掏出一张卷轴丢给沈星竹：“走，回城分赃去。”白光一闪，3人回到了遗忘之城。这里是……沈星竹惊讶到自己竟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主城。嘿嘿，欢迎墨竹会长光临遗忘之城。哥哥，你回来了！偷天换日，欢快地跑出来，直接扑倒叶青怀中。叶青将肥肥直接收回到了坐骑空间，暂时先不看肥肥了。刚才收回肥肥的时候，感觉肥肥好像吃得很饱的样子，就让他先睡会吧。沈星竹此时还在震惊中。城主，你真的太厉害了！青岩将军走了出来，看到叶青就是一个熊抱。哈哈，青岩，你小心把城主勒死啊！城主你真的神了，竟然不动用我们遗忘之城一兵一卒就守城成功了。雷诺说道。此时遗忘之城所有的居民还有矮人族全都聚到叶青身边，整个遗忘之城中心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城主大人万岁！城主大人无敌！整个望之城中欢呼声不断。都等等再欢呼！叶青直接开启了回家技能，瞬间消失。所有人都愣住了。叶青传送回杂货铺，
然后到摘星楼，将叶皇酿造的50多桶酒，还有摘星楼现有的所有好处好喝的全部打包带走，重新传送回到了遗忘之城。所有人，好吃好喝，干起来！叶青将所有的吃喝全都放了出来。哈哈，酒，城主没有忘记我们啊！哈哈，城主大人万岁！一个个矮人族看到一桶桶的酒水，全都欢快地痛饮起来。沈星竹看着这个全都是原住民的城市，呆呆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哈哈，沈团长看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啊！嘶吼在嘶吼说道。血光冲天说道：“我们第一次来也差不多呀。”沈星竹突然反应过来，叶青，怪物浪潮的目标是遗忘之城，根本就不是什么怪物浪潮，而是遗忘之城的防守战。叶青哈哈大笑着点了点头。所以，所有的玩家其实都是在给你免费打工？那也不是啊，他们都拿到了经验和装备喽。你看看排行榜，现在清风城这一片区域的玩家平均等级可都增加了10级哦。但是最大的好处还是你啊。沈星竹说道。叶青邪魅一笑，所以呢？你要去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吗？叶青突然凑到沈星竹面前，沈星竹脸刷的就红了。你干嘛啊？沈星竹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推开了叶青。哈哈，你还会害羞啊？哼，给我点遗忘之城的回城卷轴，以后我也要来这里。沈星竹说道。叶青递给了他几10张遗忘之城回城卷轴，说道：“这里目前只限你过来。”猫猫他们也不能过来吗？对，行吧，只要有你在就行。沈星竹鬼使神差的说了这么一句，过了几秒，他才反应过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在这里有人说话就好了。你不在的话，都是原住民，就太没意思了。然而这种话越解释不通，血光冲天和嘶吼在嘶吼等人全都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一脸我们都懂的表情看着叶青和沈星竹，并且还发出哦的加成音。叶青笑着说道：“好了，别闹了，分赃了。”好嘞，一个个都兴奋地聚了过来。说到分赃，嘶吼在嘶吼问道：“当着这么多佣兵团的面抢了 BOSS， 还拿光了全部的掉落，会不会被他们针对啊？”叶青看着嘶吼在嘶吼问道：“如果是我们打 BOSS 被他们抢了，你觉得他们会考虑我们的感受吗？”嘶吼在嘶吼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会考虑啊？所以担心什么呢？我们是中立势力，光明和黑暗不可能联合，如果谁惹毛我们，我们转头就帮另外一个敌对势力，他们只要不害怕就行。关键的黑暗和光明大战，我们中立势力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惹毛我们不会有任何好处。”第141章工会令。不过大部分佣兵团的团长肯定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不过某些自私的估计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也会觉得无所谓。想到这里，叶青就头疼，招惹一些麻烦是肯定的。不过麻烦总要解决的，叶青作为等级榜第1的大神玩家，麻烦自然肯定是不会少的。叶青也不担心，最多就是有时候麻烦一点罢了。叶青擦了擦手，现在开装备才是头等大事。名称：技能书邪眸，限定：元素，等级60，说明：唯一技能书，消耗1000魔法值，冷却时间12小时，效果：使用技能能够随机出现各种元素技能，出现技能数量最低为1个，最高为10个，技能完全随机，可能是无伤的迷惑技能，也可能是强大的禁咒技能。禁咒竟然能够随机出禁咒，就凭这2个字就能够让这本技能书卖出一个天价，并且法师抢破头。能够随机出现禁咒，并且完全随机数量，如果运气爆炸，一次性触发10个禁咒，那伤害无法想象。老大，这个技能书看起来不能拍卖了啊！嘶吼在嘶吼皱着眉头说道。叶青点了点头，这种强力的技能书，要么就是卖给熟悉的人，要么就自己留着用，否则拍卖到了敌人手里，反而惹得自己一身骚。不过通过这本技能书，叶青等人也是知道了技能书也有唯一性，原本唯一性的技能一般都是做任务原住民教的，没想到还能够出现唯一的技能书，如此更加说明了这本技能书的强力。可惜叶青没有元素天赋，不然叶青真想自己就学了。名称：元素宠儿，部位：武器，双手杖，品质：传说，等级60，魔法攻击2000，智慧700，战斗回蓝5%。技能1，元素宠儿，被动，施法时概率缩短施法时间的1半，概率增加施法的技能额外10%的伤害和效果。技能2，毁天灭地，施法时间30秒，发动范围50码的毁天灭地技能，全方位攻击敌人，使敌人受到额外200%的魔法伤害。叶青惊讶不已，没想到自己的毁天灭地卷轴竟然变成了这根双手法杖的技能了，就凭这一个技能也足够让这把武器的价值飙升了。老大，这个卖吗？毁天灭地在这根法杖上削弱了伤害和范围，也算是变成了一个强力的范围伤害，
没有卷轴那么变态了，现在缺钱，还是卖吧。要不要存一段时间？价格可能会更高。现在玩家基本都是50级上下，60级还有点远，存一段时间卖估计价格会高出很多，普通玩家中有钱的也不在少数。算了，直接卖吧，现在缺钱。叶青说着看了眼偷天换日。偷天换日愣了一下，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眼眶已经有点泛红了。偷天换日没想到叶青竟然如此信任自己，只不过刚认识没多久，就宁可卖装备也要给自己姐姐筹钱。偷天换日家庭原本不说富裕，还挺美满，父母姐姐的疼爱让偷天换日也是涉世未深。突然的家庭变故让这个从小被宠溺照顾的小女孩第一次这么手足无措，在现实中的各种遭遇让她渐渐对这个社会有了一丝抵触和失望。所幸在最难过的时候，游戏中碰到了叶青，这个自己和姐姐的偶像。偷天换日很感谢叶青，也更加信赖叶青了。人好还是坏，虽然偷天换日还不是很看得懂，但是叶青和血光冲天他们，他原因信任。好了好了，看下一件。血光冲天迫不及待道。名称：勋章黑暗的拥护者，品质：远古，等级60，效果：佩戴勋章后直接绑定，不可摘除，佩戴者将直接强制转化为黑暗制度，得到随机3个技能，同时获得一个黑暗神的祝福永久 buff。 说明：黑暗神的祝福，全身属性增加 20%， 所有攻击附带 5% 的黑暗属性攻击，能够调动黑暗之门1次。竟然是有品质的勋章，只要使用勋章就等于直接拥有3个技能，并且还能获得额外的 buff 加成，并且最关键的是还能够调动黑暗之门。如果在关键时候运用得当，甚至可以用这个黑暗之门直接打下一座城市。这个勋章实在是太强大了，不过这个强制绑定阵营的效果就太恶心了，看起来这个勋章咱们也只能卖了。嘶吼在嘶吼说道，感觉卖了有点浪费啊。要不是血光冲天跟着叶青，如果是之前他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想都不想就佩戴了。所谓物尽其用，这东西既然我们都不用，不如就干脆利益最大化吧，不如卖了，存着还不如一个金币来的实用。叶青说道。的确是这个道理。沈星竹看到叶青在看他，立马说道，别看我们的人全都是光明制度的，不会换了。叶青嘿嘿一笑，你们为什么不派一个人去黑暗制度卧底？叶青的话让沈星竹眼前一亮，这个勋章还有法杖还有技能书我都要了。沈星竹说道。好嘞，谢谢老板惠顾，不过这个技能书不卖。我要买。不卖？怎么才能卖啊？沈星竹问道。叶青还没说话，血光冲天就立马说道，把你自己换给老大呗。叶青和沈星竹同时瞪了血光冲天一眼。血光冲天讪讪的笑着举起了手投降。你真的不卖吗？我有打算了。好吧。名称：卷轴一发入魂，效果：使用卷轴，任何概率技能、道具、强化、制作都能够100%一次性成功。嘿嘿，卷轴啊，这个就我收了，我就不客气了哈。叶青非常干脆的将卷轴收到了背包。一般叶青主动要的东西，没人会跟他争，每次都是叶青想办法出力杀的 BOSS， 打的怪，没人有任何意见。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东西了，一个令牌。定，工会令，名称：工会令，效果：使用令牌再可建立工会。介绍简单明了，但是却让在场的人全都激动不已。佣兵团上限最多就是20人，但是工会最低都有100人的位置，最高能够拥有1000人，并且工会还有工会仓库、工会荣誉、工会装备、工会 buff 等等绝大的好处。可以说只要有了工会，工会成员的凝聚力会空前的凝聚。第142章沈星竹的困难。发财了发财了，血光冲天喊道，卖我卖我，来吧，少女开价呗。沈星竹突然停顿了一下，那个你稍微等我会，我得和公司里面商量下，这个不是小数目，这个需要公司投资。没事，你有优先权，你先去商量，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工会由你来创立，然后转交给我，对吧？聪明。沈星竹已经知道了第一次创建工会会有好处这个事情了，自然知道叶青的想法，吐槽了一句奸商。随后沈星竹就直接下线了。老大，你不准备自己建工会或者拍卖卖高价吗？嘶吼在嘶吼问道。目前明面上就是名将、雄霸天下、巢穴、黑暗纪元、改变世界、霜冻、墨竹、咸鱼工会、法师工会，这些大的佣兵团，你们觉得谁和我们关系好？血光冲天说道。这些工会基本一半都是敌对的，而且这些工会最有钱、最舍得花钱那几个，好像都和那个什么花花蝴蝶有关系。老大死敌，很大概率会他们砸钱买去，所以卖多一点钱，让对手壮大，不是什么好事情。叶青说道。沈星竹是叶青朋友，甚至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必然不会敌对。
亏一点卖给他，他壮大了还能够反哺遗忘之城，这个或许是最好的方式。至于霜冻，叶青很清楚，柳如霜的实力没有沈星竹强，霜冻相对的只能算是2流或者3流的工会，很难做大到1线工会。这也不是看不起柳如霜的能力，只不过一个工会的建立强横，看的除了经济，还要看会长的决策力、工会的凝聚力、工会玩家的战斗力，还有许许多多因素。就从身边的玩家来说，有只猫、小狐狸喵喵、唯爱大山峰等人，整体技术、装备、意识都比霜冻的请叫我小可爱、光能勇士他们好很多。嘿嘿，还是老大考虑的周到，我还是不考虑了。嘶吼在嘶吼，越是跟着叶青，越是感觉叶青的思维完全不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反而是自己这个大叔好像有点太小孩子想法了。考虑还是要考虑的，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有时候考虑肯定也会考虑差的，集思广益嘛。血光冲天瘪了瘪嘴，我还是安心当个战士吧，动脑子的事情不适合我。聊天的功夫，沈星竹又再次上线了。沈大小姐如何了呀？沈星竹没有之前的兴奋，竟然表露出了一丝无奈。怎么了？叶青问道。可能动用不到公司的资金了。什么意思啊？其实我是文鼎生物制药集团公司2小姐。这个我知道，我之前查过。叶青说道。文鼎生物制药集团是江浙地区出了名的集团公司，以生物制药发家，发展起源地就正好是叶青家的小镇上。文鼎生物制药的创始人，也就是沈星竹的父亲沈林，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知名企业家，所以沈星竹网上搜索都能搜出基本资料。哎，我父亲现在被人教唆，拒绝投资我了。沈星竹叹了口气。教唆？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我哥。这个就尴尬了。我哥不是亲生的，是我父亲在年轻时候收养的。原本他是我爸最好的兄弟的私生子，结果他父母出去办事的时候出了车祸，他就成了孤儿。在2岁的时候，我父亲收留了他，当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养育。小时候还好，我也把他当亲哥哥对待，他对我也不错。但是从高中开始，他去国外学习之后，人就开始变了。他变得阴沉，做事偏偏却一丝不苟，非常有逻辑。父亲对他也是越来越信任，以至于现在让他担任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职务。副总经理？那总经理呢？血光冲天问道。是我。我靠，你是文鼎生物的总经理？哼，我只不过是一个被架空的人罢了。原本我不太想管这种事情，有父亲在安排一切，但是没想到林天木竟然已经连我父亲都要架空了。原本我想通过神谕做出成绩给父亲看，但是现在沈星竹无奈。你还有多少资金可以动用？叶青问道。差不多还有20万的信用点吧。叶青想了想，看了眼偷天换日等人，随后说道，给我15万，令牌还有这些装备道具全部给你吧。什么？15万？如果这块令牌去拍卖，至少能够卖到18万，加上这些装备，我20万全给你，估计差不多。沈星竹惊讶道。叶青摇了摇头，就这个价格吧，你也需要一点资金流动，转账吧，我可不接受赊账。沈星竹看着叶青，竟然愣神了。别发愣了，等会别的工会打出个工会令就要亏了。叶青提醒道。叶青，谢谢你。沈星竹很明白，叶青根本就是在帮自己，这块令牌价值远远不止这点，还有这几件装备道具都是好东西。嗨，什么时候和我这么客气了？如果你和你哥关系并不是很好，我劝你早做打算。你哥能够这么架空你和你父亲，必然是有别的想法，不想被动就提前主动。叶青冷声道。对于敌人，叶青从来不会留下活口。沈星竹看了眼叶青，点了点头。叮，个人账户收入15万信用点。好了，咱们来分赃了。叶青说道。什么叫分赃啊？说的这么难听，搞得跟山大王一样，这是实打实赚来的吧？沈星竹笑着说道。哈哈，来，血光还有嘶吼，你们1人2万，接下来你们好好干哦。我就算了吧，我有工作的。嘶吼在嘶吼说道。叶青摇了摇头。你有工作和我有啥关系？这是我给你的，你买材料充饥生活职业用的。嘿嘿，大叔，你太矫情了。你看我就不矫情，我一个穷学生，有钱肯定好啊，反正跟着老大混肯定没错的。血光冲天直接接受，他知道自己拒绝叶青也肯定会有一堆话让他接受，还不如直接点，直爽。小妹，本来我打算给你10万的，但是现在这2万你拿着。叶青将2万转给了偷天换日，这2万你拿着自己买点好吃的，给你的零花钱。至于你姐姐的病，我想到了一个人，或许有办法。第143章，发小，你等会，我下线找人。说完，叶青直接下线，拿起手机找到了熟悉的号码。叶青叹了口气，好久没和他们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如何，希望他们不会怪我不辞而别的。叶青拨通了电话，电话嘟声许久，就在叶青以为打不通的时候，电话接通了。陆星河，好久不见啊。叶青打招呼道。我操，叶青，
我特么还以为你死了！你个畜生，竟然还知道打电话来！电话那头的原本慵懒的声音突然发出了吼叫声。轻点，我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你这家伙，那个时候干嘛要不辞而别？你想一个人背下所有罪名？你特么把兄弟们当什么了？陆星河怒道。其实他听到了叶青打来电话，真的很开心。其实叶青小时候，就算他父母都不知道，叶青的黑客天赋被一个神秘组织看中，偷偷培养。而陆星河他们几个人也都是当时组织一起培养的人才，各有各的能力。只不过后来组织因为各种原因解散了，而叶青他们怀揣着能力的人就回到了原本的生活。叶青的黑客天赋加上陆星河他们几人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专门在暗中惩戒恶势力，当然都是小打小闹，并没有太过火，算是少年时期的中二情怀吧。结果没想到有一次不小心将一个黑势力的秘密给不小心暴露了出来，造成了原本要一网打尽的黑势力提前发现了问题，躲藏了起来。特殊队伍扑了一个空之后，特殊队伍就开始暗中查找到底是谁造成的后果，然后就发现了叶青等人。叶青当时第一次通过侵入到天网中知道了这件事情，最后选择一人承担，不告而别，并且侵入了天网，操控了几台挖掘机，故意将一个村的村霸家给拆了，转移特殊队伍的注意力。这也是为什么叶青一直被特殊队伍监管的原因。沈雷也就是叶青第一次动用天网后被派来监视叶青的。由于叶青的一力承担，所以陆星河等人根本就没被发现是当时和叶青一起的，所以他们都安然无恙，各自用自己的特长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他们也一直在找叶青，但是根本找不到。叶青则是早就用天网找到了陆星河的手机号，只是一直没有找过他们。至于那个黑势力，叶青在前几年通过天网找到了相关资料，交给了沈雷，已经被一锅端了，也算是立了功，因此就有了现在叶青被解除监视，并且还让他加入特殊队伍的事情发生。你现在咱哪？陆星河问道。先不用来找我，我找你帮个忙，我这里有个朋友的姐姐生病了，但是病因查不出来，帮个忙。叶青说道。你说话肯定会尽力帮忙的啊，只不过能不能就是另外一回事，看过才知道，如果救不了可不能怪我。放心，我肯定找你麻烦。切，怕你啊，行了，我会安排的，地址给你发去了，你到时候派人去接，交涉的事情都交给你们了。那我好处呢？陆星河问道。屁要不要吃？我靠，过分了呀，你求我爷？我现在在特殊队伍喽。叶青笑着说道。什么？你被招安了？不过也好，你的性格也不是惹事的主，跟着队伍肯定是只好不坏的。叶青和陆星河随便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直接上线了。小妹，之后有人回来带你姐姐去治疗，你最好下线和你父母说一下，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去，我都安排好了，吃住行都会安排妥当，你只要让你姐姐听他们的就行了。叶青说道。我知道了，我马上就下线和爸妈说。偷天换日现在已经非常信任叶青了。哦，对了，你记住，如果你爸妈反对，不要听他们的，一定要让你姐跟他们走。转念一想，不过按照星河的性格，估计你爸妈也没啥反对的机会。沈星竹看着叶青云淡风轻的样子，心中泛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刚才叶青下线的时间偷天换日已经和沈星竹他们说了自己家里的事情，对于这种疑难杂症，专家都没办法，叶青能有什么办法？叶青一个普通人，各方面都普通的普通人，为什么会有各种奇特的想法和令人费解的关系网？越是看不透一个人，越是觉得这个人神秘，这个人越是会散发出吸引人的。沈星竹看这样叶青的样子，不知不觉有点醉了。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呢？我看着我干啥？叶青傻不愣登地问道。哼，我看看不行吗？沈星竹道。叶青挠了挠头，喜欢就看呗，我也不吃亏。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有些关系迷迷糊糊的，或许比说破了更好吧。好了，走吧，去见工会。工会名字还是准备叫墨竹吗？叶青问道。懒得想名字了，就这个吧，反正工会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叶青点开了工会令，工会令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去什么地方申请，用起来非常方便。叮，请为工会命名。墨竹。叮，恭喜命名成功。叶青手中的工会令瞬间就成为一片光芒，消失。叮，恭喜玩家叶青第一个创建工会，工会名墨竹，欢迎广大玩家踊跃加入。连续3声提示音。第一个创建的工会会有全服公告，算是免费的广告。我操，工会，叶青创建工会了。我靠，果然龙之武说的那只最后的 BOSS 是被叶青抢去的，他竟然拿到了工会令。哈哈，之前他还对龙之武来着，能够在这么多佣兵团手里面把 BOSS 抢了，简直就是万军从中取敌将之首级呀，而且还全身而退。大神，叶青是真的大神啊。不过现在叶青大神肯定也被很多佣兵团敌视了。切，叶青大神会害怕吗？一个个玩家都在听到系统提示后热烈讨论着，而佣兵团这边，一个个佣兵团也都有不同的想法。
龙之舞这边和花花蝴蝶已经气到不能自已，两人相识坐着一句话不发，次次败给叶青。龙之舞都已经怀疑自己了。第144章情。龙之舞，你马上给我想办法组织人，还有别的佣兵团给我暗中联合，这个叶青必须要打压。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给老子滚蛋，我立马撤资。花花蝴蝶冷着脸看着龙之舞说道。龙之舞看这样，花花蝴蝶点了点头，但是暗中他的手已经握紧了拳头。改变世界这边，龙华坐在树下，边上是几十个玩家在刷怪，而赵灵山则是站在一边。灵山，对于叶青你怎么看？大哥，我觉得叶青人不错，只不过他的确影响到了我们的利益。龙华点了点头，叶青这个人捉摸不透，原本我不想惹到他，但是他跑得太快了，我们不得不拽他一把，让他往后退一点了，不然我们永远都跑不到最前面了。可是他人还不错啊，我们要不还是去试着接触他吧。赵灵山一直都觉得叶青不错，比起做敌人，他更希望做朋友。龙华看出了赵灵山的顾虑，说道，如果只是你一个人，你可以和他成为不错的朋友，但是我们背后是这么多的兄弟，是改变，我们要拿到所有的资源，那么他就是我们的绊脚石，如果不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只能毁掉他。赵灵山叹了口气，叮，恭喜成为第一个建立工会的玩家，奖励随机抽奖一次，等级+1。叶青这边也终于收到了系统提示，第1的奖励，而且竟然又是抽奖，上一次抽到了肥肥，这一次不知道会抽到什么。叶青将沈星竹拉进了工会，随后直接将会长给了他。叮，沈星竹已加入工会。叮，会长变更，当前会长沈星竹。话说我才想到，你为啥会用自己的名字玩游戏？叶青问道。懒得想呗，你不也是吗？叶青挠了挠头，他可不会说他是因为了第一个进入游戏，抢夺第一才直接用自己最熟悉的自己的名字。叮，你有一封新的邮件，请查收。叶青打开了邮件，是一个叫星河锁链的玩家发来的邮件，邮件上竟然是一段话。我靠，叶青还设置什么拒绝好友添加啊？快点把老子好友加了。估计是陆星河。叶青平时是关闭好友添加的，陆星河谈话间知道叶青在神域，所以也来了，结果竟然加不到叶青。叶青打开了好友添加，加了陆星河。30级的菜鸡啊，而且星河锁链这么中二的名字你也取得出？叶青一添加就开始吐槽。陆星河呸了叶青一声，你还用自己名字呢？话说星云已经在查看那个妹子的情况了，我没事就来找你了。才30级，慢慢去升级吧。我们才玩了1-2天，本来还想说这个等级榜的叶青是不是你，但是联系不到，也只能作罢。早知道前2天就给你发邮件了。你选了什么势力？叶青问道。还没选呢，选中立吧，到清风城吧，我派人过来接你。叶青说道。哎呦，还派人？这么厉害？不说了，哥忙着呢。看了眼沈星竹，叶青说道。忙着泡妞呢吧？你这家伙总算是开窍了。对啊，挂了，等着吧，等会就来人了。叶青直接挂断了语音，让血光冲天加了星河锁链队伍，让血光冲天跑一趟了。啥事？沈星竹也叶青坐在城主府的天台上，看着一望之城。没事，以前的损友来找我玩，我还以为你会一直都是一个人独行呢。我的确不组队啊，独行和有朋友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可以一个人独行，但是不代表我不需要朋友。人是群居动物，身边没有人，只有自己一人，连分享的人都没有，那并不是什么好事情。感觉你经历过很多。叶青嘿嘿笑了笑，你一个大老板就别说我了，你看到的事情肯定也很多啊。哎，其实这几年我也过得很难受，虽然经济上很富裕，但是父亲太累了，我又不喜欢家族的事情，就都交给了林天木，结果这个在沈家20多年的哥哥，暗中想尽了办法要夺家产，真的心累。叶青拍了拍沈星竹的肩膀，有些事情是必然的，碰到了解决了就好了。沈星竹突然靠到了叶青肩膀上，让我靠一下。这个气氛好像也不太能拒绝，靠吧。叶青的话让沈星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叶青，你谈过恋爱吗？叶青愣了愣，然后说道，身经百战，所以你还是单身狗，并且这么钢铁直男。我柳如霜这么2个美女对你有想法，你都无动于衷。你没想到沈星竹竟然突然这么说。你想继续做单身狗吗？啥叫单身狗？我这是单身贵族，一般找不到对象还嘴硬的都叫单身贵族。叶青，难道你不想找一个对象吗？突然沈星竹抬头看着叶青，这一刻空气突然安静了。叶青，我就知道你这家伙在泡妞。突然星河锁链窜了出来，吓得叶青差点从城楼上掉下去。我特么滚！叶青一个回旋踢直接将星河锁链一脚踹下城楼，星河锁链哀嚎一声摔成了残血。看向沈星竹，星竹，
我，老大，老大！叶青一拍额头，又被打断了。这气氛有点微妙啊。血光冲天看到叶青和沈星竹，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啥事。叶青无奈道：“说吧，怎么了？”血光冲天才反应过来：“哦，对，刚才我去接星河锁链，听说许多佣兵团联合要一起进入遗忘之城。”什么？我听几个人说起遗忘之城，我就隐身跟着了。大致意思就是，经过怪物工程之后，有的人就分析这个怪物工程来的蹊跷，到最后有人就想到了遗忘之城，然后就传到了佣兵团的耳朵里。他们就觉得遗忘之城现在肯定是无主之城，就想着来开荒。花花蝴蝶那边至少联合了20多个佣兵团，还有许多的散人，估计快要有上千号人了。叶青皱眉道：“花花蝴蝶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你可别小看了那个花花蝴蝶，他现实中叫刘向杰，是国内知名上市集团刘氏企业的大公子，他本人现在的身价应该是超过10亿了。”第145章过往。什么？10亿？现在猪肉这么值钱的吗？叶青一本正经的话让沈星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你别看他长得跟猪一样，但是他的确是实打实海归回来的，后面等着要嫁给他的女的可是排了长队的。看起来老大的敌人都不是什么善茬。血光冲天感叹道。叶青嘿嘿笑了笑，现在有天网在，现实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能够依靠的就是这个游戏以及商业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神域能够如此火一爆的原因。的确，天网的出现让整个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陷入了一个完全稳定的和平状态，但是人类的竞争思维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被束缚，如此神域的世界就将现实世界被压抑的负面情绪都集中过来了。这里就等于是第二个世界，一个完全不受法律约束，不受任何制度控制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才刚刚起步，一切东西都是未知。如果能够获得神域中的一份稳定财富收入，完全可以媲美现实世界的大部分产业。沈星竹的话让叶青不由得多看了一眼眼前这个女孩。眼前这个女孩子美貌不可多得，身材更是极品中的极品，家世也是顶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女孩的头脑也是相当高，想的事情做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像很多大家闺秀一般的肤浅。神域世界就是叶青准备大战拳脚的舞台，现实世界的一切已经让叶青厌倦了。在那个曾经的神秘组织，叶青看到了太多的人性的丑恶，更是感受过了许许多多普通人根本就无法感受到碰到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让叶青拥有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的思维。叶青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女孩，她心动了，真的心动了。沈星竹身上的知性，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全都让叶青神魂颠倒。但是叶青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价、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能力与她无法匹配，因此这层窗户纸她不能捅破。星河，你是什么职业？天地良心啊！大哥，你总算是想起我了。星河锁链夸张地说道。叶青翻了个白眼，屁话这么多？我玩的是奶妈。噗！你竟然选奶妈，不是应该星云更合适吗？咋地？我喜欢玩奶妈不行吗？我一口奶死你，你信不信？毒奶？怎么？你想要组建自己的队伍？叶青摇了摇头，不是，是我有个任务卷轴，必须要组队才能进入，找点人完成掉它。要不要让猫猫他们过来一起？沈星竹问道。算了，少点人吧，我自己的人带上也差不多了，你可以跟我们。沈星竹也不傻，叶青有人肯定是优先保证他自己的人的，所以他也只是提了一句，叶青不同意，他也就乖乖不说话，听叶青指挥就行了。我可有让星云和星光他们一起过来，星云和星光全都是法师。星河锁链说道。都是法师？对，星云是幻术、元素、死亡组成的黑魔法师，星光是生命、幻术、元素的白魔法师。黑白魔法师，这个组合不错啊。还有更加爽的就是，星光他学会了一个禁咒。禁咒？叶青一愣，星光几级了？29级。什么？29级学会禁咒？就算是叶青都不敢相信。不只是叶青，沈星竹他们全都吓到了。禁咒的学习可不是随便拿出一本技能书一拍就能够学习的，禁咒只有通过原住民的任务获取，要完成的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并且禁咒都是唯一的，有一个人学习了就不会有第二个人学会。就算是那本邪谋技能书，也只不过是强力的唯一技能书，最多只能算比高级技能书还高级，算不上禁咒。行吧，让星云和星光来吧。话说星云现实中治疗偷天的姐姐，还有时间上游戏吗？叶青问道。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星云的技术，只要他查出是什么病了，治疗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是不知道，他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医学疯子。之前在国外，他没事就去找各种角落死掉的流浪汉什么的，想着能不能用自己的医术将那些半死不活的人救活，以此来磨练自己技术。这家伙还是这么偏执啊！沈星竹和血光冲天他们在边上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么疯狂，并且医术高超。可是星河、叶青他们都才几岁啊！星河锁链直接原地就下线了，准备去找星光和星云。叶青他们是三兄弟吗？沈星竹问道。星云、星河、星光三人都是孤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只不过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过。星云、星河、星光三个名字也是他们自己想的，后来他们被人收养了，收养他们的姓陆就加了陆姓。原来是这样啊！话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沈星竹问道。叶青想了想，你先帮我找人打听一下花花蝴蝶他们攻城的时间和准备情况吧。沈星竹说道。刚才我就已经派人去打听了，估计一会就知道了。那我接下来准备试着去找一下精灵族了，如果能够让精灵族到遗忘之城来，那遗忘之城就真的稳了。精灵族？你说的是卡洛斯宫殿那里的精灵吗？沈星竹惊讶地问道。你知道？沈星竹尴尬地点了点头，那边的精灵族已经被黑暗制度给黑化了。什么？沈星竹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猫猫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寻找精灵族，光明制度也要找精灵族，然后当时我们等级低，感觉太困难了，就想找人帮忙，然后猫猫就私聊了你，结果被你骂了一句就挂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就去了10个人，结果直接团灭。叶青问道。有看到什么吗？黑暗精灵，将近几百只黑暗精灵，他们的样子真的是男帅女美，放到人类世界绝对的顶尖存在。不过现在他们都被黑暗侵蚀了，相当的残暴，附近所有的生物都被他们击杀得一干二净。我们还看到一只黑暗精灵在吃一个原住民的尸体。完犊子，精灵族指望不上了。第146章，交往吧。沈星竹神秘地笑了笑。那也不一定，猫猫他接了任务，有一张一个光明法师给的任务卷轴，那张卷轴能够唤醒一部分精灵族的良知，让他们恢复过来，要50级才能使用，所以这个任务一直拖着没有去做。任务能让猫猫转给我吗？任务是可以赠送让别人去完成的，当然也有强制绑定的不能转移的任务。行，这个我做主，到时候让猫猫转给你。沈星竹竟然丝毫没有犹豫。叶青愣了愣，他都准备好也沈星竹谈谈条件了。要知道，一般这样的任务肯定是油水超级丰厚的，不是高价购买，一般是不可能有人转让的。你这样让我感觉受宠若惊啊！虽然没有你，我一样能够在神域中打下一片属于我的江山，但是如果有你的帮助，我想我会轻松很多，并且我想在游戏立足扎根，你或许就是我的关键。沈星竹丝毫没有顾忌，将自己心中所想直接说了出来。叶青略微有一丝失望，原来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合作伙伴罢了。就因为这样啊？还有这个。沈星竹突然在叶青脸上亲了一口，一道闪电瞬间击中叶青心脏。叶青竟然老脸一红，害羞了。你干嘛？搞得好像你很吃亏我调戏你一样。沈星竹故作生气道。叶青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突然嘿嘿笑着说道，不亏，真香。血光冲天在附近默默地拉着嘶吼，再嘶吼到了一边。嗨，咱们你是不是在发光？啥？我刚才在炼药，我啥也没看到。可惜了偷天小妹不在线，不然她肯定也很激动。血光冲天说道。沈星竹才反应过来，身边还有2个大灯泡，远处的青年将军竟然和雷诺他们拿着望远镜在看这边，瞬间也羞红了脸。星竹，等我变得有钱，变得更强，我当你男朋友如何？叶青突然严肃地说道。沈星竹一愣，我都亲你了，我都先主动了，你还让我等？等你个大头鬼呀！沈星竹生气地站起来，一脚就把叶青给踹下了城楼。这一脚已经决定了老大以后的家庭地位了。血光冲天看热闹不嫌事大，嘶吼在嘶吼，深有感触的点了点头。叶青残血回到城楼上，给自己丢了个生机，然后一脸无奈的回到沈星竹身边。我就是一个普通小子，我家里也都是普普通通的，配不上你。沈星竹站起身，抱着叶青柔声说道，可能别人会觉得假，但是我的确不在乎这些，你的性格，你的相貌，你的坏，你的果敢，你的智慧，都是我喜欢的，这就够了。钱我有，你也会有，神域的舞台上一定有你的存在，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依靠，我能成为你最好的陪伴。感受着怀中的温暖，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叶青的心扑通扑通的越跳越快。深吸一口气，叶青将沈星竹搂在了自己怀中，低声说道，我会努力成为你的依靠。沈星竹一脸幸福的仰起头，吻住了叶青。叶青和沈星竹热吻了一会，叶青就带着沈星竹到城墙上去看日落。遗忘之城的位置看日落简直就是绝美。我擦！我下线了一会，叶青就脱单了。星河锁链带着星云锁链和星光锁链传送了回来，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血光冲天和嘶吼在嘶吼，还有远处的青年将军以及雷诺，全都拖着腮帮子蹲在城墙附近，看着叶青和沈星竹坐在城墙上相互依偎着。城墙下是成千上万的亡灵怪物在嘶吼嚎叫。
这画面为什么我感觉有点温馨，却又有点变异态呢？嘶吼在嘶吼说道。血光冲天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老大这个超级钢铁直男也是可以的，带着妹子坐在一堆亡灵怪的上面看日落，也不知道是浪漫呢，还是傻。叶青哥哥，星光锁链看到叶青就直接飞奔来，直接扑到了叶青怀中。我靠，你没看到叶青脱单了吗？女朋友就坐边上，你就让星光冲上去了，你也不拉着。星河说道。星云锁链邪笑着看着星河，你不也没拉他吗？星河锁链也是露出一副你懂得表情。看热闹了。叶青此时冷汗直冒，沈星竹杀人的目光已经让叶青想哭了。星光，可以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别抱我了。叶青将星光锁链拉起来，想要跟他分开。我不要，叶青哥哥，你当年就是骗我说你还会回来找我们的，结果一下子就失联了这么多年。星光锁链死死抱着叶青不肯放手。好了，星光，我这次不会走了，多大人了，不是小孩子了，别这样子。你嫂子在啊？啊，嫂子。叶青哥哥，你找到对象了，这就是嫂子吗？星光锁链听到叶青说的，立马就松开了，看着沈星竹一脸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嫂子，我太激动了。星光锁链就好像做错事的小孩一般，立马道歉。沈星竹扭了下叶青腰上的软银肉，笑着说道：没事，你叶青哥哥现在可是游戏大神，他每天都在游戏的，跑不了。嫂子好啊，嫂子好。星云锁链和星河锁链也走了过来，嘻嘻哈哈的和沈星竹打招呼。叶青顺手把沈星竹搂在怀中，你们两个单身狗就说服不服吧。以前小时候他们互相之间都说谁会先找到对象啥的，现在叶青正好可以炫耀。嘿嘿，你是最大的，你先找到也很正常嘛。不过嫂子这么漂亮，叶青你的确是有本事啊。星云锁链说道。等等，叶青有信息来了。叶青收回自己的笑意，看着沈星竹读消息。佣兵团联盟大概准备在1周后对遗忘之城发起攻击，现在他们准备集体练级，准备先把等级冲到平均50级。1周时间，如此足够了。星竹，你让猫猫把任务转给我，我们去把精灵族给攻略了。至于猫猫，星竹你来补偿吧。叶青毫不客气地说道。行，猫猫那边我来说。这个任务可以进入6个人，最低进入等级50级。叶青你安排吧。沈星竹说道。6个人啊，我和你还有血光都是50级了，星河3人等级太低了，等不及了。小妹你多少级了？叶青问道。第147章狂人工作室。星河锁链他们上线的时候，星云锁链和偷天换日正好现实中在一起，就一起叫他上线了。我49级。那可以，血光，你带着偷天先去练级，尽快到50级，这样就4个人了。沈星竹沉吟了一番说道。带上猫猫也喵喵吧，他们现在也都49级，猫猫是法师，喵喵奶量现在很高了，这样配置就齐了。可以，虽然少了个肉，但是输出很高了，我可以拉仇恨，应该问题不大。叶青想了想，觉得这个队伍应该是没问题了，而且任务本来就是猫猫的，带上他也无可厚非。叶青和沈星竹在一起了，墨竹宫会自然而然的叶青也是老大了。一番安排后，叶青和沈星竹还是决定直接组成队伍一起练级，尽快将3个49级的等级拉起来。我去，叶青，你和老大。有只猫看到沈星竹小女人一般的挽着叶青，差点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以后叶青也是你的老板了。哇塞，叶青你把我们老大攻略了呀。小狐狸喵喵发出了一声惊叹。叶青甩了甩手，低调，快点准备练级吧，早点升级完成，早点去攻略精灵族。任务我都带身上了，本来这个任务30级就可以做了，你要是早点跟我们去，说不定早就搞定了。有只猫吐槽道。我哪知道啊，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在打 BOSS 啊。血光冲天带着有只猫、小狐狸喵喵、偷天换日还有沈星竹组成了5人队伍，开始到遗忘平原杀怪升级。团队模式最高能够容纳100人成团，经验获取会减少，但是人多杀怪就多也快，所以很多有钱人就是花钱找了打金团等等来带自己就挂机吃东西睡觉等等，由团队来杀怪，自己当团长，经验分配给自己多一点。至于5人的队伍，也就是队伍的上限人数，这样的组成经验不会减少，但是相对的，这个队伍的配合和默契也就非常需要了，一样也可以设置谁经验拿的少一点，谁多一点，最低拿30%的经验。血光冲天和沈星竹都是设置的最少经验量，自己的经验分给另外3个人。这个队伍的杀伤力强横，沈星竹的装备完全可以轻松秒杀同等级的怪物，就算是碰到了准 BOSS 精英怪都能轻松应战。至于叶青，他找到了嘶吼在嘶吼，准备要炼制药剂。你还要自己炼制干嘛？我给你炼制不就好了？嘶吼在嘶吼非常好奇叶青为什么要自己来炼制药剂。叶青平时一般都不太会自己来炼制药剂，自己学的特殊炼药术其实都是浪费，
但是偏偏叶青知道嘶吼在嘶吼弄到了一张特殊的丹药配方，名称配方随机丹，等级50，材料紫草、赤血、人参、木空草、血竹叶、赤峰刺、赤峰蜂蜜。效果炼制出的丹药属性随机，等级随机，品质随机，给你盲盒般的刺激。这张配方里面的材料可都不便宜啊，别的都能买到，即使这个赤峰刺和赤峰蜂蜜市面上没得卖，所以这个配方我一直没学，感觉没啥用。嘶吼在嘶吼说道：“这个配方别人没用，但是他可不一定。他是谁？幸运值满值的人啊！开玩笑，幸运值满值，如果还炼制不出好的丹药，不是奇了怪了。”因此，叶青知道嘶吼在嘶吼有这么一张丹药，立马叫了过来。嘶吼，知道这个赤峰的位置吗？叶青问道。在 XXXX 坐标，赤峰不是可采集怪，需要杀了才能采集，所以我没去，你要去吗？嘶吼在嘶吼问道。叶青点了点头。反正目前还需要等偷天换日他们等级提升上来，叶青可以去找一下这些材料，然后联系随机丹。如果炼制出好品质的随机丹，说不定可以在做任务的时候起到大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道理叶青非常懂。赤峰的位置还算好找，就在万灵森林40级怪物区，赤峰就是40级的怪物。40级的怪物现在对于叶青来说就和新手村的小鸡差不多。叶青传送到清风城，原本想要召唤肥肥跑过去，结果竟然发现肥肥的坐骑空间被锁定了，变成了红色，根本就无法召唤肥肥。这种事情叶青也没地方去问人，官方也没有资料，索性坐骑空间被锁定最下方有一行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这才让叶青放心了一点。搞不懂肥肥到底怎么回事，无奈叶青只能在拥有坐骑的情况下，依然用11路公交车赶路，一路狂奔。叶青现在的移动速度能够让他形如疾风，速度极快。很快叶青就赶到了赤峰领地，但是这里竟然已经有许多的玩家在了。老远叶青就看到几个玩家，条件反射的叶青立马开启了隐身，转身到了一棵树背后。这些不是散人，这些玩家明显是有组织的，在地毯式搜索。想要来赤峰领地的不止叶青，万灵森林本来就是玩家重点升级探险的地方，因此许多的散人玩家都会来这里。一个玩家想要进入赤峰领地，但是叶青躲在树后，竟然看到那个原本想要靠近交涉的散人玩家，竟然直接被那几个游移走的玩家直接开红秒杀。这么狂！就算如此，叶青也惊到了。野外 PK 杀人抢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几个玩家明显是不让玩家进入赤峰领地。难道这个赤峰领地有什么宝物？越是如此，叶青越是兴奋。不过叶青这边还没动作，几个附近的散人玩家恼怒了：特么的，你们狂人工作室这么嚣张，这里是公共区域，凭什么我们不能进？对啊，我的任务有时间限制，需要打赤峰，曹不让我进，我任务怎么完成？一个个散人玩家聚到了一起，和游移走的狂人工作室的玩家争吵了起来。一个叫狂人怒火的玩家冷着脸走过来，看了眼前面的10几个散人玩家，淡淡的说了一句：全部杀了。什么？妈的，欺人太甚！兄弟们和他们拼了！狂人怒风的话让附近的散人玩家彻底恼火了。什么叫杀了？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真当自己工作室天下无敌了？杀！和他们拼了！一个个散人玩家全都联合了起来，开始对着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发起了攻击。第148章赤峰宠物。然而狂人工作室的几个玩家面对多出他们1倍的散人玩家，竟然丝毫没有胆怯，反而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突击！一个狂人工作室玩家动了，随后6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全都行动了。狂人工作室的玩家竟然全都是近战战士，叶青都惊讶到了。一个工作室肯定要有最基本的职业配置，法师、刺客、战士、剑士、骑士、法师、弓箭手缺一不可。但是这个狂人工作室竟然全都是近战，而且叶青观察，这个狂人工作室基本都是刺客走向的战士。6个人一同行动，速度极快，迅速突进，6个突击技能全都打中同一个法师玩家，瞬间就将这个法师玩家直接秒杀。随后6人动作迅速，并且异常同步，一个后跳直接开启前行状态，6个狂人玩家直接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小心，他们隐身了！一个玩家刚提醒了一句，就直接被晕在原地。一个在那里，快攻击！刚开始提醒的玩家直接被一个狂人玩家一个凿击眩晕在原地，立马附近的几个散人玩家发现了目标，马上集火攻击。然而那个狂人玩家竟然冷笑一声，一个滚翻，侧身躲到了灌木丛中，随后直接开启了潜影技能，技能瞬间丢失。而同一时间，另外5个狂人玩家猛然出现，手起刀落，快准狠，直接将刚才释放技能还没回过神的3个散人玩家直接秒杀。原来那个刚开始出现的狂热玩家根本就是诱饵，
只不过短短1分钟不到，原本11个散人玩家竟然直接死了4个，并且狂人工作室的6个玩家丝血未掉。这技术和配合，这个狂人工作室有点东西啊！叶青都不得不感叹。叶青的破影能力让他清楚地看到几个狂人工作室的走位，他们走位非常完美，可以将前行技能的破影范围抓得非常牢固，丝毫不容易被发现。狂人工作室的强大让几个散人玩家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技术和对方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有2个玩家已经生出了要逃跑的念头。6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杀了4个人，4个人分别爆出了一些东西，但是狂人工作室的人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训练有素，眼里只有目标，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工作室。叶青迅速得出结论，他们在赤峰领地到底要做什么？叶青的好奇心完全被勾起。此时散人玩家已经被单方面屠杀，6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完全如同高级的杀手一般，没有丝毫手软，就算是女性玩家都被直接强势击杀，求饶还是逃跑全都无用。叶青隐身状态下慢慢绕过这几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直接进入了赤峰领地。赤峰领地相对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这些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基本上3辆成群在附近游一走，看起来他们的领导人已经下达了指令，只要是靠近的所有玩家全部击杀。甚至叶青还看到几个黑暗纪元还有名将的玩家要靠近，也直接被击杀。狂人工作室人如其名，狂妄至极，根本没有给任何工会面子。叶青隐身天赋出众，在丛林间穿梭，他要找到狂人工作室到底在做什么，并且还想知道这个狂人工作室到底是什么组织，只有知道他们的消息，自己才能做出相应的准备，是敌是友自然是需要提前知道。寻找了一番，终于是见到了自己需要寻找的赤峰。赤峰其实就是一般的蜜蜂放大了几十倍，翅膀是6只，扇动翅膀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嗡的共振声音。叶青看了眼赤峰的属性，防御力很弱，但是攻击速度、移动速度非常快，攻击力非常高。赤峰就是刺客型的怪物。就在叶青考虑要不要显形先杀几只赤峰的时候，叶青竟然看到赤峰群中出现了3只0级的赤峰。3只0级的赤峰明显体型比普通赤峰小了一圈，就这么欢快的在普通赤峰中间飞舞，竟然同时出现3只。难道这个赤峰领地根本就是一个出产赤峰宠物的领地？如此一想，叶青就明白了，赤峰原本就是刺客型的怪物，如果当作宠物，搭配上狂人工作室全部刺客的职业，简直就是双向刺客，杀人于无形，可以说是绝配。因此狂人工作室直接包场这个地方，要给每个队友都配置赤峰，同时减少市面上赤峰宠物的出现。叶青没有立马动手，而是直接用钩索跳到一棵树上。刺客永远都不会着急。果然，叶青刚刚隐藏到树上，7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立马就出现了。一出现，7个玩家直接打了一个手势，7人直接分散，开始对所有的灌木丛以及树木背后开始查看是否有隐身的盗贼。果然够谨慎。正常的工会包场之后，都会有一种这一块地方绝对不会有任何玩家的错觉，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玩家能够绕过工会的阻拦，进入到包场的地方内进行捣乱或者偷取物品。这个狂人工作室竟然能够做一件小事之前就如此小心，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所幸叶青提前跳到了树上，玩家此时都还不会飞行，万灵森林的树木都非常高耸，所以玩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到树上的。钩索这种道具的出产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树上是不会检查的。四下检查无人后，这7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就聚到了一起，开始迅速击杀起赤峰。他们的动作非常流畅，7人同时动手，将吸引到仇恨的赤峰全部引走，然后各自将自己吸引到的赤峰直接击杀。期间只有1个狂人玩家被赤峰攻击到了一下，另外的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受到一下攻击。狂人诺言看着那个受到1次攻击的玩家，狂人狂怒说道：就这等级的怪物你都能吃到伤害，等会下线500个俯卧撑。是队长。狂人狂怒毕恭毕敬地说道，并且行了一个军礼。你干什么？游戏中不得有违规动作。狂人诺言直接狠狠一脚踹在狂人狂怒身上。对不起队长，再有下次你就不用进来了。部队。叶青脑海中瞬间有出现了这个名词，难道这是军队中的人？他们也进入游戏了？叶青一度都觉得许多人会不会太过高看这个游戏了，虽然这个游戏的确是真实的让人不可置信，但是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游戏，那么多财团争相准备进入，还有许多公司将自己的重要资金都压到了这个游戏中，这完全不合常理。第149章赤峰王。但是现在看到竟然有军队也进入了，那么这个游戏真的不寻常了。叶青静静地趴在树上，看着下面的几个人快速清理掉附近的所有赤峰，然后将3只0级赤峰包围。捕捉。狂人诺言开始使用捕捉技能。捕捉技能也是需要技能书才能学习到的，自然而然的肯定是队长学习走的，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学习到。
其中一只赤蜂接连捕捉了3次都失败了，然后等级直接提升了1级，成为了不可捕捉的怪物，直接被一个刺客一匕首杀了。然后开始捕捉第2只，很快第2只也捕捉失败了。捕捉技能捕捉3次，全部失败了，怪物就会提升1级，然后就变成了不可捕捉的怪物了。队长，这怪物这么难抓吗？是啊，所以这一次包场估计要持续几天，交代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别被别的玩家打扰了。老大那边估计也应该差不多了，只要将那只 BOSS 杀掉，说不定还能够爆出什么好东西，也说不定。老大，听说那只 BOSS 会掉出一个道具，能够融合几只宠物产生新的强力宠物的道具。那个任务是这么提示的，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运气，运气好说不定就会有。好了，先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吧。这个赤蜂太适合我们了，我们需要人手配置一只。捕捉技能继续发动，这一次或许是好运终于降临了。当狂人诺言第2次使用捕捉的时候，赤蜂被一团翠绿色的光团包裹，然后慢慢的光芒中缩成了一团如同蚕茧一样的小球，最后被狂人诺言拽到了手中。搞定一只，这只就给你了，你先去找地方给赤蜂升级吧。拿到了赤蜂的狂人玩家点了点头，然后直接离开了队伍。竟然有 BOSS 会掉落可以合成宠物的道具，这种神奇的道具叶青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怎么可能会放过。要知道叶青现在还没有宠物，他自然是想要强力的宠物，已经有肥肥这样圣物的坐骑，宠物至少也得是远古的才可以吧，不然叶青宁可不要。叶青等到狂人的几个玩家离开叶青才爬上树，他不是打不过这些狂人的玩家，只不过叶青不想提前暴露自己一定会去抢那只 BOSS， 大概率是会和这个狂人工作室产生仇恨，但是叶青还是想想办法，在不建立仇恨的情况下拿到那只 BOSS。 和军方产生矛盾总归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何况游戏中叶青现在的敌人着实有点多。叶青隐身向着深处前进，一路上的赤蜂叶青直接都无视，既然知道了深处有 BOSS， 还有那个神奇的道具，自然是 BOSS 为重。如果沿途击杀赤蜂，很可能就把自己暴露了。一路上有许多的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在击杀赤蜂以及捕捉赤蜂。狂人工作室看起来刚进入游戏不久，平均等级基本都是在30多到40多级的样子，但是才这个等级他们就敢包场，和散人以及一些工会玩家闹出矛盾，由此证明他们的底气是有多强。3、5成群的小队战斗中错落有序，有进有退，全都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叶青不由得高看这个工作室。一路前进，终于在一片轻微的爆炸声中，叶青见到了那只正在被围攻的 BOSS。 名称赤蜂王，为1，品质史诗，等级45，血量1145613，魔法值324534，物理攻击1201，魔法攻击800，物理防御900，魔法防御700。技能1，刺杀，赤蜂王能够瞬间隐身，然后出现在敌人背后，用锋刺对敌人发动刺杀攻击，造成额外100%的物理伤害，同时让敌人持续损失当前生命值1%的血量，持续3秒。技能2，振翅，赤蜂王极快频率扇动翅膀，产生高压声波，让附近10码范围内的敌人全部受到额外200%的魔法伤害。技能3，蜂王浆，赤蜂血量低于20%后，有一定概率会消化蜂王浆，恢复30%的血量。这只 BOSS 血量很多，防御偏低，攻击也一般，但是技能非常不错，特别是最后那个蜂王浆技能，对于 BOSS 来说简直是神技。如果运气好，血量每次掉到20%就恢复30%，等于变相的增加了一堆的血量，这简直就是一个强力 BOSS 啊！而且这只 BOSS 很明显是任务召唤出来的，是唯一 BOSS， 也就是说杀了这只 BOSS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一样的赤蜂王了。这只 BOSS 必须抢到。叶青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只强力的宠物带给玩家的很可能就是质的飞跃。此时赤蜂王已经被狂人的玩家削减了将近60%的血量了，但是狂人玩家也没见好，一个个从复活点狂奔回来复活。在赤蜂王周边差不多有20多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其中一个叫狂人狂雷的玩家明显是他们的头，正在指挥工作室玩家悍不畏死的对赤蜂王打击。一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因为都是近战，只要赤蜂王使用了振翅技能就是一片秒杀，并且每一次赤蜂王使用刺杀技能就会让狂人工作室的队伍减少一个人。叶青躲在远处暗中观察，并没有急于冲出去抢冠。这个附近的复活点差不多在将近2000多米远的位置，跑过来需要差不多7、8分钟的样子。叶青完全可以等到狂人工作室的玩家被全部秒杀的时候冲出去，在8分钟之内击杀怪物走人。但是狂人狂雷完全不加入战斗，只是在一边指挥，这就造成了狂人狂雷不会死亡离开这里。这个该怎么办呢？叶青绞尽脑汁，开始在背包卷轴栏寻找可以使用的道具。查找一番无果，叶青叹息了一声，看起来
狂人工作室这个敌人算是板上钉钉了。既然决定要动手，叶青立马转变心态，将狂人工作室直接按照敌人考虑。狂人工作室有条不紊地和赤峰王战斗着，叶青已经偷偷地潜入到了赤峰王背后的巢穴之中了。赤峰王背后是一个如同山洞一样的巢穴，里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种昆虫动物的尸骸，很明显这是赤峰王住的地方以及进食的地方。一般这种留守驻扎型的 BOSS 洞穴中都会有一点宝贝东西， BOSS 的血量按照计算应该还有一会才会掉到 10%， 所以叶青决定在抢 BOSS 之前到里面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宝贝。第150章黄金宝箱。 BOSS 的巢穴一般不会有小怪存在，所以进入巢穴除了洞内恶臭无比让人恶心以外，倒也没有什么危险。洞穴外赤峰王和狂人工作室战得激烈，洞穴内叶青一路摸索，到处东张西望，但是无奈除了尸骸还是尸骸，别说宝物了，连一根草都没有。这 BOSS 过得这么拮据的吗？叶青都忍不住吐槽道。就在准备转身离开的瞬间，一丝金光闪了叶青的眼睛一下，敏锐如叶青立马锁定了金光闪出的方向。黄金宝箱！叶青怎么都没想到，竟然在这个巢穴里面能够碰到黄金宝箱。叶青走了过去，准备开始开宝箱。叮！使用解锁技能开启黄金宝箱。叮！当前解锁进度 1%。叮！当前解锁进度 2%。叮！当前解锁进度 3%。叮！当前解锁进度 4%。时间推移，黄金宝箱一点点，叶青小心地环顾着四周，以防有什么危险。就在解锁进度达到 98% 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冲入了巢穴之中。怎么会有人？黄金宝箱！那个人一冲进巢穴，立马就借着黄金宝箱发出的金黄色光芒，看到蹲在那里解锁宝箱的叶青。狂人一曲长歌原本打算趁这个机会来一探这个巢穴中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东西，没想到一进来就看到了叶青这个外人。不可能啊，这里被我们包场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外人？妈的，被发现了！叶青暗叫一声不好，正好宝箱开启完毕。叮！黄金宝箱开启，叶青一把将黄金宝箱里面的东西捞出，放到了背包中，将宝物留下。狂人一曲长歌一声怒吼，直接冲向叶青。狂人一曲长歌用的是2把单手剑，双剑交叉切割，竟然是叶青也会的切割技能。但是叶青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既然对方动手了，自己也没有任何犹豫了。狂人一曲长歌的切割技能完全封闭了叶青逃跑的路线，叶青无论是滚翻还是侧身都无法躲避，幽影之魂直接招架，减少了 40% 伤害。招架的瞬间，叶青一个突击技能直接越过双剑的攻击范围，猛然出现在狂人一曲长歌面前。然而匕首擦碰到狂人一曲长歌的刹那，叶青右脚轻点地面，掠影发动，速度极快的一个转身，出现在了狂人一曲长歌的背后。凿击，眩晕3秒，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触发暴击，叮！力王护手属性发动，造成双倍力量加成，叮！狂人一曲长歌死亡，一击杀狂人一曲长歌。叶青立马开启隐身，趁掠影技能还没失效，速度极快的冲出巢穴，随后直接隐藏在外面的灌木丛之中。此时的 BOSS 血量只剩下 17% 的血量了。老大，叶青来了。叶青？等级榜第1那个叶青？狂人狂雷问道。对，一个运气好的玩家有什么好一紧张的？边上一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不屑地说道。狂人一曲长歌摇了摇头，不是，他的技术绝对在我们这些人之上。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死了找借口吧？大哥啊，我是那种人吗？而且对着老大怎么可能说假话？众人一想，立马都冷下了脸。所有人一级戒备，分批进攻，保证每次存活至少10人，以4边阵型包围 BOSS， 小心应对。狂人狂雷立马更改了战斗方式。叶青无奈，被发现了果然就会很麻烦，不过能够得到一个黄金宝箱也值了。此时的 BOSS 已经血量被稳定刷到了 9% 了，叶青已经准备好动手了。而狂人狂雷这边也已经召回了附近的狂人工作室玩家，在这附近一片区域已经差不多有30多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已经集结了。20多个狂人工作室玩家轮番送死杀 BOSS， 另外的10几个玩家全都开始地毯式搜索叶青。能够让狂人工作室如此严阵以待，叶青也是第一个。狂人工作室都是狂人，根本就不会忌惮任何一个玩家。叶青手上已经拿出了一把卷轴，准备动手了。卷轴万灵野狼石，卷轴3眼蜘蛛6，卷轴式血狼蛛5。21只召唤物直接被叶青全部释放。这些卷轴叶青基本没机会用到了，干脆就趁这个机会直接全部都用了。21只召唤物直接从灌木丛中窜出，杀向附近的狂人工作室玩家。突然出现的怪物还都是等级40级左右的怪物，让狂人工作室的玩家全都措手不及。
狂人狂雷冷漠的一剑劈翻一只万灵野狼，吼了一句：“几只野怪，你们就乱了阵脚，全都给我冷静，迅速击杀！一队搜索灌木丛，2队加速 BOSS 攻坚，3队回来之后全力配合2队击杀 BOSS。”果然够冷静，叶青感叹一句。卷轴释放的同时，叶青知道自己待的灌木丛立马就会被攻击，因此卷轴使用的同时，叶青已经离开了灌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突击！猛然，叶青出现，狂人狂雷时刻注意着 BOSS 附近，他猜到叶青一定会先去击杀 BOSS。BOSS 这么大一块蛋糕，叶青怎么可能会放过 ？BOSS 血量越少，他肯定越是要行动。然而，他低估了叶青的忍耐力。叶青的目标是狂人狂雷，这个狂人工作室的中心人物。好快！狂人狂雷一惊，李连忙想要闪避，但是叶青起势一般的玩家，右手匕首一收，一团沙尘丢出，狂人狂雷眼睛直接失明，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狂人狂雷怒吼道。但是叶青面无表情，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出现在了狂人狂雷的背后。致命打击！高强的攻击不需要任何花俏的技巧，只要绝对的力量直接碾压就够了。这是叶青现在最喜欢的战斗方式，碾压，一击致命，就这么简单。叮！狂人狂雷触发亡命之徒特效，以一滴血的状态存活3秒。叶青的一个致命打击瞬间就打空了狂人狂雷的血条，但是狂人狂雷根本就没有死，而是触发了他的保命特效。这应该是装备上的特效，并非本身技能。3秒时间说长不长，但是对于高手来说，一切战斗都在瞬息之间。狂人狂雷手中长剑斩出，叶青来不及躲闪，匕首直接招架。然而狂人狂雷竟然以极度刁钻的姿势一个后撤下压，原本应该斩向叶青的剑瞬间从劈变刺，一剑刺入叶青肩膀。第151章夺取。叮！受到462点伤害，叶青近距离对着狂人狂雷邪魅一笑，掠影。叶青直接后跳，脱离开狂人狂雷身边，迅速冲向 BOSS 赤峰王。所有人集合截杀叶青。狂人狂雷倒下的时候发出了最后一条命令。叶青开启掠影之后的速度极快，并且还有数道残影，就和真身一样，无法辨别。一个个狂人工作室的玩家玩命的劈砍那些残影，而当所有的残影全都被砍掉消失后，众人惊讶叶青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不好！一个狂人的玩家立马反应过来，所有的狂人玩家全都冲向赤峰王，但是此时叶青已经出现在了赤峰王的头顶，踏空，一路踏空，直接跳到了赤峰王的头顶。淬夺，切割，突击，连斩，所有的技能倾巢而出。原本只剩下 2% 血量的赤峰王血量骤降，快攻击叶青！所有的狂人玩家焦急想要击杀叶青，但是他们发现叶青在赤峰王的头顶，全都是近战职业，只能在下面看着，根本无法攻击到叶青。都发什么愣？快点攻击 BOSS 啊！几个反应快的狂人玩家已经开始在全力攻击 BOSS 了。而然，他们的攻击力对于 BOSS 来说简直就是在挠痒痒。叶青的攻击刀刀破千，是不是触发一个特效，直接上万的伤害，看得众人忍不住惊叹。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触发暴击效果，伤害翻倍。叮！触发力王护手4倍力量叠加。叮！触发符文错乱，物理攻击增加 100%。叮！共计造成31354点伤害。一个高额的赤红色伤害直接从赤峰王头顶出现，赤峰王直接轰然倒地。叶青立马拿出一张卷轴，一把撕一裂。叮！使用烟尘卷轴，轰的一声，以叶青为中心，一团浓浓的黑雾出现，迅速将叶青和赤峰王的尸体包裹其中。叶青立马将赤峰王的掉落物尽数收到背包中，然后直接开启了隐身技能，趁着烟雾的保护，直接脱离了战场，一路狂奔，直接冲到了相对较远的一处赤峰聚集地。叶青拿出魔法弓，巡航剑，一剑接一箭射一出，巡航剑在赤峰之间飞速穿梭，越穿梭越多，一支支巡航剑疯狂地收割着赤峰的生命。而叶青则是使用了久久没用过的采集术，开始采集赤峰的赤峰刺，采集的同时还不定时的会出现赤峰蜂蜜这个附属物品。赤峰王尸体这边，狂人狂雷已经阴沉这脸复活了。一个30-40人的团队就这么被一个玩家戏耍，并且最终还被抢到了 BOSS，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安然脱身。原本狂人狂雷等人都看不起游戏中的一个个号称高手的玩家，现实中他们这些军队精英哪一个不是1打5、1打10的高手？但是这一次他们竟然翻车了。老大，怎么办？要不要想办法去找到叶青？一个狂人玩家问道。狂人狂雷等了他一眼，找到了又如何？你们打得过他？可惜了，这个任务完不成。等等，那是什么？狂人狂怒在边上叹息，原本他们的任务就是获取赤峰王身上的一个物品，
任务本身才是他们需要的，至于 BOSS 的掉落，只不过算在他们的另一项需求之中罢了。狂人狂怒跑过去，一脚踢开赤峰王的尸体，竟然在赤峰王的尸体下面看到了任务道具。老大，叶青把任务道具留下了。此时叶青正想着自己将任务道具留下，是不是算是给了狂人工作室一点面子？以后如果狂人工作室不识好歹，还找叶青麻烦，那么也就别怪叶青不客气了。但是如果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狂人工作室没有多余的动作，那么叶青就会把狂人工作室列为普通玩家，不会敌对他们。只要是叶青敌对的工会，比如雄霸天下或者名将，都将是叶青要弄死为止的。叶青在狂人工作室回来之前，迅速将自己需要的赤峰刺和赤峰蜂蜜收集了一些，期间还运气非常爆炸的抓到了2只赤峰宠物，直接开启了城主令，回到了遗忘之城。回到遗忘之城，叶青直接就在城主府坐下，开始查看这一次的收益。金币什么的差不多700多金币，算是小收入。叶青将黄金宝箱摸出的东西拿了出来，技能书，竟然是技能书，而且这本技能书竟然是唯一的技能书。名称：技能书遗忘，等级60，限定意志，消耗10%经验值，冷却时间10分钟，效果使一个敌人遗忘自身的一个技能，20%的概率会遗忘一个技能一个自然日，10%的概率遗忘一个技能一个自然周，0.1%的概率彻底遗忘一个技能。叶青倒吸一口冷气，直接强制让一个敌人遗忘一个技能。这技能强悍如斯，虽然消耗10%的经验非常多，但是如果能够让一个敌人直接彻底遗忘一个强力技能，那完全值得。10%的经验虽然后期很多，但是对于叶青来说只不过是花时间罢了。直接将这个技能学会，如此叶青又多了一个让人头疼不已的技能。第一个就是这么好的技能书，叶青更加期待赤峰王爆出的装备了。赤峰王总共爆出了5个物品，其中一个是特殊道具1本技能书，还有3件装备。叶青直接查看了特殊道具，名称：特殊道具合成进化，限制1次，最大容纳3，效果可以将获得未孵化的宠物放置合成进化中，最少2个，最高3个，进行随机合成。放置的宠物品质越高，获得的宠物品质也会越高，宠物品种完全随机。出了！叶青捡到这个道具的时候就猜到自己的幸运值那么高，肯定是出了。有了这个道具，叶青就需要再弄到3个品质极高的宠物就可以了。说到宠物，叶青现在手里就有3个宠物，一个嗜血虫卵，还有2只刚刚抓到的赤峰。突然叶青一拍脑袋，自己还有一颗黑暗之心，连忙看了眼背包里面的黑暗之心。此时的黑暗之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颗墨黑色的心脏，并且整颗心脏上都是黑色的浊气。这颗黑暗之心直接就是远古品质的。犹豫再三，叶青还是忍住了。黑暗之心作为其中一个材料，自己还需要2个品质极高的宠物才行。赤峰属于普通的怪物，没多大合成意义。至于嗜血虫卵，也只不过有概率会变异罢了，品质无法保证，自己用来作为备选吧。第152章，一支穿云箭。将合成进化收到了背包，叶青拿出了技能书，名称：技能书穿云箭，限定野性，等级60，消耗300魔法值，效果射溢出一支穿云箭，能够穿透目标造成无视防御的额外100%物理伤害，同时对后方的敌人造成同等伤害，最高穿透3个目标，同时有1%的概率会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造成10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受到额外50%的魔法伤害。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叶青想都没想，直接一拍技能书，直接将穿云箭技能书学习了。开玩笑，这样牛的技能书不学还等什么？叶青本来群攻技能就少，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技能？其实这个技能到别的弓箭手手中也只不过发挥了穿透的效果罢了，后面的千军万马效果发挥了也只不过用来卖个萌罢了。有几个弓箭手是有魔法伤害的，但是叶青不同，有往生之环，叶青的魔法攻击现在也非常高，可以说完全可以达到普通的法师的级别。名称：大力斧，部位：武器双手斧，等级55，品质传说，限制力量1000，物理攻击2600，力量1900，特效攻击时有10%概率触发双倍力量爆发，1%概率触发5倍力量爆发，爆发持续5秒。竟然是纯粹加物理攻击的，而且增加的物理攻击极高力量也是，虽然没有技能，但是特效完全已经是超过大多数同等级品质武器了。这把武器绝对是能够卖出高价的好装备。叶青喜滋滋的将双手斧收入了背包。按照力量，叶青也能够轻松使用这把双手斧了，但是当惯了刺客，叶青不可能再去当什么战士了，而且就光幽影之魂的物理攻击就超过了这把双手斧了。名称：云之戒，部位：首饰、戒指，
品质传说，等级50，移动速度100，攻击速度100。特效，每次快速奔跑时会在身后产生白色云朵。叶青挑了下眉毛，这就没了。白色云朵是什么玩意？虽然增加了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但是这个白色云朵是什么？就是云朵。叶青直接换上了云之戒，随后速度全开，开始跑动起来，绕着城主府大厅不停地转圈。很快，叶青发现自己被完全笼罩在了一片白色的云雾之中。可嗨嗨，我靠，这是白云，这尼玛是放毒吧？叶青立马将这个云之戒摘了下来，这玩意不适合叶青。加移动速度，等会送给偷天换日算了，这小妮子应该是喜欢的。名称：赤峰腰带，部位：腰带、皮甲，品质：传说，等级55，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400，体质40，力量40，敏捷40，物理攻击500。技能：赤峰暴走，使用技能召唤成片的小型赤峰，对敌人造成持续性打击，每只赤峰造成物理攻击的20%伤害。叶青眼睛都要瞪出来了，总算是出了一件自己可以用的，立马装备上赤峰腰带。这个腰带的技能，叶青之后再找机会试验。按照技能介绍，应该是非常强力的一个技能。这一次赤峰王可以说叶青是赚到了，一个可以用的腰带，还有2个技能，以及未来的一只强力宠物，绝对是血赚。老大，你在城内吗？血光冲天问道。在，怎么了？老大，遗忘荒原有没有什么怪物密集的点啊？我们找不到怪物多的点，我之前刷怪的点有很多工作室的人在。行，给我发到左边，我过来带你们。我靠，叶青要来带我们？有只猫激动道。叶青带他们升级，这是有只猫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总觉得叶青就跟神一样，有叶青带，估计自己等级要刷飞速升了。叶青很快就赶到了遗忘平原的坐标点。你们多刷了多少经验了？基本都才刷了10%左右。老大，你知道哪里有怪物密集点吗？血光冲天问道。不知道啊。啥？老大你也不知道？那完了呀。放心，我有办法。叶青直接触发了一只正在游荡的幽灵马的仇恨，一个致命打击直接将这只幽灵马秒杀。这伤害习惯了，血光冲天他们已经早就免疫了。短暂复生，光芒一闪，亡灵马直接复活。带我们去怪物密集点，全速！在众人一脸诧异下，亡灵马竟然真的开始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跟上！几秒后，亡灵马一声嘶鸣，直接变成了一地骸骨。叶青继续找了一只亡灵怪，杀死，然后复活，如此反复。10几分钟后，终于是来到了一个怪物的聚集地。叮！发现隐藏的食尸鬼聚集地。一来到这里，3个女孩子的脸就耷拉了下来。哦，这里好恶心啊！食尸鬼聚集点大量的尸骨残骸让人心惊胆战，还有许多的食尸鬼竟然手上拿着像是人类手臂的东西，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啃着，好恶心啊！偷天换日说道。我们要不换个点吧？血光冲天摇了摇头，别换了，快点刷了完了，早点去做任务。如此也只能就这个点了。虽然这里恶心，但是架不住食尸鬼多啊。时间紧迫，抓紧时间吧，都是老手，我们没有踢就直接走位群拉吧。猫猫，你有群伤技能吗？叶青问道。有一个冰天雪地技能。可以，我和偷天2个人引怪，你们负责群杀。血光，你的爆炸剑和剑雨记得冷却好了就放，加快杀怪速度。叶青说完就和偷天换日2人迅速窜出，加速技能同时开启，2个刺客速度暴增，2道残影直接冲向食尸鬼群，每碰到一只怪物就直接用匕首划拉一刀，让怪物仇恨稳定在刺客身上。只不过短短10几秒钟时间，至少已经有100多只食尸鬼已经被叶青和偷天换日吸引到了仇恨。我去，这2个刺客太牛了吧，这速度绝了！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引了这么多的怪。有只猫第一次见到叶青技术，惊讶道。更让他惊讶的是，跟着叶青的这个刺客小女孩竟然一样这么快的速度和高超的技术。别废话了，快点吟唱魔法！我的个乖乖，老大和小妹的技术太好了吧，这么一会就100多只怪了。血光冲天都忍不住说道。冰天雪地，有只猫技能释放，天空中出现一朵云彩，云朵下的范围开始刮起暴风雪，进入里面的怪物全都开始刷的掉血。第153章，千军万马来相见。爆炸剑。血光冲天从背后抽出一只装有一大捆炸药的剑枝，酝酿了差不多3秒钟时间，一剑狠狠射入怪物群中，轰的一声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不行啊，攻击力有点弱呀，秒不掉啊！有只猫发现许多的怪物虽然掉血快，但是都还是稳定残血状态，并没有死亡。巡航剑，叶青直接换上魔法弓，一支支巡航剑如同自动追踪一般，
疯狂的收割残血。野性？为什么叶青还可以使用野性技能？所有人全都震惊了，怎么可能有玩家可以同时拥有4个天赋？叶青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使用过意志天赋，这还是第一次使用野性天赋，只不过这一个天赋就让众人惊呆了。别废话了，快点刷！叶青说了一声，他并不想多解释。有了巡航剑配合，怪物成片成片的死亡，吃到经验的几个人能够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经验条飞速增长，这样练级好爽啊，太效率了。小狐狸喵喵忍不住说道：“你以为谁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吗？”沈星竹指了指叶青他们，小狐狸喵喵顺着沈星竹指的方向仔细看去，叶青和偷天换日两人飞速移动，每次都能够依靠自身高超的走位躲闪怪物的攻击，一个个闪避字眼在两个人的头顶不停的出现。叶青完全可以达到100%的闪避，至于偷天换日则稍微欠缺一点，虽然速度很快，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计算失误的情况。不过小狐狸喵喵一直都锁定他在治疗，倒也轻松无比。好了，快点攻击吧，早点升级去做任务。沈星竹说完，也冲进怪物堆，开始疯狂收割起残血怪物的经验。对了，新的技能可以试一试，穿云箭。一支奶白色的箭唰的一声飞出，直接秒杀了5只怪物。我去，好高的伤害！叶青都惊讶了。再来，穿云箭。等待了一会冷却时间一结束，叶青再次一箭射一出，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叮！穿云箭触发千军万马效果，效果触发的瞬间，响彻战场的马蹄声轰然出现，成千上万骑着战马的幽影骑士气势恢宏，冲向叶青射一出的穿云箭的方向。千军万马，铁骑踏地，一只只食尸鬼被狠狠踩在马蹄之下，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直接被秒杀。一个技能，这一片食尸鬼聚集地上所有的食尸鬼直接全部秒杀。死！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这尼玛开玩笑吧？一个技能啊！接连3道光芒，小狐狸喵喵3人竟然直接升级了。好家伙，老大一个技能直接搞定了。血光冲天无语道：“明明他才是弓箭手，没想到叶青这个业余的比他还屌。”他看了眼手里的弓箭，我这尼玛是玩具吧？好了，既然都升级了，直接出发做任务吧，正好节省时间，结束练级。叶青跳上石坡，对着众人说道：“我们回一下清风城去买鸡皮坐骑吧。现在拍卖行已经有马匹出售了吗？”叶青问道。有只猫点了点头：“是啊，已经有很多了，只不过基本都是低级的坐骑，不过比人走得快就是了。可是要捕捉坐骑，不是要50级吗？50级的玩家愿意去抓坐骑赚钱？”叶青问道。小狐狸喵喵解释道：“有的工作室特意为了赚这个钱，整个工作室的经验都分给一个玩家，然后这个玩家马上去抓坐骑，另外的继续升级，以此类推。抓宠物和坐骑是费时费力的事情，也就前期能够赚一点，后面基本工作室也懒得去抓了。”叶青想了想，既然这样，是不是就是说拍卖行肯定也有宠物卖了？说不定能碰到高品质的宠物也可能呢。和众人一起传送到了清风城。此时的清风城已经是人满为患，红区的玩家数量历来都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清风城作为红区最大的主城，自然是人数爆满。此时的神域可以说是上到老下到小全都知道，许多退休老人都会戴上头盔进入游戏钓鱼看风景，甚至有的老人还会穿上装备也年轻人一起征战在游戏世界。叶青还听说有一个叫老年协会的佣兵团，全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众人一起来到拍卖行，开始查看拍卖信息，各自查找需要的坐骑。而叶青则是打开了宠物界面。拍卖行宠物界面足足有140多页，一页差不多同时能够容纳20条信息。叶青设置成史诗以下的宠物不看，140多页直接减少到了10页。史诗以上的宠物竟然还能够有10页以上。叶青再次将查看设置更改成了传说以下不显示，果然10页直接缩减到了1页，并且这一页上也就只有3个宠物信息，3只都是传说的宠物。第3只宠物放了20万金币，这个明显就是用来杀猪的，叶青直接无视掉。另外2只宠物，一只标价2W6金，一只标价25000金币。叶青看了眼自己的背包，此时只有差不多21000多金币。星竹，你身上有25000金吗？我买只宠物。叶青拍了拍沈星竹道：“有。”沈星竹想都没想，直接和叶青发起了交易。交易到了钱，叶青直接将2只传说宠物一口价买了下来。大庭广众之下，叶青直接亲了一口沈星竹。干嘛呀？这么多人？沈星竹娇羞道。叶青看到沈星竹给了自己钱之后，就没有再看坐骑了，就猜到沈星竹是将身上的钱都给了自己，估计不够钱买坐骑了。但是叶青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将嗜血虫卵拿了出来，交给了沈星竹。这颗宠物蛋送给你吧，能够开出什么品质宠物就看你自己了。
嗜血虫，会不会很可怕的虫子啊？沈星竹说道。哈哈，不会，嗜血虫长得比较像黄蜂，不过比黄蜂少了尾针，头上多了2对跟锹甲一样的豆角。叶青想象着嗜血虫的样子说道。听叶青这么说，沈星竹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就不客气了。沈星竹接过叶青递给他的嗜血虫卵，这只应该是肉盾型的宠物。那正好啊，我是剑士，防御力很低，的确是需要肉盾保护。直接孵化吧，嘿嘿，我也想看看你运气如何。叶青说着就牵起了沈星竹的手，说不定牵着手幸运值带来的好运能够传播呢。第154章神赐宠物莉莉娅。沈星竹抱着嗜血虫卵选择了孵化，翠绿色的生命光芒将整颗嗜血虫卵包裹其中。嗡的一声，一只有半人多高的嗜血虫挥舞着翅膀出现在众人面前。拍卖行中的众人全都看着眼前这只明显很强大的宠物，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叮！恭喜获得嗜血虫皇。嗜血虫皇，名称嗜血虫皇，品质远古变异，等级0，生命值1000，魔法值300，物理攻击40，魔法攻击30，物理防御400，魔法防御300。特殊效果，被召唤后会依照主人的生命值的 30% 增加嗜血虫皇的血量。技能1，嗜血守护。嗜血虫皇使用前臂做出防御姿态，抵挡前方发来的攻击，减少受到伤害的 40%， 持续3秒。技能2，震战。嗜血虫皇使用翅膀发出共振，使敌人崩溃，产生厌恶感，增加敌人对嗜血虫皇的仇恨值。技能3，自愈因子。被动，获得嗜血母虫遗传，自愈能力极强，受到伤害后会持续恢复血量，血量越低恢复速度越快。技能4，连突刺。使用双刺对敌人发动连突刺，造成3至15次攻击，每次攻击造成额外 20% 的物理伤害。我靠，这个宠物牛皮啊！叶青忍不住说道。是啊，这只宠物绝对是目前市面上的 NO1。哈，叶青，我是不是运气太好了？这只宠物0级就直接有1000的生命值啊！对啊对啊，0级竟然有1000的生命值。我的小狼宠物0级的时候，我记得才120多点血，现在都40级了，也才1300多点血。小狐狸喵喵感叹道。有只猫拍了拍它，你还是别说了，你那只狼才精良级别的，换做我连对比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叶青将合成进化拿了出来。这是什么？沈星竹好奇道。叶青拿出的东西基本都是好东西，有只猫等人反正买了一批普通的坐骑就完事了，都靠了过来。这是宠物合成器，可以把3只宠物合成一只，至于合成什么我也不知道了。我操，这么屌！叶青将黑暗之心还有2只刚买的传说宠物蛋都放到了合成进化之中。合成进化有点像是一个扭蛋，叶青盖上了上面的盖子，整个合成进化就成了一个扭蛋。叮！使用合成进化，宠物融合进化中。合成进化开始不停地在空中摇摆。拍卖行本来人不多，都自顾自选东西，叶青他们进来也没几个人注意，但是此时想不注意都不行了。整个拍卖行已经被一层黑色、绿色、红色的光芒笼罩了。所有人的眼睛感觉都要被照瞎了。我靠，老大，这玩意不会是核弹要爆炸吧？我不知道啊。叶青都慌了，开玩笑，自己的黑暗之心可是远古的宠物啊，要是真的炸了，不是亏的库一叉子都没了。合成道具爆炸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之前论坛就有玩家做任务获得了一个合成装置，可以合成武器，那个玩家好不容易收集到了几把相当不错的武器，然后一合成直接成了粉末，气得那个玩家当场下线，再也不上线了。坑爹的是，这类道具根本就没有说明会有失败炸炉概率。合成进化的晃动越来越剧烈，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要炸了拍卖行吗？等等，那个黄明不是叶青吗？我靠！叮！恭喜合成成功！突然一声系统声音出现，让叶青彻底放下了心。呼成功了！这是什么情况？光芒消失，出现在叶青眼前的不是叶青想象中霸气十足的龙族，也不是什么卖萌的小宠物，竟然是一个小女孩。这是宠物？小女孩看到叶青，直接一蹦就跳到叶青怀中，一把就抱住叶青，死活不肯松手。老大，这不会是你私生女吧？血光冲天开玩笑道。叶青瞪了他一眼。名称莉莉娅，品质神赐，等级0，生命值10000，魔法值10000，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1000，力量1000，敏捷1000，智慧1000，体质1000，精神1000。技能1，神说。莉莉娅对敌人说出一句话，依照这句话产生神迹，造成效果一切未知。技能2，
生命之光，莉莉娅对主人使用技能，使主人获得生命值上限增加200%的 buff， 持续1个小时。技能3：天使降临，莉莉娅拥有光明神血统，能够降临光明之力，成为纯洁圣天使，形态转变。技能4：恶魔降临，莉莉娅拥有黑暗神血统，能够释放黑暗之力，成为邪恶的恶魔，形态转换。技能5：生死被动，莉莉娅的存在凌驾于死神之上，莉莉娅死亡不会掉落等级，说明莉莉娅的存在一直都是一个谜，请不要探究。众人全都愣在了原地。神赐，竟然是神赐的宠物！叶青惊讶地看着怀中的小女孩，小女孩咿咿呀呀地抓着叶青的鼻子，完全就是一副小女孩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会战斗的样子。这属性才0级啊！这属性简直就是无敌啊！叮！莉莉娅状态不稳定，需要休息。连续3声提示音。叶青还没继续探究莉莉娅的情况，突然系统发出了红色的提示音，随后莉莉娅直接化作一道红光，消失在叶青怀中。叶青看到宠物面板竟然和肥肥的坐骑面板一样，变成了红色的锁定状态。我去，这算啥事？我的一只宠物，一只坐骑全都被锁起来了。叶青忍不住吐槽道。沈星竹拍了拍叶青，又不是消失了，只不过花点时间罢了，很快就能解锁的吧。叶青点了点头，不过说实话，叶青真的非常好奇，这个莉莉娅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拥有光明神血统和黑暗神血统，难道是黑暗神和光明神的结晶？光明和黑暗可是对立的啊，总不可能是夫妻吧？叶青摇了摇头，这个事情暂时还不是叶青能够考虑的。此时叶青已经被里里外外一大堆玩家围住了。叶青大神，我们要加工会，求大佬带我们飞！一个个玩家都围着叶青，想要加入叶青的工会。开玩笑，第一个工会还是叶青这样的大神创的，这个工会肯定有前途啊！第155章，快乐神兽肥肥。叶青没想到自己的人气竟然这么高，不过现在工会会长可不是他。叶青看了眼沈星竹，说道：“工会已经转移给了沈星竹了，你们可以找他加入哦。”什么？转移了？难道你们真的是情侣？之前就转移了第一个佣兵团，这一次直接转移了工会。一个玩家好奇地问道：“对啊，沈星竹是我女朋友。”所有人都没想到叶青竟然大大方方承认了，丝毫没有一点矫情，一点隐瞒。大庭广众之下直接宣布，沈星竹的脸瞬间就红了。嘿嘿，第一次见到星竹姐这么一个娇羞的表情啊。有只猫说道。小狐狸喵喵点头道：“是啊，叶青人品真不错，能够当众承认，这可是很多男的做不到的事情啊。”是啊，血光冲天点了点头。天哪，这也太幸福了吧！我的女神竟然被攻略了！我靠，叶青我的男神啊，竟然有对象了！我要去使，别拦我！叶青给沈星竹使了一个眼神。沈星竹心领神会，各位，如果有意向加入墨竹工会，可以直接发送申请。我已经将墨竹工会的招募信息发布在系统的信息栏，方便大家自由加入。沈星竹已经将有只猫和小狐狸喵喵等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全都设成了工会管理员，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能同意申请的权利了。叶青拉了拉沈星竹，差不多了不？咱们快走吧，我们时间紧迫。血光冲天感叹道：“刚才咱们应该隐身过来的。”叶青赞同的点了点头。叶青等人好不容易挤出人群，一路狂奔，进入到了万灵森林之中。卡洛斯宫殿在万灵森林右侧的峡谷下方，那边过去如果要步行的话，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坐骑了。然后有只猫，他们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坐骑召唤了出来，只有叶青和沈星竹没有。坐骑应该是可以双骑的吧？叶青问道。老大，你不会是准备和我乘坐一匹马吧？血光冲天说道。不行吗？老大，你不是有坐骑吗？哎，这不是……时间到了。叶青原本还想说自己的坐骑封印着呢，没想到一看，坐骑空间的锁定已经解除了。讲真，叶青还真没乘骑过肥肥呢。肥肥从出现开始就没有机会让叶青乘骑，几个人的坐骑可以说是层次不齐。偷天换日的是一匹精良的白马，血光冲天的则是一匹卓越级别的麋鹿。按照他说的，这是之前做任务的时候偶然捕捉到的。小狐狸喵喵的坐骑是一只通体赤红的稀有级别狐狸，最惨的就是有只猫竟然是一只劣等的老鬃毛马。叶青忍不住说道：“猫猫，你的马还是收起来吧，做喵喵的或者血光的吧。”干嘛？看不起我的老马呀？的确看不起。哇，不带这么伤人的好吧？总比你和老大没有坐骑来的好。有只猫不服气道。此时也就叶青和沈星竹不是坐在坐骑上了，看起来矮了半个身体。猫猫，你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呀。沈星竹说道。走，叶青，咱们回城去收购2只坐骑。叶青摇了摇手，不用，坐骑我有，
肥肥，出来吧！当当当，肥肥闪亮登场。沈星竹、有只猫和小狐狸喵喵眼睛都快被肥肥散发出来的光泽闪瞎眼了。好美啊！我的天，好美！两个女生已经控制不住的想要过去摸摸肥肥了。叶青打量了一下肥肥，发现肥肥身上的云状符文比之前更加鲜明，已经有了一种立体感，但是整体属性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没有可以问的。无奈，叶青只能作罢。叶青，你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游戏制作者的亲戚？不对，你是这个游戏制作者的私生子吧？有只猫感觉自己受到了几万点打击。别废话了，出发了。星竹，来，上肥肥。叶青一把将沈星竹搂在怀中，翻身上马。肥肥，出发了。叶青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个点，众人只需要笔直向着这个方向策马狂奔就行了。肥肥一声啼鸣，带着叶青和沈星竹嗖的一声，竟然直接原地消失了。这是火箭！快走！别废话了，再多说几句话，估计老大他们都到了。血光冲天，几人策马追赶，但是看到地图上现实叶青和沈星竹的蓝色红色光标，飞速向着标记点移动，这差距简直绝了。有只猫等人只不过才走了一小半的路，叶青这边已经和沈星竹到了，面前就是一片峡谷，而叶青和沈星竹此时正好就在断崖上方。这没路了，跳下去吗？游江鹏，爱江鹏。沈星竹翻了个白眼，你当泰坦尼克号啊？这里跳下去就完犊子了。等等猫猫他们吧，猫猫的任务卷轴或许有指示。看了眼地图，有只猫等人才跑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罢了，这也太慢了。叶青摸了摸肥肥的脑袋，还是我们家肥肥强大。肥肥非常享受叶青的抚摸，乖巧的在叶青身上蹭来蹭去。叮！快乐的肥肥随机 buff 触发。叮！玩家叶青获得肥肥的快乐，幸运值增加100点，幸运值满级持续12小时。叶青一声惊叫，我靠，直接将幸运值满级了。就肥肥随便丢出了一个技能，就这么解决了。叶青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就这么摸了摸肥肥，就这么解决了这么一个大一麻烦。要打副本或者做这种团队组队任务，就肯定需要组队，一组队，叶青的独行者技能就直接失效了。虽然叶青本来就不喜欢组队和别人一起行动，但是有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跟队友一起的。失去了幸运值，虽然叶青能够依靠技术来闪避攻击，但是相对的还是会有很大影响，并且暴击率也降低了。同时最重要的是，幸运值降低代表着爆率降低，一直都是高爆率的叶青来说，降低了爆率简直是难受至极。原本叶青还担心组了队，这一次任务可能因为没有了幸运值出不了好东西了，现在彻底解决了。肥肥，你真的是快乐神兽啊！叶青开心的摸着肥肥，肥肥也和叶青开心的嬉闹着。沈星竹则是在边上安静的坐着，看着自己喜欢的男人跟一只美丽到了极致的坐骑打闹。第156章卡洛斯宫殿。就这样的气氛下，过了许久，有只猫4人终于是到来了。猫猫，任务卷轴拿出来，应该能够用。有只猫点了点头，将自己的任务卷轴拿了出来，然后展开。当卷轴打开的同时，所有人一阵天旋地转，队伍的6个人直接进入了剧情任务场景。这里好像和之前没区别啊。偷天换日看了眼周围，和刚才没有多大的区别，问道。血光冲天解释道，这是剧情任务，地方什么的的确没变，但是目前这个区域只有我们存在，别的人都是进不来的，进来也是看不到碰不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只有我们做任务的人。偷天换日晃了晃脑袋，不懂言。叶青说，简单来说就是平行宇宙一样的概念。看了眼深不见底的深渊，我们直接跳下去吗？偷天换日问道。上次我们过来就是这里下去的，别的也没有路，只不过我们当时花了1个多小时搓藤蔓绳子才下去的。有只猫指了指边上的树木上缠着的藤蔓说道，你不早说，清风城不是有绳索卖的吗？我早就准备好了。有只猫将背包里的几捆绳索丢了出来，开始蹲下来将这些绳索连接起来。几个人一起花了几分钟，将所有的绳子连接到了一起，然后一头抛下峡谷。叶青忍不住说道，其实吧，咱们直接跳下去算了，大不了死一次掉1级，这样多快啊。你丫的等级榜第1掉1级没事，我们练1级多难啊。有只猫感觉叶青简直就是不知人间疾苦。有只猫和小狐狸喵喵已经有经验了，所以他们打头往下爬。血光冲天在小狐狸喵喵上面，幸好是向下滑，游戏里也没有说手磨破皮一说，不然这么长的距离滑下去，基本上手上的皮和肉都没了。小狐狸喵喵吐槽道，往上爬更难啊，你们上次下去了之后咋上来的？血光冲天问道。团灭了死回家的。话说喵喵姐，你多大了？你长得好好看啊。血光冲天看着小狐狸喵喵问道。小狐狸喵喵一愣，抬头看了眼血光冲天，看到血光冲天脸红红的，也不知道是累了脸红还是咋地。我刚刚20岁。
嘿嘿，我们差不多。叶青和沈星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笑意。众人就这么一路顺着绳索快速下滑，很快就到了地。有了有只猫之前的经验，绳索的长短他都提前算好了。到了峡谷底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宫殿。原本叶青等没有下来过的人都幻想着这个所谓的卡洛斯宫殿是一个非常雄伟大气，但是已经破败不堪的遗迹宫殿。但是当看到卡洛斯宫殿的时候，众人还是为之惊叹。整个卡洛斯宫殿竟然完全是由植物缠绕而成，形成了一座宫殿样式的建筑物。整座建筑物根本就看不到一点石材建筑，全都包围了粗大的藤条。整个卡洛斯宫殿不像是宫殿，反而像是一个植物自然形成的艺术品。所有看到的人油然而生的就会有一种渺小的感觉，仿佛自然将这一个峡谷底部全都笼罩了一般。行了，走吧，我们第一次下来也是这样的反应。这里还不是正门，这里怪物都没有。有只猫话还没说完，就听嗖的一声，一支翠绿色的箭直接定在了有只猫身上。有只猫直接被一箭射飞，夺的一声，整个人被定在了石壁上。有只猫惨叫一声，用力将射入肩膀的箭枝拔了出来，从石壁上掉了下来，摔在了地上。叮！有只猫受到2354点伤害。有怪物！生机！微光治疗！叶青和小狐狸喵喵反应很快，立马给有只猫丢了治疗技能。怎么回事？上次还没有怪物的啊！小心，是守卫，两只在右边的那棵树上。血光，你攻击左边那只，我来攻击右边的。好的，老大。血光冲天弓箭一抬，一击冲击箭直接迅速出击，立马将两只守卫的仇恨吸引到了。两只守卫仇恨相连，一只被攻击了，另外一只仇恨就一起连接了。这给了叶青机会，踏空突击。叶青迅速拔高身形，一个突击直接被匕首拉着冲向了右边的精灵守卫，匕首直接刺入精灵守卫身体。精灵守卫吃痛想要反击，但是叶青极快的攻击速度已经先出手了。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产生暴击，造成5968点伤害。叮！致命打击触发致死效果，目标死亡。竟然直接触发了致死效果！叶青都不需要再攻击了，立马脚尖塔树枝杀向正在和血光冲天对射的另一只精灵守卫。就这么一会，血光冲天的血已经少了一大截，而那只精灵守卫则是还有一半的血。血光冲天是弓箭手，血量本来就不多。微光治疗！治愈之光！小狐狸喵喵适时的丢出2个治疗技能。叮！血光冲天恢复1350点生命值。叮！血光冲天恢复2984点生命值。2个技能直接补满。看到叶青过来，血光冲天喊了一声：“老大，不要帮忙。”叶青点了点头，一个闪身直接跳下了树，站在一边看血光战斗。血光冲天一个滚翻，直接闪避了精灵守卫的一剑，随后开启了疾风步，移动速度暴增，迅速跑到一棵树后，精灵守卫瞬间丢失血光冲天的视野。血光冲天背靠大树，转身右腿一蹬，整个身体侧着跑出。光之剑，嗖，直接3发。叮！精灵守卫死亡。啪嗒一声，精灵守卫摔落在地，竟然还有一个装备一起摔了出来。我去，我满值幸运值没掉东西，血光这就掉出个装备了。血光冲天拿着掉出的手镯回到了众人身边。名称：元素剑手镯。部位：手镯。等级：50。限定：野性。特效：佩戴手镯，无需剑枝即可发动弓箭，所有弓箭拥有 30% 远程攻击的魔法伤害，每次射击消耗1点魔法值。死！直接让弓箭手一步登天的装备。没想到只不过是一个看门的精灵就爆出了这么强力的一个手势。叶青之所以一直没有更换魔法弓，就是因为魔法弓不需要携带剑枝，自己不是专职的弓箭手，让叶青背一大包剑枝，他一定是不愿意的。第157章强力团队。老大，你也有野性，我们 roll 吧。血光冲天虽然看着这个手镯眼睛都红了，但是还是对叶青说道。叶青摇了摇头，你用吧，我习惯还是刺客的战斗方式，野性我只不过用来升级和辅助，用处不大，我的魔法弓还能用一段时间。血光冲天感激地对叶青点了点头，他又不傻，叶青明显也想要，只不过找了个借口让给他罢了。谢谢老大。血光冲天开心地将手镯戴上。这个手镯这么好吗？血光哥你这么开心？偷天换日问道。肯定啊，我背包里面有一半的格子都用来装剑枝啊，一捆剑枝现在我用的是1000根的，要差不多10金币一组，我每次都要带至少20组出来。你们不当弓箭手不知道，要知道我背包总共才30个，打出来的很多东西根本就拿不了，而且每次回去就是花钱买剑枝，烦都烦死了。弓箭手这么惨啊？不过话说你每次消耗1点魔法值，你魔法值够用吗？血光冲天说道。弓箭手自带战斗中回蓝的天赋虽然很低，
但是基本也足够抵扣了。如果只是用连环剑的话，可以不停的使用，消耗和恢复是正比。所以你需要以攻速的和暴击的装备为主，这样一来，日常使用连环剑就够了。叶青说道。刚开始就给队伍中的弓箭手弄到了一件极品装备，众人的士气一下子就提高了。但是一开始就被突然攻击，也让众人明白，这里和有只猫他们之前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格外小心了。应该是我们等级高了的缘故。我先去探路吧。叶青说道。偷天换日拉住叶青，哥，让我去探路吧，我想多练练技术。叶青看了眼偷天换日，点了点头，小心点。放心了。随后偷天换日直接开启了前行状态，一个人推开了一点卡洛斯宫殿的大门，钻了进去。叶青等人就在外面等待。几分钟之后，偷天换日一路小跑回到了队伍中。哥，基本查探过了，进入宫殿没有精灵，也没有怪物，向前一段距离有几十只类似于食尸鬼一样的怪物在游荡，然后向后走有20座精灵的石像，我担心这些石像有问题，就不敢再深入了，就查探到这点。偷天换日说道。叶青点了点头，这样已经很好了。刺客探路不可能把后面的路全部一次性探查完成，都是探查一小部分前方路段，用来让队伍提前能够规避一些麻烦，或者提前想好对战策略。有了偷天换日的探路，6个人直接推门进入了卡洛斯宫殿。叮，发现卡洛斯宫殿。叮，自动接取任务，精灵族的救赎。果然，这个卡洛斯宫殿就是精灵族相关任务的关键。都小心一点吧，这里不算是副本，如果死亡了会和外面一样直接掉落等级的。沈星竹提醒道。众人纷纷点头，小心翼翼地前进。一路向前，就和偷天换日探查的一样，并没有怪物出现。很快，一群食尸鬼就挡住了众人前进的道路。一群食尸鬼漫无目的的在那里四处游荡。没想到高贵的精灵族竟然会和食尸鬼这种恶心的怪物同流合污。小狐狸喵喵说道。他们现在是黑暗制度的人，自然就和食尸鬼是自己人了喽。众人停下脚步，叶青开始查看食尸鬼的运动轨迹。猫猫，准备按照练级的方式来防群攻，我和偷天2个人来引怪。叶青看了眼偷天换日，小妹注意点，这里的怪物可没有外面那些食尸鬼弱，拉怪走位一定要好，尽一切可能不能失误。好，知道了，我会留下一个加速技能保命。偷天换日点头说道。叶青继续交代，喵喵，千万要注意，治疗不要太快，以防治疗仇恨。治疗如果太快，治疗量超过了输出职业的输出仇恨，那么久很容易产生治疗仇恨，让仇恨转移到奶妈身上。奶妈血少防御低，基本上被怪摸到就是死，奶妈一死，那么整个团队团灭也就是早晚的事情罢了。叶青和偷天换日直接冲向了食尸鬼群，掠影。叶青化作一道道虚影，快速吸引着食尸鬼的仇恨，而偷天换日则是稳扎稳打，一匕首一个切割着食尸鬼，稳定的吸引仇恨。叮，受到680点伤害。一只食尸鬼竟然速度极快，一抓抓在叶青身上。小狐狸喵喵刚要丢治疗技能，就被叶青打断，不用，我自己能治疗。生机，一个持续治疗技能，只不过瞬间就将叶青的血拉了回来。叶青现在的奶量丝毫不比小狐狸喵喵弱。叶青和偷天换日迅速的吸引食尸鬼仇恨，同时叶青不时的给自己和偷天丢上一个生机技能，保持2人的血量。一时间，小狐狸喵喵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没什么用处了。我好没存在感啊！小狐狸喵喵吐槽道。哈哈，有叶青这个变异态在，谁都会没存在感的。有只猫嬉笑着说道。沈星竹拍了一下有只猫，他们来了，放技能。好嘞。冰天雪地，卡洛斯神殿的天花板上，云朵出现，开始在范围内刮起暴风雪。叶青和偷天换日非常精确的带着所有的食尸鬼在冰天雪地攻击范围内绕圈，让怪物吃到所有的伤害。星竹，把嗜血虫皇召唤出来吃经验。对啊，差点忘了。沈星竹将嗜血虫皇召唤出来，设置成了跟随模式，不参加战斗就是纯吃经验。各种群攻技能丢在食尸鬼身上，大量的伤害字数啪嗒啪嗒的不停闪现。这些食尸鬼皮糙肉厚，血量相当高，冰天雪地技能已经使用了第3轮了，这些食尸鬼竟然还有血量。叶青倒是还好，还有闲暇时间使用技能攻击几只食尸鬼，偷天换日就有点吃力了。就算是有叶青的生机技能罩着，依然很多次差点因为走位失误让食尸鬼直接带走。不过小狐狸喵喵可以完全不管叶青，专心盯着偷天换日治疗，所以每次都能显而又显的将偷天换日的血量拉回来。很快，在团队配合下，食尸鬼一只只都血量见底倒地了。刷刷刷，嗜血虫皇等级飞速上升。没想到这些食尸鬼的经验竟然异常丰富，这里的食尸鬼全都是60级的稀有怪物，比外面之前刷的食尸鬼高出了10级的样子，并且品质都提升了许多。
第158章精灵雕像。这个团队的整体实力极强，刷起怪来自然也是轻松无比。有只猫手中的法杖是墨竹工会花了大量精力做任务获得的史诗装备，当然某个人史诗装备都不太看得上了。我还差2%的经验就升级了。偷天换日说道，这里经验的确丰厚，不过坑爹的是，这里的怪物竟然不爆东西，一个铜板都没有。叶青吐槽道，有些任务中的怪物的确是不会爆东西的，别说是装备卷轴了，就算是钱币都不会爆，甚至有的怪物连经验都没有。这里的食尸鬼能够有丰厚的经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将最后一只食尸鬼击杀，除了叶青，剩下的人都开始吃面包恢复魔法值。叶青，你不是刺客吗？这么用技能，你的蓝为什么还是满的？有只猫好奇地问道。叶青笑而不语。不是叶青不说，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不能说他有一个往生之环可以增加5维属性，现在他的精神属性都极高吧？精神属性是奶妈的属性，用来增加治愈力以及战斗中魔法值恢复的，所以叶青现在的魔法值恢复速度就和普通的奶妈差不多，但是他却不需要和普通的奶妈一样疯狂使用治疗技能，所以魔法值每次都能保持满值状态，根本用不完。同理，体质属性增加了防御力、生命值上限，还有战斗中生命值恢复，所以叶青现在的防御力血量和普通的肉战士也没差多少。看了眼自己的个人面板，叶青也感觉自己有点太过变态了。玩家叶青，等级60，职业命运追逐者，视力中立，种族人族，生命值30648，魔法值17026，力量4768，敏捷3411，智慧2178，体质2438，精神2219，物理防御1369，魔法防御1035，魅力10，幸运值100，满值，声望19358，被动技能独行者，刚劲力道，刚硬，武器不死不休，暗杀天赋技能潜影，偷盗，隐身，凿击，淬毒，背刺，格斗天赋技能连斩，致命打击，切割，生命天赋技能生机，短暂复生，微光治疗，强制复活，野性天赋技能巡航剑，穿云箭，意志天赋技能遗忘，真空摄取，装备主动技能闪影，武器掠影，武器你看不见我，耳环，赤风暴走，腰带，踏空，鞋子，魔铠，上衣，青椒冲击，项链，防具装备暗影护肩，完美，赤风腰带，传说，踏空行靴，完美，魔化皮甲，完美，极血护腕，卓越，力王护手，完美，符文错乱，传说，雾影头盔，史诗，武器装备幽影之魂，远古，青椒剑，传说，首饰装备苍芒耳环，吸血耳环，青椒逆鳞，传说，极速之戒，极速手镯，星光之戒，特殊佩戴贪食勋章，未知当前血池 69%， 精灵勋章，特殊装备钩索，水珠，特殊效果往生之环附加5维属性1517点，装备特效及特殊效果，力王护手，特殊效果，战斗中有 30% 的概率攻击力翻倍，有 20% 的概率攻击力3倍，有 10% 的概率攻击力4倍，持续10秒。极血护腕，物理攻击造成的伤害汲取 6%， 恢复自身血量。暗影护肩1，增加隐身效果 10%。2，所有攻击附带 5% 的暗属性攻击。符文错乱1，符文错乱，攻击时有一定概率随机强化自身的一个攻击属性，增加 100%， 受到攻击有一定概率随机强化自身的一个防御属性，增加 100%。2，符文错乱，奔跑时有概率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翻倍，也有概率出释放闪现，向前方闪现5码距离。青椒逆鳞，逆鳞之光，受到攻击时有一定概率出现青椒逆鳞，帮助抵挡伤害，每隔2小时存储一片逆鳞，上限5片。青椒剑1，蛟龙庇护，攻击时会出现蛟龙虚影，概率帮助玩家抵挡 10% 的伤害。2，龙之血影，攻击时概率触发龙之血影，爆发 50% 的特殊物理伤害，该额外伤害无视目标防御。普通的玩家估计连叶青一半的属性都没有，叶青就算去掉武器和防具，只依靠自身的属性也是已经傲视群雄了。往生之环越到后面越是变态，叶青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特殊道具的强悍了。恢复一番之后，一行人来到了偷天换日之前说的20座雕像面前。这20座雕像雕刻的栩栩如生，越是盯着这些雕像看，越是觉得这些雕像就是活的精灵被封印在其中。叶青甚至能够静静地感受到这些雕像的心跳声。你说活的吧，的确是很像，但是
精灵族和人类应该是一样的啊，哪有这么大的？沈星竹说道。按照记载，精灵族和人族应该是差不多身高的，最高不会超过2米的样子。可是这里的雕像至少也已经达到了3米多。我先过去试试，你们先后退吧。叶青准备去试试这些雕像，直接不开隐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20座雕像正中间。叶青刚走到第5座雕像的位置，雕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叶青想着是不是自己想多了，这些就是纯粹的雕像。然而当叶青踏出的脚落下的瞬间，所有的石像竟然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不好，叶青，他们都复活了！沈星竹焦急地喊道。然而叶青并没有马上逃离，因为他看到雕像中竟然真的有精灵，并且这些精灵其中有一半是绿冥的精灵，另外一半则是黄冥。叶青是中立势力，无论是光明制度还是黑暗制度都是显示的黄冥，但是绿冥则表示这里一部分的精灵要么是中立势力的，要么就是对叶青等人毫无敌意。两边的精灵族穿着的颜色也非常明显，绿色的精灵族和黑色的精灵族，绿冥的都是绿色的精灵族，而黄冥的精灵族都是穿的黑色衣服。名叫洛奇的绿色衣衫精灵看着叶青说道：“冒险者，你们来了。”另一边对立的黑精灵卡斯不屑地说道：“哼，没想到等了这么久来的是这么一些冒险者。你们在等我们？”叶青好奇地问道。沈星竹几人间没危险也走了过来。对，我们等待你们很久了。精灵洛奇说道。精灵族不是已经全部堕入黑暗了吗？第159章。洛奇卡斯。洛奇叹了一口气，精灵族不相信黑暗，不相信光明，我们崇尚的是自由，如何会选择阵营呢？那他们呢？血光冲天指着黑精灵问道。怎么看这些黑精灵都像黑暗精灵？黑精灵卡斯没好气道：“我们长得黑不行吗？一定要加入黑暗制度才能长得黑啊！”洛奇对着卡斯说道：“但是你们的确帮助了黑暗制度成长，现在孩子们都已经被黑暗侵蚀了，你们难辞其咎。”黑精灵卡斯怒道：“还不是你们这些蠢货想着帮助人类，结果呢？我们的族人就被他们抓去当做了玩物，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和平？黑暗在哪都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族人，挑起战争又有何用？哼，你们的懦弱才是让精灵族被控制的关键。”两边的精灵族开始互相争吵起来。这是什么情况？沈星竹问道。叶青耸了耸肩，还能啥情况？一群老家伙吵架呗。争吵了许久，洛奇喝道：“好了，卡斯，都吵了几百年了，用不着再吵了。精灵族和黑精灵族现在都已经被黑暗彻底侵蚀了，能依靠的只有他们了。指望他们？哼，这些弱小的冒险者有什么用？先贤曾经说过，冒险者终将会改变这个世界。难道你连先贤的话也不信了吗？”洛奇说道。卡斯哼了一声：“什么狗屁先贤，都死了不知道多久了，都是放屁。既然你这么相信这个传言，那么就让我来试试他们到底有什么力量。”突然黑精灵卡斯直接变成了红冥，而另外的精灵族竟然全部后退了一步，明显是要观战，就算是那个精灵洛奇也没有阻止一样后退了一步。坑爹啊，吵着吵着就要和我们打架了。有只猫吐槽道。叶青皱着眉说道：“小心，准备战斗。”名称：黑精灵卡斯，品质：远古，等级80，生命值800万，魔法值11万，物理防御2100，魔法防御2500，物理攻击3000，魔法攻击3000。技能1：元素剑，精灵族徒手就能够抓取元素释放弓箭，造成额外70%魔法伤害。技能2：黑暗的守护，黑精灵族拥有与生俱来拥抱黑暗元素的力量，能够抽取黑暗元素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免疫一切攻击，持续3秒。技能3：黑暗之力，被动，黑精灵被黑暗元素眷顾，所有的攻击自动转化成黑暗元素攻击。技能4：弓武，黑精灵族是一群拥有贴身近战能力的特殊精灵族，他们特有的弓武能够配合弓箭对敌人发起近战伤害，弓武持续期间失去远程能力，物理攻击额外增加40%物理伤害。80级的远古 BOSS， 这个 BOSS 相当不好打，虽然技能只能说一般，但是这 BOSS 基础属性太高了，叶青这个团队又没有 T， 很难打。叮！黑精灵卡斯对冒险者发起挑战，在黑精灵卡斯手下存活超过10分钟，无人死亡即可完成挑战。系统适时的发来了提示，原来根本不需要击杀卡斯，只需要存活超过10分钟就可以了。都注意点，保命为主。叶青刚说完，卡斯就一箭射来，速度极快，叶青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受到了攻击。叮！玩家叶青受到3864点伤害，好痛！叶青痛呼一声，一个生机丢到了身上，同时接上了一个微光治疗。淬夺技能释放，叶青一个侧步，身体一弓，如同炮弹一般窜出，突击！
迅速绕后，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触发暴击，叮！触发力王护手4倍爆发，叮！触发符文错乱，攻击翻倍，叮！致命打击造成22681点伤害。一个巨大的伤害让卡斯吃痛，哀嚎了一声。好高的伤害啊！有只猫惊讶道：“这还是没有独行者技能30%伤害加持的情况下，能够触发这么多效果，真的幸好有肥肥给自己家的幸运值满级加成，不然真不可能瞬间有这么多效果触发。”叮！淬毒效果触发，目标眩晕3秒，简直就是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兄弟们，不逃了，10分钟之内干掉他！叶青直接吼了一声：“这么刺激，哈哈哈！”不对啊，任务不是躲避就好了吗？小狐狸喵喵问道。谁说任务让我们逃我们就要逃了？我们强，那我们就干掉他！叶青豪气地说道。嗷嗷嗷！老大霸气，干掉他！冲击剑！血光冲天听到叶青说道，就好像打了兴奋剂，开始对卡斯疯狂输出。血光，游一走拖住他！潜影！叶青直接闪避到了一边，进入潜影状态，停下了攻击。猫猫，治疗不要过亿，要多用插秒治疗，让治疗效益最大化。叶青指挥道。丢失了叶青的仇恨，卡斯就对着输出最高的血光冲天开始对射。小狐狸喵喵听到叶青说的，立马就说道：“好的，老大。”等等，叶青什么时候你们老大了？沈星竹道：“老大的男人也是老大。”这话我竟不知道如何反驳，好像挺对的。沈星竹笑着说道。叶青这边正在等待钢影的叠加时间，干脆就充当起了上帝视角的指挥。星竹用掉加速卷轴，然后绕着卡斯瓶砍他，中间穿插横切技能。好，猫猫不要用火焰法师，用冰属性的法术，冰天雪地的同时用寒冰剑，有概率减速敌人，还有可能冰冻他的。叶青就好像万事通一样，不管是法师还是剑士还是奶妈或者是弓箭手，技能衔接攻击模式他都一清二楚。这到底是什么脑子啊？有只猫吐槽道。整个团队的人在叶青的指挥下打得生龙活虎，卡斯的攻击虽然很高，但是小狐狸喵喵的治疗每次都极为准时，插秒治疗让所有人的血量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安全的基准线。叮！横切触发麻痹效果，黑精灵卡斯麻痹2秒。沈星竹的雷霆长剑拥有概率麻痹的属性。叮！冲击剑触发毒牙，触发麻痹效果，黑精灵卡斯麻痹1秒。血光冲天的毒牙弓也触发了效果。卡斯上一轮被控制的状态还没结束，再一次被控制在原地。叮！寒冰剑触发冰冻效果，黑精灵卡斯进入冰冻状态3秒。第160章攻武。此时的卡斯想死的心都有了，在原地根本没法动弹，一个接一个的控制技能让他崩溃。钢影终于在等待中叠满了，轮到我表演了。叶青直接冲向冰冻中的卡斯，淬毒，略微一等待，冰冻碎裂，冰冻状态解除，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触发暴击，产生双倍伤害，叮！触发力王护手4倍爆发，叮！触发符文错乱，攻击力翻倍，叮！致命打击造成43151点伤害。黑精灵卡斯一声悲惨的惨叫，强力的一击让他直接滚倒在地。就在他要转身反击的瞬间，凿击，叮！黑精灵卡斯进入眩晕状态3秒。淬毒，背刺，幽影之魂狠狠地插入黑精灵卡斯的背部，随后猛然一抽，一道血箭飙射，卡斯又是一声惨叫，叮！背刺触发暴击，造成9680点伤害，叮！淬毒触发，黑精灵卡斯产生流血状态，每秒滴阿洛200点血量，持续6秒。所有人在叶青的指挥下，将技能的时间卡得非常准确，黑精灵卡斯一直都被控制住，别说反抗了，连走2步都办不到。好不容易释放一次元素剑，都被叶青直接闪避掉了。小狐狸喵喵和叶青的治疗能力也是极强，受到伤害的人瞬间就能回满血量，一时间完成就成了叶青这个团队单方面的技术操作秀。黑精灵卡斯的血量迅速下降，很快就减少了一半。兄弟们加油！卡斯真的怒了，他一个远古级别的精灵长老，竟然被一群冒险者如同猴子一样戏耍，这如何能忍？弓武，只见他手中长弓一抖，长弓两侧唰的出现2把尖锐的刀锋。弓武，黑精灵卡斯终于是切换形态使用弓武了。当黑精灵卡斯手中的弓箭现出刀刃的瞬间，黑精灵卡斯的气势节节攀升，速度竟然也飙升，血光冲天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狠狠的一撞，直接被撞飞，重重的摔在地面上。所有人后撤，用保命技能，用远程技能输出。叶青喊道，魔法攻击出，穿云箭。黑精灵卡斯拿着弓箭的手一扬，
强力的穿云箭竟然直接被当的一声转变了方向，直直的插入了天花板，随后破碎消失。班门弄斧！黑精灵卡斯不屑道。叶青的元素弓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笑话，没有任何种族在弓箭上比得过精灵族。叶青再次抬手射击，但是黑精灵卡斯竟然诡异的一个侧身躲闪掉了叶青的一箭。再次连射！叶青的攻击极快，使用弓箭同样快速，1秒时间就射溢出了4箭。然而黑精灵卡斯手中弓箭倒转，当当当当4声，元素箭直接被黑精灵卡斯手中的弓箭击得粉碎。血光冲天，被小狐狸喵喵补上了损失的血量，也是一个冲击箭射来，依然被黑精灵卡斯轻松的击破。难道所有的弓箭攻击和技能都对精灵族弓武状态下无效？冰天雪地，有只猫技能丢出，但是乌云还没出现，黑精灵卡斯竟然瞬间消失，同一时间就出现在了有只猫背后。好快！叶青都只不过看到黑精灵卡斯一道淡淡的身影，有只猫直接被一脚踢飞，血量刷的掉到只剩最后一丝血皮。所幸叶青反应极快，在黑精灵卡斯准备最后一击的同时，已经发动了掠影冲了过来，一个凿击将黑精灵卡斯眩晕在原地。然而原本可以眩晕3秒的技能，此时却只能眩晕卡斯1秒。不过1秒也足够了，有只猫立刻逃离攻击范围，小狐狸喵喵立马给他回血。而叶青这一边已经重新进入了隐身状态。黑精灵卡斯眩晕结束，竟然就直奔叶青隐身的位置冲！死吧！黑精灵卡斯弓箭横握，杀向叶青。叶青刚想要逃跑，竟然发现自己被一根藤蔓缠住了右脚，这还有附带帮手的，过分了啊！黑精灵卡斯的弓箭非常准确地刺向叶青的心脏。完了，弓箭剑锋已经在胸前，叶青的速度并没有比黑精灵卡斯快，这一击避无可避了。叮！逆鳞之光生效，当前数量4/5。哈哈，青椒逆鳞项链的技能竟然触发了，躲过一击，叶青迅速滚翻离开攻击范围，随后直接释放技能青椒冲击。叮！黑精灵卡斯受到2321点伤害。叮！黑精灵卡斯突然进入恐惧状态，龙族竟然是龙！黑精灵卡斯惊讶到完全忘了自己还在测试叶青等人，这个冒险者竟然有龙的力量。精灵洛奇立马挡住了黑精灵卡斯。够了，你输给这些冒险者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测试该结束了。精灵洛奇强行介入叶青等人和卡斯之间的战斗。叮！测试结束，叶青团队整体等级+1。可惜这个黑精灵的血量只剩下20%了。有只猫叹息道：可惜啥呀，直接让你升了1级还不够。刚才他觉醒弓武状态，除了叶青谁能和他打？你差点都被秒了，你忘了？小狐狸喵喵说道。有只猫翻了个白眼，哪壶不开提哪壶。沈星竹凑到叶青身边说道：累了吧，休息下吧，幸好结束了，不然真的杀了他，估计你想要精灵族效忠也不可能了。叶青一拍脑袋，对啊，忘了这个问题了，就想着杀 BOSS 爆装备了，不放就算杀了，估计也问题不大，撑死了黑精灵族不效忠罢了。何况他们都是石像，和明显离不开这个地方，所以才需要叶等冒险家进入地底寻找新能源。各位冒险者，我仅对卡斯的鲁莽行为道歉，我们精灵族真的需要外援的帮助。精灵洛奇倒是彬彬有礼，对叶青等人也是礼貌有加。洛奇长老，你就说吧，如何才能帮助到你们？叶青说道。精灵洛奇惊讶道：你是如何得知我是长老的？好像小说基本设定都是这样的。冒险者，你们真的很强。你说的这个小说一定是很强大的预言之书吧？黑精灵卡斯此时已经变成了绿名，和叶青等人战斗过，他也服气了。卡斯，你应该就是黑精灵的大长老吧？叶青问道。卡斯点了点头，其实精灵族并不是堕入黑暗了，只不过精灵族都被黑暗给侵蚀控制了。叶青点了点头，示意卡斯继续说。第161章，解决精灵族任务。我们这些历代的大长老用最后的灵魂力量，想要守护住卡洛斯的大门，给孩子们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卡斯叹了口气，可是谁能想到，一直爱好和平、团结友爱的精灵族也会有奸细。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奸细能够通过我们的灵魂探测。为什么确定说有奸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青越听越迷糊了。精灵洛奇接话说道：其实精灵族自古就有一段大长老之间代代相传的话，在未来的世界，人类会崛起，精灵族将成为附庸，黑暗蠢蠢欲动组织下，和平使者会成为黑暗奴仆，而解救他们的勇士来自另外的世界。这说的不就是现在的情况吗？感觉好真实啊。这是游戏设定吗？小狐狸喵喵说道。但是叶青皱起了眉头。游戏设定？游戏设定会设定什么勇士来自另一个世界这种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神域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而叶青等人是入侵到这个世界的外来者。联想到天网竟然都查不到神域世界主机服务器的位置，那么神域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可能性的确存在。黑精灵卡斯这边气愤地说道，黑暗制度发展势力一种方式就是让人效忠黑暗神，会受到黑暗神的赐福，彻底转换势力，无论任何种族黑暗制度都会接受。这种转换方式对于想要加入黑暗制度的人来说是最好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吗？偷天换日问道。黑精灵卡斯身体一颤，仿佛有一丝恐惧。奴役。另一种方式就是彻底奴役，这个奴役自然不是表面上的奴役。黑暗制度将精灵之泉中注入了污秽之血，所有的精灵族在不知不觉中就服下了这污秽之血，慢慢就都被控制了心神，现在都已经堕入了黑暗，被黑暗制度控制着。这个污秽之血这么厉害，竟然能够让精灵族全都失去心神。叶青惊讶道。黑精灵卡斯说道，污秽之血是用1000个完全效忠黑暗制度的黑暗子民的生命献祭而成的诅咒之血，1000个人只不过能够提取差不多10滴污秽之血罢了，太残忍了！1000天生命才换了10滴污秽之血，难道黑暗制度人这么多吗？偷天换日问道。人多和少对他们没区别，黑暗制度的人都是疯子。边上一个精灵族的长老忍不住说道，精灵之泉是我们精灵族每日清晨都要吸食的生命之泉，结果反而成了我们族人被控制的一个关键。沈星竹问道，说了这么多大概的我们都知道了，那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麻烦吗？有，精灵族内的精灵王冠中有一颗龙珠，那颗龙珠是几百年前龙族赠送给我族的，将那颗龙珠带到这里来就可以了。黑精灵卡斯说道。说到这里，黑精灵卡斯看了眼精灵洛奇，叶青也看向精灵洛奇，洛奇点了点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将近几百上千只已经完全黑暗化的精灵族人，然后到达最后方夺取精灵王的王冠，然后还需要将王冠安然无恙带回。是的，冒险者。黑精灵卡斯点头道。叶青转头看了眼自己身后的伙伴们，沈星竹挽住叶青说道，为了遗忘之城，这个任务不得不做，我会陪你的。其实你们可以等着我，我自己想办法。这个任务我需要，但你们没有多大好处，还会掉级，不值得。叶青说道。说到底，精灵族对叶青重要，但是对有只猫他们完全没有多大关系，最多就是打这里的 BOSS 什么的可能会掉装备罢了。如果没猜错，这里的解救精灵族任务和解救矮人族道理是一样的，最终任务的奖励就是精灵族的效忠罢了。对于玩家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的。血光冲天看着叶青嬉笑着说道，嘿嘿，老大，你可赶不走，我虽然帮不上大忙，但是可以当炮灰，你要是不好意思，结束了给我点零花钱就好了。偷天换日也说道，嘿嘿，哥哥，我是侦察兵，趁这个机会我正好要多练练技术，我可不走。众人都选择跟叶青继续攻略这个任务，没有人打算走。好，既然如此，那就攻略这个任务，大不了把黑化的精灵族全给屠了。叶青说道。黑精灵卡斯皱着眉说道，那可不行，冒险者，精灵族并不是自愿堕入黑暗的，他们只不过被控制罢了，精灵族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你不能伤害他们。叶青无语了，你开玩笑？精灵族现在被控制黑化了，见人就杀，你让我们去拿王冠，要穿过精灵族聚集地，完了还不能攻击他们，你是想让我进去用爱感化他们？突然，叮！精灵族任务更新，玩家进入精灵族内部，偷取精灵族精灵王的王冠，得到龙珠解放整个精灵族。叮！任务提示：不得击杀任何精灵族，每死亡一只精灵将会提升精灵族仇恨度，如果超过3只将会被精灵族仇视，超过5只精灵族死亡将会被精灵族永久视为敌人。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吧？沈星竹说道。事已至此，没有任何办法，先进去看看吧，看到具体情况再做定夺。6人告别了卡斯和洛奇等人，穿过了前殿，到了一扇门前。按照洛奇说的，这扇门后面就是精灵族的生活区了。没人知道门后面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敌人？我来开门吧。叶青将洛奇交给他的钥匙插进门孔，转动钥匙，门应声打开。众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然而大门打开，映入眼帘的不是什么人间地狱、尸山血海，竟然是一整片的绿色。门后根本不像是一个大殿，反而是一片花海，到处都覆盖着植物、花鸟虫鱼，小桥流水，美轮美奂。这里简直就是99%的人心中所畅想的仙境。6个人一起越过了大门，走进了这一片花海。双脚踩踏在柔软草地的时候，突然大门砰的一声直接关上了。小心！叶青反应最快，一把将身边的沈星竹推开，一支利剑擦着2人的笔尖飞过，夺的一声插在了草地上。有敌人！所有人全部准备战斗。第162章黑暗引导者。然而射溢出一剑的竟然是一个绿色衣衫、蓝色眼睛的女性精灵。
来者何人？血光冲天，抬手就要攻击，但是一把就被叶青拉住了。他是黄明，他眼睛是蓝色的，他没有被黑化。女性精灵一脸戒备，翠绿色的弓箭已经拉了一个满圆，只要叶青等人一有举动，他必然一箭射一出。我们是冒险者，接受了洛奇长老和卡斯长老等长老的委托，来帮助你们精灵族的。叶青直接说道。洛奇祖先，你们是从前殿过来的，外人能够穿过前殿到达这里，看起来你们的确是洛奇长老他们派来的。偷天换日偷偷问血光冲天道，话说刚才那些雕像为什么应该很强，却没有黑暗制度要通化他们？血光冲天摇了摇头，我哪知道啊，我估计应该他们本来就死了，现在是灵魂状态，也没啥需要通化的价值吧。叶青看着眼前的精灵女人好奇问道，为什么你没事？那天我正好因为和哥哥吵架，赌气没有稀释生命之泉，等到哥哥稀释完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生命之泉出现了问题。这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以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种密道我都熟知，所以到现在也没被发现。只不过最近族人们活动越来越频繁，我感觉我应该也藏不住多久了。女精灵黯然神伤，好好的美好家园就莫名其妙被侵略了，和平美好的族人们全都变成了嗜血嗜杀的怪物。你叫光明对吧？对，我叫光明，冒险者，你们能够协助我击杀奸细吗？我已经寻找了很久了，依然没有找到，还多次差点被发现。光明无奈道，你如果能够带我们躲过你族人，找到你们的精灵王，然后获得精灵王的王冠，带给洛奇长老他们，或许就能够解决你们精灵族的这场灾难了。叶青说道。王冠？光明一愣，有办法吗？光明沉吟一番，见到王并不是难事，但是要拿到王冠，不用担心，只要你能带我们安然无恙见到你们的精灵王，我们就会解决接下来的事情。你们精灵族爱好和平，不应该被如此奴役。叶青道。光明听了叶青的话，点了点头，好，我带你们去，反正现在精灵族都已经这个样子了，王的王冠也只不过是一个死物罢了。洛奇长老既然说可以，那就肯定是可以的。我能带你们穿过生活区，直接到王的后殿，这是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偷天换日好奇道，那你是咋知道的？光明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曾经小时候和朋友玩耍时候偶然发现的，后来询问了卡斯长老才知道是卡斯长老无聊时设置的。设置？众人跟着光明一路直接进了花海，我们就怎么大摇大摆地走在花海中，不会被发现？血光冲天担忧道。放心，这片花海其实有一半的区域都是幻境，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脚步走，在这个花海的幻阵正好隐藏我们身形，外面开起来是花海，但是其实根本没人看得到我们。叶青听了有点心动了，要是遗忘之城有这么一个幻阵多好啊！这个幻阵谁设置的？不会就是卡斯吧？对，就是卡斯长老，他可是我们精灵族中最强的阵法大师。说着说着，几人就很快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为什么悬崖下面的宫殿里面又会有一个悬崖？有只猫说道。光明直接说道，跳下去吧，这里是我们精灵族人工开凿的，放心吧，没事的，我先下去了。说完，光明就直接跳下了悬崖。玩个游戏还得蹦极，这谁顶得住啊？有只猫无奈道。叶青耸了耸肩，不错了，你看看背后。有只猫一转头就看到所有的树木上都有1只到2只精灵族的弓箭手存在，一个个精灵族眼睛都是墨黑色的，这是典型的被黑暗控制的样子，并且他们身上都有浓浓的血雾出现，每一个精灵族的脸庞都是绝美的可惜，现在一个个都失去了灵气，都仿佛行尸走肉一般。跳吧，没时间浪费了。叶青和沈星竹直接手牵手一起跳下了悬崖。掉落悬崖，叶青和沈星竹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坠崖的失重感可不是什么跳楼机可以比拟的，无论是谁心中都必然会出现恐惧感，那种临近死亡的恐惧感，就算在游戏中，叶青都你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心跳的砰砰声。然而下坠了差不多10几秒，悬崖底下竟然出现了一股逆向的柔和风，将下坠的众人反向托举，越是下坠，下面吹上来的风越是强劲，到最后叶青等人都能够借助倒吹的风的力量稳稳站在悬崖底下。这装置好神奇啊！悬崖底部是一个巨大的如同喷气飞机喷气设备的装置，这是100年前矮人族的先辈给我们精灵族制造的降落机。光明解释道。矮人族？矮人族和你们精灵族关系很好吗？叶青问道。光明点了点头，是的，曾经矮人族和精灵族是非常好的朋友盟友，只不过可惜矮人族已经不复存在了，听说几10年前他们都被黑暗制度给控制了，随后整个矮人族都消失了。叶青笑了笑，他们可没有消失，只不过被黑暗制度给控制了，不过他们现在都在我的遗忘之城内，已经被我解救出来了。你解救了他们？你这么强？光明大量了一下叶青，按照境界，叶青的境界并不是特别高，不过相比起边上的几个人，他的确强大很多。我们族中一直有传言，会在某一天灾难降临，冒险者会来帮助我们脱困，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冒险者太过弱小了，
并不能帮助我们。有弱小的，自然也会有强大的，就算不够强大，依然可以慢慢变强，这才是根本。光明点了点头，原本黄明的他，在叶青说完的同时，也变成了绿明，已经是友好状态了。名字颜色除了看视力，同时还会因为好友度或者罪恶值改变。比如叶青是中立视力，进入到清风城看到的原住民基本都是黄明，但是如果叶青做过任务，有提升过好友度的原住民就会变成绿明，或者有绿明的原住民因为叶青的一些举动造成了不满，很可能就会从绿明变成黄明。玩家也是如此。叶青看到沈星竹他们应该是黄明的，但是沈星竹和叶青组队后增加了好友度，就会互相变成绿明，并不是说黄明、绿明、红明是绝对的。第163章黑暗引导者2。但是如果杀人多了，罪恶值高了，那么这个红明对谁来说都是红明，罪恶值高的玩家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叶青看着光明说道，如果我帮助你们精灵族脱困，到时候带着族人一起到我的遗忘之城生活吧，跟矮人族一起。如果真的能够解救，或许不用我说什么，族人也很愿意跟你走。这里虽然是与世隔绝的好地方，但是其实和囚笼也没多大区别。光明看了眼周围说道，这个悬崖下面和上面的花海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个悬崖下面除了那个降落装置比较神奇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周围潮湿阴暗，与上面天壤地别。这里曾经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只不过黑暗制度的强者进入后，这里就破坏了，黑暗侵蚀后草木不生。黑暗制度的强者，他在这个殿堂中。叶青一惊，光明竟然不说这么关键的内容，众人还大摇大摆地走在这里。嘿嘿嘿，冒险者，难道你们不想见见我这个黑暗制度的强者？一道幽冷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叶青等人面前的殿堂之中。已经被发现了，算了，既然如此，直接进去吧，躲藏也无用。叶青直接推开殿堂的大门，走进了这座阴冷的大殿。叶青总感觉哪里不对，但是却说不上来。一进入大殿，映入眼帘的不是空旷的大殿，而是上百只的动物型怪物严阵以待。叶青眯起眼睛，一脸冷意说道，怎么，请我们进来就是这么待客的？那个黑暗制度的人同样冷笑一声，不屑道，待客？只不过是一群冒险者罢了，有何资格成为我的客人？没有实力见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精灵族竟然还有漏网之鱼。突然一道无形的意念攻击直接穿过怪物群，猛然冲入光明的脑海中。光明脸色一变，狂吐一口鲜血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击在墙壁上，直接昏死了过去。光明，此时的光明已经生死不知。同一时间，所有的怪物都动了，猛然冲向了叶青等人。哼！叶青一声冷哼，他有点怒了。这个光明虽然不是叶青的朋友，但是一路走来也是依靠他才能够轻松进入这里，何况精灵族早晚都是叶青手下的人。我叶青的人，岂是你可以动的？冰天雪，有只猫刚要释放技能，不需要。叶青竟然一人直接冲向了怪物群。屠龙者，屠龙者状态，叶青之前一直是关闭状态，此时直接打开，头顶上一条龙影轰然出现，所有冲过来的怪物正好都是野兽样的怪物，竟然全都停下了脚步，露出了恐惧的状态。掠影，移动速度暴增，叶青直接冲进了怪物群正中间。老大疯了吗？这么多怪！血光冲天，焦急地说道。然而叶青会做没把握的事情。贪食勋章，血爆！一声冲天巨响，以叶青为中心，一股血浪扩散而出，整个大厅瞬间就被清空。卷起的气浪虽然对沈星竹他们都没伤害，但是还是将几人直接吹飞。上百只怪物全部瞬间秒杀，尸体都没有留下一点，大把的金币、银币、铜币还有装备如同下雨一般掉落在地。同一时间，除了叶青以外的所有人全都提升了一级。叶青冷脸看着不远处的一脸诧异的黑暗制度 BOSS， 现在有资格了。叶青静静地看着面前的一道大门，哈哈，没想到冒险者中竟然有你这样的存在，哈哈哈，有意思，你们的确有资格来见我。话音落下，叶青面前的大门直接打开，叶青带头进入了大门。门后面的只不过是一间普通的房间，但是房间非常的庞大，容纳下上百人开个派对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一进房间，叶青的目光就被一具尸体吸引。尸体头上戴着桂冠，眼睛睁着死状凄惨，但是面容娇媚，双耳是精灵特有的尖耳。这是精灵王，精灵王竟然死了，而且精灵王竟然死在了这里！哈哈哈，精灵王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充当王的垃圾罢了，不过能够凭借自身修为抵挡住污秽之血的改造，的确也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强者了。一个男子从精灵王后面的书架走出，坐到了一个座位上，伸手抚摸了一把精灵王的脸庞，可惜了这一副绝世美颜。名称：黑暗引导者，品质：远古，等级：80，生命值：3000万，魔法值9万，物理攻击4000，魔法攻击0，物理防御
1400，魔法防御1800。技能1，黑暗引导之力，被动，有一定概率引诱敌人加入黑暗制度，拥有授予冒险者进入黑暗制度的能力。技能2，死神斩，用自己的镰刀向前斩击，造成额外300%物理伤害。技能3，拖入地狱，被动，自身死亡时会一起带走一个击杀者的生命。技能4，黑暗闪，突然消失，想着前方一个敌人发动闪电刺一击，造成一条直线上所有敌人额外300%物理伤害，同时100%暴击。技能5，血怒爆发，用自身怒气爆发强大冲击力，将附近敌人击飞，无伤害。4000的物理攻击，这是叶青目前看到物理攻击最强的 BOSS 了。而且重点是，这只怪物的血量竟然有恐怖的3000万。同样是远古，同样的80级，为什么相差这么多？血光冲天问道。叶青说道，卡斯是灵魂状态肯定没有全盛状态那么强大，而且 BOSS 之间境界相同品质相同，依然会有强弱差距的。只是没想到这只 BOSS 竟然这么强。哈哈哈，冒险者，你们只不过是异世界来的一群小崽子罢了，何必掺和这种事情？如果愿意加入黑暗制度，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点好处。黑暗引导者嚣张无比的狂笑着，随手就把精灵王的一条手臂撕了下来，然后当着叶青等人的面咀嚼啃咬起来。哦，这个怪物也太变异态了吧！小狐狸喵喵直接干呕起来。叶青看了眼沈星竹，沈星竹也是侧脸不看这恶心的一幕。动手！多说无益，只能动手。先发制人，青蛟冲击，哼雕虫小技，青蛟虚影冲向黑暗引导者，黑暗引导者竟然一个回旋踢，一脚快准狠，精准的踢在青蛟的头部。第164章，老大你真特娘的是个天才！啪的一声，青蛟虚影直接碎裂。叮！黑暗引导者闪避青蛟冲击，伤害无效。什么？怪物竟然也能够闪避攻击？而且这个黑暗引导者根本就不是闪避，这完全就是强行打断技能啊！冲击剑！血光冲天也动手了。叮！黑暗引导者受到363点伤害。好的，玩家等级越是提升，强制攻击造成的伤害也越是高，并且玩家等级上来，双抗穿透效果等等都会慢慢增加，所以一般像血光冲天这样的弓箭手，一个冲击剑至少也要600左右的伤害。但是现在竟然只有一半的伤害。寒冰剑！有只猫技能接上。叮！黑暗引导者受到212点伤害。黑暗引导者魔抗更高，有只猫造成的伤害更低。哈哈，蝼蚁就是蝼蚁。小妹快跑！叶青看到黑暗引导者眼睛的视线转移到了正前行准备偷袭的偷天换日身上，跑得了吗？哈哈，死吧！移形换影，偷天换日速度极快，反应也在叶青的培训下快了许多。黑暗引导者长镰刀砍下之前就发动了技能，偷天换日和黑暗引导者的位置竟然直接置换了。这是什么技能？叶青第一次见到偷天换日使用，这是意志的技能 ，BOSS 都能置换。叶青惊讶道。不止 BOSS， 队友都行，这技能简直就是肉盾必备神技啊！等等，叶青突然眼前一亮，有办法了！叮，有只猫死亡。沈星竹问道：“猫猫复活点在哪？”门口。没事，我马上来。掉了1级，不过复活点很近。叶青这边一个滚翻躲过 BOSS 的一击，立马在团队中喊道：“小妹，你别攻击了，带上这个装备，想办法爬到那边的墙壁上。”沈星竹立马就明白叶青的想法，是要用远程攻击卡 bug 吗？不行啊，这个 BOSS 有位移技能，卡不住啊。没事，偷天，你先上去。叶青将自己的钩索丢给了偷天换日，到了上面用上次我买的特殊装备铲子挖墙壁。黑暗引导者多次攻击都被叶青闪避，感觉面子上挂不住了。一个冒险者自己攻击了多次，竟然还没受到伤害，竟然还敢聊天，气煞我也！黑暗引导者怒了，死神斩！老大小心！血光冲天一个加速技能，直接冲到了叶青面前，被死神斩直接劈成了2半。叮！血光冲天死亡！我来了！有只猫重新加入战斗。冰天雪地，寒冰剑，全都想办法用控制技能控制 BOSS， 仇恨绝对不能转移到偷天身上，就算死也要拖住他。叶青喊道，直接冲向了 BOSS。有只猫立马回道：不行，不能死，限制每个人只能死亡3次，不然任务直接失败。刚才他死的第1次就收到了信息，这么坑，所有人都小心。掠影，凿击，叮！黑暗引导者受到2124点伤害，眩晕2秒，眩晕3秒的技能只能够产生2秒的效果。叶青一个技能用完，立马一堆技能释放，抢夺仇恨，随后转身就跑。他要的是拖时间，这个 BOSS 血量这么多，根本就不可能用常规方式杀死。叮！
申星竹死亡，叮！血光冲天死亡，叮！叶青死亡，叮！小狐狸喵喵死亡，一个个死亡信息不停地出现。就算是叶青都已经死了1次，另外的人平均都死了2次，有只猫已经死了3次，不能再死了。而反观黑暗引导者的血量只不过少了 5% 左右，太强了，这是叶青目前碰到的最强的 BOSS 了。血量厚，攻击力高，完全无解。哈哈哈，冒险者去死吧！暗黑闪，叶青再一次被锁定，黑暗引导者瞬间消失，一道如同激光的射线射向叶青。千钧一发之际，魔铠，叮！受到11081点伤害，你看不见我，叮！黑暗引导者致命3秒，叶青立马给自己丢了一个生机，一个微光治疗，同时灌下一瓶强效治疗药剂，使用魔铠瞬间损失了9000多的血量，减少了 90% 的伤害，竟然还受到了1万多的伤害，叶青直接残血，不过所幸保住了一命。小妹，好了没？快顶不住了，快好了，快好了！偷天换日已经用铲子挖得满头大汗，一条条队友死亡的信息让他焦急不已，但是却有毫无办法，只能玩命的挖墙壁。冒险者，去死吧！黑暗引导者镰刀一抬，从致盲中恢复，直接杀向叶青。突击！叶青也不再后退了，直接冲向了黑暗引导者。切割！背刺！2个技能一打中，叶青立马双腿一蹬，原地跳起，踏空，整个人凌空飞起，向前狂奔。元素弓替换，穿云箭！当的一声，穿云箭还没攻击到黑暗引导者，就被黑暗引导者一镰刀劈碎。这尼玛，太变态了吧！哥，好了，偷天换日按照叶青的意思，终于是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凹洞。这个凹洞外面很小，但是里面却可以容纳一个人的样子。偷天换日手里面的铲子是前2天叶红收到的一把特殊装备，当时觉得或许对叶青有用，就空间摄取发给了叶青，没想到竟然有了奇效。这把铲子可以破坏玩家和原住民还有 BOSS 都不能破坏的墙壁，不过只能一次性使用。致命打击！叶青在黑暗引导者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匕首，随后快速后退，很快就贴到了墙壁的位置，而黑暗引导者也是冲了过来。小妹，到洞里面，然后移形换影。移形换影，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偷天换日和黑暗引导者瞬间置换了位置，黑暗引导者直接被替换到了墙壁的洞中。黑暗引导者愤怒的大喊大叫，但是根本无法从这个窄小的墙壁中出来。原本偷天换日身形就很小，而黑暗引导者虽然和普通人身材差不多，但是相比起来比偷天换日可高大多了。此时黑暗引导者憋屈的被卡在墙壁中，根本无法出来。重点是按照系统规则，建筑物除非特定的情况和技能或者是特定剧情，否则是不能被破坏的，这个规则对原住民更加。老大，你真特娘的是个天才！血光冲天大声夸赞道，叶青简直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一个玩家怎么能莫名其妙想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办法。第165章大爆。此时黑暗引导者就这么被困在墙壁之中，疯狂地用镰刀劈砍墙壁，但是墙壁丝毫无伤，想要钻出墙壁却太小，根本出不来。叶青等人在外面开始用弓弩、弓箭透过墙壁洞攻击他。别废话了，快点攻击！这么一只肥羊别因为等的时间太长，墙壁修复就完蛋了。建筑损坏超过多少时间会和尸体刷新一样，重新刷新的。要说史上最悲剧的 BOSS 或许就是这个黑暗引导者，此时的黑暗引导者就仿佛是在笼中的猛虎一般，想要挣脱却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疯狂嘶吼，却于事无补。一个在黑暗制度中响当当的人物，现在竟然悲催的被卡在这么一面墙壁之中。黑暗引导者高大的身躯在这个矮小的洞中简直就是煎熬。黑暗引导者别说出来了，连身体都伸展不开，只能半蜷缩着。所有人都注意点，退到25码的距离远程攻击，不要靠近。他的暗黑闪差不多有30码的距离，加上现在的高度，25码是安全距离。6个人疯狂的对着黑暗引导者攻击，连小狐狸喵喵都在用惩戒技能不停的对着黑暗引导者攻击。老大，你怎么知道他的攻击距离？技能没有介绍啊？血光冲天问道。所有的玩家都会完全按照系统介绍的来做出判断，对于系统介绍里面没有的数据，一般都是默认无视的。刚才战斗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计算。那么高强度的战斗，老大，你还有时间去算这个东西？基本操作罢了。叶青习惯了这种操作方式，每次就算是面对普通的怪物，他都会在战斗中计算，同时累积经验，这样能够让自己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死亡几率越来越低。血光，叶青能当大神，可不只是运气这么简单哦，你也要加油成为大神啊！小狐狸喵喵对着血光冲天说道。血光冲天挠了挠头，笑着点了点头。
黑暗引导者在墙壁中悲惨的嚎叫着，然而下面的叶青等人则是一边攻击一边互相聊着天，谈笑风生。技能好了就一个技能丢过去，轻松无比。足足打了半个多小时，黑暗引导者突然停止了嚎叫，怒吼了一声：“我不甘心啊！”叶青一看，黑暗引导者此时血量只剩下1%了，终于是要击杀这只大 boss 了。原本以为会是非常艰难的苦战，没想到竟然这么戏剧性的结尾了。叶青想到自己的幸运值，立马说道：“停止攻击，最后一下让我来。”叶青说话绝对是无人反驳。叶青直接发动了踏空技能，安息吧。叶青踏空而行，直接飞到黑暗引导者面前，对着他狠狠地来了一个回旋踢。一库，等等，不对，黑暗引导者还有一个拖入地狱技能。沈星竹突然喊道，所有人都一惊，全都忘了这一茬了。完了，来不及收脚了。叮！黑暗引导者死亡。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6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60点。可惜刚才掉了1级，现在只能重新回到了61级。不过此时的经验已经到了临界点，很快就要到62级了。升级的经验需求越来越高了，升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等级越是高，提升起来就越是困难。到叶青现在的等级，每一次升级完全就是前面等级的双倍，甚至更高。偷天换日和小狐狸喵喵直接连升2级，沈星竹和血光冲天还有只猫也都升了1级，其实算起来都掉了2级，其实还是亏的。不过能够击杀这么一只 BOSS， 经验虽然平分后都不多，但是装备可就不一样了。看了眼等级榜，此时沈星竹赫然已经冲到了等级榜的第2，而龙之舞和沈星竹等级相同，排在第3。叮！触发黑暗引导者技能，拖入地狱，最后击杀者叶青死亡。完了，老大掉级了。叮！触发不死不休，半血半蓝复活，叶青在一片蓝光之中重新复活。这技能加上满值幸运值，简直就是神技啊！这是叶青第2次被这个技能救了。我靠，老大，你还能原地复活不掉级？叶青将不死不休技能给众人看了一眼，这低到令人发指的概率，叶青都能激活。众人已经不知道叶青还算不算人了。血光，去把精灵王的王冠拿了吧。叶青说道。好的，老大。叶青已经稳稳地站在墙壁洞口，将黑暗引导者抱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而血光冲天则是小跑到精灵王身边，将他头上的王冠拿了下来。哎，可怜的精灵王就这么悲惨的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这么一个地方。王冠刚刚离开精灵王的头顶，精灵王竟然直接粉碎，变成了粉末消失了。当他消失的同时，竟然还掉出了一件装备。血光冲天捡起了装备和叶青汇合。血光，你怎么拿了不止一个王冠，还有东西？看到血光冲天一手拿了一样东西，有只猫好奇道：老大，精灵王王冠一拿掉就变成了灰，这是他身上掉出来的。这个好像不是装备，而是特殊装置。叶青得到过虫巢令，所以一眼就看出这个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特殊装置。既然如此，就先看看这个特殊装置的属性。名称：特殊装置精灵之森。效果：放置该装置可对村庄及以上生物聚集点进行改造，全面激活植物的生长性，依照意念构想创造一个绿色植物世界，同时拥有攻击、防御等特殊能力。竟然是一个操控植物的特殊装置，还能够让城市拥有防御和攻击双重特性，这简直就是为遗忘之城量身定做的装置啊！嘿嘿，老大归你了。叶青将精灵之森装进了背包中，这一次总共爆出了8件东西，300多枚金币，金币直接由系统自动平分了。这是刚开始叶青就设置好的，怎么会爆出8件东西？这么多！沈星竹他们打 BOSS 一般能出2件东西已经是顶天了。叶青嘿嘿一笑，将自己的状态分享给众人看。我去100点满值的幸运。老大，你这只坐骑也太强了吧？对啊，100点幸运值，要知道所有的玩家都是0点幸运值，只有极少数的玩家才可能通过非常困难的任务获得1-2点的幸运值加成。你这简直就是开挂啊！小狐狸喵喵惊讶地说道。第166章大爆2。他们看到叶青的状态是有时间限制的，才心里好受一点。但是他们不知道，叶青只要解除了组队状态，就能一直稳定维持有满值的幸运值。如果让他们知道，估计他们得疯掉。好了，第一件是防具，来看看吧。名称：黑暗侵蚀。部位：护腿、皮甲。品质：传说。等级：60。物理防御700，魔法防御700，敏捷300。特殊效果：使用技能攻击，有一定概率用黑暗力量侵蚀敌人，将敌人变成傀儡供自己驱使，持续时间20秒，对冒险者无效。这装备竟然有控制敌人的效果！我、小妹、血光还有星竹，
咱们都能用，要不 roll 吧？叶青说道。沈星竹摇了摇头，我穿的是轻甲，皮甲没用。偷天换日也拒绝道，不是加移动速度的我不要。叶青想了想自己的符文错乱，在幸运值的加持下，还是比这个黑暗侵蚀更好用的，所以还是放弃了，直接将黑暗侵蚀给了血光冲天。正好，你攻速快，刷怪的时候可以连续触发。叶青说道。血光冲天接过黑暗侵蚀，跪谢老大，老大万寿无疆。名称：黑暗守护，部位：项链，等级60，技能：黑暗守护，形成一个黑暗的护盾，抵挡住3次高额的伤害，冷却时间3个自然日。叶青看了眼自己的青椒项链，直接表示退出。开玩笑，青椒项链绝对是目前的极品，肯定不能换。不加移动速度，我不要。偷天换日淡定地说道。接下来就是有只猫和沈星竹、小狐狸喵喵，还有血光冲天 roll 点。奈斯，我99点。有只猫激动道。沈星竹随意一丢，100点。我靠！随后3件史诗装备全都按需分配，血光冲天加上黑暗侵蚀，一个人就拿到了3件装备，运气极好。最后就是一把武器，一个手镯，还有一根卷轴。按照外形，叶青猜测这3件才是最重要的。名称：暗影匕首，部位：武器，品质：远古，等级65，物理攻击2800，力量1400，敏捷1700。特殊效果：隐身能力增强 5%。技能：1隐袭，瞬间消失，出现在敌人背后，用匕首造成额外 400% 物理伤害，同时100%暴击，冷却3分钟。技能：2流光之影，使用技能创造出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拥有本体 50% 的属性，以及本体非装备的所有技能，存在10分钟或者血条归零消失，冷却时间1小时。技能3虚空行走，被动，身体如同虚幻，行走中有一定概率进入隐身状态1秒。叶青看着众人问都不问，默默地将匕首收进了背包。哈哈，老大，又没人和你抢，你别这种表情啊。血光冲天看着叶青搞怪的表情，哈哈大笑道。嘿嘿，叶青尴尬地笑道。小妹，等我的青椒剑换下来给你啊。这里能够用匕首的也就偷天换日了。偷天换日摇了摇头，你还是卖了吧，我喜欢加移动速度的。有只猫一拍额头，小美女，你这是要当闪电侠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偷天换日一仰头，一副绝世大侠的感觉。完犊子，武侠小说看多了疯了。暂时暗影匕首还不能使用，等级还差4级。转念一想，自己的幽影之魂好像已经使用了很久了，阿诺斯送给了自己之后，这一把武器就一直没有更换过，武器的等级也在慢慢提升，还有10级，幽影之魂就好解除封印了。名称：精灵王的命运，成长，部位：手镯，品质：不朽，限定：原住民，生命，元素，魔法攻击100等级，治愈力20等级，智慧1000，精神1000。特殊效果：拥有成为精灵王的权利，能够调动所有的精灵。技能1自然的庇护，召唤自然的力量在身边，形成防御力极强的护盾，保护自身及同伴。护盾血量是持有者的魔法值的 30%。技能2召唤术，随机召唤，召唤物等级不确定，属性不确定，品质不确定，召唤数量不确定，协助战斗10分钟。技能3生命的守护，用自然的量给自己或者队友释放治疗之力，治疗目标损失生命值的 50%， 冷却时间30分钟。特效：精灵的传承之力，拥有控制植物变化的能力。这件装备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这件装备绝对是戴上就不用摘下来的装备，这件感觉上就是一件神器了，不说别的，就光可以调动精灵族就已经够了。偷天换日看了看几人，这里能用的就是猫猫、喵喵还有哥哥，那咱们 roll 点。叶青虽然很想要，但还是决定 roll 点。沈星竹其实特想出面说让给叶青，因为遗忘之城对于叶青来说太重要了，能够调动精灵族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网游界一直都有不定性的规矩，一个团队打出的装备，有需要的一起 roll， 除非人家放弃，不然不能硬抢。当然不要脸的还是有的，不过叶青等人都会遵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为别的，就为问心不愧，玩个游戏罢了，不至于把自己的人品都丢了。有只猫吞了一下口水，算了，我还是放弃吧，这件装备在我手上发挥不出效果。虽然这么说，但是猫猫还是盯着这件装备看，不朽啊，谁不想要啊？小狐狸喵喵倒是很直接，我放弃了，主要功劳都是叶青的，没有叶青的办法，估计我们现在已经在外面打麻将了，叶青拿着吧。众人都觉得叶青拿才是最完美的，叶青也不再矫情了，直接收下了。多谢了。哈哈，客气客气，
有空多带我们搞几次任务就好了，跟着你就算没肉吃，但是汤也够鲜啊。有只猫说道。越是后期越是升级困难，不说别跟着叶青升级都快，像精灵族这个任务，一般的玩家没有一个团队根本就不用考虑，看着只有一只 BOSS， 但是就这一只 BOSS 就足够一般的玩家死去活来几十遍了，任务根本无法完成。要知道龙之舞现在升级基本都是花钱找几个佣兵团一起带，不然凭他一个肉战士要单刷升级估计是困难不已。最后一根卷轴查看完了就可以去交任务了，名称转换卷轴，等级50，效果可以强制将选定的10人划分到黑暗制度。这第167章惊变。这个卷轴众人一下子想不到有什么用，可不可以把龙之舞那些麻烦的人直接丢去黑暗制度？血光冲天问道。叶青想都没想脱口出，不行，龙之舞是我财神爷。嗨嗨，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把他们丢过去也没多大意义。等等，我好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叶青突然很阴险地笑了起来。偷天换日说道，好了，有人要倒霉了。卷轴自然是给了叶青，几个人收拾了一番直接离开了这里。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什么事情？小狐狸喵喵突然说道。光明，对啊，光明生死不知啊，众人也没有办法救着他，当时一心只想着干掉黑暗引导者，后来时间长了就忘了。众人立马返回，找到了光明，竟然看到光明盘腿坐着一层绿光笼罩，看起来是正在调息。看到光明还活着，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光明，你没事吧？叶青问道。光明从调息中睁开眼，直接吐出一口血，命保住了，但是修为下跌了20多级，只能日后再慢慢修炼了。沈星竹将光明扶了起来说道，能活着比什么都好。光明点了点头。你们都被黑暗引导者杀死了吗？冒险者能够复活，光明以为叶青等人都是被杀了之后复活出来的。黑暗引导者已经被我们杀了。有只猫骄傲道。什么？黑暗引导者被杀了？你们竟然这么强大，是不是精灵王帮助你们的？有只猫无语道。得了吧，你们的精灵王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被黑暗引导者杀了，我们只不过用了特殊的计谋杀了黑暗引导者的。王死了？节哀吧，走吧，先去解决你的族人，你们的王也是为了你们牺牲的，不能让他白死。叶青说了点安慰的话，就带头往回走，准备找洛奇他们交任务。眼看就要到前庭了，沈星竹都伸了个懒腰，没想到这个任务就打了一个 BOSS 就好了，还如此轻松，眼看就要完成了。对啊，幸好老大机智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那个黑暗引导者视野惨到极致，偷天换日想夺黑暗引导者原本嚣张被转移到墙壁中，那悲催的样子就想笑。老远的洛奇和卡斯等一众长老就站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叶青等人慢慢靠近。你们竟然真的回来了！精灵洛奇惊讶道。黑精灵卡斯看到血光冲天手中的精灵王冠更是吃惊。幸不辱命，我们回来了。血光冲天说道。精灵洛奇激动地说道，快快把为王冠给我。此时的精灵洛奇竟然激动的整个灵魂体都在剧烈抖动，同样的黑精灵卡斯等灵魂体虽然激动，但是也没如此的剧烈反应。血光冲天走上前，准备将王冠递给精灵洛奇。精灵洛奇激动的伸手去接，眼中竟然透出了一股满意的神情。叶青在侧边竟然看到精灵洛奇嘴角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不好，不要给他。然而为时已晚，精灵洛奇已经将王冠拿到了手中。哈哈哈，几百年了，布局了这么久，终于是走到这一步了。精灵洛奇疯狂的大笑着将龙珠抓在手中，随后右手虚化，不知道花了一道什么符咒，他左手的王冠竟然开始寸寸碎裂，随后一颗橙黄色的龙珠浮现在了众人眼前。洛奇，你干什么？卡斯惊讶地吼道。一直以来脾气火一爆的都是卡斯，洛奇一直都是一个贤者的样子，不急不缓，并且默默守护精灵族。但是现在这突然的变故，他都没有想到。你们几个灵魂体既然已经到了烛火之际，那就贡献你们的力量来重塑我的肉身吧。哈哈哈！洛奇哈哈大笑着将龙珠托起，龙珠之中冒出橙黄色的光芒，将一个个精灵族的长老灵魂全部拉住。龙珠散发出的强大吸引力将这些雕塑的中的长老的灵魂力量疯狂抽取。黑精灵卡斯怒吼道，洛奇，你疯了，你竟然残害历代长老，你要覆灭精灵族吗？哈哈哈，精灵族，精灵族，我守护了精灵族几百年，那又如何？到最后我还不是一个灵魂残躯，精灵族覆灭又如何？我要这世间为我掌控。洛奇的名字瞬间变成了红色，原本暗淡的灵魂体在吸收了几位长老的灵魂力量后，竟然开始重塑肉身。所有人快攻击，这个洛奇才是 BOSS。 叶青大声喊道。名称精灵洛奇，品质远古，等级
80，生命值100000215464134，魔法值39815，物理攻击3700，魔法攻击2700，物理攻击4000，魔法防御3100。技能1，眩晕剑，眩晕目标4秒，造成额外100%物理伤害。技能2，散射，用弓箭向前方扇形区域射一出最远20码距离的连续箭支，每支箭造成50%的物理伤害。技能3，黑暗之力，洛奇堕入黑暗，拥有黑暗转化能力，能将自己的所有技能和攻击转化为黑暗力量，每次攻击造成附加10%黑暗属性伤害。说明洛奇早已通过黑暗制度获得如何重塑肉身、重获新生的能力，筹划多年，现在通过龙珠的灵魂摄取力量，吞噬历代精灵族长老灵魂之力重生，并迅速提升自身能力。注：当前灵魂锁链吸取力量中，5分钟内无法行动，无法做出任何行动。果然，洛奇是黑暗制度的。快点攻击，5分钟之内，他只能被动挨打。此时的洛奇因为在慢慢修复肉身，其实还是半灵魂体状态，所以血量并没有恢复巅峰时期，只不过才10万的血量，但是防御力却极高，并且看到他的生命值，如果没有快速杀了他，那么他就会在重塑肉身后，以21546134的血量出现在叶青等人面前。等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能等死了。精灵洛奇身上连接了11条橙黄色锁链，一脸满足的表情。而另外的11位长老全都疯狂的想要挣脱橙黄色锁链，但是根本没用，越是挣扎越是痛苦，一个个长老的灵魂体全都忽明忽暗。也就卡斯的灵魂体还顽固一点，卡斯算是这些长老里面最晚死的，所以相对的灵魂力量还比较充裕。叶青的普通攻击只不过才砍出几百点的伤害，血光冲天他们的攻击基本也就勉强破防。第168章大战洛奇，全力输出，技能不要有任何保留。淬毒、背刺、凿击，叶青的所有技能不要钱似的疯狂招呼在洛奇身上。虽然次次暴击，但是防御力极高的洛奇生命值下降的并不快。不对，他的生命值一直在慢慢涨，我们的攻击只不过压掉了他的恢复速度罢了，掉血速度完全就看老大一个人的输出。血光冲天说道：别废话，快输出。洛奇，你为什么要如此？精灵族待你不薄，所有的孩子从来都是把你视作他们的偶像，你这样做不怕心有不安吗？相处了几百年，虽然总是吵架，但是卡斯一直都把洛奇当做一个合格的精灵族先辈，甚至是朋友。突然的背叛让卡斯接受不了。另外的灵魂体原本就是强弩之末，早就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了，只能跪在地上任由洛奇抽取灵魂力量。还剩1分钟，叶青已经将加攻速的符咒贴到了所有人身上，并且使用了加攻速加攻击的卷轴，整个人除了独行者技能已经状态全开了。但是洛奇的血量下降的速度并不快，5分钟时间快过了，只不过去掉了他5万的血量，还有足足5万的血量，并且血量还在慢慢升高。叮！精灵洛奇获取部分血肉力量，可行动。不好，5分钟时间到了。哈哈，冒险者去死吧！我筹划了几百年的计划，如何是你们这些小蝼蚁可以破坏的？散射！精灵洛奇用一团绿色的光团将龙珠托举在自己头顶，双手搭弓连射，一切太快，散射的面积直接将叶青等人全部笼罩其中。叮！身心主死亡！叮！有只猫死亡！叮！血光冲天死亡！叮！偷天换日亦死亡！小狐狸喵喵在死亡的瞬间丢出了一个强效治疗技能——极光治疗。叮！小狐狸喵喵死亡！叶青，靠你了！叮！受到6913点伤害。叮！受到极光治疗，回复6913点血量。魔铠，瞬间损失的血量依靠小狐狸喵喵最后的技能补充了，但是散射还没结束，叶青直接使用了魔铠。魔铠状态下虽然伤害低了，但是散射的箭支全都轰击在叶青身上，成百上千的箭支让叶青被刺得惨叫不绝。生机，微光治疗，自然的庇护，两个治疗技能，一个护盾技能，全都被叶青使用。自然的庇护一打开，叶青就舒了一口气，散射也落入了尾声。当叶青使用自然的庇护的时候，洛奇和卡斯全都已经。精灵王的命运，你竟然得到了精灵王的命运！洛奇惊讶道。但是叶青根本就不回答他。老不死的东西，既然你老死不了，那就我来送你走。掠影发动，速度飙升，如同炮弹一般直冲洛奇。哼，愚蠢的冒险者！淬毒，切割，闪影。叶青围绕着洛奇快速攻击，嘴里叼着一瓶强效回血药剂，随时准备喝下。生命恢复技能不停的使用，抵挡洛奇造成的伤害，而自己则是疯狂的对着洛奇攻击，
但是所有的技能都使用一圈，唯独致命打击不适用。精灵洛奇在叶青的强力攻一式下，血量再次开始刷刷往下掉。冒险者的能力果然如同预言中的一般，拥有夺天造化的能力。不过，你们就算天赋再强又如何？你们成长的时间太多了，太多的局限了。你们的命运也只不过是在死与生之间徘徊罢了。洛奇丝毫不消叶青的攻击，精灵族的长老们的灵魂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再有一会，他吸收完成，彻底摆脱束缚。叶青只不过是一只随时能够捏死的蚂蚁罢了。叶青看到洛奇的样子，淡然地说了一句：“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没听过吗？”召唤兽，精灵王的命运携带的技能，这是叶青第一次使用，他也不知道能够召唤出什么怪物。技能使用，地面上一阵颤动，原本是植物的地板全都被一块块巨石给顶破，7、8只4米多高的石巨人就这么出现在叶青面前。名称：石巨人，品质：稀有，等级65，生命值6万，魔法值8000，物理攻击329，魔法攻击0，物理防御700，魔法防御200。技能1：碎石术，用自己的双拳用力敲击前方敌人，造成碎石迸射，产生溅射伤害，造成额外的60%物理伤害。技能2：地震，用脚沟通地面，产生强烈的地震，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额外200%的物理伤害。正好，石巨人将他困住。几个石巨人非常听话的抓手抓脚将洛奇直接抓住，但是当石巨人抓住洛奇的同时，他们的血量也在刷刷往下掉。静止符、血运符、冰冻符、闪电符，嘶吼在嘶吼给叶青的符咒，叶青全部一股脑的丢向了精灵洛奇，连符咒是什么效果叶青都懒得看，直接全部朝着洛奇招呼。对于叶青的行为，精灵洛奇哈哈大笑，嘲讽道：“冒险者，你就这点小孩子招数了吗？哈哈，你以为就凭这些劣等符咒就能对我有实质伤害？”精灵洛奇的等级一直在节节攀升，战斗力正在疯狂上涨，几个精灵族的张来已经被吸干了，惨叫声后，灵魂体瞬间破碎，永世不得超生。就连卡斯也开始痛苦的哼哼起来。呵呵，冒险家永远都是冒险家，冒险家的心思，你这样的老不死永远猜不到。突击！叶青猛然跳起，直冲洛奇。哈哈，同样的招式对我有什么用？谁说对你了？叶青冷笑一声，致命打击。叶青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洛奇，符咒和石巨人纯粹就是为了限制他的动作和分散他的注意力。叶青的目标是龙珠，不，系统给出的任务就是获得龙珠，既然已经获得龙珠还是无效，那么就毁掉龙珠。洛奇的力量来源就是龙珠的吸取能力，龙珠没了，他也就废了。洛奇一声怒吼，疯狂的挣脱开石巨人的束缚，想要击杀拦截叶青，但是叶青的突击技能原本就是瞬发技能，速度何其之快！一声脆裂的声响，叮！龙珠破碎，龙神之力释放，精灵族获得净化。叮！恭喜玩家叶青带领团队完成种族任务精灵的救赎。龙珠破碎的瞬间，直接跳出了任务完成的提示，同时正在吸取灵魂之力的橙黄色锁链也怦然消失。第169章击杀洛奇。不，洛奇怎么都没想到叶青竟然会如此卑鄙，竟然会攻击龙珠，更加没想到龙珠会如此脆弱。龙珠破碎，精灵洛奇的气势开始快速下降，原本已经塑造了一半的肉液体在龙珠破碎的同时也产生了皲裂。叶青狠狠地踹了一脚，所有的血肉如同烟尘一般直接消散。轮到你了，老不死的！淬毒，致命打击，去死吧！叶青大吼一声，幽影之魂轻松无比地刺入精灵洛奇的心脏，一把捂住洛奇的眼睛，匕首抽出，对着脖子就是一划。啪的一声，洛奇在一脸不可置信中粉碎成了碎片，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62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61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63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62点。舒服啊，连胜总是最为爽快的。王！叶青刚一击杀洛奇，光明就直接半跪在地，对着叶青行了一个礼。你干嘛？叶青一惊，光明毕恭毕敬地说道：“您获得了精灵王的命运，就代表您已经成了我们的精灵王。”叶青将光明扶起，看了眼卡斯，卡斯对叶青说道：“精灵王，感谢你救了我们，救了精灵族。”叶青甩了甩手：“你能感受到精灵族人的情况吗？”叶青问道：“一般小说里面不都是能够通过灵魂体远程感知一些情况吗？”叶青这么一问，黑精灵卡斯就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
黑精灵卡斯兴奋地睁开眼，恢复了，恢复了！王，太感谢你了！叶青摆了摆手，小意思，接下来精灵族准备一下迁徙吧。迁徙？去哪？卡斯好奇道。一路过来，叶青已经和光明解释过了，所以解释的工作就交给光明了。叶青将洛奇爆出的东西全都捡起来，收到了背包中。哥哥，我来了！偷天换日移动速度最快，最先赶到。等了一会，几个人都跑了过来。原本几人早就可以过来了，不过叶青在群聊窗口发了一个2，意思就是等一会过来。这是叶青和众人之前就说好的。高强度战斗中根本没时间说话和打字，所以用数字快速代替想要说的是最好的办法。一就是可以过来了，或者收到了；2就是不知道，或者等一会。而且沈星竹他们都知道，过来也只不过送死罢了。叶青既然如此说，证明叶青肯定会有办法解决。果然，等他们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洛奇的身影。原本20座雕像，也就是20个精灵族的长老，此时也就只剩下5个灵魂体长老了。卡斯，们可能差不多了，小家伙们，需要你守护了，好自珍重。4个精灵族的长老灵魂一抖，全都烟消云散了。原本光明刚和卡斯说明遗忘之城的情况，离开去找族人说明后，卡斯准备和4个长老再说一下这个事情。转身的时候，长老们已经说完最后一句话消散了。前辈们，卡斯默默的哀伤。至此，精灵族的前辈先驱们都走了，只剩下卡斯这个最年轻的长老依然以灵魂体的情况存在守护精灵族。叶青他们看着卡斯，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先把东西都看看吧，等会等光明带着精灵族回来再说。叶青说道。不过在此之前，众人都好奇地问叶青到底是如何搞定洛奇的。先打龙珠呗，说到底洛奇只不过是一个灵魂体罢了，想要获取力量靠的就是龙珠，那就打碎龙珠，让他没有可以依靠的器物呗。不过龙珠幸好比较容易碎，不然还真麻烦。叶青说道。当时如果龙珠一击打不碎，那死的肯定是叶青，所以叶青特意留着致命打击这个伤害最高、有致死效果、有暴击效果的技能。不过这一次真的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你也不怕龙珠毁了任务完不成？完不成再想办法呗，被洛奇成功了才是真的麻烦了。沈星竹笑着说道。不过真有你的，能够想到打龙珠，我们一个人都没想到。叶青嬉笑着将脸凑过去说道。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奖励呢？沈星竹脸一红。你要什么奖励啊？有只猫立马跳出来，他肯定要一个大嘴巴子。叶青直接一脚将有只猫踹飞。你说呢？沈星竹红着脸直接在叶青嘴上亲了一口。哎呀，我让你亲脸啊，你咋亲我的嘴啊？哼，得了便宜还卖乖，下次不亲了。别啊！两个人打情骂俏，有只猫扶着腰走了回来。你们低调点行吗？这里这么多人。喂，那个血光，你干什么呢？喵喵！你们别靠那么近。有只猫和叶青他们说话的时候，血光冲天和小狐狸喵喵越聊越欢，两个人越来越靠近。有只猫立马过去拉开他们。小狐狸喵喵瞪着有只猫说道：你干嘛？你是我表哥，你管这么多干嘛？有只猫一愣，瞬间泪流满面。喵喵，你变了，你曾经不是这样子啊！你们一个个太过分了。我也要找对象，偷天不行，这是小孩子。切，你个老大说还想打我主意？偷天换日鄙视的看了眼有只猫。有只猫昏了股气。好了好了，别闹了，来看装备吧。洛奇总共报了5件东西，我捡的时候看到有3本技能书。叶青将洛奇的掉落全都拿了出来。技能书？血光冲天眼睛一亮，洛奇可是精灵啊，弓箭手啊，那他爆出弓箭手技能书的概率肯定最高。虽然叶青也可以用弓箭手技能，但是叶青走向是刺客，一般的弓箭手技能他根本就不会有。嘿嘿，老大，你玩刺客真好。叶青怎么会不知道血光冲天的想法，说道：有强力的弓箭手技能书，我们 roll。 名称：超速皮靴，部位：鞋子、皮甲，品质：传说，等级6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400，敏捷300，移动速度100。特殊效果：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增加 50%。 技能：1暴速，释放技能2秒内移动速度暴增 200%， 随后慢慢减弱。技能2急速，释放技能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同时增加 30%， 持续时间5秒。第170章准禁咒。小妹，拿着吧。加移动速度的装备，众人都不考虑，直接给了偷天换日。偷天换日看到这个装备，已经眼睛都直了。谢谢。偷天换日乖巧的说道。谢啥？目前也就你没拿过东西了。小狐狸喵喵摸了摸偷天换日说道。名称：生命复苏，部位：戒指，等级60，特殊效果：治疗时概率产生治疗暴击，
产生的治疗暴击比普通治疗暴击多 5% 的治疗效果。技能清脆欲滴，用光明的力量制造一片绿叶，飘落在友方头顶，每次受伤恢复损失生命值的 10%， 持续1分钟。这颗戒指附带一个技能，完全就是纯奶使用的戒指，叶青直接分配给了小狐狸喵喵。虽然叶青也能用，但是叶青的生命只是作为辅助，只是依靠精神属性也足够了。谢谢老大。小狐狸喵喵接过戒指感谢道。名称技能书散射，限定野性，等级50，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300魔法值。效果用弓箭向前方扇形区域射一出最远20码距离的连续箭矢，每支箭矢造成 50% 的物理伤害。妈耶，老大你这手气太旺了，血光冲天激动地说道。得，你这么一夸我都不好意思跟你 roll 了，给你。叶青直接将技能书给了血光冲天。原本叶青也没想拿，叶青对于野性的辅助效果还不如生命来的实在。不过能够把洛奇秒杀大家的技能给爆出来，真的是一个绝对的喜事，并且这个技能都没有什么缩水，直接就爆出来了。名称技能书后跳，限定暗杀，等级40，效果用自身力量向后跳跃10码，跳跃起步的1秒处于无敌状态。技能书肯定是叶青直接学习了，不过小狐狸喵喵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后跳也算技能？我们不是谁都可以往后跳一下吗？叶青看了眼技能说道，一般身体自己控制的后跳最多3码不到，而且速度很慢，所以一般我们闪避技能都是左右闪避，很少向后闪。但是这个技能可以后跳10码，可以瞬间多开许多技能，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附带1秒的无敌，如果掐准时间绝对是神技能。最后一本技能书是所有人都关注的，因为最后一本技能书是深绿色的，一般的技能书都是蓝色，就算是高级的技能书依然是蓝色，像上次那样的唯一技能书是紫色的。而现在这本深绿色的技能书证明这本技能书肯定不一般。名称技能书万物生机，等级70，级别准禁咒，限定生命，冷却时间3个自然日，消耗全部魔法值，引导时间10秒，可隐身。效果恢复以自身为中心100码范围内所有人友军的生命值，持续5秒，可移动，同时增加受到治疗的所有人友军生命值上限5倍。沉默准禁咒，级别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字眼，这特么竟然是准禁咒。黑精灵卡斯听到了血光冲天说的禁咒2字，走了过来。精灵族第一人族长创造的准禁咒原来在洛奇身上，难怪精灵族近100年都无处寻找这个技能。这本技能书是你们族长创造的？叶青问道。卡斯点了点头，是的，这本技能书是第一任族长自创的禁咒，原本他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禁咒，结果发现凡人自创的极限就是准禁咒，禁咒只有神明的传授才会存在，为数不多的禁咒都是神明曾经流传下来才会被世人所学。原来是这样，星光锁链好像会一个禁咒，这运气真的是好到爆啊！叶青想到，这本技能书是生命限定的，那么叶青和小狐狸喵喵都可以用，咱们 roll 吧。叶青说道。小狐狸喵喵摇了摇头，这本技能书老大你用更合适。怎么说？叶青问道。小狐狸喵喵说道，我是奶妈，如果是大型战争我肯定是在最后方，如果我使用这个技能最多只能救治后方1半的玩家，但是后半部分要么被秒，要么都是奶妈，根本不缺奶。而且这个准禁咒引导需要10秒，如果敌人知道我肯定会直接被秒，但是老大你可以隐身，10秒时间对你来说很轻松，并且你移动速度快，引导结束你立马狂奔，5秒的时间甚至可以覆盖全部的友军，可不止100码的范围。所以这本技能书虽然我也想要，但是最合适还是老大你。小狐狸喵喵真诚地说道。沈星竹微笑着说道，本来也就是你打出来的，这个任务都是你完成的，我们也就跟着你混混，反正给你和喵喵其实都一样，都自己人，给你反而物尽其用，你就拿着吧。叶青点了点头，行，那我就拿了。喵喵，下次我弄到奶妈装备送你几件。小狐狸喵喵笑着说道，好的老大。叶青将准禁咒收了起来，要到70级才能学习。我怎么感觉我在奶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哈哈，还是一个奶量十足的奶。装备看完，光明也非常适时的带着一众精灵族出现了。王，精灵族全体人员都来了。光明走到叶青身边，半跪着说道，这就是新的王，冒险者。光明，你怕不是疯了吧？突然一个清冷的声音出现，一个精灵族的男子一脸不屑地看着叶青道。光明一惊，洛信，你疯了？这是我们的新王，谁知道精灵王是如何死的？是不是这个冒险者设计害死的呢？我不承认这个王，要当也一定是我这样的正统精灵族来当。洛信一脸嚣张，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叶青摇了摇头，
怎么哪里都有刺头呢？沈星竹叹了口气，这个麻烦怎么解决？叶青和沈星竹交易了一样东西，随后说了句：简单。淬毒。突击！叶青突然冲向洛信，王竟然对洛信动手了。精灵族一向都很团结，看到叶青直接对洛信动手，立马都皱起了眉头。难道这个王真的是一个暴君？精灵王真的是他偷偷害死的？洛信怎么也没想到叶青竟然会突然攻击，弓箭还没来得及拿出，叶青就绕到了他的背后。凿击！背刺！产生了暴击的背刺让洛信惨叫一声，刚要转头，屠龙者。第171章黑精灵卡斯的传承。状态开启，强大的气势威压直接将洛信压得跪在了地上。青蛟冲击！龙！竟然是龙的力量！所有的精灵族全都惊到了。龙族一直都是高于精灵族的种族，精灵族曾经和龙族关系交好，但是龙族一向高傲，从来都是把精灵族当手下一样对待。几百年过去，精灵族对龙族多少有一丝来自灵魂的畏惧。洛信等级原本就和叶青差不多，但是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经受过正常的杀戮，根本没有战斗经验的洛信被叶青单方面碾压。很快，血量就被叶青放空，不甘地倒在了地上，爆出了一些东西。血光冲天，适时的过去，将爆出的东西一股脑收了。叶青则是拍了拍手，搞定。洛信死了，这个新的王竟然残杀精灵族的族人。所有的精灵族人都恼怒了，原本的绿名全都一下子变成了黄名。光明惊讶叶青的强大，他只要是洛信的问题，但是现在这……怎么？你们觉得我残害你们同胞了？哼，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之泉是如何被污染的吗？你们知道这个洛信又是什么身份吗？叶青突然吼道：你们看清楚了！叶青蹲下一身，从洛信还未刷新的尸体下面摸出一个黑色的勋章，勋章黑暗的拥护者。叶青之前给了沈星竹，沈星竹还没来得及物色人选去黑暗制度，正好交易给叶青，现在用一下。这是黑暗制度的勋章，洛信竟然是黑暗制度的人，难怪刚才他突然跳出来不承认新王，他是要挑起我们和王的仇恨。一个个精灵族看到叶青手里的黑暗制度勋章，立马就明白了一切。其实刚才叶青将手伸下去的时候，立马从背包中拿出来的勋章。不过原住民可不知道这些，黑暗制度想要奴役我们精灵族，我作为你们的新王，必然不会让精灵族就此覆灭。叶青高声说道。黑精灵卡斯走了过来，就这么一会，他的身形竟然暗淡了不少。孩子们，我是卡斯，他是你们的新王，精灵族的未来就靠王了。卡斯长老，你怎么这么虚弱了？一个精灵问道。卡斯甩了甩手，都过去了，孩子们好好生存下去吧，跟着王，王会带给你们全新的生活。说完，卡斯看着叶青说道：王，我的灵魂体力量已经不足了，我也要离开了，如果可以，希望您能帮我找到一个传承我衣钵的人。黑精灵卡斯胸口一束微光出现，一根卷轴慢慢出现，随后落在他的手中。卡斯看了眼卷轴，郑重地交给了叶青。名称：卷轴黑精灵卡斯的传承，等级60，限定元素，限定传承之人。说明黑精灵卡斯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刻印在卷轴之中，使用卷轴后提升当前等级的5级，同时自身所有的元素技能都会自动转化为黑暗属性技能，自动学习技能元素弓、元素剑、暗影剑、暗影阵。当传承之人达到70级，能够自动领悟准禁咒黑暗空间。名称：准禁咒黑暗空间。冷却时间3个自然日。消耗全身魔法值。引导20秒。效果：创造一片黑暗的天地，直径50码范围，在其中所有的敌人会彻底混乱，互相残杀，同时失去一些感官，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持续性的损失生命值，持续20秒。死！又是一个准禁咒。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直接能够升级，还能够直接学习技能。有只猫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张卷轴简直就是所有法师梦寐以求的宝物啊！猫猫，你要吗？叶青将卷轴递过去问道。我？嗨嗨，这样多不好意思啊！有只猫非常不好意思的从叶青手上抢过卷轴。猫猫，你这真的是猥琐呀！小狐狸喵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嘿嘿，自己人不客气了哈。沈星竹白了他一眼，丢人啊！不过这么一张卷轴换谁都会如此吧，反正有只猫和沈星竹他们现实中就是朋友，还是一个工作室的，给他用了倒也正好。有只猫打开卷轴选择了使用。然而叮，非黑精灵卡斯理想传承人无法传承。有只猫当场吐血3声，一脸悲惨的将卷轴还给叶青。节哀吧，这就是命啊。叶青拍了拍有只猫的肩膀。有只猫一个人蹲在角落哀嚎不已。黑精灵卡斯看了眼精灵族的精灵们，然后看着叶青说道：王，以后孩子们都交给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解救了他们，也成全了我们。
说完，黑精灵卡斯就这么慢慢消散了。所有的精灵都对着卡斯深深的鞠了一躬。王，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光明问道。你们就在这里别动，我从矮人族那里拿来了万物包容，等会连你们和生命之泉一起搬去遗忘之城。生命之泉也能搬去吗？可以的，当时矮人族就是全族连带着他们的各种设备发明一起带到遗忘之城的。叶青说道。我打断一下，话说我们怎么上去？这里是悬崖下面啊。沈星竹问道。刚才他试了一下，根本不能用回城技能。叶青看了眼光明，光明立马说道，那个降落机也有传送功能，出去可以直接传送。还能传送？我靠，回去一定要让雷诺他们给我做一个出来。是啊，这个绝对是高端战略设备，好东西啊。沈星竹和叶青相视一笑。有只猫悠悠地说道，你们两个谈恋爱，我感觉某些势力会非常倒霉。小狐狸喵喵等人全都一起点了点头，对于这个观点大家都觉得很正确。光明，操作机器把我们都传送出去吧。好的，王。叶青说道，别叫王了，和矮人族一样叫我城主吧。好的，王。光芒一闪，叶青等人传送到了卡洛斯宫殿后门，再次回到了峡谷上方。万物包容，收。叶青收取精灵族的时候，有只猫凑到血光冲天身边问道，血光，那个遗忘之城真的已经是叶青的了？一座城啊，一个玩家就这么获得了？里面还有矮人族？血光冲天看了眼叶青，叶青点了点头。那个城就是老大的，但是现在对外保密，你是新主解的人才让你知道的。第172章，肥肥的新技能。不对啊，为啥我才知道？有只猫看着沈星竹问道，作为自己人，我不是应该早就知道了吗？沈星竹呵呵一声冷笑，你的大嘴巴能守得住多少秘密？现在遗忘之城稍微安全一点了，才敢让你知道。早知道，估计人家工程要提前了。有只猫翻了个白眼，我哪有啊？话说，我能进去看看吗？有只猫问道。叶青淡淡的回了句，进城费20金。我靠，老大，你20金都要啊？好了，开玩笑的，你跟血光他们拿个传送卷轴吧。你们先回去，我这里需要跑回去。叶青将整个精灵族收了起来，已经和上次矮人族一样收到了系统提示，需要跑回去，并且和上次一样有倒计时。沈星竹问道，需要我陪你吗？叶青摇了摇头，算了，你们先回去吧，城内的一部分权限我已经给你了，你们去做一下城内建设任务，我马上就回来了。叶青将肥肥召唤了出来，这次有肥肥，回去肯定是比之前快了几十倍。肥肥，能不能给一个增加移动速度的 buff？ 叶青抱着开玩笑的心态摸着肥肥说道。没想到肥肥竟然真的一声提名。叮！受到肥肥的祝福，移动速度增加100%，持续1个小时。给力啊！肥肥竟然能够听懂叶青说的。叶青摸了摸肥肥，从背包中拿出了一根雪莲草，喂给了肥肥吃。不久前，叶青才知道，越是高级的药材，肥肥越是喜欢吃。当然，高级的药材贵得很。不过给肥肥吃，叶青丝毫不心疼。好了，开始赶路了，你们回去吧。猫猫，遗忘之城的事情暂时别对外说。有只猫点头表示明白。肥肥，咱们走。话音刚落，叶青和肥肥就嗖的一声不见了。有只猫他们读回城卷轴都没肥肥的速度快，这只坐骑简直绝了。有只猫羡慕道，不得不得，肥肥的移动速度简直可以用快如闪电来形容。全力奔跑下，肥肥连怪物都不躲，笔直狂奔，沿途的怪物仇恨还没建立，就已经不见了肥肥和叶青的身影。而且更加让叶青惊讶的是，只要肥肥经过，那些低级的怪物全都会提前自动避开，提前让出道路给肥肥通行。叶青坐在肥肥背上，就算是这么快的移动速度，但是丝毫感觉不到有多晃动。肥肥的背部有一团无形的空气，让叶青能够非常稳定的保持一个固定的坐姿，不会因为奔跑歪来倒去。叶青拍了拍肥肥脑袋问道，肥肥，之前攻城战你怎么回事？偷天说你吃了很多怪物。肥肥歪着脑袋鸣叫了一声，随后叶青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肥肥为远古时期圣级神兽，拥有让人快乐的能力，同时肥肥也是傀儡兽，可以使用肥肥自身的种族天赋控制野兽型的生物为自身所用，每次使用都会有用有效的能力提升，并且可以通过吞噬野兽型怪物的灵魂来增强自己的这项能力。传说曾经有一代至强肥肥能够召唤上万只野兽型怪物协同作战。叮！肥肥自动觉醒技能傀儡兽。叮！傀儡兽当前可控制怪物数量20，这么一来不就等于肥肥作为坐骑也拥有了战斗能力？叶青都傻了，要知道所有的坐骑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只能用来赶路，可以说是纯粹的工具。但是肥肥却打破了这个规则，看起来你是越来越厉害了，以后说不定要你招我了哦。叶青笑着摸了摸肥肥，肥肥一声提名，
明显是对于叶青的夸奖非常的开心，速度也是骤然飙升。赶路肥肥全自动，叶青都不用多做考虑。之前创建工会的时候还赠送了一次抽奖机会，一直都没机会使用，叶青正好趁现在将这个抽奖机会使用了。系统，爸爸要抽奖。叶青开玩笑的说了一句，没想到听到了系统冷冷的一声，你确定？叶青一惊，系统这个声音完全是有情绪的声音啊！立马改口，我抽奖。叮，开启抽奖，本次抽奖为定向抽奖，可选择项目、装备、特殊装备、特殊装置、技能、坐骑、宠物、消耗品、随机。如此看还挺全面的。叶青想了想，宠物自己已经有了莉莉娅，肯定不用考虑了，坐骑有了肥肥也一样，好像真的需求什么完全不知道，干脆就随机吧。叶青问道，系统，要不你帮我选？我也选不出什么。系统沉默了一番，随后说道，随机吧。竟然真的回答了。系统，你是活的？叶青惊讶道，我是主脑，我拥有自我意识，只不过很少和玩家交流罢了。系统竟然回答了。叮，开始抽奖。说完一句话，系统不再多说了，回到了系统性的提示。叶青满脑子问号，但是也不能多问，也只能将这些疑问压在心中。系统直接进入了随机的大转盘，在系统操控下，大转盘飞速运转。叶青索性闭眼不看这个转盘了。叮，恭喜你获得宠物虚拟兽。等等，宠物？每个人不是只能拥有一只宠物吗？如果有了一只宠物，获得了第二只宠物，第一只不是会强制销毁吗？叶青急忙问道。这尼玛，要是因为第二只宠物出现把莉莉娅销毁了，叶青不是得疯掉？就在系统赠予的宠物变成光芒飞向叶青的瞬间，叶青想要伸手阻挡，但是从叶青身体中竟然飞出一道红光，直接将那个绿光一把拽在手中。一个小女孩就这么出现在叶青面前，悬浮在空中，微笑着看着叶青。莉莉娅，莉莉娅，你封印解除了。叶青看到背包中宠物空间的红色封印和肥肥的一样不见了。莉莉娅不会说话，只是咿呀咿呀的比划了一番，然后看了眼手中的透明的如同冰块的一样的虚拟兽。这两只宠物怎么办啊？看着虚拟兽滴溜溜的大眼睛，就这么将一只小生物销毁，这也太残忍了吧。但是也不可能销毁莉莉娅。仿佛明白了叶青的想法一般，莉莉娅摸了摸虚拟兽，虚拟兽竟然非常亲近的跳到了莉莉娅怀中。叮，莉莉娅与虚拟兽缔结契约，虚拟兽成为莉莉娅契约兽，同时可供主人叶青驱使。第173章，虚拟兽小软。什么？缔结契约？这什么情况？叶青完全搞不懂了。也就是说，叶青可以同时获得两只宠物，并且因为是莉莉娅的契约兽的原因，每次召唤莉莉娅还可以把虚拟兽一起带出来一起战斗。叶青哈哈大笑，这简直是太棒了！将莉莉娅抱起到怀中，叶青摸了摸莉莉娅，莉莉娅非常享受的一般在叶青怀中伸了个懒腰。随后，莉莉娅将虚拟兽放到了叶青怀中，自己化作一道红光回到了宠物空间睡觉去了。莉莉娅这次没有封印，但是很明显很累。叶青不知道是不是缔结契约的缘故，不过莉莉娅如此也算是帮助叶青解决了一个问题。莉莉娅的神秘还需要未来一点点去揭开。此时，叶青手中的虚拟兽滴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叶青。名称：虚拟兽，品质：劣等，等级0，说明虚拟兽免疫一切物理攻击、魔法攻击、无物理攻击、无魔法攻击。技能：模拟。虚拟兽是曾经的超神兽后代的几百代的变异后代，拥有超级稀薄的超神兽血脉，因此拥有模拟一切的能力，能够依照主人的意志幻化成任何东西，并获得相关特性。这精良的宠物，这天和地也太大了吧！叶青翼只是最高的神赐莉莉娅，现在直接来了一只最低的劣等的宠物，简直就是在开玩笑一样。难道是为了平衡一下？虚拟兽仿佛感觉到叶青有点失望，竟然跳到叶青肩膀上，用滴溜溜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叶青。这么看我干嘛？我又不会摧毁你，放心吧，莉莉娅和你缔结了契约，你会死的。叶青戳了戳虚拟兽，虚拟兽就好像果冻一样，竟然还有弹性。叶青哈哈笑道，还挺软乎，这样吧，我就叫你小软吧。叮，宠物命名成功。叶青突然看着小软想到，嗨嗨，你可以模拟一切，是不是可以模拟出美女，还不穿衣服那种？叶青话刚说完，竟然突然感觉到整个空间都变成了红色警报。叮，射击开车，如有再犯，直接抹杀。系统冰冷的声音再次出现。我开玩笑别当真，我是社会主义好青年。叶青尴尬地说道。看了眼小软，叶青说道，小软变成皮卡丘待在我肩膀上吧。小软身体一阵蠕动，果然变成了一只皮卡丘，软萌软萌的趴在叶青肩膀上。小时候就喜欢看神奇宝贝，没想到在游戏中竟然能够梦想成真了。叶青玩心大起，对着前面一指，去吧。
皮卡丘，10万伏特。原本叶青也只是随便喊喊罢了，叶青只以为虚拟兽只能模仿外形罢了，没想到小阮竟然真的一蹬腿跳到了空中，发出了动画中一模一样的10万伏特，闪得叶青眼睛都快瞎了。我靠！小阮回来！小阮非常乖巧的重新飞回到叶青肩膀上。虽然这一招看着气势逼人，但是其实这个10万伏特只不过有形罢了，一点攻击力没有，就和介绍一样，小阮完全就是毫无攻击力的宠物。不过叶青转念一想，想到了一个能够使用小阮超级好用的办法。这一段插曲很快结束，肥肥的速度极快，原本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肥肥只用了几10分钟就跑完了。很快，叶青就到达了遗忘之城外围的那片雾气。叶青刚要说自己要下来解除这片雾气的时候，肥肥竟然哼哼了一声，随后带着叶青窜入雾气之中，只不过短短几秒钟时间就冲出了雾气，看到了遗忘之城。肥肥，你能够无视这一片雾气？肥肥哼哼了一声，就仿佛在说开玩笑，我是神兽啊。叶青肩膀上的小阮也嘤嘤了2声，仿佛再说他也行。叶青轻松地进入了遗忘之城，一进城，沈星竹他们就已经在等着了。嘿嘿，小阮变成霸王龙，把他们全都叼过来。叶青玩心大起，小阮听话的从叶青肩膀上跳下，嗷的一声，竟然猛然长大，变成了一只将近有10米长的霸王龙，一口就将沈星竹他们全都咬住叼了过来。不过小阮没有攻击力，咬住沈星竹他们也没有造成一丝伤害。有只猫惊叫着：“我去！霸王龙，救命啊！”叶青哈哈大笑，指挥小阮将众人小心的放了下来。虽然小阮没有攻击力，但是10米的高度，有只猫他们掉下来，估计也能摔成个残血，搞不好直接摔死都有可能。叶青，这是你的宠物？你的宠物不是莉莉亚吗？沈星竹问道。小阮，变回来吧。叶青先把小阮招了回来，然后将刚刚发生的都解释了一番。没想到你一下子拥有了2只宠物。小阮非常乖巧的变回原来半透明的模样，趴在叶青的肩膀上，好可爱啊！3个女孩子看到小阮都开心的在那里摸它戳它。老大，这个宠物什么属性？血光冲天问道。叶青嘿嘿一笑，保密，到时候龙之舞他们来攻城的时候就知道了。小阮简直就是突然出现的宝贝啊哈哈哈！聊了一会，叶青将精灵族全都从装置中放了出来。光明看着遗忘之城，惊叹遗忘之城的繁华。此时的遗忘之城虽然没有冒险者进入，但是遗忘之城的原住民比别的城市多很多，此时都在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欢迎精灵族的兄弟们！雷诺听说精灵族来了，立马带着闲着的一些族人就过来了。矮人族，光明惊讶道。曾经最好关系的2个种族，因为历史的长河都没有再相见，没想到通过叶青，2个种族的小辈再一次互相见到了对方。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真的能够再看到矮人族。我们这一辈的精灵族都只不过在书上和记录过去的卷轴上才知道你们矮人，我们矮人也是一样的，也没讲过你们精灵。哈哈，我叫光明，兄弟。光明对着雷诺伸出了手。雷诺哈哈大笑一声，我叫雷诺，兄弟，欢迎回家。家。一个个精灵族四下打量着这个让他们陌生但是感觉温暖和安全的城市。叶青走过去，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这里是中立势力，不论是光明还是黑暗都没有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这是只有我们自己控制的家园。第174章，魅拉。精灵族的众人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几百年来，精灵族都龟缩在卡洛斯宫殿附近，有一点风吹草动，整个种族不是躲起来就是严阵以待。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了无比的安心。一个城市，一个可以容纳他们的城市，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让我们安心的吗？好了，雷诺，你给他们安排下，熟悉下环境，还有这个万物包容里面有他们的生命之泉，你们考虑下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想办法将生命之泉融入到城市之中。叶青刚和沈星竹回到城主府，准备设置一下城内的相关事宜，沈星竹就收到了消息，然后黑着脸对叶青说道：“龙之舞他们准备明日就动手了。”叶青皱着眉道：“提前动手了？”沈星竹点了点头：“我收到消息，龙之舞他们按耐不住了，这2天他们杀了几只 BOSS， 升级非常快，所以可以提前发动进攻了。”叮！恭喜龙之舞创建工会，雄霸天下！龙之舞他们竟然搞到了工会令了，麻烦事，只不过整合他们自己的佣兵团罢了，早晚的事情。沈星竹看着叶青说道：“你有什么打算？被动防御必然不是最有效的。”叶青直接拉开遗忘之城城防的操作面板，既然已经拥有了精灵王的能力，叶青自然不可能浪费这个机会。叶青对遗忘之城内外都进行了一番布置，看得沈星竹眼睛都冒起了星光。叶青，你太牛了，这都能想到。看到叶青的操作，沈星竹真的是为龙之舞他们捏把汗。
防御搞定，接下来就是该考虑如何增加战斗力了。叮！恭喜叶青带领的团队完成精灵族的救赎任务。叮！新的种族精灵族入驻遗忘之城，城主叶青等级加2，遗忘之城城防力量增加 10%， 召唤之门增加3次使用次数，获得特殊装置傀儡门。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叶青拉着沈星竹来到了召唤之门前，这是召唤原住民的门。叶青点了点头。召唤。叮！使用召唤之门，次数减1。和之前召唤林水寒一样，光芒闪动，召唤之门如同从深渊中将人拽出来一般，慢慢出现了一个曼妙身姿的女子。叮！恭喜获得大魔导师魅拉的效忠。大魔导师，正好现在缺一个能够教授魔法的法师啊。名称：魅拉，称号：大魔导师，等级80。说明魅拉是一个深居简出、一心钻研魔法的大魔导师，她精通全系魔法，本身拥有3个准禁咒级别的魔法技能，但是相比起战斗，她更喜欢教授魔法知识。注：魅拉能够培养原住民学习魔法，成为魔法师。开门红，缺啥来啥。城主大人。魅拉一出现就半跪着对着叶青行礼。叶青将魅拉扶起，别这么客气，你能够训练出魔法师是吗？魅拉点了点头，是的，我能够帮助有魔法天赋的原住民学习魔法。那冒险者可以训练吗？不行。魅拉看到叶青失望的表情，笑着说道，但是按照规定，我可以收钱给冒险者发布任务，如果完成有概率会学习到我的技能，包括你的准禁咒技能。自然是可以，只不过准禁咒技能的任务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如果有冒险者能够完成，我自然是很乐意传授的。叶青点了点头，那之后就辛苦你了，去城内看看有没有魔法天赋的居民，无论是精灵族还是矮人族或者人族，只要城内之人有天赋都可以培养。城主放心，魅拉必定全身心对待。魅拉离开后，叶青再次开启了召唤之门。叮！恭喜获得小士兵的效忠。小士兵，名称：小士兵，等级30。说明一个小小的士兵。原本叶青一直以为召唤之门召唤出来的都是很牛很厉害的大神原住民，没想到还是概率召唤的玩意，这次召唤出了一个低等级的小兵。叶青让小兵直接去找青年将军报道了，还有最后一次召唤机会。沈星竹看着叶青疲惫的样子说道，召唤结束下线去睡会吧，你休息太少了，总这样长时间在线身体会吃不消的。对啊，一直在任务，你们也没有下线过。沈星竹笑着说道，我们都是游戏仓，有营养液供给的。富婆呀，要不我送你一个？叶青摇了摇头，我需要自己会买的。也对，你现在可是一个城主哦，不过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兑换金币过了？现在的金币比例已经是1:2了，一个信用点只能换2个金币了哦。什么？叶青调出兑换银行一看，果然如此。怎么会这样？这个游戏的货币兑换体系怎么和以往的游戏不同？以往的游戏因为金币产出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金币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刚开始一个信用点换10个金币，可能几个月后就是一个信用点换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金币了。叶青问道。沈星竹回道，那是以前的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完全不同，我之前找人计算过，按照这个游戏的发展方式，再有几天就能够实现1:1的货币兑换了，这也是资本即将进入的原因。神域已经是第2世界了，许多人已经准备对神域进行深度开发，在这个游戏中能够产生的商业价值完全无法估量，现实中能够产生商业价值的东西基本都已经定性了，想要再有多的变化不太可能了。但是这个游戏中可不一样，一切都才刚开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变数，并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有游戏主脑监管，而这个游戏主脑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控制，同时这个游戏的货币却会按照比例每年给各个区域分红，这就让整个世界的所有区域都和这个游戏产生了利益关系。叶青皱着眉头道，这游戏的背后操控者或者说制造者都不知道，难道各区域会如此轻易就相信主脑或者说这个背后的团队？沈星竹耸了耸肩，上头大佬的想法谁又能知道呢？各个区域自然可以不加入这个利益联盟，但是这块蛋糕这个区域肯定也是吃不到的，有天网在，所有的人都觉得不会出事，所以各个区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第175章扎克。叶青想到之前自己使用了几次天网都没有找到这个神域的服务器所在，这更加让这个神域变得神秘。不过已经入了这个局，想要离开自然需要能力，能力则需要叶青慢慢提升了，至于别的只能顺其自然。等会召唤结束，叶青就准备收拢一点资金，换点现实中的信用点再说。不管如何，现实中的肉一体还有家人更重要。名称：扎克，种族：隐魔，等级90。说明隐魔一族是黑暗制度的分支，1000年前就已经灭绝，其种族特性就是隐匿，
曾经是大陆最顶尖的刺客种族，拥有绝对强悍的隐匿技术，并且无论受多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够通过时间自主愈合。注：隐魔一族拥有培养顶尖刺客的能力。召唤之门在扎克走出后就关闭了。扎克半透明的身体让叶青眼前一亮，这个扎克很明显是一个强大的原著。扎克的样子就好像以前看的西幻动漫中的恶魔一样，但是相比起地狱男爵那种恶魔，他还要瘦弱一点，身形明显非常灵活。城主大人，扎克走到叶青身边，半跪着行礼。叶青将扎克扶了起来，你是顶尖刺客，城主谬赞了，只不过有隐匿天赋的加持罢了。叶青说道，隐匿一下，让我感受一下。是。扎克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骤然从叶青眼前消失。叶青后退了一步，果然扎克的隐身能力极好。叶青的隐身能力本身技能就很强，加上装备什么的加持，让隐身能力更进一步。但是仇恨范围也有3至4码的样子，而这颗的隐身能力几乎和叶青差不多，甚至还有可能更强一点。一般的前隐仇恨距离差不多10码左右，而前行是6码。叶青的隐身刚刚获得的时候就是4至5码的样子。扎克接触隐身出现，扎克，你有没有刺客技能可以传授？叶青问道。扎克拱了拱手说道，如果是城主大人需要，扎克自然是可以直接教授，但是城主大人的境界目前只能免费学习一项技能。一项也不错呀，可以让我看看有什么技能吗？扎克一甩手，叶青就看到眼前的一排技能列表。这是准禁咒，刺客的准禁咒。叶青看到扎克竟然会2招准禁咒，紫色的准禁咒太明显了。我总共会2招单体绝杀准禁咒技能，但是城主大人目前的等级是无法学习的。扎克说道。这点叶青倒是也没指望能够学习，准禁咒本来就非常难获取，哪有这么轻松就让自己学到的道理。叶青看着扎克的一大堆技能，犯了难了。这么多技能选哪个呢？格斗的技能先不看吧，主要还是以暗杀天赋的技能为主。沈星竹看到叶青犹豫不决，说道，其实本身的技能你现在有的数量也还算可观了，加上有装备技能的补充，你现在还不如学习强悍的被动技能来的划算，不用过多操作就能在现有技能基础上更进一步，日后获得别的技能也有足够的学习蓝可以学习。另外，蓝量虽然你现在很多，但是以后强力技能魔法值消耗非常大，主动技能多了，使用起来限制也是颇多。叶青点了点头，虽然自己能够有往生之环增加精神和智慧属性，能够增加魔法值上限，但是随便一个技能使用后期很可能都是直接清空魔法值这样的，所以选择被动技能的确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叶青查看了一番被动技能，果断选择了一个。名称：技能刺客轨道，被动，限定暗杀，限制为1，效果：每一次技能和普通攻击有一定概率触发眩晕效果，如果在敌人背后攻击有一定概率触发双倍暴击效果，在敌人眼部攻击有一定概率触发致盲效果，在敌人腿部攻击有一定概率触发致残效果。这个技能绝对是刺客的顶尖技能，随便的攻击都有可能触发控制效果，配上叶青的满幸运，绝对是杀人神技。就这个技能吧。扎克伸手在叶青面前一扶，一束黑光直接射入叶青脑海。叮！已学习被动技能刺客轨道。城主，技能传授完毕了。叶青点了点头。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告退了。扎克说道。等等，扎克，还有点事。我问你，1日的时间，你能培养出几个刺客？扎克微微计算了一下，如果有一点天赋的话，1日时间能够培养出10名基础的刺客。10名差不多也够了。可以，今日辛苦你一点，全力培养，不需要多，只需要5名即可。然后在今日深夜到遗忘之城外 XXXXX 做标点，埋伏等待我的信号。城主，信号是什么？叶青从背包中拿出了一根小烟火。就这个吧。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沈星竹问道。叶青挠了挠头，刷怪的时候爆的，想着可以和你一起放烟花，就捡了，存了差不多70多根，等这次事情结束和你一起放烟花。好。沈星竹挽着叶青幸福地说道。扎克离开后，沈星竹看着叶青疲惫的样子说，下线吧，该吃饭睡觉了。叶青点了点头，好，要不要现实中见一起吃饭？沈星竹脸一红，好，那我先叫喵喵他们一起下线吃饭。等等，叫他们干嘛啊？我叫他们去吃食堂，我和你出去吃。沈星竹哈哈大笑，他又不傻，怎么会不明白叶青的意思？这还差不多，来亲一个。程主府此时四下无人，叶青凑过去说道，不给你亲，下线了。沈星竹跳开叶青身边，哎呦，亲一下嘛。不给不给，等会线下给你亲。叶青哈哈一笑，说好了呀，话说我们竟然能够在同一座城市，真的太有缘了。有缘千里一线牵吗？好啦，下线。沈星竹和叶青各自给几个兄弟发了信息，都各自下线了。
叶青从床上坐起，伸了个懒腰，长时间不动，让他都有点腰酸背疼了。等等，忘记将游戏币提现了。叶青重新躺回了床上，戴上了头盔，重新回到游戏。叶青直接开启了回家技能，回到了杂货铺。杂货铺的生意相当的火一爆，要不是叶青直接传送回到2楼，估计门都挤不进。第176章落寞。解忧杂货铺东西繁多，并且价格比系统的拍卖行便宜，加上有会员卡这个机制，让很多玩家非常乐意来这里购物。当然，杂货铺生意好，相应的系统还是会收走一部分的税，这也是维持金币价格的一个重要控制点。系统会自动维持金币的流通，让金币的价格和现实货币的兑换低于1比1，基本上会让金币的比例位置在这1比1以上一点点。叶青将杂货铺可取用资金全部取出，然后到摘星楼将可取用资金也一并取出。叶红管账的确厉害，2个建筑所有的资金流水清清楚楚，并且叶青可以取用的金币和店铺需要流动使用的金币，还有伙计等人的工资全都明确的分开，叶青一目了然。叶青出了门，将杂货铺和摘星楼全都升级了一番，将杂货铺升级到了5级。杂货铺已经是满级了，摘星楼虽然也是5级，但是还可以再升级。摘星楼原本就是2块地皮连接到一起的，现在的摘星楼已经发展成了原住民的聚集地了，许多的玩家都会时不时来这个酒楼吃喝。之前有玩家就是在这里吃饭，碰到一个原住民，发布了一个隐藏任务，最后获得了一把史诗级别的武器。之后消息传出，有许多的玩家都开始时不时的过来吃个饭喝个酒，慢慢的任务也多了，人就更多了，摘星楼的名气也就一传十，十传百。主人，你要走了吗？叶红看着叶青问道。叶青摸了摸叶红的脑袋说道，我要去休息了，这里辛苦你了。叶红摇了摇头，不辛苦，只是主人不在，很想念主人。叶青看着叶红，竟然有一种叶红就是自己的妹妹家人一样的感觉。乖，过段时间遗忘之城开放了，我把你们都调过来。叶红心里开心不已，不过听到遗忘之城，叶红疑惑地问道，遗忘之城是哪里？哦，对了，这个你们还不知道，遗忘之城是我建设的一个城市，以后会是我们的大本营。城市？那我是不是有机会管理一个城市的贸易？对啊，城市贸易交给你，肯定能够赚更多钱啊。之前叶青还没想到这一茬。叶青和叶红同时眼睛一亮，叶红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能够有一座城市让他赚钱，这简直就是最美妙的事情。再等待几天吧，遗忘之城一开放，我就带你们回遗忘之城。叶红点了点头，好的，主人，这段时间我会努力培养出一批商业人才，到时候一同带回去。至于这里，我会留下一些不错的管理人员和足够的人手的。知道自己可以管理一座城市的贸易，杂货铺这样的小地方，叶红可满足不了了。对于叶红的安排，叶青甚是满意。好了，我先走了，过2天来接你们。你通知叶黄、叶二狗子他们，让他们也准备，让他们也培养一批可以接班的人。叶青说道。叶红点了点头，主人放心，他们早就已经在这么做了，都已经收徒了。他们知道主人要带他们去遗忘之城，肯定会很开心的。告别了叶红，叶青再次回到了遗忘之城，查看了一下城内现在可动用的资金，叶青直接自己拿了一半。系统开启兑换系统，帮我金币换成信用点。叮，当前兑换比例1比 1.4， 是否兑换？兑换，再不对都要1比1了。这一段时间，叶青都没有支取过店铺和遗忘之城的金币，倒是存了许多。叶青留下了一些金币在背包用作急用，兑换了44万8千枚金币。叮，您的账户收入32万信用点，请注意查收。一下子收入了32万，叶青倒是有一丝恍惚。之前自己虽然也不是很差钱，但是身边基本没有什么存款，现在依靠神域，竟然开始在累积财富了。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叶青下了线，先给自己手机充了1000块钱话费，随后将网费、电费、水费、生活所需的费用直接都充了一些钱。叶青洗漱完毕，将自己最新最干净的衣服换上，刮干净胡子，大摇大摆出门了。叶青和沈星竹约好，就在红玫瑰情侣茶餐厅见面。出门等了10几分钟，竟然愣是没见到有车经过，手机软件打车也无人接单。我去，什么情况？叶青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先弄辆车，真不行电瓶车也行啊。就在叶青等车的时候，一辆 mini 停在叶青面前。刘姐姐，怎么？小伙子在等车？对。去哪啊？我带你，我们这附近比较偏，车不多哦。柳如霜笑着说道。叶青挠了挠头，去红玫瑰茶餐厅。柳如霜一愣，你去情侣餐厅？有约。柳如霜脸瞬间有了一丝变化。刘姐姐，你要是忙就去忙吧，我等一会就行了。柳如霜深吸一口气说道。没事，我很空，上车，我带你去。说实话，叶青是真不想上这个车，但是附近的确是没有车，
无奈只能叹了口气坐上了车。叶青坐上车，感觉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也不知道说啥。柳如霜冷冷地说了一句：“安全带。”哦，车子稳稳地发动了。怎么，和沈星竹去吃饭吗？柳如霜问道。叶青点了点头，随后整个车里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诡异氛围。叶青也不知道说什么打破这个局面，柳如霜则是面无表情地开着车。红玫瑰茶餐厅位置离叶青他们住的地方并不远，加上柳如霜车技相当不错，又快又稳，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凑巧的是，刚停好车，下车，沈星竹正好也停下车下车，三个人同时看到了对方。柳姐姐也来了呀！沈星竹非常自然地和柳如霜打招呼，叶青则是在边上一句话不说，冷汗直冒。我就是司机，顺路罢了。柳如霜微笑回答。沈星竹笑着说道：“要不一起吃点？”柳如霜摆了摆手：“算了吧，你们小两口吃饭，我可没那么不识趣。”虽然柳如霜是笑着说的，但是柳如霜语气中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失落。叶青走上前说了句：“柳姐姐，谢谢。”叶青的谢谢不知道是谢的什么，但是柳如霜自然是能够明白的，点了点头，转身就上车走了。第177章，狗粮撒起来。看着柳如霜离开，沈星竹拉着叶青的手说道：“伤他心了？不伤他心，伤的就是你的心了。长痛不如短痛。”沈星竹笑着说道：“现在小说动漫可都流行后宫，一夫多妻，搞个小三小四小妾啥的，你没想法吗？”叶青笑着刮了刮沈星竹的鼻子，将他搂在怀中亲了一口额头。“那是别人，我只要一人足矣。”嘿嘿，看起来我的眼光相当不错呀。沈星竹幸福地抱着叶青的手臂说道：“等会吃完饭带我去买个游戏舱吧，我都不知道在哪卖。”两个人来到餐厅，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人工湖，两个人都感觉此刻是最幸福的时间。话说这次出来，你的发型和上次不一样了吗？发现了吗？嘿嘿，这不是谈恋爱了吗？自然要换个造型了。真不错。你喜欢我哪个外形呢？是之前那个还是现在这个？沈星竹问道。叶青想了想，邪笑着说道：“可以选择不穿衣服的造型吗？回家了可以啊。”沈星竹对着叶青抛了一个媚眼。可嗨嗨，每次调一系你都会被你反掉一系，我这叫自我保护，如果是别的男的早就被我打死了。菜还没上，叶青就问道：“话说你家里情况如何了？”沈星竹喝了一口果茶说道：“我已经安排了一番了，估计再有个半个月就能出效果了。以前觉得这种事情有父亲还有哥哥处理就好了，没想到家里这个哥哥想法这么多，那也就不能怪我了。”沈星竹这么说的时候，竟敢有一股气场，让叶青都为之动容。女孩子要温柔点哦，到时候打断五只丢出去就是了。那不行，我还准备让他先掌管公司一段时间呢。沈星竹说道。杀人诛心，让他得到希望，然后再一波摧毁，彻底跌入谷底。没错，聪明哦。叶青担忧道：“有把握吗？掌管了公司，如果出了意外，可不好挽回啊。”沈星竹说道：“90%的把握吧。其实公司里面的很多元老都是看着我长大的老人，父亲以前对他们都非常好，所以他们都非常忠心，这些人我都关系很好。至于那个捡来的小时候就出了国，基本很少和公司里面的人打交道，更别说有什么感情了。公司里面高层至少有60%是支持我的，还有30%都是中立。中立的人只要利益足够，自然明白跟谁。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就是那个捡来的自己安插的人。安插的人掌管的事务如何？”叶青问道。一部分是重要事务，但是我已经让我的人暗中去更改权限了，由我授权，要夺权还是很简单的，这都好解决。那你之前还那么愁眉苦脸的干嘛？叶青问道。沈星竹说：“本来家族好好的，这个捡来的虽然不是亲生血脉，但是也从小跟着他长大的，虽然性格后来变了许多，但是小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现在一下子变成这样，想要夺权，并且还想把我和我父亲彻底灭掉，换作是谁都不好受吧？那我之前工会令不是卖亏了吗？搞了半天你还是能掌控家里的呀。”沈星竹笑着看着叶青，一句话不说，就这么微笑着看着。叶青转念一想，一个工会令换个女朋友，这个其实还挺值啊，哈哈。我也赚喽。沈星竹说道。叶青挠了挠头，咱们就这么一直撒狗粮，是不是不太好啊？现在讲究甜宠，难道咱们不应该甜一点？你对我宠一点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亲一个？沈星竹看着叶青故意的笑，直接微微一笑，行啊，那就亲吧。说完，沈星竹就非常霸气的直接起身，将坐在对面的叶青衣领一拽，直接一把拉起，脖子一仰，两个人就在餐厅许多人的目光下吻在了一起。哦吼，现在的年轻人啊，好甜啊！餐厅中的其他人都发出了羡慕的感叹。同一时间，在游戏中，杰哥，所有战斗人员已经整合完毕了，我们的人有差不多300多人，再加上零零碎碎跟着我们想蹭好处的玩家，差不多有500多人，可以直接冲击遗忘之城了。
龙之武对花花蝴蝶说道。花花蝴蝶喝了一口酒，半躺在椅子上，颇有一种古代肥胖过度已经无法行动的昏君的感觉，说道：遗忘之城竟然莫名其妙封城，同时还会引来这么多的怪物，必然是不简单。如果能够拿下这么一座城，必然对我们大有利，与其等原住民那些数据起抢夺这个城市，还不如我们直接接手。龙文看着花花蝴蝶说道：可是城内情况不明，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个玩家竟然就是之前上过等级榜的玩家，此时也被招募到了龙之武的队伍。龙之武打断道：不会的，有了那3张卷轴，一个城池罢了，何况之前一曲长歌进去过，里面都是怪物横行，只要灭杀怪物就可以了。刘总，那么我们协助你们攻城，我们的佣兵什么时候给呢？之前一戏耍叶红的那个流氓小团队的老大，你看我多帅啊，也被招募了过来问道。还有我们的小鹌鹑也跳出来说道。花花蝴蝶厌恶地看了眼这些人，放心，定金散会之后就打给你们，另外的等到攻占城池之后就会到账。大鹌鹑笑着问道：那攻占城池之后怎么分配呢？花花蝴蝶冷笑一声：你们还想着又拿钱又拿资源，要不要我把遗忘之城整个城送你？大鹌鹑笑着说道：刘总，话不是这么说的，现在定的钱只不过是猜测的罢了，如果打下了遗忘之城，能够获得的资源完全超过了我们用金太多，手下的兄弟也不肯啊。那按照你的意思，你们拿的佣兵多于获取的资源，那这个资源的窟窿你来填上。花花蝴蝶反问道。一句话，大鹌鹑就闭上了嘴，不再说话了。都是成年人了，难道还不知道基本的道理？要么拿钱办事，要么直接滚。刘总，何必生气呢？我们家的不太会说话，比较直，您别计较啊。小鹌鹑立马想出来打圆场。第178章准备。但是花花蝴蝶看了眼小鹌鹑，恶心道：谁让你进来的，不男不女的，出去。这一下可是惹到了大鹌鹑。花花蝴蝶，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你说话放尊重点。花花蝴蝶直接狠狠地踹了一脚大鹌鹑。你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龙之武推荐，你有资格和我说话？合作？你有什么资格？你只不过是个佣兵，老子花钱雇佣你，你帮我办事，就这么简单。老子是雇主，一切我说了算。你……大鹌鹑气归气，但是拿人手软，没有办法，只能不吭声。龙文看着气氛有点僵，说道：好了好了，各位都消消气，不管如何目标一致，别的都好说，以后遗忘之城如果能够成为玩家的城镇也是极好的，希望以后刘总能给我们一点优惠福利，特权啥的就很不错了。听到龙文一口一个刘总，态度也好，花花蝴蝶才不再生气，夸赞这龙文识时务，会说话。龙文之前冲到过排行榜，算是技术还不错的玩家，之后自己组建了佣兵团，接各种任务，也算过得还不错。这一次被龙之武找到，知道了花花蝴蝶的经济实力，自然要好好表现，希望能够和龙之武一样获得花花蝴蝶的投资。龙之武这边基本已经确定了进攻遗忘之城的时间和方案等等，而叶青这边则和沈星竹两人茶宝饭组手牵手来到了神域游戏仓贩卖中心。游戏头盔适合普通的玩家，像你这样的长时间在线玩家可以说是专职玩家，游戏仓还是需要的。沈星竹说道。叶青挠了挠头，我也知道啊，这不是之前没钱吗？叶青心想，当时要是买游戏仓，这第一个进入游戏的特权肯定是抢不到的。有钱好办事，一个游戏仓将近5万的价格，如果是之前，叶青必然是不会买的，但是现在叶青还价都不还，直接就买了。倒是沈星竹看到叶青还价都不还，直接拉住了叶青，自己和他们销售聊了许久，最终以4万3的价格买下了最新款的游戏仓。都这么有钱了，还还价干嘛？出了神域游戏仓销售区，叶青问道。沈星竹抱着叶青手臂说道：有钱不代表应该乱花，该省还是得省一点的，以后咱们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呢。叶青笑着刮了一下沈星竹的鼻子，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觉悟，绝对是男孩子最幸福的事情。沈星竹将叶青送回了家，随后自己再开车回家，知道沈星竹安全到家后，叶青才定好时间躺下睡觉。休息过，神清气爽，叶青直接戴上游戏头盔进入游戏。游戏仓还需要等2天才会来安装。一进入游戏，血光冲天就找到了叶青。老大，你召唤的那2个原住民太牛叉了。怎么了？才1天时间啊，我们就有10多个魔法师了，而且等级蹭的往上涨，都已经涨到75级了。那个刺客就不说了，带着几个原住民出去之后就不见了。等级升得这么快，要知道这边的许多原住民居民按照等级的话，基本都是10几级的样子，小孩子可能只有5、6级。对啊，原住民升级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听他们说就是提升境界。那个青岩将军已经100级了。100级？正好，这个时候青岩将军走了过来。城主大人，青岩，你都100级了？叶青问道。
青岩将军哈哈笑道：“托城主大人的福，最近略有感悟，竟然接连突破了。那你现在应该很强了吧？”青岩将军说道：“强大不敢说，但是城防肯定是没问题了。”叶青点了点头：“有你这句话，我就更加放心了。城主大人，我过来就是跟你汇报一下最近的情况。矮人族现在已经彻底将遗忘之城的城防升级过了，遗忘之城现在的防御力堪称完美，抵挡各种魔法或者是物理攻击都很轻松。临水寒大师则是配合矮人族添加了许多的阵法，城防现在完全不成问题。另外，矮人族建设了20座箭塔，在城墙内部正好可以保证城内箭塔看出去看得见，城外看进来看不见的位置，想要从城外攻击箭塔根本就不可能。精灵族的所有人，就算是老幼精灵，也都是超高水准的弓箭手，并且他们基本都是魔法和弓箭双向精通，能够配合使用，产生强大的威力。叶青听了止不住的点头，有了精灵族和矮人族的配合，遗忘之城现在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另外，嘶吼在嘶吼，他购买了大量的特殊装置，增加了城防的力量，还有攻击的能力。叶青将遗忘之城的一些控制权和建筑设置权都给了自己的人，所以嘶吼在嘶吼，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去清风城拍卖行逛逛，看到好的特殊装置就买回了。叶青突然想到遗忘之城的一面是靠海的，就问道：“靠海的那一面有没有建设防御？”青岩将军点了点头，雷诺他们都考虑到了靠海的面一样建设了，他们觉得遗忘之城的防御就应该按照整体来考虑，而不是一个面一个面地考虑，有一个薄弱的面，另外的面有和没有其实都一样，所以全都联合到整体一起建设。干得不错。血光冲天拿出了许多的卷轴说道：“老大，这些是市面上能买到的群攻卷轴，卷轴这玩意消耗品，所以价格都很高。”叶青看了下，群攻卷轴原本数量就不多，很多工会都会为了应对群战情况，所以都有存活，市面上流通的卷轴就少了许多，不过这点卷轴应该也是够用了。就在叶青和青岩将军他们商谈这城内怎么准备的时候，偷天换日发来了私聊：“哥，他们全部都出动了，向着遗忘之城来了。扎克他们都准备好了吗？”叶青问道。好了，他们早就埋伏起来了。扎克培养的那几个刺客，隐身能力都比我还强，我在他们附近都发现不了。偷天换日感叹道。对了，他们出动了大概多少人？叶青问道。偷天换日发来信息说，我早上就跟着他们了，他们大概出动了500多人。原本他们自己的人计划是500多人，结果有一部分玩家各种事情没有上线，就少了近100人。但是有散人玩家看到这么多人的活动，也都加入队伍，准备来看看能不能拿点好处了，就凑到了500多人。第179章开始。我听到他们准备了很多召唤卷轴，说是准备用数量来进攻。叶青嘿嘿一笑，数量啊，看起来这些群攻卷轴都可以用起来了。沈星竹也发来了信息，叶青，真的不需要我们工会的人过来吗？叶青提前就拒绝了沈星竹带人过来的想法。墨竹工会暂时先别和遗忘之城有明面上的关系比较好，这样一来，墨竹工会就会成为遗忘之城的一个暗线，相比起现在守城，这个暗线的布置可更加重要。沈星竹知道叶青决定的事情肯定是有了十足的把握了，也就不再多说。老大，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嘶吼在嘶吼，看所有人都有安排，就问道。你呀，不需要干嘛，咱们就准备看戏就好了。原本我还担心遗忘之城不一定来得及做好这么多准备，没想到精灵族和矮人族这么给力。而且如果没猜错，花花蝴蝶他们的工程方式就是花了大价钱卖了一堆的召唤卷轴、攻击卷轴，然后冲破遗忘之城的一个口子，冲入到城内，杀光里面的怪物，直捣城主府，快速掌控城内。叶青看着遗忘之城外面那一圈淡蓝色近乎透明的能量护罩说道，估计这个能量护罩他们都很难突破，我们只不过有点担心。叶青摆了摆手，放心吧，我现在都在怀疑花花蝴蝶那帮二货可能连遗忘之城都到不了。血光冲天问道，老大，你又做了啥？叶青嘿嘿一笑，剧透就不好玩了，等着吧。对了，星河他们呢？叶青问血光冲天道。说到星河他们，血光冲天就吐槽道，他们三兄妹简直就是变态，等级提升就和飞一样，现在3个人已经都50多级了，才几天时间啊。他们人呢？叶青发现城里没看到他们，3个人也都不在线。星河星光好像是下线去休息了，这几天都在熬夜。至于星云去看偷天的姐姐了。哦，对了，星河说你上线了，和你说一下，星云那边已经查出了偷天姐姐的病了，准备谈论下开始着手治疗了。星河没说治疗费多少。叶青问道。星河说，你问起来就让你直接找他。行吧。龙之舞这边就这个准备攻击遗忘之城的消息已经在贴吧、论坛、各大视频网站都准备了直播或者发帖提前预告，将攻击遗忘之城这件事上升到一个为了玩家争取一个新主城的高度，将自己放置成了正义之师。许多不明真相的玩家还都相信了这些说辞，给雄霸天下加油打气。杰哥，你真的太聪明了，如此一来，
只要攻占了遗忘之城，就算城内没什么能够让我们获利的东西，也足够让我们赚足名声了。龙之武拍着马屁说道。花花蝴蝶非常喜欢人拍马屁，笑着说道：本来就没想一个破城市能有什么东西，我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成名的机会。雄霸天下花时间去争夺那些小资源，还不如直接去切一块大肉。看了眼龙之武，花花蝴蝶问道：双洞那边如何了？龙之武说道：双洞的人原本就不多，现在基本都已经被我收买了，现在的双洞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做得不错，我要让柳如霜那个贱艺人彻底失去一切，等到他跪下求我的时候，就是让他成为我的狗的时候。哈哈，花花蝴蝶变态地想象着柳如霜求他时候的样子，肆意地狂笑着。对了，还有叶青那条狗呢？如何了？一提起叶青，花花蝴蝶就忍不住怒从心生。叶青完全就成了花花蝴蝶还有龙之武他们的梦魇。龙之武摇了摇头，叶青不清楚，派去跟踪的人根本跟不住，他的那只坐骑的移动速度就和火箭一样，根本没有玩家能够跟上。废物，这多人派出去都跟不上一个。龙之武叹了口气，叶青的实力完全没有个底。一曲东风看龙之武每次都因为叶青被骂，说道：刘总，你就别骂龙之武了，他对叶青的仇恨度也不低，我们的人一直都想骚扰他，但是这货就跟幽灵一样神出鬼没，而且因为是中立势力，他基本很少出现在清风城。龙文在一边也点头说道：叶青这个人现实中很容易就调查到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家里人也都是普通人，以前玩游戏也都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玩家，现在突然间如此强，很大概率还是运气比较好罢了。调查出来没有一点跟他有关系的不对的地方吗？花花蝴蝶问道。龙文摇了摇头，没有，他的所有信息显示他就是个普通人。哼，一个普通的吊丝竟然也会屡次和我作对，坏我好事。妈的，也不知道这个天网是哪个王八蛋研发出来的，竟然可以无孔不入地侦测到所有人，不然等我们攻下遗忘之城再好好想办法对付这条狗。龙文说道：刘总以后肯定会上线驱战，叶青作为我们红区的一大战斗力，是不是？龙之武恼怒道：龙文，你是不是傻？我们红区这么大，难道缺一个叶青？少了叶青，难道不会有别的高战了吗？他一个叶青，难道能主导红区一路杀光别的区吗？既然龙之武都这么说了，龙文自然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龙文其实一直觉得花花蝴蝶他们如此针对叶青，还不如和叶青讲和更加来得完美。叶青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依靠自己达到如此成就，这如果只是运气，那这运气也太好了。但是如果不只是运气，那叶青这个人就不是一点两点的可怕了。这样的人何必与之为敌呢？此时雄霸天下的大军已经达到了遗忘平原，叶青坐在城墙之上，笑着说道：好戏开场了，兄弟们，前面就是遗忘之城，我们只要能够将这座城打下，我们就能成为第一个拥有主城的公会了，我们红区就会拥有另一个主城，我们要在神域的游戏史册上留下重重的一笔。龙之武背后的500名玩家一个个吼叫着，兴奋不已。许多玩家都在庆幸自己能够跟着雄霸天下这样的大公会参加如此庞大的战斗，一个个都兴致勃勃。第180章搞事情。多少人玩游戏就是为了能够在游戏中畅快征程，为的就是在游戏中实现现实中无法完成的征战梦。为了我们的荣誉，冲锋！龙之武长剑一抖，高喊一声：冲啊！杀！一个个玩家全都疯狂地冲向遗忘之城，500多的玩家集体冲锋，遗忘平原刮起了一道沙尘风暴，场面不可谓不壮观啊！哥哥，他们开始冲击平原上的亡灵了。偷天换日一直在远处关注这一切，随时给叶青发来信息。你带着影魔他们开始偷吧。好的。哦对了，提醒影魔包括你自己，只要偷窃失败，立马隐身窜入人群中，随后脱离。知道了。挂断了和偷天换日的私聊，叶青又联系上了光能勇士。光能在队伍里面了吗？光能勇士回来了消息。已经在了，我现在可是跟着花花蝴蝶混的男人了，委屈你了。哈哈，这点委屈不算啥，何况还有好处拿。光能勇士说道。想了下，叶青还是问道：刘姐姐呢？她好像下线了，知道自己创的佣兵团的人基本都被收买了，还是比较受打击的。她对佣兵团的人都还不错的。光能勇士说道。叶青叹了口气，现实就是如此，何况是游戏中，很多人看到钱别说背叛，就是反咬一口都会毫不犹豫，何况花花蝴蝶给出的好处太大了。对啊，说实话，要不是我和双双现实就是朋友，估计我都要忍不住了。光能勇士说道。哦，对了，叶青，你真的和沈星竹在一起了吗？双双还有小可爱都对你。长痛不如短痛，与其拖着，不如直截了当，难受只是暂时的。叶青说道。光能勇士点了点头。你看得到也洒脱，幸好你不是海王，不然我还真不会帮你。哈哈，海王我还真看不起。行了，等会就要轮到你发挥了。
搞事情我最在行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光能勇士打包票道：“提前吧，山贼面巾戴上吧，省得被发现。” OK。挂断语音，叶青看着远方渐渐接近的尘土，淡淡的笑了笑。龙之武这边500人的大军简直是势不可挡，一望平原上的怪物连攻击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狂轰乱炸直接秒杀。500人的大军冲击怪物，原本可以击杀单个玩家的怪物，一下子都成了垃圾，就和破布一般随意撕碎。在龙之武的提醒下，许多玩家都提前打开了摄影录制功能。这种100人成团冲锋的盛况，或许有的人玩一辈子游戏都碰不到一次。雄霸天下带头，带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佣兵团，一路上出现的怪物全部秒杀，很快就冲过了一大半的一望平原，终于是来到了浓雾笼罩的地段。浓雾位置之前就已经有人探测过，这片浓雾之中有怪物横行，非常容易就出现死亡，所以来之前龙之武他们就做出了准备。所有人全都把绳子拿出来，互相连起来，不要在大雾中走散了。一曲长歌喊道。小鹌鹑好奇地问道：“这片浓雾中怎么辨别方向？”龙之武说道：“跟着走就行了，可以的话把宠物放出来，有的宠物有自动导航的功能，之前我们也是偶然才发现的。有部分品质不错的宠物有在迷雾中寻路的功能，但是品质低的宠物就不行了，这或许跟宠物的智商有关系。”雄霸天下的大部队就这么走进了迷雾之中。哥哥，那我们也跟进去了。偷天换日给叶青发来信息道：“好的，小心点，记得提前把特殊装备带上。”原本叶青计划中没有这一环，但是没想到嘶吼在嘶吼买特殊装置的时候看到了几个迷雾护目，专门用来破除迷雾的。戴上护目之后，能够清晰地看到雾气之中的环境。这种特殊装备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带身上还得占掉一个背包格子，所以卖得很便宜。拍卖行当时有6个这个特殊装备，嘶吼在嘶吼询问过叶青后，直接全部买了。当拿到这个装备的时候，叶青就想到了现在的用处。原本还想给扎克他们带上，但是扎克说自己是影魔，本身就勘破迷雾的能力，根本用不着。至于那几个他训练出来的刺客，正好一人一个带上这个特殊装备了。特殊装备就算是原住民，只要玩家授权一样可以使用。嘿嘿，这次可以偷个爽了。偷天换日笑着说道。偷天换日带着影魔扎克他们全部进入到了迷雾之中，原本迷雾就看不清身边的人，能见度极低，再加上偷天换日，他们全都是隐身的，更加无法被发现。一个个都开始疯狂使用偷盗技能，有了迷雾的协助，偷盗成功率大大提升。没多久，就有玩家发现自己东西不见了。我擦，我的法杖呢？我特么，我的任务卷轴不见了。我的帽子呢？我去，戴着的帽子都会被偷。我的钱啊，几千金币空了，要认命了呀！一个个玩家在迷雾中哀嚎着，然后有几个被偷了值钱东西的玩家焦急地开始四处乱窜。原本玩家之前都是绳子连着的，有人一乱跑，不知道的一下子就被绳子拉得换了方向，一转圈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一时间迷雾中竟然开始混乱了起来。小妹，好东西多吗？叶青问道。东西是挺多的，不过跟着哥哥时间久了，一般的装备都看不上了，看起来都和垃圾差不多。雷诺大叔给我的便携式分解机的确是方便啊，直接将这些装备分解了，还不占背包，嘿嘿。虽然分解出来材料比较少，但是也比丢了强。好了，玩一会就可以撤了。叶青提醒道。知道了。偷天换日他们总共偷到了不到10分钟就撤退了，一点都没有停留。不过就这10分钟，已经让雄霸天下的队伍中乱作一团了。光能勇士看情况差不多，直接大声喊道：“妈的，我的东西被偷了！谁趁大雾在偷东西？大家小心啊！”有了光能勇士大声的喊，立马就有被偷了东西的玩家跟着附和。我的也被偷了！靠，我的武器都没了！苍天啊，我用1个礼拜的饭钱才买到的戒指没了！第181章混乱。一声声的哀嚎让团队中的人彻底混乱了。绳索连着有人不走了，前面的人也走不动了。肯定是那个盗贼，贼眉鼠眼的，肯定是你偷的！光能勇士随便大声喊着，迷雾中鬼知道哪个是盗贼。我擦，你伸手干什么？还要偷？你竟然敢打我！救命啊！杀人了！偷东西的该明抢了。光能勇士听取了叶青的意见，秉承了搞事情不要脸的方针，将原本就互相猜疑、信任度不高的后方队伍搞得混乱不堪。后面什么情况？怎么都不动了？很快，最前面的龙之武等人就发现了队伍停滞不前，立马问道。火车侠到龙之武身边说道：“有人说后面有盗贼在趁机偷东西。”盗贼？不会是叶青吧？听到有盗贼偷东西，龙之武第一反应就是叶青。龙文说道：“不会的，后面都小佣兵团。叶青说是有多无聊才会去偷他们的，他们的装备送叶青，估计叶青捡都不愿意。”花花蝴蝶嫌烦道：“东风，到后面去维持下秩序吧，
乌合之众就是麻烦。一曲东风无奈的只能接受这种苦差事，刚刚转身想要往后走，突然几十根尖刺从地面突然窜出，直接将几个反应慢的玩家穿了个透心凉。我靠，这是什么？一曲东风面前紧贴着他的脸，一根尖刺窜出，吓得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小心！还有！龙文大声喊道。满天的花瓣凭空出现，一片片飘落，慢慢悠悠的变成了漫天花雨。许多女性玩家发出了好美的惊呼。然而，战士举盾，快！龙之舞大声喊道：“怎么可能会凭空出现花瓣？这肯定有问题啊！”龙之舞话刚说完，满天的花瓣如同活了一般，刷刷刷的开始对着玩家进行切割攻击。虽然花瓣的攻击伤害很低，但是数量太过庞大，一个个玩家的血量疯狂下降。而后方的那些奶妈此时因为偷盗的事情乱作一团，再加上迷雾，根本就看不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只听到一声声惨叫。后方的玩家还以为前面和后面一样有人偷东西也乱了。龙文焦急地喊道：“战士举盾，不要怕消耗，顶伤害，先出了迷雾再说。”一个个雄霸天下的战士都冲到了最面前，并成一排，将盾牌插在地面，挡在身前。大量的花瓣叮叮当当地打在塔盾上面。奶妈，奶妈，快点上来治疗！龙文大喊着。一个个指令传到后方，终于是有奶妈跑到了前面，开始给队伍中的加血了。大公会有指挥，此时就凸显出了效果。龙文非常稳定地指挥着一个个玩家，明明发现了突发情况，但是很快就被龙文的搭配中恢复了正常，整个大部队又重新慢慢前进。当整个团队穿过迷雾的时候，已经死了几十个玩家了，有几个是光能勇士用卷轴杀掉的，有的则是互相猜忌，然后自己人打自己人死掉的。复活点很远，需要重新跑尸过来。虽然死了几十个人无伤大雅，但是一部分的佣兵团之间已经有了猜忌，并且互相之间已经有了人命在，分崩离析只是时间问题。穿过迷雾，龙之舞命令全体休整待命。后方的事情愈演愈烈，许多玩家已经剑拔弩张，不只是东西被偷这么简单了，许多玩家已经吵红了眼，开始动手了。一曲东风走到后方怒吼一声：“吵什么？”几个被偷的玩家立马聚了过来，开始叙说自己东西被偷等等。一曲东风厌烦地说道：“你们东西又不值钱，被偷了就被偷了，完事了补偿给你们的佣金，难道还不够你们将那些垃圾再买回来？”或许是跟着花花蝴蝶久了，一曲东风不自觉的也开始看不起普通的玩家。操，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垃圾？我那张任务卷轴可是隐藏任务卷轴，如果出唯一技能或者是强力装备，你们拿什么赔？对啊，我们是来协助你们攻城的，你们队伍中竟然还有小偷，现在你还如此态度，摆明了在耍我们啊！一个个玩家原本就已经吵得面红耳赤，现在听到一曲东风的话，更是恼怒不已。一曲东风看事情不能收场，开始装模作样的盘查询问，最终找了2个散人刺客，直接将他们杀了，然后说道：“偷窃者已经伏诛，接下来休整完成，先解决了遗忘之城再说，不然谁都拿不到钱。”说完，一曲东风头都不回就走了。然而这是游戏，把人杀了又不会闭嘴。被杀的2个玩家回城之后就气恼不已，在城内大肆宣扬雄霸天下的不要脸。龙之舞没想到自己还没回城，在清风城就差没被人唾骂了。原本大多数人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快乐，为了爽，真的能够靠游戏赚钱的肯定是少之又少。这几个刺客跟过来见见世面，看看能不能混到点好处，结果没想到好处没拿到，还被人诬陷偷东西，这尼玛谁能忍？先不说城内已经就雄霸天下的行为已经在热闹的讨论了，龙之舞这边已经开始拿出召唤物，开始召唤了。一个个雄霸天下的玩家从背包中拿出了各种召唤卷轴以及增强卷轴，还有原本就会召唤怪物或者说有宠物的玩家都将自己的宠物和召唤物召唤了出来。龙之舞指挥道：“所有召唤物全部控制到前排，准备开始进攻。准备好的投石车全都在中部召唤出来，开始攻城。”有了花花蝴蝶的资金支持，龙之舞是彻底放开了手脚。各种工程器械卷轴，还有各种召唤卷轴，可以说龙之舞以及手下的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收集，就是为了这一次攻城。雄霸天下太需要一次完美的战役来证明自己了。嘶吼在嘶吼，在城墙上看到一架架巨大的投石车被召唤出来，惊讶道：“我去，这游戏里面还有投石车？”叶青笑了笑，早就猜到了，神域世界里面可以说什么东西都可能出现。原本我想的有可能是炮车，相比起炮车，投石车算是不错了。所有弓箭手准备。20秒后进行无差别弓箭抛射攻击。叶青一甩手发出了第一道命令。光能勇士早就趁出迷雾的时候转身往回跑了。搞完是跑路，最刺激了。第182章魔法炮。光明作为精灵族这边的队长，立马将叶青的命令传达下去。说起来，原本城墙这么大，再大的声音也穿不过去，一个个传下去估计要许久。
但是矮人族竟然发明了类似于对讲机一样的魔法设备，能够产生和对讲机差不多的效果，让叶青好一顿夸赞。冒险者能够私聊、语音、群体语音等等手段联系，可是冒险者和原住民只能依靠面对面说话，所以在此之前，叶青想了许多办法，但是都没办法解决这个信息传达问题。最后还是雷诺带着一个矮人过来介绍了自己的发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矮人族防御炮撤下来，更换魔法炮。叶青再次发布了一道命令。雷诺惊讶道：“城主，咱们不防御了？之前的计划是防御为主的。”叶青摇了摇头，原本我担心他们会弄到火炮、魔法炮等等来攻城，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最强的器械也就是投石车，那就用不着防御了，全力攻击吧。雷诺哈哈大笑，有城主发话就好了。兄弟们，把意大利、把魔法炮都拿出来，咱们今天要射个痛快。雷诺，先别激动，你们能够将魔导炮瞄准那些投石车吗？这才是关键。叶青问道。雷诺想了想，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之前训练的时候，有几个矮人族的精准度非常高，应该是可以。让那几个兄弟都过来操作魔法炮吧。目前的关键就是投石车，只要投石车解决了，别的都好说。一台台紫金色的魔法炮被推上了城墙，10台魔法炮一字排开，10个矮人族还有10个遗忘之城的士兵配合操作。矮人族瞄准目标操作射击，而遗忘之城的士兵来投放炮管里的炮弹。炮筒是朝天的，矮人身形太过矮小，拿了炮弹够不着炮口，因此需要遗忘之城士兵的配合。而遗忘之城的士兵并不熟悉使用魔法炮，所以就需要两两搭配。魔法炮一样需要炮弹，但是魔法炮之中添加了魔法阵法，炮弹出膛的瞬间，炮弹上就会附着魔法，有燃烧、爆裂、冰冻等等效果。10台炮车亮闪闪的，在远处的龙文就发现了。那些城墙上亮闪闪的是什么东西？龙文问道。一曲东风立马发动了弓箭手的鹰眼术，一道老鹰的虚影浮现在野一曲东风脑后，融入他的双眼之中。我靠！大炮！城墙之上的是大炮，那么远，我们都看不清。那些原住民能拿炮打我们？按照系统设定，原住民不可能会太主动攻击的。龙之舞说道。龙文皱着眉头问道：“东风，之前你不是说你来过这里吗？之前不是残破废墟，都是怪物横行吗？怎么还会有炮？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估计是时间推移，这个城在慢慢恢复吧。之前还有没那么好的完整的城墙呢，现在都已经恢复了。”一曲东风道。龙之舞发话说道：“无论如何，先想办法打下来再说。既然之前那么残破，再恢复能恢复到多少？估计也就城墙恢复了一点罢了。”众人点头同意。或许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任务，也说不定呢。一曲东风看着城墙上的魔法炮提议道：“龙哥，我们后撤一点吧，先派点人去试试，以防万一。”龙之舞点头道：“可以，这样稳妥一点。”花花蝴蝶有点不愿意了：“不用这么麻烦，你们知道投石车有时间限制，要试探不早试探，召唤出来了试探，完呢？直接冲，别浪费时间。这些投石车是花了大价钱弄到了任务，然后许多人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才获得的，或许也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既然花花蝴蝶这个金主都这么说了，龙之舞自然也不好反驳。既然杰哥都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吧，直接上。投石车有时间限制，有可能原住民就是故意拖延我们时间。龙之舞说道。大鹌鹑在边上也是同意道：“就一个小城，又不是主城，别浪费时间了，快点攻击吧。估计也就是系统设定的一个剧情，直接打了就完事了。”另外的几个佣兵团团长也都提议快点打了完事，不要拖时间。原本小心为主的龙文自然也是拗不过人多，只能点头同意。雄霸天下带着一众佣兵推着投石车稳步前进。差不多了，到射程了。叶青说道。光明立刻点头表示明白。所有族人全部准备。几百名精灵弓手同时出现在城墙之上，抛射攻击。光明发出指令，五颜六色的魔法剑枝从精灵族的手中出现，随后被弓箭抛射向天空。刹那间，天空中出现了成千上万支魔法剑，五颜六色，绚烂夺目。精灵族根本不需要剑枝，他们天生就会魔法，抬手之间就是元素凝聚，魔法剑一剑接一剑，根本没有停顿。哪些是精灵？好多的精灵！不好！盾战士，防御姿态！一曲东风大声喊道。一个个盾战士立马筑起手中盾牌，想要抵挡精灵族的剑雨。砰！砰！砰！一支支魔法剑枝撞击到盾战士的盾牌，竟然发出的不是当当当这样清脆的剑枝碰撞盾牌额声音，反而是如同重锤攻击盾牌一般的大力撞击。一个个盾战士拼了命地撑起盾牌想要抵挡，但是这些弓箭实在太多了，一支接一支，根本就没有停歇。很快就有盾战士实在是撑不住了，被落下的剑枝狠狠地轰击，摔倒在地上，被自己的盾牌压住。什么鬼？这些全都是重击的魔法剑，不是普通的剑枝，顶不住了啊！
一个盾战士大声喊道，被一支箭刺中头部，直接被钉死在原地。战士全部撑住盾战士的身体，一个接一个帮他们减少压力。奶妈都缩在后面吃屎啊！加血啊！龙之舞怒吼道。此时花花蝴蝶看着城墙上的精灵族，眼睛都要冒出金光了。精灵啊，号称绝世美貌的精灵啊，竟然出现了这么多！要是将这个城市攻占下来，那这些精灵就都是自己的了。花花蝴蝶瞬间就幻想出自己占地为王，后将精灵美女左拥右抱的场景了。快，攻击！攻击！快点打下这个城池！花花蝴蝶焦急地大声喊道。龙之舞简直是欲哭无泪，他现在正顶着盾牌挡在花花蝴蝶身前，这货竟然还想探出身子，幸好被龙纹一把拉了回来。第183章，龙之舞的大杀招。投石车！投石车快攻击！龙之舞喊道。投石车立马推上，开始安装石头，准备要大展拳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精灵族全都停下了攻击。魔导炮！攻击！雷诺粗狂的声音出现，随后剧烈的轰炸声发出，大量五颜六色的魔导炮弹从魔法炮之中轰出，如同流星一般轰击在雄霸天下他们冲锋的团队中。许多辆投石车刚刚装上石块，还没来得及砍断绳子，就被大量魔导炮弹轰成了碎渣子，然后直接消失了。那些火炮竟然是真的，现在还说个调啊！所有人全体冲锋！龙之舞大喊一声。花花蝴蝶看到自己的投石车还没用，就被轰成了渣，怒吼道：龙之舞，你他妈干什么吃的？这个城池竟然这么多的攻击手段，你派人探查了1个礼拜，竟然都没有探查出来。杰哥，你别生气，这才刚开始，我们还有王牌没用，你别急。王牌尼玛，你给我直接冲过去，直接用你的王牌，老子没那闲工夫陪你在这里过家家，我要你用最快的方式给我攻下这个遗忘之城。花花蝴蝶要精灵美女，越是拖延，他现在越是急切想要得到。好好好，我知道了，杰哥别生气。龙之舞卑躬屈膝，憋屈得很，但是花花蝴蝶是他的金主，现在是龙之舞最大的支撑，龙之舞只能好生服役是这个金主。龙之舞带上了4个手下，然后直接脱离了大部队，骑着马冲向了遗忘之城。这突然的举动让叶青也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龙之舞这是要干什么？叶青好奇道。血光冲天猜测，他们不会是想要自爆炸城墙吧？叶青摇了摇头，先不说有没有这么一个技能，就光龙之舞的脑子就不可能会干这么蠢的事情，要自爆也不可能他自己带队。弓箭手，集火那5个人，全力射杀！叶青说道。反正不管什么，杀了就对了。然而龙之舞早就猜到了会如此，立马和4个手下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张符咒贴在了身上。那是免疫符。嘶吼在嘶吼，惊讶道：什么免疫符？那个符咒只有原住民可以制作，我看到过传授我符咒师技能的原住民使用过1次，可以免疫5秒钟的伤害，但是使用结束，使用者会掉落 50% 的血量。果然，精灵族的箭支射到4人身上，丝血未掉。出来吧，神兽！龙之舞的4个手下同时将4块令牌捏碎，而龙之舞则是将一幅画着远古4兽的画卷举过头顶。神兽！不好，血光，一起攻击那个卷轴！叶青魔法攻击出穿云箭。血光冲天本来就拿着弓箭，也是反应极快，抛射一击，冲击箭，3个技能迅速脱手，精准无比的射到了龙之舞手中的画卷之上。画着4兽的画卷一下子就被3箭刺穿了1/3，而这3箭也让叶青和血光冲天的身影暴露在了众人面前。叶青、龙之舞、花花蝴蝶、龙纹、大鹌鹑，还有所有在场的人全都不可置信的同时喊出了这个让他们头疼的名字。我去！城墙上那个是叶青！一个玩家惊讶的大喊了一声。同一时间，破碎的画卷突然啪的一声碎成了粉末。就在叶青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声龙鸣，一声凤鸣，一声虎啸出现在所有人的耳旁。一条青龙凭空出现，悬浮在空中，冷眼看着遗忘之城。在它的右侧是一只全身冒着火焰的朱雀，每一下扇动翅膀都有火焰掉落到地面。遗忘之城下的亡灵怪物触碰到一点火焰就直接被秒杀，烧成飞灰。而地面上一只白色的吊金白额老虎则一声虎啸，响彻天地。叮！青龙魂召唤成功。叮！朱雀魂召唤成功。叮！白虎魂召唤成功。叮！由于4兽画卷受到损伤，玄武魂无法召唤。叮！4兽为远古神兽，光明制度曾经的强大战士，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4兽画中封印着4神兽的影子，能够召唤出4神兽的部分力量，协助战斗，抵挡黑暗制度和外来力量的侵袭。麻烦了，虽然少了一只神兽魂，但是这3只神兽魂的属性看起来可不好对付啊。
名称：青龙魂，品质：远古，等级：80，生命值：1000万，魔法值801647，物理攻击4000，魔法攻击3798，物理防御3080，魔法防御1980。技能：1. 青龙怒，朝前方爆发出青龙的愤怒，造成额外500%无差别范围魔法伤害。技能：2. 青龙爪，用龙爪爪击敌人，造成额外400%单体物理伤害。技能：3. 龙息，喷吐龙息，造成前方扇形范围额外900%魔法伤害。名称：朱雀魂，品质：远古，等级80，生命值700万，魔法值905717，物理攻击1000，魔法攻击5848，物理防御1070，魔法防御5488。技能：1. 朱雀痣，被动，朱雀能够最大程度免疫魔法伤害，彻底免疫火系伤害。技能：2. 朱雀火焰，朱雀喷吐火焰，造成前方扇形范围内额外400%持续魔法伤害，技能持续4秒。技能3. 朱雀领域，朱雀使用自身能力制造一片火焰领域，对领域中的所有敌人无差别造成额外900%魔法伤害。名称：白虎魂，品质：远古，等级80，生命值9826716，魔法值15161，物理攻击8000，魔法攻击780，物理防御1077，魔法防御1284。技能：1. 白虎咆哮，白虎拥有王的威严，咆哮后增加自身300%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技能：2. 白虎爪，用虎爪猛击敌人，造成额外300%单体物理伤害。技能3. 白虎冲击，白虎使用身体对敌人发动冲击，自身损失5%生命值，敌人受到当前生命值的20%伤害。哈哈哈，叶青，没想到你竟然藏在遗忘之城内，难怪找不到你，看起来这个遗忘之城已经被你提前抢占了呀。不过没关系，今天遗忘之城我们要定了，你得死！龙之舞站在三神兽魂之下，哈哈大笑，血光冲天，焦急地问道：“老大，怎么办啊？”之前的安排全都在计算之内，可是谁能想到龙之舞他们竟然能够弄到这么强大的召唤物？第184章开战。四神兽卷轴完全在叶青计划之外，叶青怎么都不可能考虑到龙之舞他们竟然愿意为了一个城池用上这么宝贵的画卷。这个宝物如果以后驱战的时候用来对外敌，那效果绝对比现在使用更好。这些家伙心里只有自己，怎么可能还会考虑后面的驱战？嘶吼在嘶吼说道：“青岩、雷诺、光明，准备战斗！兄弟们，这一次大家并肩作战。”是，领命。是。三只神兽魂的出现让雄霸天下的军团所有玩家士气大振。就算是叶青又如何？这么强大的三只 BOSS， 叶青再强又能如何？兄弟们，今天我们就要屠了遗忘之城，杀了叶青，名垂青史！一曲东风大声喊道，带头骑上战马冲向遗忘之城。叶青这边则是对矮人族喊道：“所有魔导炮全部集火白虎，所有精灵弓箭手全部集火白虎，柿子找软的捏，先集火脆皮！”叶青一声令下，炮声不止，弓箭的嗦嗦声不绝于耳。白虎魂刚刚被召唤出来，不会飞行的白虎魂刚刚落到地上，就被所有的攻击集合招呼。剧烈的爆炸声让正在冲锋的雄霸天下的战马全都受到了惊吓，纷纷勒马停步。白虎魂一声惨叫，血量直接下去了一大半。魔法炮原本伤害就是为城战而准备的，玩家基本上一炮直接秒杀，任何防御都没用，现在用到白虎魂身上相当明显。血光，你和偷天还有星光他们全部去玩家那边攻击，用最直接的方式杀光他们，不要想看到任何一个活着的玩家。血光冲天他们实力强横，但是和 BOSS 打差的太多了，还不如使在刀刃上，让他们直接去杀玩家。青岩，我们上，先集火青龙魂。叶青说道。青岩将军尴尬道：“城主，我们不会飞啊，这尼玛怎么办？”这个问题可把叶青难倒了。踏空才这么一会时间，叶青估计刚踏出城墙就掉下去摔死了。青龙和朱雀此时已经开始准备进攻了，矮人族立马将防御炮推了上来，开始用防御炮防御。青龙一口龙息喷出，龙息直接喷吐在防御壁垒之上，遗忘之城的防御壁垒轰的一声荡起了一团波浪一般的波纹。朱雀也不甘示弱，朱雀火焰喷吐，叶青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温度正在疯狂地升高。遗忘之城防御护盾再强，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这么两只神兽连番攻击啊！白虎魂是近战，
此时被魔法炮和大量魔法剑攻击的寸步难行。就在叶青一筹莫展之际，魅拉走了过来说道：“城主，我会飞行术，我可以给你们施展飞行术，我的能力可以让你们至少飞行半个小时。”飞行术？太好了，快给我们几个人施展！雷诺、光明，我们3个人先集火朱雀魂。青烟、青龙魂靠你拖住他了。魅拉，你的魔法师团队和矮人族一起集火白虎魂，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杀掉白虎魂。矮人族记得分出一批人专门操作防御炮，遗忘之城的防御护罩抵挡不了多久。叶青将一切都交代完毕，随后在魅拉的飞行术加持下冲天起，杀向各自的目标。万万没想到，这个遗忘之城竟然是叶青的。叶青大神竟然能够带领这么多的原住民，战斗太强了吧！一个后方的散人玩家惊讶道。光能勇士发现了现在的突发情况，立马又跑了回来。与其跟着龙之舞这样的人一起送死，还不如等叶青以后开放遗忘之城呢。叶青这个人可比龙之舞他们靠谱啊！光能勇士故意说道。有的玩家立马点头同意道：“对呀，叶青虽然是大神，但是平易近人，他们哪像龙之舞那些人，这次冲杀攻城不知道要掉多少级，好处都是他们的，我们估计汤都喝不到。妈的，这些大公会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刚才那几个刺客兄弟我一直在他们附近，他们根本就没有偷东西，就被杀了，污蔑他们偷东西。佣兵团长都拿足了好处，到下面的连芝麻都没有，还要我们去给他们玩命。”光能勇士看情况不错，立马大声说道：“曹，跟着这些垃圾打叶青，我干不出来。叶青以后可是我们红区的顶尖战力，竟然还天天针对他，还骗我们这些玩家要打遗忘之城，他们分明是来寻仇啊！老子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升级呢。老子走了。”光能勇士率先退出了团队。有了带头的，明确说的完全到了散人玩家和地段玩家的心坎里去了，一个个玩家都退出了团队，直接跑到远处观战了。一声声的系统提示让龙之舞等人懵了，我们不是召唤了神兽魂，士气大涨吗？怎么反而退出队伍了几十个人？什么情况？怎么都退了？龙之舞想不通了。花花蝴蝶吐了口唾沫，那些垃圾退了就退了，无所谓，别管了，快攻打！龙之舞摇了摇头，不行，叶青太诡异了，叶青在，必须要集结能够集结的所有战斗力，没有玩家肯定不行。世界喊话，龙之舞，所有玩家再次通过系统我发布直接任务，第一个冲入遗忘之城并打开城门的玩家将会直接获得1万金币的奖励。1万金币啊，现在价值也有1万几千的信用点啊！许多玩家都眼热了起来。龙之舞的世界喊话让许多的玩家都沸腾了，有许多原本在观战观望的玩家竟然又想重新加入队伍中。然而世界喊话不到3分钟，叮！玩家嘶吼再嘶吼，完成龙之舞发布的任务条件，1万金币自动转交。我靠，这是哪个玩家？这么屌！城门竟然真的打开了！龙之舞惊讶道，他竟然真的看到遗忘之城的城门慢慢的打开了一道缝。然而还没等他开心几秒钟，原本打开的城门在系统提示音后再次关上了。什么鬼？一曲东风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那个嘶吼再嘶吼是跟着叶青混的生活玩家。什么？哈哈哈！龙之舞，你真的是我的财神爷啊！都这种时候了，还想着给我送点钱用？嘶吼再嘶吼，将刚刚拿到的1万金币直接冲到了能量护罩中。叶青在空中和朱雀打得火热，还不忘大声给龙之舞一声感谢。第185章，惨烈！龙之舞差点没气的吐血。龙哥，别用这种心机了，我们玩不过叶青，快点冲击城池吧。龙文劝解道。龙之舞点了点头，全军冲击，集火冲击城门。杀！龙之舞骑着战马冲向遗忘之城。龙之舞带领着大量的玩家将遗忘之城下的亡灵怪物疯狂冲刷，亡灵怪物如同麦子一般成片成片的被击杀。此时的白虎已经被压制的只有丝血，一声凄厉的虎啸，移动速度飙升，竟然在魔法炮冷却的刹那后退一蹬，猛地窜上城墙。嗷！仿佛被攻击的太久，白虎已经怒不可遏，狠狠一抓，2台靠近的魔法炮连带着2个矮人和1个遗忘之城士兵直接被拍成了碎末。遗忘之城第一次出现了伤亡，众多精灵族弓箭手玩了命的射击，2个矮人还1个士兵的死亡让他们悲愤交加。经历过几百年，精灵族终于和矮人族重逢了，还有叶青这么好的城主，还有遗忘之城这么完美地家，现在就因为这些要入侵的冒险者竟然死了同伴。爱好和平极为护短的精灵族真的怒了，10几个精灵族竟然停下了攻击，全部手拉手开始吟唱起一段只有精灵族才能听懂的歌谣。白虎竟然被这10几个精灵族围在其中，开始发出惨烈的惨叫声。精灵之怒！光明一金刚要制止这10几个精灵，但是朱雀魂一团火焰喷来，光明直接被火焰击中，一声闷哼，
狠狠地被轰在了城墙之上，吐出一大口夹杂着碎裂内脏碎肉的血。精灵之怒，精灵的愤怒。10几只精灵在歌谣吟唱完毕的瞬间，竟然接二连三发出凄厉的惨叫，然后就仿佛被一堆元素给撕一裂一般，在所有人眼中四分五裂。10几只精灵竟然就这么牺牲了自己。一个圆形绿金色混合的阵法闪耀着光芒，将白虎魂笼罩其中。白虎魂察觉到了危险，疯了一般撞击阵法的边缘，但是整个阵法如同一颗圆球一般，将白虎魂笼罩其中。白虎魂根本无法撼动这用10几只精灵献祭而产生的阵法。在场的几十只精灵全都开始收起了弓箭，吟唱起精灵语。哦！白虎魂发出了惨烈的叫声。在所有人眼前，强大的白虎魂竟然被无形的元素刃疯狂切割全身，细小的伤痕大量的出现在白虎魂身上，白虎魂的血量一丝一丝的开始下落。下面的玩家看着白虎魂，哈哈大笑道：10几只精灵献祭竟然就造成这么点伤害，这么大的阵仗，我还以为有多强呢。然而话音刚落，白虎魂竟然啪的一声，就和刚才的那10几只精灵一般，直接被元素之力撕一裂成了血沫。神兽白虎的影子，一部分的神兽力量竟然直接被秒杀，毫无还手之力。叮！白虎魂死亡。当白虎魂死亡的瞬间，叶青、偷天换日、星河锁链、星光锁链、血光冲天全部都升级了。叶青抽时间刷怪，已经到了68级，这一次升级直接将他又提升了1级，到了69级。血光冲天，他们在下面和一大堆玩家战斗中，原本已经血量变得非常低了，竟然直接升级满血满蓝。我们没有组队，为什么会有经验？血光冲天问道。星光锁链想了想说道：诡计是我们都是中立势力，而这次攻击我们的全都是光明制度的人，所以系统默认这一次就和势力战差不多了吧。哈哈，这一次星云亏惨了。星河锁链说道：二哥去医治偷天姐姐了，也没办法。别说了，大哥你小心。一只白虎让精灵损失了10几位，还有矮人和遗忘之城士兵，不可谓不凄惨。但是血光冲天他们在下方战斗并不知道，而叶青这边也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只有光明感应到了自己的同伴献祭了，但是光明也已经重伤了。原本光明和雷诺还有青岩都只不过是史诗和传说级别的原住民，雷诺才78级，而光明只不过刚刚到70级罢了。青岩虽然是100级的，但是他品质才史诗，真的和远古级别的青龙打起来还是不够看的。青龙魂和朱雀魂简直就是变态，血高防高攻击还高，只不过短短10几分钟，雷诺和光明已经被重伤了，浑身滴着血，毫无形象。就连叶青也已经使用上了魔铠技能，期间差点死掉。城主，快想办法，再这样下去，雷诺他们就要死了。青岩将军此时也只剩下1/3的血量了，一脚踹开青龙魂，冲向朱雀魂。朱雀魂已经在酝酿朱雀火焰了，青岩要帮雷诺他们抵挡住这次伤害。青岩，挡住一会！叶青大声喊道。好！叶青的话青岩绝对听从，就算可能要他命。叶青连连后退，退到雷诺和光明后面，将雷诺和光明挡在了自己身前。雷诺和光明也是拖着重伤的身体挡在叶青面前。城主，今天能够为了家园战死我们值了。雷诺笑着说道，笑了一下，竟然把伤口触动吗？吐出一口血，但是依然笑着看了眼叶青。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死？叶青掏出一颗丹药，一口吞下。叮！服用晋级丹。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70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69点。晋级丹，当时盗贼阿诺斯当糖豆科的最后一颗，叶青保留了下来，原本准备留到99级升100级的时候使用的，但是现在必须用了。升级到了70级，叶青拿出一本技能书一拍，直接学习。随后叶青闭上了眼睛，嘴中开始默念生涩的咒语。当叶青默念咒语的时候，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片一片的翠绿色光芒，地面上原本已经毫无生机的荒漠土地竟然开始成片成片的长出绿草和花朵。这是什么？所有人都惊讶的抬头看着悬浮在空中的叶青。此时的叶青被一团光芒笼罩，双手张开，身上衣衫被风吹拂的猎猎作响。哈哈，老大的准禁咒，老大到70级了。血光冲天哈哈大笑，一个冲击将一只敌人减速，立马后退隐身，他已经残血了，快要死了。龙纹反应极快，所有远程职业全部集火叶青。快！虽然龙纹反应很快，但是别的玩家可没那么快的反应，就算有几个玩家听到龙纹的话立马攻击，但是叶青身边可是有2个原住民在啊，他们怎么可能会让叶青受到伤害？第186章绝境逆转。大量的伤害打在雷诺和光明身上，2个人丝毫不退却，就这么用身躯帮叶青挡住所有的伤害。叶青在引导准禁咒，青岩将军可是遭了大罪了。
他一个人顶着青龙魂和朱雀魂双重的攻击，血量疯狂下降。为了保护住叶青，还有雷诺和光明，他只能筑起盾牌，被动防御，根本不敢挪动半分。雷诺和光明在雄霸天下玩家的集火下，也已经奄奄一息，血量已经快要见底了。偷天换日，焦急的眼泪都快出来了。青岩大叔快要不行了，老大加油啊！快点啊！现在的希望只有叶青的准禁咒了。星光锁链如同发疯的母狮子一般，都是这些人，一个个都贪婪遗忘之城。哥，杀光他们！我他妈是奶妈啊！星河锁链无奈道：“废物！”星光锁链直接怒骂一声。星河锁链欲哭无泪：“不是你们让我选的奶妈吗？”血光冲天说道：“星光，你不是也有准禁咒吗？我正要让你们帮助顶住，我要引导。行，你去这里交给我们。”血光冲天狂喝血药。星河锁链刚给他丢了2个治疗术，几个佣兵团的刺客玩家就杀了过来。救命啊！星河锁链吓得大喊。他是奶妈，完全没有办法反击。突击！移形换影。偷天换日早就已经隐身了，几个刺客并没有发现。关键时候，一招移形换影将星河锁链和一个雄霸天下的刺客直接调换了位置。那个刺客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另外的几个刺客集火秒杀了。我操你妈！你们杀我干嘛？那个被杀的刺客怒吼道：“你他妈傻逼乱跑什么？”这几个玩家原本就不是一个佣兵团的，都想来杀血光冲天他们赚战绩。还有2个是雄霸天下的刺客，原本互相都不对付，现在有人被自己人杀了，更加是激化了矛盾。血光冲天和偷天换日立马配合将这些人全部击杀。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佣兵团和雄霸天下公会的人，因为之前的事情早已经有了间隙，加上光能勇士不停的挑事，干脆在复活后直接打了起来。哈哈哈！叶青的那些原住民都要挂了。龙之舞哈哈大笑，只要这几个原住民死了，叶青连青龙魂一击都抵挡不住，魔铠的时间早就结束了。青岩将军的血量已经快要见底了，全身上下全都是火焰在灼烧，流出的血都瞬间被蒸发了。城主，对不起，我真的尽力了。青岩将军感觉到眼皮已经在打架了，他太累了，真的撑不住了。然而，叶青怒道：“谁让你死了？说个屁的对不起！”准禁咒万物生机开。终于在青岩将军血量即将干枯的时候，叶青的准禁咒终于引导完成了。万物生机，生机万物。精灵族时代寻找的准禁咒，第1代精灵王自创的生命准禁咒，曾经想要成为禁咒的至强技能。一瞬间，雷诺、光明、青岩、叶青、血光冲天，所有受伤的精灵、矮人、遗忘之城士兵全都瞬间恢复了满额的血量，并且血量上限直接增加了5倍。哈哈，我满血复活了！雷诺大声喊道：“城主万岁！”整个遗忘之城全都沸腾了。遗忘之城的居民已经打开了遗忘之城的城门，全都召唤出了铠甲，就算是孩童都拿起了武器，他们都要抵挡雄霸天下的玩家。就算和他们拼死，他们都会守护遗忘之城。龙之舞的人全都已经傻住了，这特么算什么？开挂吗？一个技能全额满血，还增加5倍血量，重点还对原住民有效，这尼玛怎么打？青龙魂和朱雀魂没有意识，还在不停地对青岩将军发动攻击。青岩、雷诺、光明全力击杀朱雀魂，再杀青龙魂。今天我们要屠龙虐犬。叶青一指2只神兽，豪气地说道：“哈哈，果然有城主就是强。”青岩将军感觉自己每次都差一点就死了，叶青都能将他从阎王爷那边拉回来。叶青没想到光明竟然突然刷刷刷连升10级，直接冲到了80级，同时所有的精灵族竟然全都刷刷刷的开始升级。什么情况？城主，是万物生机，这是我们精灵族第1任族长创造的准禁咒，对我们精灵族来说就是我们的信仰。你刚才使用了，我们都有了顿悟。光明解释道：“多亏了城主，让我们还能见到万物生机。”此时在城下，龙之舞已经龇牙咧嘴，快要疯了。凭什么？凭什么自己这么努力，甚至卑躬屈膝，依然只能做万年老二？凭什么叶青能够获得这么多？就算是这些原住民都对叶青如此信服，凭什么？花花蝴蝶在边上疯狂辱骂叶青，但是也只能骂骂，根本对叶青毫无办法。龙文看大势已去，对龙之舞说道：“龙哥，我们撤吧。”撤哪去？现在是直播状态，撤了雄霸天下还能有？龙之舞吼道。花花蝴蝶听到龙之舞说话，立马骂道：“龙之舞，这一波攻城，老子花了400万，你就给我这么一个结果？”龙之舞立马解释道：“杰哥，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那老子的钱就打水漂了。”草你妈！你个废物！
各种脏话从花花蝴蝶嘴中如同喷粪一般对着龙之舞狂轰乱炸。就算是异曲东风，他们都皱起了眉头。龙之舞好歹也是等级榜常年第2的高手玩家，游戏中胜败很正常，何况是碰到叶青这样的变态，花花蝴蝶竟然将责任全都推给了龙之舞，还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辱骂。龙之舞突然一拳打在花花蝴蝶猪一样的脸上，操你妈！老子忍你很久了，特么的你有钱又如何？老子还不陪你玩了！特么一只猪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对我动手！龙之舞你找死！践踏！龙之舞一次一次受到叶青的重创，心里已经彻底崩溃了，崩溃的彻底就是疯狂。发狂一般的龙之舞直接开启了杀戮模式，疯了一般在雄霸天下玩家面前对着花花蝴蝶一阵乱砍，将这个身家丰厚的富二代直接看成了碎渣，送去复活点。所有雄霸天下的玩家听着，现在老子龙之舞才是唯一的老大，要退会的自己滚蛋，想要留下来跟着我一起雄霸天下的就跟我冲。第187章无敌小软。龙哥我跟你。龙文第一个表态，异曲东风也冷冷地说道，我也是。雄霸天下退出了一部分的玩家，竟然还留下了将近200多名玩家。兄弟们跟着我冲！龙之舞策马狂奔，冲在最前面。龙之舞豪气地打死了自己金主，重立门户，这等作风不可谓霸气。然而叶青可不会就这样给他表现机会，敌人就是敌人，何况这个敌人现在要打自己的城市，更是因为他们的原因死了10几个精灵，还有遗忘之城的士兵，叶青如何能忍？小软变成五爪金龙守住城门。叶青将虚拟兽小软召唤了出来，小软在空中竟然直接变成了一条巨大的五爪金龙，挡在了城门前。就算再高强度的战斗，叶青都会关注整个战场。龙之舞他妈想要趁叶青他们被青龙魂拖住的时候偷袭，想都不要想。叶青不希望矮人和精灵还有遗忘之城的居民士兵再进入战斗，原住民死亡了就是彻底死亡了，他不希望再有原住民死亡。小软变成了足足100米长的五爪金龙，挡在城门之外，更是将想要冲出来作战的遗忘之城居民挡在了身后。城主，我们也可以战斗！许多遗忘之城居民全都召唤出来铠甲喊道。叶青一个闪身避开青龙魂的一击，吼道，全都回去，这里我们能解决。城主，许多遗忘之城居民看到叶青还有青岩等人拼命战斗，都不忍的想要拒绝，但是他们的确不会战斗，如果战斗他们也只能拿自己的命玩命罢了。虽然他们不怕，但是他们也不想成为城主的负担。小软的突然出现让龙之舞等人全都吓得停下了脚步，这尼玛叶青的宠物，我操，这是神龙啊，这怎么打？龙之舞怒吼道，管他是什么东西，宠物一样会死。全部人员集火攻击这条爬虫。龙之舞率先发起了攻击，然而一个大大的免疫让龙之舞都傻了眼。小软变成了龙的样子，一脸嘲讽的对着龙之舞直接张开巨口，一声惊天龙吼发出，震得龙之舞节节后退。任谁被一头巨龙对着自己一声龙吼都会吓尿吧。龙哥快撤！龙之舞骑着战马立马转身就跑，离开了一截距离，才发现这头五爪金龙并没有追击。叶青给他下的是守护城门任务，他不会离开城门。所有人远程攻击！异曲东风仿佛发现了可以杀死这头五爪金龙的办法，立马说道。一时间200多人的团队，各种魔法、技能、攻击，甚至奶妈都拿出了弓弩，准备对五爪金龙进行强制攻击，造成伤害。然而 miss 一个接一个 miss， 让雄霸天下的人都要崩溃了，连强制伤害竟然都没有伤害，这怎么打啊？这到底什么鬼？龙之舞感觉都要疯了。小软仿佛累了，打了个哈欠，直接盘成了一圈，将整个城门都堵住了。叶青变态，他的宠物更变态。异曲东风说出了所有人一致的想法。就在龙之舞这边完全拿小软没有办法的时候，叶青这边也进入了击杀阶段。叶青淡然一笑，凌空踏出，幽影之魂带着一丝寒光，直接刺入朱雀魂的脖颈，致命打击。朱雀魂的血量早就已经只剩一丝，叶青的至强一击让朱雀魂一声悲鸣，在空中就爆成了一片火花，彻底消失在天际。叶青等人直接升级，血光冲天，打呼过瘾，跟着老大升级简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嘶吼再嘶吼哀嚎，我为啥是生活职业啊？生活职业可拿不到经验，生活职业要升级只能依靠生活技能。看到朱雀魂都被杀了，还有一只青龙魂被青岩、光明和雷诺围着，龙之舞叹了口气，大势已去，叶青又赢了，跟兄弟们说撤吧。异曲东风安慰道，龙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偷天换日早就隐身到了龙之舞他们团队附近，听到了龙之舞说的话，立马给叶青传信。哼，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哪来这么简单的事情？遗忘之城全部居民全部着装铠甲，全部出动，给我将这些入侵者全部围住。血光，将禁魔卷轴用了。好嘞！血光冲天加速技能一开，直接冲到雄霸天下团队附近，一张卷轴展开，一把撕碎，丢向空中。名称：卷轴禁魔卷轴，范围30码，效果：范围内所有的生物无法使用任何魔法，持续1小时。这是之前早就准备好的，原本就是准备痛打落水狗的时候用的，还是完美的用上了。要知道，回城就是魔法技能。禁魔卷轴一张开，正在回城的人全都被终止了回城。血光，拖住几分钟，我们马上来。叶青直接指挥所有的魔导炮对准青龙魂，精灵弓箭手集火青龙魂。魔导炮的威力可想而知，刚开始的白虎魂可是活生生被魔导炮轰到残血。遗忘之城有了魔导炮，简直就和一座炮台差不多。说到底，青龙魂并不是青龙神兽本体，只不过是青龙神兽留下的一道影子，加上青龙神兽的一些力量罢了。如何能够抵挡住威力强大的魔导炮？青岩将军虽然品质不高，但是等级已经100级了，挡住青龙魂还是没问题的。青岩将军挡住青龙魂的所有去路，用盾牌顶着他，不让他逃走，而另外的所有攻击全都疯狂地招呼在青龙魂身上。悲惨的青龙魂原本就已经剩下不多的血量，在大量攻击下迅速见底，一声悲鸣中爆裂成了漫天碎片，和朱雀魂一般彻底消失。血光冲天，哈哈大笑，在龙之武等人面前连升2级，跟着老大爽歪歪。叶青一个翻身，直接带着青岩将军等人落到了地面。可惜啊，我就升了1级。叶青落到血光冲天身边说道。血光冲天翻了个白眼，老大，你都73级了，你就别凡尔赛了。龙之武看到叶青再也没了之前的傲气，说道：叶青，你又赢了。叶青看了眼龙之武，龙之武，既然如此，你说吧，如何解决这件事情？龙之武一愣，什么解决？叶青说道：装什么傻？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城市，害我死了那么多原住民兄弟，损失惨重，难道你不应该给点补偿？第188章赔偿。叶青的话差点没让龙之武呕出10级凉血。你损失惨重，你就死了几个原住民，一个装备都没爆，反而还升了这么多级，你还跟我要补偿？叶青直接一巴掌抽在龙之武脸上，死了几个原住民，那些都是我的人，因为你们就这么彻底死了。你跟我说就几个原住民？当中被叶青一巴掌，龙之武面子挂不住了。叶青，我草你吗？你别他妈！龙之武话还没说完，叶青又是一巴掌。嘴巴这么脏，我帮你擦擦。别的我也不想多说，直接给补偿吧，拿个几十几百万补偿就算过去了。我没钱。龙之武直接耍赖，找那只猪拿。龙之武啐了口唾沫，那只猪已经被我杀了，掰了，我没钱了。那我就这么哑巴亏了。叶青冷声道。哼，叶青，要杀要剐随你。龙之武豪气道。叶青冷笑一声，行，那你死吧。叶青直接一匕首将龙之武秒杀了。叶青现在的攻击力，在不开启技能的龙之武身上，也就一匕首的事情。龙文倒吸一口冷气，叶青这丝毫没有犹豫，竟然就动手了。随后叶青后退了2步，走到了禁魔圈外，把他尸体拖出来。龙之武的尸体被血光拖到了禁魔圈外，这货竟然还想着跑尸复活，人才啊！血光冲天，哈哈笑道：不好，龙哥快点直接复活！一曲东风急忙发私信道，但是已经晚了。短暂复生，龙之武在众人面前慢慢爬了起来。老样子，可以交易的东西全都丢地上。在场雄霸天下的人看着叶青，心里都默默地说了一句：恶魔。叶青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龙之武身上的东西一件件地丢出来，偷天换日则是非常迅速地将这些东西全都捡起来收到背包，然后歪头看向禁魔圈中的其他人，一脸笑意。其他的雄霸天下玩家全都冷汗直冒，这叶青是恶魔，身边的人也都差不多。叶青，你不要欺人太甚！一曲东风怒道，这是他第一次和叶青正面对面对的说话。叶青看了他一眼，来，把他也拖出来。几个原住民将一曲东风直接架起，拖出禁魔圈。一曲东风疯狂反抗，就好像即将被屠宰的猪一般，疯狂蹬着腿。然而一出禁魔圈，叶青一匕首，又是一具尸体。短暂复生，一曲东风还没来得及直接复活点复活，就被叶青直接召唤了。其实每一次死亡然后复活都有那么1-2秒的白光发愣时间，要想立马复活，至少也需要1-2秒。而这1-2秒足够叶青使用短暂复生了。杀人用短暂复生，叶青早已使用的行云流水。来，一边将东西丢出来，一边跳脱衣舞。血光冲天，还适时的开启了音乐，一首基尼太美立马响起。BGM 配上一曲东风令人辣眼的舞姿，让雄霸天下的人看的都于心不忍。
哈哈，雄霸天下还在直播，这尼玛一曲东风，估计要成为亚洲舞王了。星河锁链哈哈大笑，哥，咱们这个仇恨简直是拉满了。叶青看了眼雄霸天下的人，我拉满了仇恨，你们准备如何？龙文直接拿出了几个钱袋，叶青，这是5000金币，我全身家当了，放过我。开玩笑，被杀了就算了，还要被如此羞辱，还是现场直播，还要不要活了？5000？你一个技术玩家才拿出5000金币，你当游戏刚开始的比例？叶青说道。龙文无奈的说道，我真没钱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的呀，游戏里赚的钱都体现出去了。叶青看着龙文过了几秒，那行吧，你走吧。就这么放过我了？叶青这么好说话，龙文都没想到，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给你机会走了，不走让你跳钢管舞了。好，我走，多谢。龙文立马将金币交给了叶青，随后离开了禁魔圈，开启了回城技能。回城独挑龙文其实紧张的要死，已经准备好了，死了就马上复活。不过叶青一动不动，就这么看着他离开，真的没有攻击他。龙文回城的瞬间，对着叶青说了句谢谢。有了龙文的开头，一个个雄霸天下的玩家都开始非常乖巧的排队交钱，不过至少也要把身上的钱全部掏空才可以。血光冲天非常干脆的直接依靠系统设置了一个违约合同，要离开就需要签订一下这个合同，系统直接监管，如果没有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就自动将全身装备和背包里面的东西自动被血光冲天他们收取，如果全身金币都交了，就可以安然离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签，那么你就留在这里准备到游戏关服吧。本来这里就在遗忘之城附近，一堆遗忘之城的原住民将他们团团围住，根本无法离开。至于禁魔圈只有1个小时，这个设定他们并不知道，很多玩家还以为这是遗忘之城原本就有的能力，所以一个个只能乖乖签约交钱。当最后一个雄霸天下的玩家离开，叶青等人终于是重新回到了遗忘之城内。虽然损失了几个精灵族和士兵，但是能够守住遗忘之城才是最大的幸运。清点一下收入吧，与其一直沉浸在逝者的悲痛中，不如着眼当下。叶青看到偷天换日他们有点心情不好，劝解道。偷天换日点了点头，老大，那3只神兽魂啥也没爆吗？血光冲天问道。叶青摇了摇头，能有经验就不错了，应该是因为是画卷召唤出来的，所以是不爆东西的，能有经验已经是很好运了。可惜啊，要是能爆个青龙铠甲啥的就爽了。别贪心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至此，原本声势浩大的玩家攻城战就这么被叶青层出不穷的安排给轻松化解了。虽然龙之舞召唤3神兽魂差点让叶青的守城失败，但是最终在叶青的一招准禁咒下扭转乾坤。如此，叶青在红区的玩家心中彻底奠定了游戏大神的地位。血光冲天看了眼论坛，果然论坛已经炸了。论坛中，叶青已经被许多粉丝奉为神了，许多玩家看到叶青和青岩他们大战青龙魂的样子，已经激动坏了。一个玩家竟然能够拥有如此的能力，飞翔空中与神兽大战，并且最终还将神兽击杀。第189章遗忘之城开放。老大，论坛里面的人都激动坏了。叶青嘿嘿一笑，还有更让他们激动的呢。啥呀？叮！红区第一个玩家自主城市遗忘之城现已开放，所有玩家可自行通过城市之间的传送阵进入。城内规则与各大主城规则相同，遗忘之城将作为中立城市存在，所有进入遗忘之城的中立势力将获得 10% 的各项优惠。叶青直接开启了遗忘之城的进入权限，所有玩家都可以进入遗忘之城。我去，老大，你这就把遗忘之城开放了？血光冲天问道。叶青笑着说道，正好趁现在遗忘之城名气正在风头的时候，开放必然是最好的。雄霸天下这一次是给我送了个大礼啊，怎么能浪费这么一个好机会？话说老大，你这权限开放，是不是敌对公会的玩家也可以进入遗忘之城了？那不是？血光冲天担忧道。叶青笑着说道，玩家是不可能挡得住的，我让一个公会不进来，他们真的要搞事情，完全可以雇佣别人来搞事情，其实还是一样的，根本防不住，还不如大气一点直接开放。他们要搞事情，也要掂量掂量咱们遗忘之城的能力。也对，遗忘之城现在可不是软柿子啊。世界喊话，沈星竹、墨竹公会恭贺遗忘之城开城大吉。世界喊话，龙华、改变世界公会恭贺遗忘之城开城大吉。世界喊话，一条咸鱼、咸鱼公会恭贺遗忘之城开城大吉。世界喊话，魔导师、法师公会恭贺遗忘之城开城大吉。一个个公会都发了世界喊话，恭贺叶青遗忘之城开放。一个城市开放，对于红区的所有玩家，包括公会，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甚至许多玩家也都开始疯狂世界喊话刷屏，恭贺叶青。世界喊话，一条咸鱼。哦，对了，叶青城主，咱们生活玩家过来，能不能给我们打折呀？哈哈。世界喊话，
叶青，生活玩家入住将获得 5% 降税优惠。另外，矮人族全体都在遗忘之城内，锻造、纺织、建设等等生活职业的玩家可别错过哦。城内还有精灵族、弓箭手绝佳的导师。一条条世界喊话，各种刷屏，一时间，遗忘之城成了游戏中最热门的话题。论坛上更是置顶了一大堆庆祝恭贺的帖子。叮！遗忘之城开放，叶青成为游戏第一个拥有城市的城主，奖励发放。一直久久没有到来的获得城市的第一奖励，终于是来了。系统的第一次奖励永远是最丰富的，何况是获得一个城市这样的大任务，叶青可是相当期待的。叮！遗忘之城城主叶青等级加10。叮！遗忘之城等级提升为主城，所有物资自动补齐。叮！遗忘之城召唤之门可召唤次数加5。叮！自动配备1000名遗忘之城城防军，城防军可成长，品质完美，平均等级80级。叮！奖励城主叶青一件随机装备。叮！遗忘之城城主叶青获得专属唯一技能横斩。当系统播报结束的瞬间，叶青等级刷刷刷的连升10级，一下子窜到了83级。连续的升级光芒让血光冲天，他们都被吓到了。叮！遗忘之城开始升级，一阵猛烈的颤动，就好像地震了一般，持续了1分多钟。遗忘之城就这么猛然间扩大了将近1倍，同时各种建筑物都拔地而起，城主府也是焕然一新，变成得更加气派豪华。更加可怕的是，遗忘之城的城墙原本是土石结构的，现在竟然变成了金铁，城墙外部变得光滑如新，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从外部攀爬进入城内。我的天，老大，你等级！这遗忘之城也变了。血光冲天话音刚落，在附近的青岩、雷诺、光明以及城内的居民、士兵、精灵、矮人竟然全都刷刷刷的在升级。我竟然又提升境界了！光明惊喜道：哈哈，这一次我也提升了，我竟然也突破了。青岩将军已经100级了，竟然再次突破了。叶青惊讶地问道：青岩，你突破了现在101级了？青岩将军闭眼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境界，皱起了眉头。我明明感觉到自己境界提升了，为什么还是100级？难道100级是极限？叶青好奇道。不对，不可能。青岩将军闭上了眼睛，整个人竟然不受控制地漂浮了起来。这是什么情况？羽化升仙？血光冲天惊讶道。叶青看着青岩的样子说道：估计他在感悟吧，等他醒来就知道了。城内大大小小的原住民都在提升境界，基本上全都突破了现有的等级，甚至有的士兵或者矮人精灵在原有品质上还提升了。同一时间，1000名城防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1000个完美品质的城防军走到叶青面前，全部整齐划一的单膝下跪，异口同声的喊道：城主大人！帅爆了！嘶吼再嘶吼，感觉自己都有点热血沸腾了。各位起来吧，日后遗忘之城需要各位来一起守护。青岩、雷诺，你先带他们去熟悉下城内吧。本来习惯叫青岩带士兵了，才发现青岩还盘腿悬浮在城墙之上，就算了，让雷诺代劳了。好了，兄弟们都累了一天了，都去休息吧，收益统计完给你们发工资了。叶青看着血光冲天他们说道。星河锁链怪叫一声，铁公鸡发工资了，哈哈哈。星光锁链白了一眼星河锁链，铁公鸡是你吧？叶青哥哥从小就是最大方的。大方个屁，小时候吃冰淇淋都不给。叶青直接踹了他一脚。你一个人吃了星光的和星云的，还想来吃我的，我还傻乎乎的给你。哼，小气鬼。哦，你一个大男人什么时候这么娘了？滚蛋！哎呦，叶青你怎么能骑唬我呢？星河锁链装出一副很娘的样子，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等到众人都下线，叶青一个人来到了城主府。召唤之门又可以召唤5个原住民了，叶青准备来用掉5个次数，直接开启了召唤之门。这一次和之前不同，系统竟然没有问叶青是否开启，而是在叶青说抽取后竟然直接开启了，并且同时出现了5个原住民。第190章系统的惩罚，还能同时召唤。5道光芒闪过，5个原住民的样子也显现了出来。你们都不是人？叶青惊讶道。其中一个叫月影的原住民尴尬道：城主，他们不是，我是啊。哈哈哈。叶青定睛一看，4个怪物的名字，惊讶道：毕方、穷奇、青鸾火凤，竟然是山海经中的神兽。青鸾火凤更是以前封神榜中的神鸟，他们所幻化的道具风火轮更是众人皆知。城主大人竟然认识我们。毕方欣喜道：都是神兽，不知道肥肥他们认不认识。叶青将肥肥召唤了出来，没想到肥肥一出现，穷奇竟然眼睛一瞪，屁颠屁颠的就跑到了肥肥身边，然后憨厚的蹲着了。穷奇，你这是干嘛？叶青不解的问道。月影帮他解释道：
上古异兽肥肥能够拥有让人心情愉悦的能力，如果能够待在肥肥身边，能够让心情平静，消除心魔，对提升境界有非常大的好处。叶青也没想到肥肥竟然还有这样的能力。毕方看到穷奇的样子，喝道：“穷奇，别丢人，城主大人的坐骑岂是你可以随意靠近的？”叶青摆了摆手：“毕方，没事，只要肥肥不介意，我也无所谓的。”看了眼肥肥，肥肥不止不介意，竟然还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月影继续解释道：“肥肥能够通过身边的异兽突破的时候吸收灵气，增强自身。原来如此，话说青鸾火凤，你们需要靠近下吗？”叶青问道。青鸾说道：“对我们没用，我们曾经是人类，只不过千百年前选择了抛弃人身，比翼双翼飞罢了，所以我们像异兽，但其实和人类差不多。”话说你们会变风火轮吗？叶青突然问道。风火轮是何物？不知道就算了。话说月影，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叶青看向召唤出来的唯一一个人。因为我是大贤者。大贤者？月影解释道，大贤者是一个称号，通晓古今所有事情，能够预知未来，占星卜竹，拥有能够解答所有问题的能力。所有问题？叶青眼睛滴溜一转，他可不信。我们冒险者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叶青直接提出了一个对原住民来说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为了玩乐，为了权势，为了金钱，为了自由。叶青皱着眉头问道：“那我们冒险者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通过一个机器灵魂穿越而来。如果之前的回答是笼统的回答，那么这个回答真的让叶青吓到了。原住民游戏中的数据竟然知道叶青他们这些冒险者是通过游戏装置灵魂进入的，鬼使神差的。叶青问道：“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纯粹虚拟的世界？”月影诡异的看了眼叶青，刚要说话，突然一个系统提示跳了出来。叮！警报！警报！玩家叶青涉及触及系统深层问题，受到系统惩罚，等级下降3级。连着3声提示。轰！一道天雷凭空从天而降，直接穿过了城主府，狠狠地劈在叶青身上。叶青直接从83级掉到了80级，天雷巨大的冲击力让叶青直接跪在了地上，凄厉的惨叫了一声，直接昏了过去。游戏中的角色昏了过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现实中的叶青一样陷入了昏迷之中。不过这个昏迷只不过短短几十秒，很快游戏中的叶青醒了过来，晃了晃脑袋，对于这几十秒他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月影、毕方等人全都如同时间静止一般顿在那边。叶青也不知道对谁说了句不让问，以后不问就是了。话音刚落，一切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只不过叶青实打实的掉了3级。城主，刚才你问了什么？月影问道。很明显他之前的记忆没了。叶青苦笑着摇了摇头，没什么，你们自由安排吧，城内有需要帮忙的你们自己看着弄吧。经过刚才那么一下，叶青也没了兴致。城主大人，我可以驻守城主府，帮助城内规划，充当你的军师，至于他们4个，可以分别镇守遗忘之城的4个城门。镇守？那他们不得无聊死。毕方笑着摇了摇头，城主大人，不会的，我们的能力就是镇守一方，我们可以肉身镇守，神魂幻化人形到处溜达，只要一有危险，立马就能回到身躯之中。行吧，你们自行散去吧。经过刚才的事情，叶青思绪万千，也没了兴致再多问什么。神域世界的谜团至少不是叶青目前可以深究的，以后这样的傻问题他也不可能再问了。要知道，虽然这是游戏世界，但是现在在玩游戏的可是叶青实打实的灵魂，如果灵魂出了问题，鬼知道会如何。想到这里就后怕。好奇心害死猫这个道理叶青还是懂的，至少目前还没资格去探究。叶青发话了，4兽就直接散去，月影也是后退几步，恭敬的离开。遗忘之城晋升主城之后，所有的原住民都升级了，达到了主城原住民的标准，建筑物也增加了，并且扩大了城市范围。遗忘之城从一个小城彻底成为了一个和清风城媲美的大城了。叶青将遗忘之城的传送阵使用限制设置成了所有人可用，同时将城市传送费设置成了80银币一次。清风城的传送阵需要1金币，为了增加人流量，叶青自然是要降低传送费的。别看1个金币也就现实中的1个多信用点，但是很多玩家还是会因为省钱，宁可自己用腿跑或者骑马，也不愿意花钱传送。20个银币足够让一些不愿意花1个金币传送的玩家使用了。不是所有人玩游戏都能赚钱的。叶青看安排妥当，计划明日将叶红等店铺中的原住民都接过来，让他们帮助遗忘之城增加商业收入。有了叶红，叶青相信自己发家致富不远了。至于清风城的店铺，这么一来到变成了小弟一弟了，交给叶红他们的徒弟，虽然可能会降低一点收入，但是肯定也不会太差。第191章神赐驱气。接下来叶青将系统奖励的装备拿了出来，这个才是叶青关心的关键。这个装备和别的装备完全不同，是一个打着问号的圆团，
就好像是一个盲盒一般，里面是开出武器还是首饰还是装备完全未知。叶青点击开启，这个圆团开始剧烈抖动，随后发出赤红的光芒，一把赤红的短匕首落入叶青手中。这是神刺装备，名称血腥杀戮，品质神刺，躯气，等级80，物理攻击5000，力量3000，敏捷3000，特效所有攻击100%暴击。技能1无相，能够吞噬装备，随机获得吞噬的装备1至3个技能，最多获得5个技能。技能2天王无敌斩，抽取全身所有的力量属性，爆发1000%的物理伤害，对锁定的敌人造成毁灭般的打击，力量属性在技能释放半个小时后恢复，技能冷却1个自然日。没想到成为城主竟然奖励了一把神刺装备，但是这个国际设定叶青第一次看到。叶青先将左手的暗影匕首直接喂给了血腥杀戮，叮，暗影匕首摧毁，血腥杀戮技能摄取完成。看运气的事情，叶青从来不慌。叮，吞噬成功，血腥杀戮获得技能影袭。叮，吞噬成功，血腥杀戮获得技能流光之影。叮，吞噬完成，血腥杀戮获得技能虚空行走。果然叶青打了个响指，3个技能全部完美吞噬。血腥杀戮技能栏直接多了3个技能，装备上血腥杀戮直接就是鸟枪换大炮，一步到位。现在游戏里面一线的玩家平均等级都在65级的样子，等到平均等级70级，按节奏应该就可以开启区战了。现在这个世界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一些小国家早已灭亡，大大小小的土地都被强悍的国家吞噬。之后天网的出现彻底将这个混乱的世界归为平静，天网自动检测所有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控制，任何破坏规则的国家都会被天网直接制裁，因此没有国家还会做出如此事情。后来慢慢的国家都合并了，变成了区块，区块都用颜色来分辨，整个世界分成了9大区块，红橙黄绿青蓝紫白黑，叶青所在的就是红区。区就等于是以前的国家，只不过现在不用国家名字了，而是用颜色分区。叶青能够在区战之前就获得了一把躯气，这绝对是非常好的兆头。等到平均等级70级，估计就可能会开启区战了。系统，躯气是怎么回事？叶青问道。叮，躯气专为区战打造的装备，品质全都是神刺，但是并不是真的神刺装备。每个区只会存在3把躯气，并且等级完全随机。一个区的玩家可以夺取其他区玩家的躯气，增加自己区的躯气数量。当躯气拥有4把，该区所有玩家整体属性增加 5%， 经验获取速度增加 5%， 装备掉落率增加 5%， 以此类推。原来如此，虽然躯气是神刺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的神刺装备，难怪了。叶青总感觉这把神刺也太过简单了，虽然技能属性都不错，但是看着不像是神刺的装备属性。收起武器，叶青将奖励的技能点开，名称技能横切，性质为1，等级80，限定格斗，冷切时间1小时，效果使用武器对前面的敌人横切一刀，肆意裂空间，造成额外 900% 物理伤害加 700% 魔法伤害。果然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能够获得系统的第一奖励基本都是好东西。技能已经直接学习到了叶青的技能栏中了，看了眼自己的个人面板，现在属性已经超过了所有的玩家了，有往生之环的加持，加上各种强悍的装备，叶青现在可以说是傲视群雄。叶青直接开启了回家技能，回到了清风城杂货铺。主人你回来了。看到叶青出现，叶红立马放下手上的事情，开心的跑过去。叶青笑着摸了摸他的头，收拾一下吧，交接下手上的事情，一会我带你去遗忘之城，还有叶皇和二狗子他们，你去叫一下他们吧。叶红点了点头，就去隔壁的摘星楼。叶红离开后，叶青就开始整理起自己的仓库。减值升级之后就拥有了仓库功能，叶青的东西都可以转移到这个仓库中。叶青将店铺功能打开，将店铺中赚到的钱可以自己支取的那部分设置成了自动兑换成信用点，这样一来，叶青以后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游戏中赚的钱兑换的信用点了。一段时间没有查看叶红帮叶青购买的东西了，此时打开保管箱，里面已经满满当当放满了叶青需要的东西。卷轴叶青看都没看，全都收到了卷轴空间。大量的卷轴叶青抽空就会整理，不急在一时。行军包叶红帮叶青收到了10个，一个行军包20个背包格子，也就是直接增加了200格。不过叶青使用的时候才发现，用完这10个行军包，竟然背包已经上限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增加背包格数了。保管箱中还有20本技能书，技能每个人只能学习20个，别的玩家原本就很难获得技能，然后也就3个天赋，基本上很难存满20个技能。但是叶青不同，他有5个天赋技能，并且幸运值让他的爆率极高，技能获取的更多，所以20个技能他还真有可能学满。当所有玩家技能全都学满之后，
看的就是技能的强度，还有无限的被动技能了。叶青现在技能中控制技能还是太少，对于刺客来说，高强度的伤害是一回事，但是绝对的控制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叶青在红区无敌，但是不知道别的区会不会有和叶青一样强悍的人。就算不和玩家打，各种 BOSS、原住民，还有黑暗制度、光明制度的敌人，这都是叶青需要变强才能应对的敌人。叶青看了眼技能书，野性技能有一个穿云箭和巡航箭足够用了，叶青并没有学习，将选到的技能书全都一拍学习了。原本已经存在的潜影技能，叶青直接用新的技能替换了。名称：强影，等级60，限定暗杀，冷却时间3分钟，效果即使在战斗状态下也可以强制性的让自己进入隐身状态，消除仇恨。技能施展瞬间拥有2秒无敌时间，施展成功后进入隐身状态10秒。第192章夜红搬迁，一个强效的无敌技能。一般的潜行技能只有在非战斗状态下使用，在战斗的时候根本无法使用，但是叶青的隐身是没有这个限制的。不过叶青的隐身可没有2秒无敌的能力，并且隐身也有时间限制，刚刚使用了，如果碰到危险要再次使用，就需要等待几秒，这几秒在关键时候很可能就要命了，所以这个强影技能就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时间了。名称：偷袭，等级60，限定暗杀，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200魔法值，效果瞬间隐身并出现在敌人背后，用匕首对敌人造成额外 70% 物理伤害，眩晕敌人2秒。名称：双生斩，等级70，限定格斗，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自身生命值的 10%， 效果对敌人造成敌人当前生命值的 20% 伤害，自身生命值低于 10% 无法使用。一个让自己掉血，让敌人掉血更多的技能，不过冷却时间有点长，打 BOSS 用不到几次。生命天赋，叶青直接将微光治疗替换了，替换成了喵喵之前使用的极光治疗。名称：极光治疗，等级40，限定生命，冷却时间7分钟，施法时间 0.5 秒，消耗300魔法值，效果治疗一个目标当前损失生命值的 60%， 百分之比回血的技能，不过有 0.5 秒的施法时间，不是瞬发，这点让叶青有点难受。生命天赋技能只能用来辅助，技能多了也没用，目前这些已经足够用了，手上还有几本生命技能书，但是叶青忍住了没有学习。意志的天赋是最冷门的天赋，技能书也是少得可怜。意志天赋主要还是增强自身能力以及控制敌人为主，收集了这么久才只收集到了2本技能书罢了。名称：迷扰，等级60，限定意志，消耗200魔法值，冷却时间3分钟，效果在3码的范围内选定一个目标打断敌人施法，同时有一定概率偷取敌人的一个增益效果。名称：唤醒，等级70，限定意志，冷却时间10分钟，效果将自己唤醒，使用后立即从眩晕催眠状态下恢复，同时免疫3秒内的眩晕催眠效果，非常实用的2个技能。学习完技能，叶红正好带着叶黄和二狗子过来了。叶黄和二狗子仿佛要搬家一样，大包小包的提着。你们干嘛？这是要搬家？嘿嘿，主人，这都是我们的工具，再重新做太麻烦了，就带走了。店里徒弟们都已经学会了，到时候他们可以自己打造。叶黄说道。叶青点了点头，自己身边的原住民智慧都非常高，叶青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有任何麻烦和问题，反倒是他们帮助叶青解决了非常多的事情。说真的，越是相处，叶青越是将这些有高智慧的原住民当做自己的朋友，就像青岩、雷诺他们。这几个徽章你们带上，之后矮人族会直接将你们传送到遗忘之城。叶青考虑到清风城到遗忘之城需要一点距离，叶红他们都是没有战斗力的，要是他们半路上碰到脑残的冒险者将他们杀了，或者怪物会攻击他们，那可就真的完犊子了。所以叶青早早的就让雷诺他们专门只做了这种徽章式的单点传送装置。说是传送，其实就是用这个徽章定位，然后远程将佩戴徽章的原住民摄取到遗忘之城的传送阵内。当然因为时间原因，这个徽章只能制作出来给原住民用，冒险者不能用。主人，你还要去忙吗？叶红可怜巴巴地看着叶青说道。叶青摸了摸他脑袋，你们先过去好好经营。哦，对了，我想到一个事情。叶青对叶红说道。什么事情？你回去遗忘之城后可以，然后再这样或许就能多一条赚钱门路了。叶红皱着眉头想了想，舒展开眉头，这样虽然有风险，但是的确可行。主人放心吧，我会去慢慢落实，到时候给主人赚大钱回来。主人，给矮人族酿造的酒我都带上了，之后如何使用？叶黄问道。叶青想了想，
好像这些酒也没别的用处，就给矮人和精灵分掉吧。对了，精灵族好像会酿造百花酿，你可以跟他们学习一样。百花酿，叶皇听到了，眼睛一亮。这个酒他可是想学很久了，但是精灵族销声匿迹，会酿造这个酒的精灵族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可以说这个酒完全就失传了。没想到遗忘之城的精灵竟然会。叶皇立马佩戴上徽章，唰的就消失了。我靠，这就走了！叶青都没想到百花酿竟然对叶皇这么大的吸引力。等到叶红他们全部离开，叶青一个人来到了拍卖行。他现在的装备已经很久没更换了，除了武器，最近也没有刷到什么自己需要的好装备，因此他想来顺便逛逛有没有自己可以用的装备。不是说只有叶青能够刷到好装备，还有很多工作室佣兵团人都会打强大的 BOSS， 无论是用地形卡怪还是用人命去堆，总能够打死 BOSS 的。所以有些团队运气好爆出装备，就有可能会来卖，卖出的金币由参加的玩家分，这也是一些工会用来增加工会团队凝聚力的办法。叶青看了眼现在的装备，防具装备暗影护肩完美，赤峰腰带传说，踏空航靴完美，魔化皮甲完美，极血护腕卓越，力王护手完美，符文错乱传说，雾影头盔史诗。武器装备幽影之魂远古血腥杀戮驱气。首饰装备苍茫耳环吸血耳环青椒逆鳞传说，极速之戒极速手镯星光之戒。特殊佩戴贪食勋章未知，当前血池 21% 精灵勋章。看着装备品质都不错，但是其实有许多装备等级已经非常低了，真的到了更换的时候了。这个游戏的最高等级原本叶青不知道是多少级，清风城的城主可是150级的原住民，所以叶青猜测玩家等级应该是200级封顶。青岩直到叶青离开遗忘之城的时候还在盘腿悬浮在空中，很明显100级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突破都很困难，还是就100突破到101困难。叶青查看了一番拍卖行，想要更换一下自己的装备，然而翻阅了半天，拍卖行挂的装备基本都是稀有卓越的，最高的有2件传说的装备，但是不是皮甲是板甲和布甲，叶青不能用。第193章，论陪女人逛街的痛。首饰类的看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可以替换的，如此也就只能作罢。好的装备一般都需要蹲守才能抢到，谁让这个游戏装备产出非常困难呢？算了，身上的装备有些属性低了一点，但是特效或者技能还是很好用的，暂时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慢慢更换了，看起来也得去找点 BOSS 杀了。叶青想着就回到了遗忘之城，然后直接下线了。如果是在清风城下线，叶青这个皇民的搞不好就被人挤出去杀了，所以回遗忘之城下线已经养成了习惯。叶青下线了，有什么打算不？叶青一下线就接到了沈星竹的电话。叶青想了想，游戏中目前的确没什么事情，既然和沈星竹确定了恋爱关系，总不能总是在游戏中不顾现实吧。带你去逛街如何？叶青问道。逛街？你确定？沈星竹在电话那头邪恶地笑了起来。逛街不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吗？你不喜欢吗？叶青好奇地问道。沈星竹立马说道，怎么可能不喜欢？你等着吧，我来接你。行。叶青没车，也就只能等沈星竹来接了。叶青不知道他出门的时候，柳如霜在窗口看着他坐上沈星竹的车离开。沈星竹的换了一辆越野车，叶青不认识，不过看内饰就是一辆过100万的车。你是真有钱啊！叶青感叹道。沈星竹笑着说道，我养你啊，小伙子，我可不吃软饭。叶青非常直男地说道。沈星竹笑而不语。两人很快就来到了 Z 市最大的商业广场。说好了哦，今天的东西都你买单，另外中途你不准跑路。沈星竹下车拉着叶青的手说道。切，这有啥呀，没问题。随后叶青感受到了女生逛街的无情摧残。足足3个小时，沈星竹仿佛永动机一般，根本停不下来。叶青感觉自己2条腿仿佛跑了几10万米一般，全身已经大包小包挂满了。那啥，星竹啊，差不多可以了，我顶不住了。叶青终于是忍不住求饶了。都说陪女人逛街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之前叶青根本不相信，还嘲笑网上那些男的太过矫情，不就是多走几步路的事情吗？陪着自己的爱人逛街还会累。然而现在他觉得他一定要给这些兄弟们点赞。啊，这就结束了？我才刚开始啊！沈星竹走到叶青身边说道。刚开始？噗！叶青一口老血。从中午足足逛到了下午5点多，终于在叶青快要昏倒之前，沈星竹停下了步伐。叶青，我有点饿了。苍天啊，你终于饿了，我还以为你是永动机呢。走走走，吃饭去。叶青一听到沈星竹要吃法，立马就拉着沈星竹用最快的速度逃离的商场。
其实沈新竹买东西并没有买非常贵的东西，但是真的是太能走了，叶青都怀疑自己再走下去会不会腿断了。将东西全都一股脑的丢到了车内，两人回到商业广场，找了一家看起来比较有情调的餐厅，准备吃晚餐。哟，这不是沈新竹吗？刚坐下没多久，叶青就听到了一个感觉很不舒服的声音。沈新竹转头就看到一个男人带着一帮人坐在不远处，那个男人站了起来，已经要走过来了。李晴。沈新竹皱着眉头不悦起来。叶青低声问道：“这货是谁？”这货，你是个什么东西？有资格打听我的名号？叶青虽然说得轻，但是餐厅安静，李晴还是听到了，一脸鄙夷地看着叶青道。叶青冷笑一声，看起来这应该又是哪家的纨绔子弟。沈新竹没有搭理李晴，而是自顾自地点起了菜。新竹，跟着这个屌丝一起吃饭不会倒胃口吗？过来跟我一起吃吧，这里的深海鱼做得相当不错。李晴说，这就想坐到沈新竹身边。叶青非常自然的一个侧身坐到了沈新竹身边，将沈新竹搂到了自己怀中，然后将脚直接放到了李晴要坐的位置上。这里坐有点小啊，腿都没地方放。叶青笑着对沈新竹说道。沈新竹娇羞的白了他一眼。李晴刚坐到一半，屁股都已经悬到了叶青鞋尖了，一触碰叶青的鞋尖，李晴立马跳了起来。妈的，你找死！叶青淡然的指了指天空。该死的天网！此时已经有几个摄像头对准了这里，只要李青一动手，立马就会被天网电击制裁。叶青作为能够入侵天网的唯一人，他最清楚何种行为会非常容易触发天网，而哪些行为不在天网的触发范围。这些或许也就叶青一人知道。沈新竹，你现在的眼光已经这么差了吗？这种货色都能够入你的眼？沈新竹已经有点烦了。这个男的以前就在沈家的宴会上见过沈新竹一次，随后就一直穷追不舍。重点是这个李晴完全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的能力，完完全全就是个败家子。沈新竹原本因为家族关系还对他礼貌有加，不想多给家族招惹麻烦，何况人家喜欢自己也不是什么大罪。但是现在这家伙一口一个屌丝的骂叶青，沈新竹就不能忍了。李晴，你说他，你连他一根头发丝都不如，还有脸在这里说话？要不是李叔叔给你的零花钱，就凭你连一个馒头都吃不起，还在这里嚣张什么？沈新竹半躺在叶青怀中，冷笑着说道。沈新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肯定是这个男的教坏你的。李晴不敢相信自己追求多年的大家闺秀竟然这么对自己说话。教？我的男人可不会教我这些，我只不过说了一点实话罢了。对了，听说你家最近开始注资神域了？沈新竹适时的说道。一听到沈新竹问到注资神域的事情，李晴就来劲了。对啊，我们家族可是重金注资了神域中的灭世公会，之后这个公会必然会成为神域最大的公会，怎么样？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玩神域？我带你一起玩啊，玩游戏我可是很擅长的，我现在已经是61级的大法师了。李晴骄傲地说道。不说游戏还好，李晴一说自己是61级的大法师，叶青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沈新竹和他对视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不屑。第194章双洞解散。我说哥们，你不吃饭吗？我女朋友饿了，我们准备吃饭了，你要吹牛皮就出去，别碍着我们吃饭。叶青冷笑着说道。我就不走，你能如何？李晴耍无赖道。李晴，你是想让我们家和你家的合作断了是吗？沈新竹冷冷地威胁道。虽然李晴是纨绔，但是也知道自己家族和沈新竹的家族是合作关系，如果失去了沈家的协助，家族生意会差上许多，因此这一次沈新竹的面子必须要给。行，沈新竹你狠，等到我们灭世把叶青拉到我们公会，以后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朱晴恶狠狠道。噗！叶青差点一口就把喝进去的茶喷出来。等等，你说要拉谁进你们公会？叶青，等级榜第1的强者，吓到了吧？我告诉你，等到拉叶青进了公会，灭世将成为红区最强公会。沈新竹一脸笑意地看着叶青。叶青咳嗽了一声。你难道不知道沈新竹和叶青关系很好吗？关系好又如何？沈新竹你家族已经被你哥掌控了，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我们可是能够开出高价给叶青的，只要价格开得高，叶青怎么可能会不进入灭世？遗忘之城也将成为我们灭世的根据地。朱晴仿佛在展望未来一般炫耀道。这不就很尴尬了吗？叶青诡异地对着沈新竹笑了笑。沈新竹知道某些人要倒霉了。等到朱晴他们离开，叶青和沈新竹互相看了眼，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朱晴看起来死定了。沈新竹说道。叶青摆了摆手，怎么能这么说呢？只不过一个小家伙罢了。不过送上门的钱，我觉得不收都对不起自己啊。不过如果是他父亲来和你谈，基本上是没便宜可以占的。沈新竹说道。叶青虽然聪明，但是和商场上的老狐狸比起来，还是有点稚嫩的。放心，肯定是他来谈。按你说的，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父亲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事情和他说？
既然他知道，那么肯定是他父亲想要通过这件事情培养他，让他能够在游戏中有一份事业，所以将这件事跟他说明，让他来考虑。那他不是惨了？叶青嘿嘿一笑，不再多说。话说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叶青想了想，没有什么打算，暂时性的先提升能力。我总觉得这个神域并不是表面上一个游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必须增强自己实力，以对应付未来的事情。你也觉得这个游戏太过诡异吗？叶青点了点头，具体说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游戏本身诡异，那么游戏内增强实力必定有用，如果是外部，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沈星竹点了点头，叶青考虑事情肯定会很全面，他倒是不用为他多做考虑。吃完饭干啥去？沈星竹看着叶青问道。叶青看了眼沈星竹，今天沈星竹穿了一身紫色的连衣裙，长发披散，整个人如同一个发光的小公主一样。叶青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嗨嗨，今天准备就不上游戏了？哦，那我今天不回家了，去那里如何？沈星竹问道。这不好吧？那算了，等会我回家。其实去做一会认认门也行。有了这个决定，两个人吃饭的速度竟然不自觉地加快了。车子发动，迅速回到叶青的出租屋。一进门，叶青和沈星竹就吻在了一起。都是年轻人，又互相热爱，谁能够忍受得了对方的诱惑呢？两个人驰骋在快乐的海洋。一夜车门焊死，无法下车。翌日清晨，叶青做好早餐，等待伊人醒来。沈星竹悠悠醒来，伸了个懒腰，姣好的身姿让叶青看得口干舌燥。亲爱的抱抱。沈星竹又疑惑地对着叶青说道。一个晚上还没喂饱吗？叶青笑着看着沈星竹说道。你这头牛累不累呢？你不累我肯定不累了。叶青哈哈大笑，怎么可能累？开玩笑，再来大战300回合。几个小时后，叶青长吁一口气，让宝宝睡会。又过了几个小时，终于是结束了大战。幸好游戏仓到了，可以用营养液补充一下营养了。沈星竹亲了叶青一口，我派人把我的游戏仓带过来了，等会安装好了以后，我就在你这里上游戏了。话说上游戏带我升级吗？沈星竹问道。叶青想了想，我好像还有一个任务卷轴还没使用过。任务卷轴是什么任务？叶青才想起来，之前自己得到过一个任务叫地狱的灰姑娘，一直都没使用。按道理是等级很低时候就可以用了，现在等级这么高再使用，不知道会随等级变化还是不能使用了。听起来好像很童话的任务，去完成吧，说不定能给你换换装备。行，等会上线我去找出来这个任务卷轴，然后去做这个任务。两人温存了一会，安装人员终于是敲门来安装沈星竹的游戏仓了。跟着安装人员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孩子，赵萌。我去，叶青你这么有钱，2台游戏仓。一想到之前的赵萌，叶青就有点头大。赵萌此时穿得非常清凉，比之前的那个紫色睡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沈星竹扭了下叶青的腰肉问道。我是叶青大神楼上的哈哈，听到有动静下来瞄一眼。赵萌大大方方地说道。对于叶青他倒没啥想法，就觉得叶青就是一个隐居的大神，玩神域的他就想跟着大神混。至于之前那个不小心，他选择性的遗忘了。之前虽然有点想法，但是看到叶青已经有对象了，就直接放弃了。赵姐姐也玩神域吗？多少级了？沈星竹很快就和赵萌熟络了起来。我才55级，可惜选了光明制度的，不然就能跟着叶青大神混了。最近基本上只要玩游戏的就没有不知道叶青的。光明制度的可以找我呀。沈星竹道。叶青问道。之前不是说你要加入双动吗？这么久你还没加入？双动解散了，你不知道吗？什么？解散了？对呀，之前花花蝴蝶把双动大部分都收买了，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是被花花蝴蝶他们骗了，他们根本就没拿到1分钱。结果如霜就觉得如此一个烂摊子还不如不要为好，所以干脆直接解散了双动。现在双动的相关佣兵团全都已经注销了。第195章，青岩出事了。叶青和沈星竹互相看了眼，不过双姐说她准备重组一个靠谱的工会，但是具体的没有跟我说。按照刘姐姐的性格，她肯定不会就这么屈服的，她必然是想要暗中慢慢发展势力。花花蝴蝶对她现在是完全敌对，想尽办法阻拦她的发展，所以暗中慢慢发现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了。叶青说道。沈星竹点了点头。虽然叶青和他在一起这本就是两情相悦的情况下，但是柳如霜的确也是喜欢叶青，这件事情上他也是受了伤的，所以沈星竹也希望柳如霜能够过得好。之后刘姐姐需要帮助，我和叶青都会无条件帮助的。沈星竹说道。周玉赵姐姐，你要加入墨竹或者以后刘姐姐的工会都可以，你要过来可以游戏里私聊我，等会上游戏我加你好友。你游戏名字叫什么？萌动天下。噗，赵萌，你一副御姐样子，为什么要用这么萝莉的名字？叶青笑着说道。
赵萌白了叶青一眼，不行吗？我就喜欢可爱的。闲聊了一会，游戏舱也安装完成了。赵萌告别了叶青两人，回到了房间。叶青和沈星竹也躺进了游戏舱，进入了游戏。城主，你终于来了！叶青刚上线，就看到焦急的雷诺在城主府转悠。怎么了？青岩出事了？什么？叶青立马冲出城主府，直奔之前青岩所在悬浮的城墙。青岩将军可是叶青最先成为朋友的原住民，在叶青心里，青岩将军可不只是自己的手下，或者是一个原住民，一个程序。对他来说，青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他的朋友。青岩如果出事了，叶青绝对无法忍受。叶青直接召唤出了肥肥，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城主府到城墙几10分钟的路程，1分钟叶青就到达了。一到城墙上，就看到青岩脸色铁青的盘坐在城墙上。青岩，城主你来了呀？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等级到了突破吗？怎么成这样了？叶青问道。青岩苦笑着说道：失败了，我的品质只够我达到100级。而且什么？你倒是说啊！叶青急切地问道。而且我突破失败，被天雷反噬，我可能撑不下去了。叶青看到青岩的血量竟然在缓慢地减少，此时青岩的血量已经只剩下60%了。之前因为太急切，叶青都没看到。生机，极光治疗，2个治疗技能丢出，但是也只不过延缓了一会青岩血量的掉落罢了。星竹，立刻让喵喵过来，快点！星河，妈的星河呢？死过来！马上！叶青私聊了2个自己人的奶妈过来。青岩将军，受挫暂时性不能让龙之舞他们知道，不然鬼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办？怎么办？这难道就没有办法吗？叶青焦急不已。系统，原住民受到天雷反噬，如何解救？叶青对着天空问道。此时在场的就雷诺、光明还有守城的几个卫兵在场。面对叶青的询问，系统没有任何回应。叶青也只是试试，系统除了做出一些任务上的解释，从来不会给出玩家直接的办法的。但是突然，叮！遗忘之城叶青专属任务开启。叮！第1环，延续青岩的生命，请遗忘之城城主叶青单人前往猩红谷深处寻找迷失者，并获得迷失者的心脏与手札。猩红谷，那是100级的地图啊！叶青看了眼地图，在地图的一片迷雾地区就有猩红谷的位置，那里叶青还未去过，所以地图上级就是一片迷雾，并且地图标注那边是危险区。妈的，不去还不行啊！100级的地图让我一个80级的去系统，你也是想得出来啊！不过为了青岩，叶青必须前往。叮！任务倒计时开启，48小时。叶青看了眼青岩的状态，别说48小时了，就是24小时，叶青都嫌短。这一次要进入100级的怪物区域，叶青可不会就轻装上阵的。找到嘶吼，在嘶吼拿了一些高级强效回血和回蓝药剂，然后拿了一些符咒，然后规划了一下路线，叶青就直接骑上肥肥，飞速向着猩红谷出发了。叶青，你不在遗忘之城了？沈星竹带着小狐狸喵喵赶到的时候，叶青已经离开了。这2天我私聊就关闭了，有事线下说吧。遗忘之城的事情你多关心点，然后喵喵他们要一直给青岩回血，别让青岩死了呀。叶青交代道。好，知道了。那个卷轴任务等就好了，青岩再说吧。知道。挂断了通信，叶青直接将聊天设置成了关闭。一路上叶青极快的速度都让一个个玩家瞠目结舌，有些玩家甚至还发来了组队邀请，能够有这么快速奔跑的坐骑的玩家必然是一个高手。但是叶青可没时间和这些玩家一起组队，他要去的地方也不是一般的玩家可以进入的。路上叶青才想到，这个任务除了任务上说的东西，别的一点介绍也没有。那个什么迷失者是人还是怪物还是原住民，什么信息也没有，这怎么找？叶青再次问起了系统，不过这一次系统完全失去了声音，很明显系统不会来给叶青答案，只能硬着头皮先到猩红谷中看看了。猩红谷之所以叫猩红谷，按照官方介绍，就是因为猩红谷内的生物都会释放一种猩红素，玩家只要吸收过多，这种猩红素就会被迷惑，陷入环境之中，然后被里面的怪物吞噬。按照系统地图上大致的介绍，也就这么一点信息，别的什么都没有。肥肥的移动速度非常快，但是叶青依然用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才到达了这个目前没有玩家的地方。叮！发现猩红谷。当叶青收回肥肥，踏入这一片有红色雾气的地方的时候，系统适时的发来了提示。这些红色雾气就是猩红素吗？叶青发现，当进入这些红色雾气的范围后，血量竟然会一点一点的开始掉。只不过按照叶青现在的体质属性来说，非战斗状态下每秒就能够恢复10几点的生命值，可以说完全不影响。但是有这种诡异的事情发生，证明这里和外面的野区可不一样，这里不简单。叶青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开启隐身，
这些红色雾气算是攻击，隐身只要受到攻击就会现形，所以叶青在这里根本就无法使用隐身，隐身了也就那么1秒的时间罢了。第196章兽人部落。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刺客的噩梦之地啊！叶青一路向前，没有方向，只能够一路向前。地图也在叶青慢慢移动下，渐渐现示出了这片猩红谷的样貌。这一片猩红谷就目前显示出来的外形，就像是一个大碗，中间是凹陷进去的，越走会越向下。但是地面上生长的树木都是笔挺的向上生长，地面是斜的，植被是笔直的。这里难道没有怪物吗？走了半个小时了，都没碰到。叶青自言自语道。突然一束红光划过叶青脸庞，叶青条件反射的立马下蹲。不过那束红光并没有任何攻击，叶青顺着红光发出的位置摸去。这是拨开灌木，映入叶青眼帘的竟然是一个部落。上百只各种野兽形态的怪物正在部落中井然有序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有的在那边煮食物，有的在那里操练，还有巡逻的。这里赫然就是一个怪物组成的村落。可怕的是，这些怪物中有一些类似于人类部落的领导者一般的怪物，那些怪物正在指挥着别的怪物进行劳作或者操练。名称：兽人智者，品质：史诗，等级98，生命值1658911，魔法值32165，物理攻击11，魔法攻击3154，物理防御700，魔法防御2100。技能：导言，用兽人专用语言进行祈祷，获得兽神的帮助，获得10倍属性，持续2分钟。名称：兽人战士，品质完美，等级88，生命值346457，魔法值0，物理攻击2368，魔法攻击56，物理防御2457，魔法防御389。技能：蛮力一击，使用棒槌对敌人奋力一击，造成额外400%物理伤害。名称：兽人农夫，品质精良，等级29，生命值1389，魔法值0，物理攻击68，魔法攻击98，物理防御589，魔法防御157。技能：誓死，献祭自身，增强兽人战士10%的整体属性。还有许多的各种兽人怪物，属性基本都半斤八两，最强的主要还是兽人战士。另外的兽人怪物叶青估计受到致命攻击的时候，这些怪物都会使用誓死技能来增强兽人战士。叶青粗略估计，这里的兽人怪物至少有几百只。如果其中的兽人战士全都接受到誓死技能，那么叶青在这么多兽人战士中必然会直接被秒杀。叶青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现在既然碰到了兽人部落，那么稳妥起见，还是需要探查这个部落中存不存在迷失者的。叶青慢慢摸索过去，兽人部落外围有几只兽人战士正结队游弋走，不知道这些兽人战士的仇恨值范围是多大。叶青无法隐身，直接拿出了魔法弓，在较远距离下对着最边缘的一个兽人战士射了一箭，叮，造成4394点伤害。只是普通的一箭，直接就造成了4000多的伤害。受到攻击的兽人战士立马抬着巨大的棒槌冲向了叶青，同时另外跟着巡逻的4只兽人战士竟然一起杀向了叶青。果然叶青80级，这些怪物等级都比他高，仇恨范围很大，并且还会有非常高的仇恨连接。5只兽人战士就算是叶青也要极小心对待。闪影，很久没有使用闪影起手了。一道虚影出现，对着冲得最快的兽人战士就是一顿乱砍，叮，闪影造成23614点伤害。兽人战士有几十万的血量，叶青的伤害虽然高，但是还不至于能够秒杀。叶青用魔法弓边射边退，他早就已经看好了地形。叶青背后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至少也需要差不多4个人才能抱得过来。这棵大树就是叶青击杀兽人战士的关键。3支箭射一出，直接定在最前面的兽人战士头颅上。兽人战士吃痛，嘶吼了一声，巨大的棒槌对着叶青就狠狠砸下。奋力一击，别看兽人战士体型庞大，但是速度并不慢，一棒槌砸下，叶青狼狈的就地一个滚翻，才触发了闪避，躲开了这一下攻击。只不过这一耽搁，另外的4只兽人战士也围了上来。后跳无敌1秒，躲开4只怪物的攻击。叶青和5只兽人战士拖开了一点范围，随后叶青就开始围绕着这棵大树转圈奔跑。果然兽人战士因为叶青的攻击，仇恨稳稳当当，追着叶青就锤。叶青一边跑一边用魔法弓不停的射击，这样放风筝必然是远程职业最好。巡航剑和穿云箭只要冷却结束就使用，中间再穿插了闪影补充伤害。兽人战士穿了一层铠甲，魔法弓已经跟不上叶青现在的需求了，造成的伤害的确是低了很多。5只兽人战士叶青足足绕着20多分钟才全部杀死。看了眼经验，微乎其微。
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怪物，经验必然不会很多。掉落了几个金币，叶青收了起来。这个样子不行，如果部落中的兽人都引出来一点点杀，估计等我回去，青岩都已经嗝屁了。叶青计算了下时间，决定要冒险一试，释放出了肥肥。叶青坐上肥肥，对着远处射了一箭，嗖的一声，一支箭直接飞出。果然可以。大部分坐骑在成骑后只能用来赶路，不能战斗的，但是叶青觉得肥肥必然和别的坐骑不同。一试果然如此，那就可以了。叶青拍了拍肥肥，陪我战斗吧。肥肥对着叶青嘶鸣了一声，表示明白。肥肥按照叶青指示，瞬间窜出，直接冲进了兽人部落。血爆！几码范围内直接爆出一团血雾，许多普通兽人直接被叶青秒杀。血爆技能的血池，因为叶青很久没刷怪了，血池的量并不多，因此只能造成小范围的爆炸伤害，伤害也不足，只不过炸死了一些等级低的兽人。不过就这一下子，可是直接捅了马蜂窝了。所有的兽人全都冲出了家门，追着叶青就杀了过来。巡航箭，一支箭射一出，肥肥开始快速绕着部落的范围奔跑起来。兽人战士和那些普通兽人在肥肥的速度面前完全就是弟弟。几百只兽人追着叶青，肥肥轻轻一跳跃就是一大段的距离，叶青则是巡航箭不断，时不时穿插穿云箭。可惜穿云箭的万马奔腾效果一直没有触发出来，成片成片的兽人倒在追击叶青的路上。叶青的经验也慢慢开始增长，但是叶青伸长脖子都没看到一个叫迷失者的怪物。这里的怪物全都是兽人。第197章，神说，难道迷失者不在这里？如果兽人知道叶青的想法，估计要疯了。这个冒险者来这里纯粹是要杀迷失者，根本就不是兽人。现在一个人在兽人部落杀进杀出，完全就是为了找迷失者。仿佛兽人智者已经受不了如此追击一般，手中长杖一锤地面，三个兽人智者竟然气势疯长，体型也从原来的瘦小老头样子变成了魁梧的兽人战士样子。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可是远程攻击的。轰！一团火焰射一出，叶青躲闪不及，连带着肥肥一起被轰到。肥肥哀嚎一声，竟然直接被秒杀了。死！这是什么伤害？肥肥回到了坐骑空间，叶青失去了最快移动的基础，他现在的移动速度最多就和兽人战士差不多，面对这么多的怪物，只能逃跑了。然而三只兽人智者根本就不可能放过叶青，唰的一下子，三个兽人智者竟然速度极快，追到了叶青面前，挡住了叶青的去路。好快！被兽神附体这么强大！砰！一团冰球直接将叶青击飞，叶青倒飞而出，狠狠地摔在了兽人群中。完了！叶青直接被兽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冰球让叶青掉了3000多的血量。冒险者！就在叶青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兽人智者竟然说话了。怪物也能说话？叶青惊讶道。一般 BOSS 能够说话也就算了，系统本身就有设定台词，但是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小怪的部落，小怪竟然也能够说话，这就完全违背常理了。冒险者，你竟敢伤害我们族人！哈哈哈，正好，已经有很久没有尝过人类血肉的滋味了。吃人？兽人不是曾经也是为光明而战的吗？叶青问道。听到光明，兽人智者冷笑一声，所谓的光明也只不过是和黑暗一样的垃圾罢了。你们人类是最邪恶的种族，无关黑暗与光明。你们知道迷失者在哪吗？叶青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干脆直接问道。看起来你是想要寻找迷失者才入侵到我们部落中的。兽人智者说道。叶青点了点头。哈哈，你以为我们会告诉你吗？去死吧，人类冒险者！兽人智者一挥手，几十个兽人战士同时抬起了棒槌。突然一束红光从叶青身体中出现，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了叶青身前。小女孩双手上扬，一只透明虚拟兽直接幻化成了一面盾牌，挡在了她的头顶。Miss， 大量的免疫数值爆出。叶青毫发无伤，只不过小女孩因为这么多的兽人战士同时攻击而被压到了地上。莉莉娅，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叶青惊讶道。出现的赤红色小女孩正是叶青的宠物莉莉娅，而变成盾牌的虚拟兽则是小阮。小阮竟然完全听从莉莉娅的指挥。三个兽人智者立马对着叶青发动了魔法技能，但是莉莉娅反应极快，上台的手向下一甩，变成盾牌的小阮立马被横在了她的身前，又是一串 miss。 小阮虽然是最低级的宠物，没有攻击力，但是它完全免疫攻击的特性发挥的好比神兽都强大。看到叶青被这些兽人打倒在地，莉莉娅可爱的小脸竟然刹那间就变成了一张冰冷的脸庞，随后开了口：神说兽灭。莉莉娅稚嫩的声音刚落，以她为中心，一圈无形的力量如同热浪一般席卷四周，差不多10码范围内所有的兽人在热浪席卷的瞬间，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就直接化作了孽粉。死！叶青倒吸一口冷气。
这尼玛莉莉亚可是0级的宠物啊，叶青还没给它升级过啊，说了一句话，几十只兽人瞬秒。叮！虚拟兽小软等级提升，当前等级1级。叮！虚拟兽小软等级提升，当前等级2级。叮！虚拟兽小软等级提升，当前等级3级。小软因为一下子死了这么多的兽人，经验飙升，只不过短短几秒钟时间已经冲到了70级了。但是让叶青无语的是，这么多的经验，莉莉亚竟然只不过升了1级。莉莉亚的经验需求量竟然庞大到如此程度。不过这突然的情况出现，给了叶青极好的机会。叶青窜起，直接杀向了最近的那个说话的兽人智者，瞬间抵住了他的喉咙。给你个机会，说出迷失者位置，不然你们整个部落所有兽人全部都得死。听刚才兽人智者说话的态度，很明显他知道迷失者的位置。神迹？怎么可能还会有神的存在？兽人智者仿佛失心疯一般的自言自语道。叶青直接一巴掌抽在兽人智者脸上。老子问你话呢！迷失者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在10年前出现过，当时路过了我们部落，之后就没见过了。兽人智者说道。叶青皱起了眉头。10几年？开什么玩笑！10几年说不定迷失者都死透了。看了眼傻乎乎的盯着莉莉亚出神的兽人智者，叶青知道这货肯定是说不出任何关于迷失者的东西了。莉莉亚此时有点站立不稳，叶青立马冲过去将她抱在怀中。莉莉亚，你没事吧？莉莉亚眨巴着眼睛，露出一副极度疲惫的样子。叶青估计这样的神技相当消耗体力，就算是宠物的莉莉亚也一样承受不了多少，何况莉莉亚升级了也才1级罢了。这一次没有将莉莉亚收回宠物空间，而是直接抱在怀中。刚才的那一下已经完全震慑到了兽人部落，一个个兽人惊恐地看着叶青怀中的莉莉亚。对于神的恐惧是根植在他们心底的，人类再强，魔法再强大，也不可能只是说了一句话就秒杀了这么多的敌人，能够办到的只有神。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女孩是神？许多兽人怎么都不相信，但是对于神的恐惧让他们根本就不敢做出任何逾越的行为。叶青抱着莉莉亚，使用了一张加速卷轴，直接快速离开了兽人部落。鬼知道这些兽人会不会突然就发狂，将叶青撕碎。肥肥短时间内是不能召唤了，只能依靠自己2只脚走了。莉莉亚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但是叶青说要将莉莉亚召回宠物空间，莉莉亚抱着叶青的脑袋死活不肯，到最后就是小软被收了回去，莉莉亚就趴在叶青身上。第198章地甲虫。莉莉亚，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叶青好奇地问道。但是莉莉亚就是傻傻地笑着在蹭叶青的脸，丝毫没听懂叶青的话。明明之前使用技能的时候说话了呀。叶青也不太搞得懂，莉莉亚的秘密或许就和酒少一样，用不着深究吧。终归有了莉莉亚这么强大的宠物，终归是好事。叶青一路向前，按照兽人智者的意思，迷失者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那么叶青只能按照这个方向寻找了。头大，这个迷失者到底在哪呀？叶青焦躁不已。青岩那边虽然有2个奶妈在不停的加血，但是如果有一点问题，说不定叶青真的会失去青岩这个原住民朋友，这不是他能够接受的。越是向着新红谷前进，红色的雾气越是浓重，虽然不会影响太多视线，但是叶青的血量开始从1点变到了3点下降，越深入这个数值就越大。莉莉亚倒是没有丝毫影响，依然是懒洋洋的趴在叶青身上，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走着。突然莉莉亚抬起了头，莉莉亚推了推叶青的脑袋，伸出小手指向了一个方向。那里怎么了？然而莉莉亚就是一直推叶青指着那个方向。难道你能知道迷失者的位置？叶青一惊，的确有这种可能，莉莉亚可是神赐级别的宠物啊，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隐藏能力也说不定啊。叶青立马朝着莉莉亚指的方向加速前进，一路上怪物能够避开就避开，100级左右的这些怪物血量厚，攻击高防御高，不亚于一只小 boss， 但是经验值并不高。叶青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普通怪物身上。呀呀呀！狂奔中，叶青突然被莉莉亚一把拽住头发，吃痛一下让叶青直接停下了脚步。叶青停下脚步的瞬间，地面竟然发出了剧烈的颤动。这是……我靠！叶青直接被一只地底钻出的类似于甲虫一样的怪物直接顶飞，重重的摔在地上。叮！受到1232点伤害。名称：地甲虫。品质：传说。等级：90。生命值200万，魔法值17，物理攻击5310，魔法攻击38，物理防御4007，魔法防御2314。技能1：冲撞，用身躯冲撞敌人，造成额外100%物理伤害，正面撞击到敌人，使敌人陷入2秒眩晕。技能2：螺旋穿刺，飞入空中，对敌人发动螺旋攻击，头顶尖刺在旋转中刺穿敌人，造成额外80%物理伤害。
受到伤害的敌人会持续损失生命值的 2% 血量，持续20秒。BOSS， 野外 BOSS。莉莉娅指了半天的意思就是这里有只 BOSS。叶青差点没气晕过去，这是要玩死我呀！相差10级，并且还是野外 BOSS， 这攻击力，这血量，叶青感觉压力山大啊！莉莉娅非常开心的直接从叶青头顶飞起，然后飞到了边上一棵树杈上，晃着2只小脚开心的看着。被这个小家伙坑了。既然如此，叶青也不可能想着逃跑了，只有战斗了。的甲虫别的体型很大，但是速度竟然极快，叶青每次闪避攻击也只能够堪堪闪过。背刺，叮，造成6869点伤害。好硬的壳啊！这只怪物的物理防御太高了，叶青都是物理伤害，被减免了许多伤害。嘎嘎嘎的甲虫发出了一种令人胆寒的声音，叶青知道它要攻击了。地甲虫微微一蓄力，猛然间窜出，冲向了叶青。轰！叶青勉强躲闪，但是地甲虫撞击地面轰起的碎石结结实实的打击在叶青身上，受到67点伤害，受到45点伤害，受到21点伤害，受到98点伤害。大量碎石造成了许多细小的伤害，叶青立马给自己丢了一个生机技能，血量才慢慢恢复。战斗中生命值就减少，慢慢恢复了。红色雾气造成的伤害只能依靠叶青自己使用技能来恢复了。这个时候叶青真的庆幸自己学习了生命天赋，不然根本就无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地甲虫一击未中，竟然有一点恼怒，嘎嘎叫了2声，直接张开了翅膀飞了起来。不好，他要用螺旋穿刺了。螺旋穿刺的伤害或许不高，但是持续掉血20秒，等于掉了自身 20% 的血量，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叶青单手一张，真空摄取。刚刚飞起来还没开始旋转的地甲虫，竟然不受控制的被一股无形的意志之力拉向叶青。虽然不是自身控制的螺旋穿刺，但是从高处掉下来的势能也是极强的，加上地甲虫头上的尖刺，叶青立马一个滚翻，毫不顾及形象，躲闪到了一边。身上沾满了沾湿的树叶，叶青拿出魔法弓，对着地甲虫直接射了3箭，随后快速跑向边上的一棵大树后。他想要用之前绕死兽人战士的方式来放风筝死这只 BOSS， 然而叶青没算到，得甲虫竟然直接发动了冲撞技能，轰的一声，挡在叶青身前的大树竟然直接被撞断了。叶青怎么都没想到地甲虫竟然能够破坏树木，结结实实被地甲虫撞到了身体。叶青惨叫一声倒飞而出，砰的一声撞在了一棵树上。叮，受到冲撞攻击，损失14391点伤害。叮，眩晕2秒，一击打中的甲虫竟然再次飞了起来。尼玛，技能不用冷却的吗？唤醒，眩晕直接解除。解除的瞬间，螺旋穿刺已经刺下。强引，叮，无敌2秒，淬毒，影袭，致命打击。武器涂上毒药，影袭瞬间出现在地甲虫背后，地甲虫的翅膀还没收回，叶青立马双匕首斩出。叮，致命打击触发暴击，产生双倍伤害。叮，触发力王护手4倍爆发。叮，触发符文错乱，攻击力翻倍。叮，弱点攻击，伤害增加 30%。叮，致命打击造成53917点伤害。一个高额的伤害爆出，叶青来不及惊讶，立马一个滚翻脱离开地甲虫的攻击范围。看起来地甲虫的弱点在坚硬的壳下，那柔软的翅膀就是它的弱点。叶青更换上魔法弓，对着地甲虫的脑袋就是一箭。当的一声，魔法箭射在地甲虫壳上，发出了金铁碰撞的声音，只不过造成了1000多点的伤害。地甲虫吃痛，再次对于叶青发起了冲锋技能。这一次叶青有了防备，一个后跳，卡着1秒的无敌时间。第199章遗失之地，流光之影。一个叶青的分身出现，突击，流光之影也叶青一起使用技能，一同窜出。掠影，攻击速度、移动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叶青背后一道道残影围绕着地甲虫，流光之影也一同使用了掠影，也制造了大量的残影。一时间地甲虫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叶青本体，而叶青快速奔跑着绕着地甲虫，让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在地甲虫的背后，将自己能够使用的所有技能都对着地甲虫招呼。地甲虫的血量开始大量流失，叶青则是一直让自己的血量保持满血状态。冒险者血量比怪物低了很多，能够依靠的就是怪物没有的智慧。就这么按照叶青的节奏，地甲虫的血量稳步下降。叶青在高强度的战斗中渐渐掌握到了地甲虫的攻击模式，将节奏完全掌控在了自己手中。还有 10% 的血量就能杀死了。叶青计算着，每一次叶青的攻击都能造成1万以上的伤害。更换上了血腥杀戮，叶青的攻击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幽影之魂已经完全解除了封印，变成了一把70级的远古武器了。
地甲虫仿佛感觉到自己离死不远了，开始加快了技能的释放，冲锋技能仿佛不要钱一般对着叶青疯狂使用。叶青左躲右闪，每次都能够用自己提前的预判规避。但是突然间，系统刷新出了之前被撞碎的大树，叶青正好就站在这棵树的位置，地面一颤，叶青被长出的树一顶，一下子失去了身体中心，向着右边倒。地甲虫仿佛有智慧，抓住机会立马使用冲锋杀向叶青。完了，唤醒技能刚刚又用了一次，还没有到10分钟，再被眩晕2秒，必然会被不停的冲锋给杀死的。果然叶青被直挺挺的撞到了，但是并没有叶青想的那个提示出现。叮，触发逆鳞之光，免疫1次伤害，胜于逆鳞4。哈哈，还有逆鳞之光这个被动技能，一直都没有触发过叶青，都快忘了。叶青立马一个后跳，脱离开地甲虫的攻击范围，静静等待。地甲虫一击未中，立马又是一击，冲锋直接冲向叶青。叶青计算好时间，在尖刺即将刺到叶青的瞬间，发动了隐袭，唰的消失在原地，然后出现在地甲虫背后。死吧！致命打击！叮！致命打击触发致死效果！叮！地甲虫死亡！叮！等级提升，当前等级81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叮！特殊效果往生之环触发，5维属性增加80点，竟然直接升级了。叶青长呼一口气，这一场战斗足足持续了40多分钟。战斗一结束，叶青直接瘫坐在地上。高强度战斗实在是太累了，将地甲虫掉落的东西捡了起来。叶青还没查看，就发现地甲虫的尸体竟然开始被系统刷新了。莉莉娅跳下树枝，并没有跑到叶青身边，反而是跑到地甲虫刷新掉的位置，将一颗黑色的珠子抱着小跑到叶青身边。这是什么？叶青接过莉莉娅递过来的黑色珠子。当叶青拿到这颗珠子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竟然将叶青和莉莉娅直接吸入了黑色珠子内。叮！发现遗失之地1。遗失之地1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别的遗失之地？叶青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片类似于秘境一般的地方，但是相比起之前的青椒秘境，这个秘境简直就无法用一个惨字概括。这个秘境整个空间都是灰蒙蒙的，并且天空中下着黑乎乎的雨水，雨水打落在脸上就如同冰刀一般，割得人疼痛不已。掉到秘境中了，该怎么办？青岩可没这么多时间等我慢慢通关秘境啊。不过叶青奇怪的是，这个秘境从叶青进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任务发布，叶青试了很多办法都找不到之前进入的入口，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入口。叶青完全就是被黑色珠子吞进来就完事了。既然无法出去，叶青也就只能深入到秘境之中查看。不过没有了任务提示，这个秘境就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危险了。走了没多久，叶青就停下了脚步。不是他不想走，而是他已经完全震惊了。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上百个宝箱，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钻石5个级别的宝箱，这里竟然全都有。钻石宝箱看得叶青眼热，但是叶青并没有马上冲上去就开宝箱。就算是秘境，就算秘境给再多福利，不可能给如此多的福利。如果这些宝箱全开了，叶青获得的好处可是完全超过的秘境应该给的极限了。如果这里是10个宝箱，叶青肯定毫不犹豫的就开始开，但是近100个，那这里肯定有问题。叶青冷冷的环顾四周，出来吧。没想到竟然还有冒险者能够忍受住这么大的诱惑。叶青其实是故意这么说的，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接茬了。能说话就行，能说话就算是敌人也有可能能问出如何从这里出去。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击杀这只地甲虫，哎，可惜啊，既然你进来了，那么只能杀了。你给我的花艺谱增加一点肥料了。叶青面前的宝箱全都瞬间碎裂，随后正片空间都开始寸寸碎裂。很快，叶青周边的环境如同镜子一般全部碎裂，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个清雅的竹屋，竹屋前坐着一个红名的人，迷失者。红名的人头顶赫然顶着迷失者3个字，不过后面还有2个字，卡尔。迷失者卡尔，名称迷失者卡尔，品质远古，等级100，生命值35497181，魔法值12645647，物理攻击11271，魔法攻击6984，物理防御8000，魔法防御7000，技能神罚，对敌人降下天雷惩罚，造成额外1000%的物理伤害加800%魔法伤害。叶青冷汗直冒，开玩笑，杀了迷失者，这玩意怎么杀？这种 BOSS 没有3个工会一起堆根本就不可能杀死。怎么？冒险者见到我就害怕了？难道你不是来击杀我获得我的心脏的？迷失者卡尔笑着对叶青说道。你知道我的来意？叶青惊讶道。不止如此，我还知道你是为了救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叶青试探性地问道。迷失者卡尔倒是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看了眼叶青说道：因为我曾经是神。第200章恶魔形态。神？怎么可能？你就算很强，也只不过才100级。你要是200级说自己是神，我倒还相信。叶青虽然没见到过神，但是按照所有的任务，还有以前盗贼阿诺斯说的，还有自己从游戏历史中看到的，神绝对是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完全无敌的存在。而且目前游戏中的神应该只剩下光明神和黑暗神2个了，那个什么兽神、什么龙神应该都死光了。迷失者卡尔听了叶青的话，哈哈大笑起来。100级、200级，只不过是凡人的境界罢了。你这个80级的冒险者，只不过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蚂蚁罢了。迷失者卡尔对着叶青背后的一块石头一指。叶青原本以为背后的石块会直接爆炸，但是诡异的是，那一块石头竟然一点点被黑暗给蚕食了，空间扭曲。叶青根本分辨不清楚这块石头到底是被空间给吞噬了，还是变成了粉末，一节节消失了。这是什么力量？叶青感觉这股力量如果用到叶青身上，叶青的灵魂很可能都会受到重创，甚至叶青能够清晰感觉到灵魂深处发来的那股恐惧。这就是神的力量，不过你一个小蚂蚁是不会懂的。原本叶青或许还在想办法有没有什么可以卡怪的办法，但是现在叶青真的有点要失去了反抗的心了。就算叶青再强再有技术，不可能和这个神战斗，这就没有斗志了。不过也是，凡人如何能够和神对抗呢？迷失者卡尔笑着说道，不过语气中略微有一丝失望。不！叶青突然吼了一声，我放弃了，轻言就必死无疑了。你给我去死！叶青将一张极速符咒、一张攻击符咒贴到自己身上，随后又使用了2张增加状态的卷轴，冲向了迷失者卡尔。就算你是神又如何？那你也是曾经的神，现在只不过是一只等级比较高的 BOSS 罢了。就算你是神，我也要试试屠神！哈哈哈，屠神！一个凡人获得一点点力量就想着是神？迷失者卡尔哈哈大笑着，单手一指，天空中一道奶白色的闪电狠狠劈向叶青。小软！瞬间召唤小软，小软张开成为一张护盾，挡在叶青的头顶。轰 ！Miss！ 一个大大的免疫出现，叶青被巨大的天雷冲击力轰得差点跪倒在地。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最低级的小兽？怎么可能能够抵挡住天罚的力量？什么天罚？也不过系统设定的规定。叶青哈哈大笑一声，闪影脱手而出，叮！闪影造成4681点伤害。果然强大的防御力让叶青的攻击被削弱的相当严重。你竟然真的伤了我！我要你死！迷失者卡尔非常自负，他根本就不觉得一个冒险者能够伤到自己，但是叶青的一下攻击让他竟然受了伤，这是对他的侮辱。迷失者卡尔失去了之前的淡定，直接站起了身，对着叶青就是狠狠的一脚。这一脚明明没有踢到叶青，但是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随着这一脚直接将想要再次攻击的叶青一脚踹飞。叮！受到32518点伤害，巨大的疼痛让叶青感觉整个人的骨架都要散了，只不过一脚叶青差点就被秒杀了。叶青立马将强效治疗药剂一口灌下，随后治疗技能丢给自己。去死吧！迷失者卡尔冷声道，单手一指，一道天雷再次轰下。叶青立马用小软抵挡，轰的一声，叶青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直接被强大的冲击力轰得趴在了地上。迷失者卡尔再次一指，轰！叶青感觉到自己骨头都要被碾碎了，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样被压在地上持续冲压，叶青开始出现流血状态，血量开始一点点减少了。极光！轰！叶青想要给自己加血，但是又是一道天雷轰下，叶青的技能硬生生被打断。我倒要看看这只虚拟兽能够抵挡住多少天雷的攻击。叶青竟然看到小软发出了一种痛苦的样子，虽然免疫伤害，但是冲击力是实打实的承受。小软只不过是最低级的小怪，免疫了伤害，但是冲击力都很有可能要了他的命。如果小软被冲击力轰死，那接下来死的就是叶青了。啊！叶青大喊着想要站起来，但是又是一道天雷轰下，叶青刚站起一半，再次被轰倒在了地上。真的不行了吗？叶青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完全不够了，感觉整个人都好累。我就说了，神不是你这样的凡人可以理解的。哼，神只不过是一些劣等的生物罢了。突然一声冷哼出现，叶青和迷失者卡尔都一愣，这个秘境还有别的人？叶青勉强转头，看到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全身包裹在暗红色铠甲中的一个女人，名称莉莉亚，形态恶魔形态，品质神赐，等级继承者1级，生命值2315915171，魔法值87981651，物理攻击321658，魔法攻击
112451，物理防御128156，魔法防御842481。技能1，弑神者，莉莉娅觉醒恶魔形态，仇恨所有的神，使用技能全身属性增加100%。技能2，低语，瞬间出现在敌人身边，低声细语，敌人陷入绝望，强行对自己释放最强攻击3次。技能3，蛊惑，用恶魔的力量蛊惑敌人，使敌人自愿奉献自己的一个技能，有1%的概率奉献自己的生命。技能4，美梦，用恶魔的力量让敌人进入美梦之中，如果敌人的等级低于莉莉娅恶魔形态，将直接在美梦中死亡。技能5，恶魔之镰，长镰挥舞，造成额外100%物理伤害，持续挥舞20次。莉莉娅，叶青完全愣住了，这是莉莉娅的恶魔形态。继承者1级是什么等级？你是谁？好强的力！迷失者卡尔惊恐的连连后退，莉莉娅的气息让他感觉到了无尽的恐惧。一个失去神格的迷失者，竟然还敢自称是神，可笑！莉莉娅此时不再是小女孩的样子，而是变成了有一个魅惑十足的御姐，姣好的身姿，只要是男人看了都会神魂颠倒。主人，等会立马将我收回空间。莉莉娅走过叶青身边时，低声说了一句，随后如同鬼魅一般，猛然间出现在迷失者卡尔身边。你该死了！迷失者卡尔突然眼神涣散，竟然将直接一抓插入自己胸膛，随后抓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递给了莉莉娅。